就这个赔钱货，发个热还要请大夫，哪来的钱啊？干脆卖了，还能得点钱。李小七一醒来就听到这样陌生的声音。娘，小声点，你怕别人不知道啊？要不我去牙行问问，反正二弟他们不在家，趁着现在赶紧把这赔钱货送走，到时候即使二弟和他媳妇回来也没辙。我看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等着老二他俩拿工钱回来，我们大家都得饿死了。这小丫头片子养着也是浪费粮食，现在还发着烧呢，我可没买药的钱，卖了总比死在家里强。老大，你赶紧去县里牙行问问，卖得越远越好。好了娘，我现在马上去。一觉醒来就听着这两个陌生人说要把我卖了，我不是在家睡觉呢吗？这是怎么回事啊？李小七感觉全身都很热，快要热死了，脑子也是糊里糊涂的，手脚都使不上力气，难受的要死。但老李是与他大儿子的话确实听清楚了。李小七感觉现在很危险，可惜又无可奈何。大杨村里，今天收获不错啊，大到这么多。今天运气好，之前挖的陷阱跑进去了一头大獐子，另外几个陷阱还有一些兔子。好，涵儿啊，你也老大不小了，我和你爹合计着，要不还是花钱去买个媳妇儿吧。刚好今天收获好，你拿这些去卖了，加上娘手里还有几两银子。娘，这买来的媳妇儿就怕跑了呀。这签了卖身契的，买回来了跑不掉，即使跑了也能抓回来。村里你这么大的年纪，孩子都好几个了，要不是家里小子多又小不顶用，你又因为打猎伤了腿，也不能耽误你到现在。现在家里有一点积蓄了，不能再耽误你了。今天你卖掉猎物后，干脆去牙行买个丫头回来当媳妇儿，你自己去还能看个自己中意点的。只有你成婚了，你弟弟们以后才好说亲呢。爹娘，我听你们的，我今天就去牙行看看。那赶紧去，这次可不能再拖了啊。英子，你去拿银子给孩儿去。以前我知道你为了家里说啥也不想娶媳妇儿，这次别让我们失望啊。娘，我知道了，我会把媳妇带回来的。你这丫头都发着烧呢，昨天你可没说发烧，钱就没那么多，最多给你3两，我这还要贴药钱呢。那你也不能一下子少这么多呀，这也相差太远了，最少6两。我母亲大病急需要钱，我没处筹钱才能卖女儿的，你行行好，通融通融。可宽有啥需要的？需要什么样的人？买媳妇儿老实本分的，周正一点就可以。好嘞，您先屋里请，我马上叫人过来。叶寒走进里屋的时候，斜眼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李小七，竟然心里有种砰砰跳的感觉。直觉告诉他，这个躺在地上满脸通红的丫头就是自己的媳妇儿，还幻想她成为自己的媳妇儿会怎样。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奇怪了。不好意思啊，客官，目前牙行的丫头早你一步都被带去隔壁灵山县了，那里有户大户需要添置一大批的丫头，我这里刚好紧缺呢，所以目前没有合适的。您看，要不您过几天再来看看？这么不巧吗？一个也没有？不好意思啊，没有了。门口地上不还有一个吗？这不瞒你说呀，门口那姑娘我们没打算要啊，发烧好几天了，满脸红彤彤的，就怕挺不过，还浪费药钱。那干脆卖给我好了，我要了。叶寒背着李小七出了牙行，就奔向医馆。最后大夫把脉问诊，开了一些风寒退烧的药。叶寒背着李小七一路走回山脚下的家里，期间李小七醒了2次，但只是模糊的梦1-2句，之后又昏睡过去了。村里人看见叶寒背着个姑娘就会问几句，大家都知道叶寒买回来一个媳妇儿了。娘，我回来了。大哥，娘去田里摘菜了，你背上背的是谁啊？以后她就是你大嫂了。不是叫你买媳妇儿回来吗？这是怎么了？叶寒把今天在牙行的事情说了一遍，庞氏这才知道原委。行吧，既然买回来了，就好好待她。这丫头也怪可怜的，你在这好好照顾她，我叫凯子去看着药。要做午饭了，刚好你媳妇儿等下醒来可以吃点软乎的。好嘞，娘。
李小七在睡梦中回忆着，今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正是喝酒酿酒的好日子。李小七正在厨房烧火蒸酒。好香啊！你是哪位啊？这么香的酒，不喝可惜了。吴姑娘，给我来点酒喝啊。哦，你叫我沈大爷就行了。大爷是来搞笑的吗？还沈大爷？好吧，反正也就一点酒的事儿，算了，给就给吧。李小七把之前蒸好的酒开坛，用碗掏了一碗酒酿给老头喝。哎，真是人间美味！谢谢了，走了，我会报答你的。李小七一睁开眼睛，就看见斑驳的土墙壁，一间简陋的土房子。一转头，发现床边坐着一个男子。你醒了？现在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头还晕吗？李小七有点惊讶，和模模糊糊的记得自己刚穿进这身体里，就被自己大伯和奶奶商量着卖了。难道这就是买我的那户人家？你是谁啊？我又在哪儿？你先别问了，等一下我自会告诉你的。你先喝口水吧。我自己来。还是我来喂你吧。叶寒一只手扶着李小七，一只手拿着碗给李小七喂水。李小七很不好意思，但是又无可奈何。谁叫现在自己弱鸡的很，一点力都使不上。现在可以说了吧？叶寒把事情经过都讲给了李小七听，再加上李小七发烧昏迷中，有时醒着的模模糊糊也知道一些片段，连接起来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原来这个身体原名也叫李小七，只是现在这个原身已经死了，而李小七魂穿到他身上。李小七感叹自己命途多舛。你放心，我会好好待你的。你已经是我的媳妇儿了，你就把这当成自己的家，以前的事都不要去想了，我们好好过日子。人活一世，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与其郁闷哀怨，不如开心一点过完每一天。如今也算是一切从头开始了，重生就是新的开始。李小七整理了自己的心情后，就打定主意在这好好过日子。我也想去山上看看，带我一起去呗。叶寒想了一下，答应了，但是要李小七完全听他的，否则就不带他去。李小七答应了。一开始上山的路比较平坦，到了后面就开始有点找不到路了。有路也不只是人多踩出来的路，因为杂草都被踩实了，可以看到一条路，其他地方多数都是半人高的杂草、灌木与参天大树。李小七毕竟大病初愈，走到一半的路程就有点走不动了。我来背你吧，这样的路对于你来说还是很不好走的。背就不要了吧，现在才上山呢，保存体力要紧。要不你牵着我走？其实没事的，你这点重量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既然这样，那我就牵着你走吧。快到了，前面就是我设的第一个陷阱。李小七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了，但是不想半途而废，坚持着。虽然叶寒一条腿有点瘸，但完全不影响走路的速度。好了，你在树底下歇息一下，我去看看陷阱。好。叶寒在这附近设了好几个陷阱，第一个陷阱是空的，没有猎物。等到了第二个陷阱那里，发现了一只兔子。这兔子刚死不久的，这血还热乎着呢。是只灰兔子，还挺大的。我们去看下一个陷阱吧，这样才挺有意思的。叶寒把兔子一绑就放背篓里，两人就往前走了。这段路比之前的路更难走，草木更茂盛了。一走进这里就感觉阴森森的，还有点冷，完全看不到头顶的太阳，只能看见遮天的树。在茂密的小陡坡上走着走着，李小七不小心摔倒了，手擦破了道比较深的口子，出了血。李小七顺势爬起来坐着。你摔哪了？哎呦，手都出血了，都怪我，刚才扒开草没牵着你，否则就不会摔倒了。我等会儿给你找找草药止血。没事，先休息会儿吧。转眼看见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还挺漂亮的，最重要的是看上去比较光滑，挺干净的。眼看着破了个口子的手血流得越来越多，李小七捡起那块石头就往手上一抹，翻个面再抹，再翻个面再抹，抹掉了大部分的血。真是个典型的女汉子啊，还有这脑洞也是没谁了。这时叶寒拔了止血草弄碎后敷在了他伤口上，在自己身上找了个破布条给绑上。你还带着这个绑带啊？伤口现在都感觉不到痛了，挺好的。我们干这行的都会带一些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要不我找个地方给你休息一下，我自己去看陷阱吧。你病还没好全呢，我还是不要太累了。你在那里等我好了，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不要，我要一起去，你牵着我吧。毕竟是来这个世界的第一次出门啊，一定要多看看。看这家的样子也挺穷的还得想一些生钱之道才行。现代小说不是都说大山里有宝藏的吗？我也想看看，何况前世也在农村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看了这么多个都没有猎物了，不会今天的收获就一只兔子吧？别担心了，这都是正常的，打猎也不一定天天就有收获的，也要看情况。还有最后一个陷阱就在前面，咱们去看看再说。我好像听到什么声音了，你有没有听到？没有吧？不要害怕，有我呢，往前走走就到陷阱的地方了。这次我听到了，是猎物的声音，就在前面的陷阱的地方。走，是一只野猪跳到陷阱里了，被扎破了肚子，正呻吟着呢。好家伙，这猪好大呀，还活着，这么大怎么弄上来啊？感觉好困难。我现在又累又饿的，要不我们先吃点东西，等下再弄。好嘞，这猪等要我来弄就行。现在早已经过了吃午饭的时间了，先填饱肚子再说。说完，叶寒拿出带的干粮，两人分着吃。快要吃完了，李小七想着，要是这猪能自己上来就好了，还省劲儿了。主要是这猪这么大，很难弄上来，得费老大劲儿了。不过这也就想想的事儿，野猪都快要死了，还会自己上来吗？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奇迹出现了，李小七刚想完，野猪真的就凭空自己上来了，而且落地的时候，猪就死绝了，一动不动的。这是怎么回事？撞鬼了？两人对视一眼，叶寒赶紧拿着背篓背上，把野猪扶到他自己肩膀上，拉着李小七忐忑着走了。太神奇了，也太奇怪了。这是不是闹鬼啊？赶紧走，赶紧走。两个人的想法明显不在一个频道，但步伐出奇的一致，大步走带跑的那种。两人不停歇地往外走着，终于到了山脚下，累了个半死。坐下歇歇，受不了了，实在是走不动了。我也走不动了，歇歇再走。娘，我和二弟去镇上把野猪给卖了，买些粮食回来，这只兔子就留着吃吧，给我的媳妇补补。今天可是累着了，让她去房间休息吧。好嘞，知道心疼媳妇儿了。今天收获挺大的，你们去吧，家里的事儿交给娘。李小七一回来就进房间去了，躺在床上不想动弹。没过一会儿就睡熟了。在梦中，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阎王殿中，一个看上去很年轻还有点帅的人缓慢地问道：你怎么死的？李小七有点懵，一时没回答。阎王老爷问你话呢，赶紧回答。对啊，这咋就到了阎王殿了？我不是死了穿越了吗？冤死的呀，莫名其妙睡个觉就死了。生死簿上没你的名字，但你在阳间已死，所以现代的阳间你是回不去了，你就在另一个地方重生吧。看在你是冤死的份上，就送你个大礼吧，作为补偿。什么大礼啊？一个很强大的，但我又用不上的玩意儿，对你来说应该很有用。什么玩意儿？干什么用的？我要它干什么？我要回现代去，我还要读书，继续深造考研考博呢。你还想阻碍我的前程？不要讲那么多条件，好好接受大礼就行。慢慢的你会喜欢的，其他的问题不要问，问了我也不好回答。赶紧的回去吧。哎呀妈，梦一场，吓死我了。阎王爷不长这样啊，不应该都是络腮胡子一把的吗？这阎王爷还挺帅挺年轻的。李小七坐起来，看着受伤的那只手，拆开绑带，其实就是破布条，露出了破口。看着有点惨不忍睹的手，李小七心想，这不会留疤吧？希望赶紧好起来。想法刚从脑海中溜走，手上的破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正在愈合，直到全部愈合。李小七太惊讶了，这想什么就有什么，难道就是阎王送的大礼？是的，主人。AI 系统有助于你意识的形成，就是意识变现能力。你的想法可以通过系统帮你在现实中实现你想做的事情。你是谁？你在哪讲话呢？主人，我是你 AI 系统的1号辅助者，我叫巴布，我在你的脑海中。你是干什么的？是怎么回事啊？
我就是阎王爷送你的系统中的辅助者，就是帮你共同完善系统，促进你和系统利益共享的人。我还是不能理解，我要怎么了解这个系统啊？这个系统又是干什么的？你现在在脑海中想，我要进入 AI 系统，在里面你就会知道了。李小琪按照巴布的话在脑海中想，当真进入了另一个环境中。李小琪镇定下来了，只不过这个环境有点奇怪，跟高科技系统这词根本不搭嘎呀。首先入眼是一座现代式的3层别墅，在这房子周围全部是一片平坦的泥土地和连绵起伏的山，还有一条河，能听到河水流动的声音，但河水看不到源头。主人，看见这一大片地了吗？这就是你的第一任务。在没有完全打开系统前，你需要把这片土地的角落处种上不同的植物，植物种类必须10种以上。等到收获后，就能完全打开系统，会有很大的惊喜等着你啊！这么一大片，得种到什么时候？不是系统吗？高科技呀，为什么还要种地？我要怎么种啊？这个是系统设定的打开方式，现在你只是进入到系统环境，还没有完全打开系统。如果你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系统将回收，不再供你使用，以后你也就没办法获得系统所带来的更多好处。哦，好吧，我先试试，看看阎王爷送的系统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要求还这么多。有些问题我现在不能回答你，要保密，只有你真正打开系统后才能回答。好吧，这么多要保密的东西，我也问不到什么，就这样吧。小七醒了，刚做好了饭，饿了吗？饿的话你先吃。啊，还行。相公呢？回来了吗？还没回来，不过应该也快了。那还是等着相公他们一起吃吧。好嘞。1刻钟之后，叶寒与二弟一起回来。娘，我饿了，我要吃饭。好好好，都做好了，就等你们俩回来就开饭呢。娘，这头野猪很肥胖呢，因为是整只卖的，刚死不久还算新鲜。掌柜的多算了一点钱，一共卖了3两银子，这是买粮食后剩下的钱，给您。呀，卖了这么多啊！好，钱我收着，这粮食你放缸里去，然后大家都去吃饭吧。嫂嫂，我饿了，我要吃饭。等一下啊，我去帮你盛粥喝。说完，转身又进厨房盛了好几碗的粥，摆放在桌子上。大家洗漱好，进厨房准备吃饭。大嫂做的饼很好吃呢，有肉的味道。媳妇儿做的饼确实好吃，辛苦了。虽然是猎户，但也不是天天能吃肉的，更何况都是半大小子，要吃饱还是很难。一般都会把肉卖了换粮食。好吃就多吃一些，锅里还有呢。我用昨晚剩的一点兔子汤揉的面粉，又加了一些玉米粉，所以感觉好吃点。这婆婆不会怪我用多了面粉吧？哎呀，这俩小子就知道吃。不过媳妇儿今天做的还真挺好吃的，以后想做饭就做，让娘也尝尝你的手艺，也给大家换换口味，否则他们都要吃腻我做的饭菜了。娘，您可别打趣我了，我以后还要多多向你学习呢。您做的饭菜才是真好吃。大家愉快地吃完早饭后，趁着天气好，叶寒、老二和老三都背着背篓准备上山。李小七看见了就说道：我也要去山上，等等我。你还是在家休息吧，昨天你就很累了，我们去看看陷阱，顺便砍点柴火回来。不行，我还是想去。想着系统任务还是不能偷懒，赶快收集到植物，早些打开系统。想去就去吧，老大多照顾着点啊，不要走那么快，也能锻炼锻炼身体，不要去危险的地方。哎，好嘞。李小七高兴地跟上大部队往外走，目的地大山。到了山上，老二老三负责在附近砍柴，老大叶寒带着李小七查看陷阱。今天收获还是比较喜人的，第一个陷阱就有一只狍子，看上去还比较大，估计是成年的狍子。之后几个陷阱都有收获，几只野兔、几只野鸡和一只獐子。李小七就是趁着这时候用8步检查周围植物是否有合适在系统空间种植的植物，结果显示只有1种。李小七趁着叶寒不注意的时候，瞬间用意念把这株草种植到系统空间中的土地上。还剩最后一个陷阱，这个陷阱也是在深山里面，进去的话还需要1个时辰。那个陷阱这不去看了吧？上次那头野猪莫名其妙就自己爬起来了，吓了我一跳。带你去太危险了，下次再去吧。这次干粮带的不多，下次多准备一些。好吧，眼看着快到下午了，我们回去找二弟、三弟他们吃干粮吧。
吃完多弄一些柴火回去，下次就不用砍柴了。好，走吧，我牵着你。看着叶寒如此体贴的份上，李小七有点喜悦，但一想到古代的男子大多数比较大男子主义，对女子比较不重视，甚至严重歧视，3妻4妾的情况多的是。想想这个时代驯夫之路漫长，还要慢慢调教，这可就有点郁闷。相公，你回来了，饭菜在锅里温着呢，我去点油灯。不用了，你先进屋休息吧，我自己来。李小七还是点燃了油灯，叶寒把锅里的饭菜端出来放在桌子上，坐下就准备吃饭了。你这鸡汤真好喝，你再吃点。不用了，我晚上喝了，你喝吧。今天猎物卖了多少钱？卖了有2两银子呢，主要是狍子和獐子比较大一些，已经成年了，多卖了点。啊，明天还去山上吗？还去的话带上我还想去。没办法呀，为了开启系统之门，我得努力一下，把10种植物赶紧种植进系统空间里面，这样就能打开第1层别墅的门了。我就怕你身体吃不消啊。只要你没问题，我肯定带着你。叶寒很快就吃完了，之后洗洗就回房了。李小七早就铺好被褥，在床上躺着了。叶寒摸黑爬上床，李小七感觉叶寒上了床，本来快睡着了，给惊醒了，飞快地往里缩，让一些位置给叶寒。叶寒躺下后，反手抱着李小七，李小七吓了一跳。媳妇儿，我们可不可以？不行，我现在还小呢，都还没有及笄。再说也没那么深厚的感情啊，怎么可以一下子就突破底线呢？那及笄就可以了吗？我记得你还有半年就及笄了。到时候再说，总要彼此熟悉有感情后才可以吗？这件事情不急，先说好，你保证不能强迫我。没有感情的婚姻就是搭伙过日子，现代社会离婚率那么高，不就是因为夫妻俩都没有感情了吗？上一世还没有过够我就嗝屁了，这一世穿越就成了瘸子媳妇，怎么说也要真爱一次啊！既然已经有相公了，但没有感情基础，那就慢慢培养呗。我保证，那我不做什么，就抱着你睡，这总可以了吧？李小七羞涩的小声说。这次准备就比较充足，带足了干粮，两个人直奔深山里的那个陷阱去了。一路上 AI 系统提示了李小七2次适合系统种植的植物，李小七把植物挖起来装在背篓里。好不容易到了陷阱旁，李小七快累瘫了，喘息的厉害。叶寒走到陷阱旁，发现有猎物，忙把陷阱周围的杂草弄开，竟然是一只母猪带着3头小野猪。母猪已经被倒装的尖刺扎破了皮，但是3只小野猪还活着，不知道伤得怎么样了。李小七趁着叶寒在查看陷阱的时候，把2种植物扔进了空间，刚扔完就听见：小七，快过来，有野猪，还有小猪仔呢。真的啊？哇，还真是。这3只小野猪可以养吗？估计不行吧，不知道能不能活，等带回去再看看。我先把它们弄起来。李小七看着叶寒沿着土墙壁下去，把小猪崽弄上来后，还剩母猪。母猪比较大，估计有200斤左右。李小七按照叶寒说的，把带来的绳子一头绑在一棵大树上，一边扔到陷阱里。叶寒用绳子把野猪绑好后上来，然后2个人一起拉绳子。累瘫了，这猪真重，估计能卖不少钱呢，比上次那个还大点。应该能，背篓估计背不下这么多，我去做个木筏子拖回家。然后叶寒就在找合适的木头，把木头排在一起，用绳子绑住，形成一个简易木筏，把母猪拖到木筏上，3只小猪崽儿也放上去绑好。来的时候挖的2株草呢？你说要种在院子里的，我看你放到背篓里了，怎么现在没有了？估计在来的路上我给掉了吧，没关系，下次再采过。也行，反正这次的东西比较多，也拿不下。说完，把木筏上用来拉木筏的绳子挂在肩膀上。李小七背着一个空背篓，2人慢慢下山了。路过其他陷阱的地方也顺带看看，还别说，又给捡到了2只野鸡，1只兔子。这时太阳落山，村里很多人开始从田里收工回家了。看见叶寒拖着野猪回来，可羡慕了。哟，叶寒呀，今天上山啦，这收获不错啊，能卖不少钱呢。今天运气好，小沈回家了。是呢，这不是你堂哥明儿回来，我就叫你们明天晚上来我家吃饭呢。刚去你家，这不就碰上你们了呀？这是你媳妇儿吧？长得真标致。媳妇儿，这是小沈。小沈好。好。
明天晚上记得全家都来哈。叶涵，带上你媳妇儿一起来吃饭。婶婶，这你带回家吧，我就懒得给你送过去了，刚好明天添2个菜。这不好吧？你还是拿去换钱吧，家里有菜。换钱不还有野猪吗？哎，这2个你就拿去。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明天记得来哈。哎，好嘞。娘，大哥和嫂子回来了。今天收获不错啊，这么多猎物，明天赶集一趟，趁早卖了。晚饭快好了，你们洗洗手吃饭吧。叶涵把木筏上的3只小野猪解开绳子弄下来，因为3只小野猪都是轻伤，所以把它们暂时放在用篱笆围着的鸡圈里。叶涵和叶凯、3弟叶亮一起在做猪圈，幸好家里前面有一些木料堆在房子外面，现在弄进来，再加一些大石头压着，弄成一个小猪圈，一个简陋的猪圈就做好了。吃饭啦！彭氏一边盛饭给2个双胞胎，一边说道：“双胞胎今年6岁了，但人偏小，大的4弟叫叶毅，小的5弟叫叶全。叶涵是家里的老大，23岁；叶凯排行老2，12岁；叶亮排行老3，9岁。全家人都坐在桌子旁吃饭。吃完饭后，几兄弟就在收拾那头母猪，准备明天拉去集市上卖。这里没有冰箱，处理好的猪肉只能用盐腌制，或者放在水井里冰镇。第2天，叶涵很早就起来，李小七也跟着起来了，因为他也想去集市上。前面几次都没去，这次趁着卖野猪，刚好有时间好好见识一下古代的集市。叶涵、李小七和叶凯3人一起上路了，每人背着一个背篓，当然最重的就是叶涵的，最轻的背篓就是李小七的。这时太阳才刚升起，晨光熹微，李小七一行人已经到达集市了。你是想先卖一些给散户吗？我记得你都是卖酒楼的。还是媳妇儿你懂我。这不是这几天我们家收获颇多吗？酒楼一下子也收不了那么多野味了，所以我就想先来这里卖卖看。哦，懂了，那我们就零售吧。零售？零售是什么？糟了，一下子忘记这是古代，没有零售这个词。就是我们也在这里摆摊卖野猪肉。哦，是的。我们先找个位置吧。大哥，那儿有一个位，我占位去。等会儿你们2个跟我一起大声喊，卖野猪肉了，新鲜的野猪肉，便宜卖了，听到了没？刚开始叶凯有点不好意思，但喊了2句后，声音渐渐就大了。牛肉啊，新鲜的牛肉，便宜卖了。牛肉啊，新鲜的牛肉，便宜卖了。你这真是野猪肉？新鲜的？当然啦，您看看，这肉还很新鲜呢，昨下午才打到的野猪。看着是还可以，怎么卖呀？20文1斤。行，给我来3斤。好嘞，你稍等。叶涵说完，就切了一大条肉下来，一称3斤2两。3斤2两，算您3斤整的。你是我们的第一个客人，算给您听个彩头了，咋样？好吃的话，下次还来找你买。这野猪卖20文1斤，那这普通猪肉卖多少钱啊？普通猪肉更便宜啊，卖15文。我在酒楼卖的价格是18文1斤，在这集市上卖20文应该不差。哦，这样啊。眼看着快下集市了，却还有1背篓的野猪肉没有卖完，3人都有点急了。这时旁边摊子的屠夫走过来说：“你们这猪肉还剩这么多呀？我是这儿的屠夫，我姓蒋，每天都在这里卖猪肉，这都快下集了。你看你们这猪肉便宜包给我吧，我买了，正好我今天的猪肉都卖完了。”那你给什么价呀？你这刚才卖20文，你看我这给你全包了，你就便宜点给我吧，算18文1斤，怎么样？行吧，上称，一共1两多68个铜板。多出的零头给我抹了吧，给你整钱。行，那8个铜板就算了吧，你给我整数的吧。钱货两起后，3人背着背篓离开集市，准备往回走了。好饿，大哥大嫂，我们可以买点吃的吗？我也是，咱们吃点热汤面什么的再回去吧。那我们走吧。客官要点啥？我们这儿有阳春面、清汤面、鸡蛋面、馄饨和包子、馒头。3碗阳春面。好嘞，3位客官坐着，稍等片刻。这店里客人还挺多的。现在正值下棋的时候，又还没有下棋。但有些人已经买好东西或者卖完东西了，就会来吃点东西。等下估计还有更多人。这家面馆味道是不错的。客官，阳春面来喽，你们慢吃。这面条还挺好吃的，量还多。
这家面馆很多人来吃的。你们听说了吗？咱们镇上的大善人，大善人家要做喜事呢。听说是其孙子考上了举人，准备大办宴席，做3天的流水席呢。估计就是这个月的事儿。中举了，那是要办宴席，我咋没听说呢？消息可不可靠啊？绝对可靠，我一远房亲戚在大善人家伙房做事。我听他说的绝对错不了。到时候我们都去吃流水席。这种好事我都赶上了，那肯定不能错过的。我这还剩半碗面条，怎么办？吃不下了。媳妇儿，给我吃吧。好饱，吃得好舒服啊。大哥大嫂，下次我还想吃，太好吃了。只要来赶集，饿了我们就来吃。我们都吃饱了，家里的人还没吃呢。要不我们买些包子回去给他们尝尝？我去买，刚好结账。相公，我还是第一次逛集市呢，能带我逛逛吗？媳妇儿，你不说我也要带你去买衣服的，你就2套衣服不够换的。早上我们走的时候，娘叮嘱我了。这傻汉，直男都没得说了，哄媳妇都不会。很快，一行人到了布料行，看着五颜六色的布匹，李小七直接拿了一匹青黛色、一匹浅蓝色的细棉布、一匹灰色、一匹藏青色的粗布。经过讨价还价，让店老板送了一些缝衣服的线和破布条，秉承现代购物法，货比3家。但这没货比3家可以讨价还价呀，没办法，李小七也不想的，但穷啊。李小七还买了一些自己觉得需要的东西，比如酱油、盐，因为之前他看见伙房的盐罐子里已经没多少了，也没看见有酱油。问了店家才知道，酱油竟然这么贵，1罐酱油竟然要800文，难怪在家没看见酱油呢，吃不起呀。媳妇儿，你在这等我吗？我要去药堂抓2副治我腿的药，家里的上次用完了，买2副备用。不用，我跟你一起去，叶凯也一起吧。刘大夫，我来抓药。你来了，你稍等一下。过了一会儿，刘大夫给叶涵把脉后，直接去抓中药了。抓完药，今天卖野猪肉的钱也就不剩了。药钱真贵，难怪古时候的人得不起病，吃不起药。你每次腿痛都要吃这个药吗？每次疼的受不了了，就把药煎了吃，就会好很多，已经是老毛病了。叶涵有点沮丧，无奈地回道。3人背着买来的东西，步行着往家走。大嫂回来了，吃饭没？吃了，娘给你们留着饭菜啦。好，不过我们吃过了。大嫂有好吃的给你，要吗？要，什么好吃的？小叶全不能吃手指头，手脏脏，去洗手吧。我拿肉包子给你吃。孩子们一听到有肉包子吃，马上都跑去洗手了。吃完肉包子，李小七转去猪圈看3只小野猪。3只小野猪正趴在地上闭目养神呢。木盆里的猪食全部吃完了，舔得干干净净。大嫂，早上我和弟弟们去打猪草了，现在小野猪吃得饱饱的，要睡觉了。咱们家亮亮真乖，现在还早，你们先去午休一下，等下睡醒了，你带着我一起去打猪草，怎么样？好的，我很乐意。娘，这是今天买的麂皮布，想着还是你帮着做吧，我女工不太会。嗨，你个小滑头，自己衣服也不做啊？改天看看你女工咋样。不行的话，我教你。女孩子都要会女工的，不求要多精，但是做自己和家人的衣服可还是要的。这不是娘女工厉害吗？所以我就可以偷懒啦。这些你放下吧，等我做好了，我拿给你。我先紧着你的做，全家就你衣服不够。谢谢娘，这婆婆不错啊，比亲娘还好。前世可没有接受女工，最多也就穿个针缝一缝开了线缝的裤脚、裤裆或者是口袋。作为21世纪的女性，会女工的很少了，除了那些喜欢绣十字绣的，还会摸摸针线。专业做衣服的都是用电车的，也不用这么费事儿。李小七叮嘱双胞胎兄弟不能下河玩水，负责把打好的猪草放进背篓里面，然后3人就开始打猪草了。不到2刻钟，3背篓猪草就打好了。期间 AI 系统提示李小七有2种植物可以挖到空间来种植。李小七马上挖出来，趁着孩子们不注意扔进了空间。快看，竟然有小龙虾！河里一般只有河虾吧？怎么这里还有小龙虾呀？有口福了。那个不能吃，太脏了。村里前些年有人吃过这个，全是壳，不好吃就算了，还有人生病。后来去看大夫，说这个是不能吃的。不会吧？
暴殄天物呀！你说的不好吃，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吃了得病，肯定是因为没有处理干净，寄生虫搞的鬼。这可是美味啊！这次我们没有带装的，下次带好装的回来，抓回去，我做给你们吃。这盒里看着还有好多呢，我现在都已经看到4个了。算了，下次来弄，我们先回家吧。哇，这有个大的，拿桶子给我。我这也有，还2个呢，夹我手了。看，我这都抓到好几个了。大家看到这个田螺也捡到桶里去哈，这个做出来也很好吃的。这个不是鸭子吃的吗？我们人也能吃？能吃，而且还非常好吃呢。所以看见了就捡起来。难怪这村里这么穷，真是暴殄天物啊！这么多美味的好材料都不知道好好利用。3刻钟后，带去的3个大桶1个小桶都快装满了。哇塞，今天大丰收啊！咱们回去了。到了家后，李小七拿了2个大木盆，把小龙虾从桶里倒出来，每个木盆都装了大半，剩下的田螺有1小桶。这个要怎么吃啊？我有点等不及了。田螺现在没法吃，这个要养几天，还要天天换水。我们中午吃小龙虾，我来教你们怎么处理，小心它的夹子夹到手就行。拿剪刀来，先把小龙虾洗一遍，然后用剪刀剪去头部1/3，从尾部去虾线，剪去虾脚。等全部清理后，再放到另一只干净的桶里面再清洗一遍。不知不觉就到了做午饭时间。李小七刷好锅，放米下锅，另一口锅刷好，放入水烧热，准备把小龙虾焯水一遍。幸好伙房有2口锅使用，这样可以缩短做饭时间。李小七洗好葱姜蒜苗和黄瓜，这里没有洋葱、花椒、辣椒，否则味道会更好。叶寒负责烧火，大锅起热，放油，先把姜蒜下锅翻炒，炒香后把焯好水的小龙虾放入锅中一起翻炒，陆续放油、酱油、米酒。等到炒得差不多的时候放入水，盖上锅盖焖一会儿。起锅前放入切成条的黄瓜，翻炒一下，起锅。孩子们早就闻到香味了，都围在伙房门口，嘟起鼻子努力嗅一嗅，要流口水了。嘿，我早就等不及了，真好吃。太好吃了。这味道确实不错，以前怎么没发现？我听别人都说不能吃，不好吃的，可这小龙虾竟然这么好吃。媳妇儿做的真好吃。那我们可以拿去酒楼吗？这没有人卖这个，也没人吃，不知道能不能卖。要不明天我们去酒楼上卖卖看？我觉得行，那我们明天还去赶集。下午，李小七、叶寒又带着孩子们去抓小龙虾，又是一场大丰收。又有野味啊！来，我看看，不错呀，还是活的。啊，全部上秤吧，按原来的价格。掌柜的，不知道你这儿收小龙虾吗？小龙虾？叶掌柜疑惑。李小七马上掀开箩筐盖给掌柜看。这不是红螯蟹吗？个头还真大呀，不过我们这里没有人吃的。原来在这里小龙虾叫红螯虾呀。那岳掌柜，你这店里有关于红螯虾的菜吗？那没有。那要不这样，我用这小龙虾做2道菜给您尝尝，好吃的话咱们再说。行，厨房在那边，走吧。那这位是主厨杨师傅，你需要什么找他就行。好的，谢谢。你就用这口锅，需要的调料都在这儿了，你自取吧。好的，谢谢师傅。李小七、叶寒把背篓中的小龙虾弄到盆里清洗，去头、去虾尾等。不过1刻钟就清理出来了2道菜的量。火夫烧火后，李小七把姜、葱、蒜、黄瓜准备好，一看竟然还有干辣椒、花椒，眼睛一亮。李小七一直以为没有干辣椒呢，在酒楼竟然有，抓了一把切段备用。李小七做的其中1个菜就是昨天中午在家里做的小龙虾，另一个就是麻辣小龙虾，1个清淡，1个麻辣。很快2道菜就做好了。等岳掌柜下来的时候，伙房充满了麻辣小龙虾的味道。真香，不错，非常好吃啊，香，又麻又辣，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这个配着白米饭，在白米饭上浇上小龙虾的汤汁，真的非常好吃呢。行，我们去楼上雅间谈谈。行。叶寒，这是你媳妇儿吧？那恭喜你们了。是呢，谢谢掌柜。小娘子可否连菜谱一起卖给我？这红螯蟹啊，以前在府城的时候参加家宴有幸尝过一次，味道虽好，却比不上这个小娘子做的，必须把菜谱买下来。这个自然，就不知道岳掌柜给什么价？这2个菜谱我给30两银子，
小龙虾35文钱一斤，如何？叶寒一听可以卖30两，两眼笑眯眯，正准备答应。岳掌柜，咱们都是熟人了，自然也就知道这小龙虾只要你做出来之后，我保证大卖，而且很多人会喜欢，回头客也多。所以这30两是不是少了点儿？2道菜谱你给50两吧，只要我们还能弄到小龙虾，我们都会送来你这儿。并且我建议酒楼在卖小龙虾的时候，每天限量供应。好，50两就50两。不过你得写下菜谱，并保证不许把菜谱卖给别人。还有就是，你这限量供应能不能仔细跟我说说？这个没问题。不过岳掌柜能不能告诉我，那个干辣椒去哪里才能买到？你是说干辣椒啊？这个是我在府城买回来的，咱们这镇上可没有卖。听说是从海的另一边运回来的，我买了一些。小娘子要的话，可以送你一点。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掌柜的。李小七将如何每天限量供应、每道菜的注意事项仔细说给掌柜的听。等菜谱写好，小龙虾已经打好秤了，一共107斤，加上野味的钱，岳掌柜大方，就给凑了整，一共给了55两银子。哎，小红虾卖了？卖了，还多了钱呢。娘，这是卖完小龙虾、野味和菜谱的钱，除了买粮食的钱，剩下的都在这了。这么多？什么菜谱？是小七把做小红虾的菜谱一起卖了，2个菜谱卖了50两，所以有这么多。啊，原来是这样，那这50两就归你们小两口吧。娘，不用了，还是你留着吧，你保管着，我们大家都放心。好吧，我先收着，你们要用钱的时候就跟我说。会的。家里的午餐又是麻辣小龙虾，一家人把汤汁都给吃完了。下午，叶凯带着兄弟们直接去河里继续抓小龙虾了。李小七想要快点打开系统，所以背着背篓拉着叶寒找野菜去了。这一片平坦的地是谁的呀？那个是村里的，公家的，不属于谁。那可以开荒吗？你想开荒？现在朝廷鼓励开荒，但我们家后院就有一整块菜地，种菜的话足够我们自家吃了。毕竟我们家没有田地，一大家人吃饭都得靠买粮食的话，挣再多钱也不经花的。说是我们自己开荒，种些吃的就好了。这山脚下不行啊，不能种庄稼的，会被野猪、兔子等野物吃掉，到收成的时候就不剩什么了，还不如不种呢。而且要种粮食，还是买良田好，有水源的地方才可以种粮食。但现在良田又贵，我们家买不起。不过媳妇儿，你别担心，我会努力打猎换钱的。我们现在不是有50两了，那就先买几亩良田，怎么样？行，回去后找爹娘商量下。李小七趁着分头找野菜的时候，意识呼叫8步，经过系统扫描，发现这里没有系统可种植的植物。李小七只好往深山方向走。这外面的野菜都被别人采摘的没有了，有的很小，我们往里面找找看吧。走吧，这往里走啊，路越来越难走了，我牵着你吧。不用，我想自己找找，我能行的。牵着手找，找到了也不好挖进空间了。那好吧，你小心点。李小七边找野菜， AI 系统辅助者8步也在扫描。目标出现，左手方向50米处。主人请看画面，标红的那株就是。知道了啊，这不就是土茯苓吗？1-2年生的，植株还小。挖出来了。说完就往空间一扔。往前走，前面有2种植物。这是金银花呀，有好几颗呢。李小七把金银花苗挖了3颗扔进空间，留2颗金银花苗种在前院做爬墙，应该很好看。李小七接着往前走，竟然有一处断崖。李小七现在所处的位置就在断崖下方，而那植株竟然就在断崖脚下。李小七走过去正挖着，就听见叶寒叫道：小七，你在哪儿？小七，小七，你在哪儿？我在这儿呢，这有一处断崖。小七，吓死我了，终于找到你了。我找着找着，不知不觉就走到这儿了，不好意思啊。没事，下次看不到我，记得要叫我一声，这样我就可以找到你了。也怪我，只顾着摘野菜了。我们在这里摘掉这些野菜吧，还很新鲜呢。这里有一大片呢。叶寒也蹲下摘了起来。李小七摘着摘着就站起来，往前走，向四周看看。主人，前面断崖上方有人参。真的啊？你刚才怎么不说？因为我的扫描范围有限，是以你为中心扫描的50米范围。相公，快过来！怎么了？那上面有人参，我们能弄到吗？在哪里啊？那么高，估计有点难。我没带绳索工具。
那就明天来弄吧。回家。也只能这样了。现在天还亮着，等出去了，估计天就黑了。我们还是赶紧先回去吧。我们先从侧面爬上去，把绳索绑好。你在这下面等我。叶寒拿着绳从远处侧面爬上去，过了2刻钟，叶寒才爬上去。叶寒竟然发现人参不止1株，有一株竟然是6个掌状复叶，挺大一株，2株更小一点，但也有5个掌叶，还剩几株小的。叶寒开心极了，用红绳把人参苗颈部互相绑一下，然后才开始用工具慢慢挖出来。因为要保持根须的完整，所以叶寒挖得很慢，挖的范围也很大。李小七看着叶寒在挖，站在断崖下，除了叫叶寒小心点，也就不能做什么了。所以李小七又开始向四处看看。主人，这层悬崖有石斛兰。抬起头来，在崖壁上竟然发现八部说的石斛兰就在那儿，还很大一片。李小七太开心了，但他弄不到，还是要等叶寒来挖。这时系统又说：主人，你采到一株系统空间需要的植物啦。啊，是吗？我还以为这是杂草呢。这是猴面兰，很珍贵的一种兰花，现在还没到开花季节，所以看上去就像杂草一样。虽然只有2株，不过这东西这地方竟然有，赶紧挖到空间吧。李小七赶紧把猴面兰挖好，小心扔进空间。等做完这些事情后，李小七转身朝着叶寒的方向跑去，发现叶寒已经全部挖好了，正用红布包着，等包好后放好，就开始往上爬。终于下来了，等齐了吧？人参我没有全部挖走，还留了1株在那儿。这是我们挖到好东西的规矩，不能全部挖走啊！现在我们回家吧。知道了，不急着走，那边还有好东西。看，在那儿，能弄到吗？啊，那是什么？怎么长在悬崖峭壁上？那就是石斛兰，一种药材，我们赶紧挖出来。好，听媳妇的。弄一部分只剪掉颈部，就像割韭菜那样，以后还会长。然后大的连根拔起，小的就不要了，留着在那儿继续长。知道了，媳妇儿。那些是什么植物啊？娘，那些叫石斛兰。下午我准备和叶寒去集市一趟，趁着新鲜，酒楼或者药房看看能不能收。娘，我们还挖到了人参，你们看。哇，这人参这么多根啊！拿给你爹看看，都是多少年份的。一家人就这人参年份讨论了下，之后决定下午叶寒、李小七去集市上的时候带着一起去卖了。把这根留着吧，煮汤给爹喝，能补身体，就不卖了。你有这份心就足矣，不用了。我这身体即使吃了人参也不顶用了，拿去卖了还能多卖点钱。爹，那不行，就留1根吧，毕竟有这么多根呢。这根留着吧，其他都卖了。看见你们真是太好了，正准备派人找你们呢。红螯虾，就是你们说的小龙虾已经全部卖完了，你们这是送来了吗？掌柜的，别急，带来了。好，赶紧上秤，晚上估计又是爆满。每天的小龙虾限量销售，到了晚上可就没那么多了，都是抢着提前来订的。所以说，岳掌柜好眼光啊，识得小龙虾的美味。两人定好下次送小龙虾的时间后，叶寒就打算走了。不知道岳掌柜可知道咱们镇上最实诚的药店是哪一家？这你就问对人了。不瞒你说，咱们镇上也就同药堂口碑好点。不巧我姐夫就是里面的药堂掌柜，不知你们要买什么或者卖什么，我倒是可以牵个线。今天我和相公运气比较好，幸得挖到了人参，想着找一家实诚的药房去卖了。可否拿给我看看？叶寒从怀中拿出红布，这根啊，估计有100多年了。看来你们也是懂货的，这人参须保存的完整，应该能卖个好价钱。不瞒你们说呀，家母身体时常犯病，我早就想买只人参调理调理，但一直也没遇见好的。要知道咱们这镇上100年以上的人参很少，有的话都是大户人家买走的。老朽厚着脸皮问问小娘子，你们能把这只100年份的人参卖给我吗？这卖给掌柜的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人参价值几何。这有何难，我带着你们去药堂鉴定就行了。不过我估摸着这根100年份的人参最少也要卖150两以上。岳掌柜一说完，就带着一行人去了同药堂。同药堂，李小七跟掌柜的说明来由后，掌柜的拿着人参验货。这人参品相极好，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这种100年份的人参了。
要知道100年份的人参已经很难得了，品相这么好的更难得，若是1000年份的，那就更是无价之宝了。鄙人复姓上官，单名一个清字。你这100年份的人参估价200两，这个50多年份的就100两，这几根小的加起来算70两，你们看怎么样？行吧。既然估价了，这根人参我拿走，钱呢，等下各位随我去酒楼拿。可以的。不过上官掌柜先帮我看看这个价值几何。这是石斛兰，竟然这么新鲜，这么多。今天上午刚采摘的呢，肯定新鲜。不知道这个药店收吗？收的。不过我要不了这么多，但是我知道谁要，我可以给你们介绍。那就谢谢掌柜的了。随后上官掌柜对药堂伙计耳语几句，伙计就出去了。实不相瞒，昨天咱们镇上的大善人府上负责采购的管家跟我说，他们家老爷办喜事，需要一些珍奇异菜，嘱咐我收到好东西第一时间通知他。你这个石斛兰可是宝贝，我一个人也吃不下这么多。有劳上官掌柜的了。不一会儿，大善人府上就来了一中年人，留着一小撮胡子，看着面善。鄙人是大善人府上的管家，听你伙计说上官掌柜这里有好东西。是的，在这儿，请看，这是石斛兰，不仅可以榨汁儿喝，还可以煮汤或者晒干磨成粉，每天吃一点，既可以延年益寿，对身体又有很多好处，是非常好的一种保健药材。是好东西，这石斛兰还是比较难得的，还挺新鲜，不知要价几何呀？这价钱我们还得谈一谈，毕竟这东西难得呀。好说好说。这位壮士和小娘子意下如何？上官掌柜是识货人，管家也是同行的，那就由2位出价吧。那就5两银子1斤吧，这也算高价了。那就上秤吧。石斛兰上秤后一共63斤，药堂20斤，剩下43斤，大善人府上管家全买下了。单石斛兰就卖了315两银子，人参总共卖了370两，加起来就是卖了685两银子，这还没有包括小龙虾的钱。叶寒怀里揣着这么多银子，感觉一下子发财了，有点离谱，有点不真实。回来了，情况怎么样？娘，咱们关了院门进屋说吧。一家人在堂屋围着桌子坐下，叶寒从怀里拿出钱袋，抖抖嗦嗦的把银子和银票倒在了桌子上。银票有5张，1张200两，2张100两，2张50两，剩下的100多两就是散碎的银子。我们以后还会赚更多的钱。对，我们以后还会赚更多的钱，生活得更好，所以大家不要惊讶，淡定淡定啊。大家一起数钱吧。爹娘，既然有这么多钱，我们拿去买田地吧。我赞成，以前我们家也有几亩田地，都是因为我腿受伤才把地卖了，换钱给我买药。现在有钱了，我们就去买地吧。就按你们说的办吧。那我明天就去官府问问。我想要住新房子。我也想要新房子住。新房子，住新房。房子确实也是个问题。我也同意建新房，而且我们可以把旁边那片石头小山峰买下来，移平一些，弄到和这里一样平整，就可以做基地了。这样房子面积就很大。再把路修一修。一家人就着买田地盖新房的事儿各自提出意见，一致决定先去把买田地的事情解决了，再建新房，因为好的水田很难碰到。既然事情决定了，那明天叶寒和叶凯去办买田地的事情，钱我留下100两，方便后面建房，其他的二儿拿着，遇着合适田地就赶紧买回来。天色已经不早了，现在要准备晚饭了，我先去做饭了。李小七趁着这个时候去猪圈看3只小野猪，已经好几天不曾好好看一下小野猪了，感觉野猪长大了一点呢。估计是叶亮他们每天都要打猪草的关系，你看还有半背篓猪草呢，明天又要打猪草了。看那只更大的野猪在拱石头壁，我看着这野猪养得再大一点，估计就关不住他们了。野猪性子难驯，现在是还小，大了就不行了，要不还是卖了吧。明天你先去办正事儿，后天集市我跟你们一起去卖野猪。很快晚饭就做好了，
一家人吃好晚饭，洗洗就睡了。李小七趁着叶寒睡着后，又进了系统空间。巴布，这人参已经没有根了，只有茎干，能种活吗？可以的，主人。空间的土壤跟外面的不一样，只要有一点茎秆或者叶片，也是可以生长的，只是时间比整株的会更慢一点。李小七把今天挖来的所有植物归置在一起，刚好就有5种植物，分别是土茯苓、金银花、人参、石斛兰和猴面兰。将这5种植物分别种在了空间土地的其他角落四周，刚好就种满了10种，还剩2株金银花苗，留着明天早上种在围墙边上。系统提示音响起，系统即将打开，请准备。主人，请往别墅1楼门口等待。小七快速走向别墅大门，大门在缓缓打开。恭喜主人完全打开空间，这是第1层大门，系统将送给主人一个大礼包。突然，李小七手里就多了一个大礼盒。这是什么？主人打开就知道了，大礼包都是随机的。恭喜主人获得美容丸2枚，洗精发髓丸2枚，力丸2枚，一人只能每种用1丸，保终生，多用无效，浪费药丸。恭喜主人获得系统意识升级，自系统打开后，主人可以随意进入系统空间，想要的东西也可以用意识控制进出空间，还可以实现主人幻想的食物。不过实现幻想的食物是什么意思啊？主人，就是你的所有想法我都能知道，你幻想的所有东西，只要不是有违天道，简单一点的在我能力范围内的东西，我都可以帮你变现。我所有的想法你都知道，那我所有的感受你也都知道？是的，主人。那假如我和叶寒圆房你也知道？主人放心，我会自动屏蔽的。 Oh my god， 这也太尴尬了吧。那我现在幻想很多银子金子可以实现吗？不行，直接给你银子有违天道，杀人放火也是有违天道的，害人之心不可有。切，不是说可以把我幻想的东西变成食物吗？这也不行，那有违天道都是你说了算的。主人，只要我能办到的都会尽力，有违天道的事情不能做，否则你会被惩罚。第3类赠送良田100亩。恭喜主人获得良田100亩，田地面积将扩大100亩，必须将100亩良田种满植物，而且旁边的小河流就是灵泉流出来形成的小河流，具有强身健体、快速增加牲口愈合程度、补充营养，对于体弱、中毒、残疾人士恢复正常有事半功倍的效果。除此之外，还可以促进植物生长等很多功效，望好好利用。这个不错，我好好利用灵泉水，这样一家人的身体都能够变得越来越好。我懂了，也就是这 AI 系统空间目前也就3个好处：第1，灵泉小河流的功效；第2，意识形成功能；第3，种田功能。好吧，我又要开始我的种田生涯了。100亩良田，这是要奔小康的节奏呀！主人先别急，这只是系统给你的大礼包，1楼的所有房间你还没看呢，每个房间都有不一样的东西。哦，对，还有1楼的别墅，房间里都不知道有什么。李小七还没有全部参观完，就发现叶寒有动静，外面天已经亮了。李小七立马从空间出来，假装刚睡醒的样子。虽然一晚上没睡，但是感觉神清气爽，精力充沛的很。李小七带着叶亮和双胞胎去小河边抓小龙虾了。抓了这么多天，这个小河里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小龙虾了，估计要去更远的下游抓才有。李小七正在河里抓着小龙虾，这时村里的小赖头正在河边瞎晃悠。小子们在抓鱼吗？哟，是抓红螯虾呀！这东西以前没人吃，现在镇上的秦味楼可是卖火了。原来就是咱这河里来的呀！关你什么事儿？有本事自己去抓啊！你这个小赖犊子坏得很。哟，这个标致的小姑娘就是叶寒新买来的媳妇儿。叶寒那个瘸子也配呀！小娘子，要不跟我走，带你吃香的喝辣的。小赖头，你想干嘛？你不怕我哥打得你屁滚尿流？她可是我嫂子，你放尊重点，小心我哥回来把你揍扁。我可不怕你哥，你哥是个瘸子，有啥怕的？不用理他，我们抓的差不多了，回家吧。
小娘子可是答应了我，现在准备跟我回去呢。走走走。你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没你的份儿。我嫂子是我哥的媳妇儿，离有多远滚多远。你个臭小子，竟然挡我，不想活了！我不理你就是看不上你，你还想硬抢不成？而且打人犯法的，你是想去衙门走一趟？你个小娘们，别不知好歹！我看得上你是你的福气。抱歉，敬谢不敏，不要挡着我们的道。我们走。刚到家门口，李小七往回一看，就拍拍胸口。幸好没跟过来，否则真不知道怎么办了。嫂子不怕，小赖头要是敢跟来，我跟他打一架。小月亮真乖，知道保护大嫂了。哈，那是。我们也会保护嫂嫂的，打坏人。你们真乖。但是首先呢，你们要保护好自己，因为你们还小，知道了吗？之后等叶寒回来，叶亮把小赖头的事情告诉了他。叶寒非常生气，找个机会趁着天黑后，用布袋蒙住小赖头的头，拳头使劲的往他身上打，打得小赖头鼻青脸肿，估计半个月下不来床。自然这是后话。来，你们一起来帮我处理田螺吧。今天中午嫂子给你们炒香辣田螺吃。哇，有好吃的，怎么能少了我？处理螺丝花了大概半个时辰，这样也就快赶上中午饭了。彭氏已经把米饭煮好了，因为今天要吃螺丝，所以准备的是白米饭。最后洗洗就可以了。我先去准备佐料，等下你哥他们回来就能马上吃到了。好嘞，嫂子放心，我保证把活干好。很快，李小七就发挥了21世纪吃货的本能，大火快速的炒好后，尝了一个，太好吃了，忍不住又多吃了一个。叶亮和双胞胎兄弟在火房门口时不时探出个头，用鼻子嗅嗅味道。你们过来，这盘你们3个先端出去吃，解解馋吧。这些小子们嘴馋得很，闻着香味儿都舍不得走了。这时叶寒和叶凯两兄弟回来了。做了什么好吃的，这么香？你嫂子炒了香辣螺丝，赶紧洗手吃饭吧。一家人就着香辣螺丝把一锅白米饭全吃完了。爹娘，买田地的事情有眉目了。县衙师爷说，就我们村老陈头他们家3个儿子都要卖田地，加起来有10多亩。隔壁杨地主家有地在我们村，有30多亩，刚好他也要卖掉。听说是手头紧，卖了替他儿子还赌债。这样的话加起来就有50亩，都是良田。那有没有说多少银子1亩？这些都是最好的良田，因为卖得多，最低也要7两银子1亩。我跟师爷说，回家商量下再给答复。钱倒是够，既然这样，那就买。不过要先去看看田地。我觉得行，买吧。那我下午再去镇上跑一趟。算了吧，下午就不去了，明天再去。刚好明天我们送小野猪去卖了，以后想养的话还是养普通的猪。就这么办吧。第二天，叶寒、李小七、叶凯3人在村里牛老头家租了一辆牛车，就带着3只野猪、小龙虾去镇上了。刚到秦卫楼，就碰上上次买石斛兰的大善人府上的管家和岳掌柜。你们来了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说曹操，曹操就到，正等你们呢。这么巧啊，在这里碰上你们。管家好。是啊，真巧。岳掌柜，东西我们带来了。那赶紧上秤吧，刘管家正等着呢。这次的小龙虾我答应分给刘管家一半，大善人府上明天办喜宴。这样啊，管家带我向大善人家贺喜，恭喜恭喜。好说好说，客气了。伙计过来把小龙虾打秤，一共223斤，共7两8钱05个铜板。岳掌柜，不瞒你说，这次我还带了小野猪，不知道贵酒楼要不要啊？哦，还有野猪啊，岳掌柜能否先让我看看？请。看着这么精神，哎，这是什么时候弄到的呀？这野猪是之前上山陷阱捕获的，因为受伤，所以在家养了一段时间。难怪，既然这样，岳掌柜可否割爱，把这3只小野猪让给我？这有何不可呀？我知道明天府上有喜宴，当是提前恭贺贺府贵公子得举。然后小野猪上秤，给的价格也公道，3只小野猪一共得了5两银子，这还包括刘管家打赏了一些，凑个整数。然后李小七一行3人前往府衙。刚到府衙门口，就碰到了瞿师爷。瞿师爷您好，我是大杨村的叶寒，昨天来过府衙的。记得，正想出去找你呢。你隔壁村地主家急用钱，刚好也来府衙了。你马上跟我进来吧。这就是李地主，他府上要买田地。
你们双方看一下契约还有地契，确认没问题就签字吧。双方确认没问题后各自签字，一共37亩良田，7两1亩，共259两银子。双方还要给府衙一定的手续费，双方各5两。之后瞿师爷派人带着叶寒一行人去看田地。虽然叶寒事前去看过了，大概知道在哪儿，但真正看到30多亩良田连在一起的时候，那壮观程度还是被惊讶到了。这么大一片良田，就是我们家的了。我们家终于有田地了。那是，还会有更多的。那接下来就还有老陈头家的地了。明天你直接找老陈头家的去吧，提点东西先去村长家一趟，先让村长写好地契，然后再去府衙换红契就行了。原来在村长家先过地契，再去府衙换红契，可以节省几两银子的手续费。好嘞，爹。那明早我先去上山，看看陷阱有没有野味。第二天一早，叶寒就上山了。快到吃早饭的时候，叶寒回来了，手里正抓着3只野鸡，2只兔子。吃好饭后，叶寒提着1只野鸡1只野兔先去找的村长，而后两人去往老陈头家。老陈头在家呢。村长来了，叶寒小子也来了，进屋坐啊。这不嘛，听说你家要卖田地，叶寒便来找我了。那感情好啊。胖娃，去把你爹2叔3叔叫来，先坐啊，坐着等会儿。好。不一会儿，3兄弟就来了。村长叔，叶寒要买你们家的地，你看你们是现在过契还是？3兄弟都同意现在过契。村长把契约写好，双方各自签字，一手交契，一手交钱，还是7两1亩，一共15亩，共105两银子。然后陈氏3兄弟带着叶寒去看田地了。看完田地后，叶寒立马又上府衙过红契。叶寒到家后，把地契和剩的银子一起拿出来放到桌子上。地契和银子都在这了。我看看，这是不是写错名字了？怎么写了我的名字啊？小七，要不是你，我们也赚不到这么多钱，这是你该得的。所以我就叫寒儿把这些地契的名字都写给你的。还有呢，媳妇儿，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买来的媳妇儿了，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你的卖身契前面我已经拿去县衙更换了。真的？你们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合着全是写的我的名字啊？本该就是你的，跟你商量你会同意？那以后买的可不能写我的了，写你们的。我会带着一家人多多赚钱的。我们家肯定会越来越好的。爹娘，叶寒，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们商量。什么事？小七说吧。我们家一下子买田地，后面又要建房子，村里肯定很多人都会疑惑我们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不如我们就把抓小龙虾能卖钱的事情告诉村里人吧。上次我找村长去老陈头家买田地的时候，他们就在疑惑我怎么一下子那么多钱了，只是没好意思问。我看行，这赚钱的法子村里人早晚都会知道，我们自动说出来也能买村民们一个好，也算是人情了。说的也有道理。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迟几天告诉村里人吧。先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小叔小婶他们，让他们先抓几天小龙虾卖点儿。那好吧，我等下就去告诉小叔，叫他们下午就去抓，过2天我再找村长去通知村里人。那就这么办吧，不过要叮嘱村长，村里人抓的小龙虾必须全部卖去秦卫楼，这是我上次答应岳掌柜的，咱们可不能食言了。做人要有始有终，答应的事情必须要做到，小七做得很好。一家人下午又去小河流下游抓小龙虾了，而且这次是带着叶寒小叔一家人一起去的。晚上叶寒小叔一家就在叶寒家吃饭。你们洗洗手脚，我先去炒2个菜就开饭了。你跟我来。怎么了，堂哥？昨天我在集市上碰到了艾小米，她回来了，而且我还听说她被夫家休了。我怕她会回来找你麻烦，所以给你提个醒儿。好的，谢谢堂哥。不过应该不会，我和她已经没有关系了，她没理由来找我。咱们回去吃饭吧，我可要好好尝尝弟媳妇的手艺。大家吃饭啦！很快2家人坐在桌子上准备吃饭，同样是2桌，男子1桌，妇人和小孩1桌。哇，这小龙虾真好吃，比猪肉还好吃呢。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肉啦，没有之一。是真的很好吃啊，比肉还有滋味。没想到以前人人不敢吃的东西，
竟然这么美味啊！关键还是小七厉害，厨艺了得，否则哪有这么好吃？哪里，小沈过奖了。哎呀，大嫂真是好福气，娶到了这么好一个媳妇儿，厨艺好还能挣钱。哎呀，我们彼此，你2个媳妇儿也不差。哎呦，吃的太撑了，不行了，帮我揉揉肚子。我也吃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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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酒好肉，此生足矣。大哥，你们这是否极泰来了。你们也会越来越好的。咱们都会越来越好的。吃好饭后，小叔一家回去了，约好第2天去小河流上游抓小龙虾。今天叶寒一家早吃过早饭，带着小叔一家就去抓小龙虾了。1个时辰后才到上游。这路这么难走啊，累死我了。要不大家都歇一歇，上游是比较远的。不用了，你看小叔一家干劲十足，我可不能扫兴，拖大家后腿。啊，那我背你。不用了，这多不好意思呀！等下小叔一家看见，可要取笑我了。那我拉着你走。叶寒说完，就拉着李小七的手往前走了，2人落在最后。终于到了，开始抓小龙虾了，看见螺丝也捡着。一行人四散开来抓小龙虾、捡螺丝。这里好多，赶紧来！叶亮一说完，叶凯就跑过去了，拿着一个捕虾网一捞，1网的小龙虾都不用抓的，直接装就行了。小叔家战果也很丰厚，经过1个半时辰的时间，背去的背篓全部装满了。等到了家，早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大家饿得前胸贴后背。叶寒、小叔一家也回家吃饭了。娘，我们回来了，饿死我了！快，我要吃饭！马上端出来，先去洗洗手，我一直在等着呢。赶紧吃吧，都饿坏了。我吃好饭后就去跑一趟吧，去把小龙虾送给岳掌柜，估计他那里已经没有小龙虾了。啊，我就不去了，太累了，我想休息一下。我去。我也去。行，那媳妇你下午休息，我带着弟弟们和小叔他们一起送去，明天再抓1天，就暂时不抓了吧。李小七吃完饭就回房休息了，睡了一觉醒来后大概是下午申时左右，但叶寒一行人还没有回来。李小七睡一觉后又恢复了元气满满，就琢磨着晚上吃什么。看见螺丝就想到现代的螺蛳粉了，嘴馋了，但这里可没有螺蛳粉。李小七就想自己做做看，下次还是去赶集的时候看看有没有粉丝卖。既然没有螺蛳粉，那搞个螺丝面总可以吧。于是李小七把面揉好，晚上准备吃螺丝刀削面。面揉好后，李小七就去处理螺丝了。等到李小七把螺丝刀削面快煮好的时候，叶寒3兄弟才回来。哇，好香啊，肯定是嫂嫂在弄好吃的。我觉得也是。媳妇儿，在弄什么好吃的？螺丝刀削面，第1次做，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应该快好了，可以吃面了。很快菜和面条都端上桌了。闻着就很香，赶紧吃。来，大家快吃吧。媳妇儿，你煮的这个螺丝刀削面太好吃了。大嫂做的哪次不好吃？都很好吃。锅里还有呢，好吃你们就多吃点儿。以后叫你嫂子多做几次饭菜，这样你们就有口福了。彭氏也觉得李小七做的饭菜特别好吃，每次都能吃撑了。同样，晚上大家又吃撑了。你明天去山上吗？明天还要抓小龙虾，暂时不去了吧。上游小龙虾还挺多的，我想招安明天就去跟村长说了。也行，那就后天我们上山吧，我想去看看陷阱。其实李小七不是想看陷阱，是想去找找有什么植物，把空间100亩良田种上，不能荒废了这么好的地，浪费可惜了。好，听媳妇的。随后转身一把抱住李小七。李小七惊慌失措道：呆子，你干嘛？不干嘛，就抱抱媳妇儿，好久没抱他媳妇儿了。你一个大男人还撒娇，羞不羞啊？媳妇儿，你耍赖！睡觉。随后2人真的就睡觉了，因为第2天又是忙碌的一天。一大早，叶寒一家就背着背篓和小叔一家去小河流上游了。哇，我抓到了一只黄鳝！我看看。我看看。哇，这么大，得有2斤吧？估计有。飞鸿表现不错，这么厉害，
既然有一条，就有2条。大家看见好东西都捡起来，不一定只抓小龙虾啊。我也抓到了1条。你这条也很大了，估计有1斤多。我也抓到了1条。今天是怎么了？全抓黄鳝了？小龙虾都快抓满了，有黄鳝就抓黄鳝吧。幸好啊，我还另外带了2个竹笼子。然后大家把抓的黄鳝都放在2个竹笼子里面，等到差不多时间，大家就都收拾好东西往家走。小叔，下午你们来吧，我们不去了。我们要找村长说小龙虾的事情。我知道，你爹跟我提起过，我赞成你们的做法，有钱大家一起赚。吃好午饭后，叶寒就去找村长了。然后村长召集了全村的人，在祠堂集合，有重要的事情宣布。每家每户只有男丁才能去祠堂开会，妇人是不能进祠堂的。这么急召集大家来祠堂呢，是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宣布。叶寒家买了老陈头家的田地的事情，大家知道吧？台下一群人有的说知道，有的说不知道。安静，安静！不管你们知道不知道，反正现在呢，叶寒要把他们家赚钱的法子告诉我们村里人，让大家一起挣钱。这么好，把赚钱的法子分享给我们？难怪老陈头说叶寒家发财嘞。哎，是什么法子？赶紧告诉我们。安静，安静！现在就由叶寒告诉大家。乡亲们，我叶寒是发了点小财，这个发财的机会我可以告诉大家，只是我有一个条件，大家听了后愿意去做就去做，不愿意去做也不勉强。不过若后面出了什么事，大家可不要怪在我身上，我只是把方法告诉大家。这肯定的，快说吧，叶寒。我这边赚钱的机会就是抓小龙虾去秦卫楼卖。咱们村里应该有人看见我在小河流那边抓这东西吧？我就是卖了这个东西换钱的。大家也可以去抓小龙虾，抓好后送去秦卫楼，秦卫楼给的价钱公道，而且这也是我跟秦卫楼的掌柜说好的，只要咱们村送去的小龙虾都按照35文钱1斤。小龙虾这么贵，难怪前段时间秦卫楼天天爆满，人人争抢着吃红什么虾，难道就是这个小龙虾？哎，大家稍安勿躁，请听我说。我知道大家有很多疑惑，秦卫楼现在很多人喜欢吃香辣红螯蟹的原材料就是这个小龙虾，所以只要大家把抓到的小龙虾送去秦卫楼都能卖钱的。方法我已经告诉大家了，只是有一点，大家抓的小龙虾务必送去秦卫楼，这是当初我跟人家掌柜说好的，相信大家也不至于让我难做是吧？叶寒说完就下台了，村长上台继续强调一遍，然后让大家散了。随后各家各户出动能出动的人全部抓小龙虾去了。大哥，你回来了，刚才嫂子还问你回来没有呢。哦，好，我去找他。在干嘛呢？看看菜园里都种了些什么菜啊？我们这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菜啊？什么特别的菜？都是这些菜啊，年年都种这些，该什么季节就种什么菜。那2垄种的是大蒜，现在还没有发芽，等过段时间长长了就能吃了。现在天色还早，要不我们去山上摘野菜去？那走吧，现在才未12刻左右。这次2人走的是以前没有走过的路，很快2人就到了一处小山坡。这边我倒是很少来，不过也来过几次。前面一段路就有野菜摘了。那咱们走快点。哎呦，这记性！空间的灵泉水好像可以治这个瘸腿，对恢复很有效。看来每天要把灵泉水和普通水混着来喝，再去抓点药给叶寒治治。你看，那有一大片马齿苋，看着很水灵，不过有些老了。那老的就不摘了吧？摘，必须摘。但是老的有很多种子，我们把种子撒在这儿就行。老的不好吃啊。那种特别粗很老的就不要了，但这种程度的可以摘，回去焯水之后晒干，很好吃的。说完2人就摘起来了。摘完这一片，2人又找到一片，快摘完的时候，李小七眼睛一亮。是芝麻，这是芝麻。这个有什么用？这种不好吃的，胡麻果子小得很，还有壳。你以前看过这个啊？原来这里不叫芝麻，叫胡麻。看到过吧？我就随手摘一个掰开，都是一粒一粒非常小的种子，一点用都没有，就跟普通种子一样的。妈呀，你真是暴殄天物，这么好的东西都不知道。你还在哪里看到过这个？就以前打猎的时候深山看到的。那明天带我去找找。好。
我们先把这个摘了，这个得用镰刀割下来，刚好都黄了。哎，我来吧。不过这个有什么用啊？这个能榨油啊，芝麻油、香油，老香老香的啦。能榨油？真的？当然啦，我不会骗你的。所以咱们赶紧把这个搬回家，等晒干了就可以榨油了。那还等什么呀？赶紧的，你空出一个背篓来，这些胡麻我来割下来。两人分工合作，把芝麻苗全部割下来。叶寒把芝麻苗全部装入背篓里，装了满满一大背篓。李小七趁着捡芝麻苗的时候，偷偷把2根更黄一些的芝麻苗扔进空间。两人背着满满的收获回家了。刚到家就听到彭氏喊道：开饭啦！你们先吃，我弄个凉拌菜去来。李小七清洗好马齿苋后，叶寒也把锅刷好，烧好了水。李小七准备好蒜仁、干辣椒和葱段，把马齿苋焯水后，就和之前捣碎的佐料一起放盐放油拌好。要是有香油就更好了，不过快了。李小七把菜端去桌子上，竟然发现一家人都没有动筷子，等着李小七一起吃饭呢。哇，这个好好吃啊，还有点辣，比以前弄的是更好吃。哦，别跟我抢！对，太好吃了，我再去打碗饭。很快就到了晚上，李小七依然等叶寒睡着后进入空间，把有点干很黄了的芝麻搓下来，弄成一粒一粒的，只有1把，然后用意识撒到空间的土地上。还别说，虽然只有1把，但是也撒到了小片地。然后李小七假装起夜上茅房，去伙房水缸里把之前水缸的水用意识控制流去了后院菜地，注入了灵泉水，然后才返回去睡觉。吃好早饭，李小七拉着叶寒上山了。叶寒背着弓和箭，带着干粮，两人快速往山上跑。这次除了看陷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芝麻。很快看过几个陷阱后，只收获2只兔子、2只野鸡，两人一直往深山去了。我去年好像就是在这一片发现的。咱们仔细找找。媳妇儿，你过来！哇，竟然有这么多啊！啊，找了这么久，原来在这儿，好像比去年多了1半。这么多，估计我们2个人今天弄不完。太阳在正空中，应该是50左右。先把干粮吃了，再干活。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先弄一些回去，明天叫上2个弟弟一起来。随后两人一起割，不一会儿就割了很多了。有这些差不多了吧？先把这些绑好。啊，那我去绑。小七，不要割了，还剩地下这些够了。好嘞。两人把地上剩下的芝麻苗竖着装进背篓里，刚好把背篓塞得满满的。叶寒扶着背篓，让李小七更轻松地背起背篓，然后自己也把野味绑在身上后，用肩膀挑起2大捆芝麻苗，跟着李小七后面往回走了。啊，累死我了！啊，辛苦媳妇了，等一下我帮你揉揉肩膀。好啊。回来了。哎，怎么弄了这么多胡麻？小七说这胡麻可以榨油，所以今天我们又特意去找了。能榨油？真的？怎么没听说过？这胡麻都是当杂草一样，没人要的。娘，这个能榨油的，晒好后我们就去榨油。现在晒开还能晒个把时辰，今天看天气不会下雨就不收了吧，把昨天那些收起来。现在好饿呀。知道你们可能没那么早回来，我给你们留了点饭菜在锅里，估计现在没热气了。不过天气热，吃冷的也不怕。随后两人赶紧跑去伙房吃饭了。终于舒服了。媳妇儿，你受累了，要不明天我们去，你在家休息一下。不用，我晚上休息1晚就可以了，就是背和肩膀好痛。我治好了。走，媳妇儿，我现在就给你捏肩膀去，碗筷我等下再来收拾。其实不用的，你自己不也挺累的吗？我不累，走吧。轻点。那这样行不行？舒服。你再帮我按摩一下背，轻轻的啊。媳妇儿，舒服吧？舒服。以后多帮我按摩一下，练手。叶寒忍着不适说。按着按着，叶寒就感觉到自己下身的反应，煎熬着。过了一会儿，好多了，起来了，舒服多了。我睡一觉，吃晚饭的时候叫我。好，那我先出去，你睡吧。叶寒想着还有碗筷没洗，就说道，随后出门洗碗去了。小七，你不是睡觉吗？还没到晚饭时间呢。我不睡了，我想到那个干辣椒的种子得留着，我们明年种辣椒，我现在就去弄出来。那我一起来弄。两人把干辣椒归置在一起，然后坐在院子里，用剪刀剪开，
包出里面的辣椒籽。等到吃晚饭的时候，只包了一半，放到一边后就去吃饭了。李小七落后叶寒几步，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从怀里掏出一块早准备好的碎布包着辣椒籽，就往空间扔，再去吃饭。晚饭依然有大家喜爱吃的凉拌马齿苋、香辣小龙虾，一份芹菜炒兔肉和一个蛋花汤，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我们家盖房的事估计得推后一下，先把这个芝麻脱壳晒干之后，榨出芝麻油来。行啊，那就先紧这个做好，再去做建房子的事。不过这小山坡，明天我先去买下来。这样也可以。晚上，一家人很早就去睡了。叶寒因为累了也睡着了。李小七转身进了空间，捡起布包着的辣椒籽就去播种了。当意识全开，辣椒籽全部飞向天空，自良田上方洒落下来，就像天女散花一样落在泥土里。一粒辣椒籽就是一棵辣椒树，每粒辣椒籽之间间隔50公分距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种田路途漫长，需要多加努力。突然，系统提示音出现。恭喜主人种植良田1亩，获得小礼品1个。打开，还有礼物呢。系统打开礼物盒，竟然是一大包的种子。这是什么种子啊？这是番茄种子，因为我检测到这个位面的世界还没有番茄，所以系统就送了你这包种子啦。哇，番茄啊，我的最爱！挺好，这礼物我非常喜欢，谢谢啦。然后又是一通天女撒花式的操作，这些番茄种子就被种植到土地上去了。当然，李小七留出几颗番茄种子，准备明天起床后撒到后院菜地里，愉快的睡了。老板，我们是来榨油的，不知道你这个是个怎样的榨法？你们榨哪种油啊？芝麻油。我看看。哦，是胡麻呀。胡麻可以榨油？是啊，所以问一下你这榨油的过程。这实不相瞒，榨油是我们吃饭的本事，这可不能告诉你们。但是你们可以在这油坊里看。这样啊，请问贵姓啊？免贵姓尤，是这家油坊的掌柜，大家都叫我尤胖子或者尤掌柜，你们也这么叫吧。好，能帮我们快点榨出来吗？这个没问题，现在就开始榨你们的。虽然榨油的原材料不一样，但是工序还是一样的。李小七在油坊看着榨油，叶寒出去买需要的东西了。当叶寒买好猪肉后，走出菜场准备往油坊去。叶寒哥，是你吗？叶寒停下脚步，看着来人，竟然是叶寒的青梅竹马。叶寒哥，真的是你？你怎么回来了？叶寒哥，你没什么事情的话，我还有事，先走了。别走，叶寒哥，我知道是我的错，但我现在回来了，我们还能不能？不能，艾小敏，我们没有可能了，我已经有媳妇儿了。那是买来的媳妇儿，我可以当平妻的。平妻你也配？叶寒哥，你……我不想伤害你，我已经成婚了，而且我很喜欢现在的媳妇儿，希望你不要再来打搅我。叶寒很快就到了油坊，赶得这么巧，刚好出油了，还要等一些时候。没关系，我们可以多等会儿。大概过了半个时辰多一些，就听到油胖子说：榨好了。你们这出油还是比较高的，总共145斤的胡麻，榨了68斤油。真的？一共多少钱？叶寒付了钱之后，李小七问道：尤掌柜，那个榨出油的废油渣能给我们吗？那个堆在那里，你自己去装吧。两人很快就把地上的油渣子装进箩筐里，两人就回家了。走到秦卫楼门口，虽然我们不卖小龙虾，但还是去秦卫楼看看吧。今天的量这么大，不知道岳掌柜能不能吃得下。走吧，去问问。你们来了呀。岳掌柜好，最近生意不错吧？是呢，这都是托你们的福。这次来我们主要是想问问，最近你们店应该收到很多小龙虾了，不知道贵店能不能……这个小娘子放心，我们不仅在镇上有酒楼，县城和府城都有的，量再多也吃得下，小娘子不用担心。我现在倒是担心量不足，毕竟小龙虾过段时间怕都被抓没了。这个岳掌柜容我们回去之后商量一下，如果岳掌柜担心量不足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直接养殖啊。养殖？你会养小龙虾？说实话，若能养殖的话，那就太好了。现在每天的量大，也只够当天供应的，第二天几乎不剩什么。若是小娘子能保证小龙虾的货源，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这个容我们回去商量一下，只是我个人建议这样。好的，希望小娘子你们商量好，尽快给我答复。爹娘，我在想，我们家能不能买块地，开挖成池塘的样子养小龙虾呀？我想着，既然酒楼需求量那么高，那我们就自己养殖。可我们没有养过啊，不知道怎么养，万一养死了咋办？做生意哪有一直赚钱没有亏钱的？我赞成，富贵险中求，只要咱们家人齐心协力，以后养殖经验丰富了，自然就水到渠成。说得对，而且我还想叫上小叔一家一起养，就是不知道小叔愿不愿意，毕竟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媳妇儿，这个你不用担心啊，我就跟小叔小沈他们说，愿不愿意就随他们自己吧。那这样，我们先买几亩地，开出来做池塘，最好分成几片，不要挖太深的那种，大概就挖1米左右深的池塘，然后四周塘埂要呈坡形。以前在大学的时候看的书太多了，多少有点影响，再加上空间灵泉的作用，相信养殖小龙虾应该不成问题。还有就是小龙虾我们还是要自己去抓回来，所以这几天就还是抓小龙虾吧，然后挖池塘的事情也不能耽误了，也要在这几天准备好。现在小龙虾的繁殖期还能赶上最后一波，我们可以试一试。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去买地。明天你记得去赶集的时候跟岳掌柜说一声。好。随后李小七安排剩下的人一起去抓小龙虾。我咋感觉没有什么小龙虾了？要不我们往上面再走走？我听说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水库，不知道有多大，而且离我们这儿应该还有很远的距离，不过我也没去过。这里抓不到什么了，我们往前走走，不一定非要到水库那儿。一行人上岸后又往前走了一段路，越往上河流宽度越大，水流也更急。叶凯往河边走去，看看水浅的地方有没有小龙虾。哇，嫂子，这里有好多啊！还真是，那就在这里抓吧，刚好水位浅。一行人全部下河抓小龙虾了。我一下抓到了2只，嘿嘿。我这里也好多，抓紧抓，抓完回家，看天色都不早了。放心吧，二哥，保证完成任务。大概过了半个时辰，大家不要抓了，准备一下，还是回家吧，下次再来。赶紧起来吧，否则还没到家天就黑了。一行人爬上岸，快步往家走。好累啊，我要去洗澡。你不饿吗？还是先吃饭吧。晚上我做的饭，菜也炒好了。你还会做饭炒菜？这不是没办法吗？总不能让你们这么晚回来还要做饭吧？只不过我炒的不好吃就是。那我要尝尝，反正我现在很饿。还别说，挺好吃的。谢谢媳妇儿，不过我知道没你做的好吃。还行吧，最起码能吃。第一次做能有这种程度，不错了。要我做我就不会。大哥是看嫂子炒菜看多了，自然就学会一点。今天刚好就实践上了。有吃都堵不上你的嘴啊，吃你的吧。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们大哥天赋异禀啊，对炒菜很有天分，值得表扬。涵儿第一次做饭炒菜，能做到这一步，确实很不错了。大家快吃吧。下午我去把地买好了，总共买了8亩地，有2亩就是池塘，就咱们村口那口大池塘，村长说那个是宫中的，租给我们，后来还是被我买下来了。还有6亩地在山脚下，刚好离我们家也近，就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挖。那看来明天就要开始分工合作了。谁愿意跟你大哥去挖池塘的？我去。我要去抓小龙虾。那叶凯跟你大哥去挖池塘，其他人抓小龙虾。还有就是你需要再去村里请人帮忙一起挖池塘。好，这个我去办。还有就是小叔他们也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挖池塘养小龙虾，我去问问他们要不要请人，如果要的话可以一起请了。是呢，那就这么办。深夜，李小七用意识进入空间。这空间的土地竟然这么有营养吗？这些撒下去的种子全都长1尺高了，估计过不了几天辣椒就开花了。是的，主人。空间1天，外面已过半年，而且在空间是没有黑夜的。哇塞，还有这个功能啊，不错。之前种植进来的10种植物，像金银花早早就爬藤了，人参苗也多了几株。系统空间果然诚不欺我也。吃饭啦！我就知道是嫂嫂做的，好香啊！我要吃饭了。今天上午我们抓了3个背篓的小龙虾，家里已经快放不下了，你那边要尽快弄出一个池塘来。今天下午应该能挖好一个。好，挖好之后放水进去，然后把石灰撒在池塘里，过几天就可以把小龙虾放下去了。那我们下午还去抓吗？家里都放不下了。后院还有一口大破缸，我去把它弄一弄。下午抓的可以放那里，明天去买2口缸回来。
我看行，就这么办吧。一家人吃好饭休息一会儿后，又都干活的干活，抓小龙虾的抓小龙虾去了。下午你去挖池塘之前，先把我自制的消毒水放到池塘里。李小七提着2桶空间灵泉水跟叶寒说道：这是消毒水？媳妇儿，你还会制消毒水啊？看书看的。啊，哪本书？我也要去看看，都学学。这早就不知道弄哪儿去了。再说那个是我捡到的书。哦，这样啊，可惜了。哎，赶紧提去吧，明天放小龙虾去1号池塘。还有那2桶消毒水提去那口大池塘，明天也放小龙虾下去了。好的，媳妇儿。这样过了几天，池塘全部挖好了，1号、2号和6号池塘也都放了小龙虾，家里还存了3缸小龙虾。每缸小龙虾，李小七都会趁着家里人不注意的时候放一些灵泉水下去，这样小龙虾到现在依然生龙活虎的。今天你把消毒水提去其他3口池塘，刚好家里6个木桶全部装满。明天统一放小龙虾，5号池塘先放少量的，因为池塘底更深，还可以养些鱼在那里。之前的石灰全部撒完了，也没有石灰了，刚好够用。我等下吃好早饭就去放消毒水。我们今天还没有去上游抓小龙虾，估计这次要去水库那里了，比较远，其他地方几乎都抓没了。你们先走，我放好消毒水后再来。这次我们直接把网撒下水库吧，看看能不能抓到鱼和小龙虾。几人把渔网拉开，随后扔进水库。过了1刻钟左右，几人抽紧绳子往上拉。哇，我看见鱼了，好大，我也看见了。好多小龙虾，好多鱼啊！你看，还有很多小鱼呢，大鱼也有，还有螃蟹。看，大哥来了，大哥你好厉害，还带了2个大木桶，现在刚好可以装鱼。我本来是带着备用的，没想到还真能用上。随后叶寒赶紧跑过去一起捡鱼和小龙虾，之后下了3网、4个背篓、1担箩筐、2个水桶，还有双胞胎的2个小背篓，全部都装满了。叶寒挑1担箩筐，一只手还提着1个桶，彭氏背着背篓，带着孩子们就回家了。哎呀，累死我了。我也好累。我也好累啊！我也好累。我也好累啊！现在快酉时了，我去做饭去，大家吃好饭就去休息。李小七一起去伙房帮忙了，叶寒等人把小龙虾和鱼归置好，很快饭菜做好了。开饭啦！一家人吃好饭后，叶寒小叔过来了。叶寒他叔吃了吗？大嫂，我吃了，我过来问一下放小龙虾的事情。小叔，坐。之后叶寒把挖好的池塘放好水，撒石灰，消毒等措施具体如何实施细细讲明。那这消毒水哪里买呀？小叔，消毒水我自制的，等下我弄好你就提回去，撒完石灰第2天再放消毒水。你自制的？你会制消毒水？真是后生可畏啊，后生可畏。挺好啊，以前看书看到的，幸好记得。你还读过书？没有正经上过私塾，只是机缘巧合得到一位夫子的指导，学过启蒙之后，夫子就每休末日考教我功课，还经常把他的藏书借给我临摹细读。那你可要好好谢谢那位夫子，夫子是好人呐。虽然我也很想孝顺夫子，但夫子已经亡故了，所以原来如此啊，节哀顺变。愿夫子在天之灵能登极乐世界，事事顺遂。会的，好人终有好报。娘子，别伤心。侄媳妇想开点。你们先聊着，我去把消毒水弄好。既然问清了，我就先回去了。等忙完这阵子，你们全部来我家里聚聚，到时候我们喝个痛快。好啊。夜深了，这时李小七已经睡了一觉醒过来了，趁着叶寒还在睡，偷偷进入空间。用了那么多的灵泉水，但灵泉河流却没有减少，依然潺潺流水，发出动听的声音。辣椒又长了一大截，有些开始开花了。西红柿苗也长大很多，差不多有2尺多高了。芝麻苗也比上次长长了，有些也在开花。李小七看着还有些空荡荡的田地，实在不行就种粮食吧，反正池塘都弄好了。刚好明天去集市上跟岳掌柜说一下，我就去买稻种和玉米种子去，必须把这些田地都种满了。今天去赶集有什么事情吗？跟岳掌柜说一下小龙虾放好了，过一段时间后再看看繁殖情况。还有就是我带你去看看腿吧，说不定能治好呢。媳妇儿，你嫌弃我是瘸子吗？当然不是，难道你不想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吗？如果有办法治好的话，为什么不去医治呢？我当然想成为一个健康的男人，我也不想瘸腿的。
但是上次看的大夫不是说治不好了吗？那我们就找过另外一家试试看。上次我们卖人参那个同药堂就不错，我们去试试。再说镇上治不好，那我们就去县城；县城治不好，那我们就去府城。总有医术高明的人能够治好的，只要你不灰心。媳妇儿，有你真好。路上都是人呢，松开呀！不松，媳妇儿，我以后都不会对你松手的。你永远是我媳妇儿，无论以后我是谁，我在哪儿，你永远都是我唯一的媳妇儿。我肯定是你唯一的媳妇儿了，难道你还想另娶不成？我可警告你，你一生一世只能有我一个媳妇儿，懂？懂。刚好这句话也是我想要对你说的，媳妇儿。好了，松开，看别人在看着我们呢。要看就让他们看呗。叶寒松开李小七后，改为牵着李小七的手，两人一前一后，相差1步距离的走着，不知不觉很快就到了集市。到了，这么快？到了，我也觉得这路太短，应该长一点，再长一点。上官掌柜，别来无恙。叶寒和小娘子来了，请坐。不知此次前来可是有东西要卖啊？这次倒没有，这次我们是来看病的，不知道能不能请你药堂最好的大夫给我相公看看腿。请随我来，请坐，我先给你诊脉。上官掌柜还是大夫啊？掌柜可是同药堂最好的大夫，也是咱们镇上最好的大夫，轻易不出诊的。让你们见笑了。失敬。你先把脚给我看看。随后叶寒脱掉鞋子，卷起裤脚给上官掌柜检查。上官掌柜还伸手摸了摸。哎呀，你这早几年来我或许还有把握，但是你这拖的时间太长了，骨头已经长出来了，我很难直接帮你复原呢。那怎么办？小娘子别急，虽然时间长了，但还是可以治的，只是治的过程有点痛苦。怎么治？我先开2副药给你，你回家先吃，2天后我来你家，在你家进行治疗。毕竟如果你在我这儿的话，那一时半刻你可走不了了，最起码得住上半个月才能走。我需要把你脚上多长出来的骨头再敲断，取出后帮你缝合，然后再帮你固定脚上的骨头。你估计有1-2个月不能下床，必须脚上的骨头长正后才能轻微的活动，最少也要3个月才能好吧？那还是不治了吧？为什么不治啊？治啊，必须治啊！媳妇儿，家里才开始养殖小龙虾，我若不能下床，那家里怎么办？即便要治也推后吧。你说的虽然没错，但你不能下床，大不了就少做点，少赚点呗。等3-4个月之后你就可以帮忙了。确实是这样，前提是你遵医嘱的情况下，毕竟伤筋动骨100天嘛。让我们回去商量下吧。不需要，我觉得宜早不宜迟，就今天了。上官掌柜，您开药吧。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放心吧，一切有我。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像上次一样请帮工不就行了？其实李小七也可以利用空间灵泉治好叶寒的腿，但那样的话很容易让人怀疑。李小七需要一个理由，一个能光明正大治好叶寒腿的理由，所以这腿必须治。媳妇儿，你咋知道我在想什么？因为我有读心术啊。你们小年轻的最喜欢打情骂俏的，看着甚悦。那就先开2副药给你，3碗水煎成1碗水，2天后我会来你家啊。好。随后两人带着开的药出了药店，直往米店奔去。掌柜的，买20斤白面，50斤大米。好嘞，你稍等啊，马上给你打称。掌柜的，你知道哪里有卖种子的吗？往前面走，隔壁大概4-5个店左右就是种子店了。好的，谢谢。媳妇儿，你是要买种子吗？这次不买就随口问问，以后有需要就知道在哪儿了。毕竟我对这镇上不是很熟悉。说的也有道理。你们来了，我刚好要找你们。小龙虾池塘的事情弄得怎么样了？岳掌柜，我们就是来告诉你这件事情的。池塘弄好了，而且小龙虾都放下去了，等过了这最后一个繁殖阶段就可以开始定量供应。不过这段时间大概还有1个月左右。那就太好了，我这几天收小龙虾的量明显减少，过些天估计就要从别的地方调货了。其实如果没有那么多小龙虾，干脆就每天减少一定份额，但价钱提高一些。当然这需要跟客户说明原因，
提前做好宣传和解释的工作，毕竟原材料不足也是一个问题。你的这个建议我会考虑的，谢谢。今儿中午来这里吃吧，我做东，也尝尝清味楼的其他菜品口味，不知两位意下如何？吃饭就不必了，我们还要赶回去。岳掌柜的情谊，我们领了。那两位稍等片刻，带2只烤鸭回去，跟家人一起尝尝清味楼的口味，这总不能拒绝我吧？那就多谢岳掌柜了。一回到家，李小七把今天上官掌柜说的话跟家人说了一番。既然这腿还能治，就必须治。我们都赞同小七的做法，治腿宜早不宜迟。涵儿，家里的事情你就别担心了，还有我们呢。爹，娘，我知道了，我会好好配合，早点把腿治好。家人这么关心我，我不能让家人担心。把腿治好了，我就是正常人了。中午没有炒其他菜，一家人就着秦伟楼带回来的菜吃得津津有味。上官掌柜来了，请随我来。好。相公，上官掌柜来了。来了。这个还是在床上治比较方便，而且最好先用旧的床单垫一下，免得弄脏新的。好，我马上去换。上官掌柜从药箱中拿出脉枕，又给叶寒把脉。经过上官掌柜捏、点、捶、拍等快速的手法，只看见叶寒一脸难受、疼痛难忍的样子。随后上官掌柜从药箱中拿出一把锤子，用力捶了一下叶寒的腿，只听见咔嚓一下的声音，叶寒大叫一声，腿上多出来的骨头敲碎了。因为多长出来的骨头敲碎后明显脱离了原位，上官掌柜对叶寒的腿进行了局部处理，取出了碎成几块的骨头之后缝合好。上官掌柜用夹板帮叶寒固定了脚，绑好后赶紧扶他躺下，让他休息吧。这之后只需要细心照料，按我开的药吃就可以了。我现在去开药方，然后你们谁跟我走一趟，去药方抓药回来。一副药啊，一天吃2次，每次都是3碗水煎成1碗水就可。那真是谢谢上官掌柜的了。无妨，这是作为大夫的职责。若有什么情况，随时去找我。还有辛辣、刺激性、待发类的食物，暂时都不要吃。好的，不知道要多少诊金？加上等下要开半个月的药，你给30两银子吧。好。李小七掏出30两银子递给上官掌柜，随后李小七叫叶凯跟着上官大夫去药房抓药了。今天李小七喂好小龙虾后，就背着贝篓准备赶集去了。我去集市买些骨头回来，刚好炖汤给相公喝，对伤腿有好处的。好，你钱够吗？不够我去拿。够的。因为伤腿，叶寒把留在身上的银子都给了李小七。到了集市后，李小七直接先去买了猪骨头和几斤肉，然后直接就去了上次问好的种子店。客官要点啥？我需要各种种子，菜种、粮食种子，或者比较稀奇的种子都要，而且我要的量很大，有吗？请随我来。这就是我们的仓库，每一种种子都有标记。你看你需要哪些？稻种、玉米、土豆、红薯、高粱、粟米，各来100斤，还有所有菜种各来50斤，帮我搬到对面那条巷子最里边去。好嘞，马上就搬。您就请好吧。掌柜的马上吩咐2个小伙计把种子搬到对面巷子最里面去。一共多少钱？一共120两。我买你这么多，你得给我优惠啊。这已经是最优惠的了。一口价100两，行我就买了，不行我就走。好吧，我这也就保个本，1分钱不赚你的。掌柜的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毕竟难得遇上这么一个大单，几乎把仓库种子搬走一半了。需要种子还找我，就当交个朋友了。好的，这个种子不是我要的，我是替别人买的。好嘞，欢迎小娘子下次再来。李小七拿出小布包，每个布包装上一些当下能种的菜种，包好后放到背篓里，然后趁没人注意，一下把种子全部转移到空间，之后背着背篓快速离开了那条巷子。你这是怎么了？我这脚给崴了，痛得很。我帮你看看吧，不过我也不太会，我帮你看看骨头有没有事儿。那就谢谢了。是这个脚，肿起来了，骨头应该没事儿。你要去看大夫吗？不用了，我还是先回去吧。我住在大洋村，不知道
你方不方便送我回家一趟？当然可以了，我刚好也住在大洋村。走吧，我扶你。过了很久后，两人才到大洋村村口。小敏啊，你可算是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艾小敏娘亲听说女儿今天回来，等了好久都没来，就跑到村口来等了。娘，我不小心拐了脚，这不刚好碰到这位好心的人，就送我回来了。哎呦，那真是谢谢你了。不过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啊，可能都是一个村的吧，多少见过面。不知道你是哪家的呀？改天我们登门道谢。道谢就不用了，都是举手之劳的事情。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艾小敏娘家。小敏，你这次回家是个什么打算呀？怎么就被休了呀？还不是大夫人嫉妒，魅惑的老爷只听她的，加上大夫人娘家得势，老爷自然就得听她的。我一个乡下闺女，如何能在那般情况下好过？能保住命就不错了。为了活命，我就只好跟老爷求个恩典了，这才被休。能活着回来，就算我命大了。当初我就说别去当什么富贵人家的小妾，你偏不听，现在才会这样。当初若是嫁给叶寒多好呀，现在他们家可是发财了。娘，叶寒哥家怎么回事？能跟我讲讲吗？艾小敏燃起一丝希望的眼神看着他娘。随后艾辰是把叶寒家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跟艾小敏讲了。艾小敏陷入了沉思。哎呀，我想起来了，刚才那个送你回来的人就是叶寒的媳妇。你说什么？对，错不了，就是叶寒媳妇儿。我之前看到叶寒那小子带着她去小河流那边抓小龙虾呢。不过他应该不知道你跟叶寒的事情，你放心吧。我放心？我放什么心？这女人模样挺好，若是皮肤再白一点，那肯定就更漂亮了。现在都比我漂亮，若是以后，那我还有机会得到叶寒哥吗？叶娘，我跟你们商量个事儿。之前不是说建房子吗？隔壁小山坡我们已经买下来了，这房子现在开始建，还是等相公腿伤好了之后再建？你们给拿个主意吧。我估摸着还是等孩儿的腿伤好了之后再建房吧，毕竟现在每天还要喂食2次小龙虾，你们女人本就辛苦，建房子的事情后面再说吧。我也赞成，推迟几个月没关系。而且我们家之前买田地，现在弄池塘养虾，再建房子怕遭人眼，还是缓缓图之比较好。说到田地，现在田里的秧苗好像长得挺好的，但是需要去除草了吧？我之前看到有杂草的，还蛮多的，而且也应该追肥了。那看来又得请人了。就我们一家人不吃不喝也没法做完，毕竟那么多田地呢。就请人吧。下午我出去打听打听，过些天再请人弄田地的事儿。自从吃了一颗人参之后，我感觉身体越来越好了，尤其是最近都不用整天躺在床上了，出去走走透透气，或许还会更好。这么说，那人参还真有用？哪是人参有用啊，是灵泉水有用。自从有灵泉后，李小七每天都会往伙房的水缸里注入灵泉水，喝了这么久，果然开始见效了。肯定有用，否则为什么贵呢？还有一事，就是下午我和二弟他们一起去捡螺丝吧，螺丝可以敲碎了扔到池塘里去，小龙虾会吃的。好啊，我们又可以下河了。娘，你知不知道哪里有藻类或者浮萍之类的，比如水茯莲、水葫芦、苦菜等等？我想捞一些，每口池塘撒上一些，定期捞回来切碎了，就可以当小龙虾的食物了。而且小龙虾可以直接吃它们的根茎。这些也能喂小龙虾？小龙虾可不只吃米糠麦麸的，它是杂食动物，还有螺丝啊、蚯蚓死鱼、肉这些也吃的。我们6号池塘就有一些，不过应该不多。我们村的话好像没有了，但好像隔壁村有。下午我去村里问问，你小婶的娘家就在隔壁村，或许她那边知道，刚好也告诉你小婶一声。好的，那现在刚好吃了饭，休息一会儿，等下我们就走吧。好的。嫂子，不过我们不需要休息。我也不睡。嫂子，那咱们现在就去吧。那行，带上家伙，走吧。这里好多啊，小弟，拿桶子过来。好嘞。我抓到一个小龙虾了。
地不枯，嫂子去找一点草药给你敷一下啊。随后李小七就在河岸边扯了一棵草的几片叶子，压碎后就敷在手指头上。四弟，你去岸上玩一会儿，不捡了好不好？我这个手没受伤，我就一个手捡吧，这个手不落水就行了。我跟弟弟一起捡一个小桶。啊，好吧，那你要小心啊。我这一桶满了。满了的话，倒进岸边那个背篓里，再拿空桶下来捡。好嘞。我这也快满了，提着好重，我也倒进背篓里去。我们也去。好啊，反正提着挺重的，还差一些就满一背篓了。哎，嫂子，快倒进来，看看是不是刚好满了。随着李小七桶子里的螺丝倒进背篓里，背篓果然就满了。满了。那我们再把手里的桶捡满就可以回家了。那还等什么？赶紧下河去。大概过了半个时辰，每个人提着的桶都装满了螺丝，正准备回家了。哇，好香！那肯定的，没看见地上被处理过的螺丝臭臭吗？嫂子说了，晚上炒螺丝，还是上次我们在小河流上游的时候捡的呢，养了好多天了，肯定很干净。吃饭啦！好香啊！今晚炒的什么菜？炒冬瓜、丝瓜炒肉和骨头汤。不过晚上炒的螺丝你暂时不能吃，等你腿好了以后再炒的时候给你吃。我就说难怪这么香。小七，快来吃啊！太好吃了。每次吃螺丝都吃不够。赞同。夜深人静的时候，李小七趁着叶寒熟睡进入了空间。巴布，出来。在的，主人。我要把今天买的种子全部种下去，应该够的吧？种就知道了。随后李小七用意识把所有的粮食种子种植在一片，菜种子接上上次种的番茄等一起种在一片。等李小七把所有的几十种种子种完，已经过了2刻钟。终于种完了，我头好晕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主人小心！主人，你种植种子透支了精神意识力，所以才会头晕的。休息一下，等下喝点灵泉水就会好很多。等你恢复了，你的意识力就会变得更强。真的啊？李小七坐着缓了一会儿，就往灵泉河流走去，用手捧起灵泉水就喝起来。舒服。恭喜主人已完成种植100亩良田的系统任务，获得奖励是可以打开第1楼的第2个房间，这是钥匙。可以打开另一个房间啦，真不错。很快第2个房间的门被李小七打开了。李小七推开门，发现第2间房子里面竟然也是一排排的架子。和第1间房子所不同的是，这间房子架子上的都是一些瓶瓶罐罐。李小七走到架子旁边，竟然是药，竟然是一瓶瓶的药丸、药粉，各种形状都有，每一种药都被隔开了，而且每一种药都有好多瓶。美容药、养肤药、回神丹、延寿丹、洗髓丹、引气丹、聚气丹、回血丹。我去，这不是玄幻小说才有的丹药吗？怎么系统这里也有啊？我也不修炼呀，要这些干嘛用啊？主人，有些丹药还是有用的，比如美容丹、养肤丹、延寿丹。那也没几种啊，那些修炼的丹药我也没有什么用处啊。谁说没用了？现在用不上不等于以后用不上啊。这些丹药最起码对人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以后说不定就有用了。你还没看仔细呢，后面几排的丹药是可以用的，有治病的丹药，各种疑难杂症的丹药都有。是吗？有点累了，我还是去睡一觉吧，下次有时间再看。娘子，你醒了？刚醒。你腿现在疼吗？现在已经不怎么疼了，都已经结痂了，感觉伤口好的挺快的。那是，也不看看是谁的功劳。那就好。你快去睡吧，估计再过不久天就亮了。好，那我睡了。叶寒望着黑暗中的李小七，嘴角始终挂着淡淡的笑。等李小七睡熟后，叶寒伸出一只手揽过李小七的腰肢，轻轻地抱着，也闭上眼睛睡了。第2天吃好早饭，彭氏、李小七带着孩子们准备去隔壁村捞藻类和浮萍类等水生植物，每人背着一个背篓就朝着隔壁村去了。小叔，好了没？咱们走了。好了，正等你们呢。大鹏他们回镇上了。是呢，这次回家倒是住了段日子，也是趁着孩子们休沐。不过大鹏和小苏都是请假回来的，也不能请太久了。
这不就都回去了？也是。咱们先去找我娘，我娘知道很多处呢，都是没主人家的，随便我们捞。好，应该的。随后一行人来到了叶饶氏的娘家。娘，你在家吗？谁呀？小竹回来了，还有这么多亲戚呢，快进，快请进。亲家母好，真是打扰了。客气了，咱们亲戚之间本来就应该多走动，请进。我看还是不了吧，我们就是来捞一些藻类和浮萍的，不知道亲家母知道哪里有，告知我们就行。哦，对，小竹跟我说过，看我这记性。之后饶孙氏说了几个地方，干脆我带你们去吧，怕你们找不到。不用了，娘，不是还有我呢吗？你去忙吧，我们自己去，很快就回来了。真不用我去啊？哎呀，真不用，我知道在哪儿了，我们自己去，你去忙吧。那等下你们回来了，进来吃午饭。亲家母别客气了，我们捞好后就回去，这个赶着放池塘里去呢，谢谢亲家母了。一行人很快启程，朝着第一个目的地出发了。到了，就是这儿。你们看，还挺多的。这池塘这么大，咋就荒着呢？养鱼也好啊。这塘是宫中的，之前传言说这塘里面有吃人的泥，一个成年汉子下去过，泥浆直接给淹没了头，最后再也没上来过，所以就没人再敢养殖这口塘了。啊，还有这事啊。我们不下去了，用这个捞起来。叶饶氏说完，就把手里捞水生植物的工具分发出去，没分到的就负责把捞起来的装进背篓里面。好嘞，小婶。好的，娘。我说你拿这么多这个干啥？原来用处在这儿呢，幸好够长。大概过了1个时辰，所有的背篓都装满了，几个小家伙全身也湿了。咱们赶紧回去吧，等下怕孩子们感冒了。走了。我估摸着有这么多估计够了，不需要再去捞了。那就不去弄了，反正弄这个也挺麻烦的。这时候早就过了50了，个个都饿了，要不弄点面条吃吧，我来揉面，晚上再吃饭。我看也是，就这么办吧，我去弄几个菜。彭氏和李小七趁着大家休息的时间，很快就准备好了。来，大家快吃，都饿了。我先去端给相公，你们先吃。不用了，之前我已经端过去了，咱们吃吧。哦，好。吃完饭后，我打听过了，跟人约好明天去田地里除草施肥，工钱1天18文，不包饭，都是自己回家吃。请了多少人？现在还不确定人数，我下午有空还出去转转，再请一些人，人多做活快。就按爹说的做吧。下午未时末，李小七起来了，下午准备去打柴。你们在这先打柴，我去陷阱那里看看。小子，需要我跟你去吗？不用了，我很快就回来。主人，我帮你扫描，抄近路。好，不远了，我加把劲儿。终于到了，李小七往陷阱旁边看了一眼，没有猎物。之后李小七继续往里走，第2个陷阱也没有猎物。我可不想再走了，再走等下就没有力气回去了。那你就用意识幻想那些动物自己跑过来，自己掉进陷阱吧。啊，还能这样啊？你之前不是说幻想的物品吗？现在动物也可以啦？当然可以啦。你记得你之前第一次跟叶寒在深山陷阱里发现的那1母猪3小猪时，他们自己是怎么上来的？还不是你意识控制的，然后就出现了你想要的局面。哇，真是浪费超能力了，我早该这么干。随后李小七幻想有3只野鸡2只兔子自己往陷阱里跳，果然幻想的意识画面刚落，就有3只野鸡2只兔子往陷阱里跳，然后被扎了一个洞，鲜血冒出来了。下次还是采取温和的手法，直接来我面前，我抓住他们吧，这样死得太痛苦了，我带回去也不方便。随后意识幻想着这些野鸡野兔自己飞上来，落在了李小七放在脚边的背篓里。好了，回去吧。他把背篓也放进了空间了，无重一身轻。快到彭氏叶凯他们打柴的地方，背篓又突然出现在李小七的背上。哎呀，真重！嫂子回来了，这么快？我没去里面的陷阱，到了第2个陷阱就发现有3只野鸡2只野兔，捡上来就背回来了。哇，运气这么好，这下我们有肉吃啦！有肉吃！
家里现在吃肉的机会可比以前多啊！怎么看着你们，感觉好久没吃过肉了似的？唉，真是几只小泼猴。娘，是自己打到的肉和买的肉可不一样，吃着肉味也不一样呢。再说啊，我们可不是泼猴，泼猴可不吃肉。哎，就你最有理，猴精似的。很快，一行人就砍好了柴回家了。当天空繁星点点，只听见猫头鹰的叫声时，大家都已经睡了。当然，除了李小七。李小七趁着叶寒睡熟了，马上进入空间。巴布，出来！主人，我一直都在。帮我找找架子上有没有洗髓丹或者是恢复丹这种的，我给叶寒吃，希望他好得快点。好的，主人。在这，洗髓丹最主要的功效就是洗精华髓，还可以强身健体，去除体内杂粕，增强身体的免疫及各项机能。恢复丹是有助于伤者恢复功力、气血和元气的，当然伤口的愈合速度也会加快。好的，我知道了。我需要美容养颜的洗髓丹，我应该能吃吧？当然可以，你们全家都能吃，吃了后身体会更健康，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就拿1瓶洗髓丹，1瓶恢复丹，我现在把美容丹吃了。随后，李小七打开瓶子，倒出一粒就吃了起来。竟然是酸酸甜甜的味道，不是药味啊？是的，主人，但效果很好。那这2种我就带出空间了。出来时，手里抓着2瓶药丸，把它们放在床头边。李小七就闭上眼睛睡着了。今天请了村里人帮忙除田地里的草，请了20个人，都是老实本分人。当然，李小七家的叶凯和叶亮，李小七和彭氏都去了。整整50亩地，做了大概5天也就弄完了，后面追肥花了5天。转眼半个月过去了，也已经到了8月了。叶寒的腿恢复得很好，已经感觉不到痛楚了，每天都有下地轻微的活动下，做一些康复动作。正好今天是上官掌柜来复查的日子。哎呀，年轻真好啊，恢复得很好，估计再过半个月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行走了，药可以不用吃了。真的？那真是谢谢上官掌柜的了。上官掌柜，不如今天在寒舍吃午饭吧，也尝尝我们农家的饭菜，如何？这多不好意思，不用了吧？上官掌柜是觉得我们乡下菜不好吃吗？没有，怎么会呢？我只是觉得那样太麻烦了。不麻烦，反正我们也是要吃饭的，上官掌柜就不要再推辞了，我现在就去准备。那就恭敬不如从命，有劳了。上官掌柜的，坐，别嫌弃哈，都请坐，请。没想到你们做的红螯虾竟然跟秦卫楼是一个味儿的，这手艺了不得呀！别说，还真好吃啊。好吃就多吃一些，我还怕招待不周呢。这是螺丝？是的，上官掌柜尝尝，觉得味道如何？好，小娘子这本事了得呀，竟然连这个也敢吃，这味道太正了，比府城秦卫楼的口味还要好吃啊。上官掌柜尝了一个后就停不下手了。上官掌柜的喜欢，那就多吃一些，一般人可不敢吃这个螺丝的。你说对了，这个以前出过事，不过那肯定是有原因的。我以前在府城的时候吃过这螺丝，不也没事吗？上官掌柜，喝点酒怎么样？酒就不用了，下午还要回药堂呢。那就吃菜啊，别客气。今天的午饭大家都吃得很尽兴，香辣小龙虾和香辣螺丝全部被吃光了。今天中午吃得很过瘾呐！上官掌柜的喜欢就好，我们农家人呐，讲究的就是实在。上官掌柜若是喜欢，下次还来，我们欢迎之至。荣幸之至。时候也不早了，我要回去了。叶寒呐，注意平时做一些保健的运动，少用力走动就行，先把骨头长正了，但也不能不动，那样怕肌肉萎缩，适量就行啊。好，上官掌柜慢走。爹娘，我想跟你们商量件事情。有什么问题就说吧，咱们一家人不讲其他，有什么问题啊，拿出来一起想办法。我想送弟弟们上学堂。这是真的？我想着把弟弟们全部送去学堂，不求考秀才举人，指望能够识字懂礼，我以后自己能够养活自己，学一些本事。上学堂？你是说上私塾？
好啊！我叶家能有你这样的媳妇儿，小子们能有你这样的嫂子，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我赞同上学堂，我早就希望他们能识字了，只是家里穷啊，加上我这身体以前也是拖累家里的，哪儿还有钱供他们上学堂啊？老头子，我们是一家人，做什么都是应该的。不过我也赞同孩子们去上私塾，太好了。彭氏高兴地抹着眼泪，内心无比欢喜，这媳妇儿真是买回来的好啊，望夫之喜。既然如此，我们趁早去找好学堂，把名额定下来，这样也安心不是？好像过些天就应该开学了吧？是的，村长家的孙子就在镇上上私塾，听说口碑很好，也只有这一家私塾。我等下呀就去村长家打听下，还有你小叔家的孙子也在镇上的私塾。爹娘，我记得你们是识字的，你们以前也上过学堂。唉，都是陈年旧事了。我和你娘啊以前在大户人家待过，后来到了年纪就出来了，碰上的主家人善，因此都识得几个字。那叶寒也识字呢？一开始只有他一个孩子，那时候生活条件还算好，也就能抽出时间来自己教导他，也让他上过几年私塾，识得几个字罢了，并不精通。原来如此。我估摸着只有亮儿、义儿和全儿能去私塾，凯子年岁大了点儿，不知道现在私塾收不收啊？那就先问问，如果能收最好，实在不合适的话，我们再想办法。只能这样了。第二天，小七啊，今天你和我一起带着他们去镇上私塾吧，我跟村里的牛老头说好了，租他的牛车。叶寒爹穿着一身崭新的衣裳，看见李小七就笑着说，内心的喜悦藏都藏不住。好啊，爹，等我一下。随后李小七回房间换了身还算体面的衣裳，孩子们也穿着自己认为最好看的衣裳，都在院子里。哇，嫂子好漂亮！换一身衣裳，人变个样了，嫂子就是好看。嫂子好看，好看。你们这群小泼猴就爱打趣我。嫂子，你说这话很像娘亲的口气了。你这群泼猴！你们这群小子就爱捣蛋，在学堂可不许这样啊！赶紧的走吧。知道了，爹。爹，嫂子，我还是不去私塾了吧？我在家还能帮着家里一起干些活呢。如果我们全部都去了私塾，那照料家里的池塘重担全部都在嫂子身上了。叶寒爹面色变得有点严肃，沉默了。想想好像二儿子说的有道理。二弟，家里池塘的活你上完私塾回来一样可以帮忙做啊，其他的你不要想太多。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进私塾，多学知识，只有你们学到了很多知识，以后才能够帮家里做出更多的贡献，明白吗？你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你应该要想得更加长远。现在的困难只是一时的，只有你们拥有更多的知识，才能够保护我们家人，给家人更多的安全感啊。嫂子，为什么读了书就可以给家人安全感？因为读书使人明智，读了书的人一般都是明事理的人，也能够给家里人带来安全感。打个比方，假如以后你中了秀才，你就可以去私塾做夫子，把你学到的知识传播给其他人，教会更多的人明事理、懂知识。而且有秀才功名的人，名下的田地是可以免税钱的。你看，我们家50亩良田，一年下来要交不少的税粮。如果你是秀才，我们就可以不用交税了。我们可以把这些本应该交税的粮食拿出来去救济那些无依无靠、贫穷的人，或者是乞丐。这样我们也是在为朝廷做贡献、做实事啊。那拥有这样的能力的人，是不是能给家里人带来安全感呢？我一定会努力读书学知识，现在小小的困难一定能克服。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志在报国，我一定努力学习。我们也会努力学习学知识的。这也是为什么几个孩子后来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会努力想办法一起度过的原因。最后迎来亮丽的曙光，镇上唯一的私塾凤德私塾。你好，我们是来找夫子的，来求学，不知可否通融一下？好说好说，在这等着，我去就来。有了。很快，门房的人和一位看上去只有40岁左右的中年人朝外走来。夫子好，我们是来求学的。我是这家私塾的夫子，叫我陈夫子就可以了。私塾目前都是我在管理，不知哪位要进私塾啊？陈夫子，是这样的，我们家里这几个小孩都没学过启蒙，
如果可以，我们想要4个孩子一起进私塾学知识。哦，一下4个都要启蒙，那这费用可不低，而且年纪太大在启蒙班，不知你家孩子是否能够接受？陈夫子好，我能接受的。那就好，不过私塾有私塾的规矩，你家4个孩子都上学，束修上是没有优惠的。我懂得。那大家随我来做一下登记吧，相当于报名，下一个休沐日完了后就正式上课。束修是教1年的，一共10两银子一位。你们是现在教还是下次正式上课之前教啊？这次教。随后叶一鸣从怀里掏出布包，拿出40两银子。好的，老汉家底儿颇丰啊，一下就送4个进学，很有高瞻远瞩的眼界。陈夫子夸赞了，这是为了孩子们能学点知识，明事理。好，我帮你们登记一下，你们如此诚心求学，挺好。麻烦陈夫子了。不麻烦不麻烦。爹，我们自己也买牛车吧，这样弟弟他们上学也方便一些。买牛车当然好，就是不知道钱凑不凑手啊。放心吧，买牛车的钱我这儿还是有的。那就下次及时来看看吧，有牛车确实好很多。我身体越来越好了，你看今天这样，我到现在一点也没感觉到累，所以买牛车后我就负责送这群小子上私塾去。爹嫂子，我们可以自己走去上学的，弟弟们我会照顾的。我知道你会照顾我，但是你们4个孩子走去上学又这么远的路，我们不放心啊，还是买牛车吧。下个集市先去看看，价钱合适就买吧。好。有牛车了！很快，转眼就到了晚上。李小七一进空间，就发现长出了许多辣椒，很多都可以摘了。每棵辣椒树上的辣椒都很多，西红柿也快红了，芝麻还没有黄。巴布，这些田地里的菜，我可以拿出去一部分去外边卖吗？主人，这个随你自己的意愿，你想拿出去卖可以，但是不能让人发现来路在我们这空间，所以最好就是外面你也种植一些，这样就有个明路了。还有就是，如果你不拿出去卖，也可以系统回收，系统回收有一定奖励。这样啊，奖励都有什么？这个奖励也是随机的，没有固定，不过你可以提出要求，系统会按照你要求的可行性分析给予奖励。若你没有特殊要求，就是随机。这样啊，那还挺人性化的啊。不过我还是要拿出一些去外面卖，我需要钱，名正言顺赚的钱。有办法了。第二天，李小七吃完早饭就上山了，而叶凯、叶亮和双胞胎随后也去了山上打柴。到了，赶紧捡柴火吧，我们这几天多捡一些柴火，等我们上私塾去了，嫂子就不用捡柴火了。对，嫂子对我们这么好，我们一定要好好报答她。对，要不是嫂子，我们家哪有现在的生活条件，想吃一顿饱饭都难。你们说的都对，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我们不仅要加油读书，还要努力干活。兄弟4人越说情绪越高，干劲儿越足，纷纷卯足了劲儿的捡柴火砍柴。而李小七这边先1刻钟上山，目的地就是上次的断崖。李小七到了断崖处，查看了上次长有石斛兰的地方，已经长了一大片了。李小七用意识控制往石斛兰的方向浇灌了足够多的灵泉水后，又往回走到长有人参的断崖下方，同样用意识控制灵泉水浇灌了人参。这次李小七来的目的可不是这些，而是辣椒。李小七绕道去断崖背面，把空间的辣椒和西红树苗移植出来一些，留了一些在空间。只过了1个晚上，空间里的辣椒和西红柿昨天还有点红的，现在都已经红透了。李小七把空间里的辣椒和西红柿能摘的都摘了，才摘了几颗西红柿就把背篓给装满了，摘了几颗辣椒就把带来的大布口袋装满了。空间都还剩很多都没有摘完，移植出来的辣椒和西红柿也有很多可以摘了。李小七空着手就往山下方向走，快走到山外围的时候，李小七把背篓和布袋用意识控制直接出现在背上和手上，提着布袋背着背篓就继续往下走。真沉，休息一下。李小七走了不到1刻钟就停下休息了。很快，李小七听见了叶亮的声音：
难道小叔子们也来山上了？三弟，你怎么在这儿？应该不止你一人吧？还有呢？我们在这儿。你们是来打柴的啊？对啊，嫂子，你提着什么？感觉很重的样子。嫂子发现好东西了呀，幸亏多带了一个袋子。别打柴了，赶紧收拾收拾，把捡好的挑回家，下午再来山上，我带你们去摘好东西。好嘞，基本上都捆好了，还有一把柴火，弄好就可以走了。很快，兄弟4人背着柴火和李小七就回家了。赶得真及时，刚好吃饭啦。是呢，还是娘好，我们一回来就有饭吃。大家都饿了，吃饭吧。一家人坐在桌子上准备吃饭。叶寒因为需要适度锻炼，今天开始就出来跟大家一起吃饭了。饭后，爹娘，我在山上发现了好东西，等下我和小弟他们还去山上，把那些东西都摘回来。你说的就是你刚背回来的背篓子里和袋子里的东西啊？那些东西我好像没见过，你在哪里摘的？能吃吗？能吃的，而且很好吃。你们等我一下。从背篓里拿出几个西红柿，去火房打水清洗了一下，之后把一个切成4块，切了一大盆，就端来放在桌子上。大家尝尝看，这个叫番茄，也叫西红柿。大家纷纷拿起来一块尝了起来。哇，好甜啊！是好甜呐。是甜，但好像有一点点酸，不仔细吃还吃不出来。我喜欢这个味道，太好吃了，以前从来没吃过。哇，好好吃！哇，好好吃！这个味道倒是挺好的，红红的，颜色也吉利。这个叫番茄西红柿，名字倒挺好的，还2个名字呢。是的，所以我打算拿去卖。这个是能卖钱的，但具体是什么价钱，还得等岳掌柜看过之后才知道。这个个头还比较大，是炒菜的那种，当然也可以当做水果一样的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既然这样，下午就送去秦外楼吧，先看看价钱。也行。不过还有一种是辣椒，就是上次岳掌柜送给我们的那种辣椒，我竟然在山里面发现了。辣，好辣！我要喝水。这个可不是这样吃的，这个是当菜炒熟之后才能吃的。幸好我没有放嘴里咬，全家就3哥最后急了。那这个就只能当配菜一样，和肉类炒菜应该很好吃。是的，娘，山上还有，我本来想下午还去山上把其他的一起摘回来，你们怎么说？我看这就有挺多的了，要不我们先去秦外楼卖卖看，先问一下价格如何，明早再去摘，吃1个晚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觉得这样也行。下午去，路太远的话，回来就天黑了，也不安全。干脆明天去吧，我也建议明天去。好，那就明天去吧。下午我们去秦卫楼，现在就收拾一下，动身吧。小娘子来了，可是好久不见你们呢。不知小娘子找在下有什么事情？岳掌柜，是否看过这个东西？这是我好像在哪里看过啊。这个叫番茄，也叫西红柿，不知道岳掌柜可认识？对，就是叫西红柿。这个东西就叫西红柿，之前在府城的时候听过自家少爷提过一嘴，也有幸在少爷府上看见过一次。小娘子，这些西红柿可是从哪里弄来的呀？这东西自有来处，我此次就是来卖这东西的。还有另外一种东西，不知岳掌柜可愿意出价？这个我做不了主。这样，你在这儿等一会儿，我请东家来看看。刚好东家从府城来视察。又过了差不多2刻钟的时间，岳掌柜跟在一位年轻俊朗的公子后面走来。这位就是我们秦卫楼的东家，也是我家少爷。李小七看着眼前身形俊朗，身上穿着月白色华服，腰间围着一条华玉锦带，雕刻着花纹，好一位俊俏的小公子。这是李小七来到这个世界目前见过最俊最帅的帅哥了。你好，东家。你好，小娘子。在李小七打量东家的时候，东家也在打量李小七。眼前的小娘子虽然穿着一身普通的棉布衣裳，但眉眼如画，看上去清新脱俗，尤其是眼睛璀璨星眸，好似能照出一汪泉水来。肤如凝脂，脸颊微红，看着这样一脸笑意让人移不开视线的村妇，上官俊宇内心起伏不定。我叫李小七，夫家姓叶，东家贵姓啊？在下上官俊宇。上官公子，今天我带来2种东西，看看是否感兴趣。这是西红柿，我在府城见过。叶小娘子是如何得知？西红柿在府城都不多见，
但这小娘子却背来了1背篓。我在大山深处采摘而来，过程虽然坎坷危险，但是还是安全弄回来了。不知上官公子是否需要？当然要，这样的好东西怎么能错过呢？不知还有一种是什么？你刚说有2种。另一种是辣椒。你们居然还能找到辣椒？是的，运气好。这2种都是好东西啊，我就按府城的价格给你吧。西红柿5两银子1斤，辣椒2两银子1斤。然后小二哥和店里的另一个伙计一起把东西打称了，西红柿95斤，辣椒80斤。李小七听着报称的数，恨不得多报点，背来的一路上恨不能轻点再轻点，现在李小七恨不能重点再重点。刚好一共是635两银子，可对？没错。岳掌柜给钱，小娘子可还有？有。既然如此，叶小娘子摘好的都可以送来这里。当然，明天下午会送一趟过来。好的。嫂子，我没做梦吧？当然没有啦，这是真的。只能说我们这里没有这2种东西，而在府城那边也很少，所以物以稀为贵，自然价钱就很高了。原来是这样啊，嫂子，你懂得真多。不过你怎么知道在府城番茄和辣椒也很少啊？因为上官公子说的话呀，他说他在府城见过，而且这2种东西岳掌柜不敢随意出价，就说明这2种东西比较贵重。而且你没发现上官公子在拿起西红柿的时候都比较慎重吗？那么小心翼翼的模样。嫂子，你好厉害呀！所以我们要善于观察周围的人和事。好了，二弟，赶紧走，我们赶紧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我们回来了。都在，就等你们回来呢。我们都没睡呢，谁也睡不着，就等着你们这消息了，兴奋的睡不着。去把院门关了。好嘞，嫂子。李小七看着叶凯关了院门后，示意大家坐下来，随后从背篓里面掏出一个大布包，赶紧拆开布包，把银子倒在了桌子上。随着银子哗啦啦的倒在桌子上的声音，除了李小七和叶凯，全家人眼睛瞪成螺丝状，眼冒星圈圈。好多银，别说，你们默默的数就行了，还是轮着来，一个个数。啊，我先。100。叶亮数到100的数已经是极限了，这都还是李小七前些天抽空偶尔教的。我来吧。叶寒笑着摇摇头，接下数钱的活。随着叶寒低沉的数钱声和银子碰撞的声音，大家既开心又紧张。这些是600两，先放一边。10两的还剩3个，还有一个5两的，加起来就是635两。这么多！叶一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现在的钱都这么好赚了吗？叶一鸣也赶紧数了数，还真的是635两。就1背篓辣椒，1背篓番茄，就能卖600多两。是的，娘。还有，我想留下一些种子，以后我们家就种植这些东西吧，可比种其他的好。必须种，有这么好的东西必须种。田地不够，我们就再买一些。说的没错。那我现在就去做晚饭，反正也快到酉时了。这些钱你收着，辛苦了，媳妇儿。啊，我收着，是不是给爹娘的吗？爹娘的意思就是你收着，小傻瓜，你可是咱们家的福星。那好吧，反正明天还去，明天卖的就给爹娘收着吧。大家对我这么信任，真好。彭氏很快就做好了晚饭，一家人还没缓过来，就已经在吃晚饭了。唉，看着这一盘番茄炒蛋，我觉得我吃的不是番茄，不是炒蛋，而是银子，白花花的银子。我也觉得我吃的是银子，不是菜。你们可不能这么想。你们想象一下，这番茄和辣椒都是那些达官贵人吃的，我们现在也能吃，而且那些达官贵人吃的还是从我们这里买过去的，是不是心里很自豪？还有，番茄和辣椒贵，是因为现在还没有这2种作物，所以物以稀为贵。等以后很多人种植了，人人都能吃得上番茄和辣椒的时候，它们就不贵了。到那个时候，番茄和辣椒就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韭菜，家家户户都有。再说，我们赚钱也只能赚这暂时的，因为我们先发现这东西，就有一个先行权。等后面别人都知道了，我们也就不怎么赚钱了。所以你们不用太惊讶，就把它当做普通的食材就好。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趁着番茄和辣椒价钱还算高，咱们赶紧摘了卖，然后也留一些种子，明年我们自己种植，明年就还能再赚一些钱，这样子我们家也不用为钱发愁了。媳妇儿说的对，小七说的非常有道理啊，也确实是这样。是啊，只是穷习惯了，就有点不舍得。现在我们的日子好了，没有什么舍不得的，所以咱们吃。
都吃。第二天，全家人都起得很早，除了叶寒不能去，其他人都背着背篓上山了。竟然是这里！以前打猎的时候经过2次这里，只是感觉很奇怪，倒没有想到这里还有这样的好东西。爹娘可记得上次的人参和石斛兰？当然记得，那些贵重的东西为我们的生活解决了很多的麻烦。人参和石斛兰，我跟相公就是在这里挖到的。看来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呀。咱们赶紧开始摘吧，早点摘完，早点回去。没看到番茄和辣椒啊？你们随我来。原来在这儿，你别说，一般人还真找不到。哎，我看见了好多番茄啊，好多辣椒啊！哇，我先吃一个，好美味，太好吃了。想吃的就摘，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爹娘，你们也摘一个，自己先吃。这么多呢，也不在乎我们吃这几个的。好，吃一个。宁娘啊，你也吃，不能辜负小七的一番心意啊。好，其实我也馋得很。一家人都吃了一个，基本都吃饱了。哎，这番茄好大个。是啊，娘，我都吃饱了。我也差不多饱了。哪个小泼猴，吃饱了就赶紧干活吧。看到没，这么多番茄和辣椒呢，赶紧摘。好嘞，娘，你就等着吧，马上干活。李小七、叶凯负责摘辣椒，彭氏、叶一鸣、叶亮和双胞胎负责摘西红柿。番茄青的不要摘，红透了的才能摘。没有完全红透的先不要摘，青番茄是有毒的，不能吃。辣椒大的摘，小的就不要摘了。过几天它就能长大了。好了，知道了。一家人都是干惯了农活的，大概过了半个时辰，背来的背篓全部摘满了。番茄和辣椒树上能摘的基本上也摘的差不多了。番茄树上还有一些微红的与青色的，辣椒小的也都留着，等下次再来摘。摘好了，收拾一下，咱们赶紧回去吧。很快，一行人各自背着背篓，小心翼翼的就往下山方向走去。叶一鸣慢慢的赶着牛车往镇上走，大概过了3刻钟左右，两人就到了秦卫楼门口。爹，你先在这儿等一下，我去找岳掌柜。好。叶小娘子可是带东西来了？是的，上官公子就在门口。爷，还有你，你们2个人去搬进来。手脚轻点啊，不要磕碰了。不一会儿，牛车上的番茄和辣椒都搬进了秦卫楼1楼大厅处。伙计拿来了秤，我看看，挺新鲜的，直接打秤吧。2个伙计负责打秤，岳掌柜负责计数。很快，所有的背篓都称好了。西红柿加起来是395斤，辣椒加起来总共是297斤。都折成整数吧。西红柿算400斤，辣椒算300斤。好的，东家，那按上次的价格折成银两，就是番茄2000两，辣椒600两。小娘子，这钱要怎么给？直接给银票还是银子？1500两换成银票，其余的分别是100两、10两和1两的碎银就行。他突然感觉自己一夜暴富了，一下子卖了2600两银子。好的，请稍等。叶小娘子若还有，下次也一定要送到这里来。由岳掌柜与你接洽，我都已经交代好了。好的，这几天估计没有了，过几天有的话我会送过来。上官公子这是准备走了？这边酒楼的事情已经忙完了，我应该回府城了。欢迎叶小娘子以后来府城玩，到时候啊，我做东。上官公子客气，以后有机会一定叨扰。之后，叶一鸣赶着牛车，装着空背篓和李小七就回家了。回家的路上，叶一鸣也有点慌神。虽然以前也见过大世面，但是从未想过自己家能一下子得到这么多钱，感觉很不真实。小七啊，我们这番茄和辣椒真卖了这么多钱呢。爹，是啊，咱家真是苦尽甘来呀，苦尽甘来呀。爹，我们家的日子以后只会越来越好的。以后等弟弟们都上了学堂了，学的知识多了，我们家就更发达了。你说的对，我把牛车赶快点，你坐稳了，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们。很快两人就到家了，叶一鸣拴好牛绳，立马走进家门，转身关了院门。李小七早已经招呼全家坐到吃饭的桌子旁等待。这些就是今天卖的，总共是2600两银子。这么多钱，我们家可是发了。是呢，发了。看来媳妇儿又是你的功劳，媳妇儿真棒。是啊，咱家最该感谢的就是小七了。我也只是运气好。李小七一脸不好意思，其实心底慌了一把，特别害怕大家怀疑他。这功劳确实非小七莫属，不过对外就不要说那么多了，
怕对他名声有损，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咱们自己知道就可以了。涵儿，你可要好好的对待小七，万不可辜负了他。还有你们几个臭小子，你嫂子辛苦赚钱，把你们送去私塾读书，可都是为了你们好。你们要懂得感恩，以后要孝顺你们嫂子。李小七内心美翻了，原来这就是一家人把你放心上的幸福感。爹娘，这些钱你们收着吧，以后家里建房或者是其他开销就能够用得上。这就应该你拿着的，干嘛给我们拿着呢？上次放在我这儿的钱都还在，这媳妇儿中。小七啊，这钱还是你拿着吧，不是说要买牛车吗？家里大小的事情都需要你的参与，你拿着也是最合适的。爹娘，买牛车的钱我这儿有呢，昨天卖的钱不都是在我这儿吗？我有钱，这些你们拿着，有需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这个就不要再推辞了。不过大家都很辛苦，家里几位弟弟都是出了力气的，所以我提议给每人发一个小奖励。啊，什么奖励？给你们每个人都发银子。真的啊？给我们都发银子？太好了，我也是有钱人啦！我也有钱了。嫂子，你最好了。哎呀，看看这群泼猴又在作了。爹娘，相公，你们觉得如何？当然好，大家这么辛苦，既然赚了这么多，那就每人都有分一点，以示你们努力劳作的成果。来，每人1两银子的奖励，我来分。哇，我也有自己的小金库了，还是1两。牙好痛啊，还有个牙印呢，你看你看。哇，这就是我的银子了，我也咬一下。我的牙，好痛，好痛啊！我的牙掉了，赶紧去漱口，都见血了。我就说，这泼猴最能作了吧？咬银子能把自己的牙齿咬了，也是没谁了。弟弟是不是在换牙？三哥最好笑，天下第一奇葩。我也觉得三哥是来搞笑的。嘿嘿，你别说，还真挺逗的。我也觉得太好笑了。三弟，你是最靓的仔了，以后就叫你靓仔吧。嫂子，什么是靓仔？就是一首歌里面的词儿，但是现在用在你的身上特别合适。你看，本来我们的关注点是银子的，现在的关注点变成了你。本来最亮的是银子，现在你变成了那个最特别的。你不就成最靓的仔了吗？哦，原来是这样。嫂子，哪首歌？我咋不知道呢？你们肯定没听过，这首歌叫做《这条街最靓的仔》，我唱给你们听啊。我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走起路一定要大摇大摆，墨镜要戴，发型要帅，一出门闪闪惹人爱。没办法，我天生就这么帅，我实力不允许低调不下来，你快过来，一起摇摆，一起做这条街最靓的仔。哇，好好听啊！怎么会有这样的歌啊？我第一次听，太好听了，我好喜欢啊！我也喜欢。我也喜欢。媳妇儿唱的真好听，太美妙了。嫂子，我还要听。我也要听。我不仅还要听，我还要学，我也要唱。四弟好棒呀，有学习精神。我也要学。我能学吗？当然能啊，只要你们想学，我就会教你们。那你们学吧，我们负责听。等你们学好了，我跟你们娘啊，就等着听你们唱。我们等着听。那我们现在学。行，先坐好。咱们一句一句唱，你们要记住歌词和曲调，就很容易学会了。迎面而来，这条街最靓的仔。迎面而来，这条街最靓的仔。等到彭氏和叶一鸣午休起来后，叶寒、叶凯、叶亮、叶毅和叶全已经学会了。看来你们学得很快嘛，记性不错。爹娘，我们学会了，唱给你们听好不好？好啊，刚好检验一下你们学的怎么样。我也听听，唱吧。那就做好准备，等下我唱一句起个头，你们就开始唱。迎面而来，这条街最靓的仔。迎面而来，这条街最靓的仔。小朋友们不要把我太崇拜，介绍一下，你千万别被吓坏。我负责找这条街。
唱得不错，挺像那么回事的。唱得挺好。我也觉得大家唱得挺好，学习能力很强。好了，既然学会了，我就先回房间休息一下。好，你们去睡一会儿吧，等下吃饭的时候我叫你们。那睡觉去。大哥大嫂来了，坐。好，我这是来告诉你们一件事的，小苏回来了，以后不去镇上做工了，就在家跟着一起养小龙虾。这是怎么了？小苏不是在镇上做工吗？怎么以后都不去了？一言难尽，也是小苏自己做事不谨慎，被人抓了小辫子，也怪不得别人。既然没了那个命，那就回家帮忙了。事情是这样的。叶长青把事情缘由告诉了叶一鸣和彭氏。原来叶小苏在镇上一家类似于现代的杂货店里当伙计，因为一袋货物在搬运过程中有损坏，掌柜的侄子就说是叶小苏弄坏的。但叶小苏明明看见是那掌柜侄子自己不小心被旁边的东西勾住了，东西摔下来有些损坏。叶小苏很生气，两人争执不下，最后惊动了掌柜。掌柜因为跟那个人有亲戚关系，就把过错定给了叶小苏，扣了工钱。叶小苏不承认，最后就被掌柜的辞退了。这人咋这样呢？这不是诬陷吗？是啊，不能白白担了骂名，必须把事情说清楚啊。没办法，那个伙计是掌柜的远房侄子，掌柜的肯定信他侄子，怎么会信小苏呢？再说了，也没有其他证人了。事情只能这样了，只不过丢了这一份差事，还要背个不存在的名声，这心里憋屈得很啊。这样的差事宁可不做，那掌柜的肯定知道真相，只是帮亲不帮理，还是早点离开的好。我觉得回家养小龙虾也很好，等到我们池塘的小龙虾要打捞的时候，那也需要很多人手的。而且我觉得既然小苏回来一起养殖，那你们干脆就再开几个池塘呗，反正这个也不需要很多功夫，每天去喂食2次就行，有空去池塘边转转看看情况，也不是很累的活。我觉得你大嫂说的对，家里人手多就多开几个池塘。说的有理，我咋没想到啊？我这就回去跟他们说，也像你们那样多养几个，搞一个池塘，专门弄些鱼苗养着。回来了啊，刚好吃饭，我去叫孩子们起床。先慢着，我跟你说件事儿，跟我来。这是咋了？你可知道艾胜达家闺女回来了？你说的是艾小敏？艾小敏回来了？她还敢回来？既然回来了，就应该藏在家里，省得出来丢人现眼。我呀，就是听村里人说的，这人不要脸皮，真是天下无敌了。不过他只要不来咱们家找事儿，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那当然，就他敢来找我们的麻烦，我们不去找他麻烦就算仁慈了。哼，要不是他，我们孩儿能落到如今这地步。不过幸好她挨嫁去给人当小妾，否则我们哪能遇到小七这么好的儿媳妇儿？这样说还得感谢她嫌弃我们孩儿了，让我们娶了个好儿媳回家。去，就她还敢嫌弃我们家孩儿，我不对死她。幸好她不是我儿媳妇儿。这事儿你等下别乱说，省得小七多心。这还用你说？我是那样没分寸的人吗？赶紧叫孩子们起床吃饭了啊！很快大家吃完了，洗洗都去睡了。李小七睡到半夜就醒了，看着叶寒睡得很熟，转身就进了空间。空间里的番茄和辣椒基本红了，个个还是那么新鲜。李小七摘了一个西红柿就吃了起来。看着这一大片的番茄和辣椒，李小七在想能不能再弄一些出去。主人，这些辣椒和番茄你最好全部收获，放入当初控制出来的2个房间其中一间，因为只要你收获过的东西放进房间里，放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样，以后也是什么样，不会出现变质等现象。还能这样啊？长久保鲜功能啊，那挺好，那就收去房间吧。随后巴布就控制番茄和辣椒从树苗上脱落下来，全部飞去别墅的1楼控制出来的其中一个房间。芝麻可以收了，巴布。好的，不过主人，我提醒你，若想要你的意识控制能力更强，你就要自己多运用。只有当你十分疲累或者没办法做到的时候，可以叫我代劳。一般情况下，
还是你自己控制意识操作比较好。知道了，那还是我自己来吧。随后，李小七控制着芝麻苗上的芝麻球脱壳，一条芝麻细流随着李小七的意识进入保鲜房。那这些壳和苗怎么办？主人，苗只要不离土，它后面还会长出芝麻的。那些等下会化作肥料，自行融入泥土中，不用管它。那些辣椒和粮食也这样，只要长出来的苗不要拔出来，就还能继续开花结果。是的，主人。这空间简直逆天了！看，我之前种的人参和石斛兰、红面花都长出来了好多呢，都围成一片了。是的，主人。那些粮食长得也很快，过段时间百亩良田就可以收获了，想想就激动。巴布，那山上都有什么？什么都有。这山上我也很少去，那些没入云层的山峰，我只能感觉灵气很充足，但感知不到里面都有什么。我现在能感知的也就那几座小山峰。好吧，小山峰那里有野味吗？有，还有一些低中级灵兽。灵兽？还有灵兽啊？灵兽都能干嘛呀？灵兽能干嘛？关键看它的属性，看它属于什么类型的灵兽。每个灵兽的本领都不一样。这样啊，那我能去小山峰吗？我想去找灵兽去。能，山上的野物或者灵兽都是听你召唤的，若你不召唤，就只能自己去寻找。可我不知道怎么召唤他们呀。等你上山峰后感知到了灵兽，你就可以用意识跟他沟通。若你对你所见的灵兽满意，就可以跟他契约，以后他就只受你召唤和使唤。哇，还能这样呢？主人，低级灵兽一般都是作为食物，对你和你家人来说，现在这种低级灵兽对你们的身体非常有好处。比如你们吃的野猪，在空间也有，在这里是低级灵兽野猪，外表跟野猪一样。好的，我大概知道了。外面天快亮了，只能下次去小山峰探险了。爹娘，相公，我想着今天就去买牛车吧，还有2天弟弟们就要去上学了。牛车确实要买，今天我和你一起去。很快，家人全部吃好饭后，李小琪背着贝篓和叶一鸣双胞胎兄弟4人来到村头出口的地方。爹，我们坐牛车去镇上赶集吧。叶老大，你们今天也赶集啊？坐牛车吧。坐啊，咱们也坐牛车去，懒得走路了。好嘞，爹。随后，叶一鸣交了4文钱给牛老头，陆续有村里人去赶集，也有坐牛车的，加上李小七4人，牛车很快就满了。叶老大，这是你家叶涵的媳妇？是呢，长得还蛮漂亮的，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们村还比较少见呢。娘家哪儿的？哪儿的有啥关系啊？怎的，你家胖墩子也要说媳妇儿了？是啊，我家胖墩儿都快20了，还没娶上媳妇儿呢。看你家叶涵媳妇儿这么漂亮，肤白貌美的，这不就动了心思？若是同村的还有好姑娘，就帮我介绍介绍呗。花牛市，你倒是想呢。你家胖墩太胖了，都快看不到眼睛了，还是先减肥吧。哎呀，说什么呢？胖怎么了？有福气才会胖呢。胖婶，胖墩哥那么胖，你咋不担心呢？本来我们农家就比较穷，饭都吃不饱，可是胖墩哥也太胖了吧，就没带去看看。这胖又不是病，不需要看的，估计就是我们从小太宠着了，吃多了好吃的，自然就胖了。我知道你家就这一个儿子是宝贵着，但还是不能太宠着了。像我们农家人，哪个不是在田地里劳作了？我们也只是好心提醒，你可以回家跟你家牛老二商量下。哎，大叔公，怎么连你也这样说？难道自己儿子真的有什么问题？我也是这么一说，你下集市后回家跟你牛老二商量看看，也是以防万一，没啥毛病当然最好了。镇上的集市到了，大家准备下车。这位小弟，不知道你家这牛怎么卖啊？我这牛很会干活，而且没有生病，要15两银子。这是你家的牛吗？是我家的，我爹受伤了，家里没钱治病，所以我就把牛牵来卖了，凑钱给我爹治病。行，你这牛我要了，我们现在就去县衙过户去。真的？他已经站在这里3天了，之前问他的都嫌15两贵了，就只有眼前的小姐姐愿意买。真的。爹，可愿意？贵是贵了点，但我觉得这牛还不错，你做主吧。
我就知道爹你会同意的。小弟弟，走吧，去县衙。到了县衙我们再交易，可行？行，我带了小黄官气的。一行人就往县衙走去，很快就到了县衙。叶一鸣上前跟门口差爷说明来意，差爷就带着几人进去找师爷了。谁是卖主？是我。你们两家谈好价钱了吗？谈好了，我以15两银子买他家的牛。好的，那我来给你们利器。徐师爷边写边问，很快就弄好了。还有啊，你们双方还需要各交5个铜板，算是换官器的手续费用。好的，他那份我们帮着出吧。行，谢谢你们，谢谢小姐姐。不客气。接下来我们要去给小黄牛安个车才行。很快4人到了卖马鞍和牛车架的地方。掌柜的，我这牛需要一个车架，既可以坐人又能载货的，有吗？有的，这种就一个车架就行。这种车架比较大，载人载物都可以，四面都有车框，安全又稳妥。还有一种只能坐人的，载物的时候需要换过载物的车架。看，就前面那2种。我觉得还是第一种实用，不过若是下雨天就不太好坐人。掌柜的，那这个价钱呢？第一种那个只要500文。掌柜的，那就500文。不过你得送东西给我们，也算是给点实惠了。这要送也只能送你这种毡布了，要就送你一块。行啊，你这是毛毡布？是的，因为泡了水卖不出去，你要也就只能送你这个了。那你有防水的毡布吗？防水的是有，不过有点贵，你要多少？这种毡布怎么卖的？还有比这更薄的吗？有，但我这店里没货了已经。目前只有这种，要吗？只要这种吧。对了，掌柜的，有牛鞭吗？赶牛的鞭子。这个有的，5个铜板。好。几人出了店铺，叶一鸣把新车架套在牛车上，一辆崭新的牛车出现在李小七和双胞胎眼前。我们有牛车了，真好。那是，咱们回去就可以坐新牛车啦。车套好了，咱们回家吧。回家。爹，在那家店停一下。爹，你等我一下，我去就来。掌柜的，买布。要什么样的布啊？在这边，请。适合孩子读书穿的颜色有哪些？这个蓝色、青色，还有靛紫色、灰色、白色的细棉布都是可以的。那就全来一匹，再拿一匹黑色的。好嘞，小娘子爽快，你去把布匹挑出来。是，掌柜的。多少钱？6匹布总共是1两3钱，20个铜板。零头就不用算了吧，给你整的。好的。掌柜的，你这儿有碎布头吧？有的，你要的话，我送2袋给你。好的，谢谢掌柜的。大嫂，买这么多的布干啥？当然是给你们做衣服的呀。很快你们都上私塾了，就得穿好点，人才精神啊。有新衣服穿，太好了。我们都有新衣服穿。所以你们要好好读书，多学点东西。哎呦，这不是叶老大吗？以前都不见你出来呢，今天赶着牛车回来，这是发了啥大财啊？是啊，不是身体不好吗？咋回事啊？肯定是卖小龙虾发财了，才有银子买牛车呀。你们呢？没事就赶紧回家，太阳不晒啊。我现在身体好着呢，谢谢你们挂心了。大伯、嫂子，你们赶集去了？是啊，小苏，你是来找我们的吗？有事吗？是的，正想找你们呢。行，反正到家了，走吧。娘，我们回来了。哇，咱家牛车好新啊。新牛车肯定啊。以后咱家自己就有牛车了。小苏来了，进去坐。好的，大伯娘。小苏啊，坐。有什么事儿吗？是这样的，之前我爹不是找过你们，就是养小龙虾的事情。现在池塘都挖好了，就等着消毒后放小龙虾。但我爹说那个消毒水嫂子会治，叫我来。你说这个呀？你等一下啊。小七啊，过来一下。爹，怎么了？你小叔家的池塘都挖好了，还差消毒就能放小龙虾了。那消毒水要下午才能给，现在来不及了。好的，大嫂，那我下午再来。那嫂子、大伯，我先回去了。你等一下，带回去给孩子们尝尝。嫂子，心意我领了，不用了，留着给堂弟他们吃。家里还有呢，我买的多。拿着吧，你嫂子今天赶集买了好几包呢，拿2包回去给孩子们尝尝。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现在离吃饭还早，
我看我们还是去捡一些螺丝回来吧，晚上炒螺丝吃，等下捡的就留着后面吃。走呀，我要去。我也去。大嫂，这次我们去上游。是啊，老是在下游捡，估计也捡不到什么。今天我们不去下游，也不去最上游，就在两者中间的那个位置捡一些。这里应该位于下游和上游之间，应该也挺多的吧？哎，看，有好多螺丝呢，好像我还看见一只小龙虾。走，就在这捡了。几人很快下河去，幸好水浅，双胞胎也捡得不亦乐乎。捡了很久后，李小七也就捡了7只小龙虾，螺丝倒是快半背篓了。我这背篓快满了吧？很重，不过全是螺丝，小龙虾只有3个。那估计我捡的小龙虾最多，我这有20多个。不过螺丝我没捡到多少。我这儿有2只小龙虾。我这儿没有小龙虾，但是我捡的螺丝比你多啊。挺好，都挺好的，捡的差不多就回去了。回家喽。鱼，这里有鱼。靓仔，你把小背篓抠一个出来给我，我先去看看。好嘞。在那个大坑里，我看见鱼尾了，估计是搁浅了。李小七摆好姿势，把小背篓放到水最深的地方下背篓，把背篓当成渔网一样打捞。李小七一顿操作猛如虎，就把鱼给捞起来了。哇，好大的鱼！哇，有鱼吃了！好大一条鱼！这条鱼是挺大的，估计有5、6斤了。在那挖个小坑，把这条大鱼放进去，你们看着，我再捞捞看。李小七又去捞了几下，只捞着2条1斤来重的草鱼就没有了。没了，咱们赶紧回去吧。整理好后，就背着背篓往家赶。娘，爹，我们回来了！看，我们还抓了鱼呢，老大一条！抓到鱼了，不错啊！刚好菜炒好了，那就再搞个鱼池，多弄一个菜。娘，把这条大鱼先做了，那2条小鱼明天做。这鱼杀了就我来弄，我做大块鱼给你们吃。好，我先处理一下，等下你来切。把背篓放下，小龙虾放去缸里面，明天吃吧。螺丝先拿去清洗一下，再弄到桶里面养个几天，留1桶吃。其他的明天弄去喂小龙虾。好嘞，嫂子。知道了，大嫂，我现在就去弄。李小七把2条小一点的草鱼放到缸里去，偷偷放了1点灵泉水，看这2条鱼还有气，在慢慢的游着。估计能活。小七，弄好了，要怎么切？你来切吧。好嘞，娘。把鱼切成大块鱼的形状。在现代，李小七吃过很多次大块鱼，可好吃了，还有水煮鱼片、辣鱼粉等很多关于鱼的吃法。可惜家里没有洋葱，李小七做大块鱼只能用葱代替了。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大块鱼做好了，整整1大盆，全家围着桌子吃饭。这鱼太好吃了，还有点辣，确实味道很不一样。我就喜欢辣，这味道太劲道了，够味儿。本来说晚上吃螺丝的，没吃成，那就明天吃了。今天这鱼很新鲜，特别好吃，大家多吃一些。哇哦，明天吃螺丝，今天吃鱼，太棒了！李小七趁着夜寒睡熟，闪身进了空间。这次的目的就是探险空间里的小山峰。李小七意识幻想自己到达小山峰山脚下，不过1秒，李小七已经站在山脚下了。这是瞬移了。李小七一步一步往山上走，有的有小路，有的没有。这里也有杂草丛生和参天大树，有的茂盛，有的稀疏。李小七一步一步往山上走去，偶尔碰到一只兔子，一只野鸡。不过这里的兔子、野鸡与外面的不同，兔子红眼睛很大，也有蓝眼睛的，头特别大。野鸡的品种好像挺多的，我看到有10多个，但是每个颜色都不一样，外貌多少存在差异。是的，每一种动物的品种都很多，你现在看到的还不到冰山一角。我们直接去半山腰吧，这里还是山脚下，估计也没有什么灵兽。话一落，人已经到达半山腰了。这是温泉。是的，主人，这就是温泉池。这池水的功效还挺多，喜欢的话还可以在这里泡澡，既有养伤、去疲劳、去杂质、增强体质的功效呢。不错嘛。不过一般这样的地方不都是有守护兽的吗？是的，本来是有的，但是这里的守护兽有点特别，现在到了交配期，所以出去找配偶去了，这洞暂时就空着了。那我运气还挺好，省了麻烦了。李小七真心开心，直接跳下去泡澡了。池水不高，刚好到李小七腋下。李小七美美的泡了几分钟。你还真别说，我现在感觉特别精神。主人以后想要泡澡都可以来这里的，就算以后这里的守护兽回来了，你也一样可以进来。
他不会攻击我吗？可能会，但你用意识控制他，他自然会被你驯服。再加上空间的影响，对你只会甘心服从。懂了，其实还是要让他知道我的本事，是吧？是的，主人。我们还是出去吧，时间紧迫。转瞬，李小琪已经站在山顶了，刚站稳就听见动物的声音。这是什么声音？不知道。还有你不知道的事儿啊？随后他朝着发出声音的地方走去，当看见一个庞然大物后，赶紧躲在一棵大树身后。妈妈，是什么灵兽啊？李小琪躲在树后，看着眼前既像马又有点像水牛的动物，2根弯弯的牛角，感觉特别有力。是灵兽蛮牛，主人。蛮牛？难怪看着很像水牛，但又有点不一样。它这脚也太尖了吧，简直是庞然大物。主人，成年蛮牛勉强算中级灵兽，不过这个还未成年，还不能算中级，只能算中级偏低等灵兽。你需要吗？前面还有中级的水麒麟、豹虎、蛇类。巴布说了一连串，但李小七觉得他目前最适合的就是这蛮牛了，否则都带不出去。蛮牛有什么特征或者技能？主人，蛮牛天生神力，不仅力气大，而且特别能跑。别看它那么大，其实跑起来特别快。而且蛮牛有一个特性，就是一次吃饱后可以1个月都不用吃东西。吃饱一次可以1个月不用吃东西啊？是的，只不过口渴的话，适当喝一些水就行。那就这蛮牛吧，我那不是有50亩地，到时候收割需要拉粮食，就需要蛮牛这样的。那这次就带蛮牛下去吧，下次你可以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带到别墅那里去，你随时都能看到。知道了，要不先把这蛮牛说服了？主人，看你的啦。你就瞧好吧。李小七说完不躲了，直接从树后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他一出现，蛮牛就知道了，只是敌不动我不动。这时蛮牛只是暗中观察，发现没有危险，也就吃自己的食物了。嘿，你好。你找我什么事啊？那个你会说话呀？那好吧，我想叫你跟我出去，给你搬个家。当然，你想回空间的时候也可以回来，但大部分时间还是跟我在外面的。我有啥好处？这蛮牛是成精了吗？怎么还知道要好处啊？阿布，这蛮牛咋回事啊？主人，不要忘了你有很多丹药，肯定有这蛮牛喜欢或者需要的，或者你可以直接用意识威压它，就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灵兽多半都有自己的意识，但比不上人聪明。还是采用温和的方式吧，不要暴力。你想要什么好处啊？你能给我什么好处？这蛮牛成精了，肯定好吃好喝好玩的，只要你跟我去就行，以后听我的吩咐行事。好啊，在这里生活了那么久了，还没出去过，那你带我出去吧。就这么简单，搞定了。嘿，你还挺聪明的，识时务者为俊杰。那我需要对你缔结契约，你愿意吗？好啊。随后李小七咬破自己的手指，挤出一滴血，滴在蛮牛的识海中。缔结契约成功。主人，我是小蛮。原来缔结契约成功后，不需要用嘴说话都行，靠意识交流也可以，这下倒是蛮方便的。赶紧跟我出来吧，你先在这儿待着，我下次才能把你带出去。那边种植的农作物你不能去吃啊，饿了你就喝那边的水，知道吗？知道了，主人。小七，你醒了？是呢，你这么早就醒了？媳妇儿，最近辛苦你了，还困吗？多睡会儿。现在不困了，睡醒了。叶寒探出手揽过李小七的腰身。你干嘛？搞突然袭击啊？媳妇儿，我喜欢你。这叶寒这是怎么了？突然表白？相公，我在。才喜欢啊？那你还得加油啊，必须要爱才行。喜欢的程度还是低了。爱是什么？爱和喜欢可是不一样的。如果我告诉你了就没意思了，你要慢慢领会就知道了。反正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媳妇儿，可是我现在就想知道，我觉得我心里眼里全是你，我特别喜欢你，这还不行？当然不行。好吧，媳妇儿，我听媳妇的。你还偷袭啊？叶寒感觉李小七没有生气，又趁机亲了一口。好痒呀！那换过别的。男人对这事儿好像总能无师自通般。叶寒话一落，就轻身向李小七靠拢，
双手直接抱住李小七，轻身低头抚在唇上。正当叶寒意犹未尽的时候，李小七推开了叶寒。最后叶寒虽然没有完全得逞，但也尝到了一点甜头。你再不放开我，我就要缺氧而死了。不会，我才不会让媳妇儿你死的。天都亮了，我先起床了，你再睡会儿吧。媳妇儿，不用起那么早，你多睡会儿，我去做饭吧。不用，我都睡醒了，而且今天我想去山上看看。那我也一起帮忙，酿早饭快一点。好呀。哦，对了，我上次买东西的时候，竟然看见有卖货郎在卖牙刷，我就多买了几把，家里每人都有，我拿出来，等下你刷牙就用那个，比柳条枝好用多了。好啊。看，就是这种，我觉得很好用。这是牙刷，还是第一次见呢，挺特别的，我试试。媳妇儿，这牙刷还真是好用啊，刷牙齿也不疼，还方便。以后家里都用这种牙刷，既方便又干净。你去揉面吧，我先把粥煮上。好的，媳妇儿。我去后院摘点菜，你帮忙看着火。这时天已经亮了，家里人也陆续起床。然后叶寒把李小七准备的牙刷给他们，还讲了怎样使用。别说，可把弟弟们开心坏了。爹娘，我吃完就去山上看看上次的辣椒和番茄。好，我就不去，我要赶制衣服。我想去。我也想去。你们还是乖乖在家吧，我就去看看。如果红了，我就回来告诉你们。下午我们再去摘回来就行。媳妇儿，你自己去我不放心，还是带上二弟吧。好吧。我吃好了，我先去准备东西。慢点，刚吃饱，你别跑呀。嘿，这孩子做事倒是最积极的啊，长大了也懂事了。爹，我懂不懂事？你也更懂事了。爹，我懂不懂事？你们这是怎么了啊？都要我表扬你们呢？都懂事，只不过以后你们还要更懂事才行。知道了，爹。你们吃着，我跟凯子走了。两人走到山脚下的时候，看了一眼自家池塘，5口池塘水光粼粼的，每口水池中间都留有几个小山坡。这也是李小七后来想起来，专门养小龙虾的池塘是有小岛屿那样的，方便小龙虾爬坡游玩等。嫂子，我昨天看见的池塘中间的小山坡有小龙虾爬上去呢，有2只竟然在打架，把我和三弟都快要笑死了，特别好玩。那个小山坡本来就是给他们栖息游玩的，看见也很正常。走吧。两人一路往上走，但是却没有发现竟然有人跟踪他们。李小七和叶凯两人走了很久才走到断崖下方，绕过断崖，两人往断崖后面走去，而他们身后一直有人跟随。看，西红柿红了，辣椒有一些也能摘了，咱们把能摘的赶紧摘了吧，不过先吃一个再摘。李小七本身是打算自己一个人上山，然后从空间弄出一些西红柿和辣椒的，顺便把小蛮也弄出来，先回家就说是在山里发现的牛。结果叶凯一起来了，为了不必要的麻烦，也就不能这样做了。也幸好李小七没有这样做，否则他的秘密有可能被一直跟随的人发现。好啊，我现在就摘。等两人吃完一个西红柿，已经饱了，之后才开始摘了，放在背篓里。而这一幕全被一直隐藏在转弯处的人看在眼里。很快，两人摘好西红柿和辣椒后，就背着背篓往回走了。咱们直接回家吧，太阳真大。好，走吧。不过等下去看看陷阱吧，很久没看了。等他们走到很远之后，隐藏在草丛中的人才出来，竟然是艾小敏。艾小敏往断崖后面走去，他一直很好奇他们摘的是什么东西。竟然是辣椒和西红柿，难怪你们家能发财，竟然是因为这个。要不是以前见过一次，我还真不知道这山旮旯里的地方竟然有这等好东西。哼，这倒是便宜你们了，不过以后可就归我了。艾小敏开心极了，想象自己以后发财的样子。艾小敏看着没什么红的西红柿了，心里暗自下决心，明天下午再来看看，有些微红的，估计有个1-2天就红了。艾小敏还是忍不住伸手摘了一个微红的还有些青的西红柿，摘下就往嘴里咬。红的还挺甜，味道不错。辣椒只剩小的了，长2天估计就能摘一些。艾小敏看着辣椒开心极了，然后一路高兴地往山下走去。艾小敏本来是来看看叶寒家的池塘的，因为听他娘和村里人都说叶寒家发财了，是因为小龙虾，所以就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弄的。没想到竟然看见李小七和叶凯两人单独上山，以为两人有什么猫腻，不想却有意外收获。等李小七和叶凯查完陷阱后回家，已经快到午时了。回来了，刚好吃饭呀，还抓到了野鸡了。
是呢，娘。我这里还有一只獐子呢，要不下午去镇上？我看行，刚好有辣椒和番茄要卖。那你们赶紧吃饭，吃过后就去把番茄和辣椒卖了，野鸡和獐子就别卖了，留着吃吧。好嘞。很快一家人就坐着吃午饭了。这鱼真好吃，好鲜啊！这就是你们昨天弄回来的2条小草鱼，今天我就弄了吃，这样炒着吃也挺好的。是挺好吃的，娘的手艺真好。你们说中午吃鱼和螺丝的，我就弄了鱼，螺丝没来得及，要不就下午弄，晚上吃螺丝吧。好的，娘，螺丝等我从镇上回来再弄，晚上吃螺丝。明天小叔子们都要去私塾了，刚好解解馋。谢谢嫂子，嫂子最好了，我可喜欢细螺丝了。我也喜欢。有螺丝吃，大家都喜欢。下午咱们在家处理好螺丝来，那一整桶全处理了，晚上咱们吃个够。我可是好久没吃了。也是，大哥都好久没吃了，现在腿脚好的差不多了，是可以吃了。那下午我们负责处理螺丝，等嫂子回来炒。我也会帮忙的。我也来帮忙。我们家牛的牛棚太简陋了，我觉得还是得给它加固一下好。这个倒是，我早就想加固了，这不是一直没时间。下午我赶牛车陪你去卖辣椒和番茄，明天我再弄牛棚吧。那就这么说定了。很快一行人就吃好了。李小七和叶一鸣2人赶着牛车上镇上去了。车很快就到了镇上了，直接停在了秦卫楼门口。李小七下来后就朝秦卫楼大门走去。岳掌柜，你刚好在，正好我送货来了。小娘子来了，我可等你的货好久了。先请坐。岳掌柜随后招来2个店小二去牛车台背篓。你看一下，都很新鲜呢。小娘子的为人我还信不过，那肯定都是好的呀，直接打称吧。西红柿99斤，辣椒85斤，还是按照之前的价钱。西红柿5两1斤，辣椒2两1斤，总共就是665两，可对？是的，谢谢掌柜的。之后，岳掌柜拿出665两银子给李小七。临走之前，岳掌柜把提前准备好的2只烤鸭递给李小七，以示友好。岳掌柜太客气了，不用了。小娘子别客气，你有好东西给我们秦卫楼送来，就最好不过了。我这只是一点小吃食，小娘子不要见怪啊，就当我们合作愉快，庆祝一下给的彩头吧。东家可是千叮咛万嘱咐的，不能得罪这位小娘子，要跟她打好关系。这不，岳掌柜就用店里的招牌烤鸭贿赂贿赂。4个孩子都进去上课，我送完就回来了。陈夫子说下午有时放学，准时去接就行。那他们的午饭怎么办？私塾包午饭吗？不包午饭，只不过他那里也有做午饭的，自己不带饭就在那里吃，交钱就行。到时候冬天自家带饭去的，可以免费给温热。你放心吧，我给他们留了钱的，每人10个铜板。得了，有饭吃就行。下次我们就在家提前准备，也可以自己带去。那也可以。还是不要了吧，现在天气热，带去的饭菜到了中午估计都给馊掉了。还是花点钱让小叔子们在私塾吃吧，最起码还能吃个新鲜的。说得对，那就以后再说。我现在去整理猪圈了，加高一点。好，去吧，我也一起来帮忙。李小七和叶寒也去帮忙了。叶寒不能提重物，就专拿小件的搬。爹娘，我看我们还是得先盖房子了，否则4个小叔子以后温习功课都没有一个好的安静的环境。你说的也是。咱们多请一些人，尽快造好吧。好，这事儿先让我们村里人去找找，先把基地挖好了。咱们家盖砖瓦房吧。砖瓦房？这个可是很贵的。砖瓦房，我就看见过隔壁地主家的是砖瓦房，还挺漂亮的。我也觉得要盖就盖砖瓦房吧，赚的钱不就是花的吗？那就盖砖瓦房。改天啊，咱们去镇上找风水先生和盖房子的，把这事儿一起办了。4人干了一上午，最后只要铺一些稻草在顶棚上就行了。你会木工活吗？多少会一点，但不是特别精通。怎么了？那你帮我做一个由4根木板围成的木框，像这样的，这么大的就可以。这个简单，我能做。好，那要做4个。做这个干嘛用啊？给小叔子们练字用的。等下做好了你就放在那儿。我现在准备去山上了，等下午小叔子们回来了，就叫他们去小河流里面捞一些细沙回来就行。你去山上？我跟你一起去吧。别，你还是就在家做这个吧。我就去看看有没有辣椒和西红柿了。
我估摸着今天能摘一些，下午我就去镇上，刚好叫上官掌柜来帮你复查一下。这样啊，那我就更应该去了。这个我下午再弄。你别去了，你听我的，等你腿脚好利索了，你天天去都行。好吧。那我走了啊。很快就到了断崖。当李小七走过拐弯的地方，就看见辣椒地和西红柿的地方有2个人在摘。李小七赶紧往前走去。你们是谁啊？怎么摘我的东西啊？李小七竟然看见上次崴了脚被自己扶回家的女人。怎么是你？是我啊，好巧。不过你说这些东西是你的，好像有点牵强吧？这东西是我最早发现的，而且我有浇过水，否则哪能长出果实来？现在还这么新鲜。那这可不能算你的，我们也发现了。等下我们也浇水，那这些以后都是我们的啦。李小七有点词穷了，这个要怎么解释？空间移植出来的不能说，也没有更好的证据。现在这个女人胡搅蛮缠，就觉得是她的了。看来这女人不是善茬。这又没写你的名字，怎么就是你的啦？现在我说她是我的了，那就是我的了呗。李小七听到这儿怒了，背着背篓赶紧跑过去，在他们还没摘完的地方就摘了起来。哎，你这人怎么这样？我们这里摘着呢，这就是我们的啦，你还敢跑来摘？这也没写你名字啊，既然你可以摘，那我也可以摘咯。没想到你这人脸皮真厚。彼此彼此，我的再厚也厚不过你的。再说了，我摘自家东西还要经过你同意，你算哪根葱啊？觉得这人简直不知所谓，也就懒得跟他讲了，2只手赶紧摘。叶寒家媳妇儿，你咋这样说话呀？什么你摘自家的东西还要经过我们的同意？这也没做标记呀，我们哪知道是谁的？反正谁发现就是谁摘，我们现在发现了，那就是我们摘了呗。他不让我摘啊？难道这些东西不是我更早发现的？你们才是后来者居上的，合着还你们占理了？娘，别跟他废话，赶紧摘，否则都要被摘完了。很快，李小七的背篓摘满了，幸好李小七还顺手拿了个大布袋。李小七赶紧把布袋扯开就摘了起来。很快西红柿就摘完了，李小七就跑去摘辣椒。艾小敏和他娘2人也快速的摘，2人的背篓也都装满了，还剩下一些辣椒没摘完。但是艾小敏和他娘就只背了2个背篓来，摘了也没东西装。失策了，早知道就应该多拿2个布袋来。好了，知足吧，有这么多呢，咱们赶紧回去吧，别跟他硬碰硬。有些人就是这样，光顾着自己发大财，就不可怜可怜村里人，真是够自私的。艾小敏背着背篓临走了，还要说几句牢骚话，李小七没搭理他。村里人真是看走眼了，还说他好话呢，就应该让他们知道叶寒媳妇儿是个什么德行，他怎么配得上叶寒哥，真是下贱货。你个下贱货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下贱货说你呢，你想怎么着？哼，说的没错，下贱货。艾小敏感觉不对，发现上了李小七的当，要气死了。叶寒媳妇儿，你也少说2句吧，得饶人处且饶人。小敏，别说了，走吧。一直感觉艾小敏怪怪的，不知道明明自己前面算是帮过他的，为什么对他这么有敌意？还是赶紧回去吧，找他们商量一下。李小七看着断崖处的人参，想了想，还是叫了巴布。巴布，帮我扫描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人。主人，没有的，他们2个已经下山了，这里没有其他人。那就好，我把人参和上次的石斛兰全部移植进空间吧，省得后面麻烦，这样更保险。可以的，主人。李小七走到断崖下，看着长有人参处的地方，用意识控制移植进了空间，然后又走到另一面悬崖边上往下看，石斛兰竟然长势喜人，比之前多出了一大片，而且有些很粗壮。这些肯定都是灵泉水的功劳。李小七用意识控制石斛兰移植进入空间，只留了少量的细小的根。刚进入院子，李小七就气喘如牛，蹲坐在地上。媳妇儿，你咋背回来这么多？李小七累惨了，暂时回答不了问题，而且也太渴了。叶寒赶紧去伙房用大勺打了凉白开出来，递到李小七嘴边，准备喂他喝水。李小七也是真渴了，管他3七21，立马张开嘴喝水。媳妇儿，我扶你去凳子上坐。可把我累死了。媳妇儿背不了，可以下次咱们再去摘的。你看，把你累的。不能下次摘了，
这次估计是最后一次摘的了。咱们发现的番茄和辣椒被别人发现了，被发现的那2人也是咱们村里的，有一个叫小敏的，但我不知道他们都是村里的谁。你是说艾小敏？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艾小敏，反正我听他娘叫他小敏，是我们村的，看到人我就能认出来了。那个叫小敏的竟然还骂我。之后，李小七把艾小敏和李小七的所有对话和上次帮过他的事情说给家人听。他竟然还敢骂你，他是想反了天了。亏你还帮过他，他就是一只白眼狼，简直岂有此理！这样的人活该被休，活该！亏得咱家韩儿没娶她，否则不得膈应死我。娘，相公以前还差点娶她了。彭氏知道自己说漏了嘴，当彭氏说出来后，叶一鸣就知道完了。叶寒听完他娘的话后，第一时间竟然是看着李小七，就怕媳妇儿生气想歪了。小七，这个说来话长，孩儿可不会娶她，以后我会跟你解释的。娘，这个我来跟媳妇解释吧。随后叶寒起身拉着李小七的手就往屋里去。你个老婆子，嘴快吧，惹祸了。这下咋办呢？小七不会生气吧？我也只是秃噜一句就给说出来了，咋办啊？叶寒隔了很久都没有说话，两人就静坐了一会儿。哼，不说拉倒，我可不等了。媳妇儿，等下，我这不是不知道怎么跟你开口吗？叶寒酝酿了一会儿，只能把事情老实的从头说起了。我跟艾小敏从小就同村一起长大，这你应该猜得到了。只不过小的时候也没这些什么的，就是他快及笄的时候送了一个荷包给我，我那时候。叶寒把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李小七。看不出来啊，你还有这桃花运呢，可惜是朵烂桃花，肯定是攀上高渣了才撇下你的，你死心就对了。媳妇儿，我心里只有你，出自内心的，发自肺腑的。发自内心的，发自肺腑的，你就是我唯一的媳妇儿，我保证都听你的，你说东我不敢往西，这样行了吧？你个傻呆子！小七、寒儿，上官掌柜的说了，要明天才能来咱家给你复诊了。哎，好。等大家都吃好饭，叶寒和李小七回房了。小两口估计没事了吧？看不出来什么，应该没什么事情了。小七是个大度的，没事。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好了，你也别老是放在心上，即使你不说，小七早晚也会知道的。到时候若是从别人的嘴里听到，小七只怕会误会。咱们自己先坦白，做事不亏心，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也是，只要他俩没事就好。媳妇儿，真要跪这个搓板呢？你说呢？可我的腿还没有完全复原。啊，那就是可以不用跪了。要跪我跪，拿来吧。自己说出的话哄媳妇儿的，打死也要认啊。这木板还是上午媳妇儿交代要做东西给剩下的木料，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要把那木板扔得远远的。等下，我叫你跪了吗？媳妇儿，不是你要我跪的吗？那我什么时候跪？哼，你媳妇儿我仁慈，这个先欠着，后面再罚。要是因为罚跪造成腿脚没恢复好，我不就成罪人了？等你腿脚好了再罚吧。真的，媳妇儿你太好了。对了，那辣椒和番茄被发现了，要怎么办？媳妇儿，你想怎么办？你要问我，我肯定不能便宜了他去。你说吧，我听着。既然都被发现了，那就找村长说吧，全村公开，然后那个地方做好标记，省得别的村的人来发现了，以免发生类似的事情。我看还是竖个木板牌在那里，然后由村里面组织进去采摘，还是卖给秦卫楼，银子先由村长保管，但是每一笔都要做好记录，等到卖完了再给全村平分了。你觉得呢？好，就按你说的办。这件事情我会跟爹说的，就由爹出面跟村长说，你就别去操心了。行吧。今天是上官掌柜来复诊的日子，李小七早早起床就上山了，查看了2个陷阱后，发现只有1只野鸡。巴布，扫描一下附近有没有人。没有的，主人。那野鸡野兔呢？有的，前方30米的地方有2只兔子，右手方向50米处有1只野鹿。先去抓兔子吧，再去抓野鹿。主人，
你可以用意识控制他们走来这里，然后你只要徒手抓住就行了，他们跑不了。随后，李小七控制前方30米处的兔子，向李小七所在的方向走来。很快，2只兔子就走到了李小七面前。李小七蹲下，抓起2只兔子，2只兔子乖乖就擒。之后又用意识控制左手方向100米远的地方的野鹿，向李小七的方向走来。很快，野鹿跑过来了，停在了李小七的面前。李小七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是把它打伤带回去，还是直接牵回去。主人，我建议这只梅花鹿放进空间。放空间？为什么？这只梅花鹿是怀孕了的，过不了几个月就要生宝宝了。你把这样的梅花鹿放进空间，可以给你积分的。原来如此，那当然可以啊。即使没有积分奖励，怀孕了的母鹿也是不能射杀的。随后，李小七控制意识，把这只漂亮的怀了小宝宝的母鹿瞬间移进了空间。主人，恭喜增加空间没有的动物品种，给予积分10分奖励。知道了。但好像这个积分也没什么用嘛，也没多少分。主人，积分是在无形中帮你累积的。当你达到一定的积分后，你就可以开启别墅2楼了。只要积分达到就行？不是，还要同时满足1楼的房间，你已经全部开启。契约一只高级以上的灵兽在这里作为守护兽，同时满足这3个条件，才可以打开别墅第2层。好吧，我继续努力。等李小七到了家，大家刚好吃完早饭，叶一鸣驾着牛车正送4个小叔子去上私塾了。媳妇儿，赶紧洗手，快来吃早饭吧。好。没过多久，上官掌柜就来了，帮叶寒复诊。恢复得很好，你这恢复能力啊，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别人3、4个月才能恢复到你这程度，年轻就是好啊！基本痊愈了，以后不用复诊了。真是谢谢上官掌柜的了。这是全好了吗？骨头全长好了，不过还是少搬重物，太重的物体能不搬还是不搬。再过半个月后，随你干啥活都没问题。原来是这样。好的，诊金多少？小娘子太客气了，虽然是复诊，但是我好像也没做其他的，诊金就不必了。诊金还是要的，等下我就看着给了。上官掌柜留下来吃午饭吧，我今天可是收获了野鸡和野兔呢，尝尝我的手艺。诊金你就不要给了，在你这吃饭我倒是很乐意。小娘子的厨艺啊，很是了得呀。一顿饭的事情，上官掌柜倒是客气。那你先坐着，我先去准备准备。当李小七拿出3个西红柿和一大把辣椒在清洗的时候，上官掌柜刚好看见了。这小娘子洗的可是，竟然是番茄和辣椒，你们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这个是我们在山上摘的。你们可是卖给了秦卫楼？对，秦卫楼的番茄和辣椒就是从我这儿买的。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我正找这个呢。不知小娘子和叶寒可否卖些于我呀？这上官掌柜，其实按着我们的关系，卖于你也是可以的。只是之前我们答应了秦卫楼的东家，不卖与他人，只送去秦卫楼，所以是我不能违约。这样啊，你们还见过秦卫楼东家呢？即使如此，也是没办法了。不过我可以送一些给上官掌柜，就当是谢礼了。上官掌柜带回去就自家吃，也让家人孩子尝尝，也未尝不可。真的？不瞒小娘子，我这买回去也就给家人尝尝，不会拿去买卖，这你大可放心。如此倒是多谢小娘子和叶寒了。上官掌柜不必客气，说来我这腿也多亏了上官掌柜，一点吃食不足道谢。等下吃好饭，你回去的时候带上一些回去便是。好，下午我就去找村长。咱们家里剩下的辣椒和番茄现在送去秦卫楼吗？爹，要不这样吧，我现在和相公去送，你随后再去找村长吧，顺便把请人的事情一块办了。请人我已经请了，就上次的那10个人，但风水先生和泥瓦匠还没请。那我们送完货就去请吧。好嘞。随后叶寒赶着牛车带着李小七就去镇上了。叶寒，小娘子，你们可算是来了。不好意思，岳掌柜，好几天没来送货了，这次送来了，不过不多。是因为树上不长了吗？倒不是，这个事情我们还是找个安静的地方谈吧。好，咱们去楼上。岳掌柜，这次来送货就是想要跟你说，
这番茄树和辣椒树出了点问题。昨天我去摘的时候，发现别人已经在摘了，而且摘的还不少。为此我还和他们理论了一番，但是他们发现了，肯定就会守着去摘的，刚好又是村里人。我是想着，既然如此，就干脆在村里开诚布公吧，把这些辣椒和番茄归属给村里。这事儿我来的时候，我爹已经跟村长去说了，当然摘下来就是要卖的，我也要求了，还卖你这儿。现在就看村里人和村长怎么说，所以这事儿还要稍等2天看看。小娘子和叶寒是慷慨之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依然赚钱不如带着全村致富，不错不错。虽说遇上这事儿啊，也是无奈，但是能有这胸怀也实属难得。那我就等2天啊，等你那边消息确定了，再送货过来吧。那多谢岳掌柜了，能否向岳掌柜打听点事？哦，请说。岳掌柜可知道咱们镇上哪里的风水先生和泥瓦匠的手艺比较好的，又实惠的？你问这呀，你就问对人了。在东街就有，刚好现在得空，我带你们去找他们吧。恭喜啊，要盖房子了，之后上梁啊，搬乔迁之喜，可得知会我一声。岳掌柜客气了，这是当然的。随后3人就去东街，从秦卫楼过去很近，3人大概1刻钟就到了。有人在家吗？曲先生可在家？谁呀？啊，原来是岳掌柜，失敬，都进来啊，请坐。曲先生客气了，这次来呢是给你介绍生意的。岳掌柜带李小七和叶寒把盖房子看风水的事情说了。好说，明天就是个好日子。你们家住哪里啊？我明天走一趟。我们家在大杨村，一直往村里走，看见村尾山上的一家就是了。好，那我明天过来。那咱们去请泥瓦匠吧。走吧。一行3人又去请泥瓦匠，之后返回秦卫楼。谢谢岳掌柜了。不客气，你们这般年纪也就和我侄子一般大，咱们都这么熟悉了，不如就以叔侄相称。岳叔。岳叔。好，我就以名字称呼你们。应该的。现在时候也差不多了，我们还是先回去了，改天有空请岳叔来寒舍坐坐。好啊，荣幸之至。我们去买一些粮食吧，还有面粉。好的，媳妇儿。随后叶寒赶着牛车往前走，在一家粮店门口停下。我去买吧，你在这看着牛车。掌柜的，白面100斤，大米100斤，糙米50斤，玉米面粉100斤，帮我搬到门口牛车上。好嘞，马上来。很快李小七要的粮食都搬上叶寒的牛车上。一共多少钱？一共8两5钱银子。优惠点呗，我一下买你这么多呢，怎么的也得给个批发价吧。批发价那不行的，要不这样，我这还有一些卖剩下的碎粉干，要就送你了。粉干？难道是我想的那种粉干？给我看看。一看竟然就是粉干，现代吃螺蛳粉的那种粉干，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好啊，这粉干我要了，掌柜的可还有？有啊，这都1个月了才卖出去半袋，幸好我进的货不多，否则得亏死。还有多少啊？还有3袋，1袋30斤，咋的？你要啊？那要看你怎么卖了，便宜的话我就要。嗨，这东西都没人买来吃，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我也是第一次进货，早知道不好卖啊，我就不进了。你要就便宜给你吧。那算多少？我这是3文钱进的货，赚个2文钱不过分吧？5文钱1斤，给你了。好嘞，上称，我全要了。你全要了？全要了。反正我们家人口多，买粮食费钱，买这个就好了，省钱了。嘿，小娘子可真是精打细算之人啊。好，说好的价格，我全卖给你了。然后叫上伙计，把3袋粉干全部搬出来打秤。一共60斤，300文。好的，你帮我搬去牛车上吧，还有刚刚送的那半袋，一起搬上去吧。好嘞，小娘子稍等啊。小叔子们快要放学了吧？是的，我们等等他们吧，刚好坐牛车一起回家。行啊，不过我先去买点糕点，上次他们都说坚果的好吃呢，然后再去私塾门口等着。随后2人赶着牛车买糕点去了，买完就去私塾了。英娘、小七，明天就开始动土了，
明天是个好日子，曲先生掐算过。那就是明天开始包饭，是吧？是的，请了10个人，先把山移平了就打地基。好，我知道。那砖瓦要提前订好了。这个我知道。下午我就去隔壁找窑厂订砖瓦，订好了再去镇上接他们。既然这样，我就去山上转转吧，看看陷阱，也好为明天准备一些肉食。媳妇儿，我跟你一起去。好呀。两人背着背篓就往山上走了。这时候太阳还是比较大的，晒得两人眼睛都睁不开。两人一路不停歇地往陷阱处去。第一个陷阱的地方没有猎物，两人继续走去第2个陷阱的地方，竟然也没有猎物。巴布，帮我扫描附近可有野物。前方100米处有一只野鸡，走这边吧，看看能不能碰上猎物。李小七招呼叶寒走进茂盛的杂草丛里，两人一边扒开草一边走。嘘，别出声，有野鸡。随后李小七朝着野鸡的地方慢慢走过去，用意识控制住野鸡不能动弹。李小七快速跑去抓住野鸡，因为李小七解除意识控制后，野鸡好似受到惊吓，不停地叫着。媳妇儿，你真厉害，这样也能被你抓住。野鸡一般都挺灵活的，人还没到身边就飞走了。运气好而已。咱们继续往前走吧。巴布，有猎物知会我一声。没过多久，只听巴布说，左手方向70米处有一只野猪。野猪？那真是太好了。李小七开心了，正需要大量的肉呢。若是有野猪，那就刚好这段时间都不用买肉了。我们朝这边走走看。媳妇小心，还是我走前面吧。这附近属于深山了，怕是有野猪或者大型猎物，还是谨慎点好。好啊。李小七看着叶寒走的就是有野猪的方向，赶紧落后几步跟上。前面有动静，你蹲在这别动，我去看看。叶寒慢慢朝有动静的地方走去，竟然是一只大野猪。这野猪竟然在拱一棵树，估计是在刨树根吃。媳妇儿，这下我们不用买肉了。是呢，相公，你真厉害，竟然射杀了一头野猪。多亏了这把弓箭。这背篓能背得下吗？估计有点困难，我看我还是做个木筏吧，就是要浪费点时间。要不把它砍成2部分，我背一部分，估计就能背回去了。不行啊，那血淋淋的，不得搞得咱俩身上全是血啊！而且回去后就不好刮出毛了。我很快的，你等着。随后叶寒找了几棵比较矮一点的树，每棵砍了几根树枝，把多余的枝丫削掉，只留最粗最直的那部分，把所有削好的树枝排成一列，先用带来的绳绑一圈，之后用藤蔓再绑一圈。还要藤蔓吗？还有的话我再砍点过来。应该差不多了，还差一些长草，铺在木筏上，避免野猪受损。行，我现在去砍。随后李小七在附近找了一片长草地，很快就砍好了。我全部抱过来了，婆婆看不够我再去砍。好，应该够了。叶寒绑好后，快速的把长草铺在木筏上，最后把野猪弄上去，没有绳子就用藤蔓把野猪和木筏绑了几圈。可以走了。李小七背着背篓，叶寒背着一个背篓，拖着木筏上的野猪就回家了。等到两人下山后，天色已经黑了，只能模糊的看到人影。过了1刻钟，两人快到家了，这时天色已经全黑了，几乎看不见。相公，前面有火光，是什么啊？估计是爹他们吧，我们走近些。是大哥大嫂，我看见了。寒儿、小七，你们没事吧？今天咋这么晚呢？爹，回家再说，先把这个拖回家。你们竟然弄到了野猪，难怪呀！换我来吧，你们都拖了一路了。人多力量大，很快几人就到家了。今天太晚了，猪就不整了，这里我来收拾，你们赶紧先去吃饭。吃好饭后洗洗睡觉，已经不早了。好。第2天天还没亮就起来了，叶寒、叶一鸣和叶凯3人在杀猪处理猪毛，棚室烧水，除了处理猪要热水，还要烧好水晾好，当凉白开喝。李小七揉面团，今天请人挖地基是包饭的，所以李小七要蒸包子、馒头，自己要揉好多面团。一家人分工合作，井然有序，不慌不忙。在天亮后，叶寒就和请来的10个壮汉去挖地基了。今天早上的包子肉馅儿就是用的野猪肉做的，李小七弄了满满一大盆的野猪肉馅包子。
包子、馒头蒸了一锅又一锅。大哥，你家挖地基也不跟我说一声，我也好来帮忙啊！你这就外道了。哎呀，没有的事，主要是你家新开了好几个池塘，不是要人照顾的吗？哎呀，那也不在乎1-2天的事儿。再说了，小苏在家呢，有一个人管池塘也忙得过来。在那边是吧？我过去了啊。哎，等我一下，我拿个锄头。随后2兄弟也一起去挖地基了。10多个人一上午就把小山坡移平了，并挖了1尺左右深的地基，就听到彭氏喊：都歇歇，吃午饭啦！大家伙收工了，先吃饭，下午再来。因为人多，就摆了2桌，都摆在院子里。这饭菜伙食，看这包子里头全是肉呢。叶叔，你家伙食整得不错。好吃就多吃点儿，吃饱了才有劲儿干活。昨晚我家韩儿和他媳妇儿在山上弄回来1头野猪，这不，今天吃的就是昨晚弄回来的野猪。这野猪肉好吃吧？大家都别客气啊，敞开了肚皮吃。叶叔慷慨啊，合着咱们今天吃的都是野猪肉啊，有口福啊！要不还说叶寒这小子厉害呢，经常都能猎到野猪。是啊，你看这包子特别好吃，肉馅多，皮儿薄，咬一口啊，满满的肉汤汁儿，吃一口就好满足啊，比镇上的刘记包子好吃多了，还是野猪肉做的呢。叶叔家这饭菜厚道，咱们村估计就叶叔家舍得让我们吃饱吃好了。好吃大家多吃点，管够。这自家媳妇儿做包子做菜的手艺真不是吹的，都可以当大厨了。叶寒别提多开心了，自家媳妇儿就是好。很快一群大汉都吃饱了，吃撑了，因为实在太好吃了。一群人吃完后就回家休息了，等到未时4刻，下午2点左右再开始干活。彭氏趁着还有点空闲，赶紧去叶长青家找叶饶氏了。嫂子来啦。哎，这不上午一直忙着没时间，我来跟你们说一声，晚上全家都去我家吃饭，你就别做饭了。下午的话估计得小苏去接孩子们下学，小苏直接赶牛车去。好的，你不说我都打算等下去找你呢，看看要不要帮忙。小苏知道你家在挖地基，早就说了下午他去接几个孩子呢，你们倒是想一块儿去了。那感情好，那就这样，我先回去了，下午你和孩子们早点来。好嘞。李小七在彭氏出去后就回房了，本想着收拾一下屋子，没想到竟然发现上次从空间拿出来的2种药丸还剩1/3，之前已经吃过2次了。李小七本想拿出来直接给叶寒吃的，但是又不知道找什么样的借口，最后实在没办法，就偷偷的把药丸分成好几次融入早上煮的粥里面，这样大家都吃得上，只是每次的量不能太多，怕口味变了遭怀疑。李小七看着还剩下的洗髓丹等，想着还是明天早上来吧。这几天挖地基要包饭，午饭和晚饭时候都是大家一起吃的，不好下手。李小七把丹药放回瓶子里重新放好，随便收拾一下就出来了。当有14刻，地基已经挖好了。叶叔，你们家这房子盖得大呀，这地基少说也有2亩了。呵呵，你们这群小伙子干活实诚，这本来要2天能完成的，硬是1天就干完了。下次有活还找你们。叶叔，还是你们家伙食好啊，这吃了你们家那么多肉，不卖力多干点活都不好意思了。是啊，我们可稀罕你家饭菜了。好啊，现在都干完了，咱们也回去吃饭了。回家吃饭了。这顿饭吃了大概半个时辰才吃完，等大家散了，彭氏等人收拾好，都已经是晚上戌14刻了。叶长青一家人也赶紧回家了。太开心了，今天1天就挖好地基了。寒儿、小七，这老房子以前我想着和这旁边挖的地基一起盖一栋大的房子，但现在我觉得还是不了，主要是这老房子现在还要住，还是先盖旁边的，等我们住过去了再计划老房子推倒重新盖。这以后啊，你们小2口想自己单过了就搬来这里住，反正2边都可以住，随你们。你们觉得怎么样？媳妇儿，在叶寒觉得这样也可以，反正叶寒觉得现在这样住很不方便，到时候自己和媳妇儿一起住，干啥都方便。叶寒心里其实美翻了。听爹的安排吧，其实这样也挺好，我就可以更方便的进入空间了。好，
那就这么决定了。随后一家人洗洗都去睡了。睡到半夜的时候，李小七醒了，看见叶寒睡得很熟，赶紧闪身进入空间。已经很多天没来空间了，一进空间，李小七就发现番茄和辣椒红了好多。李小七赶紧把能摘的放进1楼保鲜房。居然有好些是红辣椒，这些拿去晒干就好了。李小七转头看向稻田，哇塞，竟然好多都黄了，估计还有个2天就全部黄了。主人，除了稻谷不能收，其他其实已经可以收获了。小麦、熟米、小米、粟米，这些都能收割了。真的？我往前看看。李小七看着比较饱满的粟米还有小麦等，真的可以收割了。李小七赶紧用意识控制这些粮食从苗上脱落下来后，迅速转移到保鲜房。大概过了1刻钟，除了稻米和玉米，其他的粮食都收进保鲜房。李小七赶紧跑去保鲜房看看。当打开保鲜房，李小七本以为会是满满一屋子的，估计2个房间都装不下，毕竟种类那么多，数量也那么多呢。可是这是啥情况呀？巴布，这是咋回事？为什么只有一个个的箱子？粮食呢？主人，这一个个的箱子就相当于谷仓，非常大型的谷仓，无论多少都能装得下。刚才收获的那些粮食就在这些箱子里面。李小七赶紧跑过去打开其中一个箱子，竟然是粟米，又跑去打开隔壁的箱子，是小麦。那些收获的粮食都自动装入箱子里了。主人，等稻谷收获了，你就可以把这些粮食卖给系统了。啊，太好了！李小七看着房间里的好多个箱子，箱子虽小，但却可以容纳很多粮食。李小七也很开心，把箱子关好就出去了。还有玉米没收呢。李小七走到玉米地，掰了一根玉米，剥开就生吃了。好甜啊！水分很足，太好吃了，比现在的精品水果玉米还要好吃。主人，我也要吃，我闻到香甜的味道了。主人，我还要，你多摘点过来。随后，李小七赶紧又掰着玉米，整整掰了一大堆，少说也有1背篓了。够了！估计吃完这顿，小蛮就1个月不需要吃东西了吧？哎，太能吃了，一般人可养不起。李小七说完，就用意识控制能把摘的玉米全部转移进保鲜房，只留下一些还比较嫩、比较小个的玉米在树上。这些刚收割了粮食只剩苗的，多久能长出新的粮食来？比原来缩小1半的成长时间，很快的。因为它们只要恢复一些时日，就可以开始长出果实或者开花了。啊，就剩下稻子没有收割了。我先出去了，你好好待着。好的，主人，你放心吧。你们4个等下吃好饭就直接去你们小叔家，这些天啊，估计都要你们小苏堂哥来接送你们了。你们早点过去，牛车放在你小叔家了。好的，知道了，爹。爹，这2天可知道艾小敏的消息？李小七一直在打听艾小敏，不知道他们摘的2背篓辣椒和西红柿送去哪里卖了。我昨天还问了，都说不知道，好像艾小敏和他大哥都不在村里。艾小敏他娘在家照顾几个小的，按理说去县城应该也回来了吧？嗨，不管他了，反正现在也归属村里了，跟他没啥关系。今天上午等下瞿先生会过来，落地鸡前有些规矩他比较懂，咱们按照他说的做。还有就是今天村长组织村里人去断崖处摘西红柿和辣椒了，问问我们家去不去。我直接给推了，但是他们摘出来后，咱们家得派个人跟他们一起上镇上去。我去吧，爹。风水的事情我不太懂，你在家吧。媳妇儿今天还要负责做饭呢。只能这样了。你快去问。还有就是今天预定的砖瓦都会陆续送过来，咱们这2天把地基下好了，就赶紧叫泥瓦匠来了。砖瓦之前不是说我们自己去拉的吗？之前是这样打算的，但是他们又说多加点钱就包送。我想着咱家这边也会挺赶，所以就多给点钱，他们会送过来了。这样啊，那还挺方便的。叶涵，你来了，是送货来了？啊，是呢，岳叔，我和村里人一起送来的。现在搬进来上秤吗？对，搬进来。岳掌柜叫上2个伙计一起出去搬，几人很快搬完。这次番茄摘了3个背篓，辣椒装了2个背篓。岳掌柜看着5个背篓，小眯了眼，一边听伙计报数，一边登记。等全部称完，岳掌柜就开始算账了。
西红柿320斤，5两1斤，一共就是1600两。辣椒189斤，2两银子1斤，也就是378两银子，总共就是1978两银子，可对？是的，谢谢岳叔了。下次有货还送过来就可以，这都是应该的。岳掌柜也开心不已，这下可以跟东家有交代了，府城那边都等急了。会的，不过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送过来了，这次摘的还算比较多，估计下次没这么多了。就这样啊，那就有多少送多少吧。你们这银子是拿银票还是？都弄成散碎银子就是，最大的不要超过50两。好，你们稍等一下。叶寒真的有这么多钱？是啊，你不也听到了吗？是啊，只是我还是不敢相信。我也不敢相信。等下银子到手，你们就相信了。到时候让你们俩多摸一会儿。嘿嘿，你小子仗义，就这么说定了。等一下我也要摸，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了，下次就轮不上我送货了。银子都在这儿了，你们数数。岳叔，看着这分量就是足的，不需要数了，我们拿着直接回去了，还要交给村长呢。谢谢你的信任。一行3人很快就回到了村里，好多村里人都等在村长家门口，就想知道今天这西红柿，也就是番茄和那个长长的辣椒玩意儿能卖多少钱。回来了。村长，这是今天卖的银子，一共1978两银子。多少？1978两银子。这么多银子啊！哇，这下咱们都要发财了。哎，就那几个背篓装着的东西能卖这么多钱？我的个乖乖，我就以为能卖个100两就顶天了，这是快2000两了呀。2000两是多少？咱们就要发了，下次还能去摘，我们都要发了。村民们安静安静。村民们，按照这情况，咱们村都能过上有饭吃的日子了，真是太好了。不过这都是叶寒他们家的功劳，要不是他们家把这机会让给咱们村里，现在这些钱可都是人家叶家的。叶寒家虽然是外来户，但对我们村里的人可从没有当外人。上次卖的小龙虾大家都有挣钱吧，这次卖的西红柿和这个辣椒大家也能分到钱。安静。所以呢，以后只要叶寒家有什么事儿，咱们村里人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帮助他们，正如他们家帮助我们一样。村长说的对，我第一个赞同。他们家不是在盖房子吗？明天我就去帮忙。我也去。大家静一静，安静一下。谢谢各位的好意，大家的心意我心领了。不过现在人手暂时够了，不够的话我再跟大家说一声。既然钱都赚回来了，没什么事情，我就先回去了。叶寒小子别走，既然这么多钱，还是大家分了吧，我拿着也烫手。大家说现在分还是下午分啊？现在分吧。现在分吧。好，既然这样，那就每家的男人都来祠堂，去祠堂分钱。叶寒小子，你家带领着大家赚钱，就你来分吧，咱们合计一下每户分多少。好的，村长。叶寒只能先去帮忙分钱的事情了，随后安排了人通知全村。大概1刻钟之后，村里每家都有人在祠堂。当然，有些家里没有男人或者男人没有在家的，就只能妇人出面，站在祠堂外面等着领钱就行。大家安静。咱们大杨村呢，一共130户，银钱是1978两银子，那每户啊就先分15两银子，剩下的留着下次凑够了再分。大家同意不同意啊？同意。那就这么着，每户呢可以分15两银子，就还余下28两银子。这剩下的28两就合着下次一起分。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上来领，一家只能派1人来领钱，我来登记，叶寒发钱。大概半个时辰后，所有人都领完钱了，包括叶寒和村长的钱都揣怀里了。叶寒数了下，还剩28两银子。村长，这剩下的你拿着，刚好28两，也数数。不需要数了，你小子我还信不过。那没什么事情了，我就先回去了。
好啊，我也收拾收拾走了。相公就回来了，赶紧去吃饭吧，饿坏了吧？好，是好饿。李小七端出饭菜放在桌子上，叶寒洗好手脸就过去吃饭了。李小七等叶寒吃完饭后问道：听说村里人都分到钱了？每户分了15两银子。这下村里人应该很高兴吧？李小七也很开心，比自己赚钱了还开心。是呢，咱们家也算是功德一件。你去休息一下吧，今天会晚一点做事。爹已经跟他们说了，曲先生吃完饭早就回去了，说是过2天后是吉日，到时候就需要泥瓦匠开始盖房了。好，知道了。那我先去睡一会儿，到时间叫我。好的。李小七一觉睡到大天亮，这2天可累惨了，需要缓缓。但今天不去山上就要去镇上，后天就是起房子的日子，还有好些东西要买呢。小七起来啦，赶紧吃饭。吃好饭，你和涵儿去镇上买些大米和面粉，怕后面忙起来没时间。好的。叶寒早就吃好了，李小七很快就吃完了，因为叶寒等人要去私塾，刚好就一起去了。叶寒赶着牛车带上叶成，快速的往镇上私塾去了。到了，赶紧进去，否则等下迟到要挨板子的。一行5人朝着私塾入口跑去。咱们走吧。下次有这种情况早点叫醒我。你看小叔子他们那么赶，迟到挨罚咋办？小子们皮着呢，没事。他们有你这个哥哥，真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媳妇儿，只要你幸福就好了。弟弟们都调皮得很，不会挨罚的。就你嘴皮。很快2人就在粮店停下，李小七进去买了很多大米、面粉、糯米等粮食。叶寒趁着李小七买粮食的时候，跑去通知了泥瓦匠，后天开工起房子。约好了时间，叶寒就快速回到粮店。刚好这时候店里的伙计把粮食都搬上了牛车。之后李小七去买了一些糕点，还买了很多炒菜需要的盐、八角、桂皮、花椒、香叶等佐料，又去买了6坛酒。老板，你这里卖酒，那你这里有酒饼卖吗？李小七付了钱后，还是决定自己酿酒，反正只要有酒饼就行。糯米已经买好了。有啊，有好几种呢，你要哪种啊？都有哪些？有甜酒饼、烧酒饼、混酒饼，价钱也不一样，你要哪种啊？我要甜酒饼吧。李小七犹豫了一下，还是先选择自己熟悉的甜酒先酿。甜酒就是米酒，李小七前世家里可是专门卖客家米酒的，所以酿米酒方法倒是有一套。好嘞，要多少？你这一般怎么规定量啊？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不会酿酒啊。好，那先拿出来给我看看。哎，好嘞。你这个怎么卖？300文1两。这么贵？小娘子外行了吧？这价位算中等啊。混酒的酒饼最便宜，甜酒的中等，这贵的就是烧酒的酒饼了。这样啊，能便宜点不？不能少的，除非你买的多。我买3两，你就便宜点吧。那没有优惠的，论斤称才有优惠，而且也优惠不了多少。这个东西我们进货就贵呀。那好吧，先称3两。好嘞，你稍等啊。随后掌柜的用勺子打上来7、8勺，用纸包着打称。一共3两多一点，就算3两了。好。对了，我还要买酒坛，咋还忘了酒坛呢？家里不是有大缸吗？还要买酒坛吗？你个呆子，大缸那么大虽然也可以，但是我还想弄一些小酒坛。反正你和爹都是喝酒的，自己酿的干净还卫生了，有客人来的话，小酒坛端出来也方便不是？哦，好，那咱们去买。随后叶寒赶着牛车又去专门卖各种坛子的地方。到了，师傅，就是这家。好，知道了，你在这等着，看着这些东西啊。掌柜的，你这酒坛怎么卖啊？看你要多大的，大小不同，价钱不一样。能让我看看吗？当然可以了，你看这3种就是。大酒坛2个，中等的3个，更小一点的那种你帮我拿6个。掌柜的，给我算便宜点。好嘞。总共多少钱？所有酒坛加起来一共是237文，算你230文吧，小本生意优惠不了多少的。好的，谢谢。媳妇儿，牛车上面坐不下了，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你跟我一起坐前面。啊，不会吧，既然牛车都装不下了。
媳妇，我发现你就是上次你跟我说那啥来着？购物达人，购物狂人。对，就是购物达人。媳妇儿可不是狂人。好吧，今天买爽了，就是没考虑到牛车装不下的问题。本来李小七还想买些东西的，既然这样，还是回去吧。两人很快就赶着牛车出了镇上。看，前面有两人，好像是朝着我们村里去的。应该是我们村的。我看女的像艾小敏，男的肯定是他哥。叶寒也看到那两人，最先看出来的就是艾小敏他哥艾大饼。竟然是他们！他们去哪儿了？怎么好几天才回来？不知道。很快，牛车赶上了艾小敏两兄妹。叶寒吆喝一声，牛车停了。艾大饼，你们这是上哪去了？好几天都没在村里。叶寒为了套话，故意先打招呼。是叶寒啊。你们上次摘的番茄和辣椒弄哪里去卖了？啊，我们弄去。哥，别乱说话。我们弄去哪儿卖？叶寒哥想知道？艾小敏一脸愉悦地看向叶寒，挑衅地看向李小七。李小七一脸无奈，又觉得艾小敏就是个神经的表情。不想知道，只是随口问问，顺便想好心的告诉你们村里的事。叶寒一脸没有表情地说道，还是对着艾大饼说的，看都没看艾小敏一眼。叶寒哥，你不问我也会告诉你的。我们送去了府城。还有，我要告诉你，你被秦卫楼骗了。在府城，西红柿可是论个卖的，但你在秦卫楼应该是论斤卖吧？哦，这么说你们这次卖了好多钱了？那当然，我们一个西红柿卖了15两银子，你说呢？府城可以卖这样的高价，那挺不错的。不过跟我没啥关系。叶寒哥，剩下的番茄和辣椒我们摘了，全部送去府城吧，那样我们都能发财了。不行啊，人不能言而无信。我答应了卖给秦卫楼，就不会卖去别的地方。现在番茄和辣椒归属于村里了，每家每户都要去轮流守着断崖处的番茄和辣椒的，很快就轮到你们家了，赶紧回去吧。啥？全村都知道了？艾大饼也非常惊讶，感觉白花花的银子都被人抢走了。你说的是真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当初就我们两家知道，就我们两家摘就得了，你还跑去告诉村里人，你太缺德了！你赔我银子！艾小敏听到全村人都知道了，快要疯了，那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于是就指着李小七大声质问道：是我告诉村长的，你冲我媳妇发什么火？再说本来就是我们先发现的，现在我就把它让给村里人，不行吗？你都可以摘，村里人不能摘。叶寒看见艾小敏指着李小七发火，生气了，非常生气的那种。自己媳妇儿自己都不忍心大声说话，竟然被一个外人吼，简直岂有此理。叶寒哥，我不是那意思，我意思是，若是只有我们两家知道，我们都可以发财啊。现在全村知道了，那还怎么分？怎么发大财？村长自有定论，还轮不上你操心。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先走了。李小七本来因着艾小敏指着他吼很生气的，正想反驳呢，就听见叶寒跟艾小敏对上了，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看来还是他调教有方。媳妇儿，你别生气，艾小敏那人变了好多，感觉就像市井泼妇，无理取闹的，咱们别理他。只要相公维护我，我不生气。我肯定维护媳妇儿。自己媳妇儿肯定自己保护着，再说媳妇儿到现在都不让他碰，肯定是还不喜欢他，所以表现要好才能有甜头吃。我们回来啦！要买的东西都买了吗？都买了，一牛车满满的呢。今天买了好多东西，当然钱也花出去好多。叶寒已经开始往厨房和卧房搬东西了。现在离做午饭还早，我就还没做饭。啊，没事的娘，我现在做。中午我们早点吃，下午我跟相公去山上弄一些猎物回来，后天就要起房子了，多准备一些肉食。这样啊，还是你想的周到。那我现在就做。两人分工合作，很快就做好午饭了。我今天上午喂完小龙虾就去看了稻田，长得倒挺好，现在是稻谷灌浆的时候了。之前下的肥很足，长势很好，就是又长了草，看来啊还是得找人来除草了。爹今年的稻田咱们自己种就算了，明年我想着还是请长工，或者是租给别人种，咱们收租子好了。今年买良田后没赶上，
就只能自己种了。那现在家里又要盖房子又要除草，忙得过来吗？我看只能这样了，反正有泥瓦匠在，也不需要很多的帮工。之前请来的10个人，留4个在这里盖房子，另外6个去除草，咱们给一样的工钱包饭，你们说呢？我觉得行，暂时也只能这么办了。若是除草的人手不够，干脆就再请一些人吧。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开始就除草，等下我们去找他们，把事情定下来。相公，我们直接去深山吧，仙井估计没有什么猎物了。好，我也这么觉得。2人直接朝着深山方向走去，大概走了半个时辰后，巴布，帮我扫描，有猎物告诉我。好的，主人。不一会儿，巴布就有发现。李小七循着巴布给出的线索，引导着叶寒去找猎物了。嘘，别说话。李小七仔细听了听，没有什么声音啊。前面有大家伙，应该动静很大。很快，叶寒就发现了前方的巨物，居然是狼。狼？李小七从来到现在可是第一次遇见狼。难道巴布前面扫描时说的好家伙就是狼？而且还是2只，估计是落单了，长得挺肥的。你蹲在这里照顾好自己，我去射杀了他们。好，你小心点。叶寒就往前小心翼翼地走，之后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对准野狼之一搭弓射箭。叶寒本是对着野狼脖梗的，不想野狼移动了一下位置，竟射到了眼睛。叶寒射完一箭，又拿出弓箭继续瞄准。李小七知道惊动了野狼，若没有控制住是很难射杀的，所以李小七用意识控制2只野狼有短暂的呆滞状态。趁你慌要你命，刚好叶寒准备好了放箭，竟穿过了另一只野狼的脖梗，当场倒地不再动弹。叶寒又准备射杀另一头受伤的野狼，不想野狼发现了叶寒的位置，眼睛被箭戳瞎，也要放手一搏。野狼快速地朝着叶寒的位置扑过去。就在这时，李小七又用意识控住了眼睛受伤的野狼。叶寒早已经准备再一次的射杀。相公，你受伤了吗？没，就是被这野狼吓了一跳。辛苦了，接下来我来吧。李小七看着这么大一头的野狼，心头也有点慌。虽然死了，他就怕他炸死。不是听说狼都是狡猾聪明的动物吗？不用，还是我来吧。这一头野狼估计最少有100斤重，你拖不动。我看还是做个木筏吧，估计你背不动。不用，背不动就多歇息几次。咱们要赶紧，否则有血腥味，怕吸引来他的同伴或者是其他大型猎物。你说的对，那行吧。等下你走前面，我拖着一点也行。这个更轻一点，你背这个。好。李小七走过去蹲下，把背篓的绳子弄到肩膀上，叶寒帮着一起提起来，这样李小七背起来就会省力很多。能背得动吗？虽然很沉，但是我能撑住。你坚持一下，我马上来。叶寒赶紧收拾好剑齿，背上自己的背篓，就过去拖着李小七的背篓，2人一前一后走着。我感觉这样的话你不好走路呀。这样，放下来，2头狼都我来吧，你拿背篓。叶寒停下，放下背篓，帮李小七也放下背篓，之后把背篓里的野狼拖出来。我先把这个背起来，之后你把这个拖到我肩膀上，能行吗？你能背2头狼啊？是呗，以前野猪也挺重的，也一样要弄回家，大不了路上多休息几次。好吧，试试。把狼的前2只脚给我抓着，我在前面用力，你在中间吐过来。能背动吗？还行，你背上背篓，走了。 2人快速的下山，叶寒在路上休息了一次，就一口气背回家了。唉，终于可以休息了。相公，肩膀都勒红了吧？我去打水给你喝，你歇一歇。好啊。一顿凉开水喝到胃里，顿时觉得没那么热了，爽透了，舒服。媳妇儿，你也去喝。好，赶紧歇一歇吧，你们累惨了啊！啊，这是狼！好家伙，这东西可是很多年没碰上了，你们没受伤吧？我没事，就是相公背了2头狼下山，累坏了。啊，那就多休息一下，等下吃好饭就去睡一觉，缓缓就好。实在不行啊，明天就不用你去除草了。不至于，休息一晚上就缓过劲来了。我去洗手，吃饭吧，我们都饿了。叶寒缓过劲之后站起来打水洗手，换了件衣裳就吃饭了。很快，一家人都坐在桌子旁吃饭。等下狼我来收拾，你们先去睡，
好，挺不住还是明早再收拾吧。不用，我现在身体好得很，精力旺，感觉回到年轻的时候了。所以啊，那2头狼我晚上处理了，你们别管了。爹，我一起帮忙。明天我们私塾休木2天，不用去私塾。是啊，我也可以帮忙的。行啊，哈哈，这么多人很快就弄好了，刚好等下老爹教你们剥狼皮。英娘啊，做好饭就赶紧烧水。知道啦。很快一家人都吃好了饭，叶凯趁着烧火拿出几根长的木柴点燃，做成火把放在院子里，院子一下就亮堂许多。李小七帮着洗碗筷，之后烧开水。很快叶一鸣就带着4个儿子处理狼了。李小七吃完饭后就把今天买的糯米搬出来泡在水桶里。娘，家里有那种专门蒸米饭的蒸笼吗？哦，蒸屉有啊，有2个呢，一大一小。咋啦？你要用？我想着家里不是要盖房子吗？这买酒实在太贵了，想着自己蒸酒更划算。我明天蒸酒需要那个大蒸屉。哎呀，你还会蒸酒啊？那太好了。彭氏笑咧了嘴，这媳妇儿啊，真是没白买。买得好，买得好啊，还是涵儿有眼光。我这就去拿来，要啥你跟我说。涵估计是真的累了，很快就睡着了。李小七等着他睡熟一点，就进入了空间。巴布，出来，药房里面有大力丸吗？主人，有的。李小七按照巴布的指示找到了大力丸。这个吃了之后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没有的，主人，你要相信，空间出品必是精品中的精品。行，我先吃一颗。就我这弱鸡的战斗力，扛一头狼都不行，太丢人了。我要变强。主人，这大力丸只能增加你的力气，你配合着洗髓丸一起吃，效果更好哦。我之前不是吃了洗髓丸？你和他们是一起吃的，一个人最好吃1个，才能激发自身的最强潜力。你们一家人吃1个恢复丹，1个洗髓丹，明显不够啊。这样啊？李小七想着，那还是得每人1颗这样吃。当时李小七只吃了1颗美容丸，其他的没吃。是的，主人，最好是这样。不过也可以按照你之前的方法，只是效果会更慢。那我还是慢慢来吧，不能一口吃成胖子不是？变化太大，容易被怀疑的。可以。我自己先把大力丸吃了。明天我能变成大力士吗？主人，这个药丸是渐进型的，就是会让你的力气先提升1个阶段，后面等丹药吸收了就会再提升。但总体而言，你可以明显感觉你的力气比以前大很多。这还差不多，要是一下子变得力大如牛也不好。随后李小七出了药房，之前的2种丹药还有，因为是1颗丹药分3次吃，所以不需要再拿出来了，只要把外面藏在衣柜里的药丸吃完就行。李小七走出空间的别墅，来到田地里。哇塞，黄灿灿的，真漂亮！赶紧收获吧。大概过了1刻钟，所有稻谷都收获了。李小七紧接着又把能摘的玉米全部瞬移进入保鲜房，这下完美了。恭喜主人空间100亩良田收获，现奖励积分1000分，良田扩大1倍，赠送别墅1楼第5个房间的钥匙。良田扩大1倍，那就是200亩了，加上之前本来就留有一块种芝麻、番茄和辣椒的地，那就是200多亩了。我这是典型的地主婆了。主人，新增加的良田你也要种植哦，那样下次一起收获，积分会更多哦。知道了，我本来就是一个种田的呀。不过我种田我骄傲。拿着房间的钥匙，李小七开心地朝着别墅1楼的第5个房间走去。李小七推开门，竟然发现整个房间空空如也。妈，这是咋回事啊？空的，什么破奖励啊？空间也是一个大骗子呀！主人，你看这。随着巴布的声音提示，房间内开始逐渐出现一张桌子和椅子，就跟前2个打开的房间一样，桌子和椅子都没啥区别。桌子椅子有什么好看的？看桌子抽屉里面啊。李小七赶紧打开桌子最中央的大抽屉，一拉开，顿时光芒万丈。直到光芒消失，李小七才看清楚，抽屉里面竟然是一张纸，还泛黄了的纸。李小七要心脏猝死了。
就一张黄纸。巴布，你给我出来解释解释，我保证不打死你。主人，这纸可不是普通的纸，是符纸，而且不是1张，是3张。什么符纸啊？实话符，就是让人说实话、说真话的符纸。要怎么用啊？若是你想让谁说真话，只要把这符纸扔他身上就行。这样啊？只有3张啊？有3张就不错了。收着吧，让他们在这抽屉里待着先。李小七把符纸放回原处，想着这奖励也就这样。李小七觉得还是要有真本事才行，那就从自身开始。反正书房有很多武功秘籍，拿着先练练看也好。我去拿几本武功秘籍，出去后先练练。李小七走出第5个房间，转向另一个房间——书房。巴布，你知道有哪些适合我和叶寒练的功夫吗？有啊，金轮月拳、天门太极、12绝技，这些都是可以的。哎，别说那么多嘛，我就拿2本，他1本我1本先。他是打猎的，你拿金轮月拳或者12绝技都行。你的话就选择天门太极吧。行吧，信你的。在哪儿？第2排第5格金轮月拳，第5排第3格天门太极，12绝技在第4排第7格。这个你可以给你小叔子们练练。李小七快速找到书籍后，打开随便翻了翻，都是一些文字配上图片。说实话，感觉不会。李小七3本都翻了翻后，最后发现有点看不懂，决定还是先放在空间桌子上，后面有时间好好研究研究。不过这3本书拿出来也要找个由头啊。随后李小七出了空间，一躺在床上就发现外面天已经蒙蒙亮了，估计就是卯时初，大概5点的样子。李小七赶紧起床，虽然一晚上在空间没睡觉，但是李小七觉得精力还是很充沛的。李小七起来后，忙把之前藏好的2瓶丹药放怀里，就去伙房做早饭了。又是一通煮粥的常规操作，并且李小七摘了一把菜叶，切得细细碎碎的，等粥煮好后扔锅里继续煮一会儿。粥的颜色变了，等粥彻底好了后盛进盆里，就赶紧从怀里拿出2瓶丹药，倒出1颗，另一种也是。之前怕粥的颜色变了遭怀疑，今天李小七煮的可是青菜粥，赶紧把2种丹药整颗都扔进大盆里，然后搅拌搅拌，看看颜色变了没。只见颜色只是更深一点，看不出来的，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媳妇儿，你咋起得这么早？是啊，小七，你看连我都没缓过来呢，你咋就把早饭都做好了？你可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不能累坏了。我没事，昨晚我也睡得挺早的，所以起得早。你们睡得晚又都累了，我做早饭也是一样的。大家赶紧洗漱好，吃早饭了。李小七为了家人的健康也是拼了，谁叫这丹药目前就只能早上放，中午和晚上家里都有外人，实在不方便。很快就到了午时，田里拔草的人全部回来了。今天中午又摆了2桌，自己一家人，再加上上次请的10个人。这什么肉太有嚼劲了，很好吃。狼肉？啥？狼肉？真的假的？这是狼肉？是真的，昨天我和我媳妇去山上猎到的，就是狼肉。你小子可以啊，狼都能被你猎杀了？厉害啊，我还是第一次吃狼肉呢。我也是第一次吃狼肉。我也是。我也是。大家虽然有点心悸，但死了的狼都做成可口的肉了，也就没啥好怕的。那大家就敞开肚皮吃，狼肉可不是天天有的，大家伙别客气啊。赶紧吃狼肉啊，稀罕。很快盆里的狼肉全部吃完了，一顿饭吃得宾主尽怡。之后帮工们回去休息，李小七和彭氏2人收拾碗筷洗碗，其他人也都休息了。收拾的差不多了，娘你去休息一下，剩下的我来吧。不用了，咱俩一起做，还快点儿。等下你也好去休息。那行吧，等下我就不休息了，我想着去捡一些螺丝回来，或者去山上看一看陷阱。明天就要起房子了，先把肉准备上。这样吧，下午你和叶寒去吧，肉食是要准备好，你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那行吧。等叶寒起来后，2个人去山上了。彭氏在准备晚上的饭菜，其他人去稻田除草，包括叶凯、叶亮和双胞胎。
咱们往深山方向走吧。好。巴布，帮我扫描。好的，主人。两人走了大概1刻钟后，主人，正前方120米处有兔子窝。好的。叶寒已经把弓箭准备好了。当一只野兔出现在叶寒眼前时，叶寒直接射击，正中兔子的头，一箭失命。两人快速朝前走去。李小七捡起兔子，拔出剑。叶寒继续观察周围，没有发现。不是说兔子窝吗？兔子窝呢？只好再找找。李小七开始把杂草多的地方扒开看看，还真让他有发现。相公，你过来。怎么了？你看，这有个洞，这么大，不会就是兔子洞吧？我来看看。你先守着这个洞，我再去找找。如果是兔子洞，那肯定不止这一个。大概过了几分钟的样子，叶寒还真有发现。就在之前发现的洞前面30米处左右，也发现了一个洞。叶寒赶紧搬了个大石头，就把这个洞堵住了，又继续找下一个洞。在周围找了一圈，还真又找到了一个。叶寒又把洞给堵住了。之后回到李小七站着的地方，前面堵住了2个，我把点杂草点燃，我们用烟把它们熏出来。你在这烧火吧，我来守着前面那个洞口。你保持这个洞口火不灭，最好烧大火。我去那边把堵住的洞口弄开一些。叶寒交代好了李小七后，就赶忙跑去前方洞口，搬开石块，手里抓着一把砍刀，随时准备着。李小七把火越烧越旺，不一会儿，叶寒守着的洞口就探出了一颗脑袋。叶寒快速的抓住，这速度快的，叶寒觉得自己手速比脑子还快，不知道是咋回事。叶寒赶紧扔了砍刀，准备徒手再抓，却始终不见有动物出来。叶寒见势如此，用砍刀直接就往洞里划了，还真让叶寒发现里面还有东西。媳妇儿，加大火力。好嘞。李小七觉得这也不行，太浪费时间了。巴布，这里面有多少只兔子呀？主人，有5只。这么多，可咋不出来啊？他们都在叶寒守着的那个洞口处苟延残喘，那里还能呼吸一点点空气，知道有人还出来，不是找死吗？这不，有一个先锋队就被你相公抓住了。得了吧，我还是用意识控制他们出来吧。李小七无奈，停下烧火的动作，在脑海中想象兔子的状况，赶紧用意识控制兔子自己从叶寒守着的洞口出来。还别说，效果是杠杠的。4只兔子排队走出来，叶寒看见了，笑眯了眼，直接徒手一抓。很快5只兔子都在叶寒手里了。叶寒趁着兔子没什么活力，赶紧跑向李小七的方向。媳妇儿，别烧火了，出来了，赶紧找一点藤蔓过来。李小七早就拔了2根藤蔓在那儿，立马拿上，接过2只兔子，直接绑住了他们的脚和身体。两人很快就绑好了，扔进背篓里，又继续随便找了个方向走了。巴布，赶紧扫描，我要大家伙，最好就是野猪。好的，主人。主人，这里没什么大型猎物，你再往前面走走。不过左手边30米处有2只野鸡。得，野鸡也不能放过，刚好炖汤了，一个都不能少。前方有野鸡，2只，我听到声音了。我走前面。叶寒慢慢往前移动，一边准备弓箭，瞄准射击。箭精准地对准了野鸡的身体，一箭击中，立马倒地，但也惊动了另外一只野鸡。另一只野鸡立马飞起逃跑。李小七赶紧用意识控制住飞起的野鸡，叶寒这时候也赶紧跑去追这只野鸡。趁着野鸡慌神的时候，立马抓住了。叶寒开心极了，觉得自己打猎的本事长进不少。两人把野鸡的翅膀和脚绑好，扔进背篓里面，就往回走了。主人，前面左手方向50米处出现了2头大獐子。好的。媳妇儿，去哪儿？回家不是那条路啊。跟我来，我感觉前面还有猎物。随后两人又往巴布指示的地方走去，在一处杂草比较茂盛的地方停下。李小七慢慢扒开草丛，示意叶寒看。叶寒朝着李小七点点头，准备好弓箭射击。叶寒直接把其中一只獐子射杀了，但惊动了另一只獐子。那獐子看到同伴倒地，立马飞奔逃跑。李小七赶紧用意识控制獐子停下跑的动作。这时叶寒已经备好第2箭，找准机会，趁你停要你命。又一只獐子倒地，叶寒赶紧跑过去检查，2只獐子都死得透透的，一动不动了。媳妇儿，今天大收获啊！虽然没有猎到野猪，但有这些也是大收获了。赶紧收拾收拾，咱们走吧。
两人很快就朝着山下走去了。等到了家，天已经蒙蒙黑了，家里人刚好在吃晚饭。回来啦，等你们好久了，以为你们没那么快，就先吃了。帮工们都吃完，刚散了。没事，娘，以后你们做好了就先吃，不用等我们。今天都打到什么猎物啊？哇塞，这是獐子啊，还2只呢，还有野鸡和野兔，野兔还是活的呢。呵呵，你们明天有口福了，刚好后天就上私塾了，明天在家多多吃肉。爹，被你发现了，我们就馋嫂子做的肉。那要不这样吧，有空我就做一些卤肉，切好了，你们带去直接叫私塾伙房的人帮忙蒸一下就可以吃了。如果不帮着蒸，咱们出点钱也可以。我觉得行，瞧这几个孩子，感觉几年没吃肉似的。家里的肉都是大块大盆的，不该你们还那么馋肉吃啊。就这么决定了。得空了我就做。大概过了2刻钟，全家人都吃完了饭。李小七和彭氏又是洗洗刷刷，叶寒带着小弟们处理猎物，之后全都去睡觉了。一天天忙得像陀螺一样转着，一家人疲惫又开心。吃早饭了。好，我来帮嫂子盛粥。哪用得着你啊，我自己媳妇儿，我会给她盛粥的。大哥，我给嫂子盛个粥怎么啦？没什么，赶紧吃你的，否则啊，叫你嫂子不给你做肉吃。哼，大哥小气。等你以后自己娶到媳妇儿了，你就知道了，到时候你也会这么小气的。得，你们这群泼猴，赶紧吃饭了，合着早上就开始逗乐了。靓仔，赶紧吃你的，吃饱了上午多干点活。知道了，老娘。很快一家人都吃好了早饭。李小七洗好碗筷后捡螺丝去了。叶凯和几个弟弟们带着请来的5个人去稻田拔草了。李小七走去上次抓到鱼的地方捡螺丝，因为赶时间，李小七想快点捡好螺丝回家，一起帮着彭氏做饭吃。今天可不止3桌。大概过了半个时辰，李小七感觉差不多了，捡完这最后1桶就可以了。李小七捡满最后1桶，提着往岸边走去。刚好经过岸边比较水深的地方，估计是鱼受到惊吓煽动了水流，被李小七发现了。竟然有鱼！李小七赶紧放下木桶，朝着鱼刚才游动的地方去。嘿，今天可以加餐了。李小七一番操作猛如虎，直接2手摁住了鱼头腮边，这下鱼跑不掉了。哎呀，还挺大的！赶紧倒回去，把桶里面的螺丝倒进背篓里，把鱼放入桶里，装上一些水，这样就齐活了。李小七赶紧又拿起之前赶鱼的棍子，在水深的地方又敲打敲打，试图再找出一条鱼来。大概找了几分钟，还真被李小七又找到一条。李小七又是刚才的一番操作，轻松就抓起了鱼头2腮，乐颠颠的跑去桶边。看着时间不早了，赶紧背着背篓提着桶回去了。等到家都已经快4时钟了，大概快10点了。小七回来啦。小沈来啦。嫂子干啥去了？小芳来了，捡螺丝去了，这不还抓了2条鱼。小琴琴呢？睡着了，所以才能帮着一起干点活。啊。之后李小七赶紧换了衣服，就开始处理2条鱼。今天熬鱼汤，刚好是新鲜的。鱼头鱼尾熬汤，刚好彭氏说今天煎豆腐吃。早上在村里人还没赶集之前，就给买了一些豆腐，这下刚好，豆腐鱼汤材料备好了。李小七弄好螺丝后，也加入了做饭的队伍了。哇塞，这还没吃上呢，我就闻着香味了。今天中午吃什么？我看看，有兔子肉啊，还有獐子肉，还有鱼汤呢。嫂子，哪来的鱼啊？上午我去捡螺丝抓的。哇塞，嫂子好厉害，我最喜欢喝鱼汤了。那等下吃饭的时候多吃一点。大家洗好手，赶紧来吃饭啊！大家都饿了，赶紧坐下就开吃。今天中午加上泥瓦匠，总共弄了4桌。好吃，这是兔子肉。是的，大家吃尝尝，看着就不烂。别说，还真好吃。一涵，我跟你说啊，自从来你家做工之后，回家我婆娘做的菜我都难以下咽了。不知道咋回事，总感觉没你这儿的好吃。我也是啊，为此我还自己上手炒，结果也弄不出来这味道，简直了！回家吃饭都不香，就在你这儿吃的香。我也是，看来还是人家叶涵媳妇儿厨艺了得，这不
把大家的胃都给俘获了。赶紧吃吧你们，我媳妇儿脸皮薄，你们可悠着点儿，吃都堵不上你们的嘴了。你们看，这就护上了啊！行行行，我们吃。一群大男人说说笑笑，一顿饭就解决了。当然，桌上的菜也解决的差不多了，个个吃得肚圆。今天是小叔子们上私塾的日子，也是村里组织又一次摘西红柿和辣椒的日子。哇，这就是嫂子做的卤狼肉啊！一盆卤狼肉，一盆卤獐子肉，你们赶紧吃吧，吃完就去私塾。带去私塾的我已经切好了，就放在火房盆里，等下你们走的时候自己带上。好的，谢谢大嫂。谢谢嫂子。谢谢嫂子。今天咱们家要派一人去镇上一起卖番茄和辣椒。我去吧，爹，你和相公都要忙，估计就我去是最合适的了。别，媳妇儿，你还是在家里做饭菜吧，那么多人的饭菜呢，娘也忙不过来。我看就我去吧，反正稻田里他们都知道怎么弄，哪些是我们的。爹就在家一起帮着盖房子。我觉得行，就按韩儿说的吧。不过今天多派几人去除草，我叫你叔一起去帮着除草一天。还有多少亩地没有除草了？估计还有30亩吧，反正还有挺多的。要不干脆多请人吧？还是不要吧，多请人做饭都累，大不了就是多干几天。李小七觉得也行吧，那就慢慢干。秦卫楼直接上秤，看着都挺新鲜的。又是伙计打秤，岳掌柜登记。这次的是3背篓番茄共335斤，辣椒3背篓是260斤，还按上次的价钱折成银子，就是番茄1675两，辣椒就是520两，总共是2195两，可对？是的，岳叔，你算得不错。其实每次报数时，叶寒都在计算，这还是李小七教的，心算也叫口算。叶寒觉得媳妇儿真的是什么都会。我给凑个整数吧，那就结账。不过在结账之前啊，我想跟你说件事。什么事？岳叔说吧。这辣椒和番茄呀，府城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而且价钱卖的也更高。是不是就是你上次说的，你同村里的人发现了后送去府城卖了？岳叔，我也是上次回去的时候才知道的，听他们说是去府城卖的，还是按个卖。好，知道了，这事儿我会跟东家解释的，不用担心。不过既然咱们一开始有协议，还是希望村里的人都能遵守。不知道叶寒啊，你能不能和你们村长说说？实在不行呢，我亲自登门也无妨。岳掌柜颇受压力，只能确保后面的番茄和辣椒不会有其他人再卖去府城，否则家主的雷霆之怒他承受不住。这事儿我会跟村长提的。那就谢谢了，谢谢各位。七人尴尬的摆摆手，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毕竟这事儿他们可没有决定权。应该的，岳叔。村长站在台上，把银子的数目跟村民们报了一遍后，咱们村里130户，每户可以分17两银子，还余下18两银子，下次再一起分了。说到分钱，大家都很自觉。叶寒发钱，村长登记，然后村民盖个手印，全村人都非常开心，比过年还热闹。每个领完银子的人都会说一声谢谢，那是他们心里的感激之情。因为贫穷，也因为学识不够，读书少，只能道句谢谢，带着笑容走了。2天之后，一家人正在吃早饭。砖瓦昨天全部运来了，今天估计能盖好，明天就可以上梁了。我估摸着今天也应该差不多了。今天啊，我估摸着今天能早点收工，还是只留2个帮工在这盖房子吧。另外8个帮工去除草，稻田里的草估计还有1-2天就差不多了。这次倒是拔得挺干净的，这些人做事倒是实诚，不会偷奸耍滑。那是，田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长了一些大骡子，他们全部用背篓捡着了，刚好可以弄回来喂小龙虾。怎么前面没有听你说有大骡子呀？前面那些田里面没有，就今天拔草的稻田里有，而且一天加起来捡了1背篓，看看今天稻田里还有没有了。那是要全部剪掉，否则稻苗都要被这些骡子吃掉了。所以我估计拔草的还剩几日才能做完。那就这么着吧，明天上梁要给大家发铜钱的，有些东西要提前准备，今天还要去赶集呢。韩儿，你去赶集买东西吧，下午就去啊，
刚好把你弟弟们接回来。好的。买一些糖果，撒铜钱的时候混着一起撒。还要买一只猪头、酒，那些个瓜子、糕点之类的都买点儿。还有……好的，知道了娘，我都会买好的。李小七看着天色，应该不到辰时，跟庞氏说了一声就上山了。这次李小七上山是因为家里没多少肉了，李小七想着先去弄一些肉回来，反正明天上梁，估计要很多肉食。李小七上山后直接就往深山跑。巴布，帮我扫描，最好有野猪。好的，主人。主人，右手方向20米处有野鸡。好的。李小七朝着巴布说的位置快速移动，在快要接近的时候速度慢下来，李小七赶忙用意识控制野鸡，随后飞快地跑过去，一把抓住，随后放进背篓里面，然后继续往前走。巴布，有猎物赶紧知会我，我赶时间回去呢。遵命，主人。等李小七大概走了1刻钟后，巴布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前面60米处有野猪。太好了，走。当李小七看到野猪时，既惊讶又惊喜，竟然是一头大野猪带着一只小猪崽儿。这只猪好像是猪爸爸，咋就不见猪妈妈呢？一家3口齐活了多好。巴布，这附近就这猪爸爸和小猪崽，猪妈妈呢？不知道，估计被你和寒夜扫灭了吧。上次的1母猪3野猪，说不定跟这俩货是一家。瞎说，说不定猪妈妈跟别的帅猪跑了。随后李小七赶紧用意识控制大野猪和小猪崽不能动弹，用叶寒的弓箭学着叶寒之前的操作，准确无误的射击。李小七赶紧找到一些藤蔓，把野猪搬上木筏上，用藤蔓绑好，背上背篓，拖着木筏直接朝山下走去。幸好上次回去后，李小七觉得自己太弱鸡了，去空间吃了大力丸，自此不能说力大如牛，但是200-300斤的重量还是不在话下的，反正比叶寒的力气还要大。等李小七回到家的时候才42克，小成够快的。李小七感觉自己吃了大力丸和洗髓丸后，身体素质明显得到改变。虽然有时候做多了事情会觉得疲累，但是休息后就会马上恢复。呀，我回来了。哎呀，你咋拖回来一只大野猪啊？哎呦，可要累惨了，你这样。啊，还有一只小猪崽儿啊，2头猪你就这样背着拖着回来啦？庞氏突然觉得李小七有点彪悍，赶紧歇歇，先别管猪了，我去打水给你喝。好的，娘。李小七只好停下手里的动作，先坐下休息一下，但其实他一点也不累。哎呀，好大一头野猪呢，小七厉害呀，你还能把野猪打死。运气好而已，我就是跟着相公去的次数多了，知道怎么射箭，不想今天还挺准的，就射中了。哟，那也很厉害了。李小七笑笑，叶饶是也去干活了。等差不多时间，李小七也去伙房帮忙了。过了半个时辰后，叶寒回来了，看见院子里的2只大小野猪，别提多惊愕了。下牛车的时候还被绊了一下，差点摔了。这哪来的野猪啊？我猎杀的，就用你那把弓箭。李小七不好意思的回答，感觉自己也有点彪悍了。不是吧，媳妇儿？上次你背头狼都背不动，怎么这次？上次不是你在吗？这次你不在，那我打到了野猪还能扔了呀？怎么的都得想办法弄回来不是？说的也是，那累惨了吧？这木筏你也会做了，学习能力挺强的。叶寒看着野猪身下的木筏，感觉跟自己做的没差。媳妇儿学习能力也太彪悍了吧？就按照你上次说的那个木筏做的，我手艺学精了没？和我做的没啥区别，学精了。随后叶寒把牛车上的东西卸下来放好，再去伙房打了热水处理2头野猪了。这是野猪？是的。厉害了，这野猪挺壮实的，这一头估计也有100多斤呢。差不多。大家干了一上午的活了，都饿了吧？赶紧吃饭，这野猪啊，晚上给大家炖肉吃。那感情好，天天有肉有酒有饭菜，这日子叫我过一辈子都不够的。这时除草的帮工也一起回来了。这是又有野猪吃了。
说对了，但没奖励。要啥子奖励啊？直接大块吃肉就是最大的奖励了。没错，以前别说我儿子馋肉了，连我都馋呢。来叶寒家做工之后，我就不馋肉了，因为最好吃的肉都在这吃过了。说的没错，大家赶紧吃饭吧，啊，否则菜都凉了。说的没错，赶紧吃饭，有肉有菜，还有香喷喷的白米饭，是我人生最高追求了。下午未时中，大家伙又去干活了。李小七在吃好午饭后就没休息，直接去上次捡螺丝的地方捞鱼了。李小七这次在上次捡螺丝捞着2条鱼的地方，用长棍子在水深的坑里划了一下，没鱼了，一条也不见。李小七想着往前面走走看，就循水流一直往上找。阿布，扫描一下附近有没有鱼。好的，主人。往前水流多的地方有鱼。好嘞。不过1刻钟，李小七就到了，赶紧用棍子这儿划了一下那戳戳。什么东西啊？竟然把我的棍子给拍开了！好家伙，哇，这么大一条鱼！嘿，大头鱼，你看我干嘛？好硬我，那我只能把你带回家了哈。李小七用意识控制住这条大鱼不动弹，一把网住，嘿，进网了。随后赶紧放进桶里，灌上一些水，这样鱼就不容易死了。李小七拿着渔网往水深的地方捞着，又一条鱼。李小七用网兜住了，因为鱼太活跃了，又给跑掉了。没办法，只能又用意识控制了。李小七控制那条鱼往李小七方向游过来，很快鱼就乖乖地游到李小七脚下的河岸边。很好，算你听话。李小七把鱼又放水桶，继续往前走，去前面捞捞看。哇塞，这么多鱼啊！这是养的鱼塘啊！李小七赶紧跑过去，扔了渔网，直接用背篓了。李小七用意识控制所有的鱼不动，然后把背篓当渔网用，背篓下水捞。嘿，半背篓的鱼。幸好李小七现在的力气大了，能直接拖起来，鱼一下子装了半背篓，但是却只有6条鱼，而且都是大鱼。李小七满足了，赶紧把背篓背起，捡起渔网走去桶边，把桶里面的2条鱼放背篓里面，拿着空桶和渔网背着8条鱼回家了。小七回来了，哎，咋身上还湿了呢？赶紧换衣服去，别感冒了。哎，等下去吧，我先把鱼处理了再去换，否则换了也得湿了。鱼？你真的捞着鱼了？啊，这么多鱼！哎呀妈，这么大的鱼很少见啊，而且这也太多了。嘿，我今天去的地方鱼比较多，所以就被我捞回来了。哎呀，太好了，有鱼有鱼，刚好明天上梁，真是好兆头啊。彭氏看着鱼和李小七，觉得这媳妇儿啊绝对是旺夫旺家的。村里可从来没有听谁说捞过这么多鱼的。那你处理好鱼就行，晚饭我跟你小婶做，你等下自己去休息下。这媳妇儿没得说，比自家儿子还能干。转眼第2天到了，今天是上梁的好日子，李小七和彭氏早早的起来揉面团了。今天会很忙，不仅要蒸馒头包子，还要把准备上梁的用品都准备好。这里上梁有个规矩，上梁前摆桌，上梁时喝彩，上梁后撒馒头。一些比较富贵或者大方的主家还会撒钱糖果。在午时，饭菜就已经全部做好了。叶饶是端好菜，摆好碗筷，刚好这时泥瓦匠等人都回来吃饭了。饭菜好香啊！大家吃好喝好，辛苦各位了。每桌都放了1坛子酒啊！今天上梁，酒也管够了喝。那是必须的，叶老哥家的伙食那不是吹的，好得很呢。咱们开吃了啊！吃，这烧鱼不错，特别酥。还有更好的呢！哎，看见这红烧肉没？这色泽不用尝我就知道好吃。哈哈哈，大家赶紧吃吧。这时除草的人也都回来了，很快就坐下一起吃饭。今天上梁应该很热闹吧？那可不，咱们回来的时候有人还在说捡到好多钱呢。叶叔，你家今天抛粮撒了多少钱啊？我咋听说村里人都捡了好多？对啊，还有捡到糖的、馒头的。
这不今日上梁，让大家都高兴高兴，提前准备了8888个铜板，和着糖与馒头一起抛粮了。哇塞，我错过了什么啊？这么多钱，铜板合计就8两多银子了。是啊，叶叔，你早说，否则我们干脆抛粮的时候也回来热闹热闹。不需要你回来，你家狗子估计能抱一堆回去，不信吃完饭你回去看看。叶叔就是大方，我听说今天撒了好几筐的东西呢。各种高兴声、议论声、吃饭声声声入耳。很快大家都吃好了饭，房子下午只要盖上砖瓦就行了，下午就可以完工了。相公，我有东西给你。媳妇儿，什么呀？我也有东西要送给你，昨天太忙了，后来又睡着了，就没机会。那你先送还是我先送？当然是我先送。这是我昨天买的，好看不？好看。我帮你戴上。好看吗？好看，特别漂亮。那轮到我送你礼物了。这是啥？金轮月拳天门太极，这是啥？叶寒感觉像武功秘籍，于是拿上一本翻看。还真是武功秘籍啊！媳妇儿，这些你哪儿来的呀？一个老头给的。老头？什么老头？怎么会给你武功秘籍啊？就上次打野猪的时候碰上的，我救了他一命，他要感谢我，就送我3本武功秘籍了。真的没骗你，下次碰上他你可以找他对峙，我没骗你。韩老，媳妇儿，我只好奇而已，没有不相信你。只是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这武功秘籍一般都是武林人士或者朝廷里面的人才有的，说明你救的那个人不简单，而且还一下送你3本。哼，啰嗦！我问你，命更重要还是武功秘籍更重要？我救他的时候他受伤了，否则也轮不上我来对付那野猪了。媳妇儿，你真可爱。可怜没人爱。谁说的？我就很爱媳妇儿。你这个呆子，这武功秘籍你是练还是不练？练，必须练。媳妇儿说干啥就干啥。这本金轮月拳你先练着，我练这本天门太极，还有一本12绝技先给二弟他们练，等练完手里的我们再交换，怎么样？挺好，一本都不能浪费。这个有钱都难买到，你这救人一命胜过千金了。我运气好呗。叶寒看着李小七，就是觉得媳妇儿的脸变得特别好看，想试试手感。叶寒故意伸手摸了一把李小七的脸，感觉 QQ 弹弹，特别光滑。媳妇儿，你皮肤好好摸啊。你别乱摸，小心我揍你。行啊，我不摸。李小七只剩呜咽声，双手使劲都推不开，直到李小七觉得嘴麻了，叶寒才离开。你技术烂死了，喝得我嘴巴疼。小说不是都说接吻挺那啥的吗？前2次也不会这样啊，这次怎么这么痛？媳妇儿，我知道了。叶寒内心憋着坏呢。媳妇儿，等着瞧。媳妇儿，我想你了。我不就在你面前，你还想我？咋想我呀？不要怪李小七不懂情趣，李小七前世也没交过男朋友，对这方面没啥经验。以后你就知道了。赶紧睡吧，下午还要干活呢。咱俩一起睡。小妹，你上次不是说轮到我值夜班的时候告诉你吗？村长安排我明晚值夜班，后天就要组织人摘番茄和西红柿了。明晚是吧？我知道了，你去换班之前找我一趟，我有事找你。哦，好。房子终于盖好了，这下可以歇一歇了。除草的活明天就全做完了，后天村里组织摘番茄和辣椒。房子盖好可是做完一件大事儿，我这心里头可以放心了。这些天大家都挺累的。是啊，大儿媳妇帮了不少呢，否则你还真忙不过来呀。嘿，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知道我多心疼这丫头呢。唉，你说当初她家人是有多狠心才会卖了她，
这么好的姑娘。听哈儿说是他爹把她卖了的。这么狠心的爹，小七在那儿估计日子也难过，幸好来咱家了。来这儿后，小七都没提过他爹娘，估计恨透他们了。咱们也别提吧。这还用你说？这儿媳妇我可是稀罕的很呐。你看咱村子里哪家的媳妇能赚钱能干活的？知道就好。你也泡泡脚，赶紧睡吧。知道了。赶紧吃饭吧，吃好了我送你们去私塾。哈儿啊，你今天跟着一起去除草吧，我把新房整理整理，让它晾几个月。还有就是家具这些东西，我准备过些天去镇上买，也好晾晾。到时候咱们都去，争取年底咱们一家住新房。好呀，有新房住了我最喜欢。我要自己挑一个房间。我也要自己的房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刚好你们自己的房间就是你们的书房、卧房和书房一起了，简直太棒了！你们还是赶紧吃饭吧，不想被打板子的话就别迟到。娘，你能不能别扫兴，就爱说挨板子的事儿。嘿，别以为我没听见，我可听说了，你们谁迟到了差点挨打手板心，是不是真的？得，我不说话了，总行了吧？咋就迟到了？而且要迟到的话，应该全部都迟到了吧？大嫂，没迟到也没挨打。是这样，昨天本来我们去的比较早的，但是三弟贪玩，在夫子后面才进学堂，夫子就以为他才来，就要惩罚他。学堂迟到就是要挨3下手板心的。那为什么不跟夫子解释？三弟说了，而且我们也都解释了，替三弟作证了。最后夫子没有罚三弟，只是警告，下次必须提早进学堂，不能在外面贪玩。原来这样啊！那你们赶紧吃饭，早点去，不要贪玩，免得迟到。娘，赶紧尝尝，我做成功了。啥？让我尝尝？这是你之前做的酒？快尝尝。好。随后彭氏端过碗，抿嘴尝了尝，再抿嘴尝了尝，最后一口就把碗里的喝完了。怎么样？这真是你做的酒？我咋感觉比我以前买的所有酒都好喝？我就从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娘，既然这样，今天要不要弄出来喝呀？当然，刚好之前买的酒只剩1坛了，干脆今天就不喝烧酒了，咱们喝这个甜米酒，给大家换换口味。那我去打吧。咱俩一起去，我看出了多少酒。还行，打完这次的酒再密封好，这个还有酒出来的，出酒挺多。我也是这样觉得的。两人打完中午和晚上喝的酒就够了，之后李小七密封好，就没再管他了。很快除草的人全部回来了，叶一鸣也从新房子处回来了，大家自觉地洗手吃饭。今天的酒不一样啊。颜色不一样，我不仅能闻到酒味，还有甜味。我先喝一口，这酒啊实在诱人。太好喝了。真有这么好喝？帮我倒一碗。自己倒，我要喝酒了。小气。这酒是甜米酒，但是特别好喝，有烧酒的劲儿，又有米酒的香甜，融合得非常好啊。这酒哪儿买的？对呀，叶叔，你家这酒哪儿买的？哪是买的呀？这是我家儿媳妇小七自己蒸的甜米酒，好喝吧？晚上还有。叶一鸣刚回来就听彭氏说了酒的事儿，叶一鸣还偷偷拿碗打了小半碗尝尝，结果可要馋坏了他这个小老头了。现在还想着喝呢，真是太好喝了。真的，叶叔，这酒可太好喝了，只要晚上还有，咱们就大口的喝。对，太好喝了。幸好晚上还有，否则要馋死我。我还没喝够呢，1坛酒就没了。你还说就你喝的最多，竟然喝了3碗，我才喝2碗。我也才喝2碗。你说集市上也有甜米酒，自家也有甜米酒，可就是没有叶寒家的甜米酒好喝，喝了一次还想再喝一次。晚上再喝，下午还得干活呢。若是你们喝醉了，谁帮我家干活呀？
说的也是，那就晚上喝。现在吃饭吃肉。对，吃饭吃肉。媳妇，好像有声音，好像是野鸡的声音。你在这等我，我去给你愣一声。随后，李小七朝野鸡的方向缓慢走去。当看见2只野鸡后，用意识控制住，飞快跑过去，一把抓住，一手抓一个。叶寒都看呆了，这样也行？这也太厉害了吧！怎么样，厉害不？媳妇儿，你这招也太厉害了吧！上次也是这样抓住的野鸡，百试百灵啊！叶寒接过一只野鸡，随手扯了根藤蔓，绑住野鸡的脚和翅膀，就扔自己背着的背篓里了。另一只李小七已经绑好了，也扔进背篓里。2人朝着断崖处走去了。不过半个时辰就到了断崖处。这时村里人有的已经把摘好的番茄和辣椒搬到一起了。李小七走去看辣椒和番茄苗了。李小七走近一点看，发现这些番茄和辣椒苗没有以前那么元气满满的了。正如大夏天的植物被太阳晒干了水分，叶子有点干瘪的样子。这些番茄和辣椒如果继续下去，估计都活不成了。李小七想给他们浇灵泉水来着，可是这里日夜都有人守着，风险太大。李小七不敢冒险，也不想冒险，一切就顺其自然吧。看来得跟村长说了，要留着种子，明年才能继续种植了。人多做事快，很快村里人就把装着番茄辣椒的背篓背起来下山了。李小七和叶寒也跟着村里的队伍下山了。等下叶寒要赶牛车一起去送货，最好就一起回去。一行人下了山之后，李小七和叶寒先回家，叶寒赶牛车去。在路上，李小七把他观察到的跟叶寒说了，叮嘱叶寒跟村长和岳掌柜说。李小七之后就回家了，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拴上，进入空间。巴布，保鲜房的西红柿和辣椒能不能卖给系统，赠送我大量这2种作物的种子呀？可以的，主人。你不仅能得到积分，还能收获一份礼物。这个礼物你可以要求是西红柿和辣椒的种子。那行，那就卖给系统吧。我要把之前的奖励另外100亩良田全部种上辣椒和番茄。李小七已经想象自己又一次丰收的景象了。好的，主人。巴布一通操作，保鲜房的西红柿和辣椒全部卖给系统了。同时，李小七面前出现了2麻布袋的种子。这系统还能弄到这种麻布袋啊？主人，麻布袋经用，配你最合适了。你在暗示我，我准备揍你了。主人，我不敢了。哼，有你这个辅助者，算我倒霉。李小七看着眼前的麻布袋种子，开始用意识控制种植了。李小七用了大概2刻钟，就把上次奖励的另外100亩良田种植完了。最后还剩下每种种子大概3-4斤的样子，也还有挺多的。李小七想着，刚好明年自己家种植，又要买田地了。李小七把剩下的种子先放好，就去看别的了。主人，你咋还不看看我？你什么时候带我出去玩啊？我好想出去看看。小蛮，我也想呀，这不是最近都很忙，压根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带你出来吗？等过2天，我看看能不能带你出来，你再等等好吗？好吧。好啦，别不高兴了，我尽快想办法。我相信主人，我等着就是了。走，咱们摘玉米吃去。李小七边吃边去药房。这次李小七想拿大力丸偷偷给全家吃，让他们也变得更加强大。当然还是老方法，弄到粥里去。每天早上只要李小七做早饭，他都会在粥里放点料，不是洗髓丸丹恢复丹，这次又多了一样大力丸。李小七拿上一瓶就出空间了。娘，需要我做什么？摆好碗筷就行了，我这最后一个菜马上就可以吃饭了。好的。今天估计涵儿她又要很晚回来，咱们先吃吧，我已经给她留菜了。我也这么觉得，每次去镇上卖番茄和辣椒都会比较晚回来，因为还要给全村分钱。今天你们又打了2只野鸡，我想着你小叔和小婶儿帮了不少忙，你之前卤的狼肉和獐子肉还有一些没吃完，干脆都送给你小叔家得了，再拿只野鸡去，你们觉得咋样？我觉得行。可以啊，不过娘，小叔好像也特别喜欢喝咱家的酒，要不你再淘点酒去？好，刚好多淘一点出来，晚上我们自家也喝。那感情好啊！你别说，小七蒸的这酒啊，我也稀罕，真劲道，太好喝了。
何止是你，喝过这酒的都是念念不忘的。我也想喝。想喝就喝，咱自家蒸的酒，管够了喝。还有一些糯米没有蒸呢，我看着什么时候有时间，过2天我给一起蒸了。行啊。几人边吃边说，不知不觉就吃完了一顿饭。彭氏收拾好碗筷，就去叶饶氏家送肉和酒去了。李小七在自己屋子里尝试着照着武功秘籍练招式。大嫂，我们回来啦！哎，知道了，回来的真及时。嫂子，你去哪儿了？去池塘看了看，爹，小龙虾可以打捞起来卖了，个头都挺大的。好的。这些天忙着盖房，也没顾上小龙虾。你们进去吧，我去找你小叔。当初跟他说好的，一起打捞。吃饭了。来，我给你们倒上。我也要喝酒。不行，小孩子怎么能喝酒？喝坏脑子怎么办？娘，我可以喝吧？我都这么大了，可以喝一点点吧？我就尝一口，这毕竟是嫂子做的酒，肯定很好喝，我都还没喝过呢。娘，就让他们喝一口吧，你不让喝，他们就会一直馋着。我看也是，干脆每人倒一口，喝完也不许吵着要了。那行吧，就一口。先帮我倒。瞧你好奇的。哇，好好喝，好甜啊！啊，真的好甜，好好喝。嫂子做的就是好喝，好甜呢。啊，太好喝了吧，就是不够喝的。一群小兔崽子，别得寸进尺啊！要不是你嫂子求情，这一口你们都没得喝。有喝的就知足吧。好了，你们喝过酒就行了啊，小孩子不要贪杯。这酒喝起来甜，但是后劲儿很大。你们赶紧吃饭啊！赶紧吃饭吧，有蒜苗炒猪肉呢，很好吃。一家人喝酒的喝酒，吃饭的吃饭。天刚蒙蒙亮，李小七就醒了，赶紧起床收拾一下，把之前藏好了的大力丸揣怀里，就去伙房洗米下锅烧火了。等粥煮熟后盛起来，李小七赶紧扔了4个大力丸，家里8口人分2次放就行了。大力丸的颜色更浅，没有洗髓丹的深，所以多放点没事儿。媳妇儿，你起那么早干啥啊？晚点煮粥也没事的，实在赶不及就在镇上给他们吃一顿就是了。没事，反正我醒了之后也睡不着。再说了，自己做的早饭还是更好吃的。你赶紧洗漱一下吧，我先端菜过去，马上吃饭了。哎呀，我今天起晚了，小七竟然把早饭都做好了。娘，偶尔晚睡没关系啊，我有时候不是也会睡晚吗？等我起来，娘也把早饭做好了呢。哎呀，就你嘴皮子利索。很快一家人都坐着吃饭了。家里卤肉没了，我想去上山看看，若是能猎到大家伙，也好再做一些卤肉，小叔子们可以带去私塾吃。啊，我和媳妇儿一起去吧。这前面一直家里就忙得停不下来，你们缓过劲儿了？我不累的，娘，不需要缓缓。那随你们吧。等吃好饭，叶一鸣送几个孩子上私塾，叶涵和李小七又上山了。李小七这次上山可不仅仅是为了肉，还为了找个借口把蛮牛放出来。两人很快来到深山。我们再往前走走吧。还是别走那么远，那边我很少去了，听说那边有老虎和熊瞎子。没事的，你以前不是去过吗？不过你先等我一下，我先去方便一会儿。那你去吧，就在那边好了，不能走太远啊，这深山很危险，远了我怕找不到你。好，你就在这等着我。走到草比较高、比较茂盛的地方，叶寒也只能远远的看见头顶，一蹲下就看不见了。媳妇儿，别再走了，就在那解决。好，我就在这儿。巴布，弹进草苗附近，看看哪里有遮挡物的，我让蛮牛出来。巴布，弹进草苗附近，看看哪里有遮挡物的，我让蛮牛出来。好的，主人。右手方向100米处有一个深坑，你把蛮牛放在那儿去，然后让它自己出来。蛮牛，听到没？知道了，主人。我会跑去你们的前头的方向，让你们发现我。OK， 就那么说定了。我用意识控制你过去。李小七说完，就想象蛮牛出了空间，瞬移进入那个深坑趴下。然后李小七假装解决完了，赶紧跑去找叶寒。两人又继续往前走。小蛮，你朝我前头去。知道了，主人。李小七和叶寒两人继续朝前走去。当走到一片比较开阔、青草茵茵的地方后，
叶寒瞬间拉起李小七躲了起来。媳妇儿，好像是头牛。牛？那咱们怕啥？出去呗。啊，好，我看了一下，好像没其他动物了。两人直接从草丛里出来。这时蛮牛也发现了叶寒和李小七。蛮牛一走到这里就觉得这里很好，空旷，还有好多野草，虽然也很好吃，但好像跟空间的没法比。真的是头牛啊！媳妇儿，小心！这牛好大呀，而且颜色跟咱们家的也不一样，好像还没有攻击性。还是小心点儿，这牛看着挺温顺的，就是不知道是谁家的，竟然放这里。这样的牛也没见谁家有过呀，估计就是生活在这深山里的。叶寒伸手想摸一下蛮牛的头，蛮牛立刻呲牙，用2根尖尖的牛角想顶叶寒，被李小七一句呵斥声竟然停下了攻击的动作。叶寒惊呆了，也快要吓死了，有点没反应过来。刚刚还无比温顺的一头牛竟然会像狼一样呲牙，还用牛角想撞人，说明这牛绝对不是别人家养的，因为野性未除。但媳妇儿的呵斥声他竟然能听懂，而且还就是听了。小娘娘，我们碰上你，咱们也算是缘分，对不对？你可不能攻击我们，我们可以带你回家，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一份子了，好不好？叶寒无语了，觉得媳妇儿太天真了，牛怎么能听得懂人话呢？可是为什么打脸打得这么快？只见蛮牛把自己的头朝下点了点，这头牛竟然朝着李小七点头。那我们说好了，我带你出去，你以后必须听我的，我就是你的主人了，没有得到我的命令不许攻击人，听到没？蛮牛又点了点头，还像马一样打了个响鼻，后脚踢了踢，貌似很高兴。叶寒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牛成精了，怎么会听懂人话，而且还听媳妇儿的话？叶寒有点不相信，也想试试。媳妇儿，能让我试试不？可以啊，他很乖的。牛啊，牛，你以后也要听我的啊，我也是你的主人，知道吗？蛮牛没理他，听见没？这次蛮牛直接一甩头，把他宝贵的头颅扭一边去了。哎，这牛咋回事啊？这是不想理我还是咋的呀？哎，小蛮，不可以这样，你也回应一下我相公才行，否则他不答应你跟着回去了。好的，主人。你答应我也是你主人，我就带你回家去。以后啊也得听我的，当然我媳妇儿的你也要听，答不答应？他就不信邪了，搞不定一头牛。蛮牛终于点了点头，还打了个响鼻。媳妇儿，你看他点头了，他真的听得懂我们说话哎。我觉得他挺好的，咱们带回家吧，我很喜欢他。好，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咱们先带回家，管他谁的，以后找我也不认，这就是我家的牛。那咱们给他取个名字吧。取名字？取啥名啊？哼，你个呆子，我就要给他取名字，以后就叫小蛮，你有意见？没意见，媳妇儿说啥就是啥，以后啊就叫小蛮牛，哈哈。嘿，就这么说定了。那咱们还去打猎吗？去啊，带着小蛮一起去。小蛮，你跟着我们去找猎物。蛮牛点了点头，随后一行2人1牛就开始狩猎了。巴布，赶紧扫描哪里有猎物。好的，主人。左手方向50米有大货，而且正朝着你这里走来。咱们等一下，先观察一下周围，我总感觉附近应该有猎物的。是吗？可我没听到什么声音啊。我们再观察观察。最后李小七侧耳倾听，叶寒也是，还真让叶寒听到了动静。在那个方向，我们去看看。叶寒指着一个方向，拉着李小七就走。李小七知道，就是刚刚巴布说的地方。2人赶紧走去，随着越来越近，听到的动静也越来越大。在一处长得比较稀松的杂草处相遇，叶寒和李小七竟然发现一头熊瞎子。为什么叫一头熊瞎子？因为这头熊的一只眼睛瞎了。李小七估计肯定是被猎人伤了眼睛，所以眼睛才瞎。熊瞎子看见叶寒和李小七，十分的气愤，整头熊就像排气扇一样呼哧呼哧的。媳妇儿，你快藏起来，我来对付他。你能行吗？咱们赶紧跑吧。我能行，媳妇儿，你绝对不能问男人行不行的，知道不？好吧，我先躲远一点。蛮牛，你去帮我相公一起对付熊瞎子。好的，主人。这瞎熊有啥好怕的？你牛，你上啊！那你就瞧好了。你来干啥？赶紧带着媳妇跑！蛮牛一脸不在乎，觉得叶寒弱爆了，简直不堪一击，大步朝熊瞎子走去。熊瞎子看见蛮牛的第一眼
就是有点怕。然后蛮牛走得越近，熊瞎子越怕。这咋回事？我咋怕一头牛？这不科学，太离谱了！眼看着蛮牛就要逼近，熊瞎子干脆豁出去了，立马攻击蛮牛。当熊瞎子冲过来的时候，蛮牛一把用牛角撞上熊瞎子一甩，熊瞎子竟然被甩出了天际。叶寒看着这俩货的打斗方式，惊讶了，蛮牛这么厉害。然后砰的一声，熊瞎子过了几息才摔在地上。然后李小七和叶寒发现熊瞎子不动了，这就解决了？死了？看着倒地不起的熊瞎子，觉得这头牛也太彪悍了吧？他是怎么做到把熊瞎子甩那么高的？蛮牛看着叶寒这蠢货，嘚瑟的不要不要的。人类真蠢，当然除了我主人。小蛮，你好厉害啊！回家奖励你卤熊肉吃。蛮牛开心的朝李小七点点头。叶寒懵逼了，这样也行？这头牛是什么牛？牛不是怕熊的吗？就算打也是打不过的吧？家里的那头黄牛绝对打不过这头熊瞎子，这牛绝对成精了。相公，愣着干嘛？赶紧把这熊扶到小蛮的背上，咱们回家去了。李小七说完，就和叶寒两人一起把熊瞎子弄到小蛮的背上。叶寒觉得自己的力气突然间变大了。蛮牛一脸不屑地瞧了眼背上的瞎熊，驮着跟在李小七和叶寒身后下山了。哇，这是什么？熊瞎子！哎呀，叶寒逮着熊瞎子了，还真是熊瞎子！哎呦，这都多少年没见过这东西了。叶寒，你厉害啊，竟然能把这货给弄回来。侥幸，全是侥幸。叶寒觉得自己没脸说了，能说这熊瞎子是这头牛猎杀的吗？不能，所以这锅只能自己背了，否则媳妇儿喜欢的这牛就得被当成怪物。你这是什么牛啊？咋不一样呢？大家都散了吧，我们要回家了。你看都正午了，大家也赶紧回家吃饭吧。叶寒无奈，被村民围着也没办法走了，都叫叶寒赶紧讲打熊瞎子的过程。叶寒真是要头秃了，这熊又不是他打的，咋说呢？所以赶紧转移话题回家去。也是啊，你不说我都忘记，我早就饿得肚子咕咕叫了。大家赶紧散了吧，让人家回去吃饭去。村民们觉得也是，就自动让开。叶寒等人就朝着家走去。呀，我们回来了！回来了，赶紧！这是怎么弄到的？娘，这事儿等下再说。哎，我爹呢？你爹在后院呢。他爹，赶紧出来！哎，来了，马上就摘好了。哎呦，吓我一跳！好家伙，竟然得了这么个大家伙，没伤着吧你们？我们没事的，爹。哎呦，赶紧弄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好家伙，真重啊，估计得有300多斤吧。不知道，反正啊，比上次弄的大野猪还大。要不这熊一半自己吃，一半卖了？我看行，但若是要卖了，就得整只装进去，跟买家说好，处理后咱们分一半，剩下一半就卖他们了。还等啥呢？赶紧吃饭吧。吃完饭，我和媳妇去行卫楼。我还有个汤，马上就能吃饭了。就这么说定了。李小七把蛮牛牵到黄牛身边，以后这黄牛就是你的伴儿了，你可不能欺负他。蛮牛看了一眼黄牛，一脸不屑，这黄不拉几的也太弱了，毛都这么短。之后才朝李小七点了点头。不说你刚好在啊，我正有事找你呢。小七丫头来了，你可是好久没来我这了。是呢，这不今天就来了，还给你送了个大货。哦，什么大货呀？我好家伙，还真是个大货呀！你们运气还真好。他这酒楼最近野味都少了，就只能收一些野鸡野兔的，大货一个没有，这真是及时雨呀！赶紧上车。月叔，这熊瞎子稀罕吧？那肯定的，我都好久没收到大货了，还是你们有本事啊！过奖了，不过我们也挺稀罕的，这不就想着这熊瞎子不全部卖，想留着一些自家吃。你看月叔能？这没问题，要多少？要哪个部分？你说。你看看能不能卖一半，我们自己留一半，钱你可以少算一点。你要留一半，吃得完吗？就是想做一些卤肉给我小叔子们带去学堂吃，少了也不好弄。这样吧，你们拿回去2个熊掌，再加10斤肉，剩下的都是我的，给你算高价，行吧？行吧，就这么着。好了，一共320斤，还挺肥大的。这熊肉啊比较贵，而且熊掌是分开卖的，熊掌更贵。
我先叫人啊，把这熊先处理了，等下把熊掌砍下来再称。好，叶寒和李小七就在等。岳掌柜安排人手处理熊瞎子了。不到3刻钟，岳掌柜就来找了。咱们去结账吧。2个熊掌一共80两，另外剩下的肉啊，就算是230斤吧，就230两银子，合计310两银子。你们算算。岳叔，这样的话你可要吃亏了。李小七知道岳掌柜让利了，有点过意不去，毕竟320斤是毛重。你放心，我可吃不了亏啊。那熊皮是个好东西，说不定我还能多赚，你就拿着吧。那行吧。不过我有件事情要跟你们讲，那番茄和辣椒在府城又有人在卖，不过量不多，估计啊就1背篓。你们想想看，你们村里面谁的行迹比较可疑的？岳叔，确定是我们村里流出去的，不是别的地方也有？按理说不应该啊，我们村长安排了人日夜守着的，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村民的眼皮子底下，大家都宝贝得很，应该是没办法偷摘出去卖的。而且村里也没有听说谁家有人不在家的。这目前怀疑的对象啊，就只有你们村了，其他村还没有听说有番茄和辣椒的呀。相公，艾小敏和他大哥在家吗？艾大饼在家啊，艾小敏我不知道。会不会是艾小敏啊？不会吧，她一个女的，怎么有胆子去偷摘番茄和辣椒？肯定会被发现的。哼，这可不一定，上次他不就有胆子吗？再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为了钱壮胆也不是不可能，但肯定有帮手，否则不可能悄无声息的。媳妇儿，你这么说好像也有点道理，要不回去咱们试探一下，艾小敏是不是在家就知道了。岳叔，这事儿等我们回去求证才能知道，而且这事情还需要调查。我知道，若是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好说，那我们先走了。两人赶着牛车朝出镇的方向一路上查查看，看一下能不能找出蛛丝马迹。现在才未时末，离叶凯等人下私塾还早。两人出了镇，正想找人问问前几天有没有见过艾小敏模样的人出镇过，就看见前方有一辆马车朝着李小七这边的方向驶来。马车？我还是第一次见过这么高档的马车呢。我也是，这个一般都是富贵人家才有的马车吧，咱们镇上可没有这样的。很快，马车就到了叶寒两人的面前。你们怎么回事啊？没看见我们过来？赶紧把牛车赶到一边去，别挡道。你怎么说话啊？叶寒本来是要过去把牛车赶到边上去一点，方便马车通行，但听到对方说话语气这样，就不想赶了，不让道了。这样也能过，只是很考验车夫的技术而已。就这么说话，赶紧把你那破牛车赶一边去，别耽误我事儿。为什么是我们把牛车赶走，不是你们把马车赶走？我们正准备出去呢，你不也是挡着我道了？嘿，小娘皮怎么说话呢？明明就是你们挡道，再不赶牛车，别怪我不客气了。你骂谁呢？信不信我揍你？好啊，打就打，谁怕谁啊？好了，别闹了。这是艾小敏的声音。马车里竟然是艾小敏，竟然是你，你怎么出阵了？这时他100%相信媳妇儿说的了，艾小敏肯定是偷摘了番茄去府城卖。叶寒哥，我出去办点事儿。再说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你们就让让呗，我还赶着回家呢。哼，凭什么呀？这女人绝对是村里的叛徒，绝对是她。哼，我又没跟你讲话，我跟叶寒哥讲话关你什么事？你跟我相公讲话还不关我的事？可我不想跟你说话了。马车可以过，只要车夫技术过硬，这么宽的路会过不了。过不了只能说明不配赶车，技术太差。叶寒哥，你咋这样？哼，咱们走，小心点就行。随后车夫上了马车，赶着马车还真就过去了。真是多此一举，早这样多好。如果直接过去了，就发现不了艾小敏出过镇了，而且还坐着这么好的马车回来，绝对有猫腻。媳妇儿，你说的真对，这事不简单。咱们把这事告诉岳掌柜去吧，剩下的就让他去做了。我们把这线索给他，现在就去。李小七直接上了牛车，
叶寒赶着牛车飞快地朝着秦卫楼去了。之后李小七和叶寒到了秦卫楼，把这事儿跟岳掌柜一说，岳掌柜立马想到了事情的关键，立马派人在出镇的必经之路跟着那辆马车，必要时抓了车夫询问。李小七和叶寒从秦卫楼再出来时，已经快申时钟了，两人赶紧赶着马车去私塾。娘，我们回来啦！哥和嫂子今天猎了一头熊呢。这还用你个调皮鬼说？我也早知道了。饭煮好了，就差炒菜了。娘，其他菜就别弄了，晚上菜挺多的，秦卫楼掌柜还送了菜呢，我再弄个熊掌吃就是了。好，这熊掌是炖着吃吗？晚上弄一个炖烤熊掌，留一只明天吃，明天去弄一个野鸡回来，做一道特别的菜给你们尝尝。那感情好，我等着吃了。我已经等不及了，好想吃。我也想吃了。我也想吃，我这辈子还没有吃过熊掌呢。你也太搞笑了吧，你这辈子才活了几年，才6年就能说这辈子了，你要笑死哥了。哎呀，一家人都被逗笑了，笑得嘴疼。一天又这么过去了，等李小七一觉醒来，大概寅时出。李小七看叶寒睡得很熟，立马进空间了。这次咱们去小山峰吧。主人，你终于还记得小山峰啊？你都多久没去了？算来算去，也就只去过1次吧。幸亏您老今天又记起来了。说话阴阳怪气，小心我揍你。这不是没时间吗？我那么忙，哪有时间天天去小山峰啊？走吧，少废话。李小七想象自己到了那个温泉山洞门口，里面的守护兽没回来吧？还没。那就行，我还是先去泡泡澡。他看见冒着热气的温泉，立马跳下去。还别说，真舒服，暖暖的水浸泡着，一下子就去除了疲劳，整个人都精神很多。李小七只享受了不到1刻钟就起来了，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巴布，扫描一下，哪里有高级野兽？是，主人。不过找他干嘛？上次不是说签约1只高级守护兽，那咱就早日完成任务呗。来小山峰的目的就是这个。主人，你终于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了，我以为你忘了。少废话，赶紧干活，别耽误时间了。是，主人。之后巴布马上扫描，发现隔壁那座高一点的山峰有高级野兽。巴布把扫描情况告诉给李小七，李小七瞬移去了隔壁小山峰。应该就是这附近了，我先找找。主人，不用找了，他就看着你呢。我看见了，巴布，这是麒麟吧？他会攻击我？有可能。行了，问了也白问。李小七决定还是自己亲自上阵，收服这只麒麟。嗨，麒麟野兽，你好呀。玉麒麟没回答，只是继续看着李小七。玉麒麟，你好呀。你好。麒麟说话了，跟我打招呼了。你好啊。接下来该怎么办？难道直接说我想要收服你，跟你契约？不行，肯定会被踹飞的。你刚才为什么不应我？因为你叫错我名字了，而且我不是野兽，我是神兽。原来是这样。那你的名字就是叫玉麒麟？还真是歪打正着了。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吗？好朋友？好朋友是什么？好朋友就是可以跟你同甘共苦，不计较利害得失，可以和你谈心的人。在你伤心的时候，他可以安慰你、包容你和为你打抱不平。原来是这样。你是人类吧？人类可以和神兽结为朋友，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契约魂兽。你是这个意思吗？是的，当然你有拒绝的权利。你想契约我呀？为什么？我需要1只高级魂兽帮我守家，帮我种田，辅助巴布照料空间的一切事宜。也就是一个守门的，或者是保姆。你竟然真像啊，真不愧是玉麒麟啊。不能这么说，守门也分很多种，我需要的是高级帮我守家的，可不仅仅只是一个门，所以任务很艰巨，只有有能力的魂兽才能够办到。保姆就更提不上了吧，毕竟你自己也能得到好处不是？反正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轨迹。你可以先考虑，下次答复我也行。我先走了。不需要。啊？我的意思是不需要等下次，我现在就可以回复你。那你说吧，我准备着。我答应跟你签订契约，但我有一个条件。
说。不能勉强我做不愿意做的事情，而且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也不做。当然，我也是这样的。那就行。李小七高兴的在自己手指头上咬一下，把血滴在玉麒麟的头顶处。很好，一人一兽就契约成功了。玉麒麟，你为什么愿意跟我契约啊？因为你是这个空间的主人，若是我不同意，只要你强硬用意识控制我，我一样逃脱不了。所以选择同意就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有不答应你的理由吗？原来是这样，玉麒麟你真聪明。那咱们合作愉快，以后就是好朋友啦。麒麟也是一脸的享受，感觉跟自己的主人契约后，就会有一股很温暖的生命力包裹着自己。玉麒麟很惊讶，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你现在跟我下去吧，咱们下山去。主人，你如果想要快点下去的话，可以坐背上，我带你下去，很快的。啊？你带着我还能很快下山？会不会把我颠散了呀？那我还不如用瞬移的呢。试试呗，你会惊讶的。行啊，那就试试吧。只见玉麒麟瞬间张开翅膀，竟然飞了起来。李小七惊呆了，嘴巴成了 O 型，一脸呆滞的看着前面不断倒退的树木。那么，这是有翅膀的玉麒麟？是的，主人。不过一般是没有的哦。但因为我在升级中获得了飞行功能，所以才能长出翅膀进行飞行的。平时不飞行时，翅膀可以隐形。啊，原来是这样，这也太逆天了吧！虽然你平时吃草的，但是这个玉米应该也能吃吧？吃的。那你吃着，这栋别墅就是我要你守的家，你只要看住就行了。我有事要出去了。好的。李小七听到玉麒麟回答，就赶紧转身出了空间，竟然发现叶寒没在床上。完了，这次是要被发现了吗？媳妇儿，你在房间里啊？我以为你不见了，你上哪儿去了？我上茅房了。我去茅房找了，你不在啊？上完茅房我去后院了。后院你找了吗？后院倒没有。那你为什么不在后院找我？我就在后院啊。刚回来看见你不在床上了，正准备出去找你呢。原来是这样，吓死我了。媳妇儿，大晚上的你去后院干什么？哪里有人不睡觉大晚上去后院菜地的？我去观察蒜苗去了。这不是听说咱们家的蒜苗种植的早，还长出来了，咱们还都吃上了。但是小沈家的蒜苗可没长，这不我就观察一下植物晚上的生长情况，研究研究。原来这样啊，媳妇儿，你咋像个小孩子一样，那么好奇呢？好奇这些人皆有之，这不允许我有啊。行，媳妇好奇一下也正常。现在还有一会儿才天亮，咱们再睡会儿吧。好。随后两人又回去睡觉了。虽然李小七向叶寒解释了，但是叶寒内心还是无比的慌乱，就怕媳妇儿跑了。媳妇儿，咱们什么时候圆房啊？这个水到渠成就行了吧？那我觉得现在就是时候了。慢着，什么现在就是时候？我同意了吗？媳妇儿，最起码也要等我及笄之后吧。现在这个身体还是个小女孩，连癸水都还没来呢，咋能圆房？李小七觉得不行，绝对不行，反正离及笄还有好几个月呢，以后再看。好，那我再等几个月。我现在起来做早饭了，反正睡不着。随后就起床穿衣裳了，叶寒也跟着起来了。两人一个烧火，一个洗米下锅。当然，烧火的是李小七，洗米下锅的是叶寒。因为叶寒觉得现在初秋了，早上寒气重，自己媳妇儿还是少碰冷水的好。两人煮粥做早饭，很快就弄好了。等家里其他人起床，早饭已经摆在桌上了。咱家应该把小龙虾捞起来卖了，上次也跟岳掌柜提过一嘴，他们酒楼会收。那就今天吧，先捞一个池塘的。行啊，告诉你小叔一声，也准备准备。这个季节虽然吃小龙虾的旺季过了，但是架不住池塘里的小龙虾肥呀，一个一个的那么大，有空间灵泉水养着，只怕味道比之前的更好。那吃完饭咱们赶紧准备吧，小的放回池塘，大的就捞走。先把水放干一些，否则很难抓的。我都看见大池塘的小龙虾都很多了，幸好最近喂的勤快，否则小龙虾要爬上岸去。我吃饱了，我先去准备东西。这小龙虾好肥啊，真大个儿，比之前在河里捡的大了1倍不止，快要成精了吧？吃得好自然就长得好。小叔啊，你家的也不会小，也有这么大的。估计没有，比你这个小点儿，
不过我也满足了。哈哈。很快带去的8个背篓都捡满了，6个桶也装满了，真是大丰收啊！大伯，这都装不下了咋整？这个大网拿去装。好。很快几人就把上岸的小龙虾捡得差不多，同时也没有装的东西带来的都装满了。你去饮水下来。好的，媳妇。我先回去赶牛车了，你们在这看着啊。等叶一鸣赶来牛车，刚好叶寒也饮水下来了。你跟小七啊，把小龙虾送去秦卫楼，快去快回。你小叔家的池塘更大，估计背篓不够，肯定还等着用我们这些背篓的。好嘞，爹。叶寒和李小七2人又上了牛车，赶去镇上了。然后其他人又去叶长青家拿了背篓和桶，准备把他家的池塘的小龙虾也抓了。两边都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月叔，你去哪儿？嘿嘿嘿，你俩来了。这是月叔，我们送小龙虾来了。小龙虾呀，我还以为你们要明后2天呢。那赶紧的进来，先打秤。好。这次的这么多呀。不仅多，还肥美。哎呦，这小龙虾可真大，比之前的大很多呢。挺好的，挺好的。还有没有啦？有的，等下回去咱们还会打捞。我小叔家的池塘今天也抓了，估计比我这多。这么多吃得下吗？吃得下，我就怕不够啊，不怕量多，我下午就送去府城，这里只留一部分就行。那就好，下次需要的时候你再知会我们一声，我们再打捞。好。掌柜的，账记好了，总共8个背篓，6个桶，还有1个渔网的，都打过秤了。好，那咱们来算一下钱吧。好啊。重量一共是1500斤，30文钱1斤，总共是52两5钱银子。给你整数吧，53两银子，可行？好，谢谢岳叔。来得真及时，赶紧捡，太多了，都爬上岸了。哎呀，没想到捡小龙虾还是体力活，真累呀！那可不。大哥，我看你一点不累啊。那是，我精力充沛的很，好着呢。你这小龙虾虽然没我的大，但是量多我1倍呀。嗨，我这池塘不是更大吗？想当初就这一个池塘，我就放了4、5背篓的虾苗呢。放这么多，难怪啊。呀，叶寒回来了，赶紧吃饭，都要饿坏了。小苏呢？他去还牛车了，马上就回来。赶紧吃饭，饿到现在饿得不行了。这是岳掌柜送的烤鸭，每家2只。哎呦，这掌柜的还这么客气呀？吃，秦卫楼的烤鸭可是一绝呀，那个喷香劲儿啊，我都要流口水了。哈哈，你还别说，这岳掌柜是个做生意的好手。那是，否则人家也不可能成掌柜的了。小苏啊，去把院门关了。咋的了？就要关院门？一回来高兴，竟然忘了银子的事情了。你们猜，今天小龙虾卖了多少？嗨，我还以为啥事儿呢。30两应该有的吧？毕竟那么多小龙虾呢。不过30两，我觉得已经挺多的了。你就别打哑谜了吧，赶紧说，还要吃饭呢。97两3钱。啊？多少？97两3钱。人家掌柜的给凑了整数，98两。不过背篓没有拿回来。大哥，等下你家的背篓，我拿钱给你。我稀罕你那点钱，几个背篓，我1天就赶出来了，还要你给啥子钱吗？叶饶是已经接受了，家里卖小龙虾真的卖了90多两银子，下次再卖一次，那不就有100多两了？大哥，人家岳掌柜算了钱的，只不过我先拿着了，这不得给你吗？那能有多少铜板啊？自家兄弟别去计较那么多，别给了。只不过几个背篓，上山砍点竹子回来，1天就搞定了。小叔，别给了。我想问大家还吃饭吗？对，吃饭。吃完饭我还要数银子呢。他小叔，你这表情当初跟我们那时候可真像。我们第一次卖小龙虾，还有第一次卖番茄、辣椒的时候，第一时间也是想着数钱呢。还真是。大家边吃边聊，都饿了。彭氏招呼着，于是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吃饭。吃完饭后，等咱们下山去山上竹林砍竹子回来吧，早点把背篓编织好了，下次抓小龙虾的时候就能用了。是这么个理儿，等下就去。
我能一起去吗？当然可以，这有什么不行的？媳妇儿，我也会去，你等下跟着我就好了。好。瞧这小两口，罐儿里的蜜一般，又甜又稠的。你可打住吧，可别再说过分的话。我家小七脸皮薄。你看，这当婆婆的还护上了。那可不，小七在我们家可是宝。哎，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侄媳妇儿在我家也是宝，可不止你家的宝啦。哎，你还抢上了。哈哈，嫂子，我跟你说啊，小七以后肯定不止你一家的宝，或许会成为全村的宝也说不定啊。就你看，现在卖番茄和辣椒，全村已经把你家当宝了。若是知道这一切功劳都是小七的，那小七不就是全村的宝了？嗨，你知道就好，外面可别去说。这人怕出名，猪怕壮。小七毕竟还是个孩子，就怕他守不住。这还用你说？我都知道，咱们呢要保护好小七。他这儿媳妇儿，我可稀罕了。有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说。啥事儿啊？今天卖小龙虾，岳掌柜说了，村里的艾小敏晚上偷偷去断崖处摘了番茄，独自卖去府城，被秦伟楼东家发现了。岳掌柜的意思是，让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一下村长。艾小敏这行为不仅损害了酒楼的生意，也损害咱们村里的利益。怎么处理，就看村长他了。什么意思？艾小敏晚上还偷偷去断崖处偷摘西红柿，然后卖去府城？是的。他哪来的胆子？而且晚上也是有人守着的，怎么可能就被他得逞了？这是因为艾大饼，那晚刚好是艾大饼和村里的老赖头守夜，艾大饼带去了一坛酒，把老赖头灌醉了，直到睡到大早上才醒来。我去，这艾小敏还真是个人才，这样也行，把自己亲哥也给算计了。哎呀，那女人没有良心可言，简直是个祸害。那你还是现在跑一趟吧，估计村长家也才吃完饭。那我去了。李小七无事，拿出之前的武功秘籍，暗自练起招式来。大概半个时辰后，叶寒才回来。第二天，李小七早早就起来做早餐了。当然，煮好的粥里必须加点东西才行，否则就浪费李小七一番苦心了。这次加的是美容丸，整整3颗，全放下去了。很快，一家人都起床了。大家赶紧洗漱好，吃早饭了。哇，早上有荷包蛋哎，还是糖心的，你看，好好吃的样子。这群吃货没跑了。大家赶紧吃吧。明天休沐了，连续休沐2天，夫子说的。那明天咱们去山上找好吃的吧。啊，什么好吃的？现在这个季节板栗熟了吧？咱们摘板栗去，就是不知道哪里有。你说的板栗就在竹林后面就有几棵。真的啊？那太好了。明天咱们一起去吧。原来媳妇儿喜欢吃板栗啊。那就明天去吧。现在你们几个赶紧去私塾了，否则要迟到了。知道了，娘。娘，我们去山上看看。去吧。不过家里没有背篓了，等你爹回来做。没关系，不是还有布袋子吗？拿几个布袋子就行了。媳妇儿，要是愿意等的话，我来编制吧。估计2刻钟就能编好一个背篓。昨天已经削好竹篾了，只需要编制就行。那行啊，你去编制，我来洗碗，等一会儿就是了。1到4时，上午9点左右，叶寒就编好了2个背篓。媳妇儿，咱们走吧。好，小蛮走了。主人终于记起我了。媳妇儿，咱们拿这么多装的东西去哪儿啊？上山转转去，说不定有意外惊喜呢。那走吧。半个时辰后，李小七、蛮牛开始意识沟通了。小蛮，你现在落后一点，然后从左手方向走去，找到玉米地就暗示我们，我把空间的玉米地转移一些出来。好。巴布，这附近有比较平坦的地方吗？适合玉米树生长的。有的，左手方向50米处。李小七听完巴布说的话，就落后叶寒几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空间玉米树移植一些出来，直接瞬移到了左手方向50米处。刚好蛮牛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的，真是惊喜来的不要太快。媳妇儿，快点。哎，好。走了一会儿，就听见蛮牛的叫声。是蛮牛在呼唤我们，赶紧走。好。两人迅速朝着蛮牛叫声处走去。不一会儿，两人就找到了蛮牛。
只是蛮牛正在吃玉米。叶寒震惊了，看着眼前的玉米杆子比自己还高，一颗玉米杆就像一棵树一样，有这么高这么大的玉米杆子，这都成玉米树精了吧？好大的玉米树啊！媳妇儿，你说的没错，这就是玉米树。啥品种的玉米能长成这样？嘿，管他呢，我先掰一根尝尝。好甜啊！叶寒也赶紧掰一根，剥开就咬一口。哎呦妈呀，好香，又香又甜。这玉米不得了，真大个，还很好吃。不过你也吃得太快了吧？我一根还没吃完呢，你2根就解决了。媳妇儿，你不嫌弃我能吃就行。媳妇儿，我先摘了啊。李小七这次可不想再像番茄和辣椒那样了，但是明年先把番茄和辣椒普及种植比较好。至于这玉米，李小七还是想移植到自家田地里。等李小七吃完了，也想得差不多了。这次要不是为了找一个借口，也不用花费这功夫在这深山老林里摘了。蛮牛已经自己招呼上了，直接用嘴咬玉米吃。大概1刻钟，2个背篓都满了，又把几个布袋子也掰满后，先别掰了吧，看看能不能把玉米树带回去，种到咱们自家田地里去。媳妇儿，还是你想的周到。不过咱们没带工具啊，这个不好挖上来了，只能下次了吧。直接用手拔一下试试。挺好拔的呀，一拔就出来了。叶寒也涂手上，以为要很大的力气，结果用力过猛，玉米树是拔出来了，人也一屁股蹲坐在地上。相公，你是怎么做到的？别提了，力气用大了就这样。这下丢脸丢大发了，还是在自己媳妇面前丢脸。叶寒觉得真的不得劲儿，太不得劲儿了，会遭媳妇嫌弃的。两人又继续拔玉米树，连着根部一起拔的那种，尽量保持根须完整，这也才能最大效率的种活。两人很快就拔到了2个背篓的量。你把它们绑好了，放蛮牛身上，让他背回家，咱们负责背玉米。知道了，媳妇儿。行了，咱们走吧。这剩下的不多了，下午叫上爹娘再来一趟就够。等到了家，已经是5时钟了。李小七和叶寒赶紧把玉米树种到后院去。在叶寒挖坑种植的时候，李小七去打水了，每次都趁着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加一些空间灵泉水，这样玉米树才能活。摘玉米的时候，叶寒就怕挖回去种不活的，是李小七打包票说能种活才挖回来的。李小七必须保证每一颗都是活的。等叶寒种植好，李小七也把水浇好了。媳妇儿，这样真能活？别到时候给晒死了。等着吧，过2天就知道了。浇了水的应该没事儿。行吧，听天由命了。希望这些玉米树都能活。吃饭啦！走吧，吃饭去。叶寒和李小七在吃饭的时候就说了玉米的事儿，所以家里决定下午4人都去上山，把玉米树弄回家，省得碰上那么多极品，等差不多时候再叫上村里人一起种植。4人拿着工具，带着蛮牛快速地朝山上走去。大概过了半个时辰后，就到了地方。哇塞，这样的玉米地很壮观啊！你不看看这是啥玉米？你说村里也有人种过玉米吧？但是那玉米吃在嘴里啊，和这个相差甚远了，还是这个好吃。我也吃吃看。哎，好甜啊，真好吃，还有一股特别浓郁的玉米清香味儿，还混着甜味儿呢。是很好吃呢，上午和小七也都吃了。等4人吃完后，才开始掰玉米放进背篓里面。很快4人就掰满了4个背篓，布袋只装了2个，就全部掰完了。当然那些个小个的玉米还留在树上，毕竟小的还能再长。直接拔树苗，连根拔起，轻轻的拔啊，不要拔断根须了。知道了。大概过了1个时辰，就把所有的玉米树拔完了，也绑好了。这次是做足了准备的。几人把玉米树全部绑在蛮牛背上，幸好带的绳足够，加上又削制了几根长木棍搭配着绑，否则还真绑不下。小蛮，能背得动吗？背不动我就弄一些下来，我们自己背。没事儿，这点重量难不倒我，只是走路有点别扭。是没事啊？真没事儿，这点重量对我来说不算啥。好吧，咱们走慢点。哦。这个种哪里啊？后院已经种不下了。种去新房子的后院吧。上次我就给拾掇出来了，本来呀也想种一些菜吃的，现在这些玉米不知道种去哪里，
要不就先应应急。我看行，我去看过了，那些地种这些绰绰有余，说不定还能留出1分地左右种菜吃呢。后院这么大吗？还别说，自从上次建完房子后，李小七还没进去过，也不知道里面是咋样了。是挺大的。等忙过这阵儿，咱们就计划着买家具吧。好耶，有新房住了！哎，瞧瞧这些泼猴样，高兴的都找不到北了。那就赶紧把蛮牛赶去新房子里吧，在那里卸下来。等到了新房子，大家一起给蛮牛松绑，终于全部卸下来，放在了地上。这些地再整一整，垒高一点就可以种植了。直接先挖坑，等下填土地的时候一起垒高就行，省得弄2趟。就这样。随后大家一起干活。李小七假装回老房子上茅房，结果却是去伙房，把灵泉水放缸里。做完这些事情，就又回去新房子里了。二弟，你们负责浇水，提水去老房子的水缸里提。好。说到水啊，我倒是想起之前风水先生瞿先生说过，咱们这新房子最好挖口井。我想着确实自己打口井更方便。那就打口井吧，省得老是去外面挑水。那就这么办，等忙过这段时间就打井。人多力量大，很快所有的玉米树都种植完成。只有2桶水了，不知道够不够啊？应该差不多，不过等下要做饭，还是要去挑水回来的。当2桶水浇完，玉米树也全部浇好了。收拾一下东西，回去了。娘，这玉米挺多的，要留一些种子起来，明年我们自家种，多种植一些也好拿去卖了。你说的没错，不过这还有好几个背篓呢，吃也吃不完，别到时候瞎浪费了。那就多弄点种子吧，把玉米皮剥开，穿成一串一串的，晾在屋檐下，多晾一点，明年种子就多一些，再送一些给小叔家吧，就别拿去卖了。行，听你的。那你做饭，我来弄这个玉米，得挑大个的，老一点的留种。村长召集大家怎么说？本来是要严惩的，把艾小敏赶出咱们村，但是艾辰是哭得撒泼，艾胜达说愿意把这次偷卖出去的钱全部拿回来，并保证以后不敢了，否则他以后也不会替他这个女儿求情，还让村里人看在他年轻被休的份上原谅他这一次。还有艾大饼和老赖头也受了惩罚，就是今年卖的辣椒和番茄的收益，他们2家不能分了，明年的看表现。该，活该，谁叫艾小敏当小偷啊？你说这谁家姑娘不得安分守己的？就她就能瞎折腾。现在小敏姐被村里人恨死了，都知道她当了小偷，以后肯定门都不敢出。这人啊，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收，只是时候未到。时候到了，阎王叫他3更死，绝对活不过5更去。好了，打住，咱们不提了啊！今天闹了这一场，感觉吃板栗都不香了。我先去稻田里转转。这小老头子一个，还多愁善感起来了。早上，彭氏早早起来做好早餐，就装了半背篓的玉米送去给叶饶氏家。李小七早上起晚了，等到起床后，竟然发现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房间，而且裤子还弄脏了。起来大姨妈了，第一次亏水，咋办啊？李小七眼睛一亮，赶紧想象现代的姨妈巾出现在自己面前，而且日用夜用都有。这下就不慌了，赶紧拆开一包去茅房了。等李小七从茅房出来，彭氏刚好也回来了。小七，赶紧洗漱好，吃早饭了。哎，知道了，娘。我看咱家稻田的稻谷有些开始黄了，估计过不了多久就能收稻子了，咱家得请人呢。割麦子的话，那晒场不够吧？所以新房子赶紧先整平，然后趁着有时间，咱们多编制一些晒垫。到时候这里晒不下，就晒去新房子里头，前院空间很大。知道了，爹。爹，我们一起帮忙吧。我也来编织晒垫，你和大哥教我。那感情好啊，行啊。我也要学，我也要学。行，都学。赶紧吃饭，吃完饭咱们就去编制。刚好上次的大竹还有好几根，不够用啊，再去砍一些回来。爹，咱们这儿没有晒场吗？
有啊，但是到时候肯定不够，全村都要用呢。每家晒场都画好了线的，2家人一个晒场。咱家以前的地都被卖了，后来晒场就让给你小叔一家用了。原来如此。我看着别人家的稻子也有些开始泛黄了，但是好像没咱家的黄。咱家提早割稻子，还能多请些人，收稻子速度快。这事儿还早着，先把晒店和新房子的前院整平再说。我吃饱了，我去编织晒店了，背篓暂时不编了。主人，你来了。饿了没？我吃过东西了。那就好。新房子前院的地我们都整平的差不多了，你有空就过去过过眼。知道了。爹，咱们家新房子前院的围墙我觉得还是矮了，得加高才行。我也觉得矮了点儿，最好再垒高2圈。那就再去运点砖头回来吧，咱们自己干也垒得快。下午我去运砖头吧，你们在家编制晒旗，明天我们垒院墙。大哥，明天我们都要去上私塾了。对啊，我们都帮不上忙了。感觉休木的日子过得好快啊，眨一眨眼就2天没了。可不是，每晚睡一觉，一眨眼就过了，眨一眨眼可不就是2天没了。今天岳掌柜烧了蟹，说后天抓龙虾，不过这次不要一下子那么多的量。岳掌柜的意思是我们家和小叔家2家轮流抓小龙虾，这样小龙虾能延迟一些时日，否则过不了多久又没小龙虾了。说的也是，那就先让你小叔家起吧，咱们先把新房子的水井给打好了。好，那我吃完饭去跟小叔家说一声，到时候抽空就帮一把小叔。是这个理儿。主人，你来了。饿了没？我吃过东西了。那就好。随后李小七就看向田地里，看着一望无际的良田，李小七突然觉得自己很富足。李小七转悠了一会儿，还是决定把空间的番茄和辣椒收了，因为番茄一片红彤彤的，成熟的很多，辣椒有些已经很红了，有些就是青的。李小七赶紧用意识控制番茄和辣椒从树上脱离后，瞬移去了保鲜房。芝麻已经黄了，李小七收完番茄和辣椒后就赶紧收芝麻。李小七走去玉米地，掰一根剥开就开吃，一边用意识操作玉米，瞬移进入保鲜房。当收完玉米后，看着之前移植玉米树出去后空闲下来的玉米，李小七想把它们种植上。巴布，这新鲜的玉米粒能当种子种植在空间吗？可以，在空间一样能成活。那就好。李小七不吃了，赶紧把手里还没有啃完的玉米脱粒。他又去多摘了一些，意识控制脱粒真是又快又好。李小七很快把脱粒下来的玉米种植到土里去。等忙完这些，李小七头也不晕，看来精神意识力好像增加了一些。巴布，那些收获的粮食和番茄之类的，我现在全部卖了。可以的，主人。随后操控着2个保鲜房里面之前的全部收获，包括刚收获的番茄、辣椒和芝麻等，一起卖给了系统。恭喜主人，卖了所有的存储收获，奖励积分若干，还有个特别的礼品。什么礼品啊？李小七话音刚落，面前就出现了一个大礼盒。李小七赶忙惊喜地拆开礼盒，一看又是盒中盒，大礼盒里面有3个小礼盒。李小七随手拿出一个拆开看，竟然是花生！竟然是花生！花生，系统给我花生干嘛？巴布，这是你做的妖吧？奖励花生给我。主人，你这里没有花生，你把花生种植了，以后就可以榨油了，然后推广出来，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对吧？行吧，我看看另外一个。李小七拿出礼盒中的东西，左看右看，不知道是啥，赶忙把礼盒反过来看看，竟然写着速干器。速干器是什么东西啊？就一个现代豆浆机一般的大小，能干什么？主人，这速干器用处可大了，它能让东西直接变干，变干后的样子就跟太阳自然晒干的一样，而且有2个档位，半干档和干透档。真的啊？那我要试试。冰淇淋，给我留2个玉米。好的，主人。李小七直接走去拿过2根玉米，按着8步提示操作，2根玉米经过速干器一扫，亮光一闪，竟然真的瞬间变干了。真是个好东西。这个可以无限制使用吗？当然，还能大面积使用，只要扫一下就行。那太好了，
过段时间刚好割稻子，用这个刚好合适，都省得晒了。这个礼物李小七喜欢，赶紧又拆开另外一个礼盒，拆开一看，竟然是一张纸。李小七翻过一看，竟然写着奖励2亩良田。得，咱是种田的，要的就是田，刚好可以种花生。李小七想着什么时候去山上挖一些野菜回来种，还有家里的空心菜、蒜苗等。他把花生种子全部种下去了，刚好种植了1亩地，剩下的1亩地就等着他挖野菜回来。李小七觉得差不多了，就赶紧出了空间。李小七想去山上打猎，最好多弄点肉回来。过不了多久，家里就要割稻子了，请的人多，肉食需要的也多。于是叶寒、李小七2人都去山上了。当然，上山怎么能少了蛮牛呢？所以蛮牛也跟上。这次上山主要目的就是狩猎，猎物越多越好。2人去看了一下之前设置的陷阱处，前面2个陷阱竟然一个落网之物都没有。2人一牛，只好朝深山去了。巴布，开始扫描，只要有猎物就汇报给我。好的，主人。主人，前方30米处有野鸡。李小七和叶寒继续朝前走，刚好这个方向就是巴布说的方向。果然，很快叶寒就听到了野鸡的声音。媳妇儿，有野鸡，你在这等着。叶寒拿出弓箭，瞄准射击，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叶寒跑过去捡起野鸡，拔出剑齿，把野鸡放进背篓，2人就继续朝前走。主人，左手方向50米有野鹿。真的？媳妇儿，你有发现？不太确定，你跟我去前面看看。巴布，你是不是扫描错了？主人，绝对不会错的，就在这里，你后面的草丛里，它是趴着的。哦，难怪。赶忙往身后找去，一层一层扒开草丛，还真让他找到了。只是这只野鹿受伤了，并且肚子很大，好像还怀孕了。李小七扭头看了叶寒在另一边找，赶紧用意识控制野鹿安静的不许动，保持原状态。然后李小七走到野鹿身边，用灵泉水帮野鹿清洗了伤口后，意识控制快速恢复伤口。野鹿的伤口瞬间就恢复了，野鹿惊吓中又惊呆了，感觉这人类很了不起，而且还救了自己。你赶紧走吧，你怀孕了我就不抓你了。相公，有发现没？没有，咱们再朝里面走走。李小七话刚落，就听见身后有声音，叶寒也听见了，以为是什么猎物，2人赶紧转身戒备。叶寒惊喜地发现，竟然是一头野鹿。李小七惊讶地发现，竟然是之前那头受伤的野鹿。叶寒准备拿起弓箭，来个近距离射击。相公，放了它吧，它是一头母鹿，而且怀孕了，你看它肚子。还真是，你不说我都没发现。母鹿，你赶紧走吧，我们不杀你，赶紧走。2人转身就走，走了一段距离，发现母鹿竟然没有离去，反而跟在叶寒和李小七2人后面。叶寒疑惑了，李小七也疑惑了，2人停下脚步，看着母鹿。母鹿叫了2声，可是叶寒和李小七又不懂动物的语言，听不懂啊。你的意思是要跟着我们？母鹿没反应。若你想要跟着我们，就点几下头。他这是要跟着我们的意思？好像是。主人，野鹿的意思就是要跟你回家，以后他都跟着你了。真的？你听得懂野鹿讲话？听懂了，他前面叫了2声，就是说要跟着你的。蛮牛看了一眼野鹿，要不是看在她怀孕要生崽的份上，就算再用眼神求情，他也不会跟主人讲的。这野鹿倒是机灵得很。行吧，我再问问。你想跟我们回去？行吧，那就跟着吧，跟在我们后面。李小七觉得这野鹿肯定也是要成精的了，否则就用灵泉水帮他恢复一下伤口，就要跟着他，是几个意思？媳妇儿，这野鹿就这么跟着咱们，合适吗？他自己要跟着的，我有什么办法？先这么着吧，咱们先猎其他的动物。行吧。2人又继续往前走，大概2刻钟后，叶寒听见前面有动静，以为是啥大猎物。2人慢慢往前移动，一脸戒备和警惕。当看见不是猎物，而是一个人以后，2人脸上都露出惊讶。竟然是人！咱们去看看。喂，醒醒！你是谁啊？
救我，以后我会报答你们。叶寒有点慌，这人还活着，那就得救吧。只是不知道媳妇儿咋想的。求你们救我！啊，先弄回去吧。相公，你去做一个木筏，把这男人拖回去再说。啊，我现在就去。叶寒朝之前走来的路上砍树和藤蔓去了。雷小七趁着叶寒不在，从空间摘了一片玉米叶，折成漏斗状，装满灵泉水。雷小七一脸嫌弃地捏着男人的嘴巴，使得嘴巴尽量张开，喂他喝灵泉水。喂了3次后就停手了。刚好叶寒这时把做好的木筏拖过来了，两人把他抬上木筏，叶寒准备直接拖着下山了。慢着，还是弄到蛮牛背上去吧，这一路下山怕造成2次伤害。媳妇儿说的有道理，那我再弄一些藤蔓来，把这个木筏一起绑在蛮牛身上，省得掉下来，那就真的玩完了。现在这是在玩吗？玩命啊！救这个人不知道是福是祸，就怕给家里遭来灾难，还是尽快离开这里为妙。大哥大嫂，是你们吗？是我们回来了。快进来吧，黑灯瞎火走了一路，你们没事吧？没事，爹，咱们先进去再说。这咋还扶着一个人呢？爹，这事说来话长，只是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嘛，我们还是先救人看看，等下再跟你解释。凯子，你先去睡觉吧，明天还要上私塾呢，这里的事你别管了。知道了，爹。我去打水来，你帮他擦一擦。你俩还没吃饭呢，要不你俩先去吃饭，我来帮他擦吧。不急一时，救人重要，他胸口受了伤，要及时医治才行。娘，你把油灯点过去之后，就帮我把这个药草煮水，3碗水熬成1碗的量就行。回来的路上，李小七可是问过巴布的，看见几种合适的就带着做样子，这样才好把恢复丹给他服下，否则莫名其妙就好了，肯定要被怀疑的。好，交给我吧。李小七回了自己房间，拿了一颗恢复丹。媳妇儿，是刀伤，暂时没伤到心脏，不过身上的伤口太多了，伤得挺重的，怎么办？叶寒有点慌，这人不会是亡命之徒吧？那自家可就麻烦大了。没事，娘在煎药了。你还懂药理？不懂，只不过刚好哪几种草药我知道是抗菌消炎的，有些有止血功能，这样搭配不就可以了？哦，这样啊。难怪回来的时候媳妇儿几次停下来拔草，估计就是拔草药了。赶紧吃饭，饭菜都在桌子上。娘，你和爹先去休息吧，等下我把药给相公，相公喂他喝完就行了，我们很快也会去睡觉的。能行吗？行的，你们去吧。那好。媳妇儿，我来吧。粥吃了吗？吃了，碗忘记拿过来了，在这儿。多谢小娘子救命之恩呐。一点小事不足挂齿，不过等你伤好了之后，希望你尽快离开。我知道的，谢谢你们的收留与救命之恩。没什么事情你就不要出来吧，就在这个房间里面，没事多休息，对你的伤口恢复有好处。谢谢。谢志看着李小七走了的背影，感觉这小娘子不简单，她肯定看出了点什么，对自己的身份有所怀疑。我媳妇儿就是这样，比较心直口快，你别在意。没事，小娘子是真性情的人，能理解。我也确实打扰到你们了，我会尽快恢复的。想到自己堂堂一名大将军，现在这步田地也实属无奈。若不是这2个好心人，估计这次就交代在这里了。李小七也是豁出去了，为了救个人，把空间恢复丹都拿出来给他用了。虽然恢复丹很多，但就怕这救的人不值得呀。李小七快速洗好碗筷，就去整理之前晒的番茄种子和辣椒了。做完这些，李小七觉得没啥事情干了，就在院子里练天门太极的招式。叶寒走出来，看见李小七在练功，而且姿势还挺漂亮，有点又飒又美的感觉。叶寒觉得自家媳妇儿真的越长越漂亮了，皮肤变白了，弯月眉，杏仁眼，漂亮又可爱。你吓我一跳，站我后面多久了？媳妇儿，没多久，就看你练了2、3招。那看出什么名堂来没有？有点轻飘飘的感觉。轻飘飘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吧，看着挺漂亮的，姿势美，身段美，人也美，但是真的打架的时候啊，估计就不顶用了。什么？你竟然觉得我练的是花拳绣腿，闹着玩的呢？我很认真练的，好不好？
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练得挺好的。哼，我可不是为了让你夸我，我自己知道有不足之处，但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把握精髓啊。两位恩公若是不嫌弃，以后等我恢复了，有空可以帮你们看看，说不定我能看出点名堂来。谢芝睡不着，听着两位恩公的讲话，觉得甚是有趣。你会？在下幼时习武，略知皮毛而已。哎，谢大哥谦虚了，一看你就知道是习武之人。等你恢复了，有空咱们再说。好说，好说。这时，彭氏喂小龙虾回来了，叶一鸣也回来了。谢志刚好困了，就先回库房床上睡觉了。哎呦，早上起来我就看见这只野鹿了，因为赶时间就没有仔细看。现在一看，这野鹿竟然是怀着孕的母鹿。啊，昨晚回来的太晚了，就没有和你们细说。这野鹿啊是自愿跟咱们回家的，所以就带着，以后当个家畜养吧。我们知道。看着这母鹿，别提多兴奋了。昨晚我竟然没发现。不过这牛棚看着有点小了。那这样吧，咱们现在就给野鹿弄个窝，反正它后面要生崽的，干脆单独给它弄一个鹿棚得了。我看行。那大家赶紧行动吧。未时出，村里的铜锣鼓响起来了。去晒场集合。知道了，爹。叶寒应完后，转身去库房。告诉谢志，外面无论是谁喊都不能应声，不能让别人发现他在他们家养伤的事情。你带那个干啥呀？肯定不是发番茄和辣椒，带了也没用。唉，谁知道呢？突然就召集全村人，肯定有大事儿。别说话了，赶紧走吧。嘿，这老婆子。几人很快就到了晒场。这时晒场已经很多人了。村民们，上次艾小敏偷番茄去府城卖的事儿，咱们之前在祠堂已经开过一次会了，也跟大家说清楚了。今天啊，召集大家是因为艾小敏把钱都交上来了，叫大家来啊，就是分银子的事。听说卖了很多银子呢。村长真好，刚拿到钱就召集大家分银子了。我可是看着艾小敏拿银子去村长家的。损他识相，知道早点给村长银子。安静，安静！艾小敏虽然犯过错，但是也做出了弥补的措施，受了相应的惩罚。以后此事啊就接过，不需要再提了，也给年轻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现在啊，还是每家派一人排队。叶寒、牛柱子，你们2个人上来发银子，我来登记。还有，在这里说明一下，艾小敏交上来的银子一共有1262两，上次还余下18两未分，刚好啊就是1280两银子。除去老赖头和艾胜达2家，咱们村剩余128户人家，刚好呀一家10两银子。想要分钱的赶紧排队，马上发钱了。银子有人守着，牛柱子数到10两银子后递给叶寒，叶寒确认后再发给村里人，这样银子就不会错了。整个晒场都非常热闹，大家拿着银子就欢声笑语，别提多开心了。没排上队的人就坐在树荫下，看着自家人排队或者领钱，心里也跟喝了蜜似的，非常甜。毕竟有钱才能买肉吃，有钱才能吃饱饭，有钱才能给孩子买新衣裳穿，有钱才能把自家小子也送去私塾读几年书。等银子全部发完，村里人该领银子的都领到了，晒场上也就散了。整个大杨村一派祥和之光。当然，除了艾胜达家和老赖头家。你说你为啥要喝那骚尿酒？不喝会死啊！哎呀，这下好了吧？银子都喝没了，你赔我银子，你赔我银子！哎呀，别打了！你以为我想啊？我难道不想要银子啊？这不都是艾大饼那个作死了，特意拿酒诱惑我，把我灌醉了，好让他妹做贼啊！我要是知道，我早就告诉村长了，还等着呢。要怪就怪艾大饼，咱们找艾大饼算账去。你说的没错，走，咱们去艾胜达家去。我要找艾小米那个小娘皮子算账。要不是他偷番茄，咱家至于分不着银子吗？走。小敏啊，经此一事，我希望你能懂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这次的事情还能补过，咱们重新做人，没什么大不了的。谁年轻的时候不犯点错呀？知错能改才是最好的。你可懂爹的意思？爹，叶寒哥他们家不说，谁知道？哼，
肯定是李小七那个小娘皮教唆的，叶寒哥家才会去告诉村长。若是你冥顽不灵，你就不是我艾胜达的女儿。咱们家虽然穷，但穷的有骨气，从不偷，从不抢。若不是看在你是女儿身，又是从小宠着你的份儿，我早就打断你的腿了，还能让你在这使劲蹦的。别发火，别发火，小敏，你还不好好认罪？别摸了，这女儿从小就被你惯坏了，你看现在是个什么德行，简直丢人现眼。这边事情还没有说清楚呢，门口已经传来啪啪的敲门声了。谁呀？哎，大家看，这艾陈氏在家干啥见不得人的事儿呢？大白天的竟然关着院门不让人进，嘿，你们说奇怪不奇怪？再不开门，我就用脚踹了。拍什么拍？我家关院门碍你事儿了？你没事少来我家，再敢张嘴胡咧咧，小心我拿剪刀把你嘴巴剪烂了。嗨，你当我愿意来你家？要不是你家艾大饼把我家老赖头灌醉了，导致艾小敏偷走了番茄，连累了我家分不着银子，你当我爱来你家呀？啊，拿银子来！你做白日梦呢，还是现在没睡醒啊？我为啥要给你银子？你也说了，你家老赖头喝了我家的酒了，那可是整整1坛的烧刀子，我还没找你要酒钱呢，还钱来！你现在在做梦呢吧？美的你，还酒钱？我家老赖头来你家拿酒喝了？没有吧？是你家艾小敏想要做贼发财呢，怂恿他哥给我家老赖头灌酒，否则之前当值的时候怎么没事儿？但你家艾大饼当值就出事了，这不就是你家算计好的吗？我告诉你，你家要是今天不拿出10两银子来，休想我走。我和老赖头以后就在你家吃，你家喝，你家睡了。哈，还有我家小赖头也来。就你这泼妇，我门都不让你进，你想咋地？我想咋的？我现在就告诉你我想咋的。你竟然敢打我，我跟你拼了！艾陈氏还没说完，就上手扯老赖头媳妇的头发了，头发扯下来一撮，还跟你拼了！老赖头婆娘看见自己本来就没多少的头发被艾陈氏拔下一撮，那可是要了他老命了，两只手不停地抓拳头往艾陈氏身上揍。哎呀，痛死我了！哎呀妈，你个老娘皮，找死啊！吵什么吵？有完没完？你咋才出来？我都要被这个老赖婆娘给打死了！叫你家男人出来讲话。凭啥呀？我不能讲话了？你出来了正好，村里人都说你家就你一个是明理的。我现在就问你要10两银子，你也知道我为啥向你家要，其他不说，你就说，给不给？你家男人是缩头龟呢，不出来就别说话。艾胜达懒得理这婆娘，村里谁不知道老赖头婆娘的厉害，被他拔上得掉一层皮。老赖头，你出来！让个娘们唧唧歪歪的在这吵吵有什么用？是个男人你就出来！他知道老赖头肯定藏在村民里面当看客了。老赖头被艾胜达说的感觉自己也很窝囊，但是自家媳妇儿没叫自己要不要出去啊？这时村长刚好来了，村长被好心的村民叫来的。村长来了。咋的？你们两家是准备干架啊？哪能啊，这娘们唧唧的，我咋能跟她干架？那老赖头媳妇儿，你在这儿是准备干架啊？都说说咋回事？村长，是老赖头媳妇儿先动手的，我家院门关了，他还来找麻烦。村长，我就是找他家来要银子来的，他家艾大饼把我家老赖头灌醉了，才导致艾小敏偷了番茄。若不是他们家，我家不也能分银子啦？老赖头呢？我在这儿。说吧，找艾家要银子是你的意思？村长，不是，是我的意思，就是要艾家赔钱。村长看着老赖头的窝囊样，知道了。艾家的你们咋说呀？我们没钱了，钱都已经交上来了。村长，我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家理亏，我们家确实也没钱了，要不就少给点吧。你明白便好。其实说来，老赖头也确实是受你家连累，但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老赖头自身也有问题。为啥别的村民不醉，
就老赖头能被灌醉了，艾胜达家赔你们2两银子，就当是补偿了。此事以后接过不提，不许再闹。你们2家可做得到啊？以后不闹了，肯定不闹。怎么才2两银子？村里可是分了10两的。你如果嫌少，那这2两银子也别要了。别，听村长的，俺听村长的，就2两。大家都散了吧，都回家去，少聚在一起闲聊。艾小敏还挺沉得住气，一直就没出来。但当村长说要赔2两银子的时候，艾小敏银牙都要咬碎了，感觉村长做的不公平，就是专门针对她的。李小七第一次赶牛车，还别说有点别扭，但架不住李小七非常有亲和力，这黄牛很听话，套着牛车走的还挺稳当。很快李小七就到了镇上，今天来主要是买一些瓜果和月饼的，当然少不了猪肉。李小七直接赶着牛车先去买猪肉、猪下水和排骨、大骨头之类的，可把卖肉的屠夫笑惨了。突然就来了大户，差点把他肉摊包圆了，能不笑吗？李小七买完肉就去买糕点、月饼和瓜果，全部买好后正准备回去了，不想赶着牛车的李小七来不及招呼牛停下，竟然撞到了一个乞丐。你没事吧？撞到哪儿了？李小七急死了，不会把人撞傻了吧？只见那人看着李小七，眼珠子都不转一下。那人听见李小七又说话了，一下哭了出来。七妹，你让我好找，终于是找到你了，这下娘的病有救了。你先别哭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咋会认错人啊？你就是我七妹，李小七。我和你生活那么多年，怎么会认错？对，你赶紧跟我回家，娘还在家里等着你呢。等等，小妹，你跟我回去，娘还在家里等着你呢。我不能跟你回去，再说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啊。啥？小妹，你咋了？难道小妹离开家后发生了什么？我不认识你，你就说我是你的小妹，我怎么可能跟你回家呀？李小七看着这个一身邋遢、头发都乱糟糟的男人，这确定是原主的哥？李小七也懵了，看来只能先带回去了。既然占用了原主的身体，总要为他做些什么。你离开家后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会不记得我们？小妹，你受苦了。要不你先跟我回去吧，我现在已经嫁为人妻，有啥事先回去再说。李小七看着这乞丐男，有点觉得原主还是挺幸福的。若这真是他哥，说明他们家人也挺爱他的呀，咋会让人被卖了？男子听后思考了一下，觉得必须先了解一下自己小妹现在待着的是什么人家，于是点头答应跟李小七回去了。李小七叫他上牛车，就赶着牛车走了。当看到卖布匹的店后，李小七吆喝一声，停下了牛车。你在车上等我，我马上就回来。你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我就去那家店的里面，很快出来。你在这等着，我东西都在这儿呢。那好吧。李小七快速下车后进入店铺，随便买了2套刚刚男子能穿的衣裳，本打算就这样走了。李小七还是又多买了2套，这2套是给谢志大哥的。谢志现在还穿着叶寒的旧衣裳。李小七付完钱马上出来了，上了牛车就准备赶车走，突然看到那原主哥的目光看着一个包子铺，不断咽口水。李小七只好又下了牛车去买包子去了。李小七赶着牛车很快就到家了，这时候才上午辰时末。小七回来了，还是小七能干，连赶牛车都会。小冉，这人是谁呀？这男子是谁？咋坐着小七的牛车回来？还一身邋遢的很，像个乞丐般，脸上也是乌黑麻齐的。这个是我哥。啥？你哥？不是，我是觉得你娘家哥哥挺远的吧？咋回事啊？既然是你哥，赶紧让人下来呀，去洗漱洗漱。估计路途遥远，路上吃了不少苦头吧。亲家哥哥，赶紧下来吧，我给你打水去，你去洗洗。好。等李小七把牛车卸下来，李自胜也穿戴好出来了。李小七刚好抬头就看见原主哥的容貌，还算清俊小生吧，挺好看的。给你，
擦干头发吧。亲家大哥，来，先吃上一口，估计饿坏了吧？谢谢，不过路上吃过了。没事儿，那就把鱼汤喝了，慢慢喝，不急。谢谢。客气啥，都是自家人。你先吃吧，吃完再跟我讲。李小七回来的路上一直都很疑惑，既然卖了我，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找我？难道爹娘不是狠心的爹娘？之前虽然吃了3个包子，但毕竟是没饱，他已经饿了2、3天了。李自胜吃完后就开始简单讲述了自李小七被卖后家里发生的事情。原来彭氏和叶饶氏都在听，他们都好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李小七是被他大伯和奶奶卖掉的。等李小七爹娘回家发现自家女儿竟然被卖后，李小七的爹把家都给砸了，他娘也给气晕了，后来就一直病着，直到现在还躺在床上，找大夫看就是忧思过度，思念成疾。一家人都着急上火的，幸好李小七爹娘和哥哥们做工赚的钱还没有给奶奶，所以一家人就搬出去另过了。他爹还找了村长出来主持公道，闹腾了一场，可算是分家了。为此，李小七爹娘算是净身出户了。现在李小七娘家村里人都知道李小七被卖了的事情，而且还是被自家亲奶奶和亲大伯卖了的。这件事情之前在石头村可是闹得沸沸扬扬。李自胜还说了李小七为什么会感冒发烧的原因，竟是因为天天被自家奶奶搓磨的。这还是他从娘家隔壁邻居家知道的，听得可把彭氏心疼的。我可怜的小七，原来是这样才被卖的。难怪那时候孩儿背你回来的时候，你还发着烧呢。当奶奶的怎能如此作践自己的亲孙女儿，可恨啊！其实我真的一点原主的感受都没有，估计就是因为原主死翘翘了吧。可惜了。哎呀，这么好的孙女儿竟然这样对待，真是有眼无珠啊！现在娘还病着呢，我就是出来找你的。我已经找了你好几个月了，你看你什么时候跟我回去见爹娘？只要娘看见你，病肯定能好。你让我想想。小七，明天我叫涵儿跟你回去吧。有涵儿在，我也放心很多，肯定能保护你的。本来我们家都应该去你娘家认认路也好，只不过咱家在收割稻子，估计也走不开。娘，我知道的，明天我跟相公先回去看看情况再说吧。这下娘有救了，七妹也找到了，真是皆大欢喜。时辰不早了，咱们赶紧先把饭菜整治了，等下帮工们就要回来吃饭了。叮嘱李自胜自己随意，就去伙房炒菜去了。因为耽误了点时间，于是李小七也一起帮忙，3人一起做事，速度就快了不少。等到帮工们回来，已经是正午了。大家伙吃饭了，都坐着啊！叶寒招呼一声，大家坐下就开始吃饭了。你先去招呼着，还有最后一个菜就弄好了。知道了，媳妇儿。终于炒好了。小七，你看一下你哥哥在哪儿，叫他吃饭吧。咱们自家人坐一桌，饭后休息时间再跟家里人说你娘家的事儿。知道了，阿娘。李小七在院子里看了一圈都没有找到，就出了院门找，不想竟然在新房门口看见他。二哥，你咋在这儿啊？没事，就是看着这房子气派，还是新盖的房子，就过来看看。他趁着有空也想多看看这个妹妹离家后的生活，所以就到处看了看，不想看到这套在这个村里算是最好的房子了。你想不想进去里面看看？还能进去看？当然啦，因为这是咱自家的房子呀。你家的房子？你夫家的房子？对啊。李小七说完就从身上掏出钥匙，李小七开了门后就招呼李自胜进去。难怪啊，刚才我远远的看着好多人进了这新房子，不知道在干什么，原来竟然是在晒稻子呀。李自胜想多了解一些李小七夫家的事，这样回去也好跟爹娘说。晒了这么多稻子，那应该很快就可以收割完了吧？应该没那么快吧，毕竟50亩呢，最快也要5、6天。啥？多少？50亩？对啊，我家50亩良田呢。那你夫家是地主啊？不是啊，
就是普通的猎户啊。猎户？打猎的？啊，我相公就是打猎的，我公公也是。之前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李小七觉得一两句也说不完，干脆就长话短说了，捡一些李小七回来后的事情说。原来是这样，七妹，幸好你遇到了好人。不提这些了。既然你好奇这房子，要不我带你参观一下房子吧？看完咱们就要回去吃饭了。李小七带着李自胜参观了一下房子后就出来了。李自胜久久没有回过神来。亲家哥哥，赶紧坐下，吃饭啦，应该饿坏了吧？叶长青一家和叶一鸣、李小七、叶寒和李自胜坐一桌吃饭了。叶凯等人早就吃好了。亲家哥哥呀，来喝酒吧。哥，来，我给你倒酒。我很少喝酒，不用了吧？喝点吧，只要不过量，喝一点没事的。这酒很好喝。行，那就一点点。叶寒倒完酒，就给自家爹和小叔都倒满了。一桌人喝酒的喝酒，吃饭的吃饭，气氛很快就热闹了。等到叶长青一家回去后，李小七才开始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既是如此，那明天我就和媳妇儿回娘家一趟吧。是应该回去一趟。那就这样吧，你放心，家里的事情还有我们呢，我们会处理好的。有爹娘在，我们肯定放心。明天回去可不能空手回去，孩儿，你要把东西都买好了，就当是3日回门那般慎重，可要仔细了。知道了，娘，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们明天是赶家里的牛车去，还是在镇上租牛车？我看呢，还是赶家里的牛车去吧。家里拉稻子暂时就用你小叔家的。还有就是你们要知会岳掌柜一声小龙虾的事情。知道的，爹。明天我们在镇上会告知岳掌柜的，小龙虾晚些天再抓吧，否则家里也忙不开啊。能推就推吧，最好割完稻子再抓。我们不赶家里的牛车了，我带蛮牛去吧，在镇上给他套个车价，也是1辆牛车了。我觉得不妥，媳妇儿，我看还是带着黄牛吧，蛮牛留在家里，把车架也留在家里，刚好套在蛮牛身上，这样蛮牛也可以去拉稻谷，黄牛我们在镇上给他买过一个车架吧。我觉得也是，因为家里人都知道蛮牛是从山上带回来的，还没去衙门登记呢，这样的话到时候被人举报或者发现了是要吃官司的。蛮牛没一个合理的身份还真不行。有这么厉害的牛不能用，真糟心。好吧，只能这样了，等下次有时间咱们去衙门给他上户口去。只要衙门登记了，那咱家想咋用都行。李自胜听得糊涂，感觉这牛不是齐妹家似的，竟然还没有登记。不过李自胜聪明的没有问。晚上大家洗洗都去睡觉了。今晚双胞胎跟着彭氏和叶以明一起睡，空出来的床位就给李自胜。眼睛一闭，黑夜悄悄过去，太阳已经升起来。叶寒、李小七和李自胜3人已经准备好走了。李小七有些事情叮嘱彭氏，彭氏过后又叮嘱叶寒一些事情，不知不觉就耽误了1刻钟。叶寒背着包袱，牵着黄牛，3人就出门了。叶寒先去给牛买个车架，李小七进了秦卫楼，李自胜自然跟在李小七身后。李小七找到岳掌柜后，简单说了一下，看能不能推迟一些时日再抓小龙虾。这估计不行啊，我刚收到府城的信，正想去通知你们呢。明天抓小龙虾，若是因为人手不够的关系，我可以派人去帮忙一起抓，你看行不行？既然这样，那得麻烦岳叔走一趟了，去我家跟我爹娘说一声，我跟相公现在准备去石头村，没法通知他们。好，这个没问题，你们早去早回，这事儿你不用担心啊，我会派人手去的。岳掌柜叮嘱了李小七一番，招来伙计，准备了2只烤鸭和一些吃的。这个拿着，就当是我的一份心意啊。不用了，岳叔，怎能让你破费啊？这您可见外了啊！你都叫我叔了，还客气啥？赶紧拿着，别耽误时间了，赶紧上路。哎呀，岳叔，你真是……赶紧去吧，晚了可就不好了。路途远，你们拿着在路上垫垫肚子也行啊。好。李小七带着李自胜就走了，刚好叶寒车架也买好了，一副崭新的车架。二哥，你知道从我们这儿到你家赶牛车要多久吗？我不太清楚，估计要几天吧。
我都走了好几个月才走到的。不过咱们只能一路打听着回去了。既然这样，那我们准备买一些吃的吧，放在车上也能垫垫肚子，不是？约叔已经给了2个篮子了，我看我们买一些糕点，带些水，再买一些调料吧。晚上不知道要在哪里留宿呢，买些油盐先备着。我估摸着，咱们说不定得住在树林子里头。如果不住树林子里头，就得找个客栈或者农家才行。那就走吧，先准备着。你去买糕点，我去买锅和油盐之类的。李小七买好了东西后，和叶寒会合，3人就上路了。必须先出镇，出了镇后再慢慢打听。李小七叫巴布扫描，看看石头村在哪儿，然后朝最近的路赶回去。主人，扫描到了，石头村在这儿，出站是对的。前面500米处有2条道路，走右边那条，没你们想的那么远，路程快点，明天就能到。太好了，原来你还能当车载导航器用啊！主人，你可别小看巴布了，巴布的作用可大了。知道啦，你最厉害了。不过你要随时扫描，提前告知我走哪边，有什么事情或者是危险，只要你扫描到了，你都必须说给我听。知道了，主人。李小七在遇到岔路的时候，总能找出理由告诉叶寒往哪边走。我估摸着50都过了吧，咱们找个阴凉的地方停下歇一歇。李小七觉得这黄牛估计也累得够呛，几人选了个有草坪的地方让黄牛吃草。3人喝了水后就开始拿出篮子吃东西，大快朵颐了。几人吃完休息了一下，就又开始赶路了。二哥，你们那个县叫什么县啊？郫县，再上去就是县城了。郫县，不就是咱们这个县啊？那咱们就属于同一个县。不过石头村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就只能先去县里，到了县里再去打听了。是啊，我咋没想到啊？早知道应该早点告诉你们的。那石头村属于哪个镇啊？江水镇。那就错不了，只是镇不一样。咱们这是衡山镇，你那是江水镇，都同属于郫县。你这样一说，我感觉咱们离得好近啊。听着挺近的，但是走路就不近了。这不我们连石头村在哪儿都不知道。媳妇放心，到了县里面咱们再打听，先打听江水镇在哪儿，先去江水镇，镇上再打听石头村，不就容易多了？妹夫真聪明。一行人终于在傍晚左右到了郫县。咱们先找个客栈住下吧。那边有一家客栈，咱们去看看。店家，你这客栈多少钱一间？30文一间1个晚上，时令算。这么贵啊？这还贵？我们这是小客栈，所以便宜。大客栈你去问问，那才叫贵呢。这样，掌柜的，我们要2间房，您能给算便宜点吗？这样吧，算你50文钱，不住你就找别家去吧。那就谢谢掌柜的了。随后有小二带着3人上楼，牛车给关在后院马厩那里，小二还给弄了草料和水。这下李小七也就放心了。几人上楼后，叶寒和李小七1间房，李自胜1间房。七妹夫，其实我可以不用住这么好的房间的，我可以去后院马厩待1晚就行的，这样就可以省钱了。二哥说啥话呢？咋能我们住客栈，你自己住马厩呢？咱们不在乎那些钱，放心住吧。我已经叫小二打水上来了，你先洗洗，然后下楼吃饭，咱们都在1楼吃吧。好。 3人各自在房间里收拾一番，就下楼吃饭了。这个菜挺好吃的，清爽的很。我倒是觉得这肉好吃，虽然比不上你做的，但是与其他人相比，这个更胜一筹。我觉得这个比不上中午吃的，中午吃的那才叫好吃。二哥，你可知道中午的是秦卫楼的饭菜，那是专门做饭菜的，专业的厨子做的，能不好吃吗？管他呢，有吃的能填饱肚子就行。咱们赶紧吃吧。估计大家也都累了，吃完了早些休息。一路上，李自胜指路，很快就到了石头村。二哥，哪个房子是咱家的呀？前面2间有点破旧的土坯房就是了。出来后，我们找了村长租的村里的房子，就是那2间。那2间？叶寒吆喝声响起来，牛车就停了。这时候刚好就是午时末，估计家家户户都在，村里几乎没人出来走动。李小七和李自胜下了牛车。李自胜率先跑进了房间，一进去就看见他娘躺在床上。娘，你看谁回来了？胜儿，你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你可要担心死娘了？你妹妹不见了，你又不见了，你可知道我们有多担心呢？娘，你先别哭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你再看看我把谁给带回来了。这时李小七朝着李王氏走近，当李王氏看清眼前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小女儿后，两个手哆嗦的想要去摸李小七，嘴巴也颤颤巍巍的想要说话，但是他现在说不出话，连手都抬不起来，只能看着眼前的人不断的颤抖。娘，我是小七啊！只见李王氏激动的笑了之后，眼白一翻，眼睛一闭就晕过去了。这时候刚好李自胜的爹从外面打柴回来，看到家门口崭新的牛车和陌生人叶寒，不禁狐疑，赶紧走了2步，就听见自家二儿子激动的叫娘的声音。咋了？这是咋回事？咋就晕了？赶紧找大夫！爹，娘激动的给晕了过去，我现在就去找大夫。李小七趁着这时候赶紧去伙房拿了个碗，假装在缸里讨水，借着水缸的遮挡，从空间弄了一碗空间灵泉水出来，立马端去隔壁房间。先让让，赶紧给他喂点水。李方明把王慧，也就是李王氏扶到床上躺着，刚松开手就听见李小七说话，一转头就看见了李小七。你是小七？爹，是我是小七，我回来了。你真的是小七？你没死？你没死，真是太好了！老天有眼，幸好没事，真是天不亡我。爹，你先松开我给娘喂水喝。啊，对，先给你娘喝口水。李小七端着水，拿着调羹就开始喂水了。等喂完李王氏1碗水，李小七安心了，肯定没事了，让他睡一会儿，估计就会醒来。爹，你和娘吃午饭了吗？还没呢，这不出去打柴了，刚回来。这时李自胜把孙大夫请来了。大夫来了，让。慢点，我这把老骨头啊要散架了。李大夫，麻烦你了，我娘子晕过去，这不着急找你来给看看吗？好说。李大夫说完就开始拿出脉诊给李王氏把脉。大夫，怎么样了？无大碍，脉象虽乱却有章法，没什么事情，多注意休息就是了。只是之前忧思过度，伤了底子，好好休养，开几副药吃就好了。最好保持情绪稳定，不能大喜大悲，这样病情好得快一些。那就麻烦大夫开药吧。李大夫，你开药吧，不过钱能不能先欠着呀？等我大儿子回来后，赚了钱给你送过去，连带着之前欠您的我一起还了，可以吗？我这有钱，大夫开药吧，等下把之前欠的钱一起结算了。好，你们谁随我去拿药啊？我去吧。好，走吧。媳妇儿，放心，一切有我呢。这不太好吧？等你大哥回来后就能有工钱。爹，我们带了钱的，您别在意，我们有钱。李小七说完，接着就去门口牛车上把买的东西全部卸下来。幸好叶寒想的周到，连米面这些都买了。爹，你在这陪着娘吧，我去煮点粥给你们喝。于是李小七把叶寒买的大白米掏出3碗，洗干净后就下锅烧火，又把叶寒买的猪肉等拿下来做一个红烧肉。伙房里，李小七只看见水缸边的一把野菜，把野菜也洗了，等下凉拌一个野菜吃。李小七觉得娘家这样的境况，看来得问问他爹娘了，看看他们愿意跟他走还是留在这里了。若是不愿意跟他走，那就只能买房子或者盖房子了。李小七一边做着饭菜，一边想问题。他是做惯了饭菜的，很快就煮好了浓稠的粥，弄了2个菜。李小七想着做干饭的，但是李王氏身体那么弱，还是喝点粥好。而且这粥李小七是放的灵泉水煮的，吃了病好得快一些。爹，吃饭了。好嘞。李方明笑着来到伙房，看着桌子上的一大碗红烧肉和凉拌野菜，别提多感动了。他有多久没吃过肉了，而且还是大块的红烧肉。爹，你先吃，我们都在镇子上吃过了，这是给你和娘做的饭菜。啊，你们在镇上吃过了？我们是吃好了才回来的，你吃吧。李小七说完，就端着打好的粥出去了，省得自家爹不好意思吃。他端着粥出来后，就来到李王氏的床边，等着李王氏醒了就给喂粥。不一会儿，李王氏悠悠转醒，
一醒来就立马起身想去找李小琪。我在这儿。小七，我的闺女儿，你终于回来了，终于活着回来了。哎，您别哭呀，我不是在这儿吗？我回来了。李小七最怕李王氏哭了，因为她发现她只要看见李王氏掉眼泪就心慌。回来了，回来了，真好。你给说说你被你大伯和奶奶卖了以后的事情吧。那个杀千刀的，我以后肯定跟他们没完。李小七就把自己回到叶寒家之后的事情大概讲了一遍，听得李王氏总算心里好过一点。幸好自家闺女被卖了，也没受啥苦头。当时他都以为自家闺女已经不在了，日夜哭的现在眼睛都快看不见了，但又存着那么一点希望，就希望自己女儿还活着。娘，所以你别伤心了，我现在过得挺好的，相公一家人很好相处，我现在都已经习惯了，而且现在也是顿顿吃肉，你没发现我都长胖了吗？你还真别说，这脸上的肉是多了不少，感觉几个月不见，你长大了很多呢。都说女大18变，你现在果真是越变越漂亮了，娘心里终于可以安心了。娘，你肚子早就饿了吧？赶紧先把粥喝了，我亲自煮的呢。好，那我可要尝尝。真好喝，我还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粥呢。娘，你先吃着，我去给你夹点菜过来。这时候李方明刚好吃饱肚子，吃撑了，感觉好久没吃过这么满足的一顿饭菜了。你娘醒了？我给她夹点菜过去。那把这些都端去吧，我已经吃好了。李方明特意给自家婆娘留着菜呢，否则全部都吃完，因为太好吃了。哦，好啊。娘，你吃着，爹已经吃过了。好。哇，这野菜还挺好吃的，那就多吃一点，还有肉也吃一点。这时叶寒和李自胜回来了，李自胜手里还提着几包药，李小七转身拿过药包去煮药了。你就是买我家七丫头的人？岳父，我和小七已经成婚了，她现在就是我媳妇，我从来没有当她是买来的。这是准备秋后算账啊。谢谢你，只要你真心的对待我们家七丫头啊，我就放心了。不过你们办过婚礼了吗？还没有。为啥不办啊？是因为买来的媳妇就不办婚礼？那算怎么回事？这是看不起我家七丫头还是咋地啊？因为当时也不知道你们在哪，就没有想这么多。好吧，这件事情情有可原。不过既然找到了，那这婚礼就必须办了。自家再穷也是穷得有骨气，不能亏待自家失而复得的闺女。这个放心，只不过我得回家后跟家人商量一下，而且这件事情还得跟媳妇说一下，看看媳妇儿是什么意见。可以。爹，妹夫家对七妹应该好得很，我在他家待了一天，看得出来。而且妹夫家现在割稻子，家里请了很多帮工，这不啊，妹夫还是跟着七妹回娘家来了，就是听着娘病了。不过七妹好像不记得以前的事了。你说啥？你七妹不记得我们了？不可能啊，不记得咋还记得叫我爹呢？我第一次见到媳妇的时候，她发着烧，脸颊滚烫红透了，还浑身冒汗。那时候因为牙行的其他丫头都派去别的地方了，所以我就买了媳妇。后来带去看大夫，大夫说幸好来得及时，再晚半个时辰估计就要被烧傻了。回去后媳妇的病就好了，但是却从没有提过娘家。我一开始以为媳妇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现在看来估计是失忆了，才不记得以前的事情。真是岂有此理！幸好小七命大，否则这样的大哥和家人不要也罢。李方明突然释怀了，这份亲情确实扼杀自家闺女的杀手，要了何用？以后也不会再奢望了。过去的事情就算了吧，幸好媳妇没事，咱们以后向前看，好好过日子。这样说来，是你救了七丫头一命，真是谢谢你了。李方明直到现在才真正接受叶寒这个女婿，因为自家闺女的命就是他救的，
若是遇到不好的人买去了，不知道要受多少罪。岳父要折煞我了，能娶到小七做媳妇儿，是我上辈子和这辈子修来的福气。您可别这样说。你俩说啥呢？爹，你把药给娘喝了。这药可是用的空间水煮的，药效应该很好。我看着晚上的菜估计没什么了，咱们家有菜园子吗？没有，才刚种下去没多久，家里没啥菜。之前有清米汤喝就不错了，都是弄点野菜或者玉米糊糊吃，一天也就吃一顿，哪里有什么菜呀？那背篓在哪儿？我们去山上碰碰运气吧。碰啥运气啊？爹，妹夫是打猎的，七妹的意思是看看能不能多弄些吃的吧。最主要的是先弄点野菜，若是碰不到猎物也没关系，明天再去看看。还有件事情我想问你们，爹，你们愿意跟我去大杨村生活吗？咱们去那里安家落户。李方明本来还高兴的脸立马就没了。小七，咱们家现在这个情况，去你那边也只是拖累你们，我们没有打算离开石头村。在这儿虽然现在糟心了点儿，但毕竟这里才是根，以后慢慢会好的。七丫头啊，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不过我不愿意离开这里，这事儿啊以后不要再提了。好吧，咱家这条件也太差了。既然如此，我想着咱家这房子也太破了，咱们要不盖房子，或者村里有没有比较好一点的县城空房子，咱们可以买过来，就省了建房子和买地了，还节约了时间，可以马上入住的最好。盖房子那要很多时间的，县城的房子有的是，就是不知道村长卖不卖。不过咱们先说好了，我现在没钱，你们有钱呢，我可以借你们的，以后会还给你们。但是若你们不让还，那我就还住这，不买了。李方明知道这女婿家估计还有点钱，但是拿着女婿家的钱买房子总是说不过去，就怕到时候给自家闺女惹麻烦。若是借，李方明倒是愿意，毕竟人穷也要穷得有骨气不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岳父，这你就见外了啊！我们有钱，作为女婿女儿买房子给自家的爹娘哥哥住，也不为过吧？不需要在乎那么多。叶寒怀里可是藏了200多两银子呢，有1张银票，这可都是他娘临走时塞给他的，就希望帮一把岳父家。那不行，那不行，我不同意。那这样吧，我和媳妇儿不是要补办婚礼吗？那这彩礼钱总是要出的吧？我娘说了，彩礼钱随你们说，只要我们能拿出来都可以。这彩礼钱按照村里的来就行，一般就是几两银子就行了。你叫什么名字？回岳母的话，我叫叶寒。叶寒是吧？按理我家丫头卖给你家的彩礼钱这些也就没了，既然你们家这么有心，我们也就不推辞了。彩礼就给2两银子吧，我家丫头和你的婚礼要办，女人一辈子也就成婚一次，这个不能委屈她了。这个自然，只是2两是不是太少了？不少了，咱们这村一般都是这样，高的10两也有，但是我家这个情况也不能为丫头做什么，有2两就不错了。娘，2两确实少了。既然是我与相公成婚，那就我俩自己商量吧，商量后再跟你们说。不过这事后面再议，现在最主要的是房子，先把房子的事情解决了，否则我们晚上住哪儿啊？哎，七丫头说的对。这是50两银子，咱们先把房子的事情解决了。爹娘，这钱你们先拿着用，我走了这么久，害得家里成这副模样，追根究底也是我的责任，所以这钱就当做是我孝敬爹娘的吧。这咋说的？七丫头，你拿着夫家的银子给我们，这与理不合啊。你放心啦，我婆婆他们不是不讲理的人。再说挣的这些钱也有一份我的功劳，不信你可以问问相公。岳父岳母，你们就拿着吧。之前我家也是很穷的，是媳妇带着我们一起努力，才能挣得如今的家产。换句话说，这些钱都是媳妇挣的，你们就拿着吧，这样我和媳妇心里也好受点不是？那就拿着吧，不过说好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啊。啊，爹，事不宜迟，你和哥哥去买房子吧。既然村里有，就买现成的，不过买好一点的，以后咱们家挣大钱了，再重新盖过新房子。好。李方明傻乎乎的笑了，觉得女儿真好，比儿子还能干。既是如此，你就问问村长，他大哥家那套房子卖不卖？
若是卖的话，咱们就买下。好，那咱们分头行动。我跟相公先去山上了。贝勒在哪儿？咱家的贝勒坏了，还没修好呢。这下尴尬了，要啥没有，论穷是第1名。之前牛车上不是有一个背篓吗？就背那个去吧。对啊，我咋给忘了？幸好你提醒我，我先去把背篓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把东西拿到这个房间来，别放在伙房。好。等弄好后，两人就上山了，朝着李方明指着的地方走去。李小七对这里还是比较陌生的，若是不指路，还怕真找不到。就算找到了，也浪费了大把时间。两人脚程快，很快就到了山脚下。主人，前面10米处有野兔。太好了。两人继续往前走。嘘。叶寒观察了一番，发现有2只兔子，从地上捡起2颗石头，对准兔子就发射。叶寒立马起身捡起2只兔子，开心极了。运气不错，我们还继续往上走吗？再找找吧。巴布，只要有猎物和野菜，必须马上告诉我。知道了，主人。左手方向5米处有野菜。好的。李小七拉着叶寒直接拐去左手方向了。看，那里有野菜，咱们赶紧摘了。还挺水灵的，这里竟然没人发现。两人赶紧摘了起来。相公，我在这里摘，要不你再往前看看有没有别的猎物，这样分开可以缩短时间，我们就可以快点下山了。好，那你在这摘，这一大片也要摘挺久的了。叶寒说完就起身走去另一个方向了。李小七2只手飞快地摘马齿苋，等摘完了发现才小半背篓，这时候已经看不见叶寒的影子了。李小七意识控制，从空间弄了一些别的品种的野菜出来，把整个背篓都装满了，有这些足够了。巴布，赶紧扫描一下我相公在哪儿。在前方200米处，刚好有只猎物在那里。那还等啥？我也去。李小七背起背篓就朝着叶寒的方向走去。离猎物还有多远？还有30米，离你相公还有20米远。李小七又加快了速度，很快就赶上了叶寒。相公，小点声，前面有猎物，我听到声音了。好，咱们走。两人又朝前走去，竟然是2只野山羊，而且还是成年了的野山羊，体型还算大。叶寒也看见了，正在地上找可以当工具用的东西。没办法，岳父家净身出户，竟然连把镰刀都没有，这不两人就是背着个背篓上山的。叶寒捡起一块大石头，准备袭击野山羊。相公，你负责抓左边那只，我负责右边那只，怎么样？好。我打完手势，咱俩一块扔出去。两人各自瞄准，李小七意识控制2只野山羊不动弹，做完手势，两人一起把石头扔出去，一个扔左边，一个扔右边，刚好砸中了野山羊的头部和颈部。2只山羊都受伤了，一个脑袋被砸晕，一个脖子被砸中了。李小七和叶寒两人赶紧跑过去，捡起石头又给乱砸了一通。得，2只野山羊彻底死翘翘了。两人惊险的相视一笑。媳妇儿，把2只野山羊弄我肩膀上，咱们赶紧下山。好。李小七知道2只野山羊的重量对叶寒来说不算很重，两人赶紧弄好就下山了。等下了山，到了村里，发现很多人回家了。村里人看见李小七和叶寒两人可稀罕了，尤其是叶寒肩膀上竟然还扶着2只野山羊。我的个乖乖，这是猎户吗？哎，可这不是咱们村里的人啊，他们是谁啊？我咋看着是李家老二李方明家的闺女啊？她不是被卖了吗？嘿，你不说我还不记得，你一说我也觉得像了，只不过比以前长得更漂亮了，皮肤更白了，也更圆润了，都有点认不出来了。这肯定是李方明家的小闺女，这咋又回来了？是啊，这是咋回事？李小七和叶寒才不管村里人说什么呢，朝着众人笑笑，两人赶紧往娘家赶。娘，我们回来了。嘿，小七回来了，累坏了吧？赶紧坐下歇一歇。他感觉吃了药之后好多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躺不住，起来活动活动。刚好李方明和李自胜不在家。不累，我爹和二哥回来了吗？还没呢。那我先去做饭吧，等下他们回来了，我就可以吃晚饭了。哎呀，这是野山羊啊，咋还猎着野山羊了？运气好。
这时刚好李方明和李资胜回来了。哎呀，收获不错啊！竟然猎的野山羊，还是2只野山羊，这也太厉害了吧！岳父过奖了，运气好。李老二，你家七丫头是不是回来了？这是找着了？是啊，我家胜儿不是走了好几个月吗？就是去找他七妹了，这不才刚找回来。那可是恭喜了啊，女儿终于失而复得了。不过这是谁啊？啊，这是我家女婿。这小伙子不错呀，我刚才啊看见他扛着2只山羊，走路都不带喘气儿的，可是有把子力气的人。你这女婿是猎户？是啊，是猎户。这不家里还没忙完，哎，谢谢各位的关心了。改天有时间呢，再跟各位唠唠。行啊，那你们先忙。李方明见人都走了，赶紧招呼大家进房间。叶寒赶紧把山羊扛后房去，和李小七一起去了隔壁房间。爹，二哥，你们回来了，怎么说？正准备告诉你们呢，成了，房子买成了，就是村长家大哥的房子，花了5两银子才买的，这是房契。明天上午啊，村长跟着去县衙换红契。那要赶紧打扫一下吧，趁着天色还没有黑，晚上先弄好睡觉的地方，明天选个吉日再搬家。是应该这样。那这样我们去打扫一下。小七啊，你在家里做晚饭，等我们回来啊，刚好就可以吃晚饭了。好啊，那你们去吧。我也一起来做饭吧。好啊，娘，你就帮我摘菜吧，把马齿苋摘好。3刻钟之后，打扫卫生的3人回来了。这时刚好李小七也把最后一个菜盛起来。你们回来啦，刚好吃饭了。很快5人吃好了饭，李小七收拾好伙房，把今天最后一次药端去给李王氏。晚上李方明和李王氏还在之前的破房子里住，叶寒、李小七和李资胜去了新买过来的房子里将就一晚。幸好这天气还不太冷，否则没被子盖真的会着凉。黄牛也赶去了新买的房子里，因为那里很宽敞。第2天，李小七早早起来了，一打开房门出来，就发现院子挺大的，最重要的是有一口井在这儿。李小七往院子的那口井走过去，盖住了，看不到有没有水。昨天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过来的时候看不清，天都黑了。李小七挪开井盖看了看，有水，还挺满的水，水还能把李小七整个影子照出来。李小七满意的把井盖挪回去后，转身看向房间，数了一下，竟然一排有6间房，第3间和第4间房中间有一条过道，是通往后院的，但是屋顶有飘梁，即使下雨，去后院也淋不着雨的。伙房设置在左边院子的一边，刚好靠着院墙，以围墙为一面墙垒成的一个伙房。伙房不大，但是够用了。伙房和边上的一间房有一条过道，过道的路面设置的更高一些，都是用大石块垫底，上面堆着少量柴火，这设计的还真巧妙，刚好可以当个柴房，上面有飘梁，刚好挡住了，淋不着雨。这房子还挺好的，又大又长，设计的还真好。李小七看完前院，看后院，没错，竟然还有一个后院。后院不大，比前院小一些。后院之前应该是种菜的。七妹啊，你咋起那么早啊？睡醒了就起来了，顺便参观了一下房子。这房子挺好的，还是7、8成新呢。当初村长大哥新盖房子，没几年就要搬去县里，这房子就留给村长管理了。我觉得呀，咱们捡了个大便宜，这房子挺好的。我也觉得挺好的。这房子设计的巧妙，他们家应该有懂行的吧？你还真说对了，村长大哥家的儿子就是帮人家建房子的，听说口碑很好，这不把他爹娘一起接县里去享福了吗？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回那边去吧，我要做早饭了。3人走了1刻钟左右就到了。李小七去了伙房，看见李王氏已经在洗米下锅了。叶寒准备处理昨天猎回来的2只野山羊，李自生一起帮忙。等吃过早饭后，爹，你去选好吉日，看一下哪天搬家合适，然后咱家要请谁。我等下就会去，就去村长家问问，刚好和村长先去镇上把红气换了，然后就请村里人吧。还有之前帮过咱家的人，也就能凑成2桌吧，其他人就算了。好，选好日子告诉我，我来准备吃食。等下我和相公去镇上买东西，家里的锅碗瓢盆都不够用呢。
是要好好布置。我们要等你和村长一起去吗？刚好有牛车。不用，村长家有牛车的，你们先去吧。小七到了镇上，锅碗瓢盆买足后，就去买粮食、肉和菜、佐料、油盐、酱油、芝麻、糖。之后就去买棉花，现成的棉被也买了6床，枕头、枕套、被套这些，李小七都买了6套。反正只要李小七觉得要买的东西都买了，没有买不匹，因为上次来的时候买了，现在还放在李王氏的卧房里。然后满满一车的东西装不下了。掌柜的，我瞒你这么多，要不你帮我送到我家成不？行啊，就你这刚好就能装一车的了。你把地址告诉我，我马上派伙计跟着你们回去就行了。掌柜的立马吩咐店里的伙计把李小七买的东西搬上牛车。2辆牛车载着满满的东西就回石头村了。叶寒下牛车后，坐上了后面伙计赶的牛车。你直接去吧，估计他们都在那边。好。叶寒带着伙计把棉被送去新买的房子那里了。李小七把要用的东西先搬下了一些，其他的留在了马车上，就赶着马车也去了新家那里。等叶寒和伙计把东西都卸下来后，伙计赶着牛车走了，李小七才道：咱买了这么多东西，可不得费老多钱了。娘，你别搬，我们2个搬就行了，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买的。岳母，你先进去吧，这些东西我们很快就搬完了。好吧，那你们搬。叶寒和李小七2人很快就把牛车上的东西全部卸下来。爹，你在啊？选了哪天日子啊？回来有一会儿了，后天是个大日子，咱们呀就能搬家了。好嘞，那你把人通知到位了。爹娘，今天有啥计划吗？我去通知人，之后去新房子里头再整整。我去山上砍柴，多备一些柴火总是对的。你们需要我做什么就说啊，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娘，你就别操心了，你把你自己照顾好就行了。我们忙起来的时候顾不上给你熬药，你记得你自己的药自己熬好了，喝掉啊。好，知道了，小管家。哦，对了，我昨天捎了信，你大哥估计下午能回来。大哥下午回来，那太好了。行啊，我和相公还去山上吧，最好能猎几只野鸡。家里已经有了羊肉和猪肉了，多猎一点野味儿，其他的就不用买了。家里野菜还有，但明天肯定就不够了，顺便再摘点野菜回来。下午我打算去捞鱼，咱们这儿哪有河呀？白酒溪可少不了鱼。小七真是长大了，不用我说，竟然都能知道这些规矩了。那可不，星子换了呀。我可是21世纪的新兴人类，总要比你们这些古人强一些吧。既然都有各自的计划，那就行动吧。我跟相公先走了。2人很快就按照上次走的路上山了。大杨村。英娘啊，我去田里了。哎，你去吧。这小七和叶寒回娘家也好几天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哎，是啊，谁说不是呢？真让人心急，不知道那边怎么样了。咱们只能等了，家里又在割稻子，实在也走不开。再有明天就全部收割完了。岳掌柜差人来说后天抓小龙虾。哎呀，咱们这儿也忙啊。哎，谁说不是呢？不过我估摸着怎么也要去个10天半个月的才能回来吧，总得先把那边的事情处理好了才能回来。哎，对了，早上咱们吃饭，我咋看见你送饭菜去库房啊？这个本来是越少人知道越好的，这不是叶寒和小七救了个人在养伤，所以给送点吃的。你知道就好，可别往外说。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放心，不会往外说的，我嘴巴可严实啦。叶寒和李小七已经到了深山了，经过8步的扫描，叶寒2人现在正在击杀野鸡。这次碰上野鸡群了，估计祖孙3代都在这里，竟然有8只野鸡。相公，你负责左边的3只，我负责右边的5只。还是我负责右边的5只吧，咱俩换个位置。行吧。2人换了位置后，准备徒手抓了。咱们数到3就上。
行啊。准备，1、2。李小七边数边意识控制8只野鸡，到了3，两人飞奔而去抓野鸡了。李小七一下抓住2只，换到另一只手里，空出1只手又抓。叶寒一下抓住3只，也是换到另一只手里，再抓到了2只。嘿，感觉好轻松就抓住了。是啊，我觉得这些鸡是傻鸡吧，咋都站不住。从来就没有见过这样的野鸡，有危险竟然不知道飞走，傻站着，感觉呆住了的样子，奇了怪了。哎，管他呢，只要能抓住就好了，说明这些野鸡挺笨的，这不刚好便宜我们了。说的没错。叶寒点点头，想不通就不想了，赶紧找下一个猎物。两人绑好野鸡，扔进背篓就继续找了。主人，左手方向10米处有野菜。好的。李小七带着叶寒去摘野菜了，赶紧把这一片全部摘了，还挺多的，少说也有半背篓了。两人安静快速的摘完野菜就继续往前走，按照巴布的指示又找到了一片马齿苋，两人又蹲下摘马齿苋，总算摘满了1背篓的马齿苋。主人，前方50米处突然跑来2只兔子。知道了。李小七带着叶寒往前继续走，刚好就碰上了2只正准备逃跑的野兔子。李小七立马意识控制，赶紧跑过去，徒手就抓住了。媳妇儿，你真厉害，我都还没反应过来，你就把兔子给抓住了，这速度也忒快了吧？估计是最近吃得好，练的天门太极奏效了，速度快了不少。难道你没发现你速度变快了吗？是，我好像不仅速度快了，力气也大了，估计就是练武功的原因。叶寒实锤了，被带偏了，两人绑好野兔就往回走了。巴布，附近有没有山药之类的可以炖汤的？主要是玉米没办法大胆的拿出来，只能另辟蹊径了。有的，就在你前面20米的地方有一个山坳处，那里有一小片铁棍山药。那真是太好了。赶紧拉着叶寒往前跑。到了山坳处，李小七假装找了找。媳妇儿，你找啥呀？找吃的呀，我看这个很像山药，你挖出来看看。就这个呀？李小七先把苗给砍掉，叶寒把砍刀当锄头用，幸好这里的泥土比较松，挖着不费什么力气。出来了，这个就是铁棍山药啊，赶紧的，全部挖出来。两人可是费了一把劲儿，才把所有铁棍山药挖上来，当然还留了几株当种子，其他全部给挖了。挖完之后，把土又给埋回去了。媳妇儿，看着挺多的，都堆成小山了。东西越多越好，这个不仅能煲汤，还能当药材呢，应该是可以卖钱的。那咱们休息一下，把这个装好就回去吧，估计快到50了。等到了家，都已经50末了。赶紧放下背篓去吃饭，都饿坏了吧？可担心死我了，我就一直在等着你们呢。不用了，娘，我能行的。哎，这些长长的棍子是什么呀？娘，这些是铁棍山药，运气好让咱们给碰着了，这不我们就给挖回来了。铁棍山药，吃的？就是一种吃的，可以炖汤，也可以蒸着吃。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刚好明天可以炖羊骨头汤了。是呢。李小七和叶寒两人洗好手和脸就去吃饭了。下次可别这么晚了，怪让人担心的。知道了，娘。知道了，岳母。李王氏走去收拾背篓去了，留下空间给两人吃饭。李方明和李自胜吃好午饭就去村委的房子了，整理床铺。伙房的锅具换新的等，因为明天就是搬家的日子，今天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叶寒和李小七吃好饭也没歇着，按照之前李方明说的路走去。临走时，李王氏也叮嘱了一遍，两人就往这个石头村唯一的一条河流走去。这河流比我们大杨村的还大呢，应该有不少鱼。不知道有没有鱼，咱们先下去看看。哇，这水好清凉啊！是还挺凉快的。两人各自找了水坑或者一些搁浅的地方就捞起来，但都没有鱼。来了都大半天了，咋还没有鱼呢？这么多坑竟然一条鱼也没有。奇怪，要不然就是村里人都是喜欢吃鱼的，把鱼都给抓了。阿布，这河里哪里有鱼？主人，这一片没有鱼，你要往上走，大概150米有一个大水坑，那里有几条鱼，
好的，相公，这里估计没有鱼了，咱们往上面走走。好，走吧。两人上了岸，穿着鞋子又往河上游走了。咱们从这下去看看，说不定有鱼。媳妇儿，你拿着渔网吧，更好捞鱼。不用，等我发现有鱼了再说。两人分开找坑，不想还真让李小七给找着了。棍子划拉进水坑里，一条鱼就跃龙门了，竟然跳了起来，又进水里去了。这里有鱼，还是大鲤鱼呢！相公，快过来！哎，马上来！你有渔网了？这个水坑挺大的，估计不止一条鱼呢。叶寒还没说完，就拿渔网捞鱼了。渔网一入水，慢慢的就看不见了。叶寒把渔网尽量往下伸，然后捞起，竟然真的一条鱼出现在了渔网里面。捞着了！不过这不是我刚才看到的那一条，这条更小一点。我再捞。这次叶寒摆开气势，两脚站在水坑的两端，半蹲，手拿着渔网从岸边开始打捞，手有多长就捞多远，而且还是往水深的地方捞。很快又一条鱼扑腾着被打捞起。哇，这条鱼挺大的，但这条好像也不是我之前看到的那一条，那一条鱼尾有点红色。那就还有，我再捞捞看。又拿起渔网一顿操作猛如虎，竟然被他捞起来两条鱼，一大一小。刚好大的那条就是李小七最先看到的那一条鱼。大收获呀，4条鱼了。我再捞捞看。叶寒还像之前那般摆开气势，把整个坑都给捞了一遍，最后只捞着一条2斤左右重的草鱼，之后就没有收获了。这个坑估计没有了，咱们还找吗？咱们再找找看吧，有多的话晚上咱们还能喝上鱼汤呢。行啊，我也去找大水坑去。叶寒觉得估计大水坑才有鱼，所以专挑大水坑捞，但是鱼没捞着，捞着一些河虾。这河虾不错呀，到背篓里面来，有些还挺大的。这里好像没有小龙虾，只有这种河虾。估计是，咱们再捞捞看。李小七看着叶寒捞上来的河虾越来越少，赶紧又找过一个坑。叶寒又找到一个全是河虾的坑，不深，捞起来后竟然也捞了不少。河虾估计有个2-3盘了，咱们再找找，若是没有了咱就回去了。巴布，附近都有啥？赶紧说，有没有鱼啊、虾啊之类的？主人，你站着的身后这个小水坑就有鱼啊，周边水坑都捞了，就留着这个水坑没捞。你是故意放过这2条鱼的命吗？不会吧，这水坑也就比井大一点，能有啥鱼啊？这小坑是深坑啊，有鱼的。行吧，我叫相公拿渔网过来，我这棍子不顶用啊。相公，你过来一下。来了，捞着一些河虾，鱼没看见。收获不错呀，河虾挺多的，赶紧倒进来。然后你在这个水坑捞捞看，能捞着鱼不？这水坑挺深的，刚刚我那棍子都探不到底。好嘞。叶寒往水深的地方一捞，竟然真的有鱼，鱼竟然逃走了。真有鱼啊，我好像看到鱼尾了。有鱼，坑尾溜走了，我再捞捞看。这次叶寒一通操作猛如虎，把小水坑都给搅浑了，整个坑都被一次捞完，然后鱼真的被渔网给罩住了。竟然是2条鱼。你再捞捞看。叶寒又捞了一把，没有收获，估计没鱼了。算了，不捞了，赶紧回去吧。等两人回到破房子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申时中了。你们回来了，刚好你大哥回来了，一起来见见。七妹，快让我看看你。大哥，你回来了。感觉七妹变了啊，变白了，还长胖了一点，比以前变得更漂亮了。哈哈哈，回来就好啊，这样咱们一家人都在一起，平平安安的了。哈哈，竟然还害羞了。一家人进屋后坐下慢慢聊了起来。原来李自瑞之前去码头搬货，后来又去帮镇上有钱人家搬货，兜兜转转做了2个月工。这次主家回府城去了，要过段时间才会回来，所以李自瑞接到父亲带人烧的消息后，就请了假立马回来了，这下可以在家待一段时间。明天咱们就搬家了，还有一些事情没做完呢，等下带你去看看新房子，就在村尾。小妹啊，哥哥很庆幸你把二弟找回来了，同样也很感谢你对家里的帮助，要不是你和妹夫，说不定咱们家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啊。大哥说什么话呢？你的爹娘不就是我的爹娘吗？你放心，咱们家以后会越过越好的。你说的对呀。
七妹啊，人虽小，却比我懂得多了。七妹真能干。几人闲聊一会儿后，李方明就提议把东西搬去村委的房子里，这边留下晚上需要用的，剩下的全部搬去新家，因为明天是在新家宴请客人。这些山药拿去新家那边，留2根晚上炖汤喝。李小七来到伙房，把背篓里的山药和野菜全部弄好，拿去新家那边。山羊肉拿过去一部分，还有一些。李小七整理晚上要吃的，剩下的全部整理了，拿去新家。这一下，整个破房子也没留下什么东西了。就晚上要用的东西还在。李小七去伙房忙了，先洗米下锅，叶寒负责烧火。抓的鱼留了1条，之后把鱼处理了。其他鱼已经全部弄到大缸里养着了，这条是死的，已经养不活了。李小七处理好了鱼，就先炖汤。这鱼准备做炖鱼，一口锅煮饭，一口锅炖鱼。等饭煮好后，李小七就把羊骨炖下去了。等下和着铁棍山药一起炖，把去腥3件套放下去，盖上锅盖就行了。李小七去准备野菜了，红烧肉也不能少。李小七是做惯了饭菜的，加上又有叶寒帮忙烧火，速度自然就快多了。很快晚饭就好了。哇，这炖鱼好好吃啊，太爽滑了，好吃。还真的是太好吃了，比我主家伙房做的饭还好吃。之前有一次主家有喜事，我们这些外来帮工的人加了伙食，吃的一道菜就是这个炖鱼呢，非常好吃。但是吃过七妹做的，我觉得七妹做的炖鱼还更好吃。咋回事啊？七妹，你学厨艺了？没有，这不是在家天天练的，也就会了。不过我之前好像对吃的特别感兴趣，会自己研究一下，做出来的味道都说好吃，渐渐的也就有信心了。媳妇儿做的一直都是很好吃的，我们都习惯吃媳妇做的饭菜了。是挺好吃的，这个红烧肉啊就做得非常好，软糯香甜又烂烂的，非常好吃。我觉得这野菜也好吃，清爽的很啊，我都做不到这样的口味。小七果然长大了啊。好了，打住啊，七丫头都要不好意思了，咱们使劲吃吧，晚上这么多菜都必须吃完了。对，你们快点吃。一家人吃好饭后，李小七收拾好碗筷，就把李王氏的药给端去了。娘，这是药，赶紧喝了吧，这是最后一次的药了，喝完之后从此健健康康的。哎，好，我家闺女真懂事。药虽苦涩，但心里却是甜的。自家闺女终于回来了，还是带着女婿，健康平安的回来，自己的病也好多了，明显感觉身体轻松不少。你说他能不高兴吗？转眼一晚很快就过去了。第二天，一家人早早起来，吃好早饭就各自忙活了。李小七一人就把做饭的任务承包了，所以李王氏搭把手，洗洗菜，做些轻松的活就可以了。李方明一大早就点了香烛，放了鞭炮，中午还要放鞭炮。本来这里的习俗是比较繁琐的，李方明和李王氏都不想大办，所以就意思一下就行了。李自瑞和李自胜负责把买来的对联贴在院门和房门上，门口挂上火红的灯笼。李小七整了2桌，这还是加上自家人一起的。李方明就请了几家自己相处的好的人家，其他都没有请。在4时初，第一个客人上门了，是陈东，李方明的好哥们儿，关系很好。之前李小七被卖，陈东也跟着出去找了，而且还时不时接济一下，有的时候送一把青菜，有的时候送几斤面粉之类的。2人同一个村，又经常出去做工，相处出来的兄弟情。李方明这次请的也是落难时帮过他的人，以后他也只跟这几家来往。宁哥，恭喜啊，好日子有盼头了，新家新气象，万事如意。哎，大家吃好喝好啊，酒满上。好，一起来，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一起来吃。你们先吃着，我马上就来。这次李方明家办酒席，请的客人都是每家来1个人，本来有些人家还会带上小孩的，这不都知道李方明家净身出户不容易，这能买上房子也是靠着女婿的钱，所以都自觉的不带孩子来，能省一口是一口，也减少了李方明的负担。李方明可没想到这些，一顿饭吃的客人都叫好，虽然只有2桌，但是饭菜却是好吃。这白白的是什么？挺好吃的，粉粉糯糯的。还真是啊，我以前可没吃过这东西，清甜粉糯，第一次吃呢。这就是炖汤的山药，咱家呀也是第一次吃，
喜欢吃的话，大家多吃点啊。哦，山药啊，倒是没见过这东西啊。这肉是羊肉，这个是羊肉啊，大块的羊肉，大家吃得过瘾才行。是真好吃，这手也开成一绝。谁让出啊？我闺女七丫头呀，这么厉害啊！七丫头的厨艺这么好啦，在她夫家练的，真是好造化。七丫头以后啊，肯定大富大贵的，你家也会越来越好的。你看，这就是证明啊！借你吉言，大家吃好喝好啊！这虾是河虾吧？挺大个的，非常好吃啊！是啊，这不昨天才去河里捞着的，可是费了一番功夫的。你们倒是有心了，这一桌的肉菜啊，过年都吃不上。你们这日子是起来了，恭喜啊！谢谢村长啊！在这里我也要谢谢各位的帮助，若不是在我最难的时候帮我一把，我现在的家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为此，我敬大家一杯，都满上。一顿饭的功夫很快就过去了。等大家散了后，李小七和李王氏才开始收拾碗筷。李方明在整理收到的礼金和东西。李小七觉得这样搬家好简单呀，就请客人吃一餐饭就行了。李自瑞和李自胜一起帮着收拾桌子，把桌子拆下，洗干净晾晒着，晒干了就可以放进仓库了。终于忙完了，可以歇歇了。这下好了，这房子住着才舒坦呢。后面有时间你们上山砍点木头，自己做一个谷仓吧，就坐在库房。是要的，刚好都在家，再砍一些竹子，多做几个背篓和竹篾筛子、晒席这些啊，家里都要用的。之前赶不及呢，都是小七和叶寒去街上买的，这之后就不用买了，咱家自己做。今天就不做活了吧，明天开始。就这么办。这时已经快未时钟了，几人都有点困，早上起太早了，所以几人都回房休息了一下。等到下午起来的时候，李小七听到了吵闹声，赶紧起床，循着声音找去。你们搬家为啥不请我？我是你娘！那个忘本的狗东西，你请别人吃肉也不请我吃，你良心被狗吃了。为啥不请你？你心里没点数啊？你是不是我娘？你配不配为我娘？你心里不知道？还有脸来我家找吃的？李天风告诉你的吧？也是他叫你来的吧？甭管谁说的，不管怎样，我也是你娘，你就必须孝敬我。甭管怎么说了，我都不会请你的。分家书上说了，每年给你1两银子赡养费，其他的可以不用管。今年的孝敬我们已经给了，而且那还是我们身上最后的钱，你还想咋样？都说虎毒不食子，你却专挑我下手，难道我不是你亲生的？你胡说啥呢？谁说你不是我亲生的？你不是我亲生的，我能养你这么多年？少说废话，你今天搬家没请我吃饭，那就拿几斤肉来，我带回家去自己做了吃。我家的东西为什么要给你吃啊？你就是小七？老李氏看着这名年轻女子，有点像以前的七丫头，但是短短几个月变化这么大，又觉得不可能啊，几个月就变这么漂亮了。我就是你卖了的那个李小七，咋了？认不出来了？你怎么会在这儿？不可能的，人难道是鬼魂变的？要不是你，我天天都会在爹娘身边吧？不对呀，天风说你都烧的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你咋还活着呢？原来你们一直希望小七死掉，小七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奶奶？你给我出去，我以后都不想再看见你。你个扫把星，病秧子，敢这么跟我说话，胆儿肥了你！你给我滚，给我滚！老李氏还没从李方明的吼声中回过神来，突然看见有个人影冲自己跑过来，本能的往后退。李小七假装用力的用大扫帚往老李氏身上打，在扫帚还没碰到衣服的时候，老李氏就跳开了。那弹跳力真不是盖的，谁能想到这是一位70岁的老太太呢？
哎呀，妈耶！孙女打奶奶啦！李小七赶忙跑去关了院门，本来也只是吓唬吓唬她，没想真打她，毕竟名义上还是她奶奶不是，得顾及一下她爹面子。就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娘，这还是娘吗？还是奶奶吗？李王氏真是恨透了自己的懦弱，为什么不能强硬一点，硬气一点？这样自家女儿或许就不会被卖了。想到自己一家人都在外面做工赚钱，只有李小七在家跟着他奶奶，本来以为赚的钱都上交了，他们会对自己家孩子宽厚一些，没想到啊，没想到。李王氏受不住打击，捂着心口，快要心疼的晕过去了，脸上的泪水控制不住的往下流。惠娘，你别生气了，一切都过去了。娘，好点没？好多了。爹，你扶着娘亲，我去弄点水给娘喝。李小七等着李方明点头，才去伙房拿碗，放了一碗空间灵泉水就端出来了。娘，你喝水。好多了，喝水还有这效果呢。啊，估计就是这水凉凉的，可以降火。娘，笑就对了，咱们不要为那些不值得的人伤心。知道了，扶我回房休息吧。李小七出来后又回了房间，发现叶寒不在，之前没太注意，好像之前就不在床上睡觉了，这是去哪儿了？然后李小七又去敲李子睿的门。大哥，你醒了没？不应该呀，之前闹得这么凶，说话声这么大，我应该都惊醒了吗？咋没反应啊？李小七推了一下门，门竟然自己开了。大哥不在床上，竟然不在，难怪如此。李小七这次去推开李自胜的门，竟然也不在，难怪吵这么大声都没出来，合着都不在家。那这三个人能去哪儿啊？爹，你知道大哥他们去哪儿了吗？不在房间吗？那不知道去哪了。我起来后就没见他们，一直以为他们在睡觉呢。哦，没事，估计几个人出去了。爹，你看家里还剩挺多山药的，你要不要拿一些去卖了？这个没卖过，不知道是什么价钱。行，你看着办。行吧。在有时钟的时候，三人才有说有笑的回来了。你们去哪儿了？媳妇儿，看我们带回来什么？哇塞，这是打到野猪了啊！你们下午去山上了？是啊，七妹，今天运气太好了，我们刚上山没多久就碰到了这头傻猪，真是要笑死我了。怎么了？我们刚上山，这野猪啊竟然自己跑到我们的面前，本来我们都快吓死了，想躲得远远的，不想妹夫竟然拿着砍刀就上。瞧见没，这野猪脖子上都是妹夫砍的，这野猪竟然不跑，就让妹夫砍。你说这野猪傻不傻？不是野猪傻，是咱们运气好。妹夫可是有2把刷子的，没看到刷刷2下砍下去，野猪都倒地了吗？你这说的也对，野猪是妹夫砍的，2、3下就把野猪给砍倒了。妹夫是真厉害。大哥二哥过奖了啊！本来上山呢是为了教2个哥哥打猎做陷阱的，这不还没开始嘛，就碰上他了，也算他运气不好啊。原来是这样，我说你们3个怎么都不在房间里面睡觉呢？那你们赶紧洗洗手吧，该吃饭了。然后李小七把刚刚老李氏来了的事情跟3人说了一遍，气得李自胜发狠话：他以后啊都不是咱们的奶奶，以后来了就把他关在院门外，别进家门。哎呀，我们还好说，估计最难受的就是爹了，有这样的娘真是不知道要咋办呢。以后若是隔3差5的来闹怎么办啊？大哥二哥，要不你们说服爹跟我们去大杨村吧，去那边发展的话会比这边好。这个是说不通的，爹的脾气我知道，他不会离开这里的。此事以后再说吧，爹现在估计没有这想法。算了，咱们先去吃饭吧，我早就做好饭菜等你们了。这野猪你们说怎么弄啊？要不要明天送去镇上卖了？野猪？我刚才还奇怪呢，这院子里竟然有野猪。你们3个下午上山了？是的爹，我们和妹夫上山准备学打猎做陷阱的。啊，挺好的，学会了打猎，那咱家的肉就不用买了，说不定还能拿去卖几个钱呢。不过这个挺危险的吧？岳父，我觉得一点也不危险，遇到能打的猎物就打，若是遇到厉害的，咱就想办法逃跑。妹夫太搞笑了。说的有道理，
还挺幽默的。李小七也笑了，感觉自家相公好可爱，竟然说出打不过就逃跑的理论。转眼天就亮了，李小七起来做早饭，早上煮了粥，添了一锅玉米饼，弄了一大盆野菜炒肉片，好吃，哎，太好吃了。早上这样吃挺丰盛的。这野菜很好吃，肉更好吃了，七丫头手艺好得很。喜欢吃大家就多吃一点，只要在这里的每一天，做饭我包了。说到这儿，七丫头啊，我是真的舍不得你走啊。你看你们能多住些日子吗？那要不我们捎个信回去，告诉一声，免得我婆婆他们担心。相公你怎么说？听媳妇的。那太好了，那你们今天去镇上，顺便捎个信回去。吃完饭我们就去镇上，刚好把这个野猪卖了。我估摸着捎信要去县里吧，镇上我不知道在哪儿。好像是，县里有驿站和镖局，都可以捎信的。镇上得去打听打听。行，那吃好饭我们先去把野猪卖了，然后再打听一下，若是去县里的话，估计要晚上才能回来了。只要平安就好，晚点没关系。我们把这野猪卖到哪里去啊？酒楼还是屠夫那儿？我估摸着卖去酒楼吧。那就先去酒楼问问，不过一般酒楼都有固定的猎户送野味去的，就是不知道咱们的收不收啊？那就去碰碰运气吧。几人到了镇上后，就先去酒楼。你好，我找你家掌柜的，不知道能否通知一声。客官，这是有什么事情吗？我们来卖野猪肉的，问一下你们酒楼收不收？啊，这样啊，您稍等啊。听说你们有野猪肉卖？是的，掌柜的，我们昨天打到的，你看看。哟呵，还挺大的呀。你这是毛猪，一斤20文，卖不卖？一斤20文是不是太少了？以前我们都是20多文一斤的。我这价格中肯，因为你这是毛猪，我还要自己处理这个猪毛呢。行吧，卖，赶紧上秤吧。好的，稍等片刻。一共是178斤，20文一斤，总共就是3两5钱60文，你们自己算算看。没错，掌柜的。小娘子用心算。略懂一二，掌柜的算的肯定没问题。七妹，这个山药怎么办啊？为什么这个山药不一起卖给酒楼啊？因为这个铁棍山药是食材，也是药材。咱们去药店看看，药堂收的话，肯定会比酒楼收的价钱高。哦，原来如此啊！七妹真是长大了啊，想得真周到。几人打听了一下镇上最实诚、口碑好的药堂后，叶寒就赶着牛车去了。到了仁和堂。你好，大夫，我们是来卖东西的，不知道贵药堂收不收啊？哦，什么东西啊？我看看。就是这个。这是铁棍山药。是的，我们不小心在山里碰上的，这不来问问收不收？收的，这么好的东西哪能不收啊？不知道这个贵药堂怎么收啊？这个呀，既可以当药膳、食材，也是一味药。算你30文一斤吧。虽然难得，但山上还是有挺多的。会不会坑我呀？巴布，这个大夫有没有坑我？这个只能卖30文一斤吗？主人，差不多这个价格，最高不会超过35文。行吧，知道了。算35文钱一斤吧。你看我们处理的这么好，一点都没有损坏，而且泥土都没有什么。这30文已经是高价了。那这样啊，算你32文一斤吧，这已经是最高的价格了。你愿意卖，我就愿意买，否则你们只能去别家问问看了。行吧，就这样，32文一斤，打秤吧。一共是103斤，一共是3两2钱96文钱，可对？没错的，96文。你给我凑个整呗，就算100文，能行吗？可以，那就是3两3钱，拿着数数。不用数了，大夫的为人我还是信得过的。小娘子厚道。李小七告辞后，就带着叶寒和李自睿走出药堂。李自睿倒是惊讶得很，这野猪卖了3两多，铁棍山药卖了3两多，合着这一下子就卖了6两多银子。李自睿内心简直不敢相信，七妹也太厉害了，这讲价也厉害。李自睿内心对李小七的看法重新洗牌了般，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接下来咱们去打听一下捎信的地方吧。行啊，不过咱们得先写封信吧。
是要先写信，口信怕说不清。那这样吧，反正都要用纸和笔墨，咱们不如先去买一些，写完信就收起来，拿回家哥哥们还能用用呢。挺好。可是我们不认识字啊。不识字，那就买几本书自学呗。哎呀，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以前没机会学，现在咱们家不是才刚好起来，我还想着去做工赚钱呢。大哥，你学会了字之后去主家做工，说不定有大造化呢。咱们不要求考秀才，但最起码得识字啊，不能做文盲不是？再说了，识字不仅能懂理，还能用所学的知识保护自己，保护家人。文盲什么意思？就是目不识丁，一个字都不认得的人。所以大哥，你和二哥都要学，趁着我和相公在这儿，你们可以多学点。没想到我这么大了还能学识字呢。大哥，咱们都要识字才行呢，你先学起来也不晚。好，七妹的一番好心，大哥受着了。几位是有什么事情吗？脱标还是捎信？捎信，请进。李小七打量了一下镖局，叶寒在跟镖局里头的人接洽，之后叶寒就付了钱。媳妇儿，走了。哎，好，这么快？只是捎信而已，说是2天能到。那咱们走吧。等到了家，已经是5时出了，幸好早上出来的早，否则估计现在回来都已经过了午饭时间了。娘，我来吧。你们回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都办好了，这是卖铁棍山药和野猪的钱，除了买书籍和笔墨纸砚，剩下的都在这儿了，给你。哎呀，这钱咋能给我呢？这是你们自己挣的钱，你们自己留着。娘，你说啥话呢？我们可是你的儿女，挣的钱不应该给你吗？拿着吧，我和相公身上都有钱。自家闺女真是虎得很，女婿难道没意见？不行，我不能收。娘，你就收着吧，刚好家里都需要用银子，这银子赚了本来就应该你收着。这之后我们还会去打猎的，所以放心拿着吧。这多不好意思啊！娘，你若是当我是你女婿，你就收着吧。不是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女婿和儿子也没差吗？对不对？好，我收着。娘，你去休息吧，我跟媳妇儿做饭，我来烧火。好啊，相公，我把钱给爹娘，你真的没有意见吗？为什么要有意见？我觉得这没什么呀。你看，在我家的时候，咱们挣钱不也要给我爹娘吗？只不过后来咱家赚的钱多了，出去买东西都是咱俩去，钱自然我们也是要拿着的。现在也是一样的道理，在这里，咱们赚的钱就应该给岳父岳母啊。我们自家身上都有钱，你放心，我没意见的。你个呆子，还是你懂我。谢谢你，相公。不用谢，对你，我做啥都应该的，因为你是我媳妇儿。李小七觉得谁说古人不懂聊骚的，这不是挺高能的吗？转眼天亮了，晨露熹微。李小七做好早饭后，把昨晚做的酱肉切好蒸熟。今天起得很早，家里人都还没有起来。李小七用意识控制，从空间里拿了一瓶恢复丹和大力丸。李小七决定了，在这里的日子要把爹娘和哥哥们的身体先调理好了。七妹，你咋起这么早啊？醒了就睡不着了。哦，还是你勤快。大家都不来。这粥看着颜色不好，但是味道很好，还有酱肉啊，特别好吃。是挺好吃的，这酱肉还真的挺香啊。七丫头手艺真不错。这酱肉啊，以后多做点，我怕不够吃。好啊，以后我多做点。很快，一家人都吃好了粥，菜全部吃完了之后，家里的男丁就开始分工合作了。李方明和李自胜做谷仓，叶寒和李自瑞2人编织背篓、晒席和竹篾筛子。李小七把剩下的野菜都洗干净，拿到太阳底下晒了。李王氏正在房间里做衣服，昨天已经把衣服都裁剪好了，现在只需要缝起来就行，剩下的都是针线活。李小七可不会这个，然后李小七就背着背篓出去了。李小七准备去山上，然后偷偷的从空间拿玉米出来。这都好多天没进空间了，想念得很。李小七快速的上山，走了不到1刻钟。巴布，你扫描一下附近有没有人。主人，没有人，猎物也没有。好的。李小七赶紧把背篓藏好，闪身进了空间。主人，你终于来了。是啊，这不是一有空就来了。
带着玉麒麟就去看看稻田了。哎呦，西红柿和辣椒满树红彤彤的，真好。李小七赶紧收获一波，芝麻也黄了。李小七控制芝麻脱壳，一粒一粒的芝麻脱下来后，就进入了保鲜房。这野菜都好嫩啊！那是肯定的，空间出品必须精品呀！瞧你嘚瑟的。他觉得不摘回去吃太可惜了，于是又出了空间，把背篓带进空间里摘野菜了。意识控制摘野菜，很快就摘满了一背篓。李小七又去看良田，还别说，稻谷已经成型了，而且有一些已经偏黄了，过不了多久就可以收割了。除了稻谷，其他的粮食都是可以收的。李小七又忙着收割小米、粟米等粮食了。大概半个时辰后，李小七终于把能收割的粮食全部收割完了。我要出去了，你在这儿好好的，除了照看房子，还要看着这些庄稼，有什么事情可以提醒我。好的，主人。李小七背起背篓就出空间了。很快，李小七就下山回家去了。他到家时才5时出，因此还来得及做午饭。李小七洗米下锅，烧火后就把早上烧的开水递给他爹喝，现在刚好晾凉了。解渴，这水啊，真解渴。那是，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水，空间灵泉水呢。李小七每次都假装在井里打2桶水上来，然后注入大量空间水，这样伙房的水缸里基本都是空间水了。还要吗？再来一碗。李小七又去打了1碗，等他爹喝好了，李小七又去打了2碗，1碗给叶寒，1碗给大哥，之后又转身去打了1碗，递给二哥。七妹，谢谢啊，你自己也没闲着，还给我们倒水呢。嗨，你们这不是一上午都在太阳底下吗？所以我就给你们打水喝了。我要去做饭了，否则你们要饿肚子的。李小七收了碗之后就去切肉了，切好肉就去洗野菜。空间里的野菜水嫩得很，李小七洗了很多，准备中午弄一大盆野菜吃。李小七趁着家里人没发现，赶紧先把铁棍山药丢一些进空间，剩下的估计还能炖3次汤。很快午饭就做好了。哎，这野菜比平时吃的还好吃。小妹上午去山里摘的？是啊，看着挺嫩的，我摘了1背篓呢。哇，真好吃啊！感觉每次的菜都有新口味。我不吃肉，光吃野菜都能吃下3碗饭。确实好吃。咱家七丫头的手艺啊，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肯定好吃。七妹来了。哇塞，已经编好这么多了。1、2、3、4、5、6，你们速度都这么快的吗？背篓15个，扇席都有3张了。爹，你编制的好像不一样，你弄的是什么？这是簸箕啊，已经编制好3个小的了。我现在手里编制的这是大的，准备编制几个，好装或者晒东西用。原来爹的手艺这么好啊！咱们农家人啊，这个都会。以前呢，只是编制背篓，没编制过这个。其实啊，这个也很简单的。李小七心里咯噔一声，幸好以前没编制过，否则这一下就要怀疑她是不是亲闺女了。这个挺好的，用得着，爹的手艺不错。七妹现在是过来检查我们的活计的吗？我可不敢。李小七之后走到叶寒面前，看了看之后就去伙房了。转眼1天很快就过去了。第2天天亮了，今天李小七起晚了，主要是昨天下午睡多了，导致昨晚上睡不着。李小七等叶寒睡熟后就进空间了，出来后就睡到现在。糟了，起晚了。李小七赶忙穿好衣裳就跑去伙房。七丫头起来了。娘，我起晚了。没关系，你现在这个年龄喜欢睡觉很正常。早饭我来做吧，你去玩一会儿。玩一会儿？玩啥呀？没啥好玩的呀。相公和哥哥们呢？他们呢？天一亮就上山去了。上山去了啊？咋不带我一起去啊？下次去的时候叫他们带你一起去。算了吧，我一个人也能上山。不过还是算了，估计他们快要回来了。李小七想想就去后院了。后院还没种菜，李小七想着还是种点菜比较好。蒜要种上，白菜、卷心菜这些都要种植上。李小七觉得突然又多了好多事情要做。李小七想要先致富，
帮爹娘赚一笔钱才行，否则家里要啥啥没有，吃饭就要啃窝窝头了。李小七可不想等他走后爹娘吃苦。很快早饭就做好了，这时已经是辰时中了，刚好叶寒等人回来了。李小七听见几人的说话声，赶忙跑出来看。哇塞，有野鸡汤吃了！七妹，除了野鸡汤还有兔子呢。我这里还有一只獐子，今天的收获不错吧？真不错，又有肉吃了。收获挺多的呀，咱们村里没有猎户，所以估计猎物就多一点。不过隔壁村有猎户的，经常都上山呢。吃饭了，赶紧收拾一下，洗手吧。哎呦，这么多猎物，挺不错啊。两位哥哥学打猎学得很快，这不今天上山的时间短，但收获不错。相公，你就应该多带着哥哥们去打猎，这样他们才更容易进步呢。下次我也去。好啊。等吃好早饭，李小七自己背着背篓上山了。家里的男子汉们都还要编织晒席等物。七丫头，你去山上带上你二哥去，别一个人去。啊，不用了吧，我一个人能行的。那不行，山里危险。岳父，要不我跟媳妇儿去？行啊，你去吧，也好有个照应。你放心吧，岳父，我们不会有危险的。然后就去拿了一个背篓和砍刀，就跟上李小七了。李自胜露出一脸羡慕的表情，他也想去。干活吧。李方明看了李自胜一眼，这小子心野得很，就是个坐不住的。李小七和叶寒两人往山上去了。李小七本来是想弄一些玉米树出来的，这样的话可以移植一些去后院种植。虽然自家相公跟着，但李小七觉得还是可以办到的。巴布，附近有人吗？没有的，主人。那我用意识控制移植一些玉米树出来，你给找个地方。主人，就你前面30米处就有一片比较疏松的土壤，你可以移植在那里。行。李小七随后就操控着15棵玉米树移植出了空间。李小七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事情做好后，和叶寒一直朝前走。媳妇儿，小心点，这里之前我们没来过，草比较茂盛，我帮你挡这些。没事，我可以的。两人好不容易走出这片茂盛的草丛里，终于是出来了。媳妇儿，你看那是啥？啥呀？李小七觉得他可以当影后了，这演技妥妥的发现不了，一切都是他暗箱操作呀。玉米啊，这里竟然有玉米耶！太好了，咱们就把它们挖回家去。好啊，那还等什么？赶紧干活吧。两人很快就开始用手里的工具开挖了。虽然没带锄头，但李小七带的是镰刀，叶寒带的是砍刀。两人大概挖了2刻钟，就全部挖出来了。累了，累死个人了，总算是全挖出来了。幸好这土是松的，否则没法活了。咱们先休息一下。叶寒也累了，主要是工具不趁手，瞎费劲儿累的。两人休息了1刻钟之后，就开始摘藤蔓捆玉米树了。我来扛，挖了这么久，才15棵玉米树。这有就不错了，种植好了也能长出很多玉米出来的。也是，咱们回去吧。两人绕道回去，走着走着，李小七竟然发现前面一条陡坡路边沿上竟然有人参。李小七瞬间瞪大眼睛，这简直是天降的意外惊喜呀！相公，你看那是啥？就这里还有人参？人参不都是在深山里的吗？妈呀，竟然是人参！叶寒立马放下玉米树，跑过去看人参，是不是真的人参？就这一会儿，李小七灵光一闪，对啊，空间里也有人参。既然这有人参，就说明这里是适合人参成长的环境。那要是人参大一点，也说得过去吧？李小七环顾四周，用意识控制空间里的人参移植几棵到了右手方向几米处。刚好李小七用身体挡住了叶寒视线。叶寒现在正在研究刚刚发现的那颗人参，在想怎么挖上来。相公，既然这里有人参，说不定还有呢，我再找找。好啊。李小七朝着右手方向移动。相公，这里也有。今天这运气真是不赖，你在那守着，我先把这颗挖了。叶寒叮嘱一句，立马开挖。没红绳也没事儿。叶寒后来知道另一种挖人参的方法，同样，叶寒先磕头，然后开始直接挖。幸好只有1株，挖了1刻钟，叶寒才挖起来，竟然是一只小人参，
估计也就小孩子的拇指大小。叶寒把挖好的人参包好，把土还原后，又去李小七守着的地方挖。哎，等等，我都忘记了，我头绳是红色的，还挺长，要不用这个？叶寒拿过头绳就开始绑人参了。这人参还挺大的，最起码人参苗很大，一片叶子都有3指长了，说不定就是100年老参。等叶寒绑好后，李小七跟着叶寒一起磕头，然后就开始挖了。李小七也在帮忙，两人各自挖一头。1个时辰后，两人终于全部挖出来了。这下咱们发财了，竟然有8颗人参。这7颗估计最少也是100年份的吧。空间这东西还真不是盖的，时间过得比外面慢，但植物的生长速度却比外面快了不知道多少倍。这人参弄进空间种植也才几个月，这都成了100年份的人参了。这啥空间啊，简直是逆天了。主人，那是因为你那人参是开启空间的一个支柱点一样，所以那里的灵气非常充足，比空间的土地上的植物生长时间还更快。原来这样，那我挪出空间了，会不会影响空间什么？不会，只要你不要全部移植走就不会。那就好，那就好。幸好我只移植了几株。媳妇儿，你咋了？媳妇儿，你摸胸口干啥？难道不舒服啊？没事，就是顺气。不舒服吗？没有的事，我挺好的。咱们走吧，回家去。好啊。叶寒一站起来，竟然发现就刚才挖出来7根人参的地方下面2米处，竟然还有2株人参苗。媳妇，你看，那还有人参呢。在哪儿啊？还真是，就是有点小，跟第1颗的人参苗差不多大。这个不挖了吧，咱们知足了。我也这么觉得。这2株咱们就不挖了，刚刚都贪心了，本来应该留下1颗的，这下刚好。那咱们走吧。李小七知道，第1株和这2株才是这山上自然生长的，那7株100年人参是从空间弄出来的。等两人到家，已经是5时末了。回来了！我就说你们俩咋回来这么晚？再不回来，等下我们就要上山找你们了。别担心，我们肯定能平安回来的，之前都没事。再说大山我们可是熟悉的很。妹夫扛着的是啥呀？玉米树。玉米树？这是很像玉米，而且也长了玉米，但是这也太大太高了吧？玉米树。岳父，这就是玉米树，主要是它太大棵了，不就像一棵小树一样吗？你说的还真的是啊，挺大的一株。这个摘下玉米就行了，你们把树苗也弄回来，不就死了吗？不会，我们能种活它们。这二舅哥跟以前的自己一样，以前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后来却发现媳妇儿才是对的。这么厉害？咱们现在先把这些玉米树种植了吧，后院的地不是都开好了吗？咱们种在后院吧。行啊。李方明随后跟叶寒2人一起把玉米树抬去了后院。李小七把背上的背篓拿下来，放进了自己的卧房，然后就去伙房，拿着2个桶去水缸里打水了。很快，李小七提着2桶水来到后院，叶寒已经在教大家怎么种植了。大家速度都很快，15棵玉米树连1垄地都没种完。李子睿给每1棵玉米树都浇上水，李小七检查每1颗能摘的玉米都摘下来，之前没有摘，只能现在摘了。还不错，总共摘了9根玉米呢。那晚上炖玉米汤喝吧。中午喝的鸡汤，晚上呢咱就喝玉米汤，刚好还有最后2块羊骨，晚上一起炖了。李子睿浇好水后，看着玉米树还挺精神的，一点损坏都没有。这妹夫的力气挺大呀。娘呢？在房间。那咱们就去岳父房间吧。媳妇儿，带什么东西？知道了，你们先去。啥事儿啊？先去岳父房间，你们马上就能知道。走吧。几人到了房间。你们这是咋了？我来了。闺女也进来了，这是怎么了？啥事儿啊？赶紧说，别神神秘秘的。稍等。拿这个背篓干啥呀？兴许就在这背篓里啊，你们猜猜。猜不着，赶紧说吧，七妹。李小七把背篓上的杂草弄开，拿出1根人参。人参？嘘，小点声。对，小声点。这是人参，这么大的人参，你们是怎么挖着的？这方圆几个村，没听说哪家挖着人参的，竟然被自家女儿女婿发现，给挖了回来，
还是这么大一颗人参。运气好呀，我们绕道回来就遇到人参了，而且还不止一颗。李小七说完，就把背篓里的人参全部拿出来，然后李王氏惊呆了，李方明愣愣地看着李小七放在桌子上的人参，李自瑞和李自胜两人惊讶的嘴巴都合不拢了，感觉下巴脱臼了一样。七丫头，我不是在做梦吧？我感觉我眼花。我觉得我中午没睡觉，现在脑子有点糊涂。天哪，这堆里人参了啊！咱家要发财了，要发财了！难以置信啊！我感觉太不可思议了。七妹，赶紧讲讲，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来说吧。叶寒开始讲经过了。哦，原来是这样，你们运气也太好了吧！原来还能这样报复，七妹妹夫，你们太厉害了。这是喜事，不过咱们别声张。你娘说的对，确实要保密，咱们别声张。确实应该这样。不过我打算明天就去卖了，你们觉得呢？我也赞同卖了，不过可以留下1-2只。那就这样吧，明天我跟你们一起去卖。卖人参自己还是一起跟着的好，女儿和女婿都还小，怕被人给骗了。咱们明天去，那留下哪2只？听你们的。那爹娘，这个你们先保管着吧。不用了，就1个晚上，你保管吧。那留在家里的这2只你保管着，这个还是要晒干了才行吧，保存得更久一点。一家人说定后，李小七就又拿回房间收好。8只人参留下了最小的2只，也就是1大1小，其他6只大的全部明天拿去卖了。大杨村，今天刚好是叶凯、叶亮和双胞胎的休沐日。爹，大哥大嫂来信了。真的啊？在哪儿呢？我要看信。我也要看信，给我看看。让我念吧，我先拿到的。好了，别争了，靓仔你先念，等下你们再轮着看一遍。好嘞，我念了哈。爹娘，我跟媳妇儿在石头村一切都好，不用担心。媳妇儿娘家发生一些事情，我和媳妇儿大概还要10天半个月才会回来，不用担心我们家里的事情，只能让你们受累了。叶亮念了1刻钟才把一封信念完。原来这样，连个房子都没得住啊，怪可怜的。娘家有难，确实应该在那儿多帮衬一些。反正咱们家的稻谷都收割完了，也归拢了，连谷仓都做好了，除了要交税的，谷子都收进了谷仓里头。咱家的粮食稳妥得很，也没什么要忙的了。明天帮着你小叔家一起割稻子就行了，让他们在那边多待一阵子也行。原来大嫂娘家这么难啊。是啊，大嫂还挺难的，大哥和大嫂留在那儿是对的。不过孩儿说到成婚办酒席这事，倒是一直是我们疏忽了，确实应该给他们办喜宴。这个其实我早就想说了，只不过一直没这机会。当时小七也没说娘家的事情，我也就一直没提，之后也就给忘了。既然如此，那咱们等孩子们回来后商量商量，给好好的办一场喜宴。是这个理。转眼第2天到了，大家早早吃好饭，李小七、叶寒和李方明3人赶着牛车就去镇上了。咱们是去镇上卖还是去县里啊？我觉得去县里估计价格会高一些。女婿说的没错，县里药堂应该会多给一些价钱。咱这毕竟是在小镇上的。那咱们就去县里吧。午时初，3人就到了郫县。几人打听了县里最实诚、童叟无欺的药堂后，就驾着牛车去了。有2个药堂口碑比较好，李小七打算一个一个试。叶寒把牛车赶到药堂门口停下。到了，咱们先下车吧。李小七和李方明下车后，叶寒也跟着下车，把牛车拴在旁边。大夫你好，不知道你这里收药材吗？收的，你稍等一下啊。很快药包好后，跟买药的人交代几句注意事项，这位大夫才看向李小七和李方明。不知小娘子卖何药材？你看，竟然是，咱们里面说话，你们坐。不知道大夫怎么称呼啊？鄙人姓吴，你们可以称呼我吴掌柜、吴大夫都可以。
吴大夫，不知道这样的人参价值几何？不瞒你们说啊，这人参最少120年份了，在咱们县里可是很珍贵的，很少遇见成色这般好又根须完整的，价钱自然贵一些。这只人参我出230两。李方明听到了，惊讶的呆了。叶寒在想以前卖的人参价格，再与这个对比。掌柜的，实不相瞒，我还有2只这样的人参，不知道你可否一起给顾家？还有？李小七示意他爹拿出放在他那里的2只人参。好家伙，竟然一下子3颗百年份人参，不妨也估一下价格。好的，这2根我给500两银子，之前那根230两。吴大夫是懂行之人，不如这样，3颗人参一起给我800两吧。这容我再看看啊。吴大夫看了又看，满脸的褶子都要笑出来了。行，800两就800两。之后吴大夫收了3只人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后，李小七等人出了药堂。七丫头，教教我不是在做梦吧？虽然知道人参价钱，但是没想到这么值钱，简直是暴富的最佳途径了。爹，是真的，不过你可别露馅了，这可是在大街上。啊，对，在大街上。爹，我们还要去下一家呢，你稳住哈。之后叶寒赶着牛车带着2人一起去了另外一个药堂仁和堂。李小七找到了掌柜的说明情况，刚好这时候药堂里没有病人，只有掌柜1人和2个学徒。掌柜的，不知道贵药堂可收人参？你有？那还等啥子？赶紧拿出来我看看呢。啊，马上。竟然是3颗人参，你们是怎么得来的？我们是猎户，上山打猎碰到的，这不就拿来给你长长眼，看看能卖多少钱。哦，原来如此啊，这可是极品的百年人参，你这3颗最少都是120年以上的年份。这样，这3颗我给你们850两银子，你看卖吗？大夫，你看你能不能再加点儿？毕竟人参这东西可遇不可求，碰上也是运气。我们也是在深山恰巧碰上的，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可就说不定了。你再给加点吧。李小七觉得这大夫比刚才的大夫实诚多了，以后可以专门来这家药堂买卖东西。这行吧，那就900两，这是我能给的最高价格了。好啊，谢谢大夫。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次的钱李小七要的全部是银子，刚好背着背篓来。3人弄好后就出了药堂，还是叶寒赶牛车，李小七和李方明一起坐在背篓旁边。3人不停歇的往家赶，在酉时钟左右的时候，3人终于到家了。你们回来了？我就说你们中午没回来，肯定是去县里了。你们2个来我房间。哎，好嘞，爹。人都到齐了吧？来了。你们说还是我说啊？爹，你说吧。行，我说。之后李方明就把今天去县里卖人参的事情大概说了一遍。爹，你说了这么久还是没说到底卖了多少钱呢？瞧你猴急的。七妹，你知道，你自然是不急的，我很好奇嘛。好了，不逗你们了，我告诉你们，卖了800两银子。啥？多少？没听错，800两，这人参果然值钱啊！竟然能卖这么多钱，这下咱们可是发财了。你们别急啊，我还没说完呢。你说。哎，对，爹你说。卖了800两是最先去卖的3颗人参的价钱，后面3颗人参啊卖了900两，合计就是1700两银子。李方明这下一口气说完，看看几人，竟然发现自家婆娘和2个儿子都站着呆住了，眼睛呆滞的像个傻子。过了一会儿，李自瑞最先回神。爹，你是说6颗人参卖了1700两银子？对呀，所以不是我一个人以为听错了。所以卖了很多银子。以前为这几个铜板能干1天的苦力，现在这是怎么了？女儿女婿上一趟山，挖几颗人参回来，就赚了1700两，赚钱这么容易了吗？你们不是一家药堂卖6颗人参，而是分开卖的，去了2个药堂。一般人都是一次性卖完的，咱这咋就分成2个药堂卖？这里面有啥名堂吗？对啊，我也奇怪了，卖了这么多钱，挺高兴的，而且也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为啥要分成2个药堂卖呀？还得多花时间多跑一趟。我猜应该是不想被人发现吧。这应该是七妹想出来的馊主意。所以七妹，真的是你的主意？赶紧给咱们解释解释呗。是我的主意，而且你们没有发现吗？在家里的时候我就分配好了，人参是分开放的。李小七解释一通后，大家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还是七妹聪明啊！七妹的头脑是佛祖开过光的吧？七妹，你太厉害了，就说你最聪明。还别说，七丫头的想法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挺好。那是，也不看看是谁的女儿啊。爹娘，这些银子你们拿着。我看看银子，白花花的银子这么多。这些银子挺好看的。七丫头，你们的心意我们心领了，不过这银子我们不能拿。啥不能拿了？这银子是你和女婿去山上挖了人参所得，理应就应该归你们自己的，我们不能拿。你娘说的不错，我们不能收你们的银子。李自胜和李自睿2人觉得确实了，这是妹夫和妹妹的银子，不能收。岳父岳母说的有道理，那现在这个银子就是我和媳妇的了。叶寒突然来了这么一句，把所有人都说愣了。还是女婿懂我的意思。不过岳父岳母，这些银子我和媳妇打算拿一半出来孝敬你们，所以你们要收下一半。李小七瞬间秒懂叶寒的用意，要爹娘全部收下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要求收下一半，不过分。对啊，爹娘，我们都是你们的儿女，你可是要拿孝敬的，不拿就是不把我们当做你们的女儿女婿看了。这咋说的？你们夫妻倒是配合得好，但是就算是这样说，我也不能收。岳父岳母，其实我们能挖到这些人参呢，能卖这么多钱，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若是你们不要，那我们也不要了。你们……李自睿有点尴尬了，他觉得这银子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爹娘，其实你们想想，这些银子是咱们2个家庭的努力得来的，所以每个家庭一半，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不接受反驳。爹娘，我看你们还是收下一半吧，另一半就归妹夫家，这样你们就不用烦恼了。这功劳都是七妹和妹夫的，咱们记着就是了。对，爹娘，你们就收下吧，这样我们也心安不是？是的，岳父岳母，你们就收下吧，就当是我们夫妻2个的一点心意。既然如此，好吧，银子我们收下一半。那就收下吧。李王氏感动的不要不要的，这可不是几两银子，这一下就是850两银子呢。李王氏想想有点头晕。这女婿不是一般的大方，是真的大方呀。我饿了，我要吃饭。是，咱们赶紧去吃饭，早就做好了。这不忙着这事儿，倒是忘记了还要吃饭了。哇，这是兔肉啊！那根小人参我给炖了，这是炖的兔子。早知道这么值钱，我就不炖了。娘，人参吃到咱们自己肚子里，身体就好了，身体好了就不会生病，不是省了一大笔的花销吗？自己还不用受病痛折磨，为什么不能炖了吃？你不炖，明后2天我也会问你要的。我觉得就应该吃了。对啊，我觉得炖着吃挺好的，我还没有吃过人参呢，大家尝尝呗。对呀，咱们都没吃过，今天咱们也能享福一次了。我也要吃。那大家都坐下尝尝。这人参是苦的。虽然我没吃过人参，但我知道人参就是苦的，而且是越苦越好。瑞子说的对，人参呢就是越苦越好。一家人很快就坐下吃人参了，合着兔子肉还有热热的汤，喝着真舒服。其实山上那里还有人参，还有2株，我们没有全部挖走。是的，就跟这株的差不多大。还有人参，能碰上1株人参都是运气了。这七妹和妹夫是啥运气啊？合着这还是10颗人参了。没有挖是对的，咱们要知足。那2颗就让它们自然生长吧。是的，碰上好东西就应该留个种在那儿，以便后代繁殖，这也是我们这儿的规矩。一家人很快就吃好饭了。下午，李小七准备把獐子一半做成卤肉，一半做成酱肉，而且还拖着李王氏一起学。他想把自己会的教会李王氏，这样即使他走了，爹娘和哥哥们也能吃上好吃的。李小七做之前已经跟李王氏讲了一下步骤，
然后才开始做的。李王氏也是做惯了饭菜的，很快就学会了，跟着做了一次酱肉和卤肉，李王氏掌握了7、8成。这些肉留在锅里面继续焖一会儿，咱就别管了。不过把灶里的火弄灭了。好，休息一下吧。没想到做个卤肉和酱肉还挺麻烦的。那肯定啦，不过好吃嘛，是吧，娘？是呢，我闻着这香味就馋了，估计你哥他们更馋。他们人呢？哦，我之前听了一嘴，他们编制好东西都去做谷仓了。哦，我就说咋就你大哥一个人在忙。然后两母女就开始做晚饭了。李方明几人就用了1个半时辰就把谷仓做好了，就坐在库房靠里的那一边，刚好用竹帘子隔开了。爹，你看还是得听我的吧。现在3个谷仓，这地方完全够用的了。是了，幸好是听你的多做1个，这位置完全够用，木头也刚好够，就剩了几块木板。家有谷仓，装有米粮，有灾不慌，这可是老一辈人说的。李方明内心踏实不少。把这几块木板弄出去，打扫打扫就可以了。第二天，李小七早早的就起来煮粥了。等粥煮的差不多了，就把切碎的野菜混着一起煮，放一些盐。这次弄了一些野菜进去煮，就是为了方便在粥里放恢复丹和大力丸的。李小七这次可是倒了2颗恢复丹，3颗大力丸，整整5颗。很快大家都起床了。媳妇儿，你起得那么早呢？我一起来帮忙呢。不用，你去洗漱吧，我只要弄2个菜就行了，马上吃饭了。好的。七丫头，你咋起这么早？天天起那么早，小心不长个儿啊！以后我来做早餐吧，你别起那么早了，听见没？娘，没事，我是睡醒了的，我起得早就我做，别在意。爹娘，我想着咱家既然有钱了，干脆买一些田地吧，这样也能有个保障。你说的这事儿啊，我早就惦记着了，也是正准备去买，正想跟大家商量一下，没想到七丫头倒是先提了。既然如此，吃完饭你们就去买吧。不知咱们是找村长还是去镇上？我想着啊，先去村长家问问看，村里有人卖田的话，咱就直接买过来。不够的，咱们就去镇上县衙处问问。那就得听爹爹的。爹，我也想去村长家，我跟着一起去行吗？行啊，怎么不行？不过啊，咱们得准备点吃的送去，毕竟求人办事，这是规矩。这个简单啊，家里还有山药、玉米，还有3根，咱们都拿几根。肉的话，就只有做好的酱肉和卤肉了，还有1只兔子。行，那就拿1只兔子，酱肉拿一点，玉米和山药都拿上。那我现在就去准备准备。那咱们也准备一下，就走吧。村长叔，在家吗？谁呀？进来吧，在家呢。啊，是方明啊，有事？是有点事情。这不想问问村长吗？咱们村里有谁家要卖田地的吗？我想买点儿。你家要买地？这是突然哪里发财了？这实不相瞒，这女婿见我们没个谋生的，给了我们孝敬银子，我们就想着给买点什么，这不就来你这儿买地了。咱毕竟也是农民不是，1年4季伺候的也就那1亩3分地了。你说的对了，咱是农民，是老百姓，不能忘了根本。行啊，这事儿做得好。这就是你女婿？村长爷爷好。是呢，这是我女婿，这是七丫头。俩人倒是登对，是个俊俏的小伙子。七丫头变化挺大的，上次我都不敢相信这就是七丫头。村长说，这是家里的一些吃食，送来给你尝尝，不嫌弃就好。有心了。婶子拿着。呀，那我就不客气了。你们来的倒是巧了。隔壁村的王地主家有20亩地在咱这村子里头，叫我帮忙寻摸买主。他家呀都是良田。你们想买多少亩啊？那多少钱1亩啊？要看你买多少了。他给的价钱是20亩，全部买去的话就算7两，若是少于10亩，那就要算8两银子1亩了。村长爷爷，那我们就全部买下吧，20亩我们要了。全要了？这是发大财了？女婿家是富贵人家。
村长说，那我们就全部买下吧。你看什么时候能办手续之类的？现在就可以，你们跟我进来吧。村长从桌子里面拿出笔墨纸砚和填器，办手续很快就弄完了。李方明一下子掏出140两银子，可是吓了村长一大跳。我的个乖乖，方明家真是出了个好女婿呀！这真金白银的，你看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行，我们是先去镇上衙门过红气，还是先去看地呀？先去镇上过红气吧，再去看地。行，那咱们走吧。去镇上是李自瑞赶车，李方明和村长叶寒3人坐在牛车上，李小七没跟着一起去。李小七回到家里，跟李王氏和李自胜说了一下，李王氏高兴得很。这么说，咱们在这村里就有20亩地了。是呢。咱们以后不用再为没粮食吃而发愁了，只要有地，咱们自己勤快点，肯定不愁吃不愁穿的。是啊，真是苦尽甘来。你看，你2个哥哥都到了说亲的年纪，可是到现在都还没个着落呢。只要咱们家越变越好，你2个哥哥的亲事我就不着急了。娘，你放心，咱们家会变好的，说不定以后咱们家就是石头村最大的地主，最富裕的人家了。好，那我就好好等着。一定要努力学习打猎，努力种田。对了，还有读书，七妹买的书籍和笔墨都还没用呢。七妹，上次你说你会教我识字的，咱们现在就去。好啊，哥哥好学是好事呢，以后我每天教你5个字，你要好好学啊。我一定会的。李小七先从3字经教起，李小七念一句，李自胜也跟着念一句，而且2人同看一本书，李小七念到哪个字就指着哪个字。李自胜本就是活泼好动的那个，记性特别好，大概半个时辰后，李自胜就能背诵3字经的一半内容了。李小七打算下午教写字，留出了空余时间给自家2哥仔细琢磨琢磨。因为李自胜年纪偏大了，学东西又快，掌握的自然就快。李小七之后就开始给自家2哥解析每一句的意思，2人直到李王氏叫吃饭才放下书本。七妹，我感觉读书也不是很难呢。读书并不像其他人说的那样难，尤其是大伯家的大儿子李自胜叫他大堂哥的，上私塾1年了，竟然连3字经都背不下。以前李自胜可羡慕大堂哥了，因为奶奶总说他要读书，要考秀才的，所以家里有好吃的全部先给大堂哥，自己只能站在旁边看着，馋得口水都流出来了，也不能吃上一口，只能看着大堂哥吃得津津有味。吃完，大堂哥还朝他咂巴嘴，笑他贪嘴。娘，爹他们怎么还没回来？还没呢，不过应该快了。估计去看地了。回来了。你们回来了？咋这么晚啊？在地里头转了会儿，这不就晚了吗？那地咋样啊？地是好地，现在刚好在割稻子了，所以就多逗留了一会儿。咱家没种地，我倒是忘了。现在本来是割稻子的时候，等他们割完稻子，地就归咱家使用了。这样啊，先吃饭吧。今天去过红气的时候，我也跟师爷打听了一下，隔壁村有良田卖。你们说咱们还要买吗？买啊，为啥不买？田买的越多越好。爹，明年留出一半的田，不种稻谷，种其他的。所以下次买地的时候，可以买中下等的地，不要全部买良田。这是为何啊？明年中下等的地就不种植稻谷了，你们跟着我们一起种植辣椒和番茄吧。对啊，而且这个玉米也可以种。没错，要是愿意，你们也可以跟着养小龙虾，我作为技术顾问来协助你们。你们说的好有趣啊！技术顾问是个啥？进行技术指导的人啊，就是养殖小龙虾。怎么养？我教你们啊。胡闹吧！又是种辣椒、种番茄，又是养小龙虾的，那都成大地主般的存在了。而且什么是番茄，什么是辣椒啊？真的没骗你们，这咋还不信了呢？发财的机会都不要。事情是怎么样的？赶紧说明白了，搞得我都糊涂了。岳父岳母，我来说吧。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媳妇儿在一次跟我进山的时候，叶寒把事情简单的讲述了一遍，众人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七丫头早不讲明白了。这么说，还真有辣椒番茄。
这东西可没见过。七妹、妹夫，还有你们说的小龙虾，真的很好吃，比河虾还好吃。小龙虾真的很好吃，番茄和辣椒也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啊，媳妇的意思就是说多买地，中下等的地也买一些，旱地也要，明年一起种植，还能赚上一波银子。没错，相公说的就是我要说的。不过媳妇儿，种子好像不多吧？别担心了，我可是留着种子的。之前吃的番茄和辣椒的种子，我可是全都留着了。李小七扯了谎，不过种子是真的有，不过是空间的种子。那真是太好了。那咱们就去买一些中下等的田地和一些旱地，到时候就种上番茄和辣椒，还有玉米。不过这番茄和辣椒还有小龙虾到底卖什么价格啊？辣椒2两银子一斤，小龙虾35文一斤，至于番茄可能就是最贵的吧，卖5两银子一斤。不过这是今年的价钱，明年的价钱估计就没这么高了。啥？辣椒2两？番茄竟然卖5两一斤？小龙虾能卖35文？咱们这河里10文一斤，还要是干的呢。真的这么贵？打住！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们别惊讶了，按我们说的做，只能赚钱。行，那就说定了，咱们明天再去一趟镇上，把这事给办了。此事宜早不宜迟，去晚了就怕别人买走了。大哥、二哥，下午可有安排啊？我想去山上打猎了，咱家没有新鲜肉，去碰碰运气也好。有安排也必须排后面啊！我要去学打猎。我也去。我也要去。好，那等下咱们收拾一下就走。这是你们年轻人的活动，我就不参与了，你们去吧。午时末，几人准备好了，就拿上工具，背上背篓，开始上山了。几人都是年轻力壮之人，脚程快，很快就到了深山。一路上，叶寒把打猎的技巧大概说了一遍，现在就差实践了。现在我们已经在深山了，要懂得辨位和判断猎物的方向，这是打猎最重要的技能。辨位呢，主要是通过树的长势、声音，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太阳的方向来判断，还有一些其他的办法。至于判断猎物的方向，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伏地贴耳，听声音。几人边走边说，突然叶寒打了一个手势，集体噤声。有猎物在快速奔跑，而且是2只，相隔距离有点远。叶寒赶紧叫大家跟着做，然后把判断说出来。之后叶寒朝着猎物的方向快速跑去，几人紧随其后。当叶寒追上猎物后，竟然看见的是一只山羊，后面跟着的是一头野狼，这让叶寒傻眼了。狼追着羊，还让羊跑赢了，这狼这么弱的吗？不过现在羊被抓住了，野狼居高临下的睥睨着那只颤抖的山羊，山羊觉得自己必死无疑了。野狼正在想从哪里先下嘴的时候，叶寒已经发起攻击了。李小七和2个哥哥埋伏在旁边，李小七时刻关注着狼的动作，在叶寒准备动手之际，立马控制了狼和山羊的意识。叶寒立马射出一箭，箭齿没入狼的脖颈，野狼眼白一翻，立马倒地。叶寒射完一箭，赶着立马又出一箭，野山羊也没气了。叶寒觉得自己的射箭技术越来越精准了。哇塞，妹夫，你也太厉害了吧，这样也能行啊！妹夫，这拉弓射箭能不能教我呀？我也想学。可以啊，等一下让机会给你，最好你们2个都学学。那我也学呗，我也挺好奇的。几人赶紧出来，走去野狼和山羊旁边，准备收拾了走人。这时却听见几声狼嚎，吓得李自胜和李自睿2个手抖了，因为不是一只野狼，而是一群，而且声音很近。叶寒和李小七也听见了，2人很惊讶，这里竟然有狼群。糟了，咱们赶紧走，这猎物不要了，狼群不是开玩笑的，仅凭我们4个没有胜的可能，快走！几人立马转身就跑。叶寒对自己还是没信心，可是跑得再快也被野狼发现了，狼群很快就追上了4人。4人吓傻了，这下死定了，除了李小七。李小七赶忙跟巴布沟通，巴布，狼群出来了，我觉得我可以试试我的天文太极了。主人，劝你不要轻举妄动，小心惹麻烦。为什么？你现在想的应该是把你2个哥哥给弄走，你和你相公当然会没事，你2个哥哥就不一样了，弱鸡的很。不许这样说我哥哥。大哥、二哥，你们2个赶紧往山下跑，我跟相公来对付。那不行，怎么能让你们出现危险？要死一起死，跟他们拼了！
对，咱们一起上，我也不会走的。没时间了，等下你们就保护自己，打不过就上树，爬高一点。狼群就突然发起攻击了，李小七意识控制冲上来的狼，然后拿着手里的镰刀就一手一头狼。叶寒也趁着这机会使劲砍，能砍一头是一头。李自胜和李自睿两人也使出一股子蛮劲儿，往野狼的头上招呼。很快4人转败为胜的局面出现了，但是随着2声叫，没砍死的野狼立马虎视眈眈的往后退。有狼王，他们现在听到了狼王的召唤，所以退回去了。咱们时刻警惕着，小心他们偷袭。随后几人便看见所有的狼站成2排，中间空出了一条道，一头比其他野狼高大一些的狼王出现在众人眼前。狼王周身戾气较重，一双狼目狠狠地瞪着4人，恨不得吃了他们，然后用狼的语言跟李小七等人说话。但是叶寒等人不会狼语呀，李小七立马艾特巴布。巴布，赶紧翻译一下，听不懂。主人，他的意思是，人类为何要杀我族人？他只是在捕食猎物而已。我们也只是在捕食猎物而已啊，这有啥不对吗？那我要怎么跟他说？我说人类的语言他又听不懂。你想说啥？我来跟他说吧。你跟他说？你怎么跟他说呀？这操作可能吗？你别管，你就说你想说啥。那行，你跟他说，我们也只是在捕食猎物而已，赶巧就碰上了，不小心就杀了他们。巴布用自己的方式在狼王的脑海里讲话，然后不知道巴布怎么操作的，李小七竟然就看见狼王睁大眼睛瞪着李小七和叶寒2人，突然就露出了惊恐的表情。主人，狼王说他们不追究了，放他们走，双方和平共处，问你答应不答应？行啊，我巴不得呢。巴布立马又跟狼王沟通，并威胁了一番，吓得狼王连连后退。狼王这么好说话也是巴布的功劳，因为巴布利用自己的能力说出了狼王的把柄，这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狼王吓退了。叶寒、李自胜和李自睿3人看着狼王奇怪的很，本来以为还有一波攻势的，都准备大干一场，不是死就是残的，结果却看见狼王不断的后退，并且招呼身边的狼群一起往后退。3人都有点懵，很快狼群退出一定距离后就转身起步开跑，好像后面有鬼追一样。狼王的一声嚎叫，所有的狼群都使劲的跑，离这4人越远越好。巴布，能说说你是怎么跟狼王沟通的吗？这个保密。主人，你该收拾你的猎物了。这狼奇怪的很，咋回事？这就不打了？我还没砍过瘾呢。哼，你还想砍过瘾？这狼本就是群居动物，这次突然退了，很是奇怪了。确实奇怪。我总觉得估计狼王受到了威胁。那有一刻，我好像从狼王脸上看到了害怕。确实奇怪，说不定还有更大型的野兽来了呢。咱们还是收拾一下，赶紧走吧，别在这逗留了，不安全。对，咱们把这些狼全部弄走，速度要快。没想到七妹力气这么大，比我的还大呢。是啊，我早就说过我力气很大了，是你们不信啊。这下我信了，我都有点喘气了。你和妹夫确实是稳妥的很，佩服。其实这个没啥，多练练，力气就来了。练啥？妹夫的意思就是多扛呗，扛的重量多了，习惯了，也就适应了。不是，我说的练是练武功。啥？练武功？妹夫会武功？你没听错，就是练武功。有空了我教你们吧。好啊，妹夫你真厉害，难怪你不怕狼，打猎这么厉害，原来你还会武功啊。大哥二哥，这事儿是我疏忽了，回去后我就拿武功秘籍给你们，你们先练着。这事儿不怪媳妇儿，怪我忘记教2个哥哥打拳了。哎呀，你们2个就别自责了，跟你们没关系。家里这么多事情呢，谁还顾得上这个啊？就连我们自己也从来没想过要练武，要读书，这还都是你们来了后才慢慢实现的。你们功劳可不小。是啊，咱们先不说了，赶紧下车回家吧，怪沉的。李自睿觉得好重了，这一路可没有歇息一下，3头狼怎么说也有200斤重呢。也是哈，那咱们加快速度往家冲。几人加快脚程就到了村子里，这时候刚好是酉时中，村里有很多人还在田里割稻子的，也有挑着一担稻子正往家赶的，刚好就碰上李自睿4人下山，看着几人扛着狼都快要吓死了，缓过神来，村里立马炸锅了。天哪，不得了了！
方明家的人扛着很多头野狼进村了。村民们左一句右一句地问着，李自睿和李自胜两人都圆滑地回了话。村民们看着那么多头狼，对李自睿四人佩服得很，都一路望着几人回家，眼里的羡慕藏也藏不住。虽然狼可怕，但是死狼就不可怕了，不仅不可怕，还是可口的肉。几人快速地回到村委的家，李王氏刚从伙房出来，就看见叶寒扛着的狼。哎呀妈，这啥呀？狼啊！没事儿，大娘，都死了，死了还怕啥呀？哎呀，你们这帮孩子，唬的你们，看见狼就跑呀，咋还杀狼啊？你们受伤没有啊？七丫头，你这都流血了。哎，别呀，娘，我没受伤，这是狼的血，我们都没有受伤。开玩笑，大庭广众之下，老娘竟然想掀开他的衣服，太丢人了。即使这些人是哥哥们和相公，那也不行，会被笑话的。娘，别紧张，我们都没事。这真的没事啊？没事，媳妇儿只是爱干净，去换衣服去了。我们都没事，身上都是狼的血。这是咋回事啊？你们咋还弄回来这么多狼呢？这不刚听村里人说自家几个孩子扛着好多头狼回来了，还没听完，李方明就飞奔着往家跑了。哎呦，真的扛回来了狼啊！这是咋回事啊？你们咋有胆子打死这么多头狼呢？受伤没啊？别担心，我们没事，平安回来。爹，没事的，这不是有妹妹和妹夫在吗？否则呀，就我俩早跑没影了。妹夫打猎厉害，所以碰上狼群，我们也只能硬上了，跑已经跑不了了。你们这帮孩子真让人担心呢。以后碰上狼群或者狼，只要是危险的动物，就赶紧跑路吧，别想着打猎了。爹，你先进里屋吧，这些我们来收拾。爹娘，其实你们不用担心，再强的猎物我们都不会出事的。我和相公还曾经打过熊瞎子呢，本事厉害着。李小七把蛮牛的功劳先拽自己身上，给爹娘安安心。什么？还打过熊瞎子？真的啊？真的，岳父，所以你们别担心了。那可是有真本事的，那我就放心了。不过下次遇到这种事儿，你们别逞强啊。或许你和七丫头能行，但我这两个儿子什么尿性，我还不知道啊，总会吓得屁滚尿流，就是拖后腿的。爹，不带你这样打击人的。七妹，你再笑话我就不理你了。好了，不逗你们了啊。这么多的狼，弄一些卖了吧。是要卖了一些。不过爹，我们现在去镇上还来得及吗？今天太晚了，明天一早就去。咱们先把留在家里的处理好了，剩下的直接卖去酒楼。行，那就明早去。叶寒教李自睿和李自胜两人剥狼皮，怎么削制皮毛这些。李小七已经跟着李王氏在伙房了，李方明就在旁边看着几个小子处理狼，偶尔递上一两件东西。这前面看着怕得很，但是看多了也就不怕了。第二天天微微亮，一家人都在吃早餐了。今天准备去镇上。这次李方明和叶寒去镇上赶集卖野狼，卖完野狼刚好去买地。李自睿和李自胜两人在家，因为李小七今天要给哥哥们教学写字。之前李自睿没跟着一起学，昨天晚上给自家大哥恶补了一下，发现自家大哥二哥都是读书的料，记性特别好，三字经已经可以背诵一半了。李王氏洗好碗筷，听着从大儿子房间传出来的读书声，笑容满面的边收拾狼肉。收拾好了后就关了院门，回房间做衣服去了。谁呀？咋那样敲门呢？李王氏赶紧去开了院门。谁呀？你说是谁？你死了？怎么回事？到现在才来开门，在藏什么东西呢？老李氏瞥了李王氏一眼就往里走，最先去的竟然是伙房。哎，你站住！我让你进来了吗？你就进我家。哼，你家？你不配！这是我儿子家，识相点儿就赶紧把狼肉拿出来，否则我要不客气了。老李氏进了伙房，两只眼睛就乱看，只要是肉都不想放过。但砧板上的肉被老李氏看见了，立刻像个猛虎一样扑过去。李王氏看着惊了一下，这要是摔伤了可不能赖在他身上，这人咋这样？李王氏看得目瞪口呆，第一次发现老李氏还是一头猛虎。李小七等人觉得院子里有点吵，跟两个哥哥说了一声就先出来了。
没想到竟然看到了老李氏。老李氏竟然在伙房偷肉。李小七快走几步进了伙房，就那样看着老李氏抢着一块肉当宝似的抱在怀里。他都不嫌恶心的啊！我说，你来我家干啥的？哎妈，你走路没声音的啊？是鬼吧你？哎呀，吓死我了！这可是个厉害的角色。我问你话呢，请回答。我来能干啥？你们不孝敬老人，我就自己上门来讨要也不行啊！听村里人说，看见他们扛了很多头狼回家，但是现在院子和伙房又没看见。老李是怀疑得很，觉得大儿子估计听错了消息。咋？要孝敬？你要啥孝敬啊？我爹1年给你1两银子的孝敬钱还不够啊？那肯定不够的，都不够买肉吃的。那既然不够，我就去找村长说去，干脆就别给了，反正都不够，给了也是白给，是不是这个理？嘿，你个小贱蹄子说啥呢？咋能不给？都不够用了，应该多给才是。我觉得我挺给你脸了，是你自己不要脸，这也怪不了我了。我可没有时间跟你在这瞎逼逼。李小七说完就去拿大扫帚了。老李氏看见李小七的动作，立马变身串天猴，飞奔出了院门。李王氏都看傻了。李小七看着扑哧一声笑了。七丫头，那是你奶吗？不是她能是谁？敢进我们家直接抢的，真是没天理了。来我们家打劫，拿肉回去给大伯他们吃，也是没谁了。说的没错，就那么一大块肉拿回去，到你爷爷奶奶的嘴里也没几片了。不过我咋感觉你奶她动作越来越顺溜了，都不像一位老人家了，我也跑不了那么快呀。李王氏觉得肉是个好东西，把老李氏都激发的起飞了。别管他了，娘，你没事吧？没事，他就进伙房拿肉了，没对我动手。下次他还敢进来，你直接大扫帚打过去吧。这人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以后有的烦了。你以为我不想啊？我一想到他把你卖了，我就恨不得掐死他。可是他毕竟是你爹的娘，反正我心里他已经不是我婆婆了，我心里早就已经跟他恩断义绝了。既然你心里是这么想的，那就这样做吧，省得以后没个安生日子。我会的，不过要慢慢来。没事，你去忙吧，这里我收拾一下就行。1个时辰后，叶寒和李方明回来了。这咋把门还拴上了呀？娘，媳妇儿，大哥，二哥，你们在家吗？来了。这咋还拴着院门呢？这上午他奶来了，还抢走了一块肉。他来了，你就拿大扫帚打出去。以后别顾及我脸面，我没有这样的娘，我也不是他儿子。反正每年孝敬他的银子少不了他的，其他咱们也不欠他什么了。知道了。饭堂，李方明等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才开始说上午卖狼肉的事情。狼肉一共卖了45两5钱银子。多少钱一斤啊？35文一斤，比野猪肉还贵一点，一共是1300斤。那还挺好的。这是钱，还有买地的事情呢。对，差点把这事给忘记了。卖完狼肉，我们就去镇上衙门那里问了啊。隔壁村现在有田卖，也是那个大地主的。听说遇上了啥事儿，要把地都卖了。我听了一嘴，好像是他家的儿子欠赌债了，这不卖了田地给他儿子还赌债呢。那大概就是这样了。这次咱家又买了20亩良田，30亩中等低等的田地，旱地也买了20亩。真的这么多地呢？以前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爹，咱家买这么多田地呢，那都成大财主了。隔壁那地主家要卖的地，咱们都给包圆了，可不就是小财主了吗？那总共花了多少钱？20亩良田花了140两，30亩中等低等的田地一共花了150两银子，旱地20亩花了20两银子，总共花了310两银子。咱家的钱所有的加起来还剩不到500两，加上今天卖狼的钱。卖狼的钱不需要给七妹和妹夫吗？二哥，你这样说就把我们2个当外人了，我可要生气了。你别生气啊，这不是说说吗？
因为这里面最大的功劳就是你们两个。我以后不说了。好了，别闹了。在镇上的时候啊，叶寒就跟我说了，这次卖狼的钱我收着，我答应了。你们的孝心呢，我也看见了。这样才对嘛。一家人吃好饭后就各自回房间休息了。等到大家醒来，已经是下午未时中了。爹娘去哪儿了？哦，娘去村里买白菜去了，这不想做酸菜吃吗？七妹，你赶紧多加件衣服吧，这天气变冷了，多穿件外套保暖一些。没事，大哥，我现在不冷。李王氏和李方明两人很快就回来了。这是咋了？都在院子里站着。妹夫在教我们打拳呢。哦，原来是这样，你是真厉害，还会打拳呢。他就说怎么有一次看见叶寒一个人站在后院菜地旁边嘿嘿哈哈来着，原来是会武功啊。活动练练筋骨确实不错，你们练着吧。三人就开始练拳了，叶寒教，李自胜和李自睿两人跟着练，李小七就空闲下来了，无所事事，就在旁边练着天门太极。一家人各有各的事情做，时间感觉过得很快。李方明跟着李王氏一起在伙房帮忙。碗筷等下来收拾吧，我想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咋了？有啥事啊？我想着咱们这个辣椒和番茄冬天先种植一季，不仅冬天价钱高，能买卖上一波钱，更重要的是可以留下更多的种子，明年就不怕种子不够的问题了。这冬天能种植夏天的菜吗？不都给冻死了？能种植当然是最好的，可就怕一去不回，到时候白下了种子，明年可就没种子了。你这问题问得好。所以冬天种植辣椒和番茄必须先打暖棚。暖棚？暖棚是啥？具体说仔细了。我是这样想的，冬天咱们先打暖棚，暖棚就是保暖的大棚，一般只有富贵人家才有的。它的作用就是给蔬菜盖一座房子那样，给菜遮风挡雨保暖，以便菜可以正常生长。这暖棚需要的材料比较特殊，我想先去镇上找找看有没有，要是没有的话就去县里看看，总会找到的。然后爹娘和哥哥们合计一下，咱们家暖棚打在哪儿，最好是离家近一点，好方便照顾。你们觉得呢？若是能解决寒冷导致冻死的可能，我觉得行。冬天种植蔬菜价钱只高不低啊。我觉得媳妇说的可行。若冬天实在太冷，咱们可以想办法给他们取暖。可以设置烧火取暖吗？只要把热量暖意传达到大棚里就行。所以说咱们做两手准备，一就是做好打暖棚，二就是多做几个取暖设备。还有就是番茄和辣椒能卖的那段时间必须有人守夜才行，否则怕有人偷。咱们冬天种植不仅仅是赚钱，更是为了多留种子，以便明年种植。一家人商量了很久才离开饭堂。几人到了县里后，随便吃了碗面就又分开打听了。这次李小七跟叶寒一组，两人一路问都说没有。叶寒啊，小娘子，你俩咋在这儿呢？岳叔，你咋也在县里啊？嗨，你忘了县里也有勤卫楼啊，我来盘账的。啊，原来是这样啊。你们来县里干啥呀？你娘家怎么样？我们这就是从娘家来的，想来县里打听点事。啥事儿？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啊，就是我想要打暖棚，缺少材料，来问问。你要打暖棚啊？种啥？暖棚材料可不便宜，这暖棚耗时耗力不说，材料还贵得很。我想冬天种植辣椒和番茄。亏你想得出来。还是你们年轻人脑瓜子灵啊，这主意很好，我也正在愁这事儿呢。本来以为明年才能有美味的，若是冬天能种植得出来，那可就不得了了。我知道暖棚材料在哪儿，不过挺贵的，我帮你介绍介绍。好啊，谢谢岳叔。不用谢，你们种植出来了呀，还是卖给我勤卫楼，不知可否答应啊？好啊，只要岳叔价钱合适，我娘家我夫家的，只要能种植成功都卖给你。那可就说定了啊。走，我现在就带你们去。谁呀？门没锁，进来吧。马兄可在？原来是岳兄啊，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我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这不是有事求你来了吗？严重了啊！有啥事情说。我这侄子辈儿想做暖棚，需要买材料，你这应该都有吧？
哎呀，这事好说，现在已经有些大户人家预定了的，只是还没到货。你们要的话，只能等了，先订货再来取。马老板，有没有现成能用的？哎呀，实不相瞒，新货是没有的。但是去年我因为囤货囤多了，大户人家都不要囤的货，觉得不是新的了，心里都嫌弃得很，这不都压手里头了，没卖出去。现在啊，还剩下2个屋子的货在那里呢，质量跟今年的都是差不多，只不过是去年的货。你看，如果你们不嫌弃，我就便宜处理了。我也怕砸手里了呀，毕竟好几百两银子呢。能让我们先看看货吗？当然，你们请跟我来，就是这个了，你们看看，隔壁房间还有。马老板，这个叫什么？那就是棚膜，打暖棚必备的材料，就这个最贵了，其他的都不算很贵。那这个什么价钱？这一个仓房得是5亩地的暖棚材料，去年卖的按田地的多少算的，不是按某一种材料来算。因为这个暖棚材料卖给你了，我还有工人要去你那里帮你把这个暖棚建起来，这些费用是包在一起的。到时候啊，你们只需要包一顿午饭就可以了。不知小相公小娘子可愿意买呀？马老板，如果能帮着一起建起来，那就是最好不过的了。另一间的也是5亩地的材料吗？是的，总共10亩地的材料都在这儿了，材料一样不差的，只多不少。既然如此，那我都要了。到时候还请马老板帮着把这个暖棚建起来，不过我要分开建，不知道到时候要麻烦你们跑2个地方，可不可以啊？行啊，10亩地的暖棚材料是200两，建暖棚是10两，总共就是210两银子。去年呢，这10亩暖棚的价钱最少也要300两的。你看，我都一下子给你包圆了，那10两银子就算了呗，算200两整得了。这真少不了，我也是要本钱的。这样吧，马兄，看在我的面子上，那10两就算了。毕竟小年轻刚开始接触这个不太懂，能省一点是一点。而且这小娘子的厨艺很是了得，到时候你们可有口福了。少收10两，你绝对不亏。好吧，咱们都这么久的老主顾了，这材料你们现在装走还是怎样？什么时候建暖棚？给我个时间，我好召集我手下的人做事。谢谢了，材料现在只能够先装走5亩，另外5亩要装去大洋村。你这是分开成2个村建吗？是的。你们还要回娘家？是啊，岳叔，我们今天先回娘家石头村，等这边的暖棚建好了才会回大洋村。那这话说的，你那5亩地的暖棚材料，我可以代劳帮你们运回家里去。反正啊，我等下就要回衡山镇。那感情好呀，我求之不得呢。谢谢岳叔。那真是太感谢岳叔了。哈哈，没事，反正啊也是顺道的事儿。我刚好就有一辆空车回去，这不赶趟了吗？省得你们还得跑来跑去的。不过一辆牛车估计装不下了吧？是的，10亩地的话要6辆牛车才行。那我现在去雇牛车。那个岳掌柜什么来头啊？爹，岳掌柜就是我们那镇上秦卫楼的掌柜。秦卫楼在县里、府城和京城都有店的。我之前打猎就是把猎物卖给他们酒楼，自媳妇回来后，番茄和辣椒也是卖给他们的。这后面就愈发熟悉了。这不，刚好碰上，他又有人脉，就帮了我们一把，人还是不错的。熟悉后，我们都叫他岳叔。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们买这些材料花了多少钱？总共也没多少。没多少是多少啊？这钱必须我们自己出的，否则啊就不盖暖棚了。不可能你们给了我们钱，还要处处用你们的，到时候你们回去身上可就没啥钱了。爹，没必要给，也没多少。好吧，总共花了200两，这是10亩地暖棚材料的钱，5亩地就100两。行，等下给女婿100两，你们没瞒着了吧？没了，不过到时候咱们吃食要准备的好一些，盖暖棚前我还想上山一趟。行，随你们吧。七妹，到时候带上我们啊。对，带上我们也想去。好呀，到时咱们一起去。一家人还商量了一下暖棚建在哪里，为此一家人决定明天去田地里瞧瞧，最好有连成一片的，那样就可以盖几间仓房，到时候空出一间住人也行，因为要守夜。转眼第2天到了，今天吃好早饭，一家人齐出动去看田地了。几人就选择了本村的土地，
不仅近，而且还比较肥沃。几人来到田里，就有村民跟着打招呼。方明啊，你们这是咋了？全家都出来了。王叔，我们来看看地。看地？啥地啊？对啊，方明，你们看啥子地啊？你家不是没地吗？王叔，李伯，我们自己买地了，就隔壁王地主家在我们村的那些地啊，都是我家的了，都是我女婿女儿看我没个傍身谋实的能力给我买的，这不就来看看地吗？啥？那些地都是你家的了？王地主家的地在我们村可是要20亩的，全都是你家的了。李方明点点头。那不得了，你家要发达了，那么多地你自己家也种不过来吧？方明啊，我现在这搁着稻子的就是隔壁王地主家的地了，合着现在是你的地了？之前我租了3亩地种植的，你看明年能继续租给我种植吗？王叔，这个到时候再看，我这次来啊，就是想看看地到底怎么个使用法。不过你们别担心啊，若是后面真的不租给你们了，我家会雇短工的，到时候你们来应聘，选上的话一样有活干。不过啊，我只要踏实肯干、勤劳的短工。你家还要招工？这是要干什么？到时候有需要再跟你们说啊，我们就到处看看，不耽误你们农忙了。几人看了一圈，发现只有离小河边的一处有8亩地是连着一块的，其他都是3、4亩连一块，都不太合适。看来只能选择小河边的这处了。多出来的3亩，除了建库房的，有剩的话到时候再说。一行人很快到了山上，这次几人没进深山，只是在外围转转。你们听，是不是有野鸡咕咕叫的声音？叶寒一有机会就开始教2位哥哥打猎技能，两人仔细听，还真的有。几人的说话声音都很小，叶寒告诉了2人应该怎么做，然后就让李自睿和李自胜2人自己操作。李自睿和李自胜2人直接往前走，叶寒和李小七落后几步。很快2人按照叶寒教的方法拉弓射箭，竟然真的被李自睿射中了。李自胜用的是石头，准头差了点，本来是想打爆野鸡头的，但是给击中了却是野鸡的脖子。不过2只野鸡都死翘翘了是真的，李小七可没有帮忙。现在正是哥哥们学习的时候，要真的学不要作假，所以李小七现在就只是打酱油的，看见野菜就摘。嘿嘿，原来这么容易就打着野鸡了。哇塞，这只竟然没死，只是晕过去了。看来你力道不到位，还需要继续努力呀。下次换你射箭，我用石头试试。好啊。 2人把猎物放进叶寒背的背篓里，就继续往前走了。我好像听见前面有动静，注意隐蔽，说话的声音尽量放轻。 2人朝着叶寒点点头，继续往前。这次叶寒完全是以李自睿2兄弟为主导来打猎的，前几次把能教的技能都教了，现在就差实践了。这次竟然是一只獐子，这只獐子警惕地看着四周，一边还吃着草。李自胜牢记叶寒教的，拉弓对准，注意快准狠，立马放箭。随着一声噗，剑齿没入獐子的屁股，然后獐子受惊了，也受伤了，带着伤赶紧逃命。二弟，你这准头和力度都不行啊，赶紧追，再来一箭。是差点。2人很快就追上了受伤的獐子，受伤了毕竟跑不快。叶寒和李小七也随着跟上。李自胜这次使足了力气，差点就拉满弓，瞄准后放箭。这下力道足了，准头也足了，射中了獐子的身体。这次不错，准头和力道都掌握得很好。我能说是碰巧吗？我瞄准的是脖子，但是射中的却是身体，说来好像还是准头不够。那可是歪打正着了，说明你运气好。还算不错，再接再厉吧。几人把獐子收拾了，又继续走。这期间，叶寒也打着了3只野兔，李小七也打了2只野鸡。一行人往回走，往回走的路换了一条，刚好就又可以狩猎。嘘，好像是什么动物，咱们走近看看。寒通过一棵树的缝隙，看见前面竟然是一头老鹰和蛇在打架。双方已经搏斗一会儿了，因为双方身上都有血迹。叶寒惊呆了，这还真是第一次见。叶寒用手势招呼3人上前看，3人看后也是惊呆了，世界奇观了吧？4人埋伏在一处，静静地看着一蛇一鹰打得你死我活。
大概1刻钟之后，终于谢场了。结果是2败俱伤，双双死亡。蛇是最后倒下的，伤势太重，直接咽气了。叶寒几人快步走去蛇的身边，给蛇再来了一砍刀，就怕没死透。老鹰也被李自睿来了一砍刀。好家伙，这2只这么大是怎么打起来的？不是江湖仇恨就是家仇，还能怎样啊？这还真是第一次见，不过也正常，争夺食物也会打架。不过呢，导致这2个庞然大物争夺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咱们现在可以找找看。在这里虽然不是深山，但是离深山也很近了。几人分散开后就开始找了。不过一会儿，李小七的声音传来：我这儿有发现，快过来。没错，李小七就是开挂了。这不看着天色不早了，想早点回去，所以只能求助8步扫描了。怎么了？你们看这是啥？这是灵芝。不过灵芝都长在深山，没见过这里也有灵芝的呀。是灵芝，咱们赶紧挖了。原来这2货争夺的竟然是灵芝啊！知道怎么挖吗？我知道，我来吧。叶寒小心翼翼地把大灵芝挖出来。哇塞，好大一株啊！这都有我2个手掌这么大了吧？这是怎么长的才能长得这么大？这又不是深山。咱们赶紧走，这种天才地宝很容易招来猛兽的。那鹰和蛇就不要了。咱们2个空手，要不咱们扛回去？是啊，背篓你背着，咱俩去扛。和着李自睿2人就去扛老鹰和大蛇去了。几人脚程快得很，下了山回村的时候又引起了一阵轰动。村民们看见大蛇，可是魂都要吓没了。几人还有说有笑的回家了。哎呀，可要累惨了。这时李王氏和李方明出来了，看见那么大那么长的蛇，可是吓死了，都吓出了鹅叫声。尤其是李王氏脸色都变了。呀，没事，死的。你们这是咋连大蛇也打死了？爹，这可不是我们打死了，是这2货呀自相残杀，然后2败俱伤死的。我们啊只是捡了个现成的便宜。这咋说的？李自睿赶忙解释，把经过说了一遍。还能有这样的好事发生啊？事情就是这样的。这2货咱们怎么处理啊？赶紧拿出个章程来。这个先剥皮吧，不过这也太多了，咱们一家可吃不完。那这样你们处理着，咱们晚上请大伙儿吃蛇肉。行啊，爹你都请谁啊？就上次来过咱们家吃过饭的人呢。我想着这次干脆叫他们一家全都来，这蛇和老鹰全部炖了吧。行，不过你先跟我来一下。爹，这个你去藏好了，下次可以拿去卖。这个很像灵芝啊。就是灵芝，你好好保管着先。李小七说完就把灵芝递给李方明。那你赶紧去吧，我们这也赶紧收拾。李方明答应了一声，立马出了院子请人吃饭了。李王氏本来是做好饭菜的，这下不知道饭够不够。娘，别弄那些了，有这2货估计也够吃了，这都200多斤呢。好，李王氏也不纠结了，帮着一起处理是不可能的，他怕，只能赶紧的把锅清理出来烧水，等下直接大锅炖肉。等李方明请人回来后，蛇肉和老鹰肉都下锅了，大家都闻着香味了。有些人家是家里吃好饭的，或者正在吃饭的，都呼呼啦啦的来了李方明家了，包括村长一家。李小七留了一只老鹰的腿，其他的都给剁了下锅了，2口锅竟然还炖不下，只能分2次炖了。李王氏趁着处理蛇和老鹰的时候，就把葱姜蒜切好了，先焯水，焯水后李小七再来炒。很快李小七就把提前准备好的佐料放下去，拿盆来。1大盆几10斤的肉就出锅了。另一口炖着的蛇汤也好了，叶寒帮着盛汤，直接用桶装的。李王氏洗好锅后，准备把剩下的蛇肉倒入锅中。院子里早已经开吃了，天黑看不见。李方明和陈庆几人还做了几个火把，把整个院子都照亮了。这是蛇肉汤，大家吃腻了就来碗汤。兄弟，实在啊，全是肉，咱们可是从来没有吃过蛇肉和老鹰肉的，这下全乎了。必须的，这不大家都农忙了，哪有时间去买肉啊？这可是现成的，大家大口吃，管够。方明啊，从小我就知道你是个有主见的，迟早能出息。有肉吃，还想着我们大家伙，这情谊啊，咱们领了。大家大口吃，
一切尽在酒中。院子里头可谓是吃好喝好，嗨声一片。大杨村，爹，这些都是啥东西啊？那些是你大哥大嫂托人运回来的，后面要用，听说挺贵的材料，你们别过去碰啊，碰坏了，到时候可就没啥用了。哦，知道了。你们赶紧去后院把玉米摘了，都好多玉米啊，估计能摘好几背篓。摘好了，明天我送你们上私塾之后，就送去勤卫楼。几人分开摘玉米，1刻钟之后就摘得差不多了。都摘好了，大家洗洗手，过来吃柿子吧。今年还是第一次吃这个柿子呢，还挺甜的。哎呀，要是涵儿和小七在就好了，他们也能尝尝。这么久了，我都有点想他们了。我也想大哥和嫂子了。小小年纪别多愁善感的。今天上午啊，岳掌柜送暖棚材料的时候说了，他们在那边建好暖棚就会回来的，估计也就个把礼拜的事情了，咱们再耐心等等啊。你说的对，再耐心等等。凯子，拿几个柿子去给你谢叔尝尝。哎，马上去。谢志的伤养的七七八八了，基本好了，只不过他也在等叶寒和李小七回来，有空的时候就会晚上去山里打几只猎物回来，改善下伙食。马老板吃完饭后就带着手下请来的师傅回县里了，跟李小七和叶寒约好大杨村建暖棚的时间后就走了。李方明一家感谢了几句，送几人上了牛车，也就返回家继续吃饭了。大家慢慢吃啊，我还有个事跟大家说呢。啥事啊？我这暖棚打好了，明天开始就翻地了。你们有时间的话还来。还有活啊？好啊，反正我家的稻谷都割完了，刚好也没事。我家也是，来呀，咋不来？送我一个。我也是，必须来。爹，你要不要多请一些人？暂时不用吧，做完明天，剩下的就自己慢慢做。反正你们回去之后也还有一些时日才能来，应该来得及。也行。一行人吃好饭后就回去了。晚上吃好饭后，李小七跟着家人说了，大后天早上就回大杨村，因为那边暖棚的事情也要快点建好，时间刻不容缓。这么快，可我舍不得呀。也是时候回去了。不过只要你们有时间，你们就来这里多陪陪我们，我们也会想念你们的。啊，岳父，放心，有空我们就来。你们走了，就没人教我们射箭、打猎和识字了。教了你们这么久了，你们可以自学了，只要好好掌握就行。我会想念你们的。你们都干啥？现在还早着呢，咱们还能相处几天？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习一下吧。是呢。走，教我识字去。我现在要练拳。好，走去后院。看吧，孩子大了不由娘。走也是迟早的事，你还能让嫁了人的女儿不回夫家呀？陪伴了我们这么久，咱们吃足吧。方明哥，咱们这又吃又喝的还要拿，可就不厚道了。是啊，我们不能拿，这天天又是肉又是酒的，比工钱都高了。废话不多说，你们下次还想不想来做事了？我后面还是要请人的。那当然，这么好的事情谁不想啊？对呀，都想的。那就得了，那就必须拿着。亲兄弟明算账，之前就说好的，这钱啊必须拿。你们都做了3天，我就按3天的算，每人45个铜板，就别推辞了。这大家拿着吧，若是不拿，以后也不好意思请你们干活，不是？大家还是收起来了，然后纷纷道别回家了。一家人收拾好了后，李方明招呼大家去他房间，一家人齐聚在房间里。爹，咋了？什么事情啊？神神秘秘的。稍安勿躁。李方明把之前藏好、提前拿出来的灵芝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灵芝？你说啥？这是灵芝？是的，之前忘记跟你们讲了，七丫头给我的。这不，晚上我拿出来，就是让大家来想个章程。这株灵芝咋办呢？这个要咋办？风干了，收起来呗。也可以卖了，我觉得还是卖了好。这毕竟是你们发现的，卖了实在。留在家里啊，我这心里慌得很，就怕丢了。爹，你咋这么胆小？
这可不是胆小的事儿，我也建议卖了。既然是你们4个人的功劳，卖了之后银子也是你们的。对，我也觉得，卖的银子呢，你们4个人说好怎么处理，我呀，反正不管这事儿。那就去卖了吧，明天早上我们早点去。行，你们4个自己去，见见世面也好。那这个齐丫头拿着，明天你们一起去。好吧，老爹真是的，一点孝敬还不要。大夫还认识我不？认识，小姑娘很好认。咋的？又有好货啊？咱里面看看。先进去吧，我马上就来。不过一会儿大夫就进来了。这次又是啥呀？您长长眼。这真是前所未见呐！有这么大的灵芝吗？哪儿来的呀？山里啊，难道还能是我们自己造的不成？真是难得的天才地宝啊！看着满意了，估价呗。好，不过先自我介绍下，我是这家药堂的掌柜，也是大夫。你这灵芝真是百年难遇啊！其实要论价值，那绝对是无价之宝。但是咱们在的是县里，我只能给你们800两银子。既然你都说了无价之宝，怎么才800两银子？再加点呗。不是我不想加，而是在这县城，我只能给这个价。那既然谈不成就算了，我们叨扰了。小娘子别急啊，要不你们自己说个价吧，只要别狮子大开口就行。大夫，我实在舍不得这好东西啊。1600两。这1000两。就1600两，不是这个价钱我就不卖了。你考虑一下。李小七刚才已经问过巴布了，原来这灵芝如果去府城或者京城卖的话，还会更贵。小娘子啊，咱们这是县里，若是府城，你这个价也是可以出的。主要是我这也是小药堂，你看能不能少点啊？那你给个能给的最高价吧。1200两，这是我能出的最高价格了。行吧，给钱。好嘞。你们回来了，再晚一点可就要看不见路了。回来了。娘，一天不见我就想你了。你个调皮的丫头。李小七把被篓弄下来，让李王氏先拿回房间等着他们。啥事儿啊？说吧，说完赶紧吃饭。你们不饿啊？我来说，很饿了，那我就长话短说了啊。爹娘，灵芝卖了1200两银子，我想着这钱就我们4个分了。可以啊，随你们自己。不行啊，七妹，这灵芝还是你发现的呢，咋能跟我俩平分啊？没啥不行的，就平分。大哥、二哥，这咱们一起发现的，一起弄回来的，理应咱们一起分，见者有份。这好了，就听女婿的吧。你们4个平分，也是你小妹和妹夫的心意。他们是有心拉扯咱们一把，这钱啊领了，你们就别争论了，赶紧把银子分了。对，赶紧分银子。大哥二哥别磨叽，你们不饿吗？每人300两，有几张是银票，2张200两的，3张100两的，还有50两的有几张，剩下的都是散碎银子，10两50两的。我来分好，然后你们自己选就行。你们先选吧。大哥，谁先都一样，反正钱一样多，无所谓，你自己选吧。行，我要这对。那我要这对。你这是想着晚上数数银子呢？爹，被你发现了。相公你先选吧。我的就是你的，都给你保管吧。那我就不客气了。看吧，七妹比我还财迷。又被喂了一嘴狗粮。别笑，我们有礼物送给你们。啥？还有礼物？那当然，我可是时刻想着你们呢。娘，这是你的礼物。好，我打开看看。爹，这是你的。好，是一块玉佩啊，还挺好看的。呀，我这是2件礼物呀，金手镯和金钗。娘，咱们女人就是要打扮打扮，女为悦己者容嘛。我娘天生就应该带着这些的。李王氏含笑看着李小七，差点要流眼泪了。你说的王慧何德何能，竟然可以拥有这么懂事贴心，样样都拿得出手的女儿，简直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七丫头，娘在这村里也带不上这些呀。不过你这心意我领了。娘，你必须带。金镯子你可以带着吗？有衣服袖子遮挡着，没事的。好。真漂亮，我这玉佩也带上。那接下来就是哥哥们的礼物了，你们2个自己选。大哥，你先选。你先选。
你更小，领你先。那就我先选吧。就这幅了。这画的是竹子。这就是4大有名花中君子的梅兰竹菊中的竹，还提了一些字。二哥努力识字，争取把这上面的字全部都自己读出来。好，我很喜欢。我这是兰花。是的呢，这上面提的字，希望大家自己早日能够读出来。一定。好了，谢谢你们两夫妻的心意，咱们该去吃饭了。都饿了吧？咱们吃饭去了，早饭了。我早就饿了，还别说早上打一套拳下来，全身都感觉轻松的很。我觉得也是。看来一日之计在于晨这句话真没说错。不错，都知道一日之计在于晨了。不过哥哥们，等我们走后，你们去打猎的话，不要去深山，你们就在外围转一转，设置一些陷阱就行了，绝对不要去深山，那里有你们想象不到的危险。你放心，我知道。我知道了，可没那个胆子独闯深山，小命要紧。那就好，你们说到做到。岳父、岳母、大哥、二哥，我和小七的婚礼，我想等着建暖棚的事情过后再准备。不知可以啊，看你们的时间安排吧。现在对这女婿那是1000个10000个满意，所以啥都好说。好，谢谢岳父岳母。一家人快速的吃好饭后，李小七把之前准备好的包袱、银子都收拾好了。七丫头、叶寒，你们有空再来。一定会的。娘放心吧，有时间我们就回来。等我们走后，爹，你去镇上买辆牛车。知道了。哥哥们，好好努力啊！好，七妹、妹夫，一路小心啊！你们放心吧，我们会努力的。你们赶紧建好暖棚再来啊！好，知道了。进去吧，都看不见了。就是有点舍不得，没事，等会儿就好了。娘，你别担心，七妹过段时间肯定还要来的。你忘了，番茄种子和辣椒种子还要拿来呢，然后也要教我们种植。到那时候啊，他们不就又可以在这里住了？你说的对。李小七和叶寒两人在午时初到了县里。咱们先下车吃点热乎的吧，今天天气有点冷，又没太阳。好，我们找家面馆去。别找面馆了，咱们去秦味楼吃，顺便带2只烤鸭回去吃。好，听媳妇的。两位客官要点啥？你们这儿没菜单的吗？有的，这个就是。李小七一看，竟然全是菜名，一张图片也没有，这咋回事儿？李小七只能随便点了3个菜，1份汤，再打包2只烤鸭，我要带回去的，提前拿过来，吃完饭我们要带走。好的，客官。李小七和叶寒等了不到1刻钟，饭菜就来了。李小七尝了一口什锦3鲜汤，味道还行，挺鲜甜的。这个也挺好吃的，你尝尝。好，你也吃。你们听说了没呀？北边突厥又开始偷袭我朝的边境了，这次还给得逞了。哎呀，谁说不是呢？要不是我们天神将军不在，也不至于落得如此地步。哎呀，就是不知道天神将军哪里去了，现在到底是怎么了？估计凶多吉少了。我听说……石克甲说到这里，招呼几人凑近耳朵，但还是让李小七听见了。原来天神将军叫谢志，那家里那位岂不就是……媳妇儿，你怎么了？没事。大哥大嫂回来了！大哥大嫂回来了！呼啦啦，家里的一群人全部出来了。大哥，嫂子呢？骗人吧，二哥。我们回来了。真回来了。爹娘，我们回来了。我就说大哥嫂子回来了吗？你们还不信？大哥大嫂，我们好想你。大哥大嫂，我们好想你。你们可算回来了，这都住了快1个月了吧？来，快说说。现在说个啥子？赶紧做好饭菜，让俩人吃口热乎的，暖暖身子。对，我先去做饭菜，马上就能吃。你们进屋子里暖暖。没事，我也来帮忙。李小七也跑去伙房了，但彭氏说啥也不让他帮忙，李小七只好坐着烧火了，顺便还能暖暖手脚。很快菜就烧好了，彭氏之前就做好了饭，但晚上估计饭不够，李小七就建议拌一些粉干吃。对，我把这事儿忘记了。对了，娘，我去看看蛮牛，你们赶紧回来看着锅里的菜哈。好，知道了，忙去吧。小蛮，主人，你终于记起我了，我很伤心。你现在才回来，而且竟然没有第一时间想起我，我不要理你了。
不是这样的，这不回来太高兴了，家人见面总要寒暄几句是吧？我记着你呢，现在赶紧的，我带你出去。这下蛮牛高兴了，立马蹦跶了一下，跑出牛棚。李小七直接带去后山，反正也不远。赶紧的吧，你进空间去，自己去摘玉米，跟玉麒麟说一下，就说是我让你摘的。去吃个饱，在空间里面多待一会儿。蛮牛可是很久没饱餐一顿了，基本上都是随便吃吃。李小七还用意识跟玉麒麟说了一声，之后就回去了。而叶寒则是去了库房找谢志。你们回来了，谢大哥，别来无恙啊。你岳父家那边一切妥当了吗？这次我们回来建暖棚，建好暖棚培育，再去送种子。之前我答应你们的，帮你们看看你们练的武功。你看什么时候有时间，咱们比划比划。好啊，晚上我找你。小七回来了啊！我以为你去哪儿了，到处没找着你。我带蛮牛吃草去了，估计没吃喝玩乐2天，不会回来。哦，难怪没看见蛮牛。吃饭啦！来，大家喝一口热酒，暖暖身子。来，爹，谢大哥，喝。很好喝。这酒啊，还是一样的味道，这么久了竟然一点没变。是啊，味道一点没变，好喝得很。没变才好呢，变了可就没那么好喝了。酒缸里的酒都快喝完了，七丫头，看来又要你受累了。没事的，娘，过些天买好糯米我就做。这酒是很好喝，我喝过那么多酒，你这种算得上是上等的酒了，口味一绝呀。喜欢喝就多喝点。李小七看到谢志，就想到在秦卫楼吃饭时，旁边那一桌的客人说的话。若是真的，那他们可救了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对呀，来，吃菜吃菜。爹娘，我们有话跟你们说。啥事啊？这是我们在娘家那边转上山的时候遇到的人参和灵芝，我们挖去卖了，所得的钱一半归了我娘家，这一半我们拿回来是给你们的。你们在那边卖的，得了钱就给你爹娘就行了，干啥还带回来呀？咱们也有钱用，刚好你娘家现在遇到困难，你就多帮衬帮衬吧。我娘和爹那边也分了一半，这一半说什么他们也不肯收的。爹娘，这些你们收起来吧，就当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反正过几天就要建暖棚了，家里要添置东西。是多少银子啊？有1000多两吧，我们用了一些，剩下的还没数，你们数一数吧。行吧，那这些银子给我们了，你们身上还有银子花吗？有的，还有50两。娘，这个你给我的，给你。叶寒把怀中200两银子递给彭氏，彭氏点了点头。哦，对了，明天就是重阳节了，你们刚好回来了，咱家明天就做重阳糕吃，这可是老一辈人传下的手艺，重阳节就要吃重阳糕的。小七，明天帮我打打下手。哎呀，礼物忘给了。我知道啊，我的傻媳妇儿，你给家里人都买了礼物，唯独忘了爹，你是怎么想的？啊，被你发现了啊？我能说我是忘记了吗？不过我后面想起来，本来打算后面买过一个礼物补给爹的，还有就是我确实也不知道给爹买啥。原来这样，不过我已经替你买了，你就拿着这个送给他吧，他应该会喜欢。谢谢相公，不过说到礼物，我也没给你买啊，你不生气吗？生气，非常生气。你要怎么补偿我吧？哼，装的一点都不像。你的礼物我要好好想想，等我想好了再给你准备。行啊，不过我给你买的东西，你先带着。叶寒变戏法似的，突然盒子就出现在手里了。啊，厉害啊！竟然会变魔术。媳妇喜欢就好，打开看看。李小七甜美的笑着接过盒子，打开，竟然是一副珍珠耳坠，一只玉手镯，一根金钗，一根银簪子，真是闪瞎了李小七的钛合金狗眼。谁说古人不浪漫的，不会追女朋友的？你过来，我保证不打扁你。可还喜欢？叶寒看李小七半天不回话，以为不喜欢，那自己可是白下一大把银子了。喜欢，非常喜欢。那我帮你戴上。叶寒不等李小七回应，就拿起一只玉镯往李小七的手里套。就这只玉镯最贵。难道买小了？叶寒套了好几遍都没套进去。这个不是这样套的，你去弄点皂角和水来。
李小七先把手弄上水，再把整个手都涂上皂角，手上滑溜得很了。李小七再拿着手镯套，很快就套上去了。媳妇儿，你真厉害，你咋知道要这样才能戴上去？这很简单啊，减少摩擦，增大润滑度，不就进去了？摩擦，润滑度，就是字面理解就行了。好，那我明白了。这个耳坠也戴上看看，好看吗？我媳妇儿肯定好看，戴上就更好看了。谢谢相公。那我有没有奖励啊？奖励？你要什么奖励啊？叶寒用手指指了指自己的脸，还把自己的脸前倾一点，希望自家媳妇儿能给个奖励。没脏啊，挺干净的。我要你亲我一口。啊！吧唧一口，亲得贼响。不够。吧唧又一口，亲得更响。还不够。李小七这次使出吃奶的力气，往叶寒脸上继续吧唧一口，太响了。李小七觉得有点可耻。还来的话就不跟你玩了。够了，换我了。叶寒直接扑上李小七，抱着直接深吻，直到李小七透不过气了，叶寒才放开。媳妇儿，不准暴力。算你识相。松手，我要去休息了，你去把水提出去。好，马上。媳妇你先去睡，我等一会儿再来。来了，可等你许久了。谢志一脸好笑地看着叶寒，让叶寒想起刚才的事情，闹了个大红脸。小年轻腻歪一会儿很正常，走吧，咱们去后山。话刚说完，两人来了院外，谢志直接一把抓着叶寒，像拎着小鸡一样直接飞起来了。很快，谢志几个起落就到了后山，幸好有月光，还能看清人样，否则叶寒要吓傻了。你太弱了，我还会在你家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就教你练功，等你基本学会了我再走。还有啊，我想收你为徒，你可以考虑一下再答复我。我谢志这一生只教过2个徒弟，你将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徒弟，你可以考虑好后再回复我。叶寒终于回神了，突然就觉得谢志好厉害。这就是传说中的轻功？不用等以后了，我现在就能回复你。我要拜你为师，你教我刚才的那个轻功吧，说不定以后我也能飞檐走壁，就可以保护我家人还有媳妇了。我想变强。你媳妇叫你呆子，果然没错。哈哈，好，拜师礼以后补上。你先把你学的一套拳法练给我看看。好。叶寒立马退开几步，开始把金轮月拳耍了一遍。谢志看完后沉思了一会儿。你这套拳法我好像在哪看过，但一时想不起来了。看你练的只能算行道，却没有意在，还需要好好领会才行。这个暂时我给不了意见，你先自己慢慢琢磨。我可以教你其他的武功，这是我谢家军必须都要学会的谢家拳。谢家军，谢家拳？什么谢家军，谢家拳？本朝威武将军谢敏，可听说过？当然，那可是咱们朝最厉害的将军，当然还有他儿子天神将军，都是保家卫国的大将军。只要这2位中的一位镇守边关，那些突厥兵啊就不敢冒犯。不过最近听说突厥兵开始进犯边境了。是啊，可是现在边境受难了，突厥人实犯边境，杀生抢掠，看到漂亮姑娘也不会放过。而如今的皇帝年事已高，皇子们勾心斗角，真的是力不从心呐。叶寒听得云里雾里，但听懂了，简单点就是朝堂动荡呗。我就是威武将军的儿子，天神将军谢志。你是天神将军？是啊，如你所见，将军也是人，也需要吃五谷杂粮。我就是人们眼中的那个天神将军，但是却如此普通，也会受伤，也会差点死掉，对不对？叶寒点点头，又突然大力的摇摇头。哼，跟你们说这些有啥用啊？我教你练拳吧，下次可以叫上你媳妇儿一起来练。咱们开始吧。叶寒还没有从谢志的将军身份中缓过神来，谢志就已经开始耍了一套谢家拳。可看会了？叶寒摇摇头，刚才蒙圈了，没注意看怎么练的拳。跟着我练。谢志说完就2腿摆开蹲马步一样，2拳都耍得虎虎生威。叶寒跟着一起练，2人一直在后山练，直到子时才回房休息。今天是重阳节，吃好早饭后，李小七帮着庞氏一起做重阳糕。重阳糕是由好几种材料磨成粉做成的，有米粉、豆粉、米浆等，之后再放入红糖水搅拌，点缀枣、栗、
杏仁等果囊点缀其上，放到模具里面去再蒸，步骤比较繁琐，但挺好吃的。李小七和彭氏两人弄了1中午才弄好。好吃，原来重阳糕是这样做的呀。谢芷和叶寒两人早上出去，等回来的时候竟然带回来几只野鸡和兔子，刚好就可以加2个菜了。这是重阳糕？是啊，今天特意做的。哎呀，很久没吃过重阳糕了，记得还是小时候才吃过几次。剩的挺多的，尽管吃。叶寒也好多年没吃过这个重阳糕了，今天吃也觉得非常好吃，还有肉和菜。中午大家都吃撑了，等吃好饭，李小七收拾伙房，彭氏装上一些重阳糕就出门去了。彭氏装了好几份，因为家里做的多，今天的午饭也早一点，所以现在去的话估计刚刚好。嫂子来了，吃饭没？刚好我正要吃饭了，过来一起吃啊。不用了，我吃过了，这是来给你们送一些重阳糕的，今天上午做的。还做了重阳糕啊？可是好多年没吃过这东西了，你做这个告诉我一声，我还能来帮个忙呢。现在就只剩下吃了。不用帮忙，小七回来了，我们2个也就够了。你们吃饭吧，我还要去别家。彭氏笑着说，打了声招呼就走了。他还要送去之前请的几个帮工家，每家10个重阳糕，也是一点心意。爹娘，我们找你们有事，昨天太晚了，忘记给你们了，这是送给你们的礼物。还有礼物呢？啥礼物啊？这是金手镯和金钗。是啊，戴上试试看，好看不好看？爹，你也戴上试试。好，原来是玉佩呀，挺好看的。哈哈，这花纹是我喜欢的。哎呀，老了还能戴上玉佩，这辈子值了。花了不少钱吧？没多少，再说咱们家赚钱了不就是花的吗？还是相公会选。那是，这玉佩也不看看是谁选的。爹，这玉佩可真好看。哈哈，好，有心了。几人高兴热乎一阵后，李小七和叶寒两人就离开了。现在是下午申时初了，李小七和叶寒两人无事就去后山了。咱们切磋热热身。来啊，输了不准哭。谁哭谁知道。李小七不服气，还没准备好呢，就开始偷袭了。李小七还是使用的天门太极，叶寒用的还是金轮月拳，两人打得不可开交。后叶寒用谢家拳，李小七没设防，被叶寒钻了空子，竟然被反偷袭成功。两人过招也不过1刻钟就结束了。怎么样，我进步很大吧？感觉你速度快了好多。你最近很勤奋练吗？不过你后面用的不是金轮月拳啊。我有高人指点，自然要加把劲儿。高人在哪儿？真的，媳妇儿，谢大哥就是高人，我已经拜他为师了，还教了我谢家拳，后面使出来的就是谢家拳，我还觉得练谢家拳更轻松呢。谢大哥，他身份应该不简单吧？是啊，谢大哥就是天神将军，可厉害了。不过他身份咱俩知道就好，不能往外说。叶寒高兴得很，他可是天神将军的徒弟，人人都敬畏的天神将军。那是很厉害。上次他还说了，叫我带上你一起练呢。下次练的时候我告诉你啊，咱们一起去。有这事儿？那行，带上我。算了，咱们去前面看看吧，不知道这后山有没有猎物。那肯定没有，你都没看见这光秃秃的，连根草都要找半天，猎物在这里等死了。这座山后面是哪儿啊？不知道，我也没怎么去过，但那边有猎物的。改天有空咱们去看看。第二天，今天是跟马老板约好建暖棚的日子。爹，相公，我们这个建暖棚要不要问问小叔，跟着建不？我问过他了，他说会跟着建，只不过这买材料什么的他们不懂，估计要你们帮着一起弄。我也正打算跟你们讲呢，等我们家的盖好了，要不寒儿或者小七你们2个跟着去县里买材料去。不过多少钱我没说，我也不知道咱这花了多少钱呢。买材料倒是没有问题，就是这建暖棚的材料特别贵，咱们这儿就5亩地的材料要100两呢，然后建好估计要2天，咱们包午饭和晚饭就行。你再问问小叔他家愿意不？愿意的话，相公就去帮忙买材料去，刚好这2天马老板在，可以直接叫他帮着运来。
还是你想的周到。等下他会来田里帮忙，我跟他说说，看他是个什么意思。虽然材料贵点儿，但是这明显就是赚钱的机会呀，咋也不会错过的吧。你们这挺好找的，直接就村委了。几人寒暄一会儿后，就开始去田里了。大家帮忙卸下材料，等下还要回家运一车。10个壮汉齐上，开始把牛车上的材料往田里搬。6个师傅还是先划线、打地基、打桩，整个上午就在打桩了。请来的帮工们还在挖沟渠。人多就是力量大，大家干活都比较卖力。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李小七就上山了。李小七一个人上山可是开挂了的存在，早早就呼叫了巴布，帮着一起扫描，有猎物或者任何异常立马禀报。主人，前方100米处有野鸡。李小七用瞬移立马就来到深山。李小七快速地向前方移动，连李小七自己都没发现他的速度比以前快多了。当到达目的地后，李小七迅速变慢了很多，朝着野鸡的方向前进。当看见野鸡后，用意识控制，之后直接徒手抓，竟然是2只野鸡，还是正在打架的2只野鸡。李小七哭笑不得，但是还是收了这俩货。之后又往前面去了。李小七移动的速度很快了，巴布的声音又传来了。左手方向30米有兔子。李小七立马朝着左手方向移动，很快李小七就把兔子抓获了，一只兔子还挺肥的，然后又继续往深山的地方走。巴布的声音不断传来，都是野鸡、野兔、獐子，李小七的背篓已经快满了。他往回走，看看还能遇上啥。主人，前面有一只山羊。山羊？打猎这么久，咱这边还是第一次碰上山羊呢，之前就在娘家那边碰到过。李小七高兴了，朝着山羊的地方快速跑去，很快就到了。看见山羊正在吃草，边吃草还抬头看看周围，十分警惕，赶紧展开意识，用意识控制山羊。把山羊4只脚绑好后，就开始一只手直接抱在身一侧，直接下山了。李小七又用瞬移的方式，一下就到了山外围，然后一直走下山回家了。哇塞，大嫂，你也太厉害了吧！打了这么多，你什么时候去的？天刚亮的时候。我说你哪去了？原来打猎去了，你咋不叫我呢？看你睡得香。再说我自己也能行，这不是回来了吗？等下我来处理这羊和獐子。李小七正在把夜寒之前处理好的羊剁成块，今天中午准备在锅里弄自制版的烤羊肉串吃。李小七吃完饭后就削好了竹签子，现在把切好的肉穿好就行。彭氏负责伙房做饭炒菜，李小七在院子用砖头弄了一个简易版的烤炉，砖头围成的下面直接放着一个炉子，里面烧满了炭火。李小七把提前做好的铁丝网加在砖头上，这样刚好炉子里的炭火就能把铁丝网上的羊肉烤熟。李小七先烤3串，烤得差不多就刷一层油，拌好的酱料隔一会儿刷一层，隔一会儿再刷一层，最后撒上一点辣椒末和孜然。他拿出2串自己吃1串，拿1串去给彭氏。娘，赶紧吃上一口，好香。这就烤好了？彭氏疑惑，不过还是接过羊肉串吃了一口，真香。挺好吃，焦焦嫩嫩的，口感真好，太香了。还有1串，你先吃着，我去烤其他的了。李小七返回去把另1串给彭氏之后，又开始了烤羊肉串事业了。李小七上午可是穿了100多串呢，另外弄了一个大盆的还没串，准备下午串，晚上吃火锅烤羊肉串吃的，只是现在还谁都没告诉。之后李小七10串10串烤，等李小七全部烤好后，彭氏已经炒好3个菜了。李小七把烤好的羊肉串端进伙房，然后开始收拾桌子摆放碗筷了。等弄好之后，拿着10串羊肉串和端着饭菜进了库房。谢大哥，你的饭菜先吃吧，等下人多就不方便了。羊肉串给你，很好吃的。你做的？闻着挺香啊。是啊，烤的。谢志看着眼前丰盛的饭菜和手里的烤羊肉，心里感慨万千。要是家家户户能吃上这样的饭菜，那该多好啊。李小七回伙房后帮忙了，把饭和汤先端去堂屋，之后就跟着炒最后一个菜了。这时候建暖棚的人也回来了。今天咋回来的这么早啊？娘，今天完工的早，暖棚建好了，也就回来了。相公，你尝尝烤的羊肉串，非常好吃。烤羊肉串？
叶寒疑惑，但是还是拿起一根吃起来。哇，好好吃，现在吃刚好呢，不烫嘴，又是热的。叶寒吃了一口就控制不住了，连续吃了3根后才罢手。这不是怕不够吗？否则叶寒能把这些全部吃完。你去把这个分了吧，每人5根，让他们先吃，给我们先留几根在这儿，等下不够再进来拿，多有的话你自己吃了。好嘞，媳妇儿。好吃的来了，大家坐好，我来分肉。这是啥？闻着挺香的。这是烤肉吧？马老板毕竟见多识广，知道这是城里人才兴起的烤肉，但不知道这是什么肉。是的，这是烤羊肉，现在还热乎得很。大家吃，每人5串啊，吃完就没有了。娘，晚上我想着吃火锅和这个烤羊肉串，要不叫上小叔一家人，大家一起吃，人多还热闹。好啊，反正这么多的肉，大家乐呵乐呵。我现在去说，等下估计就回去了。彭氏说完，转身就出去后，跟叶长青和叶小苏说了一声，两人答应好后，李小七已经在准备材料了。涮火锅吃怎么能少了肉？于是李小七把羊肉串好后，兔子肉、鸡肉、獐子肉都处理好，串上一些。得，一串就是3大盆满满的肉，估计最少也有600根了。吃火锅少不了青菜，李小七去割了一把韭菜、白菜，还有萝卜拔了2根。今年的萝卜还是第一次吃，彭氏早早就种上了，空间的野菜也少了不少，清洗干净准备上。李小七把有些肉都切成薄薄的片状，用盘子或者盆装好。鸡肠、兔肠、羊肠等都洗干净，就等着下锅了。申时末，彭氏炖了高汤，准备弄2种汤，一种是麻辣，另一种就是清淡的。刚好伙房里面2口炒菜的锅都弄到院子里来了，用砖头围成一个正方形，留一个口添柴和炭。这炭还是叶一鸣提前买回来过冬的，没想到李小七竟然用来烤肉吃火锅了。叶寒、叶小苏和叶凯等人早就把桌子弄到院子里来了，刚好没什么风，只是天气冷，摆放3张桌子，2张上面放的生肉生菜，另一张暂时空着，等下大家可坐可站。李小七告诉了大家方法后，大家就开始涮火锅吃，自己要什么就加什么进去涮，有些时间需要久一点的就倒下去煮熟了，大家一起吃。哇，好过瘾啊，又辣又烫。可不，我吃一口清淡的，吃一口麻辣的，配合的刚刚好。这滋味简直没有更好的啦。真的太好了，哎，这主意谁想出来的？虽然麻烦了点，但是吃着真暖和呀。哈哈，小七想出来的。这叫做什么来着？叫火锅。啊，对，叫火锅。这样吃还挺好吃的。一家人都大口吃肉，还有叶小苏媳妇儿和叶小曼等人都在吃，几乎没停过嘴。李小七吃了一些后，就开始烤羊肉串了。上午家里小子们没吃着，这不，李小七赶紧烤着了，10根10根烤。叶寒赶紧去火锅那边涮了满满一碗肉和菜，自己吃一口，给李小七吃一口。大家一边吃火锅，一边偶尔来2串烤羊肉串，真是人生一大快事。因为都是家里自己人，小叔一家也知道谢志的存在，所以今晚上谢志也在人群中跟着大家一起吃火锅，吃烤羊肉串。院子里被好几个火把照得亮堂得很，又时有炊烟起，感觉整个院子热气腾腾，热闹非凡。一家一边吃一边聊天，一直吃到亥时初才散了。第2天，叶凯等人私塾放假，4人都在家，刚好李小七准备今天把2种种子种去地里，于是全家齐出动，都去暖棚干活去了。叶长青也是准备今天种植的，不过叶长青和叶小苏先来了叶一鸣这边的暖棚，2家暖棚离得不是很远。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之前垒成1垄1垄的地弄平整一点后，就先开个窝，一人点种子，然后再把泥土盖回去就行。小心不要把种子的芽苞弄断了。叶长青和叶小苏2人配合着种植了几垄地之后，就回去自己暖棚里干活了，然后把方法告诉叶饶氏等人，也照着叶寒他们分组干活。叶寒他们种了2天就种完了，之后小子们上私塾去了。叶寒和叶一鸣2人帮着叶长青家种完最后一个暖棚，也就完事儿了。早上吃好饭，李小七商量着什么时候回娘家，因为种子要及时种植。我看还是你们2人一起去吧，早去早回。对啊，媳妇，
我去不是也可以帮忙吗？为什么媳妇儿不想自己去？你可别忘了，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师傅可没有时间一直留在这儿，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你跟着练功的时间有限，若是还耽误了，跟我回娘家，回来那都过去好多天了，那耽误的功夫可不是一星半点。你在家跟着师傅赶紧把武功学会了。还有就是家里的暖棚里面的种子生长情况，我们最好做出详细记录，以便后续推广的时候有依据执行。爹娘跟着一起帮忙照顾暖棚，还有几个小叔子要送去私塾呢，家里的事情就挺多的了，就我去最合适。可你一个人，我真是实在不放心。是啊，就怕路上不安全。怕什么？我连野猪都敢打的人，谁能怎么样呀？我跟相公可是差不多的，力气也大，你们放心吧。我看行。小七虽是女子，但是却堪比男子，无论是力气还是头脑，你们或许还比不上呢，所以我觉得可行。不过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就是，一路注意安全才行。实在不行，找个伴儿也行。那找谁啊？爹娘相公别找了，你说我自己有点拳脚功夫，遇上危险我打不过还能跑路，若是再带着一个，岂不是要多送一颗人头吗？这说的也有点道理。咋办？听着这么危险，那还是别去了。哎呀，吓唬你们的，就按我说的办，我自己去。等把种子种植好了，我就马上回来。娘家种子我昨天就泡下去了，估计后天就可以下种了。而且我骑着蛮牛去，很安全。好吧，既然你都想到了，那就照你的意思办。对了，相公，母鹿那里的草要垫厚实一些，小鹿毕竟还小，照顾的还是要精细一点。知道了。放心吧，正准备这2天空了，给他加厚草垫呢。把窝再整一整，家里的事情不用挂心，我们会做好的。好。啊，对了，路过镇上的秦卫楼的时候，给捎个信儿问问岳掌柜，小龙虾什么时候打捞啊？咱家还有一口大池塘里的小龙虾没打捞了，你小叔家的已经全部打捞过了。好的，我去问问，有消息的话，估计秦卫楼的伙计会来报信。牛一路不停歇的跑，有人的时候跑慢点就当休息了。再说李小七一点不重，蛮牛跑起来没啥负担，而且一路上都很欢快，因为只有主人和他。一人一牛在下午申时中就到了石头村。等到了村委的家，李小七看着关了的院门，正疑惑着呢。娘、爹、大哥、二哥，你们在家吗？谁啊？娘，是我，小七呀。李王氏听到是自家七丫头，赶忙跑过去开门。七丫头啊，那咋是你呀？等很久了吧？没，我刚来呢。怎么锁院门了？我在房间里面做衣服，这不就锁院门了，有人进来就敲门，我也能听见。你爹和哥哥们去暖棚里面了，快进来了。天哪，这么大的牛啊，这什么牛啊？娘，这是蛮牛，叫小蛮，是我骑来的。爹他们都去暖棚了，还没有翻好地吗？翻好了，早就翻好了，他们稀罕得很，有事没事要去暖棚看看，哪怕随便再整整也是好的。这样啊，那明天可就要开始下种了。这东西我拿我房间放好，这是种子，明天直接种植就可以了，我已经泡过水了。李小七泡水可不是随便泡的，泡的可是空间灵泉水。他放好种子后，跟李王氏打了声招呼，就去河边的暖棚处了。爹，大哥、二哥，我回来了。我听到七丫头的声音了，没错，是七妹。七妹来了。哎呀，二哥，你就是这样欢迎我的？七妹，怪我跑快了，是不是太高兴了吗？没看到你进来。你们俩也太好笑了吧！幸亏我跑得慢了一步，否则咱们仨都得撞在一起。七妹，你没事吧？没事，就是估计撞红了。还真红了，没事吧？要不回去擦点药？没事，就是红了而已，很快就好了，现在都不痛了。七妹，你今天咋来了？今天不干了吧？明天直接种植。走，咱们回家去。都回来了，赶紧洗洗手。七妹，来，去我房间教我识字，我有好多问题要问你呢。好啊，大哥也在，刚好了，有什么问题问吧。之后两人拿着存留的问题一个一个问李小七。等到李方明叫几人吃饭的时候，李子睿和李子胜两人还觉得意犹未尽。我把种子带来了，而且是已经催过芽的，明天就要种下去。咱家要不要请人帮着种啊？如果不请人的话，估计要个2-3天。那就不请人了吧，咱们家自己干了。
这次来打算留多久呢？估计就几天吧。等咱们种植完了，然后告诉你们一些注意事项，我就要回去了。这么快呀？不能多住些日子吗？能多住肯定多住的，只不过两边的事情都要忙。不过你们放心，我骑着蛮牛来的，速度很快。蛮牛？就是一头比较大的牛，就在院子角落那边。那牛可大了，等下你们吃完饭可以去看一下。那等啥呀？现在就去，我吃好了。等我。哇塞，竟然这么大的牛，还真是第一次看见。是蛮大的，我也没见过。我也没见过。你这牛啊，经过官府的身份认证没有啊？属于什么品种的牛？还没呢。这不，我打算咱这的暖棚种植完了之后就回去给它上户的。原来这样。蛮牛很不爽李自胜在他身边绕来绕去，但是主人意识跟他说不可以暴躁，不可以乱动，让他们看。所以蛮牛很别扭，很想用尾巴甩一下。等大家看够了，蛮牛就自由了。天哪，你咋起这么早呀？现在才卯时末都不到呢。娘，没有很早，反正睡不着了我就起来了。你这年纪就是要多睡觉的时候，以后不许这么早起来了，否则累坏身体怎么办呀？好，我知道了，娘。那我下次尽量在床上多躺一躺。咱们今天先去种植吧，然后我教会了你们，我就去山上一趟，打些野味回来，这样咱家就不用去买肉了。我跟你一起去。我跟你去。别争了，我就自己去。我自己去还快一些，你们就在暖棚种植吧，我很快就会回来。行吧，你自己小心点儿，你们两个就别去添乱了。不过啊，你不能去深山，那里危险，就在外围转转。好的。爹，大哥，二哥，就是这样。先挖一个窝，然后点下一粒种子，然后盖上土。不过先把这个土弄平整一些，这样就行。还有就是点种子的人一定要小心，不能把这个芽苞弄断了。弄断的话，估计就没有用了。知道了。还有，番茄的是种植2个暖棚的，辣椒的是3个暖棚。种植完了之后，若是种子有剩，就撒在那一块的泥土上，方便后面可以补苗。好，知道了。这就跟我们平常种植的时候差不多，只不过方法有些不一样，种子贵重了些。没想到七丫头都能当种田老手了。之后开始组队干活了。现在是李方明跟李小琪一组，李自睿跟李自胜一组。等一下李王氏来了，就替换李小琪。李小琪上山打猎。李王氏很快就来了。李小琪看了一下大家的工作状态和仔细程度，放心了，背起背篓，拿着弓箭，招呼了一声暖棚外面的蛮牛，直接走了。李小琪快速的上山，上山后就艾特巴布。巴布，扫描一下附近有没有人。没有，主人。李小琪立刻瞬移进入深山边缘。主人，左手方向40米有獐子2只。刚来就有大收获了。很快李小琪就锁定了2头獐子，正在低头吃草。很快2只獐子就领粮草了。李小琪拔下剑齿，把2只已经死透了的獐子放进背篓里面，朝着下一个目标出发了。之后李小琪打了几只野鸡和兔子就往回走，毕竟还要去暖棚。主人，前面有一只豹子，距离我们这儿有100米。好的，那就打完这个咱们就收工。当李小琪看见那只豹子的时候，突然就不想猎杀了，因为这只豹子真的很漂亮。刚开始看着李小琪的眼神虽然是凶猛狠厉的，但是过了一会儿竟然又忍不住的靠近，眼神变得温柔。你走吧，别跟来。一边走一边观察注意着豹子，以免突然发起攻击。蛮牛还很懂事的断后。主人这是咋啦？今天这么仁慈，竟然连豹子都不猎杀了。李小琪退到安全距离后，转身就快速跑。跑出一段距离后，李小琪扭头一看，豹子竟然还跟来了，怎么回事？蛮牛离豹子还那么近，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还想跟我干一架？我好不容易发一回慈悲，放你回归山林，你竟然还跟着想着干架，真是不知好歹。李小琪转身，气势汹汹地朝着黄豹子走去。黄豹看见李小琪的气势不一样，有点怂，只能后退。主人，一箭射死得了。你先问他想要干啥。好吧。巴布很快就知道了。主人，他说他只是想跟着你，因为你身上有吸引他的东西，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只感觉离你越近他越舒服。什么鬼理由？瞎编的吧？主人，你别忘了家里的母鹿是怎么跟你回来的，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他们虽然不知道你有空间，
但是你自身的亲和力还是有的。我猜应该跟空间有关系吧？跟空间有关系？什么关系啊？虽然这不是第一次碰上，但是一只豹子跟你回家，那得多虎的人才能放心啊。反正李小七不放心。你记不记得上次在空间的时候，海青花跟你说的话？他说了，也感觉你身上好像有一种亲和力，反正就是你对植物或者动物有吸引力，他们很喜欢接近你。这样吗？主人，把这黄狗子带回家去。你说什么？李小七看见蛮牛是真的跟他说话，不是意识沟通。带回去干啥？为了我家人的安全，这事绝不可能。主人，黄狗子说了，他不会伤害你家人的，真的。给我找个好玩的小伙伴呗。那也不可能，撒娇也没用。蛮牛，你跟黄豹说一下，我们要走了，让他别跟着，否则我就杀了他。主人，真要这样？蛮牛有点舍不得黄狗子，蛮牛把豹子当狗也是没谁。不过很快，蛮牛还是照做了。之后一人一牛就下山了。李小七和蛮牛很快就到了暖棚，大家惊讶，这么快就猎到了这么多野物，都夸奖了李小七一番。李小七把猎物放入暖棚，跟着一起干活了。明天你就走啊？爹娘哥哥们，下次有机会我还会来的，回去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哎，我知道咱家七丫头是干大事的人。那是，我肯定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这样才可以带着你们一起致富呀。李小七晚上被两个哥哥缠着教武功，就是上次走的时候留在屋子里的武功秘籍。七妹，你这武功秘籍哪来的？对呀，咱们也练不会。别人送的，而且还不止1-2本。我看你们两个还是一起研究这一本吧，练会了之后我再送给你们另外一本。我的天门太极也练了很久的，现在才有一点点像。之前练的时候感觉就是花拳绣腿，不过只要掌握精髓，慢慢就可以成神了。行吧，但是这本武功秘籍叫做沾衣13式，感觉很厉害，就是没人知道。别管其他，先把字认全，把意思理解透彻了，记住招式，不能练就10成，也能练成5分了。咱们加油吧！你们先自己看会儿书，我先琢磨琢磨，之后再来给你们解读解读。你下次来就不用带衣服了，我会给你里外做一套，省得你带来带去的，怪累的。好的，谢谢娘亲。之后李小七跟李方明和两个哥哥们交代了暖棚的注意事项等事情，还有就是要做手札，记录番茄和辣椒的生长情况。等全部交代完毕，李小七才依依不舍地跟大家道别。大家跟李小七挥手道别后，李小七骑着蛮牛就飞快的不见人影了。经过土拨鼠一般的跋涉，李小七终于在申时中到了大杨村。刚进院子就发现家里没人，李小七喊了几句，只有谢志在家。他们出去了，好像是去暖棚了。你刚回来？哦，我说呢，那咋不走院门啊？你娘没去，在家呢。不过这会儿不在，估计去新房子拔菜了吧。哦，好，我知道了。之后李小七就回自己房间了。很快彭氏就回来了。这是小七回来了。小七，你回来啦？哎，回来了。刚回来，你去摘玉米了？晚上煮汤喝。之后彭氏做饭菜，李小七回房研究天门太极了。等到全家人都回来了，李小七才出来。大嫂回来啦？下午回来的。大家吃饭啦。走，媳妇儿，吃饭去。我跟大家说个事情，现在啊，暖棚只需要每天看着就是了。等长出了苗之后，就要看情况浇水施肥了。咱们先把正事办了，主要有2件。第一件就是韩儿和小七的成婚喜宴，咱们要办。第2件事情就是搬新家住新房。我的意思呢，是先搬家后办喜事，这样啊，到时候地方也宽敞。咱家的房子可是空置了很久了，之前一直忙，咱们家具都还没买呢。我想着明天咱家全部去镇上买家具，自己挑喜欢的。好啊，现在秋季都这么冷了，咱们最好在冬季之前进新房。我和媳妇的成婚礼，那就在搬新房以后再办。我也同意，明天咱们就去买家具。那我们还要上私塾咋办？是啊，我们没法子赶集挑家具了。急啥子啊？你们的我和你爹帮你们挑了。那行。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咱们全部去。
借一辆你小叔的牛车，咱们自己有2辆牛车，就有3辆牛车了，应该一次性能搬回来吧？不够的话，叫店掌柜的给送一趟呗。再不行，咱们自己多拉一趟。是可以。需要我帮忙吗？啊，不用，有这么多应该够了。那行，我在家里吧。师傅，吃完饭咱们还去吗？好啊，带着你媳妇儿。师傅，我们来了。今天晚了1刻钟，下不为例。好了，叶寒媳妇儿，你先把你的武功练给我看看。哦，好啊，师傅以后叫我小七就行。之后，李小七前进2步，把天门太极练了一遍。谢志做出了某一动作的指导，李小七按照谢志指导的要求再练了一遍。还别说，李小七感觉这样练着竟然冲劲儿好大。谢志还指导了几处，等李小七全部按要求练之后，发现自己进步很快。看得怎么样？床在那边，咱家新房子要8张床，够吗？我觉得不够吧，要不买10张，反正家里那么多房间呢，跟这镇上比的话，算是有3进的房子了。只不过咱们的小了点儿，有客人来的话，咱们家也能住下。行，那就听小七的，你们自己的床自己选去。哎，知道了。叶寒笑着说，拉着李小七就去选自己的床了。之后要了10张床、10个衣柜和书桌，每张书桌配了1把椅子。之后还看了饭桌，买了一个大饭桌，估计10多个人没问题。正规的桌子也大小买了几张，全部配上凳子。4人逛了一圈，把该买的、觉得要买的都买了。我估摸着3辆牛车都装不下。没事儿，老板会送。之后几人在店里讨价还价了一番，店掌柜的好不容易碰上这么个大客户，最后还是薄利多销，答应了李小七的还价，还顺带着要一起送到大杨村去。都装好了，赶紧走吧，剩下的明天买了，今天装不下。李小七本来想还有棉被之类的没买，这下也确实装不下了，只能走了。于是加上店掌柜来一起送的牛车，竟然装了4辆牛车，竟然还有没装下的，等下还要返回来一趟。都装齐了吧？没落下什么东西了？这第2趟就叶一鸣、叶寒和李小七3人来了，刚好家里的3辆牛车都装满了。全部装好了，回去了。一行人又启程，拉着满牛车的东西回家了。李小七估算了一下，就今天这样买床、衣柜、饭桌、书桌、凳子等，竟然花了差不多600两了。这花钱的速度也太快了，不过赚钱的速度更快。很快3辆牛车进村了。叶家今天的这番大动作可是把村里人惊了一把，村里人正在讨论着。你看见没？老叶家的今天可是拉了2趟了，可不得了了，这是准备搬新家了，花了不少钱买家具呢。可不是，我可是都看见了，加起来拉了7辆牛车呢，拉得满满的。哎，我也看见了，估计要好几百两银子吧。可不，最少了也有这个数。所以说老叶家是发财了。你们还记得前些天村里以前的那口大鱼塘吧？老叶家买来养只小龙虾，刚好镇上酒楼来捞虾了。哎呀，可不得了了！你们猜捞着多少啦？多少？我觉得也就1000把斤吧，赚个几10两应该可以的。哎呀，瞎说傻话呢，是好几百两，那可是大丰收呢，装了好几辆牛车，而且运了好几趟。具体呀没听到多少，但我听到100两几个字，所以我猜怎么着也有3、400两吧。妈呀，这么多！真的，养小龙虾这么值钱？那咱们能跟着一起养小龙虾不？哎，你们想啥呢？问我也想养，可关键是咋养啊？关键还得是老叶家带着咱们发财呀。没错，是这样理。妈呀，终于搞好了，看来搞卫生也是一项体力活儿。可不是嘛，我也累了。大哥嫂子，哎，回来了。啊，我们是来帮忙的，还有哪儿没收拾啊？告诉我。等你们来都歇菜了，我们干完了。所以说我们来不用干活了，都被干完了。小子辛苦，大哥辛苦。嫂子辛苦，大哥辛苦。好了，都搞好卫生了，不过是脏水，你们去倒了。好嘞。你俩想干嘛干嘛去吧，
李小七的一句话就像特赦令一般，双胞胎一下子就跑进内院了，观看房间里的床和桌子去了。笑啥呀？啊，没事，就是觉得4弟和5弟很好笑。他们去里面看房间的床和桌子了，你们2个去不去？去，必须去。过了大概1刻钟，几人又跑回来了。叶寒锁了院门，回到旧房吃饭了。第二天，彭氏做好了早饭，等大家吃好了，就去镇上买棉被。大家正吃着饭呢，就见院外站着2个身着官服的衙役。请问这个是李小七家吗？是啊，怎么了？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吧。有人举报你偷了他家的大牛，你家有大牛吗？啥？官爷，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家可没有偷牛，我家自己有牛，我们都是平头百姓，也不会去偷人家的牛啊。事情还需要调查，我们只是来把人带走的。人家说了，就是你家最大的那头牛。衙役说完四处看看，竟然发现还真有一头大牛，惊讶了一下，立刻叫另一个同伴去把牛牵出来。蛮牛看着这个陌生人，想甩他一尾巴，但是这时候李小七的声音在蛮牛意识中出现了：小蛮别暴躁，他牵着你你就跟着，只要不伤害你性命就可以，不过你要机灵一点。好的，主人。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搞没搞错，去一趟衙门就知道了。现在苦主就在衙门等着呢，赶紧的吧。行，我跟你们去。不行，我去。你们抓我去吧，我是他相公，这件事理应由我负责。我跟你们去。苦主只说李小七，其他人没说，我们只抓李小七，别说那么多废话了。李小七，跟我们走吧。放开我，我自己会走。我们也去。我们都去。叶一鸣赶紧套上牛车，后面跟着去了。谢志没有一起跟去，因为他不能让人认出他在这里，否则很容易给叶寒他们招来杀身之祸。他打算单独行动，探探情况。镇上，李小七被2个衙役带到前堂，这时候苦主在等着，县太爷还没到。李小七刚站好，就听见有声音喊道：县太爷到！媳妇儿，跪下。李小七懵了一下，不过突然想起，就下跪了。堂下何人？因何事击鼓鸣冤案？草民何秋是祁阳镇上的村民，早些时候家里的牛丢了，到处找也没找到，后来才发现竟然被人偷走了，而且还大摇大摆的骑出来了。幸亏有人告诉我，我才知道，这不就直接找县太爷主持公道了。你状告何人偷了你的牛？是李小七，他家的那头牛就很像我家的。李小七是何人呢？名副李小七，叩见县太爷。你为何偷何秋家的牛？又是怎么偷的？从实招来，我还能轻判，否则……回县太爷的话，名副终日在家，最多也就跟着自家相公上山打猎，去过几次娘家，从不曾干过偷盗行为，更何况还是偷牛。而且名副不知道祁阳镇是哪儿。说的可都是实话。既然你没有偷，为何有人告你？名副不知，这要问何秋，我也不认识他，他是怎么知道我偷的牛？谁告诉的？是否看见了全过程？都没有细说，只说是我偷的。名副不服，望县老爷给名副主持公道。有人报信是我偷的牛，瞎扯淡。何秋，事情是怎么样的？得从实招来，不可有隐瞒。回禀县太爷，草民家的牛丢了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我也是多方打听，还托人到处打听的。前天草民正回家的时候，就碰见一个女子，说是我家的牛，她知道在哪儿，还说了就是大杨村李小七偷的。我想着靠我自己肯定要不回牛的，所以就来求县太爷主持公道了。那名女子是谁啊？今天可来了？来了，她答应给我做人证的。之后衙役带上来一名女子，这名女子大家都没认出来，包括李小七和叶寒，因为没看到正脸。草民拜见县太爷。起来回话。谢县太爷。你看见李小七偷牛了？回县太爷的话，没有，只不过发现牛被李小七骑着了，所以肯定就是他偷的，否则也不能出现在他家。李小七愕然发现，这说话的人不就是艾小敏吗？我勒个去，隔了段时间你不蹦跶了，现在又来搞事儿，明显这就是诬陷呀。叶寒也发现这人是艾小敏，真是气得咬牙切齿了一把。我骑了就是我偷的，那就不能是我自己的牛。肃静！你是哪里人士？在哪里发现李小七骑着牛
草民娘家是大杨村的，之前在娘家的时候看到过李小七骑出来的一头牛，那牛很不一样，除了体型很大之外，还跟别的牛外貌上有点不同。偶然听得有人到处打听丢失的牛，这自然也就对上了。李小七之前买过一头牛，现在这牛突然出现的，不觉得奇怪吗？何秋啊，你可看过李小七家的牛？是不是你家的？回县太爷，还没看过，也没机会看啊。带牛来看看，就牵到衙门口，你好好认认是不是你家的牛。县太爷吩咐一声后，衙役就把李小七家牵来的蛮牛赶到衙门口。妈，这牛咋这么大？这好像不是自家的牛啊，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家的牛啊？这牛就是你家的，不认也得认，否则胡乱告状是要挨板子坐牢的。哼，李小七，这次你死定了，跟我斗，你这次肯定要坐牢挨板子的。等你去了大牢里，有很多方法可以弄死。我可是早就托好关系了。是草民的。大胆李小七，你胆敢偷盗耕牛，如何偷的？在哪儿偷的？从实招来。民妇没偷，民妇不服。为何不服？你还有何话说？师爷早看出来了，这就是上次买了黄牛，又买了50亩地猎户家媳妇儿。按理说家里那么有钱，不应该呀。于是在县太爷耳边耳语了几句，县太爷也被师爷说的疑惑得很。李小七，你这牛从何而来？关系在哪儿？全部从实招来。回县太爷的话，这牛是我在深山中碰到的，当时以为是野兽，可不想这牛听得懂我的话，于是我就带回家了。因为家里一直忙，本来打算等家里先忙完这阵子再来上官契，却不想竟然今天就被抓到这儿来了。那这么说，就是这牛没有官契呗？那肯定就是偷来的。县太爷，当时是我和我相公一起看到的这头牛，而且回去之后也告诉了家里人，我家人都是证人。哎呀，你们是一家人，他们肯定包庇你啊。说的也不无道理，就算你们是在山里带回来的牛，为何不先来县里上官契？因为家里太忙了，一时也没顾上，当时也不知道说带回去的牛一定要先去上官契，否则就不是自家的牛了。回县太爷，我媳妇儿说的都是真的，我可以作证。那这些也不能成为你不是偷牛的理由。反正目前这牛没有官契，又是莫名其妙出现的，人家也承认这牛是他丢的，那这牛就是人家的呗。安静，李小七，你可还有话说？民妇没有偷窃，事情经过我也都说了，这牛听得懂人话，谁是主人，我是不是偷窃，让牛自己来认不就好了。突然安静的衙堂议论纷纷起来，不一会儿瞿师爷也回来了。准了，你们俩人各占一方，看牛走向谁。之后跟县太爷耳语几句，县太爷表情很微妙。倒是异想天开啊，我是那样的人吗？也不去打听打听。哪个是你的主人，你就走到哪个人的身边，听懂了？只见蛮牛点点牛头，惊讶了一大把人。这牛真的听得懂人话呀？是啊，你们看，牛都点头了，那肯定就是听懂了呗。这牛还真是神奇的很呐。这牛不会成精了吧？我还第一次见过牛能听懂人话的。说不定是碰巧，瞎猫碰上死耗子了。说别的试试看。肃静，肃静，让牛自己找主人。蛮牛就朝着李小七的方向跑过去了。突然整个衙堂都感觉到了轻微的震动，县太爷吓了一大跳，感觉屁股下的椅子都晃动了几下。你这么看，这牛倒也不像是你的呀。你确定这牛就是你几个月前丢失的牛？县太爷，饶命啊，饶命啊！还不快从实招来！我这牛不是我的，我的牛是黄牛。之前我发现这牛不是我的，我就想说了，可是他不让我说。他为什么不让你说？他都说了什么？他说的意思就是要我认了这头牛，否则我诬告别人是要吃板子坐牢的，所以我就说这牛是我的了。大胆刁民，竟敢藐视公堂，直接作弊，威胁苦主诬陷，做假证，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沈太爷饶命啊！这都是误会，歪打正着的误会啊！谁知道刚好这头牛就没有关气啊！误会？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吧？大胆刁民！现在苦主都指认你威胁他，你还有何话说？青天大老爷，我真的是冤，我就是要诬陷他。李小七算什么东西？怎么可以抢走我的韩大哥？你这个大胆刁民，赶紧从实招来！我就是妒忌李小七，刚好我知道何秋家的牛丢了，我就去告诉他，并且……小敏把自己做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部说出来了，众人都惊呆在堂前。李小七现在才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艾小敏计划的，还找了府城的帮手，意图贿赂县令。原来他的目标竟然是弄死李小七，这样叶寒以后就是官夫，这样艾小敏就有机会了。反正一个官夫，一个弃妇，能发生什么都是好事的。你是不是有病啊？我有媳妇儿，我怎么可能看得上你？你就是个臭破烂、烂心肝的东西！我媳妇再怎么说还帮过你呢，就没见过你这么恶心的人。我就算成了官夫，也不会再娶妻，说不定我也跟着死了。就没见过你这种下贱货！大胆刁妇，竟敢如此猖狂无礼，不懂是非善恶，还诬陷自己的恩人。若是人人像你这样，这世间还有谁做好事？你这样的人，若是不严惩，天理不容。来人！青天大老爷呀，我闺女冤枉啊！求求大老爷开恩！堂下何人如此哭闹，成何体统？名妇艾陈氏是艾小敏的娘，我闺女冤枉的呀，她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你说的谁信啊？刚才可都是艾小敏自己说出来的，自己都承认了，大家可是听得真真的，难道还有错？你家女儿还想害我儿媳妇儿，还有没有天理了？对呀，没错，我也听见了。是啊，这闺女长歪了。哎呀，这心还真黑。你家李小七不是没事吗？就不可以放过我家小敏啊？这事儿要县太爷判，你我说的都不算，该是什么就是什么。那还是我们家对你们太仁慈了。你家闺女是要我儿媳妇儿的命呢，我家小七招惹你们了，还能到害命的程度，可见你家艾小敏的心就是黑的。刚才师爷说了，艾小敏原来在府城那边有人都捎话来了，但同样的，李小七这边也有帮手，倒是令县令左右为难。就这等刁妇，立刻打入大牢。师爷，按我朝的律法，应该如何处置？回县太爷的话，按我朝律法，应该先打20大板，再押入大牢。那就这么办，立刻执行。还有何秋虽是苦主，但是不弄清事实却诬告他人，打10大板子，以示惩戒。李小七无罪释放。退堂！你们两个今天就把这牛的官期办好吧，免得以后是非多。先去外面等着吧。是，谢谢曲师爷。衙役已经准备好了行刑的长凳子和执照，何秋和艾小敏都被迫的在长凳子上，衙役正在执行。才打了1板子，艾小敏哭嚎的声音就传来了，还边哭边骂，当然骂的就是李小七。艾陈氏看着自家闺女打板子，哭得已经晕过去了。幸好村里人早回去告诉艾胜达和艾大炳，两人听到消息跑着来到县衙。等到了之后，发现艾小敏已经在行刑了，艾陈氏已经晕了。这时大家才知道，艾小敏竟然是自己偷溜出来的。小七，你没事太好了，这黑心肝的白让你遭了罪啊！没事就好啊。大嫂，你没事真好。大嫂，你要好好的。艾小敏那个坏蛋，以后我都不叫她姐姐了。我也是，她就是大坏蛋，我讨厌她。真想揍死丫的。爹娘，小叔子们，我没事，你们不用担心。哎，这事暂时告一段落，咱们先缓缓，等下咱们去给蛮牛登记入官期。早知道这件事情惹这么大的麻烦，早就应该来给蛮牛登记了，都怪我。要不是今天这情况，他利用空间之前奖励的石化符，利用意识控制，偷偷贴在两人身上，估计今天就要被艾小敏得逞了。
今天你们都没有去私塾，现在去还来得及吗？我送他们去吧，刚好跟夫子解释一下，以免他们受罚。曲师爷，有劳了。好说，下次若是遇上这种事情，第一时间先来入关气，也省得别人钻了空子惹麻烦。是，谢谢师爷，谨记在心。这是牛的身份证明，也就算是入关气了，拿好。好的，谢谢。多少银子？因为你这是第一次入关气，自然贵点，1两银子。好的，这多出来的请师爷喝茶。之后叶寒几人带着蛮牛出了衙门，很快叶一鸣就回来了。几人上了牛车，蛮牛跟着牛车后面走，刚一进村就碰上村民。你们家小七没事吧？我都听说了，艾小敏咋能这样做呀？太让人寒心了。幸好没事，哎。要我说，这艾小敏咋有脸还肖想叶寒的呀？都给人当过小妾了，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净瞎想。大家知道就好，我家小七可是冤枉的。这牛现在已经入了关气了，他们也不用想其他的。谢谢各位关心了，我们还要回去做饭呢，就不聊了。艾小敏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幸好我有石花符，否则这次在劫难逃。不过李小七不知道的是，在这次的事情中，谢志也帮了忙。徐师爷出去的时候，不仅是见艾小敏找来的帮手，还见了谢志拜托的人。那人手里拿着令牌，吓了瞿师爷一跳，来头这么大。之后告诉县老爷，县老爷自然知道该怎么做，不可能为了贪念银财而丢了官职。这也是为什么瞿师爷友好的叮嘱叶寒等人给蛮牛上官气，无罪释放的原因。艾小敏这一次也是在劫难逃了。谢志很护短，所以他叮嘱了那人一句，不死就流放。李小七还一直以为是自己的石化符救了自己。第二天，咱们今天去买棉被还是干啥？买，既然准备搬家了，那咱就速度快点，今天把棉被买了，明天看看还缺啥再去买。那咱们吃好饭就一起去。好啊，咱家2辆牛车就可以了。有2辆牛车应该够了。咱家除了暖棚的事情，还有什么事情没做的吗？应该没有吧。小龙虾已经全部打捞了一个遍，要明年才能打捞了，也就剩喂食小龙虾、新房搬家和暖棚的事情了。我想问一下，咱们新房子有地窖吗？你说地窖啊？没挖，要挖吗？我看还是挖吧，不要求挖多大，但最起码要够用。行吧，这个得以后再说，等搬家后挖也是来得及的。我吃好了，我先去套牛车。片刻后，一家人又坐上了牛车了，赶了2辆牛车去镇上。娘，你们在这儿啊？害得我们好找。我一般买布匹和棉花都是在这家店铺的，所以就直接来这家店了。咱们一起看看，棉被我选好了10床，不过我估计着最好多买2床。你们自己床上的自己选吧，你们的最好选个2、3套。李小七应了一声后，立马拉着叶寒挑棉被和被套去了。2人各自看着挑着，最后2人决定1套平常盖的，1套就要大红色。等彭氏他们挑好后一起付款。你这加起来总共是380两银子。这么贵的？不贵呢，你也不看看这多少东西呢，2辆牛车估计都装不下吧。你就给算优惠点呗，怎么说我们也算是大客户了，对不对？那就360两吧。这样算320两，一口价，能卖你就卖给我们，要是不能的话，那我们就去下一家了。你这讲的也太厉害了，这样的话我1分钱都没得挣啊。你只是薄利多销了而已，卖这么多东西不用你送上门，我们自己有牛车，我现在就给钱，怎么样？行吧，小娘子好厉害呀。李小七付了钱后，等着买来的东西装车就行了。最后所有东西都搬去2辆牛车上，把牛车装得满满的。本来说好买12床棉被的，后来还是多买了几床，尤其是被套、枕套都是每张床2套。彭氏也懒得自己再花时间去做了，直接买现成的。回来了哟，咋买了这么多东西？他婶儿来了，这不是要准备搬新家了，先把东西备上。这是有啥事儿啊？这不是二哥二嫂提前捎信回来说明天他们一家会回来，我来跟你们说一声。他们怎么这个时候回来？
有说啥事儿吗？没说，只是捎个信儿说会回来，其他啥也没讲。哦，那就等他们回来再说吧。赶紧把牛车上的东西卸下来，放在这里，得先放下。新房子里的等下再送去。大婶儿，中午在这儿吃饭吧，把家里人都叫来。不用啦，你这都够忙的啦，我不帮忙就算了，哪能还添乱的？我先回去了，你们啊也早点做午饭。行吧，那就明天来我这里吃吧，刚好二弟他们来，你们一起来这吃午饭。嘿，那感情好，明天一定来。娘，那下午我跟相公去山上一趟吧，刚好打一点野味回来，明天加个餐。反正咱自家也是要吃肉的，不过不要太晚回来，这天气冷了，晚上更冷，也不安全。知道了，娘，我们会早点回来的。午饭过后，李小七和叶寒两人背着背篓，拿着弓箭和砍刀就上山了。咱家的池塘从这里看上去波光粼粼的，可好看了。那是，你看下风这么大，你冷不？今天又比昨天冷一些，不知道明天是个啥天气。明天估计会下雨吧。两人看了一会儿池塘，就直接上山了。巴布，不要偷懒，赶紧扫描一下有没有猎物。好的，主人。左前方10米处有兔子。啊，有猎物就自动报告给我。嘘！李小七从叶寒的背上拿出弓箭，对着兔子瞄准。咻的一声，箭矢离开弓的刹那，不过2秒就射中了兔子的身体。媳妇儿，不错，弓箭也用得这么利索。要不还是说你这个师傅会教啊？我什么时候教你射箭了？你以前打猎的时候我偷学的呀。这个看你怎么操作，然后我自己试试就会了。再说，上次你教大哥二哥的时候，我也是在听的，我也学会了，自然射箭就精进不少。这也算是教我了吧？哇塞，这样说你还真是神童啊，随便听听就会了。瞧你这呆样，也太好笑了吧？我比神童大多了，这什么形容词啊？媳妇儿，有时候媳妇说的话听不懂，笑点也看不懂，笑啥呀？形容词又是啥？你个呆头鹅，赶紧打猎去，我要吃肉。哎，这个我会，这次瞧我的。叶寒利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猎物，不一会儿就被叶寒找到了，又是兔子，不过这次是2只。公路，你别气，我带你去找你老婆，你乖乖的啊。有2个，咱们俩1人1个，怎么样？可以啊，你左我右。李小七随便在地上捡起一个石头，瞄准自己的目标兔子。当叶寒射箭的时候，李小七立马控制兔子不动，石头也随之而去。媳妇儿，准头不错，没有任何伤口，但是就是没气了。嘿，承让。走，咱们去下一个目标。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是猎物的声音，还是大家伙？两人缓慢地向声音处靠拢。当叶寒和李小七看到猎物后，竟然喜出望外，竟然是一只鹿，而且还是成年公鹿。你说这只跟咱们家的那只会不会是一对的？他看着这头公鹿，好像是在找什么，而且上次李小七也是在这附近遇见的怀孕的母鹿。不知道，你不打算猎杀？假如是母鹿的家人怎么办？保险起见，还是先让它活着回去好了。那要怎么弄？直接上去活捉？就是活抓。难度太高了。那你配合我，咱俩一起上。听你口令。两人说话声音虽小，但不想还是被警惕的公鹿发现了端倪，立马想跑。李小七用意识马上控制了公鹿，又瞬间跑出去抓住了公鹿的2只大鹿角。叶寒尾随其后，从背篓里面拿出绳索，把公鹿五花大绑捆住了。这鹿真有劲儿，竟然被他挣扎着踢了我一下。啊，踢哪儿了？没事，一点不痛。别动了，伤哪儿了？大腿内侧，你要看吗？还是算了吧，你应该没啥事儿。李小七尴尬了一下，找了个借口弄公鹿去了。公鹿，你别气，我带你去找你老婆，你乖乖的啊。李小七在公鹿耳边说了3次，公鹿才没有那么暴躁了，只是时不时的看着李小七，那眼神李小七不知道要表达的什么意思，但是感觉2只眼睛泪汪汪的。走吧，我来牵着。不用，我把它绑到小蛮的脖子上。蛮牛冲着公鹿打了个响鼻，还随便踢了2下牛蹄子。公鹿吓得往后缩了一下。李小七感觉自己看懂了，蛮牛竟然在威胁公鹿。
你要是敢跑，我就用脚踹你。蛮牛肯定是这意思了。媳妇儿，若是这只公鹿不能杀，咱们现在可没多少猎物，也就3只兔子了。所以我才让蛮牛看着公鹿啊。走，咱们继续打猎。不过这次咱们往回走。时候不早了。小蛮，这只公鹿交给你了，不能让它跑了。蛮牛点点头，看了一眼公鹿，意思就是警告公鹿不许跑呗。叶寒和李小七两人又去找猎物了。主人，前方50米处有野鸡。好的。蛮牛则是拖着公鹿走，若是公鹿不老实，就偶尔威胁一下。很快，李小七和叶寒就把野鸡收拾了。之后叶寒打了一只獐子，李小七又打了一只野鸡，就下山了。马上就黑了，再不回来可要急死我！妈耶，这还有一只鹿啊！是呢，娘，今天也算是大丰收了。确实是丰收了。来，我带你去认认，是不是你家老婆？李小七转身去解开蛮牛脖子上的绳子，牵着公鹿找母鹿去了。突然母鹿快跑几步，走到路旁门口边，死死地盯着公鹿。公鹿也盯着母鹿，他早就看到自己的伴侣和孩子了，激动的心情颤抖着。这还真是一家啊！应该是，看这俩货的表情就知道。2头成年鹿和1头小鹿，好一个3口之家，李小七都有点羡慕了。剩下的时间留给人家一家3口团聚吧，咱就不要当电灯泡了。大家都来了，赶紧进来吧。下雨了，路不好走吧？可不是，我们早上很早就出发了，不想到现在才到。那你们吃早饭了没？吃了的，买了几个包子路上吃的。呀，这次小腾也来了。大伯母好。真懂事儿。彭氏点点头，一行人全部进了堂屋。李小七把瓜果端出来，还泡了一壶茶。这是叶寒媳妇儿吧？这是越长越漂亮了。二叔二婶好，里面坐。好。大家寒暄了几句，就全部坐在堂屋吃东西了。叶饶是跟着去伙房帮忙了，李小七和彭氏也在伙房。叶寒和叶以明在堂屋跟叶长胜、叶长青闲聊，3人一起帮忙做午饭，很快就做好了。开饭啦！这酒好喝呀，哪儿买的？哪是买的呀，是咱家侄儿媳妇儿自个蒸的甜米酒。侄儿媳妇儿自个蒸的，是小七蒸的米酒，喜欢就多喝点儿。好家伙，这么能干的呀！侄儿媳妇儿倒是个有手艺的啊。那可不，侄儿媳妇儿可厉害着呢，会的多了。哎，对了，二哥，你们这次回来是有啥事儿吗？哎，这不是家里闹心的，就来你们这儿松快松快了。啥事儿啊，老二？哎，还不是为了大丫头小丽的事情有点烦心。哎呀，不提也罢，咱们喝酒。这是咋说的？咋就不说了？吃完饭再说吧啊。另一桌，彭氏招呼大家吃饭。哎，飞鸿没来。上私塾呢。也是，家里的小子都去上私塾了。这个肉挺好吃的，酒也甜甜的，很好喝。小七倒是个能干的哈。可不是，你还别说，我可羡慕大嫂能娶这么个能干的儿媳妇回来了。你儿媳妇也不差，瞧着没，都抱俩了，这也是大功劳。说到这，小七还没怀吗？现在还早着呢，不急。李小七有点吃不下了，这才回来几个月呢，就想怀孕生子了，哪这么快？再说他俩都没圆房，哪来的怀孕？真怀孕就有鬼了。也是，才几个月也不急。不过我可要急死了。咋啦？就是小丽的事情呗。你说这才成婚多久，她婆婆就想要抱孙子了。可年轻人怀孕的事儿，哪是说怀就能怀上的呀？这不，小丽都去看好多次大夫了，大夫也没说啥，只说是气血虚。她那婆婆是个不讲理的，竟然说怕小丽是个不能生的，要是不能生孩子，她可不依。她真是要把我气死了，谁家婆婆这样的呀？还有这事儿，这也说不过去吧？现在小年轻的急个啥呀？就是啊，之前不知道她婆婆是这样难相处的，女婿倒是个好的，可就算是这样，小丽也要受不少气了。这既然大夫都没说啥，那就没啥大毛病，只是孩子也要随缘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怀上了，别急。希望如此吧。一顿饭大家边吃边说，等终于吃好后，已是未时中了。彭氏和李小七两人很快就把碗筷洗好，伙房收拾好了后，就
就跟着坐在堂屋一起聊天了。李小七坐了片刻就待不住了，偷偷的溜走了。堂嫂，听说你们家很快就要搬新家了，我还没去过你们新房子里看看呢，能去吗？走吧，带上小芳、小麦一起。好嘞，我去叫他们。很快几人就去了新房子里。哇，还挺大的呢。你们都是勤快的，这新房子被你们收拾得很漂亮呢，连院子都铺上了青砖。铺青砖是防着下雨呢，只铺了一部分，方便走路的。几人点点头，这样下雨是好很多，最起码他们现在走在院子里都不会沾湿了鞋子。哇，好多房子啊，这在镇上可了不得了。之前盖房子的时候知道房子很大，没想到盖好后竟然是这样的。这都是地主家的房子了吧？地主家的房子可比这大多了，咱们这只是比普通的大一些而已。地主家的也不过如此了，在镇上的大宅子也就这样。几人一边走一边聊。这房间是谁的？好漂亮。我觉得还好吧，只是颜色好看点。若他们看过21世纪的房子，衣柜、镜子、梳妆台这些，他们会觉得现在这些咋这么 low。 几人看了很久，逛了个遍之后就回去了。刚好叶长胜和陈繁华也准备叫人了，要回镇上去了。在这儿吃好晚饭再回去呗，现在还早得很，我马上去弄也来得及。不了，下过雨路不好走，我们还是早点回去的好，刚好赶上接飞鸿下私塾。那行吧，家里上午的卤肉还有一些，你们两家带点回去吃吧。彭氏叫了几人等等，就去伙房装卤肉了。没过一会儿，彭氏就出来了。也不是太多，带回去给家人尝尝。那感情好，我可稀罕你们家做的卤肉酱肉了。这个你还别说，挺好吃的，中午我吃这个最多了。彭氏给完卤肉，大家就走了。那天下午，李小七和彭氏去喂小龙虾，不想竟然听到爱陈氏的哭嚎声，还有村民的议论声。虽然犯错了，但是也不至于就死了吧？谁知道呢？我听上午去镇上的人说，都贴布告了，说是在牢里自杀的。真的假的？啊，应该也错不了，布告都出了啊。再说，你看爱陈氏都哭得那么伤心了，那肯定就是没了。也是啊，可怜的，年纪轻轻就这样死牢里了，真是可惜。哎呀，艾小敏也是可怜啦，看爱陈氏一下子仿佛老了好几岁了。可不是啊，毕竟是从小娇宠着长大的唯一闺女儿。哎呀，村里人的议论声音越来越大，说的消息也越来越多。彭氏听到后也惊讶地瞪大眼睛，之后拉着李小七快速地回家了。怎么死的？这很玄乎啊，这才没几天咋就死了？真的是自杀吗？艾小敏确实死了，准确地说是被人玷污后不堪欺辱而自尽的。艾陈氏也是知道事情的原委，因此才没去找李小七闹。但从此艾陈氏却是恨上了李小七，事情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吓死我了，估计这事儿得闹一阵子了，毕竟死了人也是怪可惜的，这么年轻。等到晚上一家人在家吃饭的时候，还听到叶以明说起这事儿，不想大家竟然都知道了，之后自然也就不再说啥。今天李小七吃好早饭后就去暖棚了。前些天下雨没啥影响的，今天太阳挺好的，把通风排气口打开，刚好把顶棚上的打开一些，还能晒晒太阳，进行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就是植物也需要呼吸新鲜空气，补充一些营养元素，植物是不能缺少光照的。原来这样。叶寒懂了，但又没懂，植物又没有嘴巴，怎么呼吸啊？但不管叶寒有怎样的疑惑，都照着李小七的意思把通风口打开一部分。所有的暖棚都弄好以后，李小七开始检查番茄和辣椒的生长情况。几乎所有点下去的种子都已经发了嫩芽，虽然现在还不大，只有1根手指般的长度，但是好好照顾应该错不了。这个通风时间不能太久了，毕竟苗还挺嫩挺小，吃完午饭就来关掉吧。不过这土比较干，我估摸着咱们要给他们浇水了。那我现在回家拿桶来。等到叶寒来的时候，是拿了6个桶的，还有挑水的工具。李小七和叶寒负责挑水，彭氏负责浇水。李小七每次都趁着不注意的时候往桶里面注入灵泉水，
每个桶混着一些灵泉水，这些植物一定能长得更好。你们都在啊？我看见你们这里有动静，我来看看。小叔，你来的正好，刚好省得我们跑一趟了。天气好，把暖棚打开一些通风口。如果泥土很干，就浇点水吧，就像我们这样。这样啊，好嘞。第二天吃完早饭，小七啊，咱们什么时候去一趟你娘家吧？这不是要商量一下婚事，还有就是咱家搬新家也得告知你母亲一声，咱们也得去认认门不是？娘，你不说我也正准备和你们说呢。我打算明后2天去一趟娘家，暖棚的事情他们也没有种植过，我要去看看。那正好啊，咱们一起去。啊，那就这样说定了。之后叶涵和李小七去了暖棚，叶一鸣送几人去私塾了。等到下午，叶凯等人回来后，告诉了李小七一个好消息：大嫂，明后2天我们休沐了。真的啊？那挺好啊。大嫂，你什么时候回娘家？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去。既然这样的话，我跟娘商量一下，咱们明天就去吧。晚上，李小七跟着大家说明情况后，大家一致决定明早就走，刚好2天也能来回一趟。老三在家吗？在呢。哎呀，你们这是去哪儿啊？去小七娘家商量婚事。我这暖棚的钥匙给你，气温高的话，帮着把排风口打开，记得关哈。之后，李小七大概说了一些注意事项，叶长青都细细的记着了。这些卤肉给你们吃了，等我回来怕坏了。卤肉？你们要很久才回来吗？不用很久，只不过来去就要2天，我怕这肉坏了，还是给你们先吃了吧。哦，那感情好啊，谢谢大嫂。那我们走了。小叔，若是到了上私塾的日子，我们还没回来，叫叶城帮我们请假哈。好。你还想着住多久呢？私塾不上了。娘，别，疼。哎呀，靓仔果然是搞笑的。三哥，你是怎么觉得我们有2天休沐日还不够，还要继续请假的？你看，我们去1天，回来1天，这就2天了。那我们去了这么远，不得玩上一玩？这样最起码3天就没了。说的有道理哈。到时候看情况吧。估计差不多吧。咱们去的话，要到下午申时左右才能够到了。回来也是，若是节奏慢，说不定还真是靓仔说的这样，3天要的。而且我还要帮着看暖棚的事情。原来如此。石头村申时末。爹娘大哥二哥，你们在家吗？在呢，小七来了。哎呀，这是娘，这是我爹娘，还有几个弟弟。哎呀，太好了，你们来了。亲家，赶紧屋里坐着。胜儿，赶紧去叫你爹回来。不忙不忙，我们啊也是冒昧了，没招呼一声就来了。亲家母说哪里的话，你们能来那是看得起我们。进屋去，咱们进屋说话啊。这一路怪冷的吧？你们来了就来了，咋还买这么多礼物呀？一点小小心意，你别嫌弃哈。亲家母，你们可不能这么客气，来到这儿就当是到自己家了。坐，大家坐一会儿啊，我去泡茶。娘，我去吧。你们聊着，我来做午饭吧。我打下手。这俩人走哪儿都粘在一块儿。这年轻人都这样。这时李方明回来了，一进来就打招呼，几人寒暄了一番。务麻2位亲家，我们这次全家来也是为了商量涵儿跟小七的婚事的。咱们2亲家见个面，商量一下要怎么办。倒是亲家有心了，这么远还记得这事儿。哎呀，哪里的话，这本来是要先派媒婆来的，只不过我们还是想自己来见见亲家，认认门儿。4人从2个村的习俗到彩礼钱等事情，一件一件商量。既然这样，我们回去后就找媒婆来，把3书6礼先办了，之后直接成婚。你们怎么看？行啊，咱们程序弄简单一点就行，毕竟这么远了，来回一趟都麻烦。行，那就一起办。彩礼有什么要求吗？彩礼给2两银子就行。啊，2两？这么少？亲家母，要这2两我都不好意思的。我这女儿说来也是被她奶奶卖给你们的，其实我都不好意思要聘礼。是啊，所以聘礼给2两，
已经是我们高攀了。你们也太妄自菲薄了！不行不行，哪有聘礼只给2两的？那也太少了。之前小七被卖的事情我们也已经知道了，咱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这次咱们重新议亲。这还是2位亲家之礼厚道，但就因为这样，咱们自己心里也是有数了的。就2两。亲家母，我们绝对不会因为小七来我们家的过程坎坷就小看他，所以2两绝对不行。这样吧，200两，聘礼的礼金就200两，咱们说定了。200两不能够啊！爹娘，咱们这样吧，不要2两，也不要200两，直接188两银子，取个吉利。我同意。我也同意。这行吧，亲家2人的诚意我们都看到了，能有你们这样的亲家，乃是我们几辈子修来的福气，也是七丫头的福气啊。那就这样说定了。吃饭，吃完饭再聊。之后，李自胜、李自瑞几人开始往饭堂桌子上端菜、端碗筷和端饭了。来，吃饭。2家人聚在一起，好像并没有生疏和不和谐的地方。一顿饭大家边吃边说，一直吃到虚时中。过些天若是天气好，气温高一点的话，可以打开排风口通通气。若是暖棚气温过高也是要通风的。泥土太干的话就要浇水，等到秧苗长到那么高的时候就要施肥了。好，知道了。等李小七全部检查过后，该交代的交代，几人就准备回去了。既然商定好了，那咱们就回去吧。明天孩子们要上私塾，还是不要请假的好。明天要上私塾啊？是呢，那我们现在就走了，之后我们请媒婆来。别呀，这样我现在就去做午饭，回去应该也赶得及，不能不吃饭就走吧。现在大概辰时末了，早饭才吃没多久，不用了，我们直接在县里吃一顿也是一样的。这不知道你们时间这么赶，瞧我把这事办的，对不住了。不妨事，有牛车呢，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天黑之前应该能到家。本来估计也就2、3天的，既然婚事都谈妥了，那就回去吧，孩子们的课业不能丢了。亲家，10月初6是我家乔迁的日子，到时候全家都来哈，带上小七2个哥哥一起也好，来认认门儿。搬迁喜宴啊，好啊，到时候一定来，提前恭喜亲家了。你们刚好回来了，咱们要走了，明天孩子们要上私塾呢。好的，娘，我们有时间下一次再来。好，有空就常来。一众人寒暄过后，就套上马车准备走了。等等，你这是啥呀？弄了点甘蔗给你们带回去吃，这个布袋子里面是柿饼，很好吃的。咋这么多？你去买的？陈庆叔家很多的，你们带回去吃。瞧你，亲家还破费了。哪里的话，你们来一趟才叫破费呢，大包小包的给我送，这都是家里有的，你们路上要小心啊。李王氏寒暄几句，彭氏等人就坐上牛车走了，直到有时钟才到家。彭氏赶紧刷锅洗米煮饭了。吃完饭后，叶寒和李小七2人就来到后山。师傅，我们这2天不在家，您是怎么吃饭的？只有你这种傻子才问这个问题。你家这房子后面就是大山，你觉得我能饿死？我以为你们要明天才回来呢，我早在大山里面吃好烤鸡了。哇，烤鸡？想吃？那你再搞一次火锅，我去弄野鸡回来，怎么样？必须安排上，那就等我安排好了再通知您。行，不过现在不是吃的问题，而是练的问题。今晚你们俩的对手是我，分别跟我打。小七，你先来。现在我跟你打？这个可以啊。李小七别提多兴奋了，于是对战开始了。李小七用的就是天门太极，从第1级开始过招。谢智用的就是谢家拳。李小七可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他的目标本来就是打败谢智的，因此谢智在对战李小七的时候有点吃力。李小七在力量上和功夫上都不输于一个练武5年的人，所以谢智虽然吃力，但是最后败的还是李小七。不服？不服。不服你就练，允许你向我发起挑战，不过挑战输赢要有赌注的啊。
输的人送一件礼物给赢的人，怎么样？我才不上你的当。难道你不想打赢我了？当然想。行吧，等我多练练，有把握了再来找你宣战。接下来就是叶寒了，准备。李小七走到旁边，一边总结刚才对战中的经验和不足，另一边又看着谢志与叶寒对战。三人直到深夜才回去。叶寒一回去洗漱过后就睡了，李小七睡不着，等叶寒睡熟后偷偷溜进了空间。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进空间了，李小七先去看了农作物，一切正常，不过番茄和辣椒又开始长出花骨朵了。李小七看到花生地，对了，花生应该可以收了。于是李小七来到花生地里，拔起一颗花生。哇，真是硕果累累啊！李小七看着这一棵花生苗，少说也有100颗左右的花生了。这还是看着这些苗小一些才拔起来的，那些大一点的苗是不是花生还更多呢？李小七赶紧挑了一颗大苗的花生拔起。天哪，这是要爆表的节奏啊！这最起码得有200颗花生了吧？之后他赶紧摘一颗，剥壳吃起来。甜，跟外面的花生口感稍微有点不一样。空间出品果然精品，挺好吃的。收了，已经很大颗的花生粒了。李小七感觉这花生粒儿比外面的还大一点，于是他意识全开，把1亩地的花生全部收获了。一颗颗的花生立马变得白白的，带壳的那种，一点泥土都没有，全部收获去了保鲜房。巴布，这些苗怎么办？种植回田里去吗？还能长吗？你倒是挺会想的，想得美。你拔出来就别再种植回去了，系统会回收的。然后你可以要求这些花生苗兑换花生种子。那也挺好，现在就回收了，我要花生种子。巴布立马操作了一番，然后地里的花生苗瞬间消失。巴布操控着奖励了花生种子，之后一个布袋就凭空出现在李小七面前。李小七打开一看，竟然都是一颗颗饱满的花生粒儿，都剥了壳的。这狗系统不错，实惠。主人竟然骂我狗系统，我生气了，看我下次怎么整你。哼！之后李小七就把花生种子全部种植到地里去，意识全开。不过2分钟，1亩地的花生就种植好了，种子刚好全部种完。狗系统就不知道多奖励点种子吗？害得我没法拿去外面种植。李小七看了一圈，没啥要弄的了。走，咱们去小山峰那边泡温泉去。好啊。有好戏看啦！李小七带领着玉麒麟直接就往温泉而去。刚到洞府外，就听到一句透着阴寒恐怖的声音：来者何人？敢犯我黑蛇妖？蛇？妈呀！我是这个空间的主人，来泡温泉的，难道不行吗？他的话音一落，就看到一条大黑蛇从洞府内出来。真的太大了！李小七感觉全身都起鸡皮疙瘩了，但就是站着一动不动，不是不想动，是因为动不了了。空间的主人是你啊，可这是我的洞府，我不同意你来泡温泉。知道我是谁，为什么不让进？没有为什么，我不想我的洞府沾染上陌生的气息。说是你不同意，我就只能用强了。要打一架就来，你赢了我就让你进。好，这可是你说的。玉麒麟直接退开5米之外，李小七用意识控制自己飞起。哇，还真的飞起来了！李小七有点得意，他用天门太极带上自己意识控制的飞起，跨度跳跃的，竟然把黑蛇妖折腾了一番，最后竟然还被李小七一掌打到肉身，黑蛇妖嘶一声摔地上了。原来李小七不仅用意识控制自己飞起跳跃，还用意识控制了黑蛇妖不能动弹，可想而知，黑蛇妖只有被打的份儿。黑蛇妖也发现了这点。黑蛇妖，你伤得重不重？死不了，算你还有点本事，愿赌服输，你进去吧。真的？不过你别伤害我老婆和孩子。你老婆和孩子？我老婆怀孕了，现在正在休息，所以我不想你们去打扰，冒犯了。哎，你早说呀，否则也不用打这一架了。这样的话我就不进去了，下次吧。恭喜啊，黑蛇妖。宿主，你等一下。没想到你是这样善良的宿主。既然这样，这块蛇形玉佩你拿着，这里面有我一缕元神，只要你有危险或者需要帮忙，
对着玉佩喊我的名字就行，平时就当是一个普通配饰戴着就行。其实这块玉佩就是黑蛇妖元神所化。李小七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接过并道谢。之后李小七带着玉麒麟走了。真没劲，黑蛇妖真没用啊，这么快就妥协了，我还以为能折腾一阵呢。李小七不知道系统8部的内心独白，否则会被抓起把屁股打开花。李小七飞着离开半山腰，不想竟然看见一大片果树林，好多棵果树挂着果子呢。李小七立马在果树旁边停下，果树上竟然挂着红彤彤的苹果、粉红的水蜜桃还有樱桃。李小七觉得惊喜又奇怪，这都是不同季节的水果啊，这咋还一起长出来了？不分季节的吗？李小七可不管了，摘了一个又大又红的水蜜桃，随便往身上擦一擦就开吃了。哇，好好吃，好甜呐，水分还足得很。等李小七吃完已经饱了，这个桃子又大又甜，还想吃，但是肚子装不下了。李小七又摘了几颗樱桃，直接丢进嘴里，甜，比美国进口的精品车厘子还好吃。明天我就上山，找个借口把这些苗子移出去。这边看着倒是基本齐整了，前院和后院都整顿好了，就是这内院，要不要种上几棵树啊？内院要种，也要用花盆的吧？这内院全部铺了青砖的，不好再弄了。对，就是放几盆盆栽的树就行，点缀一下，会开花的就更好了。那我们去镇上买去。下次吧。我看咱们先把地窖挖好，就是从哪儿挖怎么挖比较不费劲儿，这个我不懂。等你爹回来，我们再商量下。几人看着没啥事就回去了。叶寒去喂小龙虾了。李小七看看时间才辰时，因此跟彭氏打了声招呼，带上蛮牛就上山去了。阿布，赶紧的扫描附近的猎物。主人，前面100米处有野鸡。巴布说完，李小七就到了地方，意识控制野鸡，直接徒手抓，2只野鸡就落网了。之后李小七按照这个方法抓了3只兔子，就没再抓了，瞬移出了深山，直接到了山外围。巴布，扫描一下附近有没有人。没有的，主人。李小七立马带着蛮牛进了空间，拿着一个背篓的目的是摘果子。于是李小七先摘苹果，1个布袋满了，水蜜桃摘了1个布袋，之后就是背篓1/3的水蜜桃，上面的全是樱桃。完美，成功搞定。然后李小七下了小山峰，来到山脚下，把30棵果树苗移植出去。嘿，怎么样，小蛮，我聪明不？厉害。回家后我也还要吃。接下来就靠你了，这些树苗你负责背回去，我负责背水果。没问题。于是李小七用绳子把30棵树苗绑在蛮牛背上。得，现在的蛮牛看上去就是一棵移动的超大果树苗了。幸好这是山的外围，离家不远了。等到了家，刚好就是午时钟。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么多树，是什么树？就是你刚才看到的那些果子的树苗，我在大山里面碰到了，摘了果子之后就挖回来了，种在咱们自己这儿才放心呢。果子太好吃了。原来这样。娘，咱们家有山头吗？没呀，也就前面那个小土坡算咱的吧，之前买新房地基的时候买下的。这样啊。李小七一琢磨，自己走出院子里去看看。等李小七回去后，家人们已经要吃饭了。我就说你哪儿去了呢，正找你呢。吃饭啦。马上来。爹娘，新房子隔壁那边的山有主人家的吗？没有，那些山都是公家的。咋的了？我想着咱们买下这片山吧。我刚才就去看了，那个小山头连着的是2座大山，咱们把小山头和2座大山一起买下来，刚好那2座大山之后便是很大的山坑，有点像断崖似的，那坑又大又深，刚好做隔绝用了。媳妇儿，买山干啥？买山种果树。种果树？咱家还要种果树吗？是啊。我是说院子里咋来了那么多树苗？合着就是这个果树苗吗？我以为也就普通的树苗呢，没想到是这个果子的树苗啊。院子里的果子你们吃了没呢？想吃来着，这不是要吃饭了吗？就想着吃完饭再吃了。我吃了，很好吃。那个小个的红色果子很好吃呢。没吃，我也没吃。那你们等着，我去取来吃。吃吃看，我觉得特别好吃。哇，真的好好吃啊，还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果子。
这有点像桃子吧？但是桃子没这么大呀。这就是桃子，不过这叫水蜜桃，还真挺好吃的。这个红红的果子是什么？师傅，这是樱桃，可甜了，而且营养价值还高。还有那个是水蜜桃，那个是苹果。这个苹果嘎嘣脆的，我吃着还行。还真是，这叫水蜜桃啊，还真好吃呢。真的挺好吃的。我还从来没吃过这个樱桃和水蜜桃，桃子和苹果吃过，不过我以前吃的桃子和苹果跟你的这个不能比啊，没这么大，也没这么好吃。徒弟媳妇运气真这么好啊！这苹果都是上贡给皇上等身份尊贵的人吃的，就是上贡的苹果和桃子也没这丫头弄回来的这么好吃啊！更何况还有什么樱桃，没听过。师傅以前还吃过呢，那可真有福气。不过师傅吃了我这个，是不是更有福气了？就你是个调皮的，想要我夸你，你就直说呗。既然被你发现了，没意思。好了，确实很好吃，在哪弄回来的？当然是大山里了，这次算我运气好。所以那一堆果树就是这个果子的树苗？你想买山，然后把这果树种植了？对啊，我觉得挺好的。是挺好的，可以考虑。考虑啥呀，爹？今天咱们就要去把山头买下来，否则这些果苗怎么办？时间久了，成活率就低了。你看这个急性子，一刻也等不了。等下我就去村长家，这儿媳妇儿果然旺家的很呐。于是等吃的差不多了，叶一鸣和叶寒两人就去村长家了。叶寒和叶一鸣很快就回来了，村长给了山契，约好明天去镇上过红气，一共花了100两。这下叶寒家新买房子那一片地，包括后山头，连着到李小七说的那2座山，都属于叶家了。于是几人赶紧去种植果树了，当然首选的就是那个小山头。就这个山头估计能种植几百棵树苗，李小七还得再想办法移植树苗出来。几人把果树苗扛去小山头后，就开始用锄头挖坑了，一些杂草之类全部先随便清理出来，后面有时间再慢慢弄。李小七把挑来的一担水给树苗浇透了，就这样加了空间灵泉水的水浇下去，果树苗生气很多，也精神了。李小七看着很满意，总算是干完一件大事了。可不，今天已经是初3了，初6就是搬迁的日子，赶紧通知要来的客人吧，然后明天要去镇上买东西。是这样。转眼一天就这样过了。今天初4，等吃完早饭，叶一鸣和彭氏送几个孩子上私塾，之后就去买东西。叶寒和李小七两人拿上工具上山了，为搬迁提前做好肉食准备，蛮牛也跟上了。而谢志吃完早饭就不见踪影。叶一鸣和彭氏送完孩子们之后，就开始往店铺里面去了。彭氏这次打算买2个新炉子，一大一小。扫把这些也要买新的，红纸、红灯笼、窗花，彭氏这次全部买齐。而这边叶寒和李小七两人早就进深山了，一路走来也就猎了3只野鸡1只獐子。两人在深山中寻觅大型猎物。你听，是不是前面有啥动静啊？叶寒侧耳倾听，又俯身贴地听，之后朝李小七点点头。两人朝对方打了一下手势，之后分开，朝不同方位开始向前移动。等到两人近了，才发现竟然是一头野猪。得，两人朝着对方笑开了花。李小七以为是啥猎物呢，发出那么大的动静，没想到竟然是野猪在爬树。我勒个去啊，树上有啥呀？叶寒拿出弓箭准备射击，李小七拿着砍刀准备。当叶寒射箭的那一刻，李小七意识控制暴躁的野猪停滞了几秒，之后野猪就被弓箭射穿了脖子。这树上有啥吗？哇，这树上竟然有鸟窝啊！啊，有鸟窝？我上去看看。我上去吧，我爬树还行。不用，我也能爬树的。你也不方便啊。等会儿我得把这碍事的裙子弄一下。很快，李小七把裙子一捞，随便一扎就往树上爬了。叶寒在树下面心惊胆战地看着，担心着，就怕媳妇儿掉下来受伤了。哇，好多鸟蛋啊，好大的鸟蛋啊，不知道是什么鸟的。真的？给我看看。还真的挺大的呢。李小七让叶寒看完后就放回去了，然后朝着树中看了看，竟然发现有木耳。哇，我发现宝贝了，这里竟然有木耳，还挺多的。不想李小七扭头回来，准备再往上爬一些的时候，
竟然看见一条碧绿的蛇缠绕在前方的树枝上。手忙脚乱之间，竟然从树上掉了下来，然后被吓懵了，竟然忘记用意识控制自己。媳妇儿，你没事吧？没事。你说上面有蛇？啊，翠绿色的，不知道是什么蛇，反正挺恐怖的，我不敢上去了。我上去收拾它去。你别去了，那蛇挺大的，有我这拳头一半大，很危险的，算了吧，不要了，咱们走吧。放心吧，没事，我可不怕蛇，你在这等着。巴布，这棵树上除了那一条还有吗？主人，没有了，就只有那一条。就一条的话，那就好说。叶寒很快就搜寻到了那条蛇，竟然是竹叶青，而且还是一条比较大的竹叶青蛇。叶寒拿着砍刀朝着竹叶青爬去，竹叶青好像有感知一样，知道这个人跟刚才那个人不一样，不怕他，因此有点退缩。叶寒往前，他就退后，最后竟然利用树叶的遮挡，直接逃到树下去了，空留叶寒一人在大树上。我操，这蛇成精了，跑得这么快！叶寒一脸菜色，这一下丢脸丢大发了，竟然比不过一条蛇。跑了吗？跑了就算了吧，咱们别追了，就是可惜了那些木耳了。不过有蛇在那里，不知道有没有毒。应该没毒，蛇不吃木耳，它估计跟野猪一样，是看中了这些鸟蛋吧。你在这里待一会儿，我上去把鸟蛋和木耳全弄下来。叶寒快速地摘树上的木耳，足足摘了2克重。李小七心砰砰地跳动着，脸上还有点红。李小七感觉自己心动了，但其实是李小七对叶寒动心了。反正就是叶寒招了2次手，喊了几句媳妇儿，李小七才回神。媳妇儿，你咋了？咋呆着呀？哦，没事，就是瞎愣了，缓缓就行。没事了，都跑了，而且我连木耳都摘下来了。李小七看着背篓里的木耳还挺多的，都有半背篓的木耳了。蛮牛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李小七呼唤了一下蛮牛，蛮牛没过一会儿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竟然用一根粗树枝咬在嘴里，粗树枝的另一头竟然就是刚才那条竹叶青蛇。李小七和叶寒都惊讶了，不是跑了吗？咋被蛮牛给叼回来了？看这情况应该是死了吧。蛮牛，咋回事啊？他敢吓唬主人，我看到他从树上爬起来就追上他了，这不一脚给踩死了。弱鸡的很，为啥主人你会这么怕菜鸡的蛇呢？我就是怕，看到这形状就怕，但是不怕吃，只要不是我处理的话，做成美味的食物我就能吃了它。嗨，这有啥？每个人都有自己害怕的东西，有些人怕蛇，有些人怕老鼠，还有些人怕毛毛虫的，女子大多数都怕蛇，这个很正常。这蛇扔了吧，这次就不要吃了，这竹叶青啊是剧毒的蛇。蛮牛点头，把蛇随便一扔，反正蛮牛从蛇的7寸处踩下去的都已经断了，早就死翘翘了。2人一牛收拾了一下，就带上东西走了。咱们还打猎吗？要不回去了吧？咱们往回走吧，看看还能够打到什么猎物。今天收获还算可以的呢，就一头野猪也有100-200斤了。行。回去的路，叶寒选了一条别的近路，之前很少走。前面好像有猎物。上。很快，李小七就发现了猎物的踪迹，竟然是一头野山羊。这里这么多山羊的吗？上次也打到了山羊。不过李小七很开心的，这次这只山羊别想跑。李小七拉弓，瞄准射箭，一箭击中了山羊的身体，竟然还是穿过了整个身体。叶寒估计山羊死了后，立马跑过去查看。已经死了。叶寒拔出剑齿收拾一下，立马又朝下一个目标出发了。这次几人走了很久才遇上几只野鸡野兔子的，其他的大猎物都没有了，毕竟天气变冷了。之后2人一牛就下了山回家了。等2人到了家，把东西弄下来之后，彭氏就招呼着吃饭了。今天这是大收获啊。还行吧，不知道这些肉够不够搬家那天用的。咱们家估算了有多少桌啊？咱家搬家，我估摸着全村都要请的吧，再加上一些亲戚，估计有10多桌、20桌的样子。反正也就中午一餐是正席，晚上的时候就自己家亲戚吃了，村里人不再请了。这样啊，那我知道了。还有就是青菜这些也要准备吧，家里的玉米还有，应该够炖汤的。之前的吃完了，这不，我看后院的玉米树上又长了，应该可以够这次席面的用量。家里的青菜、蒜苗这些都有，反正咱家弄8个菜一桌就行了。
就是这碗筷要借，咱们家可没那么多的。我下午去借桌凳、碗筷这些，顺便请人。那我们下午还去打猎，多打一些猎物。咱们村里的人那食量那都是大得很的。村里以前穷啊，肉只能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平时有钱才能打打牙签儿，否则能吃饱就不错了，更不要说肉了。晚上把鸟蛋蒸了吃，木耳清洗一下，用速干器烘干就可以拿起来保存了。以后要吃的时候可以拿一点出来泡，炒着吃很好吃的。放心，交给我吧。不过木耳挺贵的，这些山货都挺贵，以前可是舍不得吃，现在这么多木耳，倒是能留着自家吃了。之后一家人吃好午饭就各自忙去了。李小七和叶寒两人很快就来到了深山。李小七利用8步的扫描又得了一头獐子，野鸡野兔好多只。之后巡视一番，基本没啥猎物了，都躲在自己的窝里不肯出来。李小七想进空间弄一些野菜出来，空间的野菜长得嫩不说，还好吃得很，都快长疯了。咱俩分开找找看吧，等一下还要在这儿集合，怎么样？你行吗？肯定行的啊，让蛮牛跟着我吧。好，背篓我弄蛮牛身上，不带背篓去了。之后两人分开找。李小七等了几分钟，看不见叶寒了，赶紧意识控制空间地里面的野菜，直接摘了装在背篓里面。不一会儿2个背篓满了。之后休息了一下，叶寒就回来了。媳妇儿，你早到了，有什么收获没有？有啊，2背篓野菜，很鲜嫩呢。我们也是刚到。我看看，还真是，这季节还能有这么好的野菜，真难得。我运气好呗。咱们回家去吧，有这些应该够了。我数了一下，加你这2只，兔子都有7只了，野鸡有8只，加上家里的，够多了。应该差不多了，咱们早点回去。这水位比上次低了一些。这次应该更好抓鱼了，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鱼。我先试试，有没有鱼还真挺玄乎的。李小七走在前面，拿着渔网往水深的地方一头扎下去。李小七只能像开盲盒那样直接瞎捞一把了，捞了好几下都没有鱼。李小七继续往前走了一段之后开始捞，不想竟然真的被他捞着了一条大鱼。有鱼还这么大呢？我这也有鱼。你这鱼比我这条还大呢，少说也有10斤左右吧。媳妇儿继续，这鱼不错。两人奋斗了1个时辰，才每人捞了半背篓的鱼，估计都藏起来了。算了，咱们不捞了，回去吧。没鱼没关系，咱们这加起来也有1背篓多的鱼了。要不咱们捡一些螺丝回去吧？之前我看来的路上那边有螺丝，以前捡过的那个地方现在又长了好多呢。那走吧。两人上岸后往回走，走到有螺丝的地方又开始捡螺丝了。2刻钟之后，1背篓的螺丝也捡满了。走，咱们回家吧。等到了家，放下背篓后，李小七就打水洗螺丝了。这螺丝很多淤泥，先洗干净一些，再养个几天，自家就能吃了。叶寒、叶一鸣在处理鱼，彭氏做午饭去了。很快，所有的鱼都处理好了，接下来就处理鱼肠了。李小七看见好多的鱼鳞，看着挺干净的，赶紧拿盆捞起来一些，准备做好吃的。媳妇儿，你要这鱼鳞干啥呀？又不能吃。谁说鱼鳞不能吃的？能吃的，而且还好吃的很。以前我是忘了，现在想起来简直是糟蹋了好东西。吃饭了。我手都冻僵了，我去烧个火炉子暖暖。我已经弄好火炉了，就怕你们捞鱼回来会冷，结果你们2个谁也没提起，害得我也给忘记了。赶紧边吃点热乎的，边暖暖。李小七洗锅烧水，洗好的鱼鳞弄下去一起煮，当然姜片不能少，还放了2根蒜苗，甜米酒少许，主要是去腥气。之后烧上大火也去吃饭了。等吃好饭后，鱼鳞煮得差不多了，李小七用漏勺把鱼鳞、姜片、蒜苗捞开，把水盛到一个大盆里，别说还挺多的，最起码鱼鳞就有1大盆了。下午叶寒和彭氏把明天要用的青菜全部拔上来洗干净，叶一鸣掰玉米去了，李小七则在做酱肉、卤肉。明天就是办喜宴的日子，提前准备这些吃的很重要。等卤好后，李小七还烧了好几锅的酥鱼，4人分工合作，事情一件件做完。大嫂在家吗？在家呢。背了啥东西啊？给你送点芋头，自家种的，
明天不是办宴席吗？这也能当个菜不是？哎呦，你咋备这么多来？可不，今年种的多一些，芋头还是有的。明天再来刮毛吧，我要先回去做晚饭啦。好，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这里位置够了，就不用摆放到前厅去了。叶一鸣这次算的是全村基本上都会拖家带口的来，所以说20桌备上了，自家的桌子不算，买的大圆桌就摆放在前厅。前厅有2张桌子。先回去吃饭了，吃完早饭再来弄来。这就是你昨天做的鱼鳞豆，太好吃了，爽滑 Q 弹，一口就下肚了。还真是啊，我还没吃过这个鱼鳞冻呢，很好吃啊。大家对鱼鳞冻都赞不绝口，尤其是沾上一点特制的蘸酱，又辣又香 ，Q 弹弹，别提多好吃了，一入口就滑到肚子里去了。2盆鱼鳞冻早上就被大家吃完了。谢志昨晚给叶一鸣乔迁礼后就离开了，出去避2天，等叶家的搬迁宴席办完后才回来。等大家吃好早饭，叶凯带着双胞胎在新房负责把借来的碗筷洗好，之后摆放好，每桌8只碗8双筷子，不够的时候再添上，多余的碗筷全部放在新箩筐里面。叶亮把买的糕点、瓜果这些东西用大竹篾做的果盘篮子装上，摆放在前厅。当然前院的20张桌子也每张放了一些瓜子、糖果这些。今天新房和旧房的锅都用上了，新房的灶李小七特意叫人做的是4口锅，今天6口锅齐开。彭氏一人仗新房子里的锅，主要是这边吃饭，所以在这边蒸了2个大蒸屉的白米饭，2口深锅炖着1个汤。李小七还在旧房子里的院子里搭着1口锅，幸好之前多买了1口，就是防着吃火锅呢。没想到倒是在这时用上了。院子里的锅也是炖汤，伙房里李小七把早上揉好的面团全部做了包子馒头。伙房里不断的忙碌着，今天叶寒负责登记，来送礼的人送了什么礼都是要登记的。辰时刚过，牛柱子、刘小三、牛贤、牛小三上次请的是个帮工，带着自家的媳妇儿或者自家的娘，就来叶寒家帮忙了。叶寒登记了这些人带来的礼之后，就帮着安排男人们的事情。其实基本没啥事儿了，也就剩伙房的事儿了。但是这些小媳妇子和牛柱子娘他们倒是能来伙房帮不少忙。大家寒暄了一番，听着叶饶氏、李小七的吩咐做事，这不做菜的速度自然快了不少。葱姜蒜这些被大家洗得很干净，之前彭氏洗过的野菜也重新洗了一遍。毛芋头早就去毛了，而且已经下锅了。很快客人陆续来了。5时初，李小七的娘家人终于到了。娘，你们终于来了，害我担心了呢，怕你们赶不上。啊，这不是赶上了吗？你们这是几点开始赶牛车的呀？没，我们昨下午出发的，到了县里，天黑了，就在县里过夜。这不，早上就开始出发了，现在才到。幸好你2哥认识路啊。李方明可是带了厚礼来的，这不在登记呢，所以就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大哥、二哥，你们里面坐一会儿，去新房子那边逛逛也行，我在炒菜呢，你们自便哈，带上娘亲和爹爹。知道了，你去忙吧。不一会儿，秦卫楼岳掌柜还有同药堂掌柜一同前来，一起来的还有一位翩翩家公子，秦卫楼的东家上官俊宇。叶寒寒暄招呼了一番，登记了各自带来的礼品后，叶寒就带着3人来到新房的前厅大圆桌处，桌子上也是摆放了一些果子的。之前的空间水果都没了，只剩下2个苹果、3个水蜜桃，那还是李小七从空间拿出来的，借口就是放在他房间的，只是忘记吃了。这不，叶亮看见秦卫楼和药堂的掌柜来了，马上就去把之前洗好的苹果切成一块一块的，直接拿着果盘摆放上了。3个水蜜桃也洗干净，端去大圆桌。叶亮知道这一桌是招待有身份的人。哎，这水果倒是水灵得很，公子不妨尝尝。岳掌柜管同药堂的上官掌柜叫姐夫，而上官清、上官掌柜与上官羽也是亲戚关系。按辈分来算，上官俊宇还要叫上官清一声表叔，只是关系远了，因此自然这3人都是认识的，而且还很熟人。这是桃子，不过这么大的桃子倒是很少见，刚好3个，咱们每人1个尝尝。吃吧，在这里别拘束，也别透露我的身份，只当是你们的一个晚辈就行了，咱们一起吃。拿起一个水蜜桃就咬了一口，当时瞪大了眼睛，惊讶极了。太好吃了，我还是第一次吃过这么好吃的桃子呢。上官清也咬了一口水蜜桃，
简直觉得神仙滋味了，太好吃了，没有之一。岳掌柜先吃了一块苹果，觉得挺好吃的，看着自家姐夫的惊叹模样，赶紧把最后一个桃子拿起来咬了一口。天呀，真的很好吃，他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桃子。确实不错，只是这桃子不知道哪里来的。这样的桃子他也没吃过，而且他敢打赌，他表姐皇后也没吃过。皇后对他这个弟弟可是很好的，每年各藩国进贡的水果或者稀罕吃时，都会给他这个表弟留一份，知道他嘴馋。不巧去年他就吃过说是进贡给皇上皇后吃的最好的水果，其中就有这种桃子，但是没这么大，也没这么好吃。这是什么神仙水果啊？我以为这个切成一块一块的水果就很好吃了，不想竟然还有更好吃的，确实美味。那个是什么？也是水果，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水果，是没个整个的，看不出来。嘎嘣脆的很啊，水分很足，还是甜的。这个味道有点像苹果。苹果？不像吧？不过我不能确定。三人把桃子和苹果全部吃完也没确定，这切成块的是不是苹果？刚好这时候叶亮来了。小公子啊，过来过来。上官掌柜叔叔，怎么了？哎呦，你还认识我呀？那当然，我大哥的腿就是你治好的，当然记得。记得就好。叔叔想问，你这切成块的水果是什么呀？哦，那是苹果，另一种大大的是水蜜桃。哎呦，可真是个小人精，知道我要问啥，一次性说出来了啊！好，你去忙吧。徐师爷来了，哎，一起坐。岳掌柜、上官掌柜，你们倒是来得早，哈哈。这位是……哦，这位是我的表侄子，来这游玩的，刚好就一起来了。叶寒看着瞿师爷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竟然瞿师爷会来，疑惑得很。很快，客人陆续都到齐了，李小七娘家人也安排到了这个大圆桌，还有就是家里的男子。不够的，旁边还有一桌。彭氏、叶一鸣安排大家坐下后就开席了。前院20桌。哇塞，这红烧肉也太好吃了吧，还大块的很，真过瘾。可不是，看这兔子肉，红亮亮油滋滋的，好吃的很。这烧鱼也不错啊，好多个肉菜呀。可不是，你看这芋头蒸排骨，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好吃的很。还有这个不知道是啥，焦脆焦脆的，还撒了芝麻，有点像排骨呢，太好吃了，我可是第一次吃啊。哎呀，这可是过年都吃不上这么好的饭菜。还有包子馒头，听说那边还有大米饭呢。是哟，我看见了，大家可以敞开了肚皮吃了。可不是，你看你家小子吃的嘴巴油汪汪的，可满足了。你家丫头也不差，你看手都用上了，喝一口鸡汤，吃一口包子的。前院里头的村里人都在边吃边议论，都赞叶家的喜宴办得隆重，让村里人可吃了一顿大饱饭、大炖肉。这些菜可还合众位的口味。小七来了，来得正好，坐岳叔这边。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吗，岳叔？你这羊排做的可真地道，说实话，比我们秦卫楼的都好吃。听说啊，是你做的？对啊。小娘子了不得呀，这厨艺都赶上秦卫楼的厨子了。你这芋头蒸排骨，我们可是第一次吃啊！芋头还能和排骨一起这样摆个盘，好吃又好看，可真是有了一颗七巧玲珑心了。叶小娘子厨艺果然精湛。各位过奖了，只要大家吃着喜欢就好。之后大家就默默地吃了起来，宾主尽欢。很快一顿饭吃完了，瞿师也因为衙门还有事情要忙，所以吃完后就告辞了。李小七的娘李王氏帮着一起收拾。小七丫头啊，你的手艺非常的好，有些啊我秦卫楼都不一定能有你这样的手艺。我就是厚着脸皮问问，你今天有几道菜，能不能把菜谱卖给我呀？岳叔客气了，只要你看得上没问题啊。不过卖给你了，我自己还是可以做着吃的吧？那当然，这不碍事，只要不再卖给别人就行。那这样，等你有空了就上镇上来，这道烤羊排、芋头排骨、酱肉还有都要。好的。不过我最想知道的是，那些水果有卖吗？水果？媳妇儿，就是摆放在这桌上的苹果和水蜜桃。哦，这个呀，现在没有的卖，估计得要明年了，而且明年都只有少量，不能保证的。还要这么久？
现在没有的吗？现在没有的。敢问小娘子能透露这些果子的来源？这个是我在大山里面偶然发现的，这不，我把果树都给挖了回来，已经种植好了，就等着挂果呢。啊，原来这样啊！到时候长出来的果子都是今天吃的这种吗？品质会不会变啊？这个倒应该不会，即使会变化，也应该变化不大。这样啊，那小娘子可愿意把这些果子到时候全部卖给我们秦卫楼？当然了，这个没问题。不过到时候结果了，岳叔和公子都可以来观看，到时候你们满意再定下也不迟。那感情好了，就这么说定了。几人又说了一些别的，之后岳掌柜好奇暖棚的辣椒和番茄，问李小七能否带去观看。李小七答应了。上官俊宇和上官清都很好奇，觉得很不可思议，于是家里的后续问题交给了彭氏和李王氏等人。你这暖棚还上锁？是啊，村里也就我家和小叔家盖了暖棚，怎么说也是第一个尝试的人，避免有村民好奇或者有坏心思的人捣乱，不得为之。毕竟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说得很对，这些苗啊都长这么大了，看来你们种植成功了，可喜可贺呀。目前看来长势还算挺好的。挺好，原来夏天的菜也可以这么打理啊！小娘子倒是个妙人啊。每次上官俊宇称赞李小七，叶寒心里都比较紧张，就怕自己的媳妇儿移情别恋了。之后李小七、叶寒带着众人去了种植番茄的暖棚。这番茄苗长得不错。番茄？这不是西红柿吗？西红柿也叫番茄，都是凭自己的喜好说的。我有时候就会说番茄，有时候喜欢说西红柿。原来如此啊！这番茄树苗长得也挺好的，你们对种植方面可是研究过？娘家祖辈都是种田的，因此多少有些经验。不过这些辣椒和番茄虽然珍贵，但总是跟其他种植的作物也差不多吧。只要浇水施肥，在冬天保持温度，肯定也一样能长的。几人点点头，看了一圈后，觉得今年的冬天青菜不至于太单调，而且肯定还能狠狠地赚一笔。之后几人看完了就都回去了。叶寒和李小七带着2个哥哥送3位客人坐上马车之后，就返回自家了。七妹，那个就是秦卫楼的掌柜啊。一个是同药堂的掌柜，另一个年轻的公子就是秦卫楼的东家，你们知道就好。这次你们来了就多住几天。看爹娘的意思吧，毕竟家里还有暖棚要照顾，估计也不能待很久的。也是啊，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看看伙房收拾的怎么样了，要不要帮忙？你去吧，我们自己待会儿。需要我帮忙吗？都做得差不多了，你去歇着吧，顺便安排一下你娘家人去午睡一会儿。好。彭氏和村里的一些来帮忙的人做好收尾工作之后，彭氏给每家来帮忙的人把剩下的菜分了分，给每家带回去一些。转眼第2天就来临了。彭氏早早起来，在新房子的土灶上做好早饭，以后做饭和住都是在新房子里，老房子就只放一些不用的东西。等下吃好早饭，咱们去山上不打猎去？行啊，反正家里的肉基本没了。那感情好，我也要去。我也要去。我也想去。我也想去。今天不是不用上私塾吗？那就一起去玩玩吧。真的啊？那我们也能去打猎啦？这得感谢我们夫子啊，刚好就休沐了。你们这次是赶上好时候了。那等下吃完饭后咱们一起去。很快大家都吃好早饭了，彭氏挨家挨户送完碗筷回来，跟着李王氏唠嗑。两亲家4人又在商量婚事，本来之前说好早点下定的，只不过家里事情一多，又给往后推了。这不，几人正商量着，叶一鸣看了一下12的日子很好，适合订婚、采纳、下定等，因此4人决定12下定，送聘礼这些。而叶寒、李小七、李自瑞、李自胜、叶亮、叶凯、叶毅和叶全8人今天全部上山了，蛮牛也跟着去了。一行人到了山上后，队伍太壮观，所以速度就有所缓慢。等到了深山边缘，已经快辰时末了。叶寒手里只提着3只野鸡，1只兔子。这也没啥猎物了。嘿，你还想着猎物自动来你面前让你吃肉呢？有那么傻的动物吗？还真有，你们看那儿。那山羊听到动静准备跑路，大家的注意力刚好被叶毅吸引，全部人都看到野山羊了。你说他能跑得掉吗？于是一伙人看见野山羊跑就追上，大家还没笑话几个孩子的异想天开呢，就追野山羊去了。
叶寒速度很快，所以是第一个追上的。当李小七和双胞胎赶上的时候，野山羊已经被叶寒、李自睿等人收服了。几人把野山羊五花大绑之后，挂在了蛮牛的背上。太刺激了，真好玩。可不是，下次有机会我还要来。下次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还是珍惜现在吧。赶紧跟上大哥他们。嘘，前面有动静。之后李自睿搭弓、瞄准、拉弓、射击。哇，是一头獐子耶！这个应该已经成年了吧？应该成年了，估计这一只有60斤左右。差不多有这个分量。你们现在判断的很准确了，大哥的箭术进步很快，一箭中的力道和准确度都把握得非常好。哈哈，这还多亏你这个妹夫教得好。下次发现猎物就要二哥射箭吧，刚好让我看看二哥的箭术有没有进步。好嘞。几人开始往回走了，只不过选择的路线不一样。走了大概半刻钟，李自胜用弓箭射击了一只野鸡，也被叶寒夸奖了。两人进步也是很大的，说明两人没有松懈，一直都有练习。大哥，下次碰上猎物能不能让我也试试啊？那你现在试试，看你能拉满弓不？力度是够了，等下碰上猎物啊，让你试试。好嘞。我也想试试。那你们就轮流着来吧。之后几人又朝前去了。叶凯之后射中了一只兔子，可高兴坏了，内心沸腾的厉害，自此对打猎信心满满。之后叶亮走在最前面，按照叶寒教的方法听声音，辨别方位，判断猎物。不想第一次就被叶亮给蒙对了，竟然找到了一只野鸡。叶亮按照自家大哥的教授的方法拉满弓后放箭，不想竟然打偏了一点，射中了野鸡的屁股。哈哈哈，三弟，你这技术不行啊，竟然射中人家的屁股，你很没有道德啊。我又不是故意的，只能怪他自己倒霉了。很快一行人就出来了，收获也不少。到家的时候已经是50末了。我就说你们咋还不回来呢，让我们着急了一把。没事的娘，瞎担心了，我们这么多人呢，能出啥事？我不担心你，我担心他们呢。一行人很快把猎物放下后，洗好手就开始吃午饭了。收获不错呀。那是爹，你不知道，我今天也打着猎物了，还是野鸡呢。大哥打了一头獐子，不错呀，有进步就行。今天10月初8，李王氏等人吃好早饭，就准备坐牛车回去了。亲家母多住几天吧，回去也不急在这一时啊。可不能了，家里暖棚要回去看看呢。这不12就是大日子了，我可不得回去准备准备。行吧，那以后有空常来。等等，把这甜米酒搬2坛回去喝，下次有机会等小七回去后，叫小七给你们蒸。我都忘了还有酒了。好啊，我可不客气了，这酒我收下了。哈哈，客气啥呀？这可是你亲闺女蒸的酒，我拿来做人情，你不糟心就行。瞧这两人有说有笑的，太会开玩笑了。可不是，难得。原来爹也好这口啊。不过爹娘知道他会蒸酒，会不会怀疑他？很快李方明一家就坐上牛车走了。好了，进去吧，岳父岳母他们都走远了。李小七回房后突然记起今天要去秦卫楼的，于是招呼上叶寒，套了牛车就去镇上了。你们终于来了呀，我以为你们今天不来了，或者要下午。不好意思啊，岳叔，有点事情耽误了，抱歉。无妨无妨，现在还来得及，走吧。还有酒呢，在牛车上。哦，好的，这个我来就行。来了，坐。谢谢。客气。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无妨，本也没说就一定是上午来，也有可能下午来也不一定呢。呵呵，咱们谈正事吧。这是菜谱，我都写好了，一张纸就是一个菜谱，一共是5道菜，长厨照着这个做就行，不懂的还可以找我，我定知无不言。好。东家，甜米酒也已经送来了，你看。我等下就回府城了，过不了几天就会回京城，酒我带回去吧。小娘子倒是爽快，等下岳叔会一起结账的。不过冒昧问一句，小娘子能否把酿酒的方子卖给我？这就要不好意思了，酿酒的方子我不卖。说实话，就算有人照着他步骤做，也酿不出一样的甜米酒。这甜米酒的关键是空间灵泉水，没有灵泉水肯定就不是他这种甜米酒了。这样啊，倒是可惜了。
不过小娘子可不可以多酿造一些？下次我来的时候，希望还能买到这种甜米酒。这个没问题。签好协议之后，岳掌柜就把钱结算了。可把李小七美的一下子赚了不少，光2坛酒就给了100两银子，还有5个菜谱的钱呢，加起来岳掌柜竟然给了280两银子，这是多给了。岳叔，你是不是算错了，多给了？没有，就是这么多的，拿着吧。多谢岳叔，多谢上官公子了。李小七笑着接受，白送的钱当然要，不过下次咱可以多送2坛酒给他。等完事之后，李小七和叶寒就出了秦卫楼逛街去了。李小七这次在街上随便逛了逛，竟然发现有人卖鸭蛋的。大娘，你这鸭蛋是新鲜的吗？都是鸭子最近下的蛋，新鲜着呢。小娘子、小相公，你们要买多少啊？怎么卖啊？1文钱一个。你这是卖贵了吧？不是1文钱2个吗？我这鸭蛋新鲜又大个，1文钱一个不亏的。要不大娘2文钱3个吧？哎，行吧。不过这一篮子鸭蛋你要全买了。行啊。之后一数，竟然有50个鸭蛋。李小七付了钱之后，就招呼叶寒回家去了。转眼10月12日到了，今天是媒婆带着叶家人上李小七娘家下聘的日子。当然，李小七昨天就回娘家这边了。今天媒婆和叶寒、叶一鸣来了石头村，提前把6礼送来，还送来了一只活的大雁。聘礼16台，礼金叶一鸣另外给的就是188两银子。李家的，恭喜恭喜，同喜同喜，快请进。伙房里是陈庆、陈东和刘强3人的媳妇儿，还有李方明的一个婶娘来了，也在伙房帮忙。今天可要摆好几桌呢。这不，叶一鸣和李方明在媒婆的示意下，聘礼礼金给了李方明夫妇。聘礼多少，媒婆拿着聘礼单子念了一通，然后让女方家人过目一遍。之后，李王氏就请大家去堂屋喝酒水了。李小七则在自己房间里，好奇的心被猫抓一样，特别想出去看看。七妹，等下能出来的时候，我会来找你的。听话啊，我先出去忙一会儿。知道了。妹夫，你还不能见，等吃午饭的时候你们才能见面，现在还没到时候呢。好。这小舅子的情商好低啊，竟然不知道给我通融通融。之后媒婆把剩下的事情都做完，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和请期等程序都做完了之后，就是定成婚接亲的日子。这日子李王氏和彭氏都是商量好了的，也请过先生问了，就定在下个月20，即11月20娶亲。自此后两家就是真正的亲家了，也祝这对新人和和美美，白头偕老，家族康泰。不过一会儿就准备吃午饭了。这时候李小七才被放出来跟叶寒见面。李小七不懂这个架空朝代的礼节，但知道繁琐就是了，因此出来前也是好好打扮过的，这可是李王氏叮嘱过的。这不，李小七出来还没和叶寒说上2句话，就开始坐下吃饭了。来吃肉喝酒，来喝。瞧瞧这俩亲家，关系好得很呐。那是，不仅仅是亲家，我俩是一见如故啊，亲如兄弟。可不，来喝。等酒足饭饱之后，媒婆叶一鸣、叶寒等人就回去了。李方明留宿几人都说这不合规矩，给推辞了。李小七被留在了娘家，主要是现在还不能跟着回去，这里的习俗有些不一样，再加上李小七本来也是回了夫家的，自然规矩就没那么严了。这不，李王氏说了，在娘家住3天就回去。他早就跟叶寒说了，3天后叶寒就会来接人。等收拾好伙房，村里来帮忙的人都回去了。回去的时候，李王氏给每人1大块肉，一家人也能吃一顿的。这还是李自瑞2兄弟早几天就开始上山打猎累积起来的肉。下午，一家人围着聘礼转。哇塞，这么多聘礼啊！这在我们农村算是多的了。村里人好像就钱婶子家闺女嫁去镇上有12台聘礼的，当时可是羡煞旁人。没想到咱们家七丫头是个有福气的，竟然有16台。没啥，到时候咱们的嫁妆也是很有排面的，32台。32台，这么多？傻了吧？这只是下定的聘礼，到时候成亲的聘礼可不止这些，
咱总不能让人家多出太多聘礼不是？所以啊，咱们嫁妆就弄32台，这也是咱们家七丫头该得的。爹，我可不要那么多聘礼，这抬去衡山镇，再到大杨村，你知道有多远吗？这个又不用你操心啊，我自然能办妥帖的。是啊，七丫头，你就听话吧。之后李自睿念礼单，其他人对应上礼品，还真是多呢。李小七看出之前乔迁宴席收到的几个名贵物件，彭氏和叶一鸣拿了2件来当聘礼，那可都是上官俊宇他们送的，自然价值也不一样。连玉白菜都有1只，少说也要几百两银子吧。可把几人紧张的，李小七也看出来了，有2件是非常贵重的。李小七闲着无事，干脆又带着2个哥哥进山了。3人直接进了深山。大哥二哥，看你们的啦！好嘞，七妹，你就看好吧。不一会儿，李自胜就发现了一只猎物，一箭射中。不错，继续努力。几人陆续往前走，深山猎物多了，虽然现在天气还有点冷，但是太阳高照，3人都不觉得冷。嘘，前面好像有动静。大哥的观察力很好呢。李自睿缓慢向前，并且做好射击的准备。不想竟然是一头野猪，让李自睿愣了一下。这大家伙可不简单，猪皮厚得很。李自睿拉了满弓，对准野猪的脖颈部位放箭。哇塞，大哥，你好厉害呀！哈哈，过奖了，等你来啊，也一样能射中。那可不一定，我准头不如你。嘿，都不错，大哥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之后李自睿把野猪身上的剑齿拔出来，几人合力把野猪抬上蛮牛的背上绑好。好了，这大家伙还真重。可不是，少说150斤了。走吧，往回继续。几人说了几句就往回走了，选了一条平时李自睿不敢走的路。走了一段路之后，不想又听到了动静。嘘，竟然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看见呢，竟然是猎豹。激动的李自睿有点说不出话来。李自胜也不知道要咋办了，这个他可拿不准，要是一箭没射中，就会遭到猎物的反击，那可就惨了。李小七看着眼前的豹子有点无语，这不就是上次跟他下山回家的黄豹吗？主人，黄狗子是特意跟着来的，在这逮我们的。他还是想跟你回家，他说了，他不会伤害你的家人的。你倒是跟他自来熟了，他给了你什么好处啊？没有的事儿，我只是想多个伴儿一起玩啊。让我考虑考虑，这俩货的感情这么好，都叫上狗子了。先别射击，咱们直接出去吧。2个哥哥疑惑地看着李小七，不过听话的没有再有其他动作，把弓箭收了。黄豹看见了李小七，有点高兴，刚想上前，就被随后跟出来的李自胜吓退了念头。随后蛮牛欢快的也跳出来了。说吧，你想怎么样才能不跟着我们？黄豹停了与蛮牛的沟通，看向李小七后摇了摇头。之后黄豹把想说的通过蛮牛传递给李小七。很快李小七就无奈了，因为黄狗子竟然说着说着就流泪了，感觉是他抛弃了他似的，在这假装可怜。李小七还是有点不忍心了，所以比较犹豫。而李自睿和李自胜听着自家七妹不断的跟一头豹子说话，简直好奇的要死了，以为自家七妹着魔了。七妹，你咋自个说个不停呢？豹子还能听懂我们讲话？听得懂，正在说呢。李小七刚回答完，吓得李自睿和李自胜2人赶紧向李小七靠拢，誓死保护自家七妹，哪怕着魔了也要保护，而且还不能透露出去。很快李小七和黄豹沟通好了，黄豹愿意契约李小七，充当李小七的契约兽而存在，跟随李小七身边左右。大哥二哥，咱们走吧。哎呀，这豹子咋办啊？不要了。哦，这黄狗子跟我们回去。啥？不能吧？咱不杀了？不能杀，他不会伤害我们的，我们只要带着他就行，他会像蛮牛一样听话的。不等李自胜、李自睿2人做出反应，黄豹已经开心地跑向李小七，蹭着他了。而李自胜和李自睿2人反应倒是慢了一拍。大哥别紧张，他在和我亲近呢，他不会伤害我的。真的？这豹子还能听懂人话，还和自家七妹亲近，这是怎么了？七妹，他可是豹子，相当于老虎的存在啊。我知道，你放心吧，我有分寸的。七妹，你就别卖关子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赶紧告诉我们吧。你看，蛮牛既然站在黄豹身边，没什么特别反应。按照正常情况，
蛮牛不是应该把黄豹踢飞了吗？你听得懂黄豹说话？大哥，你猜对了，可惜没有奖励。我是能听懂兽语。你懂兽语？以前没发现你懂兽语啊。这都是因为发烧被卖了之后，我回到叶家发生的事情。有一次我跟叶寒去山上打猎，竟然能够听懂野兽之间的交谈。后来怕被别人发现，所以我也一直不敢告诉别人。而且自从回到叶家之后，我感觉脑子里面莫名其妙的会被塞进一些不属于我的记忆，比如蒸酒、炒菜这些。所以大哥二哥，你们会不会觉得我是怪物啊？不会，七妹，你永远是我的家人。也许是发烧的缘故吧，让你受苦了。七妹，只要你平平安安，我们啥都不在乎。不就是懂兽语吗？怎么就成怪物了？我就觉得挺好，最起码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还能求救猎物，在山里遇到猎物遇险时还多了一份保命的手段呢。对，七妹，所以你永远是我们的七妹，别担心其他的。现在的问题是，黄豹真的不会威胁到我们吗？他说他喜欢跟着我，而且还愿意发血誓，绝对不会伤害我的家人。我亲近的人没有我的命令，他绝对不会去害人的，而且他也不喜欢吃生肉。那就好，不过我们还是需要长时间观察一下他再说。这个可以哦。咱们走吧，继续往前，差不多10辰就能回家了。我们走。院子里的猎物等下放好来就行了，晚上就别处理了，怪冷的。是呢，你们几个孩子吃完饭就去休息了，明天就是立冬了，明天我煲鸡汤给你们喝，大家都补补身子，刚好有几只野鸡呢。好，除了要喝鸡汤，明天咱们还要吃火锅，涮羊肉吃。好，有要求就提出来，都满足你们。对了，明天弄1个鸡汤就够了，剩下的几只我要做叫花鸡。好，任凭你安排。对了，七丫头，你会蒸酒啊？对。娘，这个我知道，七妹已经跟我们说过了。咋回事啊？事情是这样的。李自胜一阵巴拉巴拉说，把在山上李小七说的话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真是苦了你了，不过幸好因祸得福，我家丫头是个有福气的。都是爹爹不好，害得你被卖，以后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了。我心里也早有谱了。娘、爹、大哥、二哥，你们别伤心了。其实被卖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惨，最起码在我清醒过来之后，我没什么事情，被相公照顾得很好，相公还去抓了药给我吃。之后我还跟着他一起上山打猎，现在懂兽语，还有这么多致富的本事，都是上天的眷顾。说不定是上天见我可怜送给我的补偿呢，也说不定还有一份奶奶的功劳。所以你们别想这些了。以后咱们都要好好的。大哥，我觉得这些你们学的差不多了之后，下次有空去镇上买4书5经回来继续学习，可以自己先背上。好啊。第2天，哇塞，这什么蛋啊？黑乎乎的，不好看，但是还挺好吃的。这个叫松花蛋，你妹妹教着做的，应该好吃吧？我尝尝。挺好吃的。挺好吃的，还是第一次吃过呢。不想竟然这么美味啊！这个不仅好吃，还有营养，不过不能多吃，胆固醇比较多，老人和小孩不能吃太多。胆固醇是啥？胆固醇就是一种物质的名称，多了就会对身体有害。原来是这样。那今天这一大盆咱们吃了，没事吧？没事的，娘。我觉得挺好吃的，管它有害没害的。这就是典型的吃在前死在后的例子。瞎说啥呢？吃你的吧。等下吃好了，你们该干啥干啥。吃火锅是在中午还是在晚上啊？你们说呢？中午还是晚上？我觉得晚上好。我同意。行，那咱们晚上的饭菜就是火锅了，中午喝鸡汤，吃叫花鸡。等下咱们吃好饭之后就处理一下猎物。行啊。昨晚跟回来的黄豹子呢？跟蛮牛一块儿，没事的，蛮牛会看着他的。黄豹在哪儿啊？还跟回咱家了？我咋没看见啊？爹娘，黄豹是我们从山上带回来的，就是一头豹子。不过你们别害怕，它不会咬人的，只要不伤害它，它不会主动去害人的。真的啊？不行，我还是不放心。我吃好了，等你们吃好了带我过去看看。行，看就在那儿。哎呀，我早上起来咋没看见呀？这是老虎吧？但又有点不像，真的是豹子。它吃人吧？它不会伤害人的，你们忘了，我可是懂兽语的。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它才愿意跟我回家吧。野兽也是有灵性的，轻易不要伤害。这话倒是对。
这个黄色的豹子就留在咱们家，真的好吗？过2天我不是要回去吗？我先带回去，观察一段时间吧。等熟悉之后，慢慢的你就自然不怕了。也是。几人看了一会儿之后，李自睿两兄弟就在处理猎物了，刚好内脏之类的就扔给了黄豹吃。结果黄豹一脸嫌弃的表情，看见扔过来的内脏一点没吃，还走得远远的。李小七拿了3只鸡准备做叫花鸡，李王氏拿了2只鸡炖汤，再弄一个兔子肉，搞个青菜也就行了。羊的骨头部分多留一点肉，等下要不我再做一个羊排给你们吃。羊排？就是上次你们搬新家的时候撒了芝麻的那个骨头肉。对啊，就是那个。那必须要弄啊，太好吃了。那中午全做了，兔子肉就不要弄了，改成羊排吧。好，听你们的。太好了，中午可以大饱口福了。哎呀，你们在干什么呢？这么大的烟。陈庆来了呀。这不是在做肉吃吗？做肉吃？这是又上山打猎去了？是呢，都是孩子们瞎折腾。哎呀，你就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我就没有这样的孩子。嘚瑟。给你送来了啊，你说要糯米的，刚好今年种了有些，300斤够不？够。你来得好，不如来得巧，刚好中午在这里吃了。栓子也来。李伯，真的？当然。你先回去告诉你娘一声，然后再来。让你见笑了，笑个锤子。想想咱们小时候，哪个不馋肉的？你家孩子还算是懂事的。也是，离吃还有一会儿呢，咱俩唠嗑唠嗑。哎呀，咱们天天见面，还唠嗑啥的？来，带你看样东西，看那是啥？能有啥呀？牛啊！你站前面看看。哎妈，豹子！别急，不用害怕，它不咬人的，这些内脏都不吃的，更何况是人呢？你这是哪来的呀？这都是孩子们弄回来的，可不。你们准备准备，要吃午饭了。好嘞。二弟，是真香啊！我真香，听七妹的果然没错，好吃的就是多。那是，咱妹妹可是个奇人，真丰盛啊！我可是捡大便宜了。快吃，这个是叫花鸡。来，栓子，李伯给你拔一只鸡腿。谢谢李伯，真香，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香的鸡肉。好吃那就多吃点，还有别急，慢慢吃，好喝。嘿嘿，这酒的滋味是真不错。哎呦，这酒哪来的？我还是第一次喝上这酒，真好喝啊！可不，嘿嘿，亲家公送的，好吃，真香。鸡肉嫩不说，还特别入味，还真是第一次吃这种叫花鸡，果然不错，还是自家的鸡丫头厉害。这叫花鸡也好吃得很，太香了。吃，还有羊排呢，你估计没吃过，我们也就是吃第2次，你可算是有口福了。可不，沾你的光。七妹，给大哥，你们先吃。现在就吃饭了，赶紧的，刚好6个鸡腿，咱们每人1个。真香。娘，给你们吃，我就不用了。干啥不用啊？鸡汤里面不是还有4个鸡腿吗？放心，够吃的。对呀，拿上。好。好吃，真好吃。确实好吃。中午几人把鸡汤喝完了，叫花鸡吃完了，羊排也吃完了，青菜也吃得差不多。今中午真是吃的肚子都圆了。吃的痛快才过瘾呢。还是你会享福，下午我可要忙了。忙啥呀？这不是我娘说还要种一些白萝卜呢，下午我还得去田里挖土去，要多种一些萝卜，既能拿出去卖，还能自己吃。你还别说，白萝卜好呀，好吃，冬吃萝卜，夏吃姜。你先去休息吧，我要走了。嫂子辛苦了，我先走了。陈叔，我送你回家吧。哎呀，不用，我没醉，好得很。你们忙，我要回家了啊。栓子，赶紧去追上你爹，扶着点儿，他不让你扶，你就在后面跟着，听见没？知道了，李伯娘。这小子像个闪电一样，
冲劲很足。谁说不是呢？你陈叔家要不是家里穷啊，栓子早就上私塾去了，也不能耽误到现在。现在谁家不是这样的？咱们这个村子有几个能上私塾的？也就村长家一个吧。嗨，等李小七和李王氏收拾好了后，已经是未时钟了。娘，那个糯米是准备蒸酒的吗？对啊，这不刚好你来了，帮着蒸几缸吧。下个月你成亲的时候就能喝上甜甜的米酒了。可以啊。咱们家有大缸没有啊？还有酒坛？有的，你来看看够不？还行，2个大缸，3个中等酒坛，这就可以装下不少了。还有一些小酒坛。那蒸屉有没有啊？蒸屉家里只有一个中等大的，还是新买的，不够再去借也行。啊，那就再借一个吧。明天蒸酒，今晚全部把糯米泡上。能一下子蒸那么多吗？上午蒸不完的话，下午继续蒸啊。明天一天应该够。那行。娘，现在刚好不冷，你把这些酒缸洗洗，刚好趁着太阳晒一下。好。随后两人就把酒缸往外搬，等搬好后，李小七去招呼自家2个哥哥去暖棚了。七妹，暖棚的辣椒苗和番茄苗都长得挺好的。你咋知道？你来看过了？没有，爹说的。啊，那咱们也去看看。我后天估计就回去了，明天要蒸酒，后面怕没有时间看，所以今天下午来看看，我也好放心。你这么快就要回去了吗？是啊，七妹，不能多住2天。这都是娘跟叶寒约好的。再说我有时间就会回来的，放心吧。行吧，总不能不回夫家吧？咱们也要知足常乐。大哥还知道知足常乐，了不起。嗨，学了这么久了，多少总不能算文盲了吧？你们现在可不是文盲。到了。李小七看了一圈，一垄地一垄地的走过去看，长得确实不错，不过需要浇水了，天气干旱得很。大哥二哥，这泥土都是干的了，明天浇水吧，今天来不及了。怎么来不及了？因为我要配药水，浇水的时候混着药水一起浇下去，才不会长病虫这些，菜苗才能够长得好。这样啊？这样，你们现在去镇上吧，买几个大水瓮回来，我配好的药水就可以放在水瓮当中，你们可以混着河水浇菜，菜苗长得一定很好。可以啊，走。第2天，李小七早早的就开始起床做早饭了。煮好的粥里面放了1颗洗髓丹和3颗大力丸，搅拌一下，直到看不清颜色才罢休。七丫头，你咋起来这么早？粥都煮好了。哎娘，你吓死我了！哎呦，吓着你了。没事，知道是你就好，就是被你突然说话的事儿吓到了。没事。你呀，要我说你什么好？别人都巴不得不要早起，天天能睡懒觉，你倒好，自己天天起那么早找虐。嘿，我知道你又要说什么了。放心吧，我做早饭的机会可不多，您老就珍惜吧。你个坏丫头，接下来的我来吧。行。之后李小七又去把昨天晚上李王氏泡的蒸屉和糯米洗干净，等洗好后，刚好李王氏就喊吃饭了。你咋办了？我正准备叫你哥哥搬呢。娘，没事，这点重量哪还需要哥哥们帮忙呀？我来就行了。好了，你去吃饭吧。李王氏在灶里添了几根柴火，也去吃饭了。爹，等下你和大哥去暖棚挑水浇菜。昨天我看着泥土挺干的，浇点水长得快。好。你药水配好了没？配好了。不过哥哥们等下吃好饭就先去把水挑上，每个暖棚里的水瓮都挑上水。好。对了，昨天开了瓢的葫芦勺也带去，每个缸里备一把。知道了。一家人都吃得饱饱的才去干活。七妹，每缸都要挑满吗？对，不过不要一下子挑满了，你们分开挑水吧，看见空的就先挑上。第一个不要挑了，每个缸的水不要太满，怕等一下药水给漏了。好的。 2个哥哥刚好一个回来一个去，李小七趁着这些空隙，把缸里的水兑上灵泉水，基本上大半是灵泉水，小半河水。哥哥，你们现在挑的水，等兑上缸里的水再浇到菜苗下去。好，兑几勺啊？1桶河水兑半勺到1勺这缸里的水就行，剩下的后面浇水也是这样。我先走了。好。二哥，你挑过来这里，我给你示范一下。就这样，会了吗？会，这个简单。这个桶里的全部都是药水，等一下你先给兑上，把这些先浇了，再去兑缸里的。知道了，管家婆七妹。好打啊，竟然敢说我！按理说现在爹娘还在暖棚，没这么快就回来呀，咋回事儿？李小七快速的拿起砧板上的切肉刀，轻手轻脚跟上去看看是谁。爹娘房间可是有不少好东西，不会是遭贼了吧？你个死老太婆，在干嘛呢？
哎呦，妈耶，吓死我了！我找衣服穿不行啊？你在我娘亲的柜子里面找衣服穿，你骗谁呢？起来！老李氏看见李小七举着菜刀，有点怕，毕竟之前他可是把李小七卖了的，于是慢悠悠的起来了。出去！李小七继续说，一脸阴沉的看着老李氏。别说，还真把老李氏唬住了，乖乖的走出李王氏的房间。一个死老太婆，学着下三滥的人偷东西了，能干啊你！这是卖我不成，想着来偷我爹娘的东西呢？哪有再说我这是拿衣服穿，不是偷东西。说吧，这是想偷什么？交出来！你别过来，我没偷。那就老实一点，拿出来了。真没有，我要回家了，你别挡道。这么不听话，想走？看来你已经偷成功了，我要搜身。我才没有，我啥也没看见，怎么能搜身呢？不可以，搜一下就知道有没有了。李小七压根不相信，就这种有前科的人，信的就有鬼了。于是李小七扔了菜刀，立马上前抓住老李氏。老李氏想要反抗，但哪里是李小七的对手，反而扭捏中浑身都疼。李小七随便搜了下，最后从怀里搜到了。你竟然还敢说没有？这是什么？李小七气得不轻，这金钗可是他上次买给自家娘亲的礼物之一。李小七不放心，又搜了搜，还搜到几两碎银子铜板。我去，就这么一会儿，你怎么能偷到这么多东西的？就你这样的，我今天能放过你？我就不信了。七妹，饭熟了没？咋回事啊？之后李自瑞也看见了，两人立马反应过来，这是家里遭贼了，扔了水桶，立马跑上去。是你？二哥，你去请村长，顺便叫上村里的所有人。好，我马上去。不能去！哎呀，我可是你们奶奶，你们这群臭小子！你最好给我乖一点，否则断个腿或者少个胳膊，那可是你自找的。慢点儿，慢点儿！你这个虎小子，是要把你村长爷爷累死啊！村长爷爷，你可不能累死，你累死了，就没有人替我们家主持公道了。村长来了，这下丢脸丢大发了，这老李是糊涂的很。可不，没脑子的东西，能干的儿子不要，专捡窝囊废儿子靠。你说这人有病吧？得嘞，我看看是谁。村长走进院子，竟然看见老李氏被李小七按在地上，李小七还坐在老李氏的身上。老李氏打不过骂不过，这会儿都快要哭了。这成何体统，还不快起来！村长爷爷，如果不这样，我奶他就跑了，那我找谁去啊？既然我来了，你就起来吧。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行，我听村长爷爷的。老李氏做事要起来，但是起不来，又给往后倒，不想后脑勺跌落在硬硬的地面上，给砸得嗷叫一声。装啥装，快起来！村长爷爷您坐。老李氏啊，说吧，咋回事？我只是来串串门的。哼，你不说我说。村长爷爷，我来说吧。我家正准备要做饭呢，他就进来了，然后偷偷进了我爹娘的房间。李小七巴拉巴拉一顿说，他这样一说，村长包括院子外面的村民全部都听到了。院子里站着的有些人看着老李氏都觉得脸红，这偷自家儿子的还是头一次见，真是丢脸。我可不是偷，那些都是当儿子儿媳给的孝敬，难道他们不要给我孝敬吗？那个金钗是我买给我娘的礼物，怎么会是孝敬你的？你就是小偷。老李氏啊，之前我让方明他们给你和老李头1年1两银子的赡养费，那不就是孝敬吗？才1两银子，你可知道他们家天天吃肉，肉香味儿飘得整个村子都知道了。这个倒是，方明家现在是不缺肉的，我经常看见他俩儿子上山打猎的，有时候还能打到野山羊呢。就算我家天天吃肉，那也是我们自己通过劳动所得的。难道我们上山打猎不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吗？还是你觉得随随便便就有猎物跟你回家，让你杀给你吃啊？我又没这样说，但是你们只顾着自己吃，没给我们送，是真的。所以你就来偷了呗？你们不送来，我就自己来拿了。上次你就来拿走好几斤的肉，这次是直接偷东西了，还是金钗银钱。下一步你想干啥？好了，老李氏，你说吧，你想怎么解决？什么怎么解决？
放我回去，我要回家吃饭了。你去叫老李头和李天峰过来。村长也不再容忍了，随口点了村里一个老实的大汉。大汉点点头就跑出去了。老李是自己先想好怎么解决吧，等着你家老李头一起来。方明啊，你们也想一下怎么解决吧。这说来还是你们自家的家务事儿，我不好过多插手，但是有什么要求尽可以提出来。我知道了，村长说。没过一会儿，李天峰和他爹来了，同来的还有李天峰他媳妇儿和孩子。都到了，老李头，你自家的婆娘不要管了。哎，我管不了。哼，你是不想管。今儿方明家的人都找我来主持公道了，你们说吧，自己想怎么解决？村长，我来儿子家拿东西，还要怎么解决？他们不愿意给，我还给他们就是了，还啰嗦个啥劲儿？哎呀，随你们处置吧，我不管了。方明，你们想怎么解决？村长说，我要断亲。爹，我知道你们养大我不容易，但是我不得不为我的家人着想，就当我是个不孝子吧。明儿，是爹没用，爹对不住你呀。若是断亲能让你觉得好过一点，那就断了吧。我不同意，你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了，现在啊，自家日子好过了，就想把我们两个老的抛开，想得倒挺美，但是没门儿。断亲的话，以后方明家可就跟老李氏没有关系了。可不，这样的人谁还愿意打交道？说不定哪天看咱们村里谁家有点钱，去偷了咋办？说的对啊，还是断亲的好。我觉得不能断亲吧，还没到这个份上。毕竟断亲可是要出家谱的。也是啊，到时候方明家可就没有这一家亲人了，这除了家谱，就算是无根之人了，难呐。是啊，哎，难办喽。我爹为啥选择断亲，你心里没点数啊？我爹娘哥哥们去做工赚钱回来全部交给你，而你却忍心把我卖了。小时候你是怎么对我爹，自己还有印象吧？可看看你是怎么对大伯一家的，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合着我爹应该不是你的亲生儿子吧？否则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你放屁！他就是我生的，也是我养大的，怎么不是我亲生儿子了？七丫头啊，说来也是爷爷对不住你，你有怨气是正常的，但你不能说你爹不是我们的儿子。你奶在对待你爹和你大伯之间是有高低，但两个孩子都是李家血脉，你不可造次啊。就是，小丫头片子一个，还瞎叨叨，小心嫁不出去。我不信，我觉得我爹就是捡来的，不是你们亲生的，否则你们怎么会这样对我们？这样对你们就不错了。你个死丫头片子，也配给我当孙女？你爹更不配当我儿子，他本来也不是我儿子，要不是死老头子抱回来，你爹早就见阎王去了。说来还是我们救了你爹一命，还把他养大成人，他不应该孝敬我吗？他一说完，大家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尤其是老李头，抬起手来哆哆嗦嗦的指着老李氏，竟然给气了个仰倒，直挺挺的倒下去了。幸好后面有村民扶着。你说啥？我真的不是你们的儿子？你是死老头子从外面捡来的，又不是我亲生的。我亲生的小儿子因为我生产时用力过猛，竟然给掉地上死了。我的儿啊，是娘对不住你呀，我的儿啊！要不是你那个死鬼爹抱个扫把星回来，你也不能死了。老李氏这会儿已经有点疯疯癫癫了，不但念叨着，还边哭边说：方明不是你家儿子，可竟然你小儿子不幸被摔死，你就更应该珍惜方明了呀。毕竟他可以补偿你对小儿子的思念，可为啥他不来，我小儿子还有气呢。他来了，我小儿子就彻底没气了。就是他克死了我儿子，我没掐死他已经不错了。
哎，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看来还真是。李王氏，方明要断亲就断了吧，反正也不是你生的。不过直接断亲也不行。方明虽然不是你生的，但毕竟也是你们拉扯大的，养育之恩还是要报答的。要不这样，你可以要求方明家一次性给你多少钱作为赡养费，也算是报答你们的恩情了。村长说，我同意。哎，罢了罢了，也是我们两个没有母子缘分，要断就断了吧。那你自己提条件吧，能不能答应就看方明的了。救命之恩、养育之恩、成家之恩，3恩并谢。现在要断亲也是你们提出来的，所以没有150两我是不会断亲的。你若能拿出150两银子给我，我就签下断亲书。老李氏好似一下就清明了，说话头头是道。其实是发现自己已经说漏了嘴，但老李氏可不能放过这个不孝子摇钱树，而且老李氏感觉刚才自己怪怪的，好像着魔一样。老李氏内心千丝百转，好几个念头闪过，唯独没有发现这就是李小七的开挂本领。李小七就是故意那样说的，激发老李氏的怒意，而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贴一张石化符，老李氏就说出来了这样的大秘密。老李氏说完之后，村民就议论开了。150两银子，好多钱啊！这是狮子大开口吧？方明家能拿出这么多钱吗？我看悬了。我答应你，哪怕砸锅卖铁我们也给。爹，我有100两。李小七不想娘家露富，这样的话以后就怕贼惦记了。好，闺女先借给爹用，以后赚钱了还你。不行，我要300两。这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300两咋不上天呢？我们这辈子都没有见过300两是多少银子。可不是。你以为这是大街上买东西呢？我告诉你，150两，你自己一开始说的，就照着这个来，否则1分没有。娘，你咋还坐地上呢？赶快起来！娘，赶快叫他们给钱啊！拿上钱咱们就能回家了。村长，150两就150两吧，叫他们拿钱来。我来写断亲书吧，你们准备银钱。我去吧。村长说，写吧。嗨，方明啊，放宽心呐，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你看看你家3个儿女啊，个个是有出息的，其他的也甭管了。知道了，村长说。之后村长写好了，李自瑞看了一遍，李小七也跟着看了，挺满意的。就这150两银子跟老李氏他们断了个干净，以后无论是啥事儿，哪怕老李氏的丧事都不用管了。断亲书已经写好了，来签字吧。老李氏、李天峰、老李头还有方明，你们4个人都要签字。签字后即表示你们4人已经知晓此事，并同意断亲。少说那么多吧，赶紧给钱。想要钱就赶紧签字。我不识字，咋签？李天峰，你过来代替你老娘签，然后老李氏按个手印儿。行。李天峰快步笑呵呵地走来，拿起毛笔像模像样地写起来。等写完后，村长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李天峰，皱着眉头，表情意味不明。这是傻子写的吧？咋那么像几条蚯蚓组成的字呢？不，准确的说不是字，而是蚯蚓形成的地形图。笑啥子笑？没见过写字啊？大惊小怪的，没见识。我没见识的人字写的都比你好，你咋还有脸呢？切，净吹牛！不信？不信拉倒。好了，赶紧帮你爹也写了吧，等下给他按个手印儿。哎，好嘞。李天峰写好了之后，有村民把老李头叫醒了。老李头含着泪水，颤颤巍巍地坐在桌子旁边，闭上眼睛，盖上了自己的手印。造孽呀，造孽呀！你也放宽心吧，咱们都是快进棺材的人了，儿孙自有儿孙福，随他们去吧。你只要多约束一下你媳妇儿，就能一家安乐了。你来签字吧。不过我也不识字，
要不叫我儿子代笔吧？行啊，爹，我来。行，你来吧。小子，会不会啊？别丢人现眼啊！会不会？等下就知道了。到时候闪瞎你的钛合金狗眼。李自胜刚下笔就被村长看了个正着。这方明家2个儿子可都没上过私塾的，但是李自胜写的字比我读了2年私塾的孙子写的还要好，咋回事啊？这是李自胜写的？咋可能啊？一个连私塾门开哪边都不知道的人，竟然会写字！村民们看着村长和李天风的表情，不由得站在前面的人也凑前看。这不看不知道，一看不得了。这字写的端端正正的，干干净净的，一看就是读过书的人，咋回事啊？犬子自学，刚好七丫头夫婿家是个识字的，现在几个孩子都跟着学了点字。方明家的女婿真是厉害呀，又会打猎又能识字，这是既会文也会武了，有福气啊。是啊，难怪李自胜会写字了。我咋没这样的女婿啊？这样的女婿谁不想要啊？是我的话，来一沓都不嫌多的。这没进私塾都写得好，进了私塾可还就是秀才的料了。对呀，那这么说，方明家大儿子也是识字的啦？果然是人中龙凤啊！这自学成才的本事可不是谁都能做的，可喜可贺呀！若是现在去走私塾，说不定还能赶上明年的乡试呢。年纪大了点儿，就没考虑去私塾了，在家学学，能识几个字也是挺好的。你这孩子的想法可不行啊，还是要走进私塾学学。这进了正式的教学环境，才能学到里面的东西。在家学，岂不是浪费了这么好的苗子？咱们村可还没有秀才呢，别说秀才，童生都没有。若是你家孩子能去私塾上课，说不定就能走上仕途了。你可不能糊涂，白白耽误了孩子的前途啊！李家二小子，你可背得出三字经？能啊，倒背如流。别说三字经了，就是千字文也背熟了。他和哥哥2人可是刻苦得很，哥哥会的比他还多。好啊，我还是那句话呀，方明啊，不能耽误孩子们的前途。别说那么多废话了，他呀，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碰巧的。真去私塾，那可就丢脸啦！哼，压根不是那块读书的料。无知妇孺，少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快点给钱啦！哼，你眼里除了钱也没啥了。村长再次检视了一遍契约，确定无误之后，就把钱交给了老李头。先给我吧，我给你收着。真好，这钱以后就是我的了。嘿嘿，要是可以，我就能去搓一把过手瘾了。天色都黑了，事情解决了，我就回去了。方明，记得我说的话啊。是，村长说。走吧，坐在这儿等着吃饭呢。哼！大家都基本离开了，老李头才准备起身。爹，你能告诉我的身世吗？我不知道你的身世，我是在回来的村口路上见到你的。当时你身上的衣服还算是华丽，应该是富人家的孩子。可是为什么会把你扔在村口，我也不知道。我是去找稳婆的，结果没去成，把你抱回去了。你娘也因此恨了我多年，自此后也希望你可以释怀吧。虽然我不知道你的身世，但是当时你脖子上挂着一个玉佩，我隐瞒了你娘这么多年，她都不知道，否则呀早就拿去当了。现在给你吧，也算物归原主了。谢谢你还留下了这么重要的证据，虽然不奢求能找到，但也算是个念想吧。以后你们都好好的吧，我走了。瑞儿，送你爷到家门口就回来吧。哎，知道了，爹。咱们以后好好的，不管身世如何，我们过我们的平凡日子，全家齐心协力才是最好、最舒适的生活。此生有你们也知足了，其他的也不去想了。你说咱爹是啥身世啊？
婴儿就被丢弃了。真惨啊！我估摸着不是仇杀就是私生子啥的吧？你说的好吓人呐！别吓唬我。这里面肯定是有隐情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赞同大哥说的，这里面肯定是另有隐情的，但是目前我们不知道，也没有那个能力知道，所以我们只能努力的做好自己就可以。至于爹的身世，还是不要去好奇和打探吧，一切顺其自然就好。七妹说的对，而且爹也不想去找什么身世。那咱们以后都不提身世的事情了，就当不存在，从没发生过吧。说的对，现在咱们赶紧抓紧时间用功读书吧，要知道明天我可就要走了。我们来写大字还是干嘛呀？说到写字，二哥可以啊，字练的还行，再接再厉，打脸非常成功。那必须的，也不看看他李天凤是个啥德行，就写成那样还沾沾自喜，也是没谁了。不过你们有考虑过走仕途吗？我觉得村长说的话还是可取的，你们怎么个想法？哪有啥想法，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去私塾干啥？不想去是假，担心家里是真。其实能走科举自然好，可是咱家这个情况还是算了吧。而且我们年纪这么大了，去私塾跟一帮7、8岁的孩子坐在一起也是怪尴尬的。你们是担心爹娘吧？也是。嗨，这事儿先暂时不提吧，以后再说。咱们开始今晚的功课吧。晚上我们来着重解释一下释义吧，先从《三字经》开始。好。第二天，女婿来了，我就说你咋还没到呢，以为你要吓我。娘，你这不刚到？七丫头在她二哥房间，你去吧。知道了，娘，那我去找他们了。相公，你来啦。妹夫来了，刚来的。刚到。妹夫，我们现在在读书呢，七妹教我们的，你要不要一起来？当然。今中午的饭菜真丰盛啊，还有我喜欢吃的松花蛋呢。松花蛋谁不喜欢？我也喜欢。说起来，妹夫应该还没有吃过吧？没呢，这名字倒是听过。上次媳妇儿说买鸡蛋，好像就是做这个松花蛋的吧？是啊，已经做了，过1个月就能吃了。没想到今天倒是能先尝尝了。快坐下吧，没吃过就尝尝。都吃饭。好。还真挺好吃的，辣辣的，香香的。那是，这个菜目前是全家的最爱，比肉还受欢迎。爹娘，我们差不多时间就要回去了，怕晚上不安全。不能住一晚吗？叶寒看了看李小七一眼，李小七斜睨了一下。行吧，那就打扰了，我又可以多蹭2顿饭了。家里的饭可以让你吃个够，就怕你吃撑了。那下午我们干啥去啊？打猎去。我觉得行，不过家里的柴火不多了，我觉得我们既可以打猎，也可以打柴火，一举两得的事情，怎么样？那怎么不行？走啊！你们去打柴火的话，我也去。行啊，娘去不去？去，你们都去。我一个人在家怪冷清的，我也去。那咱们都走吧，锁好门窗。大家带上工具，锁好院门就上山了。蛮牛和黄狗子也去，黄狗子跟在蛮牛身后，慢悠悠地走着。这不，有村民看见了，还吓了一跳。没事没事，李叔，这豹子啊，乖觉得很，不会伤人的。这是豹子，不是老虎啊。看着是像老虎，只要不去伤害它，它就不会主动去害人的。啊，这样啊，不过也怪吓人的，咋不杀了？这样还能吃肉呢？李叔疑惑得很，就随口一说，不想竟然看见豹子冲他呲牙，一脸挑衅的样子。这下李叔真给吓着了，不等李方明回答，就吓得跑了。这咋说的？爹，李爷爷刚刚说要杀了黄狗子吃肉啊，这不黄狗子就吓唬吓唬他了呗？原来这样，黄狗子懂得人语。懂啊。难怪了，看来这黄狗子不是一般的豹子。咱们快走吧，你们4个去打猎吧，我跟你爹在山的外围捡一些柴火就行。你们不去打猎吗？我们就不去了。可是我想去看看，难道你不想看看孩子们打猎的风姿？咱们一起去吧，回来的时候再捡柴火。那行，走吧。前方有猎物，大家注意隐蔽。叶寒把弓箭给了李自睿，李自睿看准了目标，拉弓射箭，一箭齐发，速度快又准。厉害呀，大哥！大哥的剑法进步果然神速。学这么久了，总要有所成就的吧？李自睿捡起猎物，一行人又往前了。这次换李自胜射箭了。
这次运气很好，不过一会儿又遇上了猎物，竟然是一只兔子。李自胜也是一剑击中了，兔子立马倒地。大家都觉得这种小动物对两人来说已经可以手到擒来了。射了几只小猎物之后，一行人终于遇到了大一点的猎物，那就是一只獐子。哇，二弟不错呀，死透了，二哥剑法也进步许多呢。咱们继续往前走吧。主人，前面100米处有2头大野猪。你终于会自己主动告诉我了。嘘，前面有猎物。蛮牛，你负责照顾好我爹娘。知道了，主人。大哥，拿弓箭，前面的是野猪。是2头野猪，大哥你负责一头，我负责一头。于是两人以李自胜的口号为准，刚好野猪是一前一后，李自睿负责前面一只，叶寒负责后面一只。叶寒刚好趁着这个空隙，一把砍刀直接把猪头给砍下来一半。厉害了，大哥，这才真正发挥出你的实力了。哎，妹夫，你这也太猛了吧，直接砍下1半的猪头。不好意思啊，失手了，本来是砍脖梗的，不想砍了猪头。你也有失手的时候呀。是因为我那一箭射击的野猪刚好发出动静了，惊着了另一头，所以妹夫才会失了准头。不过这样的结局也一样。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好了，2头猪都死翘翘了，咱们回去了吧。很快一行人就到家了。都已经有时钟了，我先做饭了。你们拾掇出1只鸡和1只兔子来，晚上给你们弄肉吃。行啊，我来。爹娘，这2头野猪咱们家不卖，留着咱们家自家吃吧。你这丫头，这么多肉自家也吃不完呢，要是坏了可就心疼了。不会坏的，我保证你们吃不够。七妹，你是又想到什么好吃的了？我们弄香肠吃吧，还可以晒腊肉，都是挺好吃的。香肠晒腊肉，你们不知道吗？那咱们明天就做，我教你们。不过这样的话，香哥，咱们明天就没法回去了。那就再留1天。行啊，不过这个做好了可没法直接吃的，要晒干之后才能吃得香，而且保存的时间也更久，吃到明年都没有问题。好呀，那要准备什么东西啊？佐料家里就有，就是长衣没有。我们明天很早就去镇上买长衣回来，最好多买一点，然后这2头野猪的长衣也给留着。好，那咱们先把野猪处理了。行啊，晚上先处理肉，明天买回长衣之后洗干净就直接灌进去就行了。不过爹，你要做一个东西出来给我，这样的话明天灌长衣的时候就轻松多了。行啊。李小七之后就找来木炭和纸张，画了一个大漏斗的形状，只不过这大漏斗更小的部分比普通漏斗更长，主要是为了方便把长衣套进去。画好了，你看看。这个简单，我马上做。爹，你还要削制几根短的圆木棍，方便塞肉的。好的，我先做着试试看。七丫头，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不怎么圆，这样的话不知道好不好用。爹，你知道咱们镇上有没有这种大漏斗卖的呀？有啊，咱家里的那个漏斗是属于中等的，我还看到比它大2、3个号的呢。那真是太好了，到明天我们一起买回来，你就不用做了。爹，你削这几个圆木棍就行了。好，感觉这肉天天吃都吃不腻，为啥？你说为啥？因为你嘴馋呗。其实我觉得二弟问的挺好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吃饭？吃菜吃肉不吃行不行？只不过咱们都是凡人，不懂这么深奥的问题。我觉得吧，人吃饭是因为要补充营养元素，而这些营养元素是从食物里面得来的，这样我们才能有能量来支配我们的日常行动。简单讲，就是会有力气，会思考这些。所以食物就像空气一样，对我们人类而言是不能缺少的。人不吃饭大概可以活7、8天，但是不喝水的情况下，也就只能挺个3天左右吧，跟个人的意志和体质有关。七妹，你咋知道的？对啊，媳妇，你咋知道？七丫头，别你是乱讲的吧？瞎编的啊！还有那个营养元素是啥呀？不就吃个饭吗？回答一下问题，咋就给搞炸裂了？停，我就是脑子里面有这个问题的相关回答，你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也不知道。你们好奇也没有用，吃饭吧。真是给自己挖了个坑，把自己埋了，还得想办法逃生，苦唧唧。瞧瞧，七丫头给急了。哎，吃饭吃饭，我觉得七丫头说的很对，虽然不太懂，但是说的很在理。补充营养还是知道的啊，大家伙都快吃吧。下次咱们问问题，一个一个来，
媳妇就不急了。没啥，有些问题我也是想不出来的。吃饭吧，吃完饭还得早点睡觉呢，明天要早点起来去镇上买长衣。转眼天亮了，李小七虽然睡得晚，但是起得早。这不，和叶寒两人同时起来后，驾好马车就去镇上了。两人大早上就走了，寒风凛凛，吹得脸皱巴巴，可疼了。等到了镇上，李小七鼻子和脸蛋都红了。媳妇儿，你冷吗？身上不冷，就脸蛋和手冷，被风吹的，过会儿就没事了。拿过来。我好多了，不冷了。这相公真不是盖的，很好。真的？杀猪的，来一刀最肥的肉，好久没买肉吃了，今天终于可以打打牙祭了。你个肥狗，最近哪儿发财了呀？有钱买肉吃，先把钱拿出来。我还差你那几个肉钱啊，赶紧的，这不是钱吗？哎呦，你这打哪儿发的财呀？这么多！你管我，赶紧称肉。行啊，马上给你切一块大的。给你钱，这下老子能好好吃一顿了。两位客人可是要买肉啊？问一下老板，你们这小肠有卖的吗？猪下水，那个不好吃的，买肉才好吃。我知道肉好吃，但是就是问问这个小肠有卖的不？有，这个是连着整副猪下水一起卖的，也值不了多少钱。那你有多少啊？我只要这种小肠的话怎么卖？不单卖的，单卖的话也卖不了几个钱。你要的话，我这里有3副猪下水，你全部买去，算你15文钱。行吧，我要了。等到了家，李王氏已经做好早饭了。吃饭了。哎呦，你咋赶着蛮牛回来？娘，我们从镇上回来的。嘿，合着你们俩去的，刚才没看到你。你们去镇上买长衣了？买到了。那赶紧的吃饭吧。好嘞，马上就来。我也来，你教吧。你先把小肠清出来，拿一根筷子放在这儿，然后把整个肠子都翻过来，随便先洗一下，再全部放到这个桶里面，等下全部弄好之后再洗。叶寒按照李小七说的做，李滋生和李滋睿两人也来帮忙，4人做事情就是快，不过1个时辰，所有的肠衣都弄好了。清理出来的小肠，李小七用盐、面粉、醋这些洗得很干净，然后就是吹气的工作了。要把小肠做成肠衣，还有一步很重要的步骤，那就是小肠一边扎口，另一边吹气，把整个小肠吹大，就成了肠衣。晒干后就好了，要用的时候直接泡一会儿就能用。人多做事就是快，这不，很快大家就做好了。昨晚上做好了2副长衣，加上上午做的10副，一共就是12副长衣。李王氏早就架好竹竿了，就是弄来晒长衣的，不想长衣都晒了2个竹竿还多呢。幸好院子够大，否则还真晒不下这么多的。是不是买多了呀？估计是买多了，不过没关系，买多了也可以的，反正回去我也要重新做长衣。若是有多的，我就带回大杨村去弄也行啊。这倒是，还是你这丫头想的周到。嘿嘿，现在你知道你闺女的能力了吧？知道，让你当个管家婆，估计还真能行。我咋又成管家婆了？大家边剁肉边聊天，可算是一副农家小院里的欢乐时光了。李小七把剁碎的肉弄上佐料腌制好，下午直接灌香肠。李王氏去做午饭了。今天是一个大晴天，长衣很快就晒好了，刚好吃好饭，下午大家又开始忙活了。把长衣收一半下来，泡一会儿水，软了之后就可以开始用了。赶紧的收拾一下，之前灌好的现在都晒干一点皮了，挺快的呀。还剩几副长衣啊？还剩3副。那干脆留着吧，下次有肉的时候娘你再灌一点也行。这个好吃的话估计不够吃的。这都还不够啊？不可能吧，整整2头猪呢。再说往年所有加起来的肉，估计吃的都没有现在多。够了，你带回去吧，今年不弄了。行吧，到时候再看。香肠真多，这个要晒几天呢？像今天这么大的太阳的话，估计要7、8天吧。不过晒到5、6天左右就可以吃了。要这么久吗？这也不算久吧，是你馋了吧，二哥？这不是没吃过吗？就想快点尝尝。那我可告诉你，到时候去后院拔一点蒜苗，跟着一起炒，那才好吃呢。这里没有烘干机，有烘干机就好了，立马就能干，明天就能吃了。遵命，到时候我肯定拔蒜苗去。你不怕挨揍啊？小心爹揍你。后院蒜苗虽说长了，
但是才是筷子大小，还能长呢。不拔很多，就拔几根，先吃不至于吧？放心吧，不会的。娘，家里有帽子吗？帽子？什么帽子啊？就是可以遮风挡雨的帽子，戴头上，早上出去不会冷啊。帽子没戴过，咱们这冬天很少出门的，出门也很少戴帽子，能穿暖衣就不错了，别说戴帽子了。不过那些地主、夫人啥的，好像是戴帽子的。娘，咱们自家做一个吧，先做一个，戴着好的话，咱们家人每人一个，这样的话出门就方便多了。啊，你说的对，那改天我琢磨琢磨，做帽子的材料得去镇上买才行。那你去镇上看看呗，说不定就有呢。行，我知道了，小管家婆。嘿嘿。第二天，大家早早起床，因为今天是李小七和叶寒要走的日子，他们要回大杨村了。李王氏等人挺不舍的，这不在吃着早饭呢，就听见李王氏一直在叮嘱李小七：“好嘞，娘，我都知道了，你们只要好好保重你们自己就行了，不用担心我们的。”知道了。岳母放心，有我在，媳妇不会受欺负的。这个我知道，就是担心这丫头在外面没个轻重，这不就多叮嘱两句。放心吧，娘，我们又不是第一次走了。行了，孩子们自有分寸，路上会小心的。赶紧吃饭吧，菜都快凉了。知道了，这肠衣你带回去，先弄一些吃，后面的再弄也行。娘，你还装香肠干啥？到时候我也会做的，这个留在家里吃吧。拿着吧，这个晒几天就能吃了，刚好家里弄了那么多，带回去一些吧，多少一点心意，这是给你婆婆的，你个小丫头带回去就行了。好吧，反正我也馋了。这才怪嘛。娘，那我们走了。媳妇儿，走吧。等到了申时初，两人两兽就到家了。爹娘，我们回来了。你们终于回来了，咋晚了这么几天呀？路上遇到啥事儿了？娘，我们没遇上事情，只是在那边有点事情，多住了2天，这不一完事就回来了，让你担心了。啊，原来是这样，没事就好。哎呀，那是啥？老虎啊！别怕别怕，娘，那不是老虎，是豹子，跟着我们回来的，不会咬人的，你放心吧。不是老虎，豹子也很凶猛的，咋回事啊？事情是这样的。李小七长话短说，简重要的内容说了一些，这样彭氏终于知道这黄豹子咋来的了。你竟然懂兽语？以前咋不知道啊？是不是怕被你们当成怪物吗？我一直也不敢说。哎，你这孩子跟咱们还隔着心呢。你放心吧，不会的。你懂兽语，说不定你就不是一个平凡的人。这点能人异士都是有点不一样的。娘懂，你不要有心理负担。不过咱们自家人知道就好，外人面前可不能说。知道了，娘。哎，知道就好。你这样说，那我就不怕他了。叫啥名来着？黄狗子。黄狗子？谁取的名字这么有才？娘，是我取的，是不是很好笑啊？我也觉得这个名字很好笑。娘，这是我娘给的香肠和肠衣，咱家也做这个，可好吃了。彭氏接过去之后一看，一根根长长的东西，一节一节的，这就是香肠？疑惑地看着李小七。娘，这个是猪肉做的，咱们家的速干气在哪儿啊？我来弄干，晚上可以炒着吃。啊，速干气在库房呢，我去拿。很快，彭氏就去拿速干气来。李小七操作了一下，就发现10多根的香肠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干。还别说，真香，现在就能闻着一股子香味儿了。可不，晚上就炒上几节先吃，明天我们打猎，咱家也来灌香肠，后面才能接得上，否则可没吃的了。我也是这么打算的，明天咱们就上山。好啊，晚上尝尝，明天上山。不过你们这一回来就不带闲着的，又有活干了。可不，生活在于勤奋呢。爹呢？你爹去你小叔家了，等下还要去接凯子他们下私塾呢。那我们先回房间了，这些你先收着。知道了。李小七和叶寒回卧室去了。新房子搬家后没住多久就回娘家去了。
李小七对现在这个崭新而又有点陌生的房间有点说不清的滋味，陌生而又喜欢。媳妇儿，你要换鞋子吗？换。于是两人重新换了衣裳和鞋子，神清气爽的出来了。娘，这么早做饭啊？你们估计光顾着赶路了吧？早点做饭，早点吃吧。好，我去菜园子里摘菜吧。这玉米树倒是还长得挺好的。李小七看着玉米树长得挺好的，但是已经不打算给他们浇灵泉水了。毕竟若是过了整个冬天，玉米树还长的话，就觉得很奇怪了。所以李小七打算让他们顺其自然了，毕竟不能太违反物种生存的自然规律。李小七看了一圈之后，就摘了一大把蒜苗。这蒜苗挺大根的，主要是种植的早，又有肥料，自然长得好。大白菜摘了一颗就去伙房了。我来洗菜吧，你今天刚回来，先去休息下吧，反正现在还早得很。不用休息，我想去果园看看。去吧。媳妇儿，你去哪？我去小山坡的果园看看。等我也去。啊，我觉得长高了不少啊，你觉得呢？我也觉得长高了一些，但是没你说的那么夸张。上次我随便找了棵树对比的，上次是到我这儿，现在你看也就高这么点儿，肯定是你的错觉了。估计是我的错觉吧，毕竟我好像有段日子没见了。上次种植下来之后，好像还没有施肥吧？没呢，爹说先让这些果树把苗长固定了，再施肥。估计现在也就差不多了。等我们打完猎、灌完香肠之后再来追肥吧。大哥、大嫂，你们回来啦！你们终于回来啦！大嫂，你不在家，我们都无聊死了。对，大嫂不在家，我们都没有故事听了。现在终于又能听故事了吗？好，晚上来。哦耶，太好啦！哦耶，太好了！大嫂，我们明天有休牧了，有啥好玩的不？带着我们呗。我和你大哥准备明天去打猎，你们可以跟着去。真的？我们又能去打猎了？真是太好了，我们又能上山打猎去了。我就知道大嫂大哥回来就能有好玩的。可不，咱们父子也是神算了，这不算得刚好准准的。说的也是啊。走，带你们看看我们的新朋友去。谁啊？谁啊？啥新朋友啊？爹，你们来看。哇，是大老虎！啊，老虎？真的假的？嘿，还真是大老虎啊！它不是老虎，是豹子，乖觉得很，不会吃人的。真的？它懂人语的，也就是说我们讲话它能听得懂，所以只要是我们不做伤害它的事情，它不会主动攻击人的。啊，原来是这样啊！这种凶猛的猎物，也就你们胆子大敢带回来了。是他自己要跟着回来的，这可不能怪我们。吃饭啦！吃饭了？这么快？别看了，以后天天在家，你们可以看够。先吃饭。我师傅呢？哦，他这几天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们不在家，他也待不住。也是。这是啥呀？一片一片的，闻着倒是挺香的。香肠很好吃的，你们赶紧尝尝。于是乎，大家不用招呼了，直接就朝着香肠下筷子。幸好彭氏弄的是2盆香肠，否则小子们晚上要靠抢的，都不一定能吃上几块。慢慢吃，明天还给你们炒。娘，快吃，太好吃了！有你们说的那么好吃吗？哎呦，还真是人间美味啊！确实很香啊，弄点酒来喝，那就更好了。你还别说，真是太香了。看看这些小子是最知道吃的，好吃的都吃完了。不过晚上的红烧肉大家不要了吗？这不能怪我们，香肠太好吃了，这么好吃，肯定要先吃好吃的啦。明天还炒，那你们可不能再像晚上这样吃了。那肯定不能啊，毕竟今晚上太丢脸了。就你们4个抢的最欢了。我们保证明天不抢了，这个太好吃了，哪儿来的呀？你大嫂从娘家带回来的啊？那我们自己不能做呀，吃完就没有了。那可不一定哦，明天我们去打猎，若是能够打得到野猪最好，打不到也无所谓，可以用兔子、獐子之类的做也行。咱们家肯定也是要做香肠的，还有腊肉。真的啊？那真是太好啦！想要香肠吃，明天多多打猎回来就对了。那肯定的，我们必须要的。
前几天不是下雨了吗？估计山上还有菌子也说不定呢。咱们这边前几天下小雨了。啊，连着下了3天的大雨呢，咱们家池塘差点水淼了，幸好去得及时啊。还有这事儿呢？我就说去逛果园的时候，咋感觉下过雨不久的样子？可不，也就昨天开始大晴了。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咱们今年多捡一些菌子吧，菌子好吃。可不，菌子在冬天吃最合时宜了。菌子不仅好吃，而且还贵呢，毕竟1斤干的菌子能卖10多个铜板了吧？不过咱们家的池塘没事吧？那小龙虾呢？控制住了，没事。小龙虾幸好少，要是以前那么多量啊，估计基本被水冲走了。昨天我还去池塘边放水口的缺口那里，把跑出来的小龙虾扔回池塘里面了，死了的也就一小碗，昨天吃了。你就是这样，看吧，孩子们可要馋了。他们才不馋呢，上回韩儿和小七弄回来的螺丝，不是被他们4个全部吃完了？再说了，就算在家也吃不上2口，总共就几只，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哼，老爹就是嘴馋了。咱们下次去捡过一些回来，养个几天也就能吃了。哼，我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嘴馋。好，没有。愉快的晚餐时间结束了，彭氏洗好碗筷之后，李小七已经在给小叔子们讲故事了。讲完之后，李小七都会去要求小叔子们做总结，从而去分析这个故事或者典故带给我们的启发，这也导致4个小叔子之后的一番成就。李小七在这时候已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了。时间差不多之后，李小七就结束了，要求小叔子们回去写完文章就去睡觉。媳妇儿，咱们也去休息吧。我来帮你暖被窝吧。你就是这样暖被窝的？是啊，这样等下被窝就热了，等会儿你就不冷了。你说咱们要是有内功就好了，咋练了这么久没内功呢？有内功的话，这被窝内功一催，被窝就暖和了。你说内功？可惜我没有。我好像有那么一丢丢。你说啥？你有内功？嘘，小声点。怎么回事啊？师傅教的，谁叫你落下那么多次课？师傅就是要让你后悔，而且上次师傅就说过了，咱们还缺一次笔试呢，你忘了？没忘，我记着呢。师傅说你虽然悟性高，可是却不怎么听话，老是事务缠身旷他的课，所以他就给我开小灶了，教我练内功心法。这听说是他家祖传的，本来不外传，这不是我是他徒弟，他才教我的吗？我觉得这内功心法练了之后，还真的挺有用的。有时候觉得自己飘飘然，内心火热的很。你那不是内心火热，是丹田的地方聚了气。估计就是你说的那个吧，师傅说的我也不懂。等我抽出空了我也练。到时候咱们2个一起练。不过媳妇儿，现在有比练武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啥事儿啊？这个事情更重要。你讨厌。媳妇儿，你什么时候起鸡啊？好像是下个月。之前你好像也问过我一次，具体不知道，这个得问我娘。下次去娘家得问问，这次我竟然忘记了。叶寒自责道，知道自家媳妇儿什么时候及笄，也好给她办个及笄礼，不求多华丽，但是形式还是要的，毕竟仪式感也很重要，这是媳妇儿自己说的。叶寒内心戏很多，不过再多也熬不过困意，很快2人都睡着了。吃完饭收拾好家里，我就跟你们小婶儿去山上捡菌子了。小七去吗？去。那行，孩子他爹，你就送孩子们上私塾去，顺便把要买的东西全部买回来。都要买啥呀？猪下水3副，酱油、花椒、桂皮、茴香那些大料都买上，就之前家里用的那些，家里已经没有了，多买一点。挂腊肉的绳子也要买，还有……彭氏絮叨一会儿，已经说了很多了。行，知道了。看来我今天的任务也很重啊，要买这么多东西。那我干啥？你跟我去后山吧，多练练对你有好处。对，你跟你师傅多练练，等下午我们再灌香肠。行。彭氏收拾碗筷去了，李小七看着太阳快要出来的样子，于是赶紧把昨晚上腌制的腊肉挂出来，没有绳子的只能先放着了，就等着叶一鸣买回来再弄。辰时中，
彭氏和李小七背着背篓就准备上山了。今天小七也去啊？是的，小婶。伯娘、大嫂。哎，咱们走吧。一行人打过招呼之后就直接上山了。2刻钟之后，小七，就从这里开始找吧，这一带都有菌子的。好的，娘，山里我熟悉的很，那我就自己找了。李小七可没有打算跟着彭氏一行人后面捡，他今天可是有备而来的。背篓里还有2个布袋呢，今天势必要捡满了。李小七随便找找，一个也没有找到。这古代也不是很多蘑菇呀。巴布，扫描哪里有蘑菇捡？笨主人，你脚下踩着的就有2只蘑菇。啊！李小七赶紧把脚抬起来，但是被李小七踩扁了，不能要了。李小七可惜了一番，之后就再继续跟巴布沟通，然后李小七就进入了开挂模式。巴布一直扫描，把有蘑菇的地方一个一个告诉李小七。不一会儿，李小七已经捡了有1斤左右了。有巴布的助攻，李小七不知不觉就走了很远了。李小七现在已经捡到半背篓的蘑菇了，而彭氏现在也才2斤左右。李小七这时候还在不断的捡，这蘑菇只要摘就行了，基本不需要怎么找，因为巴布会直接扫描，然后李小七沿着屏幕指示摘就行。现在的速度已经很快了，但是李小七感觉还是很慢，而且他有点不想走了。于是李小七意识控制巴布扫描的地方，只有蘑菇的全部汇聚在李小七的背篓里面。不过一会儿，只见李小七的背篓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层层长满，很快背篓装不下了，李小七就撑开2个布袋。不过1刻钟，一背篓2个布袋全部装满了蘑菇。李小七趁着没人，把2个布袋和背篓全部移进了空间。嘿嘿，还是这样快一点。附近有人来了吗？没有，一直没有人来这边的。那行。随后李小七意识沟通蛮牛带着黄狗子过来，不一会儿蛮牛和黄狗子来了，于是李小七把他们带进了空间。李小七一进空间就神清气爽的，好久没来了。主人，嘿，你终于来了。他的身体是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愿变大缩小的。玉麒麟真可爱。而这时黄狗子已经一脸惊讶的呆住了，被这空间的奇幻景象还有这里面的神奇惊讶的瞪大了2只豹子眼。黄狗子站着不断的用眼睛看着四周，田地、房屋、河水还有高山，感觉就像是仙境里面的存在，看得黄狗子内心不断的感叹。蛮牛直接去摘玉米吃了，还有番茄。在外界可没有辣椒番茄了，但是空间不同，它们能在这里一直长。吃饱就要干活了，这么多都成熟了，赶紧收获了。李小七意识全开，把番茄、辣椒全部收进保鲜房，玉米也收了。李小七处理完这些之后，感觉没什么事情了，就直接去山上的果园了。巴布，这些果子要收掉吗？还是就让他们留在这儿啊？主人，这些水果跟你种植的番茄、辣椒一样的，你留在这里也可以。若是你收获了，下一次结果的速度会比你不收掉的快一点。因为你收掉这些果子后，它们就可以早点进入休眠期，以便后期的开花结果。那果子能保存吗？你收进保鲜房就行啊，不会腐烂的。想吃的时候直接去保鲜房拿就是啦。说的很有道理。于是李小七意识全开，把果子也全部收去了保鲜房。苹果装了1个箱子，樱桃也装了1个箱子，水蜜桃也装了1个箱子。这些都不是普通的箱子，而是无限的空间的箱子，极大又有保险功能，但外表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大箱子而已。别墅门口还有一堆的水蜜桃和樱桃、苹果，那些都是留给玉麒麟、蛮牛和黄狗子吃的。李小七意识交代一番，3兽就去吃自己的口粮去了，只留李小七一人在这里溜达。李小七是在看还有多少可以移植的半大树苗，这一数可不得了，还多得很呢。刚好这些长得也太密实了，最好还是移植开，扩大果树之间的距离，这样既能保证果树的成长，也能保证土地合理化利用。李小七查看一番后就美美的下山了。蛮牛和黄狗子不愿意出去了，他们想吃饭之后上小山峰去，于是李小七只能先出来了。巴布，扫描一下我娘他们在哪儿？主人，在另一个山头的山脚下。李小七看了一眼，立马背上背篓，一手提着1个布袋，满满的都是蘑菇，一个瞬移就来到另一个山头。娘，你们在哪儿？哎，
小七，我在这儿。李小七快速地朝彭氏声音的方向走去，没多大一会儿就让李小七找到了。终于找到你了，累死我了。哎呦，害你找了吧？你跑哪儿去了？我也找了你好几次呢，也没见你回应。啊，你这2个布袋子是装的啥？捡多少了？估计时候差不多，咱们要回去了。全部都是蘑菇啊！就是菌子。啥？全是菌子？怎么可能呢？这么多，不会是不能吃的吧？于是彭氏还上手翻了一遍，拿开很多之后发现全部是能吃的，还有几个比较贵的菌子也被李小七摘到了。彭氏内心笑开了花，赶紧又去检查布袋里的，都是能吃的，而且有好多都是比较贵的那种菌子。哎呀，太好了！没想到你捡菌子这么厉害，我捡大半背篓已经是算多的了，没想到你还更厉害，捡的还更多。哎呀，不捡了，咱们回家去。那小沈他们呢？他们在前面了。因为不知道你在哪里，所以我就多绕了点路，落后几步，这样也好找找你。不想你自己找我来了。哦，原来是这样啊。哎，蛮牛和黄狗子呢？哦，他们进深山觅食了，咱们别管他们，吃饱了他们自己就回来了。哦，这样啊。我拿一个布袋吧。不用，这点重量哪需要你帮忙，走吧。哎，真是好儿媳。不一会儿两人就赶上了大部队，不想竟然不止叶饶氏和小曼，还有柱子他娘、牛贤他娘也来了，还有几个媳妇子。哎呦，彭妹子也来捡菌子呀？哎，是呢，在家里反正也没啥事情，出来爬爬山也挺好。刚好现在菌子长得好，捡一些回去炒着吃，可好吃了。哎，可不是，不过这菌子现在刚出来，可贵了，我们可舍不得吃，都攒着卖钱呢。可不是，我也是攒着卖钱的。你家吃过了？吃过了，这不是孩子们喜欢吃，所以就来捡了。咱们现在回去了吧？我看估计要到晌午了。我也觉得是。那咱们就回去吧。嫂子捡了多少啊？没多少，就这些吧。这些2个布袋子，就是你想的这样。哇，你捡了这么多啊！他之前还以为是松针呢，一般松针也会用布袋装回去当柴火烧。小七捡了很多吗？我也不知道多不多，一个背篓2个袋子吧。哎，真的啊？哎呀，你这丫头也太能干了，干啥都是拔尖的，捡菌子还能让你夺了头筹。运气好。小沈，咱们快走吧，他们走的都快看不见了。对，咱们也要赶紧回去。等到了岔路口，大家纷纷道别回家了，最后只留下叶饶氏和彭氏。李小七早就先走一步了，他可应付不来这些人情世故的。大嫂，小七这丫头也太能干了，咱们一背篓都没捡到呢，她一个人就相当于捡了3个背篓的菌子了。唉，又能干又漂亮，真是羡慕。嘿，别说你，我都惊讶她能捡这么多呢。不过这也就是运气好点儿，下次说不定她就捡不到这么多呢。小姑娘家家的，可不是要长得越来越漂亮。不过你们今天收获比昨天可多了，你这一背篓都快满了。小曼那儿还有挺多呢，收获也不小。小曼是个能干的，小年纪能捡这么多。这个倒是。那我们也走了，回去做饭了。好，我也要回去做饭了。彭氏到家的时候，李小七已经烧火了。回来了，咋你后面回来，你媳妇儿前面回来了？跟弟妹闲聊2句，就晚了一会儿。原来这样啊！中午炒大肠吃。行啊，你快洗好拿过来。李小七又拿了几根木柴进灶里去，转身就去后院拔菜了。这边新房子和那边旧房子后院都有菜，基本农家吃的菜都在这2个园子里。
李小七来到后院看了一下，赶紧摘了一颗大白菜，一小把蒜苗。家里的肉多，李小七中午准备炖个猪肚汤，炒一个肥肠，蒜苗炒肺片，一个菌子炒肉，一盘青菜也就够吃了。晚上再来弄大餐。前面5头猪还留下好多的猪下水、猪蹄和猪头的，有时间李小七还打算做卤猪肉呢。两人做饭很快就做好了。开饭了。这菌子确实好吃的很啊。可不，新鲜的很。这些都是上午捡的，咱家小七可是出了大功劳。1个背篓，2个布袋，全都是菌子呢，都是他一个人捡的。我才1背篓都没捡到。真的？媳妇捡菌子这么厉害啊？可不，娘还能骗你不成？你爹可是看见小七背回来的。媳妇儿，真能干。你吃菜。别说，中午的菌子还挺好吃的呢。我前面看到还有几个名贵的菌子呢。现在的菌子长得很多吗？也不算很多吧。咱们村里也有人去捡的，可没捡到我们这么多。我和他小婶儿算是多的啦。柱子他娘捡了半背篓。啊，刚长出来，估计是这样。现在天气热了，估计没那么多捡的了，除非下雨，那估计山上到处都是。下次我也去捡菌子试试。明天应该很多人捡的，估计下午就有很多人去了。毕竟看见我们去捡了的话，知道有菌子了，肯定都会上山的。没事，有空可以去捡，没捡到也没关系啊，就当是爬山锻炼身体了。说得对。等下吃好饭，咱们把那3盆碎肉给灌了。下午先把家里整明白了。你们弄，我下午要去暖棚看看，今天还没去看呢。下午我来灌香肠吧。我也灌香肠，这样快一点。行，那就这么办吧。那我干啥呀？是吧？你跟我们一起灌香肠吧。我不想吃狗粮，我也不想当灯泡。还有别的事吗？要不你跟我去暖棚看看？行啊，我跟你去。行啊，那现在就走呗，刚好都吃完饭了。行，走。剩下的收尾工作我来吧，你去帮忙一起洗菌子吧。不用，咱们一起收拾了，再去洗菌子也来得及。李小七点点头，准备做清洗工作。两人做好这些事情，就去帮彭氏清洗菌子了。彭氏这时候才洗好一小盆。娘，这菌子一个一个这样洗很难洗。这菌子本来也就只能这样洗吧，否则还有更好的办法。我去拿样东西。叶寒已经蹲下准备清洗了。这时候李小七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大把的青松针，这还是之前砍柴的时候顺带弄回来的。用这个松针可以洗菌子？可别小瞧它，看我的。李小七直接拿了一撮松针，开始在大盆里扫菌子。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利用松针的尖端部分来清洗菌子散叶部分。这些菌子都必须先把沾有泥土的根部去掉，之后挑选干净之后再放在水里。但是彭氏一个一个洗就显得很慢，李小七这种方法清洗就会快一些，虽然最后一步也要一个一个洗，但是却省了很多的时间。李小七把盆里的菌子全部大体的扫过一遍之后，看着挺干净了，但其实里面还有脏的。看着挺干净了啊。看着干净，其实还没有干净呢。但到这个程度之后，就可以一个一个清洗了。看，这样洗是不是很快？还真是，我这洗一个，你这儿都能洗3个了。就用小七这个方法洗。3人很快就洗好了一大盆的菌子。彭氏之后去做饭了。你先把这些菌子再清洗2遍，铺在木板上吧，用速干器烘干。行。就这样，两人一直在忙活。这时候叶凯等人回来了。今天不是爹去接你的？按理说爹和师傅早就回来了，咋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没啊，是小苏哥接我们回来的。你去咱家暖棚看看，爹和师傅在不？刚好叫他们回来吃饭了。叶寒叮嘱一句之后，叶凯就走了。叶全跟着叶凯一起去了。
叶亮和叶毅两人留在家里跟李小七一起洗菌子，这样清洗的速度就快多了，本来也没多少了，这下很快就洗好了。叶寒做着烘干的工作，做顺手了，速度也是越来越快。等彭氏喊吃饭了的时候，李小七、叶亮和叶毅也把菌子全部洗干净了，现在就剩下烘干的工作。这时候叶一鸣也回来了。爹，你们去暖棚咋去了一下午啊？去了暖棚之后，在村里碰到人了，就唠了一会儿嗑，回来就晚了。哦，原来这样，赶紧吃饭。咱家今晚的饭还真是早，现在事情都做得差不多了。哎，大嫂，给我们讲故事呗。对，大嫂，给我们讲故事吧。就上次那个兵法的。我也还想听《孙子兵法》。好吧，不过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了。上次我们讲的《孙子兵法》布置的课业，你们做了吗？全部拿来检查。我做了，我现在去拿。我也去拿。我也马上去拿。之后李小七也回房间去拿《孙子兵法》这本书了。这书是直接从空间里面拿的，上次李小七已经全部拿出来了。很快李小七返回来了，4个小叔子很乖地站成一排，于是从叶全开始检查课业。别看叶全人最小，但是见解却很独到。上次布置的课业题目是敌军3万，我方5000的兵力，在损失降到最低的情况下，我方如何以少胜多。李小七看了叶全的文章作答之后点点头，之后又看了叶毅、叶亮和叶凯的。你们4个的文章我都看了，挺好的。5弟能够想到断粮草这个点倒是令我很惊讶，2弟的点子也很好，搞偷袭这种事情运用的好，还真能事半功倍。3弟的想法最跳脱，你想不费一兵一卒就取胜，不是不可能，而是很难。能告诉我你想到用油桶火烧炸了他们的军营是怎么个思路？其实我当时想的是，既要保护自己的士兵，又要把敌军干倒，那必须先把对方的粮草和军营烧了。所以我想到的是火攻，但是火攻没有爆炸来的凶猛啊，我只能想到要是能炸了他们就好了。在炸营的时候，说不定军心大乱，我们能打个措手不及。叶亮说了几句，不好意思说下去了，因为他不知道要用什么来炸，他对这些的认识范围有限。你的想法很好，现在没有不等于以后没有。若是有炸弹的话，别说是3万敌军了，就是翻个10倍、20倍，咱们也不带怕的。因为炸弹的威力很大很强，只要威力足够大，就能够把方圆几百里的东西全部都炸毁。嫂子，世界上真的有炸弹吗？现在没有吧，但不等于以后没有。炸弹是什么东西？简单说就是火药。火药？媳妇儿，你竟然知道火药？这个他听自家师傅说过的，没想到自家媳妇儿也知道。只是听说啊，不是很了解。叶寒有点不信，感觉自家媳妇儿就是知道的样子。咱们扯远了哈，我只跟你们这样说，其实也是鼓励你们自己多想、多创新、多创造，这样才能够在对付敌军的时候赢得把握更大。我们不能在数量上战胜敌人，那么我们就要用智慧和力量去战胜他们。4弟的见解也很好，大家的文章做得不错，继续努力哈。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头讲《孙子兵法·史记篇》，这个也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之后就是李小七照着《孙子兵法》书籍开始教学了。4个小叔子加相公听得津津有味儿。这些人不知道的是，谢志也在听，只不过是偷听。他觉得李小七不简单，一定是受过演示高人的指点，才能懂得这么多。听着李小七讲《孙子兵法》，对这个孙武非常感兴趣，简直叹为军事奇人。对这本《孙子兵法》更感兴趣了，改天借这本书来观摩观摩。李小七讲完之后，几人都受益匪浅。他这次没有布置课业，直接让大家回去休息了，因为接下来他要跟叶寒去后山了。谢志还在等着呢。很快两人来到后山，谢志的声音从树上传来：你们2个今晚自己对战，把偷袭术好好练练。之后谢志就走了，弄得2人正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师傅咋的了？神有3级，估计师傅便秘了，咱们自己对练吧。也就你能，要是师傅听到了，看怎么罚你。最后2人就开始对练，直到深夜才回去。你也去？我也捡个上午吧，刚好把蛮牛他们找回来，下午就蒸包子和做卤煮。那行，走吧。估计你小婶那边已经走了，咱们直接上山。
我就说吧，今天的人挺多的。没事，能捡多少是多少。这心态很好。娘，我现在要去另外一座山上捡，也刚好找蛮牛去。你从这里捡得去吗？行啊，你去吧，小心点儿。我可没有你的脚程快，跟不上。巴布，扫描一下这座山头人多不多？没有，也就几个人，离你还有好几百米远呢。咋啦？没啥，那就等没人的时候再叫蛮牛出来吧。现在你应该开始工作了，扫描一下哪里有蘑菇捡吧，我要开始捡了。今天只带了1个布袋，当然贝篓不能少，主要是人多，也不能太出鞘了，否则惹人嫉妒。知道了，主人。巴布立马开始扫描，很快就发现了有蘑菇的地方。就这样，巴布扫描，李小七负责捡，很快贝篓的底部就满了。等到李小七把这整个山头走一遍了，1个贝篓和1个布袋也就满了。这时候才40末。巴布，你赶紧扫描一下附近可有人。有，左手方向200米处，你相公来了，其他就没了。离得太远，扫描不到。啊，我相公来了。蛮牛，黄狗子，赶紧出来！主人，我还没玩够呢，咋让我们出来了？你这个臭牛，我还不知道你又在耍威风，让你们出来肯定是要回去了。等，我知道了，主人，饶命啊！蛮牛求饶了，虽然不咋痛，但是丢牛脸呀。看，黄狗子竟然在笑话他了。知道就好，这次可是犒劳你够久的了，还没玩够啊？没玩够，下次再让我们进去呗。行，走吧，先回家。媳妇儿，小七，你在哪儿？我在这儿呢。你等等我，我马上过来。你慢点，别跑，我等你啊。我找了你很久了，才找到你，你咋跑这里来了？幸好娘告诉我你在这个山头，否则上午还不一定能找到你呢。这不是找到了？你捡了蘑菇？一点点，估计只有4、5斤吧。你呢？1个贝篓，1个布袋。啥？你捡这么多？给我看看。叶寒咋这么不相信呢？他之前可看到他老娘今天可是半贝篓都没有捡到呢。骗你干啥？那看看吧。行，不服谁就服你。媳妇儿，你好厉害啊！这真是奇迹了。少废话，这话听多了就没意思了。赶紧找上娘吧，回去了，我们都饿了。行，走，我知道娘在哪儿。很快，叶寒就来到彭氏所在的山头。娘，我们回家了。哎，好像是你家大儿子在喊你。是呢，我大儿子和儿媳妇也来了。哎，知道了，我马上下山来。我看时候差不多，也是要回去了。咱们也都回去吧，做午饭了。让你们等久了吧？走吧，回家。等到午时2刻，11点半左右，一行人就到家了。你们回来了，刚好接着炒菜吧，饭我已经煮好了。好啊，炒菜倒是快得很。咦，师傅呢？哦，你师傅去府城了，过2天才回来。啊，知道了。娘，你这是准备去哪儿啊？对啊，你去哪儿？我咋闻到这股香味儿？就知道你们是个馋嘴的。你嫂子做了包子，去吃吧。我送一些吃的去给你小婶家。哦，有吃的。叶亮立马跑去伙房，几个小子一窝蜂的也跑去找自家嫂子要吃的了。我跟你走一趟吧。哎，那咱们走吧。三弟，哎呦，大哥来了，咋的？有事啊？嫂子也来了。啊，他小婶在伙房。啊，在做饭了。行，我知道了，我去找她。嫂子来了，老远就听到声音了。小七做了包子，给你们送点儿。哎呦，还给我们送吃的，那我可不客气啦。小七丫头做的，我们家小子可稀罕了。别说你们了，我们都忍不住，一上锅就给吃上了。小子们更是一下私塾就奔伙房去了。这是猪头肉，这个猪头肉很香，晚上你们拌上吃。猪头骨就适合炖汤了。这个是香肠，就是上次猎的野猪做的，你混着蒜苗一起炒，很香。这个是腊肉，
随便炒就很好吃。这次竟然拿了这么多吃的来给我们，那倒是让你们破费了。没事儿，家里我们自己吃的留着了呢。那我们回去了。好。等两人到家，叶凯等人都吃饱了。爹娘，你们快去吃包子吧，可好吃了。我吃过了，你们吃吧。你去吃吧，趁着还热乎。哎，知道了，洗个手就去。今天晚上还要做饭，炒菜吗？不需要，大家都吃饱了，就算没饱，还可以吃包子和卤猪头肉呢。对啊，我已经吃饱了。我也吃饱了。我也吃饱啦。这样看来，大家都吃饱了，就我还没吃饱。那你多吃点儿。爹娘，我们种植的果树需要施肥了吧？毕竟根苗现在基本固定好了，施肥之后就等着明年开春了。这事儿你不提，我都快忘记的差不多了。咱们暖棚里的辣椒苗和番茄苗也要施肥了，个头长大不少呢。那这次咱们还请人？咱们干脆买一些家丁吧，最好是做过果树管理的相关事情的，或者是擅长种植庄稼的也行。不够的再请人帮着一起干活。我赞同小七的说法。不过这买家丁奴仆也不是一下就能买上的，关键还是要去牙行问问。没错。那今天咱们先去看看。行啊，你和小七去吧，刚好送他们上私塾去。我和你娘先去给果树施肥，能做多少是多少。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到了，大哥大嫂再见。带着弟弟们进去吧。看吧，还真是一群没长大的孩子。可不止他们没长大，咱们也没有长大呀。你还没长大，我已经长大了。不过你也快了啊，还有1个多月你就及笄了，那就是真正的大姑娘了。及笄了也不代表就长大了，毕竟年龄到了。但是这时候的女子的身体还在长的，说是过早生孩子的话，会影响女子的身体健康的。这样吗？反正就是这样，你不能这样对待我，答不答应？毕竟叶寒经常要求圆房，李小七可不想那么早当妈。答不答应嘛？媳妇儿撒娇，他脑子就空白了，不知道要干啥。反正媳妇儿说啥就是啥。听你的。太好了，就知道你最好了。媳妇儿，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你的想法和一些做法让人很费解。毕竟我不太理解，很新奇，但是最后你的做法都证明是对的。那当然，我可是新兴人类，21世纪大好青年。完了，这下完了，说漏了怎么办？新兴人类，21世纪大好青年是什么？就是一个地方而已。哎呀，没啥好讲的，咱们赶紧去牙行吧。别忘了，今天可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忙呢。叶寒不由得看了一眼自家的媳妇儿，感觉自家媳妇儿很奇怪，内心疑惑很多，但是明显自家媳妇儿就是不想回答的样子，所以叶寒也只能先放在心里了。两人很快来到镇上的集市。两位客官要点啥？掌柜的，我之前在你这儿买了粉干，可还记得？对，记得。敢问掌柜的，粉干还有吗？哎呦，那可没有了，我没进货了。你还要粉干啊？要的，而且是越多越好。上次我卖的那批粉干可是亏本了，这之后我就没进货了。你要的话我就进货回来，估计要个4-5天左右，你看能等吗？要这么久啊？小娘子可知道咱们镇上可没人卖这个的，上次还是碰巧你要一起买去了，否则我到现在还压着货呢。你要多少我就从我亲戚家调多少过来，也不赚你多的，但是上次的价钱是拿不了的，怎么样？品质一样的？那当然。那这次算我多少钱一斤？10文钱一斤。这么贵，都快赶上肉价了，价钱还翻了一番，上次可是5文钱一斤。你说赚的少吧，1文钱一斤总是能赚到的。这样吧，这次就算我6文钱一斤，怎么样？不行，这个价钱卖不了的。太贵的话，那我可就不能要了，你就当顺带的呗，赚个跑腿的钱。这样吧，7文钱，最低价钱了。行吧，那你尽量快点。可以啊，不过小娘子要留下定金，还有你们的联系方式，到时候货到了我好通知你们。行。媳妇儿，你不是说先去牙行吗？咋先来买粉干，牙行还没去呢？我知道，牙行可是要去县里的，咱们现在出发吧，也没耽误多少时间。赶紧去吧。两位是来买奴隶的还是买家丁的呀？
叶寒把要求说了之后，等了一会儿，就见伢子带着一批人过来了。客官，这些都是符合您要求的，你们先看看。李小七和叶寒点点头，就去看了一番。最终李小七选定了一户拖家带口的，爹娘是庄家把式，底下有2个儿子1个闺女，一家5口人因为没法养活自己，只能卖身为奴了。但李小七明显感觉这借口很假，这家人明显不像农家子弟，尤其是3个孩子，跟叶亮几人差不多的年纪，手指却是白白嫩嫩的，感觉还很爱干净。说说你们都会干什么吧？贵人，俺是雷大，是个庄稼汉，伺候庄稼很有一套。以前也在主家管理过庄子上的果园和田地，只是时间不长，大部分都是跟庄稼打交道。名副姓丁，洗衣做饭女工这些都会，跟着当家的也在果园做过事情，庄稼地里也去帮过忙，家里3个孩子都跟着我们做过这些事。你在大户人家当过差？回贵人的话，是的，之前在府城一家人本来也生活得好好的，不想竟然落得如此下场。你们犯了什么事啊？说说吧。其实是我犯了事，这事儿说来话长，不小心得罪了上头的大管事，因此我被诬陷了偷盗，主家不信我，再加上大管事跟主家有点沾亲带故，被进了谗言。本来是要打死我的，不想娘子知道了，就请求主家夫人网开一面，最后娘子还有孩子都跟着我被发卖了。别忘了咱们是夫妻，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孩子便在哪儿。我们可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只是庄稼户，买你们回去也就只是为了种植庄稼和管理果园的。你们可愿意跟我回去？现在的我们可不想卖去大户人家那里当差了，庄稼还挺好的，只要能过上温饱的日子，俺家几个孩子能健康平安长大，也就足矣。没错，只求一家人在一起，别的也无所求了。贵人，你就把我们买下吧，我很会干活的。求求你了。我也会干活的。行，那你们去收拾行囊吧，跟我回家。李小七在这里选，同样叶寒也在选。叶寒选了2个汉子，一胖一瘦，看着就是能干活的。媳妇儿，您选的咋样？选好了。行，咱们就办手续吧。这里的办手续其实就是签了卖身契，而且还是终身。等叶寒、李小七付了钱之后，伢子就把这些人的卖身契给了叶寒。李小七觉得在这古代人命还真不值钱，那一家5口才35两银子，2个壮汉倒是贵一点，要20两。李小七和叶寒带着买来的这些人坐上牛车就返回去了。你们终于回来了，今天咋这么晚？他们是？这些就是从牙行回来的。娘，我们还没吃晚饭呢，饿死了。好，都准备了，快去吃吧。大公子，这被子放哪儿？放到错房里面，有床没被子的就可以放过去。你们以后就住那里。叶寒说完就先去伙房了。虽然买了人，但也没想着当奴仆使唤，毕竟自己就是庄稼汉，也不习惯。大家都坐下吃饭吧，等下就凉了。这不合适吧？咱们是奴才，你们是主人，哪能奴才跟主人一起吃饭的？是啊，我们不配跟主人一起吃饭的，而且还是这么好的饭菜。这是来家里的第1顿饭，没关系，大家一起吃。我们也不是吝啬的主家，只要你们干好活，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吃的东西都不会太差。大家一起坐下来吃饭，否则菜就要凉了。吃好后，你们赶紧去洗漱一番，早点休息。叶寒说完就示意几人上前，李小七也招呼了一句，之后雷大、鲁胖子等人才敢大着胆子陆续上前坐下。赶紧吃吧。之后大家才纷纷开吃。第一是实在饿了，很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了，闻着香味就受不了了。第二就是主家看着是个和蔼的，胆子也就大了点。雷俊就是雷大和丁兰，也就是丁氏的小儿子，今年7岁。雷大的大儿子叫雷浩，11岁，比叶凯小1岁。二女儿叫雷小雪，9岁，跟叶亮同龄。买回来的2个壮汉，胖的个子矮一些，叫鲁胖子，瘦的那个个子高一些，叫尚鹏。等大家吃完碗里的饭菜，已经没有饭了，但是菜还有，只不过也不多了，但大家都还没有吃饱。来了，面来了。彭氏这时端着一大盆的卤肉青菜面，老远就看见热气腾腾的。丁氏看见了，赶紧起身接过。这还真是大逆不道啊！
毕竟哪有主家给仆人做饭吃的。丁氏感觉自己的脸都要红透了，买来的几人都不好意思的搓搓手。今天啊，你们第一天来，就当是给你们接风了。大家趁着热乎，赶紧吃吧，别拘束。咱们庄户人家不兴城里那般的规矩多。谢谢老夫人和家主的厚爱。使不得啊，咱们庄户人家可不兴这种礼节，大家随意就好。你们先吃着，锅里还有。你们先吃着，趁着热乎多吃一点，身上也暖和。娘，你做了这么多的面啊？这不，冬天吃饱了才有暖和感。我没料到你们今天就能买回来这么多人呐，否则就一起备上了。啊，没事，都能干活。明天开始咱们家就要忙起来了。今天我跟你爹俩人把果树全部施肥了，果树现在少，30棵很快就弄好了。不过明天开始暖棚里面的，估计要忙好几天。这里还有面呢，来，给你满上，吃饱一点儿。谢谢娘，有这一碗我能吃到撑了。去桌上吃，人多暖和点儿。走。这猪皮挺好吃的，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肉了，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猪头肉。可不是嘛，我也是第一次吃。真的很好吃啊，一般这猪头肉做的不怎么好吃的，但是主家的厨艺比酒楼做的都好，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猪头肉，太香了。好吃。这个叫卤猪头肉，大家都爱吃，喜欢吃的话就多吃一点，晚上的面还有很多呢，你们赶紧吃啊。还剩这么多，那我再打一碗。能吃的就多吃一点，这面剩了，明天早上吃也不太好，晚上尽量吃了吧。这样我就觉得很幸福了，能吃饱有床睡的日子真好。是啊，咱们百姓要的也不过如此，但就是这样，也很多人都没法达成愿望。谁说不是呢？只要能吃饱穿暖，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只要你们忠心于我家，安安分分的做好分内之事，这些东西都会有的。主子就如同再造父母，今生必忠心不二主子。鲁胖子和尚鹏两人立马起身下跪，一脸慷慨就义的表情。雷大一家人也跟着跪下表忠心。起来吧，虽然我们平时不立什么规矩，但是该有的忠心不能少。没错，都起来说话吧。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忠心第一，第二就是少说话多做事，第三就是一切都要以我们主家的利益为先，不能做有损主家任何人的利益和人身安全，保护我们也是你们的职责。今天就不多说什么了，你们早点洗漱好就去休息，明早吃好早饭之后就要开始干活了。是。今天的菜味道不一样，不过也挺好吃的。是不太一样。不好吃吗？挺好吃的，只是跟我们平时吃的不一样。那当然啦，每个人炒菜的手法是不一样的，炒出来的菜自然口味就会有所变化。我看丁姨这菜炒得很好呀，你们喜欢就好。坐下吃饭吧。吃饭分成2桌，大圆桌就是叶寒一家人吃饭的地方，旁边的那个小圆桌就是雷大、鲁胖子、丁氏等人吃饭的地方。等吃完饭之后，彭氏收拾碗筷，叶一鸣送几个小子上私塾了。叶寒和李小七带着7人来到暖棚施肥。相公，你带着鲁胖子去村里买农家肥吧，咱们自家的估计不够了。雷大、尚鹏和雷浩回去挑肥，不知道在哪儿的话就问老夫人，剩下的就在这暖棚施肥，我教你们。好。叶寒应声，带着鲁胖子就去村里了。雷大和尚鹏、雷浩3人回应之后也快速返回家挑粪去了。丁氏和雷小雪按照李小七的吩咐，开始给每棵辣椒苗施肥。这里的都是农家肥，只要在2棵之间的空隙中挖一个洞，把肥料填下去就行。幸好来的时候，李小七叫彭氏做几个口罩，李小七画了图，还说了一遍，所以彭氏洗好碗筷也不会来的，因为要做口罩。李小七干了一会儿就受不了了，太冲鼻子了，都是农家肥的味道，怎一个臭字了得。所以李小七受不了了，就跑出去呼吸一会儿新鲜空气。丁氏耐力倒是很强，一次没出来过，雷小雪出来一次。彭氏很快做好了5个口罩，拿来后给大家戴上，自己也戴上一个。这一下就变成了李小七、丁氏、彭氏和雷小雪施肥了，这速度可快了不少。叶寒2人去村里收肥可不是自己挑回来的，叶寒现在也变聪明了，
一个铜板2担农家肥，自己挑来暖棚门口。村里人一听，这钱还不好赚，大冬天的还能有钱赚，开心死了。于是村里人立马纷纷挑了粪来，最后变成李小七一家全部施肥了，包括买来的7人。村民们挑粪，李小七被叶寒这一操作惊呆了，也惊喜了，这速度杠杠的快呀！等到午时，5个暖棚基本施好肥了。大家不要再挑粪来了，已经不需要了。叶寒呐，我这都挑来了，你就收了吧。可我这不需要了，也没地方装啊。大家挑回去，下次需要的时候再挑来吧。要不这样吧，在这儿挖个大坑，把这些肥料装下。这还要挖坑，岂不是又要耽误时间？现在可是正午了。别担心，坑不用你们自己挖，只要你们肯收了，我们自己挖。挖一个大坑咋样？这样，村民们，把这些粪挑去我小叔的那个暖棚门口，我这就去找我小叔。下午给我小叔家施肥，不过要多少就要问过我小叔了。行啊，我们在这等着。叶寒叫雷浩跑腿去了，很快叶长青就来了。小叔，下午暖棚施肥吧，我们都已经施过肥了，之前忘记告诉你一声。嗨，这有啥？我还要谢谢你们告诉我施肥的事情呢，否则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施肥。大家伙跟我来，把粪肥挑去我家暖棚门口之后，大家就先回来吃饭，吃完饭再来。我们也是要回家吃午饭的，现在都晌午了。啊，是，我们先回去吃饭，吃好饭了再来，银钱下午统一结算。好，大哥，这些什么人呢？哦，昨天韩儿和小七去县里洋行买的，买回来帮着一起做事情，否则家里事情太多，老是请人也不是个事儿啊。啊，懂了。自家大哥这是用上奴仆了，厉害了我的哥。好了，不多说了，我们要回去吃饭了。你大嫂估计现在饭菜都做好了。你说师傅咋还不回来？不知道，估计有事情耽误了吧。叶寒也有点着急了，不过知道自家师傅是个有功夫的，而且还是功夫了得之人。放心吧，师傅肯定没事，说不定现在躲在哪里喝美酒呢。师傅可稀罕你蒸的甜米酒了，之前还不好意思的向我要了2坛你蒸的甜米酒，我以为他是留着自己喝呢，没想到现在竟然不在他房间。估计走的时候带走了，肯定是找人喝酒去了。你咋知道的这么清楚啊？我之前去师傅房间，发现师傅还没有回来，2坛酒也不在以前的位置放了。原来这样，行吧，那咱们开始对练吧，已经偷懒好多天了。李小七说完，两人就开始打了起来。两人不知道的是，谢志现在还真的在府城跟朋友喝酒，被叶寒猜对了。你这酒很特别啊，能老远就让你带来让我尝尝，肯定不是普通酒吧？你说呢？全都被你喝完了，还说个啥子呀？他就刚走开1个时辰，1坛酒就没了，气死人！他自己还没喝上几口呢。哈哈，你小子倒是一点没变，还是这样的放荡不羁、爱自由、洒脱的很。怎么，就没想着回去啊？回去干啥？这次就是拜托你件事情。什么事情？大杨村我徒弟一家，你要派人守护着。我怕我突然有事走了的话，也来不及给你捎信了。我可是把他们当自家人啊，你给我看着点。那是你的家人，又不是我的家人，要我看着点有啥好处啊？少啰里吧嗦的，喝了我1坛酒，你倒是白喝的啊！哦，不对，这酒不是我的，就是我那徒弟的。你喝了他的酒，不需要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见了鬼了，入了你的套了。行吧，我答应你，但是必须再给我来1坛这样的酒，否则我可不答应。哼，早知道你是这个尿性，早给你准备好了，等下给你。这是交了个啥损友啊？2天之后，早上吃好早饭，叶寒和李小七驾上黄牛就去镇上了，目的有2个，送弟弟们上私塾，另外就是去买粉干。昨天收到信了，这不，李小七就准备早点把粉干运回来。小心点下车，赶紧进学堂里面去。知道了，嫂子。咱们走吧，媳妇儿。牛车很快就跑起来了，停在了当初那家店门口。掌柜的，粉干来了。哎呦，小娘子来了，到了，现在上秤。行啊。于是掌柜的招呼伙计搬来粉干上秤，很快就称好了。伙计现在正在搬去牛车上，李小七在付余下的钱，上次付了定金的。等全部搬完后，
李小七就上了牛车走了。小七、叶寒，你们等等。月叔，你在这儿啊？找我们有啥事儿吗？你们来镇上了，就不用我专程跑一趟了。是这样啊，上次家主不是带回来2大缸酒吗？这回捎信来说，问问你能不能专门帮着蒸酒。糯米我们买了，你算多少钱1缸卖给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帮这个忙啊？或者你们自己买糯米，我们只管要多少缸酒也行。月叔，这事儿急吗？有点急，要是可以啊，尽量快点。叶寒和李小七可不知道，当上官俊宇把2大缸酒用坛子分开装好，呈给自家皇后表姐和皇上之后，竟然还受到了皇上的召见，这可是莫大的荣耀。皇上还表扬了一番上官俊宇赞美这酒的滋味，因此上官俊宇后面可是把所有的酒都上交给皇上了，只给自家爹娘留了1坛，自己一滴没给留，因此这才着急忙慌的派人送信来。这样的话，那你们买糯米来也行吧，钱就算了，材料都你们出了，我也不需要费啥钱，帮忙蒸一下，小事一桩。那可就谢谢小七丫头了。不客气，那你早点把糯米送过来，我们先回家了。好啊。全部都放去库房里。爹，小鹿喂了吗？你娘喂了，那鹿天天要喂的，幸好吃的不多，否则又是鹿又是豹子又是牛的，粮食得要不少。爹，那你是不知道鹿角的作用。那条公路的鹿角老长了，咱们有空把鹿角割下来，能卖不少钱呢。这个倒是，所以费点粮食也还好。爹，要不咱们现在去割了鹿角？行啊，走着。主人，你家相公带着人来割鹿角了。知道了，马上来。媳妇儿，你咋来了？来看看你们割鹿角呀。李小七应完之后，又跟巴布沟通，看他愿不愿意割鹿角。主人，公鹿愿意割鹿角，但是要你去动手。这些汉子下手太重，他怕疼。我来割吧，你们这样他会难受的。你会吗？叶一鸣也疑惑地看着李小七，觉得小姑娘家家的能割鹿角。行的，你们都走开，我来帮你割鹿角。这东西你留着作用也不大，但是我能卖钱。割的时候估计会有点痛，你忍忍呗。鲁胖子等人正奇怪呢，不想公鹿竟然点了点头，旁人都在惊讶。于是李小七拿过锯刀一看，呀，这刀这么钝，能行吗？巴布，有没有快一点的割鹿角的方法？有啊，你自己意识控制鹿角，直接断就能断了，也跟割下来一样，公鹿还不会痛，压根不需要刀的。巴布一脸嫌弃地看着自家主人，这也能忘记？行，我知道你又要骂我了。李小七先安抚一下公鹿，之后趁着不备，一刀切下鹿角。其实是意念一动，鹿角跟随着锯刀的动作，快速的被锯断了。李小七的这一番操作，可把几人惊呆了。媳妇儿，你真厉害，还是你有办法，这样也行。没你说的厉害，只是我更友好一点而已。好了，大家去后院把玉米掰下来，反正也不长了，掰了玉米之后就把玉米树拔了，晒干当柴火吧。李小七吩咐一声，鲁胖子等人就去后院掰玉米了。很快，叶寒和叶一鸣也去掰玉米了。李小七则回到了新房子里面，当然鹿角也被李小七带回来了。李小七拿着速干器烘干后，就收进了库房。这时候竟然有人敲门。岳叔，我送糯米来了。岳掌柜先下了马车，后面跟着2辆牛车，一辆装的是糯米，一辆装的是酒坛和酒缸。这么快就送来了？行啊，帮忙搬去倒座房的空房间里面去。那就麻烦你了，我什么时候来运酒比较好啊？7天以后吧，初9以后你们才能搬走，否则我不能保证每坛酒是不是能出来。好，那我7天之后再来。好，岳叔别着急走，难得来一次家里，今天中午就在这儿吃饭吧，刚好我要做午饭了。这样会不会太叨扰了？这有什么的？你都很久没有尝过我的手艺了，今天中午说什么也要尝尝。岳叔来了。是啊，送糯米来。走，咱们屋里坐一会儿，娘子很快就做好饭菜的。好啊，那就叨扰了。好酒啊，这酒还是你们乔迁喜宴上喝过一次，这是第2次，好喝得很。要说这酒啊，那还真是只有我家有这酒了。回去给岳掌柜带上1小坛，晚上睡之前喝一碗热酒，别提多舒服了。这酒啊肯定是好酒，那我就先谢过老哥哥了。来，吃菜喝酒。
今天还拌了粉干呢，猪蹄拌粉干，又是新鲜吃法。岳掌柜本来是觉得粉干肯定不咋好吃的，但是看见叶一鸣这吃法，也赶紧夹了一小筷子尝尝。这一尝可不得了了，简直太好吃了。这猪蹄拌粉干是小七丫头做的吧？可不，就是小七做的。岳叔，快尝尝这香肠和腊肉，也很好吃的。香肠、腊肉。岳掌柜早就看见这2个菜了，现在有玉米已经很稀罕了。岳掌柜还喝了1碗玉米汤，但是这香肠和腊肉他没吃。见李小七招呼，虽然肚子已经饱了，还是夹了1筷子香肠吃。吃完后就震惊了，为什么这么香？肉香还带着嚼劲。这味道，岳掌柜虽然是开酒楼的，但还真是没有吃过，也没有看过这个香肠。这是香肠啊？这个炒蒜苗或者是垒头很好吃的。垒头？这个垒头也叫垒子，咱们这里都有种植的。哦，知道了，你这是新鲜吃食吧？菜谱可卖？岳叔，这菜谱可不卖，就算我卖给你菜谱，你也没有原材料呀。毕竟香肠和腊肉都是要经过加工之后制成的，你这直接有菜谱也没有用。原来如此，那你可想过卖这些原材料？若是愿意，我倒是很愿意和你们合作的。这个容我们后面考虑商量之后再给你答复吧。而且做这个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做好的，工序很复杂。行，那我等你们的答复。这个香肠啊，真的很好吃。喜欢就多吃点，来，喝酒吃肉。等到酒足饭饱之后，桌上的菜也基本吃完了。岳掌柜吃的实在太撑，有点走不动，只能先坐着跟叶一鸣闲聊。李小七去准备了2小坛酒、6根香肠和1条腊肉，还有半筐玉米，这是准备送给岳掌柜的。过了一会儿，叶一鸣才和岳掌柜一起出来。那我就不多打扰了，各位告辞。岳叔有空常来啊。是啊，一定。岳叔，这些都是你带回去尝个鲜，帮你搬车上去了。哎呦，这么多啊！都是家里有的东西，也就吃个新鲜。那我就多谢了，走了。岳叔7日之后再来。记着了。这是准备蒸酒？是啊，明天就开始蒸吧，估计要蒸好几天。蒸完酒之后我就回娘家一趟，毕竟要告诉他们暖棚里面的番茄和辣椒要施肥了。你没时间，那就叫涵儿走一趟呗，反正都一样。爹说的对，你明天去我娘家。对啊，不是说好的吗？我去告诉岳父岳母，暖棚里的辣椒番茄要施肥了。行吧，那你要小心点，在那边住吗？看情况吧，若是岳父他们忙得过来，我就早点回来；忙不过来的话，就住2天帮帮忙。算你有良心，那你看着办吧。李小七心里有点高兴，觉得自家相公果然是不错。叶寒晚上早早就睡了，2人今天都偷懒了，没去后山练武。第2天，叶寒吃好早饭就套上牛车，送完弟弟们去私塾，就去石头村。李小七吃完早饭之后就开始洗糯米蒸酒了。这次有雷小雪一起帮忙，速度倒是快点。等2个大锅都蒸上酒之后，李小七轻松多了。大少夫人，这蒸酒还有这么多讲究呢？当然有，蒸酒的讲究就如泡茶的讲究一样，每一步都关系到酒和茶的品质，马虎不得。李小七简单说了一下之后就不再说了，毕竟还有事情要忙，去看彭氏做的帽子了。你倒是来得巧，我们正在看刚做好的帽子呢，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那种？真的啊？那还来得真是时候。我看看，这帽子还真好看，这是给我的。这颜色就适合你了，根据你意思做的，第一顶可不就是你的？我很喜欢。娘，你们也得这样做，只不过材料的颜色换一下就行。爹他们的只要宽檐就行，不要垂布，做得好看点就行。他们的帽子倒是好做，你丁姨可是看到过的。男子的帽子可比女子的简单多了，只是多费几张毛皮而已。其实咱们老百姓哪有戴帽子的？我看到的都是官宦人家、富家子弟才有人戴这种帽子，老百姓能穿暖衣就不错了。娘，戴着帽子不代表身份，只是为了自身保暖。还是大少夫人有见识。要说咱们女子本来就地位低下，能有少夫人这般见识的可真不多。她呀，就是鬼点子多。不耽误你们做事了，我还要回伙房蒸酒呢。帽子我带走了。这丫头来去倒是快，还差点火候。小雪，烧大火1个钟之后转小火。好的，大少夫人。
等糯米全部蒸熟之后，李小七就按之前蒸酒的方式操作。就这样，2天后，叶寒回到了大杨村，李小七的酒也全部蒸好了。相公，你去旧房子后院摘一些葱来，今天中午包饺子吃。哎，知道了，马上去。李小七看到饺子，就想到现代的客家肉丸子，很想吃。不过还是等下次吧。李小七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连有人进来了都不知道。傻丫头，在这发呆呢？干啥了？啊，师傅，你回来了？离开好几天了，可不就得回来了？叶寒呢？去拔葱了，中午吃饺子。嘿，那我还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啊！哎，对了，你那个酒家里还有吗？送我几坛，我有用。没问题。那就赶紧整点吃的吧，我可是赶了一路，饿得慌。哎，好嘞。李小七感觉自家师傅这次回来变化很大呀，以前总是少年老成的样子，做什么事都会多想想，现在吧，感觉更开朗了，更会开玩笑了。大嫂、大哥，你们这是去哪儿了？哦，我们去后山练武去了，这不刚回来。嫂子，你也去练武了？当然，否则天天跟你大哥对战的人是谁啊？嘿嘿，我觉得你很厉害，我也要像嫂子一样。会的，你会比嫂子更优秀。咱们快进去吧。吃饭啦，就等你们啦。刚好肚子饿了。哇，这个是垒头，咱家的不是还小吗？能吃了吗？这垒头可不是我们自己家的，是你小婶儿家，她家也种植了，不过种植的不多，但是伺弄的好，这不比我们的都还大呢。下午送来一些，晚上就给全部炒了，赶紧吃吧。太好吃了，还真的挺好吃啊，这口味又不一样了。就这样吃，我能吃3大碗饭。没错，我也能。我也能。吃这么多，小心成饭桶了。那大哥，你也是饭桶，你不也要吃3碗饭？你果然是我的亲弟弟。每次吃饭啊，都是一场愉快的盛宴。来，吃香肠，这个很好吃。好啊，大家一起吃。说来还是自家徒弟家的饭菜合他胃口，清淡的和香辣的都有，而隔壁桌的鲁胖子等人只有吃饭的声音，没有说话的声音。爹娘，之前岳掌柜说的做香肠和腊肉的合作事宜，你们有啥看法吗？这个具体要怎么做，我们也不太清楚。要不你跟叶寒商量，你们决定就行。要做什么叫上我们就好了。你们咋说？我觉得可行，咱们在这里专门做一个厂房，就用来生产香肠和腊肉的。至于工人，咱们家那么多人呢，忙不过来的时候，就在村里请几个老实的也行。你们说呢？那还要建厂？建厂是？建厂的意思其实就是弄一个专门的作坊来生产香肠和腊肉。我看行，生意好我们可以加大投入，生意不好咱们就停工，也未尝不可。我也觉得行得通，师傅，你觉得呢？我觉得要做就做好，这个成本不大，只要多收一些猪肉就行。原材料先准备好，如果人手不够，那就多买几个人也行。不过这香肠和腊肉的做法要保密，不要透露了。我还有事情，先走一步了，你们商量。行，师傅，你晚上回来吗？不一定，看情况，不用给我留门。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我觉得师傅说的对，人手不够就去买或者雇佣，关键还是猪，咱们要把原材料先掌握了，做法肯定要保密的。肠衣咱们自己事先准备好，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开始收小肠了。啊，媳妇儿，你说的很对，但既然是合作，也可以让岳叔一起收猪和收小肠。这事情咱们明天去跟岳叔谈一下吧。行，那就这么办。那明早你们去镇上的时候，顺便送你弟弟上私塾去。知道了，爹。秦卫楼，岳叔你在啊？哟，你们来了，来的倒是巧。怎么个巧法？东家来了，你们是来谈合作的事情了吧？刚好跟东家谈，岂不是来的正巧？那还真是巧了，谢谢岳叔。几人上了楼，来到上官俊宇的房间门口。谁？东家，叶寒和他小娘子来了，谈合作的事情。进来吧。这次上官俊宇就是因为香肠和腊肉的事情才来的。自收到岳掌柜捎来的香肠和腊肉，上官俊宇不仅觉得好吃，而是觉得商机来了，于是快马加鞭赶来。坐。谢谢上官公子。咱们都这么熟悉了，直接开门见山吧。我也是这么觉得的。那我就把我计划说一下吧。这个香肠和腊肉我们负责做，但是原材料我们不一定能够收齐那么多。若是可以的话，希望在收猪这一块能够协助一下。可以，这个没问题。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收猪运过来。
做好之后你们派车来运走就行。销售这一块你们负责，除去所有的成本，赚的利润咱们5分，怎么样？你想的倒是周到，不过我觉得应该4、6分，你4我6，毕竟收猪我也参与了，但是销售这一块你没有参与。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啊，虽然销售商我没有参与，但是这香肠和腊肉只有我有这秘方，再加上制作过程当中诸多事项都需要保密，操作起来还真是挺麻烦的，所以我觉得5分最合适。行吧，就按照你的意思5分，不过我有个条件。请说。你这秘方后期能不能与我们共享啊？果然是无奸不商啊，看吧，表面这么帅气，这么富裕的人竟然还学会讨价还价了，一点都不吃亏。你说的后期是？就是1年之后，咱们的协议不变，到时候秘方可以让我们知道，毕竟我的生意遍布全国，不可能遥远的地方也从这里运输去，那样成本太高。到时候若是我这边培养几个懂秘方的人，在当地进行制作生产，做起来方便不说，而且还节约了成本。当然，我这样赚的钱还是5分，你说呢？可以，而且我建议，若是以后生意好，咱们可以开连锁店铺，到时候我们统一安排。连锁店铺？对，我们可以从这里培养经营人才，在别的地方开分店，这样的话既保证了咱们的秘方不会泄露，又保证了经营的范畴。我还是不理解这个连锁店铺。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自己培养懂经营的人，也就是掌柜的，还有制作的人，分配到各个地方去经营店铺，卖这个香肠腊肉，这样就可以有效保证秘方的安全，又能赚钱。而且咱们可以设置会员制度，满多少金额就可以成为会员，会员可以享受优先购买权和折扣。以后我们还可以增加品种，多品种销售，产品也丰富一些。原来你还懂经商之道，你这方法倒是奇特。那就这样说好了，到时候这一块你要跟着一起处理才行。小看这位小娘子了，这些话说的还真新奇。上官俊宇很感兴趣，也很期待后面的合作。当然可以。那行，咱们签下协议吧。是，少爷，我这就去准备。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上官俊宇仔细品味这句话之后笑了，觉得这小娘子还真特别。李小七也笑了，叶寒也笑了，只不过是尴尬的笑。虽然很开心生意谈成了，但是叶寒一点不高兴，自家媳妇儿又要抛头露面了，而且刚才对着上官公子竟然笑得那么开心。没什么其他事的话，我们就先回去了。我们回去之后先建作坊，你们这边收猪来吧，我们这边也会派人去收猪的。好，有任何困难随时来找我或者岳掌柜。一定。李小七回应完了之后，就和叶寒两人回去了。叶寒怀里揣着契约，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就谈成了？还是自家娘子厉害？还是5分的利润？等到了家，已经是5时出了。媳妇儿，你先进去吧，怪冷的。好。你们回来了，谈的怎么样了？谈成了，爹，准备先买个地方建立作坊吧。咱们先想一下在哪里建作坊比较好。你们觉得前面那块地怎么样？爹，这块地是公家的。怎么说呢？算公家的吧，只不过属于咱们房子的下方，也算门前。到时候多少总会少算一点。还有就是我考虑到这作坊最好建立在自家门前，经常看得到的地方才行。若是这里不合适，那就去暖棚那里建。你们怎么说？我也觉得在自家门口方便一些，而且若是真的建立在自家门口这里，那干脆把这一片地全买下吧，刚好也把路基修一修，拓宽一些，这样过马车和牛车都方便，咱们自家通行也方便不少。现在的路一下雨就比较泥泞，很容易打滑。相公说的很对，我也是这样想的。那作坊就建在旧房子的下方那儿，我们把这一片地全部买下来吧。李小七说完走出院子，叶一鸣和叶寒两人跟着出了院子，来到旧房子下方查看。这里大概有个2、3亩左右的地方，到时候估计要请人来把地移平一下。我觉得咱们先在那一块地方建个简单的作坊先做，不能耽误生产进度，后期可以请人来清理出这些地方也是一样的。也行，两边同时着手，毕竟买回来的猪也要养殖不是，还要建几个猪圈。那就这样说定了。爹，相公，你们俩现在就去找村长把这块地买下来。行啊，我先去拿银子。媳妇儿，明天我们开始去收猪。等作坊快建好的时候再去收猪吧。不过到时候你和小叔家的人一起去吧，咱们干这么大的事情反正也要请人，干脆就请小叔他们帮我们收猪，你先带他们，等后面熟悉之后你就可以解放出来做其他的了。行，还是媳妇儿你想的周到。很快叶一鸣就出来了，叶寒跟着自家爹去村长家了，李小七则回了卧房。
伙房里丁氏和雷小雪在忙，等到吃饭的时候，李小七才出来。刚好叶寒两父子也回来了。先吃饭吧，饭桌上说。已经买下来了，下午我去请人，还请当初的10人吧，咱们自己建就行吧，不需要请泥瓦匠。爹，我建议还是建青砖房，不要泥坯房。这样的话可就要多花几天时间了。其实也不会多花很多时间，你打泥坯还要晒干，就要等几天呢。其实建青砖房速度还更快，只不过银钱上要多花一些。但这房间建起来以后可以用很多年，我觉得还是青砖房更好。我觉得一半建青瓦房，一半建泥坯房，作坊就是青砖的，养猪的猪圈就是泥坯的，怎么样？可以，我也赞同。那我下午就去请人，把另一边清理出来之后改猪圈。那我就去请泥瓦匠预定砖瓦，若是能下午就运回来一些倒是好了。瞧你们一个个的都准备干大事了，我们干啥呀？我来安排吧。上鹏呢，跟我去请泥瓦匠并运砖瓦回来，咱们每人赶一辆牛车。爹去请人，娘和媳妇儿你们自便，其他的人就去场地那边清理掉那些杂草和石块，把路基填平。是。瞧这小子倒是安排的有模有样的。行，听你的。李小七也觉得自家相公变化很大，都能当指挥了。吃好了就动身吧，走吧。上鹏，走，套牛车去。爹，钱小叔他们收猪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包在我身上。雷大、鲁胖子，下午清理出来的黄泥巴留着，明天要用。是啊，老爷。李小七也没闲着，他在查看家里的木头，发现家里的木头没多少了，于是出门找雷大去了。雷大、雷浩和鲁胖子跟我走，其他人继续留在这儿清理。小七，这是去哪儿啊？娘，家里的木头没有多少了，我们去砍木头回来，明天就不用去砍了，回来之后再来一起清理杂草。原来这样。那行，你们小心点儿，不要去太远的山。我们就去后山，很快回来。之后李小七带上家伙就上山了。雷大等人都是有力气的，因此砍树倒是快得很。就这样过了3天，叶寒家的作坊建好了，猪圈今天也能建好。作坊这边建了9个屋子，其中一个是专门用来杀猪的房间，其余的地方全部围起来做成了院子。大少夫人，猪圈这边建了6个，够不？应该够吧，一个房间还挺大的，不过到时候再加，反正那边的空地还有很多。现在完工了，大家先去吃饭吧，我就是来叫大家回去吃饭的。哎，那我跟大伙说一声，大家伙做完手里的活，收尾做好，咱们就回去吃饭了。知道了。下午就李小七负责看着猪圈的建设工作，现在都已经有时钟了，等大家收尾后准备回去了。这时候叶寒几人赶着牛车回来了，3辆牛车，每辆牛车上都装了2头猪。把猪赶到第一个建好的猪圈那儿去。大少夫人，第一个猪圈估计还不能用了，估计还要晒2天。没事儿，会干的，赶紧去吧。是，大少夫人。之后自己也进猪圈看了一下，然后一时一开，墙面立马干了，大家还看不出来，因为都是连接处有点湿的。于是大家听令，把买来的大肥猪全部关在了第一个建好的猪圈，并命名1号猪圈。等把猪全部赶进猪圈后，锁上门，大家就回去吃饭了。第2天吃过早饭后，大家就开始做事了。先放下吧。都走开一点吧。叶一鸣准备用杀猪刀来杀猪了，但是猪还是活的，这样不好下手。挂上钩子后还在拼命扑腾，还有那惨叫声，估计也知道自己要被杀死，所以死前的挣扎特别卖力，弄得庄子都摇晃起来了。先把猪打晕啊！不想李小七的话刚说完，就见那头大肥猪晃荡的把桩子砸下来了，猪也掉下来了，而且钩子还把猪的肉多划拉了几下，这下受伤更多。李小七赶紧拿过一旁的一个大木棍子，走上前一棍打下去，猪晕了，也不再扑腾了。杀之前先把他打晕了，否则还没被杀死就被你们给吓死了。大家都不好意思了，这上山猎杀野猪叶寒干过，但是杀家猪这样的杀法还是第一次。行吧，还是自己先示范一下。你们2个把桩子扶起来。是，大少夫人。把猪挂上去。爹，把刀给我。李小七拿到刀之后，把事先准备的盆搬到猪的下方，这盆里有放了盐的水，不多。
等我杀了之后，相公你用筷子边搅拌着猪血。好嘞。李小七拿着刀，立马一刀杀进了猪的喉咙处，因为要捅破它的血管，那样血才能尽量多的流出来。李小七看见出血后，就用力往下一划了，割开了一道大口子。你们可看清楚了，以后杀猪就这样杀，先敲晕，之后一刀捅进去，出血之后往下划了一刀，再拔出来。李小七说完，侧了个身就拔刀了，血立马喷射而出，幸好喷的不是很远，全部留在盆里。叶寒看血流的差不多，就开始用筷子搅拌。原来是这样操作的，倒是不难。之前是第一次这样尝试杀猪，还真是失误了。我也学会了，大少夫人还真是女强人，巾帼不让须眉啊。媳妇儿，我也学会了。那行吧，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我去做其他准备。你这边的肉赶紧处理出来。李小七很快就去另一个房间了，这里面也有2个大木板桌子，就是用来灌香肠的。李小七看了一下，下午接小叔子的时候要多买一些漏斗回来了，家里的桶和大盆也不够，自己做来不及的话，只能先买上一些了。还有佐料，李小七把佐料和肠衣全部放在另一个房间，统一由彭氏和他保管这个屋子，因为要经常上锁，材料基本都在这个房间。娘，你这是？我也准备去灌香肠啊。哦，你要不要叫上小沈来，3公钱的那种？啊，你不问我也打算问你呢。就是小曼和你小婶儿，我也想请来一起帮忙，当然是算工钱的，但是这工钱按怎么算，你要先定下来，后面我们好统一一下。就按照他们去给人做工的钱算吧，只是一把子力气就行，要不一天定10文钱？差不多，之前咱们请的帮工一天才15到18文呢，这样妇人10文，小姑娘就8文。行，那就按照这个来吧。2人商量好了之后，彭氏就去找叶饶氏了，李小七则拿着盆去了作坊。李小七刚到作坊，上棚就用木桶把肉装来了。这些肉把皮去了，然后剁碎。是，大少夫人。雷浩和丁氏，你们2个也去剁肉，因为这个要剁碎之后才能用。是，大少夫人。彭氏很快就回来了，众人做事有条不紊，手速又快，很快就剁好了2盆肉。派几个人先来灌香肠，上棚和雷浩剁肉吧，其他人过来灌香肠。李小七先示范了一遍，大家跟着学，彭氏也在教。很快大家就知道怎么做了。你们2人一组开始灌，可以自己组队。李小七等大家都在灌香肠了，看了下天色，估计午时了，跟彭氏招呼一声就去做饭了。等李小七做好午饭来喊吃饭的时候，彭氏等人灌的香肠已经挂了很多在竹竿上了。大家先收工吧，吃好饭再来做事。这么快吗？中午我弄的刀削面，没做饭。也行，那咱们回去先吃点热乎的，吃完再来。等大家吃好后，丁氏和雷小雪收拾碗筷，其余人又去作坊忙活了。李小七则回了房间，拿出笔墨和宣纸，他要写好作坊的规矩，还有上班下班时间。最重要的是，在作坊里面做事的人，每人都要签下保密协议，所以还要设计保密契约。李小七忙活完这些以后，再去作坊已经是4时了。哎，你手里拿的啥啊？这些是告示，就算做咱们作坊的做事原则吧。大家先停一下手。咱们作坊刚成立，许多事情也是边做边完善。这张作坊做事准则的内容我会贴在咱们这作坊的墙上，大家可以看看。当然，等一下我会给大家念一遍的，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以后还会招人，因为我们这儿人手还不够，只要在作坊做事的人都要按照准则上面的做。还有就是每个人都要签下一份保密契约，大家可以接受吗？大少夫人，你这保密契约可是针对这个香肠的做法保密。是的，不止香肠，还有腊肉，还有以后会增加的所有品种。在这作坊怎么做事的，有哪些用具工具，怎样的一个过程，一个字都不能泄露。做得到的就签下契约，做不到的可以不用签。不过我这作坊也不能留。这有啥？我签。本来就是对主家要忠心的，这点都做不到，还谈何忠心？我签。丁氏等人跟着点头。我们也去签吧。谢谢小沈的理解，不会写字的可以按个手印，我都准备了。这样忙活了5天。4时中，岳掌柜来了大杨村，而且还是运来了5车猪来。岳叔，你来了。哎，上官公子也来了。是啊，快来看看，参观一下你的作坊。走吧，去作坊。雷大，你去安排把猪赶进猪圈，并且做好记录。是啊，大少夫人。
没想到你这速度倒是快呀，我还以为作坊刚建好呢。哪能啊，这都已经生产很多天了，刚好你们来了，今天就把香肠运走吧，已经有不少了。行啊，等下叫他们整好牛车就装上。这就是灌香肠？这就是在操作灌香肠，这样灌好的香肠就可以晒了，晒好之后就是干香肠。原来这样啊，看着也挺简单的呀。这猪肉就这样剁碎就成？当然，另一边有一个屠宰房，专门杀猪的。走，我们去看看。叶寒这时正好在杀一头猪，当杀猪刀捅进猪的喉管时，李小七带着上官俊宇和岳掌柜刚好就看到这一幕。没想到啊，叶寒小侄倒是英勇。这就是屠宰房？是。上官俊宇环视一周，房间内部很简单也很简陋，但比较干净，估计地上每天都有打扫。只是一旁一盆盆的猪血是怎么回事？那边是猪血？是的，那个就是猪血，也叫毛血旺，非常好吃的。这个好吃？好吃的，尤其是吃火锅的时候特别好吃。火锅？就是一种吃法，你们酒楼没有吗？没有，这名字还是第一次听说。原来是这样啊。火锅在冬天可是很盛行的，吃着暖和不说，还特别好吃。不知道小娘子有时间可否为我们准备一次火锅？这有何难，中午就给你们准备吧，今天中午就在这儿吃饭。对啊，我都好久没吃了，别说，还挺馋的。那我们可是有口福了。不嫌弃就好。咱们先去上面坐坐。咱们随便看看吧。你家的果园和暖棚，我们能去看看吗？可以啊，走吧，我带你们去。先去看暖棚吧。叶寒说完就跟李小七交代了一番，之后就带着两人去看暖棚了。媳妇儿，我们回来了。好，叫大家回来吃饭了。好。这就是火锅？是啊，不过这个是比较简陋的火锅，条件有限，你们将就一下。若是在酒楼可是要用专门的鸳鸯锅的，你们拿上筷子边吃吧。这个不知道咋吃啊，生的肉，生的菜，咋吃啊？岳叔，吃火锅就是要生的才能涮火锅吃啊，看我怎么操作的。李小七说完之后，拿起一双筷子，夹了一片生菜放到锅里面去，涮两下之后就塞进嘴巴。肉也是这样涮几下，感觉熟了就可以吃了。李小七说完，一时两人跟着学。这味道还真特别，好吃，肉特别嫩。哇，这味道很好啊，辣辣的，香香的，还有点麻，很好吃啊。下吃，大家都坐下围着锅吃，2个锅都是一样的，麻辣味的。还真好吃，特别香。这个毛血旺这样吃特别过瘾，又嫩又辣，味道很独特。辣辣的，麻麻的，肉还嫩嫩的。是啊，很好吃的，大家快吃。这里还有粉干，大家没吃饱的可以吃粉干哈。看来咱们酒楼也应该有这种火锅，吃着甚好。之前还有点冷，现在就热乎了。是啊，所以小西丫头，你这火锅生意可否让我们酒楼做呀？这个倒是不难，难就难在火锅底料的配置，这个可是秘方。所以说做生意还是小七丫头在行。这个咱们可以合作，怎么样？那好说。有什么条件尽管提。现在咱们吃火锅，生意的事儿咱们下次有空的时候来秦卫楼找你们，怎么样？行，那就这样说定了。小七丫头，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来秦卫楼，咱们约个时间来谈这个合作的事情，怎么样啊？这样吧，3天之后，等我这作坊再招一批人的之后，我才能够空出时间来弄火锅的事情。这个火锅的锅咱们要去定做的，到时候我会画好图样。要不后天上午，因为我还赶着回府城。行吧，那就这样说定了。那我们就等你们，现在就不多打扰了，我们也要回去了。谢谢你们的款待。不用客气，上官公子有空可以常来，一定叨扰。上官俊宇朝着叶一鸣、叶寒等人拱手告辞之后就走了。现在都已经未时钟了，于是大家伙都去作坊那里做事了。李小七则在家里准备把火锅的样式画出来。等李小七画完火锅样式，写好有哪些肉类、菜类适合烫火锅吃之后，就去作坊了。叶一鸣这时候则是赶着牛车去镇上私塾接叶凯等人了。蛮牛则被叶长青赶去收猪了，不过收猪到今天就可以暂停了。李小七看了猪圈之后才发现6个猪圈全满了，收回来也没地方关，所以先把这些杀了再说。天爷，你和小雪回去做饭吧，时候差不多了。是，大少夫人。这时候叶寒和尚鹏抬来一大盆的猪肉，全是刚杀的。相公，
五花肉流出来了吗？啊，按你的意思留着。叶寒知道李小七这是想着做一些腊肉了，反正一天杀那么多头猪，五花肉可不少，留出几头猪的五花肉做腊肉也挺好。那个屠宰房旁边的房间加上一个砧板架子吧，放一个砧板在那儿，把五花肉专门放在里面吧。啊，我知道了。叶寒知道自家媳妇儿的意思了，就是香肠和腊肉分开做，等到吃饭的时候大家才回去吃饭。咱们两个先把这些弄好吧。行，刚好速干器拿来了，你去烘干吧，我来切五花肉。好的。李小七点点头，就去拿了速干器烘干香肠了。幸好这速干器是神物似的，尽管用，否则还真不行。光是晒干这些香肠就麻烦得很。叶寒先去关了院门，然后去切五花肉，把一整块的五花肉切条。就这样，两人在这里2刻钟之后就全部搞定了。还有饭没啊？饿死了。师傅。师傅，你这是咋了？被狗粘了？少废话，先给我整点吃的，我还要喝点酒。哎，我马上去准备，你去前厅等等。饭菜都被他和叶寒吃完了，所以饭菜是没了，但是有粉干呀。于是李小七吩咐雷小雪烧火，把水烧开后放粉干下去煮。反正要烧火，李小七干脆把今天洗好的所有剩下的猪下水全部做成卤煮了。李小七不过1刻钟就端了一海碗热气腾腾的粉干去前厅了。师傅，你先吃着，还有我等下端来。好，谢了小七丫头。不用客气，应该的。师傅你快吃吧，这粉干挺好吃的，还有香肠和肉呢。你先慢慢吃。相公，你帮师傅来伙房端粉干，我在做卤煮呢。哎，马上来。师傅你先吃着，我去端来。好了，不用烧火了，就这样让他熬到明天早上吧，那样更入味。是，大少夫人。之后李小七就去找谢志，毕竟谢志一身狼狈的回来，他可是看见的，不问清楚估计晚上都别想睡觉了。餐厅已经没有人在了，连叶寒他也没找到，所以他猜2人估计在一块儿。谁呀？是我，师傅。相公在你这儿吗？在，进来吧。你们这是脸红了？他们在干啥呀？说啥呢？没干啥，你找我还是找你相公？你还能开玩笑，说明没有出啥大问题。说吧，怎么回事？媳妇儿，边关告急，那些突厥兵竟然在边境烧杀抢掠，边境百姓民不聊生。师傅是去找朋友商量事情去了，回来的时候赶时间，就没吃饭也没有休息，所以就那样了。这话只有叶寒这个傻子信吧，反正李小七不信。不说实话？哼，这就是实话呀。谢志看了一眼2人，头痛，他就知道是这样。他刚才想阻止叶寒说下去的，可惜自己徒弟没看他的脸色，被他媳妇儿迷住了，只看他媳妇儿，真是气杀人也。编，继续编啊！李小七就是不相信，因为他看见谢志的膝盖处蹭了泥，鞋子还湿了一点，肯定有事。媳妇儿，你闭嘴，这话也就你信，傻憨头子。叶寒被自家媳妇儿凶了一句，反思一下，感觉自己真的被师傅忽悠了。要不是为了怀里的，不能让媳妇儿知道，他也不至于被师傅瞎忽悠的了。师傅，快说！叶寒一脸以不可饶恕的表情看着谢志，师傅竟然骗他。行吧，既然都被你们发现了，我也只能说了。回来的时候遇刺了，不过幸好没事，那些人都被我收拾了。遇刺？那你有没有受伤啊？你之前咋不说？到底怎么回事？哎，这些都是朝堂之事，你们不是朝堂之人，我也不想你们陷入其中，所以本想瞒着你们的，没想到竟然被小七丫头看出了端倪。这事啊，说来话长，我就长话短说。谢志把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原来谢志回来遇刺是被二皇子派的人乔装打扮之后来暗杀谢志的，目的就是除掉谢志，以免谢志有机会出征去收服突厥兵。简单来讲，就是二皇子勾结外敌，打算陷害忠良，除去谢志。师傅，那你现在的处境可是很危险的了。是啊，不过我也不是吃素的，我也有帮手，想要我的命可没那么容易。师傅，上次若不是我和相公救你，你可就死翘翘了。别说那么多大话，保命要紧，想想办法吧。哼，你这丫头，目前没什么办法。我现在不在朝堂，因为之前被刺杀的事情，我已经很久没回京城了。本来不打算参与朝堂之事，在这里平凡的度过余生就好。不想，唉。为什么不把二皇子的罪行揭露出来啊？最起码皇上知道，他就不会这么放肆了。还有，你可是得罪过二皇子。你说的没错，我曾经因为朝堂之事得罪过二皇子一次，他直到现在一直耿耿于怀，
还有就是揭露二皇子罪行谈何容易啊！奏章还没到皇上的桌案就被撤了，现在二皇子的爪牙遍布朝堂了，估计不久的将来有一番腥风血雨的内斗啊！别提还有外敌，不知道太平盛世还能维持多久。原来朝廷已经这样了，那咱们老百姓可就要遭殃了呀！倒是没有你想象的这么不堪一击，暂时也波及不到百姓。现在很多矛盾还没有浮出水面，朝廷目前表面上看似维持着和平安静，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变了。所以说珍惜当下呀。师父，你有空就多跟我们说说朝堂之事吧。虽然我们不需要参与，但是多懂一些总是有好处的。好，还有就是你们的武功不能落下了，而且多学一些武功，以后也能有一份保命的机会。我们知道了，所以作坊的事情还是要多请人才行，把我们自己解放出来做其他事情。这些事情你们自己商量，我不管这些，我只管你们的武功。若是不按照我的要求来，你们就会被罚。知道了，师父。今天就不去后山了，你们自己回房打坐，明天准时来后山。两人回到房间之后就开始打坐，还研究了自己的招式，之后还商量了一下作坊的事情。第二天天不亮，两人就来到了后山。开始打坐吧，别浪费时间了。是，师父。吃好早饭之后，家里的人全部去作坊做事了。今天叶凯四人休沐，不用上私塾，所以四人也在灌香肠。爹，今天让相公去镇上收长衣吧，我去县里刚好买几个人回来。咱们家人手确实不够，顾上了作坊，暖棚那边就要疏忽了。还有就是跟村长说一声吧，咱们作坊要招人，就在咱们村招，符合条件的人才能要，条件我都写在这纸上了，你把这招工条件给村长吧。然后下午你们先面试第一次，上午先去宣传，明天我再面试第二次。行啊，我看看先。你这是准备去县里？我和相公一起出发，我去县里，相公去收猪下水。行，我知道了。媳妇儿，不过你一个人去县里，我也不放心啊。没事儿，我带蛮牛去。行吧，那你们两个现在就上路吧。你早点去县里，买好了就早点回来，别太晚了，不安全。知道了，爹。记得多买一些棉被和被套之类的回来，买回来的人也要安排房间住的。好，知道了。李小七到了县里后，不是先去牙行，而是先去逛集市。李小七有目的的逛，问清楚了路之后，就来到了卖猪肉卖菜的地方。你这猪肉怎么卖啊？猪肉19文一斤，看肥膘的很。好贵啊。这种比较瘦的就便宜点，只要16文一斤。还是好贵。那都这个价钱，没有更便宜的了。那个猪下水怎么卖啊？这个便宜，猪下水是最便宜的东西，一整副猪下水只要5文钱。不过这东西啊，它不好吃，几乎没人爱吃这个。小娘子还是多花点钱买肉吧。这个我就爱吃猪下水，我要买。你这有几副猪下水啊？我这只有2副，你要很多？对，有多少要多少。不过我不要全部，只要小肠和大肠，你看成吗？哎呀，本来就不值钱的，你还只买这2个，那不好卖的。这样，我只买小肠和大肠，你帮我弄干净一点，我算3文钱一副给你。你这有2副，我就给你6文钱，你看这样成吗？行啊。不过你看一下能不能帮我多收一些小肠和大肠，我给你一副3文钱，你可以给别的屠夫2文钱，你中间赚1文钱的差价。你看你愿不愿意帮我多收一些？我回去的时候再来找你拿。这有啥不好的？这事儿包我身上。不过你得付点定金。行，我给你20文定金，你尽量帮我多收一些，越多越好。行，你定金都给了，我肯定把这事儿办得漂亮。你大概什么时候来拿？未时左右吧。好，那你可一定要来啊。很快李小七就赶着蛮牛来到了牙行。小娘子来了，这次来可还是满人？老实本分，能做工的，能种田的都叫出来吧。小娘子稍等片刻。人牙子很快就走了，李小七无聊的就在周围看看，不想人很快就来了。小娘子你看，人都在这儿了，有满意的跟我说一下。李小七从头走到尾，边看边问，最后选定了2户拖家带口的，还有几个老实本分的庄稼汉。就这些吧。夫人，求你帮我买了吧，求你了。这么不听话，你想找打不成？给我站回去！男孩吓得身体不断颤抖，但还是依然不肯站回去。夫人，求你了，你就发善心买我回去吧，我什么活都能干，我愿意一生为奴为仆，效忠您。
只要你把我和妹妹买回去，求你了。住手！干嘛随便打人？小娘子有所不知，这男孩名叫太中，有个妹妹生病了，而且病了很久了，估计也活不了几天了。之前还花费了不少汤药钱，结果一点没见好，我们牙行都准备放弃了。你是老主顾了，我不能昧着良心蒙你不是，所以对待不听话的奴才，我只能动手了。即使这样，你们也不应该进行体罚的，以后还是少动行吧。听您的。你为什么要我买下你还有你妹妹？我看夫人仁慈，我们都还是小孩子，你挑的那些人基本是要做活的，我也能做活，我愿意做2人份的工，吃1人份的饭，只要求夫人把我妹妹买回去。之前好多人来看，只愿意买秦钟一人，不肯买他妹妹，秦钟也是没法子了。让我看看你妹妹。好的，小娘子，我现在就叫人抬她出来，不过这人病好久了，小心过了病期。去吧。很快人牙子就带着秦钟的妹妹来了。小娘子，这就是那个小姑娘了。这2人我都买了，赶紧算账吧。总共是120两银子。100两，行的话我立马就付钱。行，稍等片刻。人牙子把这些人的卖身契找出来之后，李小七付了钱，就带着这些人走了。李小七等大家都坐上马车之后，就带着众人去了医馆。大夫，快救救他！把人放到这里，已经这般严重了，再晚来半刻钟，神仙也难救。大夫说完，对着小姑娘用一根银针刺了一下风池穴，之后写出药方，吩咐医馆的伙计立马去接药。大夫，我妹妹现在怎么样？明晚之前只要退烧，问题就不大；若是没退，问题就大了，我也就无能为力了。大夫，这样的话，这小姑娘能坐牛车吗？最好不要。现在天气本来就冷，若是再次着凉，那就是华佗在世也难救。行吧，那能让这小姑娘住在医馆吗？这样有情况的话也好随时诊治。这个倒是可以，不过诊金要贵一些。行，秦钟，你就在这照顾你妹妹，我带他们去找个客栈，咱们在这儿留宿一晚，明天回去。是夫人。李小七带着剩余的人去找了一个最便宜的客栈，租了6个房间给他们住一宿，都是1间房2张床的，有孩子的人家就挤一挤了。李小七跟大家交代了事情之后，就下了楼。掌柜的，等下我开的6个房间的饭菜，直接帮我端去房间给他们吃，晚上的也是。然后现在先打一些热水上去给他们洗漱一番吧。好嘞，马上准备着。之后李小七结了账就出去了。现在已经午时了，李小七赶紧去了集市，找到了那个屠夫。哎呦，小娘子，你来了呀！我还怕你不来了呢。有些事情耽误了，收了多少啊？收的可多了，一共收了23副，69文钱。好，帮我装起来吧，给你70文，不用找了。另外，明天能不能也帮我收？我明天才走，也按照这个价钱，你看成不？成啊，包在我身上。之前的20文就当做是明天的定金了。好，那可说好了，明天我4时左右来拿。好，没问题。李小七回到客栈后，借用了客栈的一些东西，就开始在后厨那边清洗猪下水了。说是借用，其实还是付了一点钱的，否则可没那么容易借。等李小七全部洗好之后，装进一个背篓里面，放去客栈了。跟里面的人打了声招呼，李小七就走了。现在情况怎么样？喝了药之后退了一点，但还是发烧。我带了一坛烧酒，你出去吧，接下来的让我来。李小七意识秦钟出去，秦钟犹豫。你不出去也行，等下可别害羞哈。李小七拍开酒坛泥封，把酒倒在了一个干净的碗里。当李小七给小姑娘解开衣裳的时候，这还要解开衣裳？当然了，我要给她腋窝和身上抹上白酒，这样才能够退烧退得快啊。那我先出去吧。你先去给自己擦点药吧，鞭子抽在身上可不轻，擦完再用个盆打点水来，我给她抹好白酒之后，给她脚泡一泡，那样退烧退得快。李小七拿过秦钟之前用来擦拭额头的毛巾，沾上酒，给小姑娘全身擦拭一遍，尤其是腋下和有骨沟的地方。等李小七弄完这些之后，秦钟端来了热水。我来吧，你过去扶着她一点，我把她脚弄出来泡一会儿。1刻钟之后，李小七帮小姑娘擦拭好了脚后，就放回被窝里面。李小七拿过另一个干净的碗，装了1碗灵泉水喂小姑娘喝下。这下李小七放心多了。李小七看了一圈，暂时没什么要弄的了。夫人，你是不是饿了？我午饭还没吃呢。那你现在赶紧去吃点，我不知道你没吃呢。
啊，那你看着点儿，有什么事情随时找大夫。李小七交代完了后，就出了医馆，随便找了个面馆吃了起来，先填饱肚子再说。秦钟，你妹妹怎么样？夫人，你来了，我妹妹的烧昨晚下半夜就退了。啊，那就好。问过大夫了没？问过了，大夫早上把了脉，说退了烧，连续喝3副药就可以了。啊，你们吃早饭了吗？刚吃过了。那就收拾一下，咱们赶紧上路吧。不过秦钟，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我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人家的夫人，我只是一个老百姓，而且还是一个种田的老百姓。你可愿意跟我回去？现在你妹妹的病治好了，你还有反悔的机会。若是回去之后，不管以后怎么样，你都必须忠心于我。夫人，你放心，我不会反悔的。你救了我妹妹，就等同于救了我，你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跟妹妹都愿意跟随夫人左右，效犬马之劳。起来吧，记住你说过的话。那就先回去收拾一下吧，咱们即刻启程。是，夫人。醒了。妹妹，这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大少夫人。小姑娘听后，立马下床要给李小七磕头。磕头就不必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谢谢大少夫人的救命之恩，秦心愿意一辈子跟随大少夫人。希望大少夫人不要嫌弃我还小，我很会做女工的。你们兄妹俩倒是一致。我知道了，不过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养好身体。咱们现在就要启程回去了，你先准备一下吧。李小七说完就出去找大夫了，给秦心开了3副药，结了账之后就出了医馆，召集了大伙之后上了牛车，把昨天洗好的猪下水也带上。李小七赶着牛车来到了集市屠夫处，拿了猪下水，算上定金，付了剩余的钱之后，就赶着牛车走了。哎呦，你可算回来了。媳妇回来了，幸好你没事，我担心了一宿没睡，幸好你安全回来了。咋回事？我这不是没事了吗？你快放我下来，这么多人呢。本来涵儿说今早要去县里找你的，我给拦住了。估摸着若是你晚上还不回来，明天早上我们全家都要上县里了。是不是没事吗？昨天是为了救人才耽误一天的，现在没事了。现在人买回来了，赶紧休整一下吧，晚饭赶紧安排了。今天本来说好招工的事情，因为我也耽误了吧。第一次招工通过的人数都记下了，就等你回来了。不过你之前跟岳掌柜约好的谈合作的事情，可是爽约了。啊，那也没办法，只能明早去镇上了。好了，都别站在这里了，咱们先回去。他们刚来，也需要规制一番。彭氏说完，就招呼大家去新房子里面了。这次你可买了不少人。总共13个人呢，有2户是拖家带口的，有1对是兄妹。这次耽误一天就是为了救下这个妹妹，还有几个汉子都是做惯了农活的。你现在刚回来，先回去吧。我交代一句，立马回来。你去忙吧。啊，现在没热水，否则真想洗个澡。媳妇儿，你要洗澡？你进来怎么没有声音啊？哦，我怕吵到你，所以是轻轻的走。好了，我换好了，咱们出去吧。你不洗澡吗？要洗的话，我就给你提水去。不用了，晚上再说。2人出了房间之后，彭氏就叫大家吃饭了，主要是给大家做的面。彭氏知道大家肯定都只顾着赶路，没有好好吃东西，所以先吃点热乎的垫吧垫吧，晚一点再吃晚饭。快吃吧。哦，对了，牛车上的大小肠拿下来，有一些洗干净的，有一些没洗干净的。我这就去。等吃完之后，李小七找上了彭氏。娘，床铺可够吗？够，安排的刚刚好。倒座房的房间很多，够住的。雷达他们做的木板床也刚好够用，全部都安排好了，你放心。那就好。那个秦心之前发烧了，暂时不要给他安排活计了，让他先好好休息2天，还给他抓了3天的药呢。好的，知道了。那我先去作坊了。早上天不亮，2人就醒了。等吃好早饭，带上叶凯等人，李小七和叶寒2人就上镇上去了。而家里面彭氏先召集了昨天买回去的人，说了一些事情之后，就把作坊的做事准则以及每人的工钱说了。当然，小孩没有工钱也说了。等大家一切知悉后，彭氏安排了陈理事、王刘氏带着孩子们去作坊做事了。而剩下的6个汉子则受叶以明的指示，接替雷大、尚鹏和叶寒的活。陈平、王麻子和王嘎子3人负责杀猪，所以3人现在在屠宰房里面学习着呢，学习怎么杀猪。
刘大斌和王冕则去切五花肉，把五花肉切成条就行。孙敏和柳大壮两人则去剁肉馅儿。一般剁肉馅儿的人是3个，若是不够再临时增派，从灌香肠的人里面派去剁肉馅儿。剩余的其他人就负责灌香肠。叶一鸣把雷大和尚鹏派去管理池塘和暖棚了。家里的事情安排的井然有序，大家做事也非常认真。叶涵和李小七两人先把叶凯几人送去私塾，而后两人来到秦卫楼。岳叔，不好意思了，昨天有事情耽误了，在县里没能回来，所以耽误了谈合作的事情。不知你们有事儿也不知道捎个信，我还准备打算派人来你家问问呢。没事儿就好。合作的事情，我和东家昨天可是等了你们1天，东家已经起来了，你们稍等片刻吧。啊，真是不好意思了。大概1刻钟之后，岳叔才带着李小七和叶涵两人上楼。非常抱歉昨天的爽约，因为有事耽误了，在县里没能回来，还望上官公子不要介意。哦，何事能让你如此？这实不相瞒，前天我去县里了，本来是打算买一些人回家帮忙的，当天下午就能回，不曾想竟然有小姑娘生病了，为了救她，所以在县里的医馆里面救治，耽误了1天。其实我们也担心坏了，怕出什么事情。若是昨晚上媳妇还没回来，今早上我肯定会来和你们说一声的，因为我们要去县里找人。幸好媳妇平安回来了。原来如此，那此事借过不提，咱们来谈合作的事情吧。好，多谢。这是我画的锅的样式，还有适合火锅的一些菜品都写下了，你先看看。锅的样式是2款，你可以2款都用上，也可以选鸳鸯锅。这个鸳鸯锅有一个好处，就是1锅2用，一边可以是麻辣香辣味，另一边则是以清淡为主，适合老人小孩吃的。啊，我觉得鸳鸯锅比较好。上官公子果然慧眼识珠，我也觉得这鸳鸯锅最合适。只是我觉得这个鸳鸯锅可以定制2款，款式一样，大小不同，根据人数不同来决定用多大的鸳鸯锅，你们觉得呢？那就听你的，选择2个尺寸挺好，人多就用尺寸大的，人少就用尺寸小的。对，就是这样。然后这个火就要你们解决了，火锅绝对不能少了温度，冬天吃的就是热乎，什么东西既可以把火锅煮长时间煮上，还能没有烟雾之类的。银双炭可以，不过银双炭比较贵。就是银双炭很少，每年也就那么点儿，要是用在酒楼里面那是不可能的。银双炭可都是进贡给皇宫还有贵族官员们的，平民百姓可用不起。普通的炭就是烟雾大，要是整个大厅都坐满了人，那烟雾可就如同仙境一般了，客人的就餐环境第一个就不满意了。咋办啊？这个容我后面考虑一下，一定有办法的。这个容后再议，先说说你这个火锅的桌子要怎么弄啊？我之前想了好几个，最终画的是这个，你看看，就下面那张纸。你这个桌子还要掏个洞？必须要，这样锅才能够直接放上去，而且洞下面要隔一层镂空，火最好就是从里面加热的，所以桌子下面既要镂空，又要防温度过高，以免烫伤人。有点意思。那样的话，因为锅有大小，桌子上的这个洞也要分大小。没错，不过单锅可以固定哪几张桌子，这样就不需要那么麻烦了。还有就是单锅不要设置太多，还是以鸳鸯锅为主。4人商量了一上午，最后决定桌子、锅还有漏勺这些全部定制。下午就去做一个样本出来，然后李小七明天再来一趟镇上看看。最后还把合作分成事宜说了，双方利润3-7分，就是李小七3成，上官俊宇7成，并签下契约。几人说好之后，李小七和叶涵就上了牛车准备回去了。东家他们回去了。你说那小娘子是怎么想的？能想到如此巧妙的东西，咱们可都想不到啊。东家，以我跟他们打交道这么久的时间来看，这是小七丫头的巧思。这小姑娘别看人小，但特别精明，不过精明的恰到好处，不会让人讨厌，也十分懂人情世故。而且叶涵虽然是猎户，但是却比较实诚，一家人都没有什么不好的。我最多只能再留2天了，所以赶紧把这件事情办好。办好了，我回去禀告家父，给你论功行赏。多谢东家了。而李小七和叶涵两人在镇上买齐东西之后，也就回去了。刚到家门口，就听见丁氏喊：“回来了，大少爷和大少夫人回来了。怎么了？”正准备吃饭了呢，这不是看到你们回来激动的。
老夫人也学会笑话我了。那就赶紧吃饭吧，我可是很饿了。等大家吃好饭后，休息片刻就去作坊做事了。李小七去储存室看了下，又有2间储存室堆满了香肠。看来明天还要运一批香肠去秦卫楼。李小七看着大家做事都挺上心的，也就回去忙自己的去了。叶寒也空出来时间，现在正在看武功秘籍呢，还时不时的打上2拳。买那么多人回来，不就是为了解放自己和家人的吗？让他们可以尽情的做自己的事情。但是自己还有正事没忙完，所以还是先去做正事吧。李小七把上次签的契约拿出来抄写，下午复试之后就要签契约的，所以赶紧多写几份才行。因为村里第2次复试的人来了，所以2人才从房间里出来。李小七和叶寒来到作坊下手的空地上，点了一下人数，竟然有40多人。李小七先把之前请的10个帮工点出来，这些是直接通过的，毕竟合作那么多次了，什么人什么脾性还是了解的。最后3人选出36人来，也就是说这36人被录用了。大家伙没点到名字的就先回去吧。为什么不选我呀？是啊，为啥不选俺啊？我为了这次复试可是准备了很久了。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不选我，我这么人高马大的，力气也大，为啥不选我？大家安静，安静！你们想知道落选的理由，我可以告诉你们，但是你们不一定满意，但这就是我们选人的标准。这次没选上，不一定下一次也没机会，下次再招工的时候，说不定就选上你了。之后李小七就走到这些落选之人的身边，指出了他们不合格的地方。有些人觉得就这样被落选有点冤枉，但大家又不得不服从，毕竟话语权在叶家人的手里。大家伙散了吧，这次没选上，下次说不定就选上了，所以大家别气馁啊，回家吧。叶一鸣站出来说了几句话之后，大家虽然有不满，但是还是回去了。之后李小七就跟这36个人说明作坊的工作时间，还有签保密契约等事项。我先声明，若是有谁泄露了，或者是违背了保密契约里面的事项，那么事情可是很严重的，说不定要吃官司的。而且我要跟大家说明的情况就是，这家作坊虽然是我们在管，但是却是秦卫楼资助的，也就是说这家作坊其实就是秦卫楼的。所以大家泄密之前想想，你们有没有那个资本能够斗得过秦卫楼背后的势力，大家可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当然了，认真忠心在作坊工作，或者是听从我们另有安排的，只需要听从命令和调遣的人，就能够长期在这里做事，说不定以后的工钱能涨一涨。之后我跟大家说一下作坊的做事准则。李小七之后一直巴拉巴拉讲，等大家全部同意签契约，叶寒把事前准备好的契约发到36人手中。这我们也不识字啊。对呀，给我们也看不懂啊。安静，我知道大家不识字，这里的内容我已经说过一遍了，若是各位不信，我们就请一个公证人来作证，如何？可以啊，不过是谁啊？对啊，谁啊？啊，说出来吧。这个人是识字的，而且他也最公正最无私，这个人就是村长。大家觉得怎么样？大家纷纷表态，觉得李小七说的没错。很快村长就被叶寒请来了。哎呦，这是咋回事啊？不是招工吗？咋叫我来了呀？出了啥事儿？村长，因为作坊招工，我们要求来这里做工的人都要保守作坊里面的秘密，这样也是为了以防我们的秘方泄露，还有就是保障双方的利益。所以对于在这里做工的人都要签订一份保密契约。契约在这儿，我们已经说过一遍了，但是为了公正起见，请您来念一遍给大家听听，也好大家心里有个底儿。毕竟你是咱们村最有威望的人了，你来当这个公证人就合适不过，我们放心，村民们心里也踏实。好，这个有何不可的？大家站好了，我照着念一遍，仔细听啊。村长笑着就开始念了，等念完后，大家才知道叶家人果然没骗人，跟之前说的一模一样。于是大家都排队签契约了。就这样，等全部完工后，叶寒才送村长回家，还道谢了一番。哎呦，这有啥呀？你们作坊招工，这可是有利于村里村民的。若是做工就能赚钱，在自己村就能赚钱，那咱们村离富裕起来也不远了。还是村长说你明理。要不是我家小子不在家，我都让他们来做工。村长叔就会开玩笑，他们在镇上做的活更轻松呢，哪能回来？
我到家了，你回去吧。其实如果他家孩子在家，还真的会让他来应聘。家里就一个上私塾的孙子，村长很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在身边。李小七最后让叶一鸣负责壮汉的分工，李小七本人负责12个妇人的分工。大家先回去吧，明天吃好早饭再来。工钱1个月100文，每月10号发工资。若是有事儿不能来的，就要请假，请假是要扣工钱的，按天算哈。李小七把事情说明白之后，就让大家回去了。这下终于清静了很多。明天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人，作坊都要挤满了。所以按照这样还要扩大生产？不要了吧，要不抽调一些人去做别的。其实暖棚需要人手，不过信不过的人不能派去暖棚。要不咱们家买的那些人里面抽调一些出来，留几个在这儿就是。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可行。暖棚里的辣椒和番茄已经长得很高了，我估计过不了多久就要开花了。要不这样，现在我们先去暖棚看一下，之后咱们再商量。走吧。等3人看过暖棚的情况之后，李小七决定先给辣椒和番茄浇水，而且要浇灵泉水。那就说定了，明天先去挑水浇菜，不过要按照我说的比例去浇水。家里不用的几口缸先搬来这儿吧。按照我娘家那样，我把药水配好放在这水缸里面，你们直接兑河水浇透就行。你这个方法倒是很好，我觉得雷大可以。之前我就安排雷大负责果园，但果园目前只有30棵，也没什么很多的事情。尚鹏平时负责池塘。雷大可以作为管事，但是底下也要帮手的，光他一个人可不行。那就把你昨天买回来的几个全部安排到这里吧，毕竟都是切了卖身契的，咱们也信得过一些。我赞同。那行，池塘暂时就尚鹏一人负责，雷大一家子就管理暖棚和果园吧。明天暖棚要浇水，再安排孙敏、王嘎子、刘大兵和柳大壮几人跟着挑水吧。行，我赞同。那我现在就去把水缸搬来。走吧，我也去。爹，我们的作坊明天估计安排不过来，我估摸着明天直接建一个作坊吧。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建第2个作坊了。建新的作坊耽误时间不说，也没法立马就能用上。我看不如在院子里面卸掉一些竹竿和3叉，空出一部分地方来，把剁肉的工作移至院子里面。刚好那些伙计都是可以搬动的，操作也简单一些。灌肠的操作间就多加几排灌香肠的位置，如何？这样也行，不过下午已经砍回来那么多木料了，就是准备盖作坊的。新的作坊是要盖，但是一时肯定盖不起来，所以先这样安排。咱们之前常请来帮忙的10个汉子，明天我让他们帮着盖新作坊，剩余的就安排进作坊去做事，等新的作坊盖好之后再来安排。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呀，这样安排既不耽误做事儿，又比较节省成本。听您的。那等下吃好饭之后，我就去把部分院子空置出来。饭后，李小七、叶寒和叶一鸣还有叶凯4个小子都来了，趁着天还没有黑，赶紧把位置规整了。爹，砧板不够啊，架子也没了。我去叫雷大他们加工，晚上做出来。再叫他们多做几条长木凳子，还有灌香肠的木板桌子也还要，只要会做的都叫上。知道了。爹，看来还是你的安排最妥当。你看这样摆放就能够放下8张长木桌，还有剩余空间呢。长桌和长木凳子不够吧？全部搬出来了？只有这5张了。长木桌配套的还要3套，砧板配套的还要6套，这里安排的差不多，我也去帮忙吧。爹，你今天要去借小叔家的牛车来了，估计装不下。叶寒等人已经装满了1牛车的香肠了，竟然才搬空1个房间的量，那边可是还有2个储存室都是满的呢。知道了，马上去。叶一鸣去叶长清家了，回来的时候把叶成几个也带来了。等叶寒把全部的香肠和腊肉装上牛车，刚好就是3辆牛车满满的。这下弟弟们坐不下了，要不去村里租牛老头的牛车？行，就这样，我带着小子们先去，你们后面自己来吧。知道了。岳叔，今天我们来晚了吗？没有，是我没啥事儿，早点下来碰碰运气，看看你们能不能早点到。不想啊，还真让我给碰上了。岳叔就是幽默，这次作坊加大生产规模了，生产速度也加快了不少。我们带来了3牛车的香肠和腊肉，你看看。好，你们先去楼上找东家吧，这里交给我。好，小苏堂弟你在这儿看着牛车吧。
知道了，嫂子。上官公子，昨天定制的东西可是有眉目了。你们随我来。你们看，就是这个桌子，完全是按照你的意思做的，看看可否满意？试过没有？还没有，等你一起来试试效果。中午就在这里吃饭吧，刚好试试这个桌子做的第一顿火锅。好啊，那就有了，多谢了。火的问题解决了？用的就是炭，不过这种炭比普通的炭好，但比不上银霜炭。而且你发现没有，桌子上的洞我们设置的更宽一些，边上还有6个支柱，还有铁圈，那就是放鸳鸯锅的，我们稍微改良了一番。发现了，我很惊讶你们的改良策略，不过非常适用。李小七赞叹上官俊宇的头脑，这样一改良，既不会看见明火，又能保持温度。你这桌子有大有小吧？就你目前这张只能坐5个人左右。是的，叶兄弟果然聪明，我们就是以锅的大小来定制桌子。行，那就这么说定了。不过我们等下要去街上买东西，因为作坊招工了，人数增加不少，有些东西不够用了，我们需要去采买一番。要不等我们买好东西再来？行啊。李小七和叶寒两人告辞之后来到1楼，刚好牛车上的东西已经全部卸下来了。你们谈完了？是的，现在我们先去采买作坊要用的东西。运输若是可以的话，运输香肠和腊肉可以专门组织一个队伍，这样既方便管理，也能保证食品的安全。你说的很在理。那你觉得要几天来运输一次合适？我看还是3天来运输一次吧。今天开始作坊已经加大生产了，几个储存室估计也就只能装下3、4天的量。行，那就按你说的。3人告辞之后，李小七和叶寒、叶小苏就去街上了。李小七拿出昨晚写的要买的东西，一直买，还有桌子和佐料没买了，这个就下午我们吃好火锅回去的时候再买吧。可以，反正现在买也不安全，回去的时候再买吧。看着这样吃着还真不错，挺有涮火锅的感觉的。基本没什么烟雾，很少，我感觉很合适。温度也合适的很，挺好。对了，小娘子酿制的甜米酒可否再帮忙酿制啊？之前你帮忙酿制的甜米酒反响都不错，本来上次就应该给你报酬的，但是岳叔说你们不肯要。我是这样想的，既然小娘子做的甜米酒这么受欢迎，不如再开个酒坊，你负责酿酒，我负责销路，如何？又是合作？是的，反正都合作这么多次了，不妨再多一次，你说呢？这个酒坊我愿意跟你5-5分成，你只管酿造、运输和销路这些我包了。实不相瞒，酒坊的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这个要我们回去跟家人商量之后再答复你，不知可否？行，我明天就启程回去了。酒坊的事情你跟岳叔详谈，到时候他也会告知我的。希望小娘子和叶兄尽快答复，也希望我们还能再次合作。若是可以，希望明天能够回复我。好，一定。我们先回去商量一下，明天我们家有人反正也会来镇上，到时候给你捎个信。那最好不过了，来，咱们干一杯，为以后的生意兴隆，也为以后的合作愉快。好，干。吃完之后，李小七和叶寒就告辞了，两人很快就回到了家里。娘，我们回来了。回来就好，你小苏堂弟都跟我说了。上午小苏堂弟他们运回来的缸和东西都放置好了吗？都归置好了，不过那个水缸你准备放到哪里？我搬回家了一些，这作坊里面也放了几个大的。可以的，没事。那我先去把东西归置了。我们买了桌子。对了，爹呢？去暖棚了。他们毕竟才接触，你爹正手把手的教呢吧？是要小心伺候着。李小七一进作坊就发现大变样了。昨天晚上叶寒他们正在加工做砧板这些，应该是今天早上他俩去后山打坐的时候，家里人把做好的东西搬来了。李小七看了一圈作坊，还真的是挺好的。昨天复试通过的人已经全部在做事了。李小七看见灌香肠的操作间有8个台子，大木板和长条凳子搭建起来的木板桌子，可以操作的。有些台子有3组人，有些4组人，而院子里面空出来的位置上是12个搭建好的砧板剁肉的地方，6人一排，刚好2排，而且还是面对面，中间隔了一条道。等大家吃好饭之后，李小七和叶寒找到彭氏、叶一鸣4人回来房间商量事情了。爹娘，就是这样，上官公子希望我们可以再建一个酒坊，利润5-5分成，你们怎么看？咱们忙得过来不？建倒是可以建，
不过若是作坊这么多，那还真是忙不过来呀。要培养属于咱们自己的心腹，这样才可以把部分手艺传给他们，我们自己就可以不用事事操心。毕竟物尽其用，人尽其责就好。爹说的很对，那要不这样，香肠作坊目前就这样安排。另外，明天开始建立新的作坊，就是酒坊。刚好作坊上面有一大片的空地，咱们派2年把那里整整，之后建酒坊。不过这酒坊我建议还是用青砖和瓦，你们觉得呢？倒不是不可以。这次我非常同意建立新的作坊，而且我觉得作坊门牌上写上香肠作坊、酒坊的标签，你们觉得呢？这个倒是要，我赞同，门牌必不可少。之前事多忙着给忘记了。说是咱们同意建立酒坊，那明天我们去镇上的时候就去做一个吧，反正明天还要给上官公子一个答复。4人商量了很久之后，才陆续去作坊了。师傅，你家的酒还有没有啊？我这次回来是告诉你们一件事情的，你师傅我暂时离开一段时间，估计短时间内没法教你们练功了，我明天就走。你吃饭了吗？还没。刘爷，快点做2碗粉干来，多加肉的那种。哎，知道了，大少夫人。咱们去房间说。师傅，为什么走得这么急啊？你要去哪里？边关打仗了，那些突厥兵猖狂的厉害，边关百姓民不聊生。皇上已经派了我爹前去，但我不放心。我怀疑这是二皇子的一个奸计，就是逼我出去。若我不出去，我爹就会成为二皇子的目标。所以这次我要走了。你以什么身份去？就是天神将军。我必须先回京城，跟皇上禀明之后再请求出征。师傅，为何不直接秘密潜入，跟上威武将军的队伍呢？你这样登堂入室反而危险性更大。不可能，将士都认识我，这样的风险也很大呀。我有办法。啊，你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你们在这等我一会儿。李小七说完就走了，回自己的房间去了，然后意识控制变出来一张男子面具。果然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李小七说完就出了房间，来到谢志的房间。你有什么办法？快说。叶寒也好奇地看着自家媳妇儿，觉得媳妇儿说大话了。竟然是人皮面具，你怎么会有啊？先别管怎么来的，我只能说这样的面具我给你2张，这样你就可以戴上面具隐藏身份，秘密潜入你父亲的身边。无论是做军事还是什么的，只要有个职位能让你待在他身边就行了。不过身份的证明我就爱莫能助了。这个我有办法，真是太感谢你了，这东西对我很有用啊。一切问题都因为有了一张人皮面具和新的身份而解决。谢志迫不及待地把人皮面具戴上，看我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了。师傅，一点儿也不像你啊，感觉就是一个路人甲。呵呵，面具的作用不就是如此吗？这样师傅几乎就不会有危险了，太好了。但同时内心却在嘀咕，自家媳妇儿怎么会有人皮面具？谢志也同样疑惑，这人皮面具可不一般呢。据传只有江湖中的一个神秘宗派才会制作这种人皮面具，不想自家徒弟媳妇儿就有。这事情不得不让谢志怀疑李小七的身份不一般。我知道你们2个都疑惑这面具的由来，不过我不会告诉你们的，你们也别问了。出来吃饭了。老子有这样的媳妇儿，真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呢。师傅，我知道啊，我知道媳妇很好。你不懂，你这追妻之路漫长啊，早日生米煮成熟饭吧，那样心里才踏实呢。谢志说完也就出去了，留下叶寒一人傻呆呆地站在那儿。我也想把生米煮成熟饭呢，可是米他不愿意。我这把火干烧着有什么用啊？别最后把自己给焚化了。师傅，你能回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吗？我会想办法回来的。师傅，粉干来了，这一碗可是我帮你办的。好，放这儿。还是你做的有食欲啊。哎，对了，明天给我准备2坛酒吧，我带去喝。要是1个月喝不上你这酒啊，那我抓心挠肺呀。师傅，你是去边关，你还带着酒是干啥？也不方便吧？你懂个啥呀？不方便我也能让他方便，我就带点行李和几坛酒，不碍事。对于我们这种爱喝酒的人来说呀，没酒就没精神支柱了。等下给你准备好，送来你房间。还是徒弟媳妇孝顺。你说我都这把年纪了，不图口腹之欲，图啥？你呀你。行吧，师傅，你就承认吧，你就是嘴馋，馋我家媳妇做的甜米酒了。你个呆子，问你啊，
喝过你媳妇做的甜米酒的人，有说不喜欢的吗？没有，都说很喜欢。那就对了，我也很喜欢。我知道你很喜欢。你们两个这么弱智，我真担心。李小七说完就跑出去了，因为怕挨揍。看看你媳妇儿，跟你媳妇儿学学，老奸巨猾。我咋收了你这么个笨徒弟哦？我又咋的了？李小七回了房间，考虑了一番，还是决定送一瓶药丸给谢志。毕竟边关生死无常，随时都有危险。于是李小七锁了房间门，进了空间，来到存放丹药的房间。巴布，有没有起死回生的药？有，不过数量有限，在第6排第3格上方。其实你送他一瓶恢复丹就行了，毕竟这次他不会很危险。你知道？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呢？所以说你不适合说谎。说，到底知道什么？否则我要大刑伺候了。主人，真不知道。快说啊，我数3个数，后果你绝对不想尝试。李小七说完就开始数数，1、2、3。果然你是不怕我的啊，那我让你瞧瞧吧。李小七意识全开，不断的意识控制巴布全身脱光光。不要，主人，我说。哼，你果然是有意识形态的，为什么我只能听见你的声音，却看不到你的形体呢？那你快点说吧，2件事情都给我说清楚了。是，主人。你师父这次的危险几乎为零，因为有你送他的人皮面具，他都可以化险为夷，但是受些伤是难免的，所以我建议你送一些恢复丹给他就行了。反正这恢复丹多得要命，你都没处用去。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是系统啊，系统有些事情可以知道。李小七信了邪了，巴布肯定有所隐瞒。以后慢慢跟你玩，总有一天我会知道的。那你的形体是怎么回事？现真身给我看看。不要了吧。我记得你是个机器人吧？当初可是你自己说的，现在怎么回事？赶紧说。其实就是空间系统升级了，然后我也变了，不再是你想象的机器人的模样。系统升级了？我怎么没感觉？玉麒麟，你有感觉吗？没有，主人。你们当然没反应了，这是系统升级，又不是你们升级，你们干一个锤子。我是系统辅助者，肯定要跟随系统一起升级啊。哼，好吧，那你快显现原形。你真的要看？那你看了之后不许笑我。行。我在这儿。啊，没人呢？人呢？看下面，地上。李小七随着巴布的声音，视线往下移动，直到李小七看到了。你这说话不算话吗？不是，我很想遵守诺言的，但是这样的惊喜真的让我很惊讶，也太搞笑了。我一直以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系统辅助者机器人是什么美男子呢，不想竟然是一只老鼠，还是一只特别萌、特别可爱、特别小的老鼠。哼，骗子，说好不笑的。我不会一直这样的，等系统下次升级的时候，我就不是这样啦。就算不是这样，那也只不过是更大一点吧。不是，每次系统升级，我都会变得不一样的，说明系统也正在拟人化。不过，我这次竟然变成了一只老鼠，我自己都很惊讶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变成人。你一定可以变成人的，到时候你就可以出来跟我一起玩了。没事，笑是应该的，我能理解。不过，我不会经常现出原形的，咱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相处就行。我隐形。隐啥形？就这样挺好的呀。其实这样看你特别可爱，真的，2只眼睛圆溜溜的，大大的，特别萌。来来来，咱们抱抱。你真的不嫌弃我？为什么要嫌弃啊？你是我的伙伴，你很可爱，我很喜欢的。巴布感动了一把，立马跳上李小七的双手。走，我带你们逛田地去。巴布，其实你这样也挺好，我可以抱着你了，真好。李小七感觉这样就像一个宠物仓鼠一样，但巴布比仓鼠可爱多了。你们要好好的，无聊的时候你们2个可以互相聊天。我要出去了。知道了，主人。李小七刚出空间，就听见敲门声。媳妇儿，开门啊！哎，来了。你咋锁门了？自家媳妇儿有好多秘密，叶寒挺好奇的。你这手里拿的是什么呀？还是这么精致的瓶子装的？这是我珍藏的东西，这不是怕师傅出远门有危险吗？我把我珍藏的东西拿出来送给他，算是咱们俩夫妻的一番心意了。
哦，这瓶子里啥呀？药啊，你去库房搬2坛酒来。哎，不对，咱们一起去。你搬这2坛酒，我拿一些香肠和腊肉。媳妇儿，你别跟我说这香肠和腊肉也是送给师傅的。你猜对了，秘密前行，照样要吃喝拉撒。少废话，没带多少，给师傅解个馋也行啊。真是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媳妇儿。你咋这么磨磨蹭蹭的，慢死了。来了来了，师傅，我们来了。进来，你们咋又来了？给您送好东西啊。布袋里面装的是啥呀？香肠和腊肉，给您路上吃的。那就多谢你们了，这师傅没白当。还是这个徒弟媳妇儿会来事儿。其实他也想带着一些香肠和腊肉去吃的，就是不好意思开口，毕竟这个是卖钱的。师傅哪能白当，这不是有好东西给你？这2张不一样的面具啊，多谢了，小七丫头。不客气，这瓷瓶拿去，里面的是药，受伤了就吃1粒，不过最好一人只吃1粒，因为药效是终身的。这个叫什么？药很贵，要珍惜，少受伤，最好是别受伤，别浪费我的药。师傅，我也走了，这是我们夫妻的一点心意。这丫头也有这么别扭性子的时候。你们2个来了，走上楼去。东家已经回去了，接下来的事情都跟我谈就行。好，岳叔先请。这是酒坊的合作契约，你们看看。谢岳叔。岳叔，契约都写得很详细呢。是啊，这是东家临走的时候交给我的，说是若是你还有什么想法，可以现在补充上去。我没有任何意见。叶寒贤侄还有什么意见吗？我也没意见，都写上了，东家还真是细心，挺好的。那就这么说定了，咱们签字吧。等双方签完字之后，今天已经开始挖地基了，明天估计就可以开始建。岳叔记得3天一次来运输香肠和腊肉啊。这事情忘不了，府城和京城可是都等着呢，我已经安排好了，就等时间一到就来了。那就好，本来是想找东家要一副墨宝地，既然回去了，那就只能算了。哦，你要东家的墨宝做什么呀？这不是作坊都没有做门牌吗？我想这上官公子文采了得，求一墨宝作为作坊的门牌，岂不妙哉？你们果然都是巧思之人，你不说我还都忘了，东家给你们留了好东西。岳掌柜说完就吩咐2个伙计去了2楼。什么东西啊？你们等等，等一下你们2个就能看到了。岳叔搞这么神秘，不会是要给我们一个惊喜吧？说不定还真是一个大惊喜。不一会儿，2个伙计就出来了。是啥呀？打开红绸。竟然是牌匾！岳叔，你还真是给了我们一个大惊喜啊！哇，竟然是作坊的门牌。东家也是考虑到作坊多了，不就得分开识别吗？这不，东家走之前就准备好了，叫我交给你们呢。若是你们不来，我还准备给你们送去。多谢东家，多谢岳叔了，这事咱们心领了。之后，伙计把牌匾复原，抬上牛车。李小七和叶寒2人与岳掌柜相互道别。等2人到了作坊门口，先停在这儿吧，把牌匾放这儿吧。好。 2人下来，把牌匾拿去房间锁上。时间过得很快，没过几天就是11月初2了。今天是酒坊开张的日子，叶家人早就安排好了。今天这样大喜的日子，岳掌柜也来了。叶家可没想过大办，只不过是双方股东还有作坊、酒坊的人一起吃个饭，也算是庆祝了。今儿中午可是摆了8桌的，而且李小七的娘家来人了，是他大哥、二哥，还是叶寒去接的2人。吉时到，接牌匾，放鞭炮。今天咱们和秦卫楼岳掌柜一起节目，恭贺作坊和酒坊开张，恭喜恭喜，同喜同喜！咱们欢迎岳掌柜给咱们讲讲话，大家欢迎。好，既然盛情邀约，我就简单说2句啊。咱们这酒坊和作坊都是为国为民谋福祉的，大家在这里做事，只要尽够本分，就能赚到比别人多的工钱。咱们这作坊、酒坊刚开张，以后肯定离不开各位的鼎力协助，大家可以共同进步，共同监督。只要作坊和酒坊赚钱了，大家就可以拿到更多的工钱。大家说是不是啊？是。等揭幕仪式和讲话之后，大家就回去作坊里面继续忙了。这次酒坊开张，就李小七娘家送了礼来。李慈瑞和李自胜2人看着自家七妹夫家这么能干，短短的个把月时间，竟然开了2个作坊，做起了这么大的生意。
两人简直羡慕的不要不要的。酒席开席，来，今天这是个大喜的日子，咱们作坊和酒坊双重开业，必须干一杯。是要干一杯，来，大家一起庆祝啊！今天这样的大喜日子，简直是太开心了！干杯！干杯！干杯！岳叔，带2坛酒回去喝，香肠和腊肉也装了一些，一起给你搬车上去。那我可要厚着脸皮收下了，这么难得的东西，我可稀罕得很。岳掌柜笑着收下了，之后才走。李小七一家人则好不容易松一口气，终于可以歇一下了。这时候已经是未时末了，彭氏收拾一下和叶明就走了，两人回房间去商量婚事，而叶寒和李小七也回了房间抄写书籍了。叶寒抄完第4本《孙子兵法》就没再抄了，而是在抄千字文。李小七抄完手里的最后一本《孙子兵法》也暂停抄写了，而是抄写3字经。而百家姓则交由叶凯4人抄写，在抄写的同时又可以复习和学习，对他们自己也非常有益。这不，叶凯等人一下私塾回来，就开始来李小七这里领要抄写的书籍了。好，每人1本，先拿回去照着抄写。下次要去镇上买过一些了，家里的只有2本还未抄写的，很快就能抄完的。那我们先回去抄写了。知道了，媳妇儿，明天我去买吧。而李小七的2个哥哥也被拉来当劳力了，在抄写《孙子兵法》。这是李小七要2人抄的，不想李自胜看到金子似的，对着《孙子兵法》看得眼睛发亮。大家都抄了一会儿，我还是去作坊看看吧，再回来抄。安心抄写你的吧，爹娘会去的，不用你操心。否则你以为2弟他们是怎么回来的啊？就凭爹娘的性格，商量完婚事之后，他们肯定去了作坊。大哥、二哥，觉得这样抄写怎么样？受益匪浅。这兵法简直神了。这孙武还真是国之将才，军事奇才啊！论带兵打仗，谁能与之比较啊？孙武确实是将能之才。这本书籍你们抄好后就归你们了。真的？七妹，这不太好吧？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大哥，媳妇儿家你们一起来抄写的意思，就是看看你们对这个感不感兴趣。若是感兴趣，那就你们抄写的那本你们带走就行。我们已经抄了好几本了，这种的暂时不缺，你们拿回去研究一下，说不定还有好处。我都背熟了。是的，大哥，所以你们必须抄完这本书。可是我们明天就打算回去了。明天？这么快？多住几天吧。估计没法多住，家里的暖棚也要照看的，咱们晚上加把劲儿也能抄完的。要不你们推迟1天回去？不用了，七妹说浇水之类的我们还没做的。我来的时候暖棚的菜倒是看着还精神的很，草我们除了，就是没浇水。好吧，那你们晚上辛苦一点。行吧，那咱们先去吃晚饭，吃完再来。于是几人也去吃饭。李小七边吃饭一边想，怎么把药水装回去。李小七估计是没时间回娘家了，酒坊刚开张，什么事情都还要自己交，也就下午能偷懒一下，明天可就要开始干活了。等大家吃好饭之后，李自胜和李自睿拿着书籍回自己休息的房间抄写了，叶寒则带着弟弟们去烘干香肠腊肉。李小七回到自己的房间，锁了房门之后进入空间。大伯，你说有没有那种可以装下很多水的水袋什么的？若是你之前问我，那还真不行。不过系统升级了，你就可以了。不过要用你的积分去买。真的？什么样的？给我看看。就是这样的。这么小，能装多少啊？别被外表骗了，你看着小，其实并不小。你看中哪个点，点一下，里面有具体的介绍。哇，这么多的介绍，这立方，这是以立方为单位的呀？哇，多少立方？这也太多了吧！妈呀，这里面的空间有这么大吗？好吓人呢！里面空间容量越大，需要的积分越多，你自己看着选。那我就选择蓝色的水袋，1万立方的水量，100积分。我有多少积分啊？你目前有3万多的积分啦，离开启第2层别墅还差15000积分。契约兽你已经有了，1楼的房间你已经全部开启了，目前你就缺积分。还差这么多？行吧，那我的目标就是努力赚积分了。主人加油！李小七走去田里开始收获了，把番茄和辣椒能收获的先收获一波。粮食收获一波之后，看了一下花生，这个还不行，玉米可以收获了。
李小七就这样一层一层收获后，把收获的东西连带上次收获的东西全部卖了。恭喜主人获得大礼盒一个，积分1万。主人，这次奖励的积分挺多的，不过礼物只有1份。那还不错，我保鲜房的东西可就只有那些水果没卖了，其他的都卖光了，有1万积分也不错。这样说的话，还差5000积分了。是的，赶快拆开礼盒吧，看看是什么东西。好的，不过这礼盒有点大呀。是速干器啊，还真的是想要什么就能有什么。我之前嫌一个速干器烘干太慢，没想到系统又奖励给我一个，不过这个感觉小一点。那肯定啊，都奖励你那么多积分啦，礼物肯定就没那么好的啦。小一点而已，还是一样用的。所以说这个系统很鬼，机灵得很，一点便宜都不让。不过这礼品还是送的比较合心意的。这一下子有了空间水袋，还有一把新的速干器，李小七觉得困扰他的事情解决了。之前一直忙着，好不容易空闲下来了，我要自己看看。哇塞，那些人参长了好多，都快长到另一边去了。之后李小七把整个空间都看了一遍，才出了空间。等李小七整顿好了之后，才出了房门。这时候叶寒带着弟弟们也从作坊回来了。媳妇儿，你去哪儿？我去酒坊看看。不是不舒服吗？咋还到处乱走？现在没事了，不会疼了。我去酒坊看看。那我跟你一起去，走吧。你们先回去抄写。两人来到酒坊，酒坊上面专门做了一个蓄水池，这个蓄水池就是专门用来储藏空间灵泉水的。李小七每天意识控制注入灵泉水就可以了。然后在酒坊做事的人，只要把蒸熟的糯米弄凉后，装进大缸或者酒坛就行。这个酒饼的量就是由孙明掌握，然后就是水，水才是关键。储水池的水是专门用来放酒坛的，设计得非常巧妙。酒坛或者大缸直接放在竹筒下面，打开一个竹篾做的开关，灵泉水就自动流出进了酒坛或者大缸里面了。整理的倒是很干净，就是不知道今天做了多少蒸屉，又装了多少缸的酒。媳妇儿，等下回去问问就知道了，或许不需要你问，孙掌柜自己就会来向你报备了。那就等着吧。作坊你看了吧？作坊的事情跟往常一样，不用担心。咱们去酒库看看。这酒库重新放置了。没想到孙敏的办事能力还是挺强的。看那些酒坛封了泥封的，估计就是今天蒸的酒了。咱们去看看。这泥封做得很好。很专业的样子。你也会用专业一词啦？那可不，媳妇儿的用词还是要学一学的啊，毕竟能进益不少。那你可要好好学习。两人还数了一下封了泥封的酒缸，竟然有20多个。看来今天做了20多坛酒，还都是大酒坛，不错呀。不过第一天就能做这么多，若是后面大家做习惯了，速度肯定能快不少。李小七很满意。你们2个回来了，你爹正找你呢。好，酒坊和作坊都开张了，我挺高兴的。小猪买回来几头，但是明显不够，咱们商量下明天去买猪的事情吧。爹，明天我去镇上吧，刚好还要买书籍抄写用的。行啊。我也去吧，刚好明天大哥二哥就要回去了，我还能送一程。亲家大哥二哥明天就要走，咋不多住几天啊？家里的暖棚还没有浇水呢，这不是赶着回去浇水了？这样啊，那还真是可惜了。那你明天装几坛家里的酒回去给你爹喝，他就喜欢这种酒，多装几坛。还有腊肉和香肠。我娘今天也灌了香肠和腊肉，这个就不用了，我给多装几坛米酒就行。行吧，随你，你安排着就行。那就这么说定了，你们去镇上一趟，反正都要把大小肠收回来，事情还真挺多的。好啊。爹，咱们家的果树还挺少的，你知道哪里有果树买吗？知道，镇上另一边有一个村子专门种植果树的，叫杏花村，里面好多果农，各种果树都有。过2天去吧。好。第2天，也就是11月初3。大哥二哥，你们回去之后记得用这里面的水混合着河水浇番茄和辣椒。水袋，这是一次的量吗？别看它小，它可不是凡物，里面装了很多我配置好的药水，你们只要像上次那样，半勺药水或者1勺药水配着浇就行了。把这个水袋的瓶盖打开之后，记得意识，就是脑海里出现半缸药水满了的样子，然后暖棚缸里就会出现了半缸药水，剩下的只要挑河水就行了。这一瓶可以用很多次的，记住了，是意识控制啊，不是直接这样倒，
你直接倒的话是倒不出来的。这是什么水袋？这个叫空间水袋，目前我只有这一个，很珍贵的，大哥记得要保管好啊。要不还是不要给我了。这就是用来装药水的呀，否则你怎么把药水弄回去？好像也是啊，只不过太贵重了吧。药水也很贵重，你只要好好保管就行了。这么小的一个水袋，很容易存放的。那你怎么来的呀？这么神奇的水袋，感觉就是神仙用的东西。就是偶然得到的，这事儿你不能到处说，爹娘知道就行了，否则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的。反正也只是用来装药水的，你们平时藏着点就行了。要浇水的时候，大哥提早去暖棚把药水放入缸里面就行。好的，知道了，七妹。二弟，不要多问，七妹能告诉我们的总会说的，咱们只要照办就好了。那我们走了，你们事情也多，我们也帮不上啥忙。七妹，一切珍重。我知道的，大哥二哥。对了，若是有时间就叫爹娘多养一些猪吧，反正我们需要大量的猪，到时候若是有猪的话，直接卖给我这儿就行了，不愁销路，我这里要的猪多。好的，我也有东西给你，这个是爹娘给你准备的生辰礼物，也算是吉吉礼物了。生辰快乐，七妹。哇，还有礼物呀！今天是我的生辰。糊涂的七妹，今天是你15岁的生辰，你咋连自己出生日都能忘记啊？忙忘记了。这是我给你的礼物，生辰快乐。好啊，谢谢大哥。七妹，这还有呢，给你。还有啊，你们都给我准备了礼物啊，谢谢二哥。回去再看吧，回去慢慢看。我们现在要走了。大家不会是有读心术吧？这也能猜到？什么读心术啊？看你表情就知道了。而且读心术可不是谁都有的，七妹就是喜欢异想天开。七妹保重啊，我们要走了。爹娘你不用担心的，我们会照顾好的。好的，那些酒跟爹说一声，我公爹叫着多送几坛给他喝呢。哎，知道了。媳妇儿，大哥二哥走远了。咱们也走吧。大哥送给你的礼物。他们还是第一次送我礼物呢。咱们先去买书籍。走啊。这呆子竟然不问为啥大哥二哥送我礼物，今天可是我的生辰，他到底知道不知道？虽然不是自己的真实生辰，但也是生辰了。古代的老公还是别奢望啥浪漫礼物的吧。李小琪认命了，两人心里的想法刚好相反，一个是想给对方准备礼物，隐瞒了一个大惊喜，一个心里想的却是不敢奢望。两人来到街上，这些大多都是村民把自己家不用的东西或者要换钱的东西拿来卖。李小七看了很久才看到有卖小猪崽的。你好，你这小猪崽怎么卖的呀？就是按照猪肉的价钱卖的，18万1斤。相公，你觉得呢？是这样，这位大哥我们诚心买的，你看能便宜点吗？2头我都要了。2头都要？要的，只要你价钱合适。那就算你15文吧，最低了。好，那就上秤吧。我没带秤，不过你们放心啊，我在家里称好了来的，一共是82斤，这2头加起来。行，那算我80斤可好？这行吧。2位客人不知道还要不要小猪崽了？你家还有？有啊，很多头，不知道你们还要不要？要的，我们正好就要很多小猪崽。你家住哪？我家住在杏花村，就是出了镇之后走管道，再向左边拐弯，村口有一棵大杏仁树的村子，从那里进去就能找到我家了。我叫云孙。行，明天上午我们就来，今天没法去了。好嘞，那真是太好了。你们家有多少头小猪崽呀？就这么小的，家里还有20多头，更大一点的得10多头，大猪有好几头呢。这么多呀？这简直就是古代的养猪大户了。行，那我们明天再来。等两人到家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吃午饭了。小七，有件事情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我私自做主了，不知道你会不会怪我？什么事情啊，娘？就是今天不是你吉吉吗？我忘记给你办吉吉礼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大办不太好，主要是还有10来天咱家就要大摆成婚宴席，到时候可是你们的成婚日，这咱家一下子酒坊开张，又是吉吉礼，过不久就是成婚宴，办得太勤的话怕惹闲话，所以我就觉得成婚宴席咱家办大点儿，不知道你怎么想？娘，这有啥呀？我本来也不想办吉吉礼的，咱们农家可不兴达官贵人那一套。
咱们农家的节节里能打扮一番，带上一朵红花就算不错了，不需要打扮。而且咱们也没时间办这个，我怎么会怪你？真不怪我。不怪你，我觉得你做得对。今天若是办节节礼，什么事情都要耽误了。你放心吧，我也不想办节节礼的，这事儿翻篇了，不用放在心上。你不怪我就好。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娘，你还给我准备了礼物呢。当然，这是必须的。虽然不办节节礼，但是今天是你的生辰啊，咱们就过生辰礼吧。饭菜我已经叫人准备好了，等下去吃生辰宴就行。就咱们家的人，其他人我就没说。快拿着啊，拆开看看，喜不喜欢？哎，好嘞，谢谢娘。等李小七拆开盒子，竟然是一只金手镯。你戴上试试。来，我帮你。谢谢娘，我很喜欢。好，喜欢就好。咱们小七以后带着身体健康，多给我生几个大胖孙子就好了。娘，走，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先去吃饭。今天的晚餐可不太一样啊，有啥不一样啊？你去了就知道了。祝你生辰快乐，祝你生辰快乐。谢谢你们。太惊讶了，他们是怎么知道这样做的？还有唱生日歌。媳妇儿，生辰快乐。媳妇儿，礼物晚上再给你。我以为这束花就是礼物了。不是，还有更好的礼物呢，晚上回房间送给你啊。大哥大嫂，你们两个好腻歪啊。不是腻歪，是恩爱。会不会用词啊？对，是恩爱。大哥大嫂很恩爱。你们打趣我啊？不敢。我有礼物送给大嫂。哦，五弟还有礼物送我呀？大嫂生辰，我肯定要送你礼物的。给，生辰快乐。好，大嫂谢谢五弟。往常都是你给我买笔墨纸砚，这次我想给你买。真是细郎好，很适合写字的。五弟有心了，我很喜欢。还有我。你们一个一个来啊！送了礼物就吃饭了。我先，大嫂先看我的。好，那就先看四弟的，挺漂亮的，我很喜欢。接下来是我的啦。好，我来拆。李小七接过叶亮给的礼物就拆开了，竟然是一个木质的人偶。人偶就是李小七本人，雕刻的很神似。这是三弟自己雕刻的啊？我偷偷雕刻的，谁也不知道。嘿嘿，有心了，这还是我第一次收到这么特别的礼物，谢谢你，我很喜欢。大嫂喜欢就好。大嫂，这是我的，给。二哥，你的礼物为啥这么小？我来看看。耳环，小叔子竟然送我一对耳环。二弟，这不应该是我的专利吗？大哥此言差矣，我送嫂子耳环主要是觉得女子都爱美，我给嫂子买了也是一份心意啊。这是弟弟对大嫂的一份心意，而且我还给嫂子准备了一首诗。哦，你还要作诗？你会吗？二哥，快说来听听。是啊，诗词可是二哥的强项。二弟还有这等才思，不妨说来听听。那我就献丑了。吴家有嫂言小七，花面玉颜似农家，才思敏捷惊天人，兄嫂恩爱望无家。献丑了，我才学有限，只能到这个地步了。就这两句诗啊，我觉得还不能完全把嫂子的功劳说全。二哥，你这诗做得非常好啊，我就做不出来。还有几分工整。二弟果然好才学，才学了短短几个月，能有这般巧思，实属可造之才。谢谢你的赞美与祝福。大哥大嫂喜欢就好。不错，有几分才学，继续努力学习才行啊。没错，二弟可要加油，大哥等你金榜题名。谢谢大哥，谢谢爹，谢谢嫂子。这是爹送给你的礼物，小小意思表示一下，也算是一份心意了。小七，打开看看。还是别了吧，你们小两口啊，回屋里再打开。爹，那我打开了。打开吧。爹，你还真实在，竟然给我媳妇送银票，谢谢爹。又不是送你的，臭小子。谢谢爹，这礼物我很喜欢。
老头子，你还真实在。要说送啥好，还是送钱最实在。我咋没想到呢？你们别笑话我就行了，我又不知道买什么好，只能送钱了。儿媳妇喜欢就好。这公爹来一打，太飒太爽了，竟然送了我500两个银票，这下发财了。好嘞，咱们礼物都送了，就先吃饭吧。娘，你的礼物呢？我早就送给你嫂子了。你送的啥呀？那小七手上的金镯子就是我送的啊。哎呦，真金的，太好看了，简直闪瞎了我的眼。哎呀，好了，礼物都送完了，咱们吃饭吧。瞧你们喝的，看都把小七灌醉了。媳妇酒量也太不行了，才10杯酒左右，这么小的杯子。你还说自己媳妇儿啥样不知道？你看她平时都很少喝酒的，喝酒也适量。今晚高兴，一不小心就给喝多了，赶紧扶她回房去休息吧。我知道了，娘。不过现在可不能回去，我还有惊喜要给我媳妇，剩下的你们打理了，我和我媳妇走了。哎，这么晚你去哪儿啊？放心吧，我不会把我媳妇弄丢的。李小七现在头特别的晕，本来还能说几句话的，被叶寒一个倒手转了个圈儿。李小七晕得厉害，靠着叶寒的胸膛，感觉就要睡着了。叶寒快速的来到后山，把李小七放在树墩的一旁，把一切准备好了后，叫醒了李小七。媳妇儿，醒醒！媳妇儿，醒醒！怎么了？媳妇儿，我有惊喜给你，快起来看。什么惊喜啊？看，那里。啊，好漂亮！媳妇儿，还有更好看的，瞧好了。这就是你为我准备的礼物啊？这只是礼物之一，回房间后还有礼物。媳妇儿，站好。干嘛？媳妇儿，我愿意娶你为妻，一生一世只有你一人陪我左右，我的人和心都是你的，你可愿意嫁给我叶寒为妻，终身真心的和我在一起？我愿意。哎呦，媳妇儿，你当心点，别摔到了。说，你怎么会这个的？还知道以这样的方式求婚？那你亲我一下，我就说。你快说。就是之前你不是跟二弟他们说过一次类似于求婚追求媳妇的套路啥的，我不小心也听到了。还有就是师傅说叫我多给你制造一些浪漫啥的，可我又不懂，这可是我结合你以前说的想了好久才准备的。媳妇儿喜欢吗？哦，这样啊，那戒指呢？你不是说过有人送结婚戒指追妻的吗？我这是照着你说的话做的，媳妇儿不会介意吧？帮我戴上，呆子。哎，媳妇儿，你还没有说你介不介意我照着你说的做呢？不介意，太不介意了。像你这样的老公可以给我来一打。啥？老公来一打？老公是啥？老公就是相公，就是你啊。媳妇儿，你还想来一打的相公？我一个你就吃不消，你还想来一打？合着媳妇儿是嫌弃自己不行，这还没被吃呢就嫌弃他不行，男人怎么可以被自己媳妇儿嫌弃不行呢？媳妇儿还想来一打相公？媳妇儿太猛浪了，不行，必须要让媳妇儿觉得她行才可以。媳妇儿不需要来一打，我一个人就够了。许久之后，媳妇儿还要来一打吗？不要了，有你就够了。李小七终于清醒了，刚才差点擦枪走火被吃了，幸好不小心被绊了一下，两人双双绊倒了。李小七简直要锤死自己了，果然这酒不能喝，喝了误事儿。刚才若不是被一个石头绊倒，李小七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她的衣服已经解了一半了。相公，你竟然想在这后山把我……媳妇儿，你听我解释。不听。媳妇儿，你若是不听我解释，我就一直这样抱着你不撒手，直到明天早上爹娘来找我们。威胁我？你说呀，我听着呢。谁叫你说要一打相公的？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啊，我说了要一打相公。你肯定说过，我两只耳朵都听见了，别想狡辩。我那是喝醉了，说话不算数的。你说过愿意嫁给我为妻的，一辈子，你不许反悔。哦，这个算数吧。赶紧起来，咱俩这样被人发现可就没脸见人了。哦，媳妇儿先轻点。哦，对不起啊。相公，咱们回去吧。
这衣服被叶寒扯得乱七八糟的，李小七有点不会穿了，看来要整理一会儿才行。我来帮你吧。谢谢相公。媳妇儿，我上辈子是欠了你的吗？不是，你上辈子积了好多福气，修行100年，这辈子才能把我买回来当媳妇儿的。臭美的媳妇儿。相公只要一个就好，我只要你。你别生气了，我现在酒醒了，现在说出的话才能当真的。这话我听着了。你可是我今生唯一的媳妇儿，我也是你今生唯一的相公，以后再也不许说那样的话了。我保证不说了。说就说，发什么事啊？咱们等这些小红烛都烧尽了再回去吧。好，听你的。转眼天不亮，李小七就出现在山上。巴布，扫描一下附近可有人。放心吧，鬼都没一个，别说人了。那就好，咱们进空间去。小蛮，你去找到你的小伙伴来吧，找到了告诉我一声。是主人。咱们去地里看看。主人，你说你要挖铁棍山药？先去地里瞧瞧。李小七带着玉麒麟来到种植铁棍山药的地方。主人，这里已经长了一大片了。你辛苦了。然后意识一开，铁棍山药从泥土中一根根的出来，但是上面的藤蔓苗也一点动静都没有。等李小七感觉有一背篓之后，就收手了。主人，快来小山峰。好的，玉麒麟，走，带我去找蛮牛。是找到了。在那儿。李小七看了过去之后，发现那头蛮牛竟然和小蛮的等级一样。这你打过招呼了？他可是我哥们儿，他答应跟你契约了，不过条件是跟我一样的待遇。我一视同仁。我就知道你会答应的。他就是你的主人？是啊，我的主人，不过即将成为你的主人。居然是个女人，我还以为……哥们儿，别瞧不起女人，否则你会吃亏的。好吧，听你的，我和他现在契约吧。契约后你可以随时和主人聊天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不爱说话，也就跟你才这样。你们2个交流完了？主人，现在你们契约吧。李小七还是按照之前契约蛮牛的方式，跟蛮牛的哥们儿也契约了。你好，主人，我叫小提。你好，我叫李小七。主人，我哥们儿可是很害羞的，你别把他惹毛了。是吗？李小七看了一眼小提，然后不再弄了，招呼大家直接下山，因为还要出去呢。好想拿一些水蜜桃、樱桃出去吃啊，馋死我了。其实要说起来，小叔子们更馋。上次还听到五弟说果树快长，他要吃樱桃和水蜜桃呢。主人，那你就带一些出去呗，反正宝箱房里面很多，你自己还能方便多吃几个。我建议主人把树移植在家门口，这样可以直接摘了吃。以为我不想啊？李小七无奈地背起背篓，还是不拿出去了吧，省得麻烦。小蛮、小提、黄狗子，走了。媳妇儿，你回来了？你去哪里了？我上山了。这是铁棍山药？是铁棍山药，在山上挖到的。今天我的运气可不是一般的好，你再看看还有什么不同呢？多了一头蛮牛啊。他也是牛，跟小蛮一个品种的牛，不过呢他叫小提，以后别搞错了。怎么回事啊？爹呢？叫上爹和娘，我可不想再重复说好几遍。什么？真的？爹，别一惊一乍的，这不是太惊讶了，所以带回来好啊，反正家里现在正忙着呢，需要用到牛。之前忙不过来的时候，我都打算跟你们说去镇上再买一头牛回来，这样也能多一辆牛车了。现在倒好，直接省了。不错，很好，估计也就咱家有这个运气了。不过你们等下上镇上去，给他牛气给上了。知道的啊，爹，正想跟你们说小提上户口的这件事情呢。赶紧走吧，吃饭去。吃好饭啊，你们2个就带着小提上镇上去，这事儿好办，走吧。瞿师爷熟门熟路的带着2人来到后衙，不过一会儿就办好了。一点心意，瞿师爷别嫌弃。哎呦，得，那我就谢谢了。老板，来一副这样的车架。小相公要这种啊？
双方说好之后，叶寒付了钱，套上车价，两人刚好每人赶一辆牛车。咱们去买糯米吧，酒坊的糯米估计没多少了。啊，这次装满2车就可以用很久了。很久是不可能的，不过一段时间是可以的。两人直接去买好了糯米，整整2大牛车的糯米，可把米店老板笑坏了。李小七还和老板达成了合作协议，所以李小七的糯米也便宜很多。买了糯米之后，去屠夫那里拿上大小肠之后就回去了。小七啊，你在家呀？月叔你来啦？哼，不过今天不是运输香肠的日子呀。月叔来了，吃饭了没？哎，吃过了。今天我是来运酒的，上次运输了一批酒去京城，反响很好。这不东家来信，要我们赶快再送一批去，这次啊越多越好。行，跟我来。等走到作坊才发现，下面一排的牛车车队全部都是今天来运输酒的。目前酿造的酒都在这儿了，另一个酒库的酒也有一些，不过还没有满7天，估计还没有出酒，不能搬动。好，这就很多了，先搬上牛车看看。刚好叶寒叫人来了，大家一起齐上手，把酒库的酒全部搬上牛车。上官俊宇表姐皇后可是很喜欢这种米酒的，再加上女子对这种酒真的是毫无抵抗力，只要喝过就会爱上的那种。一时之间，叶家酒的名声就打出去了。一时之间，皇亲贵胄、富商豪士纷纷想要这种酒，但是因为数量有限，京城的秦味楼都是限量销售的，一天只卖3坛。李小七把这招饥饿营销的方法告诉了上官俊宇，没想到效果不是一般的好。目前甜米酒一口难得，价钱更是贵不可言。上官俊宇得了表姐皇后的命令，宫宴就摆上这种甜米酒，所以上官俊宇高兴的同时，还担心李小七这里生产不够，岳掌柜才会急匆匆前来，尽快把酒运输去京城才行。很快，酒库里的酒全部搬上了牛车，岳掌柜带来的10辆牛车竟然全部装满，不过酒库也搬空了。这次真是帮了大忙了，数量刚刚好。能够帮到岳叔，我们很高兴。岳叔，酒坛你要催促一声了，否则怕不够哦。您放心，我已经催促了，过几天就能到，然后他们会来运输下一批。香肠的估计也快到了，这样的话就能到2批酒坛，暂时应该够了。那就好。那这是上个月的香肠和腊肉的分红。这么多？可不，这里是1万两银票，你们收好了。至于账簿，因为只有1份，你们改天可以来秦味楼看。今天走得匆忙，忘记带了。好的，我没想到竟然收获这么大。那行，我还有事，就不打扰了啊，先走了。岳叔慢走。看来酒坊的生产量要加大了，否则赶不及了。这边也因为快过年了，需要的量多了不少。媳妇儿说的是，我有空的时候就去酒坊帮忙吧。不过这么多银票，还是第一次拿到这么多的银票呢，突然感觉咱们家富了。可不是嘛。晚上，李小七拿着银票去找彭氏了。娘，这是今天岳掌柜送来的作坊收益，有1万两呢。啊，这么多！嘘，小点声。太激动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银票。这个你收着吧，我先走了。爹。哎，你咋在这儿啊？孩儿找你呢。我马上就出去了。这孩子跑得飞快。孩子爹，你快过来，先把门关了。咋了？看，这是什么？纸啊。那瞧清楚了，是小七给我的。竟然是。我数过了，整整1万两银票呢，咱们发财了。发财了，是要发财了。吃完早饭之后，叶一鸣和叶寒两人叫上几个帮手，就在种有果苗的山上建造储水池。储水池不大，只有10来个立方，根据种植果苗的情况去建造。就这样的日子过了7天，储水池全部做好了。同样的，皇宫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参见皇后娘娘。起来吧，酒到了。是的，娘娘，这次的量绝对够了。运输车队今天早上刚到，臣弟就是来问这些酒放哪里妥当。这事儿你办得不错，此事交给冯嬷嬷，你按照她的吩咐就是了。是，臣弟告退。老奴领命，这就去。冯嬷嬷，记得办完之后向皇上禀报。老奴遵命。
皇上，这次的酒和美味佳肴可不完全是臣妾的功劳，臣弟上官俊宇可是出了大力气的，这酒就是他命人从遥远的山区运输而来的，为的就是这次的宫宴呢。朕有所耳闻。你所提的事情，我觉得上官家当之无愧。既然有这等本事，当皇商也是理所应当的。皇上这是答应了？那是当然，上官家劳苦功高，这次官宴竟然还为朕特意准备了美酒佳肴，理应当赏。就这样，上官俊宇献上的甜米酒、香肠和腊肉被皇上认可，从而赏赐了上官俊宇皇商的身份。媳妇儿，娘叫咱们试试婚服，看看合不合身。这么快就做好了？之前娘说小雪和丁氏等人会帮着做的，没想到这么快。这婚服大家都出了力的，听说小雪几人还争抢着要绣婚服呢，娘就让秦心和小雪一起加入了，估计人多，赶工的也就快了。那赶紧试试。媳妇儿真漂亮，你是最美的新娘了。你的也赶紧穿上试试啊！叶寒也迫不及待地穿了，李小七则自己去铜镜面前梳妆打扮一番。等李小七打扮好了之后，叶寒也穿好了婚服，刚好合身，挺合适的。很帅。谢谢媳妇夸赞。我这大小也合适，娘他们的手艺可真好。媳妇儿，你这样一打扮，简直是仙女下凡一样，太好看了。不过媳妇儿，你这套婚服是要带去娘家的，明天我送你去吧，然后再回来。不用，我自己去。真不需要我送啊？不需要，家里的事情也挺多的，你在家里帮忙吧。行吧，不过你要带上蛮牛和黄狗子去。好，听你的。这是《孙子兵法》的手抄版，都是我和你们大哥抄的，你们4个一人一本，有空的时候记得拿出来看看，但是不要拿去外面给别人看，知道吗？知道了，大嫂。我们也有书啦。我渴望的《孙子兵法》终于可以到手了。梦想成真。既然这么想学，那就好好学。都过来拿书吧。你们目前不会给你们这本书，主要是前面已经发给你们2本书籍了，先把那2本学好了再说。是，大少夫人，我们知道了。之后李小七就开始讲课了。这句大家仔细想想是什么意思？徒有所不由，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于9变之地利者，之用兵也。李小七一句一句提问引用，其中还穿插相关的战斗经验。就这样，李小七觉得讲得很透彻了，叶凯等人听得津津有味。等李小七讲完了，下课解散后，一群孩子还意犹未尽。媳妇儿，我感觉还没听够啊。那也没有了，明天我就要走了，要过段时间才能讲了。今天就到这儿吧。行吧，辛苦媳妇儿了。你干嘛？被人看见了不好。没事，大家都回房间了。于是叶寒抱着李小七，李小七抱着一本《孙子兵法》，就这样回房间了。媳妇儿，晚上你讲的这些是怎么知道的？什么怎么知道的？李小七觉得自己没有泄露啥呀，为啥这样问？快说，不说的话我就要惩罚你了。什么惩罚？别想岔开话题啊，快回答我。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军事事情还有兵法的？你猜。我猜不到，快说。你猜猜看啊。我还真猜不出，你怎么会知道的？能猜出来我就不会问你了，快说媳妇儿。很简单啊，我突然就知道了。这本书是我机缘巧合得来的，只要你是识字之人，看得懂这本书籍，你就能够学到好多东西。我就是这样的呀。之前是因为识字的原因不太懂，但是现在我认识的字可不少。你没看见我每次都拿着书籍看吗？所以自然而然就懂了。真的是这样？真是这样。媳妇儿，求你了，快说实话吧。这就是实话呀，说了你还不信，那我也没办法了。李小七生气了，没办法，心虚呀，气势不足，生气来补。我觉得你没说实话，所以我要惩罚你。你个呆子，咋不听人把话说完？哎呦，媳妇放手，疼！下次还敢不敢了？我话还没说完呢。媳妇儿，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就惩罚我，简直没天理。媳妇儿，你就是天理。咱们2个互相扯平了，不过亲了我必须还回来。啊？咋还？我亲回来不就可以了？爹，干嘛搬这么多酒啊？这些酒你带去给亲家公，
办酒席嘛，就要开开心心的。这酒好喝，多搬一些去，省得你爹娘去镇上买了。啊，爹，你咋还把这也考虑到了？我爹娘肯定买好酒了。嗨，买好了，这些就留着自己喝呗。得，听你们的。爹娘，我们走了。下午有时出，李小七到了石头村娘家门口。啊，人呢？爹娘，大哥、二哥，你们在家吗？哎呦，是七丫头回来了。七丫头，你咋这时候回来呀？我还以为你要明后2天才来呢。冷不冷啊？赶紧去火房暖暖，正好煮着汤呢，赶紧喝一碗暖暖身子。不是很冷，不过我还是要喝一碗热热的汤，暖和舒服的很。不过娘，你咋一个人在家，而且还关着院门啊？爹和哥哥他们呢？你爹去村里打听事儿去了，你2个哥哥去山里打猎了，说是你要成婚，要多备一些肉食，所以去山上碰碰运气。这应该差不多时间也快回来了。哎呦，这就是那只豹子呀！是呀，叫黄狗子，可聪明着呢。看着还挺好玩的。这都带的啥啊？全部都是酒啊！我公爹说送给咱们的酒，放心收下吧。这些酒搬哪里去啊？搬去库房就行。哎呦，七丫头回来了呀！爹可是好久没看到你了，让我好好看看。爹，你有没有想我啊？看看这么大的姑娘了，还撒娇，也不知道害羞。你爹老想你了，经常念叨你咋不来呢？哎呀，别说我，你自己不也一样吗？少打趣我。我知道了，你们都想我。你个调皮捣蛋的丫头，这些是酒。我公爹说送你们喝的。哎呦，这还真的来得太及时了。上次你帮着蒸的酒喝完了，这不酒席上要用的酒，我都上镇上买好了。你这酒送来，可夹进我的肚子了，太好喝了。还是亲家公了解我的脾性。爹，你喜欢喝的话，我明天就给蒸一些出来，可以留着后面吃。明天18了，倒是可以，后天就要忙起来了。那糯米和酒饼呢？糯米去你陈叔家买就行了，酒饼明天可以叫你大哥去镇上买回来。那我现在就去东子家买糯米去。回来，先把这些酒搬进去再去也不迟啊。哎，对。等酒搬完了之后，李小七把带来的婚服等物拿进自己的房间，之后就去卸了车架，让蛮牛可以放松放松。七妹，你回来了呀？太好了！哎，二哥、大哥，你们去打猎了？哎，七妹，你来了正好，晚上叫娘炖鸡汤给你喝。好啊，不过娘亲已经炖了鸡汤了，我也喝了一碗，特别好喝。那就留着给你明天炖鸡汤喝。七妹，你一个人来的？妹夫咋没来？本来是要跟着我来的，但是我没让，我自己就能行。你看我不是安全到了吗？反正家里也挺忙的，就不用他来回跑一趟了。看吧，还是咱们七妹知道体贴人。二哥，你可别打趣我。行吧，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大哥相亲了，你很快就要有大嫂喽。真的？哪里人啊？你们都见过没？我未来嫂子是什么样的人啊？你想问这么多问题，谁记得住啊？一个一个来。你问他们，他们也不知道，你还不如问我呢。娘，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可别胡说，省得玷污人家姑娘的名声。你看，这还没有成亲呢，就先护上了。臭小子，我可不管，你赶紧给我成婚，我好抱个大孙子。别人像你这么大，孩子都好几个了，你看看你，还是个单身狗，你羞不羞啊？爹，哪有像你这样的？我可不想那么早成婚，除非找到我自己满意的，否则我不成婚。你们两个看吧，说着说着就要杠上。其实大哥说的也不错，找媳妇儿就要找合自己心意的才行，毕竟是要过一辈子的，否则一辈子那么长，可怎么办啊？这我也没说不让他找合自己心意的，我只是说时间上赶紧，别再拖拖拉拉的了。其实大家都没错，大哥，我觉得你是应该找个大嫂回来了，不过关键是要找一个和你心意、两情相悦的最好。七妹说的是，这次相亲的我暗地里去看了一眼，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就是七妹你说的不来电那种。啥是不来电啊？你啥时候去看的？是啊，什么情况？我咋不知道你暗地里去相看过？我跟着娘偷偷去的，我的人生大事不得经过我同意才能娶回来。哎呦，有主见了，不错。既然你自己看过了，感觉怎么样？不太满意。啊？
哪里不满意？我倒是觉得很好啊。反正觉得不太好。这门亲事我不同意，娘，你还是推了吧，明年再帮我看看。今年就算了吧，过几天就是七妹的好日子了，可别耽误事儿。行吧，知道你是个有主意的，你不满意总有你的理由。既然这样，明天我就去推了。你们这帮臭小子一个不省心，我出去了。嗨，你爹就这脾气，你们别介意啊，我去烧菜给你们吃。大哥，这事儿确实急不得，但找媳妇儿不一定要相亲啊。说说你心里是不是有心仪的对象了？没有。一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有，快说是谁？没谁，真的。不说实话，我可要挠你痒痒肉了。别，我最怕这东西了。七妹，我可告诉你，我知道大哥喜欢谁。谁啊？就是村里的小慧姐，不过人家已经嫁去别村为人妻了，所以啊，大哥这几年才歇了这心思，估计也是目前没有遇上喜欢的吧。那大哥岂不是很伤心？可不是。算了，这事儿咱们别再提了，爹娘他们不知道，你别说漏嘴了，否则大哥会找我算账的。知道了，二哥。趁着热乎，大家快吃。谢谢爹，你们也吃。大家都先喝碗鸡汤暖和暖和。知道了，你不说我们也要喝的，这鸡汤就是好喝的很。爹，糯米买回来了没有？买回来了，蒸屉家里有2个，我还接了2个。这次买的糯米足够多，明天能蒸多少蒸多少。不过七丫头明天估计就你蒸久了吧，我们要忙别的去，你自己一个人能行吗？能行，放心吧。你先把人请好了，我伙房帮忙的人我都已经请好了。知道，今天赶集回来就去请人，放心。需要我们帮忙吗？你们若是有空就去打猎，能多点荤菜也好。不过我估摸着还是去买一头猪回来杀吧，这样菜色也能丰富些。你说的对，这事儿啊交给我吧。爹娘先别去买了，我看一下明天有没有空出去吧，我跟哥哥们一起去打猎。可别，你可是要当新娘子的人了，别再到处乱跑了，老实待在家就行。明天蒸完酒后就不用你干啥了，你给我好好保养一下，仔细可别伤了手。娘，成亲没你说的这么严重吧？还不让打猎的，我觉得这完全不费事儿啊。那也不行，你可知道咱们村里好多小姑娘家的临出嫁之前都在家里绣婚服呢，啥活不用干，所以你也不许干。要不是只有你会蒸酒，我还不让你忙活呢，自己就把事情干了。你知道了。七妹看着这么乖，估计明天下午或者后天她就要上山了，必须盯着。七丫头，活忙得怎么样了？上午的差不多了，我把这一蒸屉弄出来就可以边做午饭了。哎呦，这就是小七呀，可真是能干。这是你陈东叔家的娘，你叫老婶子就行了。老婶子，哎，真乖。大娘，放这儿就行了，我给倒腾出来，你再帮着把蛋挑回去就可以了。不急不急，这些经放的就先挑来，不经放的就后天我再送来。好，那你可要早一点。你放心，耽误不了事情。大娘慢走啊。娘，咱们家的菜没有吗？自家的肯定是不够，看见没？这些芋头可大个了，软糯又容易煮烂，也就陈东他娘伺候的好一些。晨婚那日菜品不能差了。好像后院的菜是不够。没事儿，你忙你的，这些我来弄就好。李小琪打开暖棚的门进去后，还真的发现番茄开花了，黄色的小花一朵一朵的，有些开得很多，有些则还没有完全开出来，但每一棵菜苗上都开花了，看来收获也不会少的。李小七一个一个暖棚走去检查，辣椒也开了许多小白花，李小七看着很满意，之后就锁了暖棚回去了。正当李小七哼着歌回去的路上，竟然遇上2个陌生男子。这小妞不错呀，貌美肤白，漂亮的很，应该够爽啊。彪哥，你眼光真好，这妞好像不是我们村里的，我们村里也没有这么漂亮的妞啊，可以下手。你说的对，走。你们确定要对我动手？确定我不是这个村里的？小娘子去哪儿？这脸咋这么红，简直就是猴子屁股呀，难看死了。彪哥问你话呢，你赶紧回答呀。不回答也没事。好狗不挡道。小姑娘还挺辣的，脾气对我胃口。彪哥看上你那是你的福气，你可知道彪哥是谁啊？咱们彪哥可是镇上赌坊的老大，只要你跟着彪哥，肯定能吃香的喝辣的，吃相的就别反抗了。
对，小姑娘，跟我走吧。你也香啊？你没看见我梳的是妇人发髻吗？只是发髻而已，你还是个厨子，不妨碍。要论眼力，估计老鸨的眼光都没有他的准。我没时间跟你们在这啰嗦，让开。小娘子人小，脾气倒是不小，不过让开是不可能让开的，除非你跟我们回去。那就打一架吧，我赢了你就放了我。听听小姑娘说啥？打架？小姑娘还能打架？哎，这还是头一次听说。彪哥，估计就是不听话，欠收拾了。别磨磨唧唧的，赶紧的，我赶时间呢。你想怎么打？少废话，看招！这次不算，重来。行吧，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先动手吧，别说我欺负你了。小姑娘太嚣张了，看我的！你输了，说好的放我走的。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不要试图招惹我，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彪哥，你没事吧？疼死我了！这小娘别人有两下，这可咋办啊？哎呦，你回头打听一下，这小娘皮是谁？打听到了之后告诉我。哎，你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娘，我回来了。你咋去了这么久啊？没出什么事儿吧？没事，就是看暖棚多看了一会儿，耽误了一些时间。啊，没事就好。天亮之后，李王氏早起做好早餐，李小七也起来了。一大家人吃好早饭后，村里叫来的婶子们都来了，一下子4、5个人，李小七有点不习惯。七丫头，这碗筷不需要你洗，你回房间去待着吧。今天你可不许干活，明天就是你出嫁的日子了，你可别出岔子了。2个哥哥已经上山了，李小七也很想上山。趁着李王氏出去，李方明去了后院的时候，李小七拿着一个背篓和镰刀，随手塞了个袋子在背篓里面就出去了。哎，小七啊，你去哪儿啊？陈叔，我去采蘑菇，别告诉我爹娘，我会在吃午饭的时候和哥哥们一起回来的。哎呀，这丫头特别跳脱，明天就成亲了，还往外到处跑。巴布，快扫描一下我哥哥他们在哪儿。主人，你2个哥哥在另一头山上那边。行，这座山上有猎物没有？赶紧来几个大的。还有蘑菇的地方也告诉我，今天我非要捡完一背篓不可。哦，还有布袋。知道了，主人。前面100米处有野鸡。好的，知道了。有猎物赶紧通报，不用我问了，知道吧？赶时间。1个时辰过去后，李小七背篓里面已经全部都是野鸡野兔了，不过没有遇上大型的动物，李小七有点可惜。布袋已经满了，装的全部都是蘑菇。李小七跟着巴布的指示来到另一座山头找哥哥。大哥、二哥，你们在哪儿？我好像听到了七妹的声音。不可能，七妹现在肯定被娘催促在自己的卧房里面，家里的活都不用她干，怎么可能来山上呢？你肯定听错了。我真的听到了，你仔细听听。大哥、二哥，你们在哪儿？我来找你们了。还真是七妹啊！七妹，我们在这儿。我就说很像七妹的声音吗？你还不信？七妹，我们在这儿。大哥、二哥，终于找着你们了。七妹，你咋来了？你不是应该在家里吗？是啊，七妹，爹娘知道不？我自己跑出来的，爹娘不知道，不过陈叔知道了。七妹，你胡闹啊！这个时候你还出来干啥呀？对呀，七妹，荒郊野岭的还是山里头，你一个小姑娘家不怕吗？哎呀，你们2个别啰嗦了，这不是没事吗？我就是来找你们一起回去的。放心吧，我现在人不是好好的站在这儿吗？我可最喜欢大山了，大山可奈何不了我可不怕。你呀，算了，来都来了，那就干脆一起吧。还是二哥说的对，我就是来找你们一起的。你们收获怎么样？没啥大收获，就几只兔子和野鸡，啥也没有了。能有这些已经不错了。你呢，七妹？哇塞，七妹你好厉害，你一个人的收获比我们2个人还多。真的假的？七妹，你是怎么做到的？就是一路上碰到了就猎杀了，然后就来找你们了。我一路上叫你们好多次了，嗓子都快喊破了，现在不太想说话。哎呀，隔得太远了，哥哥没听见。害你好找了吧？好了，现在天色不早了，咱们也差不多也该回去了吧？现在估计5时出了，回去也可以。
别呀，来都来了，咱们就再打一会儿呗。我下午肯定没法出来了，咱们50末回去就行了。这行吧？那我们朝前面再走走。走啊！七妹，你手里的是啥啊？蘑菇啊，就是菌子。哎，你还捡了这么多的菌子，我们咋一个也没发现？七妹，你还捡到菌子了？给我看看。哼，七妹，你这身手我是服了啊，不错。七妹，你看我背篓也就几只野鸡、野兔子的。没事，咱们现在就去找，说不定还能够约上大家伙呢。好，走。这些猎物是在开会吗？这也太奇怪了。七妹，射杀的是啥啊？哦呦呦呦，七妹，你也太厉害了吧！竟然是一头大野猪。大哥，你还没看清啊？那边还有这小野猪。这一下2头野猪，咱们家的肉齐活了。呵呵，还真是啊！这下好了，七妹啊，你太厉害了。那边还有一只呢。还有，真的还有啊！是一头狍子。这也太奇怪了吧？野猪、狍子还能是好朋友不成？咋都聚到一起啊？这也不算聚一起吧，毕竟离得有点远。这还远？那什么时间？管他呢，反正这下都是咱们的肉了。咱们收拾一下，赶紧回去吧。天色可不早了，等下爹娘要担心了。是呢，管他呢，赶紧收拾。等3人回到家，已经是午时钟了。娘，我们回来了。哎呀，你可回来了，害得我担心了一上午。娘，这不是回来了吗？而且我还是和哥哥们一起回来的。娘，我们也回来了。你们2个臭小子，竟然没你们小妹走得快，偷懒了吧？幸好没事，赶紧洗好手，咱们去吃饭。刚好做好了午饭，今天咱们凑了2桌。哎呦，今天的收获不错呀！还有大野猪。哎呦，今天这收获满满啊！方明啊，我看老王头的猪就别定了，反正他也还没给答复。哎，行，那就不要了。反正就今天这收获，明天的喜宴肉食是少不了的，还能多多的上。行啊，那下午我就去辞了去。七妹，你一个人能处理完这么多吗？没事，等下我们一起帮忙。大哥说的对。不需要，我很快的，别小看我。你看我都已经处理好一只了。这么快？那还真说不定我们处理完这些，你也处理完了。对了哥，跟你们说个事情，昨天下午我去暖棚回来的时候碰上了。李小琪把昨天下午遇到所谓的赌方彪哥还有一个村里人的事情说了一遍，当然是简单的说一遍。啥？你还遇上彪哥啊？七妹，遇上他你就赶紧往家跑，我们在家肯定保护你，别人怕他，我们可不怕。你觉得七妹会怕他？七妹没说完吧？嘿，其实也没多大事情，就是我把彪哥打了，然后啥？你把彪哥打了？七妹，你说的真的假的？真的，不过不是我主动打的，是那老色批想调戏我来着，然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说要跟他打一架。一开始他还不信，被我一扫腿就倒了。第2次他先发动攻击的，然后我就一个转身，脚一伸，他就捂着下腹嗷嗷叫个不停。我感觉他肯定是想敲诈我，我就赶紧溜了。你厉害。七妹啊，估计也就妹夫能受得了你这么暴力的性子了。你说妹夫是不是忍你很久了？大哥，你还是我亲大哥不？难道你还想着我吃亏不成？哼，以后不理你了。小七，准备好了没？新郎官来了。好了。我心上，绕过长亭短亭，又到了边境。和你相遇的时候，满城瓦灯洞明，像盛大梦境，连风都惊停，怕它两全美景。我熟悉你所写下笔记，在这做你最爱吃的桂花饼。不要天下第一，只要唯一，陪着你江湖里浪迹。
风雪也风雨。媳妇儿，你现在怎么样？不行，累死了，痛。哪里痛？别瞎碰，你说哪里痛？媳妇儿，第一次没经验，下次我轻点。他家媳妇儿不会被他弄坏了吧？我不想起床，先躺一会儿吧。媳妇儿，你再睡一会儿，等下吃早饭的时候我来叫你。这样的相公不错。李小七躺在被窝里美滋滋的笑了，叶寒则穿好衣裳出去了。走，去后山。洞房花烛夜过得怎么样？师傅，你还打趣我们，你说怎么样？都是过来人，害啥臊啊！我这次回来不能待很久，明天我就要走了，你们自己好好的吧。师傅，你别为老不尊。好了，咱们说正事儿，有空的话考教一下你的武功。来吧，咱们打一架。谢志的伤早好了，这次赶回来最重要的就是参加两人的婚礼，今天就要走了，先检查一下徒弟的武功练得怎么样。行，这个我喜欢。开始吧。师傅，你等下就走。那你先回房间等我们一下。媳妇儿，咋了？你去库房多拿几坛酒去师傅房间，我去就来。哦，知道了。八部，这次出行师傅会不会有危险啊？很难说，说不好。你说不说？这次可真不是我不说的原因，是不知道。真的，没骗你，主人。真的？确定，真不知道。行吧，算了，不死药先给他一瓶吧。李小七说完就进入了空间。嘿，找到了，应该不止一瓶吧？竟然还有几瓶，不错不错，空间果然不会亏待我。我看看有几颗。我去，才2颗啊！系统就是抠门。知足吧，主人，一瓶有2颗已经不错了，这就能救2条命了，你还嫌少？行吧，聊胜于无吧，先给他。师傅，我来了。哎，你们这是干啥呀？还给我送吃的呀？那可不，必须的，酒和肉都必须带上。那感情好，别说上次带的香肠，吃完之后我可想念的紧呢。这次我可是拿了不少香肠呢，够你吃的了。好，师傅，衣服记得多带一点，现在天气可冷了，路上赶路更是寒气难挡。知道了，这些不用担心，练武之人没有那么怕人。呆子，你去拿2小坛酒来，我们在这等你。知道了。媳妇儿，支开我，这有啥秘密要跟师傅说的？师傅，药给你，这是不死药，人死后12个时辰之内吞下都能救活，只有2颗，都给你吧。这世界上真的有这东西？当然啦，不过只有2颗，你好好保管，用不上是最好的。你这药比什么都珍贵，谢谢了啊，心意我领了。不死药，世界上真的有不死药吗？别怀疑我的药，关键时刻能保命的。你赶紧收拾一下吧，我先出去了。能有你这样的徒弟媳妇儿啊，是我上辈子这辈子修来的福气啊。上次的恢复丹他觉得很有用，而这次的不死药更加珍贵。谢志看着手里小小的药瓶发呆。师傅，给你酒。啊，好，谢谢了，好徒弟。师傅，我们都是应该的。傻徒弟，傻人有傻福，挺好的。啥意思啊？对你媳妇儿好一点，宠着就对了。那必须的，我的媳妇儿我肯定要宠着。师傅一路小心，我先走了啊。知道了。媳妇儿，我来收拾吧。那你把你的东西都归置一下，那些木箱子你抬到一起去。知道了。等叶寒收拾的差不多了，李小七嗑的瓜子壳也一大堆了。媳妇儿，收拾好了。不错，给你一个奖励。媳妇儿好吃。呆子，我可不好吃，是瓜子好吃。瞧你这呆子样，
幸好是学了我，否则就你这个呆子，只有做苦力的份儿。看看师傅送的什么礼物。打开看看，竟然是一对同生玉。啊，同生玉？这种玉又叫做双面璧。你现在看着的是一整款完整的，瞧我的。哇，竟然真的能够分成2半。我厉害吧？你咋知道的？这个师傅以前跟我说过，还说了这个很难得到。没想到师傅竟然送给了我们这样一块玉。你给我看看，这玉是和田玉。不管是什么玉，但是手感很好，白璧无瑕的，清一色，特别好看。确实不错。这玉留着，以后给咱们的孩子带着。你还真会想呢，现在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呢，你就想着孩子了，想得美。我答应生了吗？媳妇儿，生孩子是迟早的事，不生孩子会被别人说的。再说了，我们成婚了，生小孩很正常。哼，说不过你，算了，这事儿以后再说吧，顺其自然吧。早上你跟师傅去后山了？啊，师傅考教了我一番，也没说啥。我其他嫁妆抬哪去了？哦，娘帮你锁在另一个小库房里了，钥匙已经给我了，给。啊，娘想的还是挺周到的。媳妇儿也很好。少臭美，咱们出去吧。小七，你咋来了？我来帮忙。哎呦，这里这么多人，哪能要你帮忙？你先回去吧，这3天作坊不用你帮忙，3日回门以后你再来作坊不迟。啊，这是咋说的？咱们这里的规矩，你就先回去吧，以后慢慢跟你解释。啊，行，那我就先回去吧。哎，没事的话嗑瓜子，睡一觉也好啊。啊，知道了。李小七无奈的走了。这啥规矩啊？还要3日回门之后才能干活。同样的，叶寒也被赶回来了。你咋也回来了？爹不让我在酒坊帮忙，所以我就回来了。媳妇儿，你咋又回来了？被娘赶回来了，也不让干活，这下好了，别人都恨不得偷懒不干活，咱们俩这是想干活又没得干。媳妇儿，那咱们赶紧练功或者抄书吧。我抄书。那我练功，研究武功秘籍。转眼3日回门的日子就到了。娘，你们在家吗？哎呦，七丫头回来了！我说刚才好像听到你的声音来着。姑爷来了，快进来。来，坐。天气太凉了，都不敢出门。可不，我们还在大杨村的时候可都没这么冷，一来这边可就要受不了了。咱们这儿怎么会这么冷啊？每年冬天都这样，习惯了就好。你们估计一下子没有适应过来，赶紧暖和暖和，这里加了炭火的。这气温估计只有1度左右了，不知道会不会下雪。都说瑞雪兆丰年，若是会下雪，明年的收成肯定不错，咱们老百姓就要喜笑颜开了。可不是，若是天道给力，老百姓自然生活得好。七妹妹夫，你们来了呀！我就估摸着你们快来了，就赶紧回来。二哥，你去哪儿了？大哥呢？我在陈叔家，今天他家卖鸭子，我们去帮忙的，都忙了一下午了。大哥，哎，七妹、妹夫，你们来了啊！这天气可冷了，你们到了多久了？来了一会儿了，你们多烤火，我现在倒是不冷了。没事，烤一会儿就好了。你陈叔家的鸭子都卖完了？没，还有一些。陈叔家养了很多鸭子，100多只呢，今天一下卖了60多只。鸭子咋卖啊？比猪肉贵一些，要25文1斤。要不咱们去买几只回来做了吃？你想吃鸭子？想，刚好晚上咱们炖鸭吃。行，那我去买。别呀，我去买。哪需要你们去啊？我去吧。七妹跟娘亲说一声。那就谢谢大哥了。先吃饭，吃完饭等下喝鸭汤，吃鸭肉。哎，妹夫，咱们去比划比划。别去了，现在吃完饭不久，别去练功了啊。你们很无聊吗？你不觉得无聊吗？等一下天就要黑了，可就更没有玩的了，而且还冷得厉害。那咱们来玩成语接龙啊。成语接龙怎么玩？就是我说一个成语，你们要以这个成语的后面一个字的音为开头的字来说成语。比方说一马平川，那你接龙的成语就要以川字或者是同音字为开头，说出4字成语。你可以说川流不息，就是这样。这个有点意思啊。来，咱们玩。我没读书，不会啊。
那你就看着我们4个玩，怎么样？行啊，玩起来。那接下去有啥惩罚不？那就要问爹了，爹就是那个监督惩罚的人。行，输了再说，输的人再找爹要惩罚去。行啊，我开始了，桀骜不驯，按照顺序来，相公你接哦。训兵秣马，马到成功，功成名就，就地正法，法力无边，边想边做，做贼心虚。几人有说有笑的玩着成语接龙，结果到最后压根就没停下来，因为大家都接下去了。你们也太厉害了，都玩这么久了，压根没断过。哥哥们太能了，成语积累的不错呀。我看你们再论一圈也是没人输的，不错，大家都很棒。要不今天就到这里了，天色已经很晚了，都去休息。同意，太冷了。行，那就这样吧，大家去洗漱一番，回房吧。有些已经开始结果了，真好。暖和吧？还真暖和。早上爹就来烧火了，那些管道里面都是热乎乎的，所以暖棚里面的温度才有这么高。那些辣椒啊，都已经长出来了。还真是，前些天还在开花呢，今天看着结果的挺多了。说明过不久就有收成了。下个月一定能开卖了。大哥二哥，到时候可要辛苦你们了，到时候我估计不在这边呢。这都是应该的，只要能多多的卖钱，辛苦点算啥？可不是嘛，我们还巴不得辛苦一点呢，这样啊，咱家的日子就上去了。好，到时候咱们家的就送去县里面的勤卫楼，我跟岳叔打声招呼。只不过要辛苦你们了，到时候看看是我们自己送去，还是他们派人来运输。最好是他能来运输，这样倒是省了我们的麻烦。若是不能，咱家就只能多买一辆牛车了，要运输的时候还能租马车呢，总会有办法的。说的也是。几人看了辣椒的暖棚之后，就去看番茄的暖棚，基本都已经进入了结果期，番茄都长出来许多圆圆的、青青的小番茄。几人全部看完之后，锁了门就回去了。七妹，你们下午干什么呀？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不过我们明天就回去了。不能在这里多住几天啊？对啊，多住几天吧。不行，家里也忙得很，有空我们会再来的。行吧，那下午你们好好玩。感觉没啥好玩的。要不我们上山打猎去？天气这么冷，估计也没啥猎物了。那咱们下午干啥？读书吧，让七妹教我们别的东西。可别，我才疏学浅，还真没觉得有什么能够教你们的。谁说没有的？大家一致看向叶寒，叶寒不好意思的摸摸鼻子。我是说，你可以教大哥他们孙子兵法，那个很有趣，我觉得大哥二哥应该会喜欢。七妹还会讲孙子兵法？那都是雕虫小技，我就不要献丑了吧。李小七可不想讲，他怕露底了。等下他们该觉得他很可疑，真正的李小七可啥都不懂。要不咱们还是去山上打猎吧。我希望你给我们讲孙子兵法，这本书拿回来这么久了，我们也就背熟了，但是其实意思理解的还不够，要不七妹你就给我们讲讲呗。这行吧。于是4人来到李自睿的房间，李小七开始了他的授课时间，而孙子兵法也从真正意义上入住了3人的内心。3人被这本书籍的作战方法和用兵之计极为震撼，尤其是李自胜和李自睿2人。叶寒因为听过了，所以现在只是相当于复习而已，但每次听完孙子兵法，叶寒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内心对战场的渴望与日俱增。4人在房间里面待了1个下午，直到李王氏叫吃饭才出来。七妹果然不一样了。七妹讲得很精彩啊，之前我不理解的地方现在倒是都解释得通了。七妹果然学识不错，要是男儿就好了。那可不行，若是媳妇是男的，那我哪来的媳妇啊？哈哈，说句玩笑话而已。咱们出去吃饭吧，娘都叫我们吃饭了。可不是，晚上肯定又有鸭子吃。上午听娘说好像是冬笋炖鸭肉汤。呵呵，那还等啥？走啊！饭堂还真的是冬笋炖鸭汤呢。这冬笋是我成亲前咱们挖的吗？估计这是最后的了，之前做酒席就吃了不少。你哥说的对，这是最后的冬笋了，家里可没有了。不过这东西山上多得很，那吃好饭我们赶紧去挖一些回来，趁着还没有天黑，估计也能挖不少。那就需要你们去了，要吃的话我们自己去就行了。对啊，七妹，不需要的，吃完了我们明天去挖就行。不过啊，若是你想带回去吃的话，那是需要提早挖的。啊，你想带回去吃啊？
若是要带回去的话，明天早点起来去挖也行。吃完饭很快就天黑了，也挖不了多久时间。不需要吧？大杨村也有竹林，而且好大一片，不需要从这里带回去。笋的话倒是无所谓，我想去陈叔家买几只鸭子带回去吃。这鸭子果然是家养的，肉质很好，特别好吃。这个好说，明天早上我去买。谢谢爹。大哥、二哥，等等我也一起去。你咋起这么早？你就不用去了吧？我们两个很快就回来。我反正也起来了，在家无事干，还不如让我跟你们一起去活动活动，那样身上有热乎不是？行吧。大哥、二哥、相公，你们等等我呀！今天早上是怎么了？我也要去，好玩的不带我去，我可不答应。你咋起来了？你出门我就醒了，我也要去运动运动，还能身体好呢。行吧，走吧。后山就在前面了，上次我们可挖了不少，不过还有很多呢。哦，我看到一个，这个应该很嫩的，刚冒头。呵呵，这一片应该不少，我也看见了。你们动作倒是快得很。嘿，我也发现了，而且还是3根呢。我也找找。那有一只大老鼠。大老鼠？这天气不会有老鼠愿意出来的。真的是，在那儿，我看见它进去了。我看看。我知道你看到的是什么了。啥呀？毛茸茸的好大一只，我感觉有点像老鼠，但是又不是。应该是竹鼠。这时候确实有竹鼠了，咱们挖开这里看看。竹鼠好吃啊，我以前吃过一次，就是在陈叔家吃的。那还是你小时候呢，我也吃过，不过那时候我只吃了3块肉，太好吃了。那还等啥？冬笋先不挖了，咱们去弄竹鼠去。李自胜笑着赶紧跑去洞口那里，把洞口给挖开。你们在这挖，我去别处看看还有没有洞口。不久后，还真被叶寒找到了一个洞。叶寒找了一块大石头，还用泥土塞住了洞口。我堵住了一个，你们挖多少了？1米多了。阿布，这洞里有几只竹鼠？5只，主人，而且还都特别肥的那种。竹鼠离我哥挖的位置还有多远？一直不足30公分了，其他就比较远。不过你最好叫你相公去洞口另一边烧火，用烟熏过来，那样还快一点。还有一个洞口在西侧，再去找找，然后也上火，保证万无一失。好的，谢了。相公，你去之前堵住的那个洞口烧火。大哥，你去西边内侧找，那边还有一个洞口，一般这个竹鼠会有好几个洞口的。哎，知道了，七妹。七妹，我找到了。大哥，先找柴火，记得用烟熏。知道了。叶寒子已经找了一些柴火，正堆放在洞口，很快两边都就位了。开始点火。二哥别挖了，咱们做好抓竹鼠的准备。好嘞。李自胜丢开锄头，准备赤手空拳抓竹鼠。李小七也做好抓的准备。叶寒和李自瑞那边的洞口已经冒出来很多的烟了，两人使劲把烟往洞里灌，不一会儿就有一只竹鼠窜出来了。抓住了！又出来一只，这只给我，你快抓！哇塞，真的还有哎！注意洞口，看看还有没有了。又一只，这竹鼠还真是挺肥的，这个估计有3斤了。这都有4个了，应该没有了吧？应该还有，再等等。出来了，出来了！真的有哎，这只也太大了吧，比之前的4只都大。这下应该是没有了。你们别烧火了，抓到了。很快两人扑灭了火，回到李小七、李自胜抓竹鼠的地方。哇，这收获不错，竟然是5只竹鼠。天哪，这么多只，估计祖宗3代都在这里了吧？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能一次性收获5只竹鼠的，一般不都是最多2只吗？还真的是，咱们运气爆棚啊！看我抓的够带劲吧，一个都没有错过。还不是我提醒你的，否则就要错过了。还真是。媳妇儿，你负责看着竹鼠，我们去挖笋，挖好笋我们就回去吧。没错没错，光顾着抓竹鼠了，竹笋还没有挖多少呢。知道了，你们去吧，我负责找，你们负责挖。李小七拿起背篓，找来几根棍子，在背篓里面做了一个隔离层，这下竹鼠出不来了。你那个挖掉了，还有一片，好几根呢。师妹，我这挖完了。那你过来这儿，这里有。3刻钟之后，差不多了，咱们回去吧。时辰差不多了，要吃饭了。那就走吧。等到了家，
你们快来吃早饭，咋挖了这么多？知道了，娘，洗洗手就来。今天挖的可多了。最重要的是啊，我们挖到了竹鼠。哈，你们挖到了竹鼠啊？真的假的？在哪儿呢？给我看看。看那，七妹背的那个背篓就是啊。哎呦，还真是啊，这么多只，可肥了。什么东西很肥啊？竹鼠啊，这些孩子还真了不起，竟然能够抓到竹鼠，真是没想到。哎呦，还真是竹鼠呢！哎，这东西可好吃了，5只竹鼠，你们厉害，真是。哎呦，这帮孩子就是贪玩，运气好罢了。你就嘚瑟吧，谦虚过头了。6只鸭子都够肥的呀。可不。先吃饭吧。还真是，我都饿了。陈叔在这儿吃早饭吧。别，我只是帮忙送鸭子的，我家里也做好了，只要回去吃就行。那你们吃饭，我先走了。急啥？就在这儿吃呗。不了，我先回去啊，改天有时间再聚。爹，等下吃好饭，你送一只竹鼠去陈叔家呗。等下再说吧。你们今日就走了，我看着这竹鼠不错，回去的时候带几只回去。您家里人多，1个2个可不够吃的。啊，我这里留1只，你拿走4只吧，这是好东西啊。爹，哪就需要那么多了？对啊，我拿2只，这个可以和着猪蹄一起炖，可好吃了。咱家可没有吃过竹鼠，就以前你们小时候去你陈叔家吃过1次，竹鼠啥滋味现在都忘了。你放心，等下我告诉娘怎么做，肯定好吃。一家人吃完早饭之后，李小七和叶寒要启程了。这个带上，还有这个竹笋就不要了吧。挖了这么多，带点回去给亲家他们尝尝，反正咱们这里后山就有，方便的很。爹说好的，竹鼠我只要2只。你这啥闺女啊？给你还不要？就咱家丫头怕多的。行吧，那就只带2只大的。嘿嘿，谢谢娘。大家左一句右一句的叮嘱之后，李小七和叶寒终于赶着牛车走了。下午申时，叶寒驾着牛车到了大杨村村口，发现很多村民聚在一起，正疑惑呢。有一个村民看见叶寒，赶紧跑上去说：“你家猪跑出来了，赶紧去找啊！”发生什么事情了？猪咋会跑出来？不知道啊，你家的人都在找猪呢，已经找了1天了，早上就跑出来了。听说还有5头猪没找到呢。好，知道了，谢谢啊。相公，你先赶牛车回去，我先去找。放心，我能找到的。李小七看到叶寒点头之后，就朝着村民指指的方向去了。家里猪圈好好的，咋会让猪跑了呢？爹，咋回事啊？家里的猪怎么会跑出来呢？哎呦，你们回来了，我们也不知道啊。早上陈理事和陈平一家去喂猪，就发现跑了，猪圈的门是打开的，还没搞清楚呢。我们还在找猪，村里人也帮着找了1天了，还有5头猪没找到呢。行吧，你先找着，我去那边找找。巴布，帮我扫描一下剩下的5只在哪儿。好的，主人。主人，这边没有猪啊，方圆200米以内都没有。怎么会？那为什么我爹他们在这儿找啊？这我就不知道了。李小七停下脚步，立马转头找叶一鸣去了。爹，你们怎么在这里找啊？是在这儿发现了什么吗？听村里人说的呀，早上的时候。这里没有猪，估计不在这儿。咱们先回去合计合计再说。好，那你先回去，我叫上他们一起就回来。哎，猪圈完好无损，一点破坏的痕迹都没有，怎么回事？媳妇儿，你咋回来了？我了解到情况，原来早上喂猪的时候，就发现猪圈里面的猪跑了，大猪倒是追回来了，就是那些小猪仔，还有5只没找回来。咱们去后山看看，还有果园这些地方。巴布，随时扫描，只要扫描到了小猪仔都要告诉我，大猪也要。是，主人。巴布立马开启全模式扫描。主人，另一个山头有2头小猪仔，好像就是你家的。好，李小七招呼叶寒去往另一座山头。看，在那儿，还真的是咱家的小猪仔。咱们赶紧抓回去。小猪仔，你们还真能跑，早就跑这边来了。知不知道另外3头小猪仔在哪儿？媳妇儿，他们哪能听到你说的话呀？别忘了，我懂兽语啊。李小七说完就招呼巴布跟猪沟通。对哦，主人，
他们说看见有一个伙伴上前头去了。赶紧先把这2头抱回去，然后再来，等下去那边找找。媳妇儿说的对。等2人下了山，刚好和叶一鸣等人相碰面。小七，你们找到了？爹，在这山头上，你们派2个人把这2头小猪仔放进猪圈里去，剩下的人跟我来。于是呼呼啦啦一群人又跟着李小七上山了。李小七上山之后就让巴布扫描，大家分开来找，2人一组，分头找更快。李小七话刚说完，大家就自行组队去找了。巴布，你扫描到了没有？正在扫描中。主人，牌在上面，就在前面啦，正前方20米处。巴布说完，李小七朝前看，竟然没看见，但是20米处的地方竟然有一大簇草丛，估计是草丛挡住了。李小七赶紧往前走。这里有一只。还真是，我来抱吧。乖乖的，回去给你好吃的。嘿嘿。主人，你公爹找到一只啦，还有一只没发现踪迹。知道了，你要不要先把这只带回去？我先去找。不用，咱们2个一起。2刻钟之后，2人终于在另一个山头脚下找到了最后一只。哎呀，你们这些小猪仔怎么这么能跑啊？跑这么远。咱们先回去吧，还有一只没找到，看看爹那边情况如何。咱们走吧。1刻钟之后，大家都回来了。我找到1头，你们找到了？爹，全部找到了，已经关进猪圈了。不过为什么猪会跑出来？这事情我也觉得蹊跷的很呐，不知道咋回事。大少爷、大少夫人，这都怪我，肯定是没锁好门，才会导致猪自己跑出来的。你先别自责，你们仔细想想，昨晚你们最后谁去的猪圈？确定没有锁门吗？早上去的时候可有什么可疑的事情？回大少夫人的话，昨晚应该是我最迟去猪圈的。昨晚有时末我还去猪圈看了一眼，猪圈门是锁着的，我都仔细检查了，而且我还扔了一把草进去给小猪崽吃。你都检查仔细了，没有记错？没记错，因为我有个习惯，天黑之前就要检查一下，每次我都会扔一把猪草在那里，以前早上去的时候还能看到剩有一些，今天在猪圈里去没发现草了，而且草根也没有发现，平时吃完都会留有一些草根的，难道连草根也吃了？不可能。李小七觉得这里面有问题，绝对有问题。我看见路口有一些草，就是咱们割了喂猪的草，就在村口发现的。能确定是你们割的喂猪草吗？这不能，看来是有人对我们家动手了。到底是谁呀？咱们家也没得罪谁呀。难道是艾小敏的娘？照理说不会啊。算了，反正也找回来了，以后你们做事上心些，看着点儿。这次事情就算了，我先去酒坊看看。爹，等下，你们为什么会去村口找啊？就是艾陈氏说他看见咱们家的小猪崽往村口山上跑了，然后我就召集人去找了。怎么了？没事，这人在村里消停了这么久，别又起什么幺蛾子才好。李小七内心吐槽，狠狠地瞪了叶寒一眼，走了。叶寒看着他家媳妇儿的眼神，他又咋的了？他没惹媳妇儿呀，咋回事儿？今天这事儿虽然他觉得十分古怪，而且也隐约有了怀疑对象，但毕竟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也不能打草惊蛇。李小七来到猪圈之后查看了一番，确定没有问题之后，在每个猪圈的锁上留下了一丝意识，只要有不怀好意之人接近，李小七就会有所感应。大家伙儿加把油啊！大少夫人说了，中午下工的时候咱们集体发工钱，大家加把劲儿。大少夫人真的说给咱们发工钱？对呀，你消息准不准啊？对呀，真发工钱了。大家赶紧干活，手里的动作别停，是真的。早上吃好早饭，大少夫人就跟我说了，所以肯定没错。而这时候的叶寒和李小七则去了镇上，为了给大家发工钱，李小七特意来镇上换铜板，还拿来了2个箩筐来装铜板。就是这家钱庄，咱们就在这里换吧。好啊。2位客人是来存钱还是取钱的？你好，我来换钱的，我需要大量的铜板，可以吗？当然可以，不过这事情你要跟我们掌柜的说。李小七和叶寒2人点头，跟随伙计的脚步来到后面的房间。掌柜的，有大客户来换散钱。进来。你们请进。你们要换散钱，换什么样的金额的？我们需要大量的铜板，不知贵钱庄能否兑换？哦，冒昧的问，作何用啊？给工人发工钱。有的。你们要换多少？
大概200两。好，你们在这稍等片刻。掌柜的说完就出去了。李小七猜测，估计就是交代伙计去数铜板去了。没过一会儿，掌柜的就回来了。那你们先把换钱的手续办了，把钱交给我就行。这就是200两？不，这是100两。你们自己带了筐来装的话，就去拿钱来。这100两先给你们，他们还要去抬来。哦，原来如此。媳妇儿，你在这里，我去拿箩筐进来。叶涵很快就拿来了，钱装的2筐竟然只能装满他家的1箩筐。2位客人稍等片刻，等下他们还会来的。啊，谢谢。掌柜的，你们这换钱应该不会克扣的吧？当然不会了，不放心，你可以现在当面数一数。咱们的钱庄可是童叟无欺，不过换钱啊要交手续费，你这里的话要交10个铜板，不贵吧？这样啊，这个箩筐里面到底是多少钱？主人，这里是100两铜板。知道了，这还确实不错啊，没有克扣铜板，也算良心钱庄了。很快，那2个伙计又抬着2筐铜钱来了。这是剩下的100两了，麻烦你们交一下手续费吧，10文钱。好。慢着，掌柜的，你确定这2筐里面是100两？当然，之前我就说过，咱们这钱庄啊是童叟无欺的，不信你可以数一数。好，那我就数一数这2筐吧。本来李小七还很信任这掌柜的，只不过巴布竟然说这2筐钱没有100两，只有90两的铜板。相公，你数1筐，我数1筐。叶涵虽然疑惑，但还是按媳妇说的意思办了。2人足足数了1刻钟才数完。掌柜的，这怎么说？竟然少了10两银子。这怎么可能？你们2个说，到底怎么回事？李小七的数钱过程他可是一路看着的，而且李小七还念出来了，大家都能听到。我冤枉啊，我明明数的是50两的铜板啊。你们2个一直在数钱，没有出过房间。回掌柜的，我出去过，我憋不住了，数好钱之后就去方便了一下，回来后刚好小野也数好了，我们就一起抬出来了。掌柜的，我也数好了。大胆，在钱庄也敢做偷鸡摸狗的事情，不要命了！掌柜的，我真不知道咋回事啊，我数好的就是50两啊。掌柜的，是我娘生病了，没钱买药。昨天我去药房问了，大夫说要10两银子才能治好我娘的病，所以我就留下了10两的铜板，藏在另一个诊室的桌子里面。我该死，求你原谅我吧。好啊，没想到你竟然是个小白眼狼！我好不容易给你一份工作，你竟然偷藏客人的钱财，你这样严重影响了钱庄的生意。我要抓你去见官！掌柜的，2位客人，求你们了，别抓我去见官，我把钱拿回来。你跟上去，别让他跑了。是。 2位客人，真是对不住了，是我疏忽，要不是小娘子说要数钱，我也发现不了，这是我的失职。掌柜的，这也不能怪你，谁手下没几个不懂事的人呢？只不过既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你看怎么办？而且前面的2筐我们可是没数，不知道有没有少。这要不前面的2筐也数一下吧？放心，少了我一定补上。而且这次换钱的10文钱就不收你们的了，算是给你们造成不愉快的赔偿。希望2位客人不要怪罪。啊，行吧。掌柜的都在这了，我是鬼迷心窍才会拿的。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我娘的病等不到我发月钱了，而且就我的月钱也不够买药的。我知道错了，希望掌柜的2位客人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2位客人觉得如何呀？算了，我们也不是不讲理之人，只要把我们的钱凑齐就行。谢谢大人，谢谢2位客人，谢谢掌柜的，谢谢你们。不知道你家住哪儿？你要去告诉我娘吗？不是。那你就告诉我你住哪就行。快说呀！就是在明祥巷子口那里第3家最破的那家院子里，就是我家。知道了，掌柜的，这伙计的责任我们就不追究了，赶紧补齐钱财吧，我们要走了。好，2位客人稍等。不过另外2筐不是说要数过吗？不用了，就补10两给我吧。啊，那好办。你这已经齐了。帮我们一起搬上牛车，
不过搬上牛车之前，你这有遮挡的东西吗？有，杂草和布都有。行吧，盖上。两位客人下次还可以来啊，我保证做到万无一失。好说。你们俩给我进来。哼，小野，你这次害我不浅，要是因为你我被惩罚或者辞退了，就太冤了。我家妮子还等着我拿工钱回去给她买肉吃呢。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要是真要辞退，就辞退我吧。哎呀，赶紧进去吧，别让掌柜的等了，否则又要大发雷霆。你们两个说吧，是不想在这里干了吧？啊！掌柜的，我真不知道是小野拿的，我不能丢了这份工作，还望掌柜的开恩了。哼，别说的你好像没错似的。我之前就说过，去钱库运钱途中一定不能离开。你既然离开去方便，你觉得你没错吗？要不是你出去了，能给小野机会偷拿。我还没看钱库里的钱少了没有呢，若是少了，你们两个就给我赔。小野，你小子已经被我开除了，等我清算好钱库的钱再来找你算账。你们两个在这里好好等着。小野，你被开除了，这个月的工钱，看在你娘生病的份上，我现在发给你。但是要在这里继续做工是不可能的，钱庄一定容不下手脚不干净的家伙。你这个月的工钱扣一半，若是下次再犯，你也给我滚蛋！赶紧干活去。谢掌柜的，谢掌柜的。对不起，掌柜的。不过，你这钱好像拿多了，多的就算我给你娘的买药钱吧。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你走吧。谢谢您，掌柜的。同样，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自己。唉，真是世道艰难呐，得什么都别得病，否则整个家庭都要不幸。相公，咱们去明祥巷子口吧。媳妇儿，咱们去那里干嘛？等小野。啊？等他干嘛？你去就是了，至于去干什么，等下你不就知道了。媳妇儿，我真不懂，那个小野的还在钱庄干活呢，你等他干啥？他估计没活干了，会被掌柜的辞退。啊？不可能吧？咱们这么好说话的，不计较了，掌柜应该会宽恕伙计就是啊。再说，咱们不是说了这件事就算了吧？说你是呆子，你果然是呆子。他们这样，钱庄可容不得手脚不干净的人继续留在那儿做活，所以小野10有8九会被辞退。他娘不是病了吗？我身上刚好带了配药水的材料，所以去救救看吧，看能不能帮上忙。李小七也很无奈，他也不想这样麻烦的。可是昨晚巴布竟然说，为了能打开第2层别墅的门，他最好能多做好事，这样能更快速的积累到更多的积分。既然要做好事，那救人也是做好事啊。原来是这样啊，媳妇儿，你真是好人，菩萨心肠，难怪这么漂亮。这跟漂亮有关系吗？你个呆子，在这等着吧。哎，听媳妇的。没等多久，李小七就听见一阵脚步声，还有陆陆续续的哭泣声。媳妇儿，好像来了。小野，你们怎么在这儿？哎，小野，我们不是找你算账的，是来帮助你娘治病的。你们会治病？你们愿意帮我娘治病？我有药水，但不知道能不能治你娘的病。若是你愿意的话，我就试试，即使治不好也不会有坏处。真的？那太好了，我愿意，十分愿意。你们跟我来。小野高兴地说完，正准备转身带着李小七等人回家，不过似乎又想到什么，于是立刻吞吞吐吐地看着两人。哎，知道你是个孝顺的，放心吧，我们不会跟你娘说钱庄的事儿的。真的，谢谢你，谢谢你们。小野瞬间眼睛湿润了，差点又流出眼泪来。这2位客人真的太好了。于是李小七和叶寒2人就被小野带回了家，蛮牛则自动跟着3人的脚步来到这条巷子最破的一间院门门口。小野，能稍微打开一下窗户吗？啊，别开窗户，我好冷啊。这好吧。大娘，能让我看看你舌头吗？李小七忍着房间里面的异味和黑暗的视线，帮小野的娘看病。舌苔厚腻偏白，最重要的是竟然有了齿痕了，也就是俗称的齿痕舌。这明显就是体内湿气过重，身体体质差的表现，而且看脸色也十分苍白，感觉比较无力。大娘，你大便的排便情况如何？
这……我娘这2天好像特别会拉稀，老是上厕所，昨天还说肚子疼呢，又去上茅房了。我知道了，具体的我不能确定能不能有效果，但是先试一下吧。你家伙房在哪儿？我需要水和工具。跟我来。好了，剩下的我自己来吧，你出去吧，我配药的时候不喜欢有人打扰。相公，你也在外面等我吧。对了，小野，拿一个酒坛或者陶罐来吧，可以封口的那种。这药水可不是喝1次2次就行的，而是要每天都喝，直到好了为止。好，我现在立马去拿。小野很快就拿来了一个大陶罐，然后往陶罐里面注入灵泉水，之后意识拿出一颗恢复丸，化成粉末，融合进了灵泉水中。李小七站起身，从身上拿出5两银子放在了锅里，之后盖上锅盖。李小七弄好之后就打开了门。媳妇儿，这就好了。配料都是现成的，所以很快。配好了？这么快？现在就去给你娘喝了吧。现在冬天你可以弄温了给她喝，不过不要太热就是，1天2碗，1早1晚喝就行，直到喝完。谢谢，太谢谢了。先别感谢的太早，能不能治好我也不知道，若是有效你就来大杨村叶家找我吧。大人请留步。虽然知道你们不求回报，但是我还是想问，要给多少诊金，还有药水的钱。你有这份心就行了，不需要给钱，我这些东西也没花多少钱的。走了，早点去做饭给你娘吃吧，记得把锅洗一洗再做饭啊。谢谢2位大恩人，真是大好人呐，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我要把这个药水放好，说不定这就能治好娘亲的病了。媳妇儿，你真是料事如神啊，小野真的很快回来了，难道真的被辞退了？肯定啊，相公，我跟你说件事情，没经过你的同意，我自作主张了。啥事儿？你说。就是我在配药水的时候，给小野留了5两银子，在他家伙房的锅里。你不会怪我吧？毕竟好像我花钱就是大手大脚的。我还当是啥事情呢？我觉得你做的对，5两银子或许对我们的帮助不大，但是对小野而言，估计能救命。我不会怪你的。恰恰相反，我觉得我没有能力的时候，适当的帮助别人是应该的，就当做好事了。相公你真好。媳妇儿做的我都支持。不过媳妇儿，你这配药水配得太快了吧？咋回事啊？我咋不知道你还会治病？其实这些药水都是简单常见的药粉，只要按比例调配好了就行了。至于你说的会治病，我可不敢当，我一般都是死马当做活马医的那种。毕竟我也不能保证这药一定有效啊，所以目前只是试试。若是这能治病，那说明我弄的这药水还行，不会害人，还有治病的效果。云起的娘亲就是这样的药水治好的，上次云起不是也来求药了吗？知道了。不过你这药粉哪来的？药粉就是药房里面买的药材，有空的时候我会磨成粉末而已，就这么来的。原来是这样。媳妇儿，你真的很棒哎。那倒没有。2人一路闲聊着，很快就到家了。刚好到家的时候，作坊里的工人也要下工了。刘胖子，叫2人来抬箩筐。大少爷，马上来。大家安静，今天是个好日子哈，大家都要发工钱了，实际上工1个半月，按理是给大家发1个半月的工钱的。不过这次的工钱我们给大家发2个月的工钱，也就是说每人能得到200文，多出来的50文算是给大家的一点推迟发工钱的补偿，还有就是给大家的奖励。大家的努力我们也能看到。叶寒负责记账，只要领了工钱的都要记上，什么人领了多少都是有数的。彭氏负责发钱，李小七负责监督，顺便清点铜板是否数目准确。管事的工钱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只是给普通做工的人发工钱。大家领了工钱都议论纷纷，觉得这叶家就是爽快，做工给1个半月，发2个月的工钱。这一下子大家都发了200文钱，可都乐呵的不行。小叔，这是2个月的工钱，小苏的工钱也在这呢。我这不是没看到他，估计吃好饭回去了，你就代为转交吧。我说呢，这一下4两银子感觉还真多呀。这是给我们多发了工钱？大家都是按照2个月发的银子，你拿着吧，我先回去了。咱自家人不应该发这么多。这小子。相公，你来的正好，我正好算出来了。这么快啊？
发的工钱还不到20两呢，咱们这一筐就能发好几个月的工钱了。哼，这稳赚不赔的买卖我喜欢。不过镇上屠夫那儿还有印刷酒坛商标老板那里，我需要去结账一次。媳妇儿，辛苦你了，有你真好。不辛苦，不过这些铜板抬去爹娘那里吧。不用全部抬去，我跟爹说了，爹说抬1个箩筐就行，钱不能总放一起，分开放才安全。好，那就听爹的，你抬满的那一箩筐去吧。哇，这么多冬笋啊，我又想吃了。这个还不简单，先把竹子砍了，等下再来挖竹笋。还别说，这竹笋可好吃了。以前吃的竹笋总有一股苦涩的味道，但是大少夫人从娘家带回来的竹笋就很好吃，也没有苦涩的味道。咱们这里不一样的竹笋，味道能一样吗？能好吃吗？难道你们觉得上次吃的笋是从我娘家那边带回来的才不一样吗？可不是，大家都这么说，因为是从你娘家带回来的，这笋这么好吃，肯定是不一样的笋啊。这简直就是一场美丽的误会了。啊？难道不是？肯定不是啊，笋是一样的笋，只不过处理的方法不一样而已，自然味道就不一样了。哦，原来是这样啊。就是这样，以前我跟你一样的想法，以为是竹笋品种的问题，不想竟然是因为处理方法不一样的问题，才导致竹笋的味道不一样。现在的竹笋可好吃了。我一个人在这挖吧，你和尚鹏先把一些竹子扛回家。一个人行吗？放100个心吧，我肯定能行。那好吧。巴布，这竹林里面可有啥稀罕货？主人，问我你就问对人了，我给你看一个影像。巴布说完，立马显示出一个大屏幕。李小七就像看电影似的，在这个屏幕上看着。屏幕上显示的画面就是这个竹林的画面。画面中出现2人正在交战，两人对决不过一会儿，穿白色衣服的人就被对方一剑刺中了胸口。这人在临死之前扔出一阵白色烟雾，趁着对方拼尽最后一口气，用手中的剑刺上对方的胸口。你还能反扑，算你狠。要死，咱俩一起死，你休想逃过我的手心。咱们2个斗了这么久，总算是有个结果了，谁都没赢。我们和解吧，反正也没多久的命了。好啊，相爱与死去，这就是我们的真实写照吧。我爱你，但我同样也恨你。我何尝不是？所以我们生前无法在一起，那么死后就不要分离了吧。你给我看这个干啥？好无厘头啊，虽然感人凄惨，但是为什么给我看这个？因为这2人最后留下的2把绝世好剑就在这竹林中，这应该算是稀罕物吧。啊，有剑啊，在哪儿？这2人至死方能在一起，你不怕不吉利？这2把剑可是一对龙凤剑。哼，你觉得我信这些？我相信天道有轮回，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可不相信这些传说。主人果然霸气。其实这龙凤配剑本就是一对相爱的恋人才能共同发挥出这剑的威力，只不过上一次这剑的主人给错了人，才会导致这样的。这剑就在前方100米处的2根最大的竹子里面，这剑还懂得自我保护呢。等下叶寒来了，你就和他快点去把那棵竹子砍下来，拿到剑之后，里面滴一滴血在那儿，那剑就跑不了啦。真的啊？好，相公，你跟我来。哎呀，媳妇儿咋了？还跑这么快？等下你就跟着我做，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知道吗？哦。到了，就是这儿，快把这竹子砍了。李小七话刚落，他身边的一棵大竹子就被拦腰砍断。突然一阵剑齿的轰鸣声响了起来。呆子，赶紧砍啊！叶寒听话的也一刀砍了身旁的大竹子，同样立马发出一阵震动的轰鸣声。呆子，赶紧抓住他，然后滴一滴你的血在剑眼上。李小七说完，一把抓住宝剑，一边就咬破他的手指，滴了一滴血在剑眼上。叶寒看见了，立马照做。于是乎2道光亮立马围绕2人，霞光四射，慢慢的亮光消失，
2把宝剑成了缩小版的宝剑，呈现在两人面前。媳妇儿，这也太神奇了吧？咋回事？回去之后跟你解释。你现在先把剑收好，估计等下上朋友来了。这还真是一把好剑。李小七拿着剑走进叶寒，正想说话呢，却听到了2把剑的轻吟声，好似久违的恋人或者朋友，终于找到了对方的欣喜和惊讶之情。看来这2把剑的确是老相识呢。不过所谓的宝剑可不就是如此，这剑就是我们这辈子的武器了。哼，没想到今天来砍竹子竟然还能有这样的收获，简直是太开心了。可不是，我就知道听你的准没错。走，呆子，不砍竹子了，咱们回家。大哥大嫂，你们去砍竹子啦？下午就去砍了，这些都是要编织背篓的。咱们的番茄和辣椒过不了多久就能开始采摘了，这些背篓用得上。我来拿吧。嫂子居然有剑，好神奇。好啊，给你。大哥，你去哪儿啊？回房间。很快就吃饭了。没事，你们先吃，等会儿我和你嫂子再来。神神秘秘的，大哥大嫂在搞什么鬼？咋了，媳妇儿？这剑太亮堂了，晃眼睛。说明这才是宝剑呢。你这把剑应该比我的轻一些，我的比较有厚重感。你说对了，我这把剑还真的很轻呢，刚好适合我。我可不喜欢很重的剑。我刚好和你相反，我喜欢有重量一点的剑，这样使起来才有感觉。不过，媳妇儿，你还没有解释你怎么知道竹林里面有宝剑呢？而且还是2把。感觉，我一个人在竹林里面的时候，脑海里就显现出了这2把宝剑的前一任主人在战斗的场景。也就是说，我见过这剑上一任主人最后一刻，而且还告诉我剑就在竹子里面。我当时不信啊，你说莫名其妙就出现这种东西，而且还能藏在生长的完好无损的竹子里面，你能信吗？不信。所以啊，当画面消失之后，我就去他们说的竹子那儿看看。可是让我意外的是，那2根竹子超级大，比其他竹子都大。你以前没发现吗？没发现啊，我也觉得很奇怪，那竹子咋那么大呀？所以我就敲了敲竹子，2根竹子敲击之后都有剑的轰鸣声，然后我就相信了。等你来了以后，我就按照剑的上一任主人说的方法跟宝剑契约了，那人还说我跟他们有缘呢。之后的事儿你就都能知道了。李小七半真半假的说完，叶寒也相信的点点头，虽然难以相信，但是他家媳妇身上好像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都能发生，所以接受吧。明白了？大概明白了。既然明白了，那咱们就去吃饭吧。相公，咱们用剑来对练一下怎么样？点到为止。好啊。那咱们准备吧，看招！李小七说完就立刻冲向叶寒。现在天色还没有黑，两人在树林中的对战看得很清楚。李小七一个腾空跳跃上了一棵树。相公，我能运气飞行了，你能吗？别小看我，否则你会后悔的。哇，你竟然也可以啦！那咱们2个比试比试。李小七兴奋地说完，就又开始飞跃到另一棵树上。叶寒紧追不舍，两人时不时还打上几招，直到叶寒超过李小七。媳妇儿，现在轮到你来追着我打了，跟上！哎，呆子，你咋跑那么快？你来啊！看我追上你怎么收拾你！两人在后山山里中你追我打的好不快活，时不时还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或者开心的取笑声，还有偶尔的暴跳如雷的吼声。直到1刻钟之后，两人才来到地面。看来咱们俩的聚气练得差不多啊。哼，便宜你了。媳妇儿，手下败将就不要说大话了。你说什么？手下败将？说大话？哼，我告诉你，要不是我让着你，你觉得你能和我打成平手？做梦呢！那要不要咱们两个再来比试一次？比就比，谁怕谁啊？上次咱们不是说好了设置的聚气的比试，输的人绕着后山跑1圈，还记得不？当然记得。那今天咱们就把这项比试完成了，输的人围着后山跑1圈。那就来吧，谁怕谁？李小七看着叶寒的嘚瑟样，就要恨不得一招打败他。媳妇儿，你要不要这么猛？叶寒慌了一下，瞬间就想明白了，原来媳妇儿是怕输，装腔作势呢。叶寒立马迎难而上，两人瞬间剑对着剑打了起来，周围都弥漫着一阵阵剑影和剑气。看来两人果然没有偷懒，都秘密努力的
然后惊艳他人。1刻钟之后，李小七渐渐有点力不从心了。呆子，你竟然一点不让我！媳妇儿，让你我就要输了。你说的对，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哼，你输了。媳妇儿，你使诈！管你诈不诈，反正你输了。我见若是再进1分，你就受伤了，所以是你输喽。我不服。叶寒太生气了，媳妇儿竟然使诈，装柔弱骗他，害他大意了。不服也没用，我才不比试了，累死了，不想再来一次了。好吧，我认输。哼哼，那就赶紧履行该比赛规则说的惩罚吧，绕着后山跑1圈去。真要跑啊？你说呢？叶寒弱势了，跑吧，谁叫他自己作死呢？哼，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李小七看叶寒跑出老远了，立马也赶上。大晚上黑不溜秋的，还是不大放心，他要跟上。虽然嘴上说着狠话，但其实心里也心疼。这不，李小七也跟着跑了。真是2个妖孽，不作死就不会死，一个作死，2个都得连累了。媳妇儿，你咋来了？我大晚上睡不着，我来看看能不能打到猎物，明天也能加个餐。哦，原来是这样。不过大晚上的，怎么可能有猎物？有猎物也藏得比较严实了，晚上很难打到猎物的。只是很难，又不是不可以，我就能打到猎物，你信吗？为啥不说话？是不想说，还是觉得我打不到猎物？叶寒内心要哭泣了，这2个可能都是坑，回答哪一个都不行，咋办？实话实说，别想那些歪理来蒙我。好吧，媳妇儿，我觉得打不到，因为我以前晚上出来过，压根连只野鸡都没打着。哼，原来是这样，你自己打不到，就觉得我也打不到了。剩下的1半路程别跑了，跟我上山去，晚上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媳妇儿，我还是跑完这半圈吧。行吧，既然你这么言出必行，那就跑完这半圈再陪我上山打猎吧。啥？救命！谁来救救我？那我现在陪你去打猎，不跑了。于是李小七点头，2人从这边的山脚下直接上山了。这边的山上，李小七和叶寒可没有来过，这是第1次来。2人走了2刻钟，李小七就招呼巴布了。巴布，哪里有猎物？我今晚要打猎。女人真可怕。你说什么？我是说前面50米处就有一只野兔子，而且这座山上的物产十分丰富，有好多猎物。不过那些猎物都在睡觉冬眠，咱们就不要去打扰了吧。你说的对，动物冬眠的时候可不想被打扰，就像我睡觉的时候，我也不喜欢别人吵醒我一样。好吧，那今天就猎3只兔子，3只野鸡就收工。知道了，主人。李小七招呼叶寒朝着巴布说的地方去了，果然被李小七发现有一只野兔在静静地躺在那里，估计也就是睡着了吧。李小七直接轻轻走近，然后用手抓住兔子的2只耳朵提了起来。叶寒看着李小七这样随便捡兔子的模式，惊讶了。媳妇儿，你咋知道这只兔子在这儿？靠感觉啊。感觉？靠感觉就行吗？对，女人的第6感，我的感觉一般都挺准的。啥？还有这说法？没听过。那按照这样的话说，他们男人打猎靠的是第几感？难道也是第6感？男人的第6感灵不灵啊？等2刻钟过去后，李小七已经圆满捡到了3只兔子，3只野鸡。相公，有这么多就够了，懒得再费劲了。天色很晚了，我们回去吧。走吧，回家睡觉。第2天，2人还早早起来去后山打坐。起来的时候，刚好在院子里碰上了正准备做早饭的王刘氏和陈李氏2人。哎呦，这伙房咋来的野鸡和兔子啊？刘爷，这是我昨晚上山打猎弄到的，今天早上你弄点鸡汤面吃吧，给大家加餐。好嘞，大少夫人。李小七和叶寒2人洗漱好就走了。2人晨练完了之后回到家，已经是吃早饭的时间了。这俩孩子昨晚是不是熬夜了？干啥大晚上去山上打猎呀？白天都打不到什么，别说晚上了。黑灯瞎火的，天气又冷，以后可别去了。知道了，娘。你娘说的对，晚上别去打猎，危险。知道了，爹。我们只不过在练功，然后顺路就上山打猎了，恰巧运气好，也没费什么功夫。大哥，大嫂真厉害。这面真好吃，我还想吃。
你都吃撑了吧？不能再吃了。丁姨，他喜欢吃就让他多吃一点呗。刘姨，锅里还有面吗？有的。丁姨，让他再吃个小半碗吧。估计就是嘴馋了。这么大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大家若是还想吃第2碗，就去锅里自己盛，能吃多少吃多少，吃掉的不心疼，若是浪费了就心疼了。大家去吧。你们大少夫人说的不错，只要不浪费，你们想吃就去锅里盛吧，别不好意思，去慢打，说不定就没有了哈。你们还要吗？不要了，都吃撑了。那你们准备一下，去上私塾了。哦，对了，大家吃好饭，除了要去作坊和酒坊工作的人，或者有事情要做的，做完之后都来前院编织背篓或者是竹篮子，以后要用的，而且需求量挺多的。好，等我送小子们上私塾回来就干。你们几个小姑娘跟我来吧。丁姨，你也跟我来。前面做了一套冬季的衣裳给大家，想着快要过年了，咱们每人都要准备一套新衣裳，这些衣裳就交给你们了，你们没事的时候就负责做衣裳吧。哎呦，又有新衣裳了，谢谢大少夫人了。虽然现在的衣裳够换洗的，但是过年了，大家都想穿新衣裳呢。孩子们这下可要高兴坏了。你们先等着，我挑出来。其实这些布匹有些是李小七的嫁妆，有些就是之前买回来的，一直堆放在那儿也没啥用处。李小七想着反正也要给大家准备新衣裳，他干脆就从他嫁妆里面拿出来，也是一样的。李小七从几匹女款男款颜色的棉布中挑出来3匹，等他们做完这些再来拿也行。你们进来拿吧。大少夫人，这可是你的嫁妆啊，咋能给我们做衣裳穿啊？不行不行，我们不能要。这是棉质的，不算特别好，你们就拿着吧，看看能做多少套。至于棉花，我明天去镇上顺便就买回来了。这可使不得，使不得。丁爷，我问你，这些棉布用来干什么的？布匹的用处可多了，大多数都用来做衣裳、裤子这些。既然你知道它是用来做衣裳、裤子的，那为什么你们就不能穿呢？我的嫁妆我做主了，就赏给你们了。赶紧搬走吧，我还要整理东西呢。这大少夫人，这可使不得呀。这样就乖了，你们几个每人拿1匹，到时候做成的衣裳你们几个小的先挑。谢谢大少夫人这么慷慨。小丫头还知道慷慨呢。谢谢大少夫人了，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去忙了。你们去吧。今天大家估计都会很忙，老夫人要顾着作坊，我又不会女工，这些就靠你们了。等做完这些，布匹不够尽管找我拿，我还有很多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衣裳也要你们做了，至于布匹等我整理好了再交给你。是大少夫人。大少夫人，您在这儿啊？岳掌柜来了，说是来运香肠的。好的，岳叔啊。小七来了，今天来运输香肠和腊肉。对了，你跟我来，这是账本，你先过目。这3本账簿分别是酒坊、腊肉和香肠的账簿，还有这个锦盒是最近的收益，我这次也带过来了。岳叔稍等，咱们去安静的地方说吧，跟我来。这次我不仅仅是运输香肠和腊肉的，还有就是对账，把最近的盈利给你们，这3本账簿和锦盒就是了。这是银票啊，这么多。叶老哥也是家产万贯的人了，不用惊讶，你有这儿媳妇为你们谋划，何愁不富？这媳妇儿是好的没话说呀。而李小七就是专门看账本，好像与世隔绝了般，没怎么听两人讲话。不知道这是多少啊？5万两。啥？竟然有？上一次是1万两，这次直接就是5万两。叶一鸣突然觉得好多钱呀，真的好多钱。岳叔，账簿做得很好，辛苦你了。好说，都是应该的。岳叔，等下回去我送你点好东西，我现在就去准备，你稍等2刻钟。等一下，这个你拿回去。爹，你咋不拿回去啊？我就先不回去，你先拿回去吧，我陪你岳叔聊会儿。好的。李小七出来后，立马拿上锄头和背篓，叫上雷浩和雷大2人一起去竹林挖竹笋了。几人加快了脚程，很快就到了竹林。咱们分开挖，记得只要刚冒头的，冒头太过的就不要了，那个能长成大竹子。3人挖竹笋的动作都比较快，等挖的差不多了，李小七就把雷大和雷浩2人背篓里面的竹笋全部倒入李小七的背篓。你们2个在这儿挖，挖的差不多就回来了，也不用挖特别多，够咱们吃就行了。
我这一背篓赶着回去处理，要送人的，我先走了。好的，大少夫人。不过你能背动吗？要不我背回去之后再来。放心，没事，我能背得动。就这样，李小七在雷大和雷浩两人惊讶的目光中回家了。爹，大少夫人力气好大呀！少说话，多做事。咱们主家都是人善的，吃得好，力气自然就大了。难道你没有发现，你现在的力气比以前大不少呢？好像也是啊。这是竹笋。是啊，岳叔，很好吃的。这不等我弄好了，你就带一些回去尝尝。很好吃。岳掌柜有点不信啊，他以前可是吃过这东西的，咬不动不说，还有一股苦涩的滋味，就算能咬动的，也是苦得很。岳叔，你放心吧，真的很好吃的。你要是不信的话，中午留在这儿吃饭，我亲自做，绝对你吃的停不下筷子。真的？行，那我就厚着脸皮留下了。哎，岳掌柜说的哪里话？这竹笋是真的好吃，以前我们也觉得不好吃的，苦涩的很。不过按照小七的方法做的竹笋就很好吃。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我先去看看车队都装好了没有，让他们先走。来，岳叔，尝尝冬笋好吃不？好，这个味道果然很棒啊。我还没有吃过这种冬笋呢。这竹笋竟然没有苦涩的味道，竟然是清香味的，妙啊！可不是嘛，大家都吃啊，吃饭了。这一顿饭菜大家吃的都很满足。饭后，岳叔，我送你一筐竹笋，你还要吗？要啊，必须要！这么美味的东西世间少有，以前不知道错过多少美味，可惜哦，可惜。不过你这丫头倒是取巧的很。岳叔，回去就按照我媳妇的方法做就行，保管好吃。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不过我觉得这道菜更适合在酒楼，这样年前还能再推出1、2道新菜式。小七丫头这菜谱就卖我了吧。岳叔，这2个菜谱送你了，反正我们也没啥大用处，也就自己吃。真的啊？不过有一个不情之请，还希望岳叔能够答应。说，只要我能办到，都是小事儿。我娘家这边的番茄和辣椒估计过不了多久也可以开始采摘了。我的意思是，最好你们能派车过去运，这样的话，到时候能省不少麻烦。至于运输时间，就你们决定。我还以为是啥大事呢。这事好办，即便你们运来了，我也还是要派车重新倒腾一次再运走，那样番茄加辣椒很容易受损。按照你这种方法，我还省得麻烦了，一次性到位。就按你说的办，不过能摘的时候，记得叫你爹娘派人去给江水镇上的秦卫楼掌柜说一声，我事先跟他打好招呼了，然后由我这统一派车去。你这边咱们也这样安排，你觉得呢？可以啊，那就这么说定了，我会捎信给我爹娘的。还有一件事情，岳叔既然想把这冬笋推出来，势必需要很多的冬笋吧？要不我在村里宣传宣传，一方面帮你解决冬笋的来源，一方面也让村民多一笔收入，可以买肉吃，过个好年。你这丫头古灵精怪的，你想帮助村里直说啊。岳叔答应了，而且我都按照最合适的价格给，保证不欺负你们这的村民。这小七丫头啊，还真是个福星高照的小丫头。有你如此，这家何愁不旺啊？这村何愁不富？那我可当真了，我现在就去写菜谱去，你等我一会儿啊。岳叔勿怪，咱们坐下等等。好，你这媳妇儿娶得好，娶得妙。很多人都这么说。几人在这儿没闲聊一会儿，就看见李小七出来了。给岳叔，按照这菜谱上的做法做，绝对错不了。好，那我就谢谢了。还有事儿，那我就先走了。叶家人送完岳掌柜之后，就开始做事。晚上，李小七和叶寒两人来到后山。相公，咱们这次怎么打？随你怎么打，你想咋打？那就直接上了啊。李小七二话不说就开打了，不给叶寒说话的机会，反正他的相公就是给他练手，给他揍的。于是两人瞬间就打得火热。而两人忘乎所以的打击，在一双黑夜中的眼睛里，只不过是过家家的夫妻游戏而已。等两人打完之后，这人也没出来。还来不？这次他媳妇儿可没有占到便宜，打成平手了。不来了，回家睡觉去。行吧，听你的。你们两个家伙就是这样偷懒的？这就是勤加练习了？谁？哼，师傅，您老人家咋回来了？
你这是偷懒回来的，小心你爹抄你啊！啊，师傅回来了，可这不是师傅的声音啊！说你是呆子，你果然呆得很。我知道你在那棵树上，下来吧。就你这丫头鬼精鬼精的，奈何不了你了。师傅，真的是你啥时候回来的？哼，你这徒弟啊，笨死了！我在树上待了那么久，你们都没发现，简直枉为我的徒弟。以后出去别说是我徒弟啊，丢脸！我真没发现你在啊！哼，今天晚上你们两个都别走，给我练习反侦查能力。就你们这样被人谋杀了都不知道，跟我来。师傅，咱们来这里干嘛？当然是训练你们了。观察力这么差怎么行？我在那待了那么久，从你们来到打完结束一直都在，你们两个竟然都没发现，简直要命！师傅，晚上听您的。师傅，我会好好学的。那就开始吧。你们站好，先听我讲。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混迹江湖，都需要有一种反应灵敏的能力，这样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才能第一时间给予还击，避免遭遇不测。下面讲的全是重点，你们听好了啊。谢志把侦查能力的训练方法与注意事项说完之后，就要求两人开始寻找目标训练。现在你们以我为目标，我先离开6息时间，你们再来寻我。注意，我随时可能发动攻击，你们小心了。哼，师傅，我发现你了，你就在那个大榕树上面。这次的不算，要不是我被这条蛇看中了，差点着了它的道而发出的声音，你们也不能发现我了。行吧，算你厉害，咱们再来。师傅，也有你怕的时候啊。我这哪是怕呀，是让。咱们这次比飞跃，你们能追上我算赢。呆子，追！大概2刻钟之后，李小七又开始发力了。他觉得再这样下去，他们两个必须先瘫在地上累死，所以干脆催动体内所有的真气运转着，飞速地追上了谢志，而且还抓住了谢志的衣服。师傅，我抓住你了！媳妇儿，你没事吧？怎么了？没事，就是真气用完了，休息一下就好。呵呵，这次算你厉害，竟然能抓住我。虽然你催动了体内所有的真气来做到的，但是也算很不错了，值得表扬。那是。媳妇儿就是好胜的很，若是不好胜，也用不着这样遭罪了。不好胜就不是你媳妇儿了。好了，晚上的试炼到此为止，咱们回去吧。你扶着你媳妇儿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就好了。媳妇儿，来，我背你。那你可别把我弄得摔下来了。相信你家男人吧，背你不是绰绰有余的事情吗？你这么瘦，以后多吃点饭，最少每餐2碗。媳妇儿，你说好不好？媳妇儿，媳妇儿。第二天，因为知道谢志回来了，彭氏特意叫伙房加餐，给谢志多准备了一点吃的。易大哥，我这次回来能待个几天，估计要借你大儿子和大儿媳2人几天的时间了。午饭过后，我们就准备去山里了，2天后回来。哦，这是去干嘛呀？特训。哦，那行，你是师傅，你说了算。哈哈哈，只要你们不心疼就行。哈哈，你当师傅的都不心疼，我咋会心疼呢？叶一鸣说完这戳心窝子的话，李小七和叶寒2人相视一眼，心里觉得他俩都被嫌弃了，没人疼，没人爱了。今天中午的饭菜瞬间就不香了。吃完饭了吗？吃完了。那咱们就走吧。师傅，你们等等我，我去就来。媳妇儿，干嘛去了？要这么久？这丫头古灵精怪的，不得不防啊。没干什么，解决一点私人事情，你赶紧走吧。不消片刻功夫，3人就来到断崖。还是按照之前训练的方向，你们2个在这里等1刻钟，1刻钟之后再来找我，谁找到我抓住我才算赢。师傅这次咋让我们等这么久啊？废话，因为他要去布置陷阱啊，而且现在可是白天，很容易发现踪迹的。上次可是晚上，师傅估计要去布置一些误导我们的痕迹去了吧？媳妇儿，你真聪明。是你太笨啦，呆子。媳妇儿，我就知道师傅他不厚道，看吧，果然设置了好多障碍。感觉这边有痕迹，可是那边也有痕迹，咋办啊？咱们分开追，就不信追不上。若是没有找到，就回断崖那里汇合。好。李小七借着树飞在上空查看，偶尔也下来查看地上的痕迹。叶寒也是这样，2人不断寻找着，最后终于被叶寒发现了。师傅，
我知道你就在这里，出来吧！你不出来，我也有办法让你出来。于是叶寒开始在各棵树上扫荡，竟然没发现，难道？于是叶寒开始在能藏人的草丛中寻找，不想草丛中竟然射出几支箭，叶寒差点就中招了，幸好躲得快。叶寒这下更加小心了，拔出剑蓄意待发。他一步一步小心谨慎地往前，又有石头被投掷过来。叶寒感觉他师父肯定在这儿。当叶寒在这边抵御这些无聊的障碍时，李小七确实真正发现了谢志的踪迹。哼，看你往哪儿跑！而这时叶寒也发现不对劲了，为什么只有这些障碍就是找不到师父？难道这只是障眼法？误导我的？叶寒觉得很有可能就是障眼法，所以也立马离开了，没有在这里多做纠缠。师傅，我知道你就在这儿，快出来吧，天色都黑了。你现在出来，晚上我就做烤鱼给你吃。不弄点真格的，你还真不知道我的厉害了。哼，我就知道你在这儿，早就叫你出来了，你咋还不出来？小丫头片子，竟然被你先发现了。不过说好的，找到之后还要抓到我才算呢。哼，那就看招吧。当李小七和谢志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叶寒就到了。呆子不错呀，终于找来了。还是媳妇儿厉害。媳妇儿，咱们一起把师傅抓住了。行啊，上。不带你们这样的啊，你们这是欺师灭祖啊。谢志有点慌了，若说一个一个来，谢志稳赢；若是两个一起上，谢志还真有点慌了。一个蛮力，一个古灵精怪的，真是防不胜防呀。后果果然如谢志料想的那般，最后谢志被李小七和叶寒两人钳制住了。师傅，这算抓住你了吗？哎，两个没良心的，白教你们了，不懂得尊师重道，快松手，松手！你别转移话题，你还想逃跑不成？说吧，这次算不算抓住你了？算得了吧。哼，那咱们今天收工，先去抓烤鱼吃，我都饿了。烤鱼？想得美，哪来的烤鱼啊？那条河里不就有鱼吗？我去抓2条来，咱们就有的吃了。那条河的鱼你想抓？你不想抓啊？你不想吃烤鱼了？就这丫头还能抓鱼？她不信。再说，她是不想抓鱼吗？她是抓不到呀，不是不想抓。上次她在这山里过夜，本来也想抓鱼吃的，可惜一身都湿透了，就是没抓到鱼。可是要气死她了。不是。哼，你们去捡柴火吧，我来抓鱼，看看河里哪里有鱼。主人，河中间就有鱼啊，而且还不少呢，物产丰富的很。我知道了。李小七一个飞跃，沿着水面飞到河中间，一边的长棍子也没闲着，在河里面倒腾一通，竟然插到了2条鱼。哇，媳妇，你好厉害！他也算是服了，这小丫头果然不是一般人。你们2个让开，我把鱼送过来。哎呀，果然山上的女人是老虎。你说咱们2个大男人还敌不过一个小姑娘家的，丢脸呐！我不觉得丢脸，我媳妇儿这么厉害，我觉得很荣幸，脸上很有面子。特色。你们捡的柴火呢？我立马去捡。倒是没想到啊，你这丫头抓鱼真有一手啊！谢谢师傅夸奖，我就当你是夸我了。媳妇儿，你竟然带了盐？不带盐怎么吃烤鸡、烤鱼、烤兔子呀？还是媳妇儿聪明。哦，对了，师傅，我有件东西要送给你，对你或许有用。哦，什么东西啊？你这丫头小心点儿，这有火呢。这是啥呀？谢志说完，刚好就反过来看到了，竟然是孙子兵法。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了，好几次都想开口叫他徒弟拿来看，又不好意思。这可是好东西啊，你咋知道我需要呢？我可不知道你需要，只是我们2个抄多了，分你一半。嘿，你个狡猾的丫头！有时间就好好研究研究，别以为每次我讲课的时候有个人偷偷听我不知道呢。你这丫头，找打呀！这都被你们发现了，那你们2个不早点给我，净给我整这些没用的。其实师傅啊，要不是知道你对这个感兴趣，我可不会送你呢。要知道，我这《孙子兵法》堪称军事奇才的人所写的，毕生心血的精华总结都在这本书里，你在行军打仗中肯定能够用得到的。师傅，这本书我也很喜欢呢，每次听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和想法，而且我很想上战场。
好男儿有志气。别吹嘘了，想上战场的就是好男儿了。要真正上了战场，并且能有命活着回来，最好能混个大将军那样的才算好男儿吧。媳妇儿，你是嫌弃我了？觉得我没有上过战场，没有军功？没有，我觉得你活着比较好，你在家我才安心。媳妇儿是担心我吗？若是我真的上战场了，你会担心吗？当然，你这说的不是废话吗？若是你想参军，倒是容易得很。只不过离开了这大洋村，离开了你媳妇儿，不知道会怎么样。毕竟你们才刚成婚不久。想啥呢？相公不去战场。师傅，你别误导他了，我才不让他去战场呢。媳妇儿，你不是说好男儿是要上了战场，建功立业才算吗？我也想当这样的好男儿。我说的是别人，可不是你，你不许去。其实你们的担心不无道理，若是能避免，谁又愿意上战场呢？我也不愿意。不过突厥兵猖狂得很，我这次回来就得到消息，很有可能朝廷要征兵了。是吧？你说的是真的啊？8九不离10。那我也要去。不许去。媳妇儿，当将军可是我的梦想，而且最关键的是，我要去杀了那些突厥头子，就因为他们，我们百姓过得名不安生。若是我去了，我绝对要杀他们片甲不留。听到这儿，李小七安静了。其实谁不想建功立业，只不过这都是拿命去拼回来的。李小七不想一寒冒险。这只是一个消息，上头还没有来通知，估计不会来也说不定。你们就不要嫌弃人忧天了。烤好了没有？烤好了，这条你先吃着。呵呵，谢谢七丫头啊。师傅，你咋又叫我媳妇叫七丫头了？要你管。媳妇儿，我也要。好，马上给你挑一个。真好吃啊，太香了，这味道可是很久都没有吃过了。你媳妇儿，还是你烤的越好吃。快吃吧，还有呢。这个呆子，哼。谢志则看着两人眉来眼去的，觉得他真的是自作孽不可活呀。早知道就分开这俩人，单独特训了。天天喂他狗粮，还要吃鱼干啥？狗粮都吃饱了。哎，眼不见为净。第二天，几人草草吃点东西就开始特训了。这次可不是按照昨天的方式特训，这次谢志带着两人来到深山老林。上午你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杀一头大猎物回来，不管你们杀的什么，老虎、熊都行，反正足够大就行。不过我只给你们1刻钟的时间，1刻钟后拖着猎物到这里来，我在这里等你们。现在开始吧。师傅，你是认真的？1刻钟，你确定？当然，非常确定以及肯定。现在倒计时。谢志不想听叶寒啰嗦，叶寒和李小七两人立马就开始飞跃走了。不来点厉害的，简直奈何不了你们两个了。1刻钟，我看你们谁能扛回来一头大猎物，这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媳妇儿，咱们分开找。你过好你自己吧，找猎物对我来说很简单的。啊，走了。大布，赶紧扫描，我需要大型猎物。主人，你这样是作弊的行为。费那么多话干什么啊？赶紧的扫描。你就不先自己找找看，找不到再叫我也不迟啊。不想找，赶紧的。其实你不帮我，我也知道哪有猎物了。随着打斗和野兽的嘶吼声越来越大，李小七已经到了。竟然是一头熊和老虎在打架，这是咋回事呢？李小七正疑惑着呢，这两大凶货，李小七也不敢贸然上前，只能远远的躲藏看着。很快叶寒也来了，他也发现这边的动静了。大黑熊已经受重伤了，大白虎身上也有多处受伤。这俩货不知道是咋打起来的，竟然这般要命。不过片刻，大黑熊被老虎一口咬住了脖颈处，然后用力一撕扯一甩，大黑熊就被狠狠地砸在地上，没有动静了。大白虎还小心翼翼地上前又补上一脚，发现大黑熊真的是没有动了，估计是死翘翘了，这才松了一口气般的转身想走。别去，咱们跟上去看看。媳妇儿，若是现在不杀，时间上可就来不及了。听我的，这头大黑熊你先扛着，跟上。两人跟了一会儿，就看见大白虎回到了一个洞穴，这洞穴不是很大，但是却很深。叶寒把大黑熊放在洞口，用茅草遮挡住，然后和李小七两人一起进了山洞。两人的动静惊动了大白虎，大白虎转头看向两人，立马警惕地龇牙。大
白虎兄弟，你现在可是受伤了，别大喊大叫的，影响不好，而且还容易招来别的厉害的野兽呢。不想这话不知道哪句说对了，大白虎立马安静了，只是警惕地盯着两人。巴布，赶紧跟他沟通一下，问问他这洞里都有什么。巴布领命之后就开始和大白虎沟通。大白虎惊讶地瞪大眼睛看着李小七和叶寒，而且还朝着四周不断地看，试图找出脑海中的那个声音的主人，但是都是徒劳。就这样僵持一会儿之后，叶寒就看见大白虎突然龇牙咧嘴的在地上打滚。大白虎貌似很痛苦的，两只前脚试图抱着头。巴布经过一番威胁和恐吓，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终于了解清楚了。原来这洞不是一般的洞，是很早很早之前就有的古老洞府，而且坐落在这座深山密林中，不易让人察觉。要不是大白虎带路，他们还真的找不到。主人，跟大白虎沟通好了，他说这洞府是他的居所。之前因为大黑熊想要来这洞里面喝那个乳白色的水疗伤，大白虎不肯，所以两人才打起来了。这俩货其实就是争夺那疗伤的水的。他还说这洞里面也就这水是神物，其他的没什么。是吗？巴布，你跟他说，我要跟他契约，以后这洞里面的东西由他守护着。是，主人。巴布一说要跟大白虎契约，不想大白虎竟然立马答应了，这么爽快。李小七疑惑，本来还以为要费一番功夫呢。媳妇儿，你干啥？放心，没事儿。你忘了，我可是懂兽语的。这大白虎愿意跟我契约，认我为主，所以你不用担心。啥？大白虎要认他媳妇儿当主人？这是啥情况？这么离谱的事情能发生吗？别是大白虎骗他媳妇儿的，目的就是让他媳妇儿放松警惕，想要吃了他吧。叶寒想到这儿，一身机灵，立马追上李小七，站在李小七的身侧，警惕地瞪着大白虎。大白虎感觉到敌意，立马警惕地朝着叶寒呲牙：大家别慌，稍安勿躁。相公，你放心，没事的。李小七安抚叶寒，叶寒点头，但是内心却还是没有放松。李小七在手指上挤出一滴血，滴在大白虎的额头上，立马一道金光散发出来，刺得叶寒闭上眼睛。李小七这次跟大白虎契约的感觉不一样，好像他只能感受到大白虎一半的心情和想法。看来大白虎果然在抵触他，没有真心实意的接受他这个主人。相公，你先去门外收着，我交代几句，马上出来。这我不放心。放心吧，我没事。你去外面等我2息时间，我马上出来。那你小心点啊。李小七笑看着叶寒出去之后，转头看向大白虎。我知道你看不起人类，觉得人类比不上你百兽之王，而且还是我这样的弱女子，你更是瞧不起。不过有一点我要让你知道，我拥有的好东西比你这洞穴里面的可是好1000倍不止，这些就当是少你的了。李小七随手一甩，就扔出2只大野鸡，这野鸡比鸵鸟还大。这2只野鸡送你了，很好吃的，美味的很。还有你那种乳白色的水我也有，不过我的不是乳白色，就是水而已。李小七说完，找了一个大一点的石头坑，注入灵泉水之后，就看了白虎一眼，走了。好好照顾这个洞府，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在意识里面跟我沟通，不过你需要叫我主人才行。只要你听话，以后这样的美食多的是。而大白虎看见那边的水还有2只活蹦乱跳的大鸡，一脸莫名其妙和惊讶，太不可思议了。大白虎先跑过去，用舌头舔了舔石坑里的水，之后竟然震惊的目瞪口呆，因为他发现这水比这洞穴里面他守了这么多年的乳白色水还要好喝。白虎立马大口大口喝水，一下子就把水喝完了，而且还意犹未尽，这么点不够喝呀。大白虎觉得这主人的水不错，下次见面多要点才行。看来认这个主人也不亏，从此刻开始，大白虎才算真正的从心里认可了李小七这个女主人。而李小七好像也感应到了一样，他感觉现在的白虎心情非常好，吃饱喝足，他还想美美的睡一觉。咱们走吧。师傅，我们回来了。你们2个还知道回来啊？师傅，不是我们不想回来，是回不来呀。好家伙，这是熊啊，这还是成年了的熊，少说也有300斤吧。还有老虎呢，不过老虎没死，给媳妇儿当宠物去了。笨蛋。啥？老虎给小七丫头当宠物？这咋回事啊？快说，
师傅，听我说，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一去就发现两凶货在打架了，后来黑熊被打死了，我们就准备追击老虎。可是这老虎狡猾得很，估计是发现我们了，我们就没追上，还让他给跑了。我看着他挺好看的，就打算留着当宠物了。而且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以后有机会再慢慢收拾他吧。你糊涂啊！就凭你们两个还想留着老虎当宠物，想啥呢？还有这个熊瞎子，既然不是你俩打的，那就不能算你们的，合着是你们两个捡了个现成的便宜啊！这次的任务不算，给我重来。这次你们两个给我各去打3只野鸡来，立刻马上，只给你们半刻钟的时间。我还治不了你们了，一点都不守信用的家伙！说好了1刻钟，结果都快1个时辰了才回来，搞什么鬼？气死我了！老虎跑了，大黑熊还是老虎打死的，一点特训效果都没有。媳妇儿，你干嘛不跟师傅说实话啊？说你是呆子，你还就是呆子了。我问你，你把事情说了之后，若是师傅说要去杀老虎怎么办？我可不能让老虎有事。再说了，少1人知道我懂兽语，我就少1分危险，别乱说出去。再说了，我也不是防着师傅，主要是这件事情匪夷所思，你随便说说师傅就能信吗？后面不知道要用多少实证来证明，浪费时间不说，还耽误了特训。媳妇儿，你说的好有道理。赶紧的，每人3只鸡。果然不消片刻功夫，两人提着3只鸡回来了。这次的时间赶得刚刚好，咱们先去河边吃烤鸡，吃完之后就要来一次猛烈的训练了。还有更猛烈的？废话，就这样你还想蒙混过关？扛上黑熊，这家伙必须带回家去，好好吃一顿。知道了。竟然是大黄蟒！大蟒蛇被叶寒激怒了，于是身体离开了洞穴。这一下可是吓了叶寒心脏砰砰跳。只见这大蟒蛇竟然有3、4米之长，叶寒已经不知道估量了，反正就是特别长。叶寒的手抖了一下，他可以不要了吗？有点怂了，但是也知道现在更不可能走，因为走不了了。大蟒蛇都出动了，也不会轻易放过他。于是叶寒卯足了劲儿，他不相信他打不过一条蛇，拼了。而李小七在找到灵芝之后就开心不已，还向巴布炫耀：巴布，你看我厉不厉害？你不告诉我，我也能找到，只不过是多费一点时间而已。主人，你要发财了！这些灵芝2株是1000年份的，2株是800年份的，你运气真好。你主人我运气爆棚啊！不过咱们摘1朵回去交差，摘1朵进空间去，另外2朵就留在这里继续生长吧，不能全部摘了。李小七说完，就意识控制1株千年灵芝进入了空间，种植在了空间的角落处。正当李小七嘚瑟的想伸手去摘第2朵的时候，突然一声鸟叫惊吓到了李小七，竟然有1只大鸟朝着李小七飞速而来，而且一来就对上了李小七，一人一鸟瞬间交战。混蛋，敢伤我，看招！李小七认真起来，可是战斗力爆棚的，瞬间就把大鸟打得节节败退。大鸟还被李小七砍了1剑，大鸟身体受伤，而且大鸟身上已经被刺了好几剑，眼看着打不过了。你现在离去我就放了你，这灵芝我只取走2只，剩下的2只归你。大鸟好像听懂了，不舍得看了一眼灵芝处，然后狠狠心闭上眼睛，转身飞走了。哼，算这大鸟有自知之明，否则今天可不能放过他，必死无疑。李小七看了一眼破了皮的手背，幸好那时他速度快，躲闪了一下，要不然可就不是破点皮的事情了，整个手臂都要被大鸟给啄下来了。李小七意识控制，用灵泉水洗了一下伤口，那股灼烧感消退不少，之后松了一口气，看了一眼缺了1角的衣摆，就去把另1颗千年灵芝摘了。而叶寒这边的战斗也才刚刚结束，大花蟒被叶寒刺了好多剑，身上鲜血淋漓，已经死透了。叶寒也受了伤，被大花蟒撞击了1次，摔得不轻，还被抓了好几道。叶寒现在也精疲力尽了，慢腾腾的摘了雪莲之后，艰难的把蟒蛇头从7寸切了，然后拖着走了。啊，师傅呢？啊，相公，你这是受伤了？小伤，没有多大事情。这是怎么了？我没事，现在好得很，只是皮肉伤而已。啊，既然如此，我就放心了。不过这条蛇很大呀，说明你找到的东西也不错。说说吧，是什么？是雪莲吧？不过我不敢确定。什么？雪莲？给我看看。不错，好徒儿，
你这次完成的任务让我很满意，这雪莲可是很难得的，不想你竟然还给摘回来了，这东西归为师了啊！师傅，你这是强取豪夺。什么强取豪夺呀？说的那么难听，我就当这是徒弟孝敬我的，好东西当然要归我了。给师傅是应该的，反正我们留着也没什么大用，师傅拿去还能救治更多的人呢。还是徒弟懂事，你的呢？你会拿走吗？说啥傻话呢？快点拿出来！现在的师傅感觉就是土匪呀，看见好东西就明抢的那种。你答应我不能抢走。说实话吧，若是药材你就给我吧，我这是去救死扶伤啊！你也不忍心看着那么多将士受伤而无药材医治吧？师傅，好药材能用到士兵身上去？实话告诉你吧，这次你们找到什么我都要了，药材的话全部给我，若是珍贵药材那更要给我了，我有用，算我欠你们一个人情，这总可以了吧？这可是你说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当然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为师说到做到。这小妮子就是不上套啊！行吧，给你，这可是千年灵芝。啥？真的？哇，这还真是千年的！叶寒被震惊了，媳妇儿是放哪里了？他刚才咋没看到啊？师傅，咱们该回去了吧？对，是要回去了，天色都不早了。说好的，这灵芝我也没收了啊。师傅，给你收拾的，拿着吧。呵呵，就知道你这丫头机灵的很。谢了，我徒弟咋没来啊？看，那不是来了吗？呵呵，师傅，你这是准备走了吗？当然。对了，我走以后，若是你们有事找我，就去府城秦知府的家里找他寄信给我吧，我和他有特殊的联络方式。知道了，说的好像有大事发生一般，我最受不了这种场面了。我先走了，你们师徒两个话别吧。这丫头，师傅，你告诉我们联系方式，为啥？你不是说想要参军吗？若是你真的有志向如此，就告诉我一声吧，我也好放心不是？哦，知道。不过即使你要参军，估计也要过年之后才会走，好珍惜剩下的时刻吧。大少夫人，可算找到你了。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暖棚的番茄红了一些，您去看看能摘了吗？雷管事，你现在去召集除了酒坊和作坊要做工的人，只能是我们自家人，村里人就别叫了，带着背篓来这儿，最好架上牛，摘好了我们立马送去镇上。好嘞。咱们挑红透的摘，没红透的就先留着，以后估计每天都能摘不少了。还有就是轻摘轻放，别弄断树枝了。李小七交代完了之后就示范了一下，然后大家就开始摘了。很快3个暖棚的番茄都摘完了，暖棚门口也排着一排的背篓，里面装的全是番茄，已经有10背篓了。你们现在去摘辣椒吧，我估摸着要送2趟，我们先把番茄送去勤卫楼，回去再送辣椒。你们去吧，一趟还真装不下，这东西金贵着呢，还是不要装那么满的好。大家把番茄搬运上牛车之后，李小七和叶寒两人赶着小蛮就上镇上去了。店小二，你家掌柜的呢？哎呦，小娘子来的不巧，我家掌柜刚出门去了。啊，那能现在找回来吗？知道出去多久了吗？多久能回来啊？小娘子别急，掌柜有吩咐过的，若是你们来了就立马去找他，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去就来。等两人把背篓全部搬下来之后，岳掌柜回来了。小七、叶寒，你们两个这是……哎呦，这是番茄熟了。可不是啊，岳叔，这可是第一次摘呢，我们还要返回去把辣椒也运过来。那感情好，赶紧上秤。岳叔，本来说好你们派车队来的，这不我今天刚知道就临时摘了，不好意思哈。这有啥？不过你们下次什么时候摘，最好提前告知我们，这样我也好安排。估计每天都要摘的了，只是每天的量多少的问题。既然这样，那我就专门派车来。不过派几辆车你要跟我说一下。明天派4辆车就够了。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哦，还有岳叔，我娘家那边的估计也能摘了。好的，放心，我会派人去的。掌柜的，称好了，一共1180斤。好，你这价钱我目前还不知道要怎么定价，所以我要去信问问东家，这钱啊只能稍后结给你们了，可以吗？没问题，那我们就先回去把辣椒运输过来。还有多少没摘啊？快了，还有几垄就摘完了。那咱们就在这边摘吧。有4个人摘，很快就摘完了。
另一边，雷大几人也摘完了，正在把摘好的搬运牛车上。等全部搬上车之后，李小七和叶寒就赶着小提去了镇上。等叶寒和李小七回来之后，刚好就是吃午饭的时间。小叔，你家暖棚你去看了没？前天看的，咋了？今天我家的暖棚摘番茄和辣椒了，你家的番茄应该也红了吧？哦，前天才红了几个，我就没管它。不过我发现番茄是真好吃啊，我摘了一个吃，差点连舌头都吞掉了。小叔，那明天你家的跟着一起摘了吧？今天我们两个送货去秦卫楼了。哎，等下我就去暖棚看看，反正背篓我也编织了不少，应该够用的。不过现在他还没定价钱，我们先送去，过后再结算。啊？不是立马结算啊？不是，这次的价钱都还没定呢，所以先计数，等价钱定下来之后就会结算了。反正都一样，只是时间上推迟几天而已。啊，那还行。那明天我就不去收猪了，叫小苏一个人去就行，我去暖棚。只要上午就够了啊，下午你还是可以照常去收猪的，我们会一起帮忙摘的。嘿，那感情好。未时2刻，村长传话，全村人去晒谷场那里集合，衙门来人了。大杨村的村民们，我是朝廷任命的将军，府城县衙委派的官差，我姓蔡，大家可以叫我蔡将军。为了响应朝廷号令，从12月开始就陆续在各地征兵了。同样的，我们这里也要征兵。我此次来的目的也就是征兵。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为此，每家每户都要出一个壮丁报名参军。若是家里不想参军者，统一去村长处登记，并交上15两银子。记住，是一人15两，才能免去参军资格。朝廷也是仁慈的，若是去参军的人家，一个可以给5两的费用，这也是为了让参军的人可以无后顾之忧。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回去慢慢商量，明年正月初6就上镇上的府衙去集合，由村长带着本村的人去登记。若是敢逃逸或者谎报者，格杀勿论。蔡将军说完，一下子就唬住了村民，很多人突然就哭出来了。村子里有很多的人家都只有一个儿子的，有些有2个、3个的，但是分家后可就不一样了。这一个人头就要15两，黑心呢？就没见过这么黑心的朝廷，去参军的补偿5两，不去的要给15两，还说什么朝廷体恤，简直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大资本家。李小七突然知道他师父为什么老是望着大道叹气了，不是将士不拼死守护疆土，而是朝廷不作为。李小七内心吐槽的不行，但是叶寒却听得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刻就去战场上杀敌了。那些突厥兵太可恶了，两人的想法形成鲜明的对比。哎呦，这下糟了，这是征兵啊！咱们村里的人虽说今年还不错，但是也没有到随便就能拿出15两银子的时候啊。有些人家估计宁愿让人去战场，也不会出那15两银子的。幸好他家一大家子只要出一个人，这一人也不用出，大不了就出15两就行了。叶一鸣感觉他家倒是没什么事情，家人肯定都会选择出钱的。朝廷让大家陪着家人过了年再去参军，已经是仁慈了。咱们每家每户回去后，自家人商量参军名额和人，商量好了随时来找我登记。若是登记了，可就不能反悔了，到时候就算有钱也去不掉名额的。村长说完就叹了一口气，然后招呼大家回家去了。就这样一天转眼就过去了。大家摘番茄正摘了一半的时候，岳掌柜带着马车来了。叶寒、小谢，你们这都摘了这么多了。岳叔，你来的这么早啊，都还没有摘完呢，我还以为你要等会儿。我也来摘吧。哪就需要你来摘了？您先尝一个番茄吧，这个好吃的很。哎呦，这可使不得，你的心意我领了，这都是金贵的东西，吃就不用了。岳掌柜的来了。叶老哥，我来暖棚看看，这不是才到吗？这样啊，那就跟我来吧，进来暖棚看看。岳叔，你什么时候来的？来了一会儿了。你这的暖棚里面的菜种植的是真好，这水灵的，硕果累累的感觉，看着就赏心悦目。岳叔谬赞了，咱们暖棚的番茄摘的差不多，现在就剩小叔家的了。咱们这的辣椒今天倒是不多，摘不摘都可以。那我去小叔那看看。爹，你带着岳叔到处看看，我们先去摘了。
叶老哥，我是真羡慕您，你可谓是全服人家。是你说的这样就好了，我也就只希望他们早日成家，早日让我抱上大孙子或者大孙女就行了。谁说不是呢？不过也快了啊。叶寒和李小七加入了叶长青暖棚的摘番茄行动之后，速度那是快多了。等大家摘完之后，已经5时出了。叶长青家番茄15背篓，辣椒8个背篓，刚好可以装2车。合着叶寒家的番茄今天有12背篓，辣椒只有2个背篓，全部都摘好后就装上马车了。岳叔，我看明天就不用派车来了，隔一天派4辆车过来就行。若是不够，我们这儿还有牛车也能送去镇上的。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哦，对了，这是我配的保鲜水，你要运输去京城的话，没有保鲜技能是不行的。每个番茄沾上水就能保鲜了。若是嫌麻烦，就在背篓的上方撒上一些保鲜水也行。好，那就谢谢你们了啊。岳叔，若是要运输去京城的话，最好是跟我们说一声，摘那种没那么红的，没有红透的那种是最合适的。刚好到了京城，番茄也就红透了，又不影响口感和艳丽的颜色。这样啊，那听你的。若是如此，要不明天再摘一批，我这些全部要送到京城去的，府城只留一小部分。行。娘，媳妇不在房间里啊？不可能，我都是看见他进了房间的，也没见他出去啊。肯定在房间，你去找找吧。叶寒疑惑的转身又返回房间，这一下李小七还真的在房间。媳妇儿，你在房间？对啊，你回来了。这刚出来就看见叶寒，怎么回事？这什么表情？难道刚才叶寒回来过？糟了，我之前忘记锁门了。你一直在房间吗？嗯，对啊。不可能啊，我前面回来都没看见你在房间。我出去了一下又回来了。这样啊？可是娘说你没出去过，而且刚才我问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房间，你也说是啊。突然就变聪明了，这呆子啥时候变这么聪明了？这是难办。哦，我以为你说的是刚刚，我是出去了一下，我出去的时候也没看见娘亲。怎么了？你老是问这个干嘛？没干嘛，就是问问。呆子，你在怀疑我？没有，真没有？真没有，媳妇儿，我哪敢啊？你是不敢，还是已经怀疑过了？啊，对，其实，哎呀，媳妇儿，你有很多地方让我怀疑，难道你觉得你之前做的事情不该让人怀疑吗？什么？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话呢？你怀疑我什么？我没觉得有什么好怀疑的。真的？当然，比银子还真。不信你尝尝。叶寒没有防备，被李小七吻了个正着。李小七觉得这是自作孽不可活啊，但是终于挡住了叶寒喋喋不休怀疑的嘴，也算大功一件。就这样的日子转眼过了7天，今天是12月20日，叶凯等人最后上私塾的日子。李小七在前2天就跟叶寒去了石头村，因为征兵还有暖棚的事情，李小七不放心，所以把家里的事情安排明白之后，就来到石头村他的娘家了。娘，我吃好了，我先去暖棚了。那么着急干什么？吃饱饭再说呀。我也吃好，我跟媳妇一起去。我也吃饱了，我也去。我也吃好了。我也吃好了，咱们一起去吧。你就在家做好家务就行，不必来了，有我们就够。知道了，那你们先去吧。好了，都搬上车了。我这边也记好数了，全部都过称了。番茄一共1936斤，辣椒820斤，可对？对的，没错。好的，定价是10两1斤的番茄，那就是19360两银子。辣椒定价4两银子1斤，一共就是3280两银子，合计就是22640两银子，可对？是的，没错，有老管事的了。好说好说。这么多银子我这带了也不足，恐怕还得麻烦你们跟我们走一趟才成。去镇上的勤卫楼找江掌柜结账。好的，我跟你去吧。大哥，我跟你一起去。好啊。哦，对了，前面里2次的账还没结算呢。好，放心，掌柜的心里有数的，你这次去就可以一起结算了。好，那咱们走吧。咋回事啊你们？娘，咱们家要发大财了。啊，真的啊？娘，我来说吧，咱们今天摘的番茄收走了，然后定价是4两银子的辣椒，猜猜番茄定价多少？什么？
就辣椒就4两银子一斤，这都能买多少斤肉了呀？有人买这么贵的东西吗？当然有啦，京城那么多达官贵人，有的是钱。这些番茄和辣椒是卖去京城的？是啊。别岔开话题了，娘，快点猜猜番茄什么定价？不知道，你爱说不说。10两哦。什么10两？真的假的？就知道你是这种表情。好了，别逗你娘了，就今天的收益就有2万多，咱们呀是跟着你闺女发财了。娘！李方明用力地掐了一下李王氏的人中。行了，行了。娘，你没事吧？娘的身子这么弱的吗？没事，没事，就是被吓晕了。娘，这样就把你吓晕了，要是拿到更多的钱，你要咋办啊？少打趣我这是没有准备，现在我有准备了，你拿再多的钱过来我也能接受。幸好姑爷不在，否则要丢脸死了。不许往外说啊，你大哥和姑爷也不许说，否则别吃我做的饭。知道了，娘，我保证不说了。这臭小子白养这么大了，一点都不听话。娘，你放心吧，我们不乱说出去的。就是你现在真没事了？没事儿，好得很呢。别转了，小心又晕过去。娘，你要有心理准备，说不定等下我大哥回来，拿回来的银票就能让你数到手软。真是这样，那倒是好了。啊，只是告诉你一下，大哥回来你就知道了。吃饭了啊，就等你们了，快来。大哥这么开心，真是发大财了呀。七美，你错过了一件好事。怎么啦？看着大家的表情都有点情不自禁想笑的冲动，李小七又看向他娘，他娘的脸有点红。别说了啊，快点吃饭，我很饿了。李小七猜到大概了，吃完饭之后找大哥他们聊聊就知道了。怎么回事？快说。也没啥。我来说，是娘啊。大哥拿回来钱，正跟爹对账呢。把银票拿出来的时候，大哥告诉爹，总共结算了10万两银子还多。爹惊讶的呆住了，然后娘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的，直接给晕倒在门口了。等大哥和我们发现，娘已经摔倒在地上了，我们没来得及接住娘，然后这事情想起来就觉得有点好笑。哇，10万两还多，这么多的吗？发财了呀！李小七的关注点成功被转移了，本来以为他娘摔倒有啥事情呢，吃饭的时候好好的，那肯定就没事了。爹也被吓着了？当然，你是没看到爹当时的表情，那还真是我这辈子都没见过的。爹娘没事就好，想着有这么多钱，咱们家算是起来了。可不是，我现在也算是有钱人家的少爷了。二哥还是少臭美吧，这事情在外面可不能说，咱们发财也要秘密发财才行，否则那么多个村子，那么多人，人心难测，知道吗？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咱们还是低调一点好。七妹说的是，媳妇儿说的是，讲真起来，咱们是既怕贼偷，也怕贼惦记。瞧你们说的，我有能不懂事吗？放心吧，我也就是在家里说说，外面才不会说呢。知道就好。不过娘为啥一听到这么多钱就晕倒呀？娘一辈子都在村里，哪里见过100两以上的银子银票啊？之前卖人参、灵芝这些的钱就已经算是非常大的数额了，更何况咱们家这次是一下子就是10万两以上的数额了，娘亲估计都不会算了。还真是大哥说的那样，所以你们要让他多拿一些钱，那样习惯了的话，就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儿了。知道了，家里大多数钱都是爹娘拿了的，我们两个可没几个钱。哦，对了，咱们这里来朝廷的人征兵了吗？来了呀，爹娘的意思是出钱。你想去啊？当然，难道你不想去啊？想。打住，不许去，你也不许去。要去也是我去啊，哪里就轮得到你了？大哥，这个你要跟我争啊？不是争不争的问题，而是爹娘不会同意的。你就死了这份心吧。对，死了这份心思，你们两个都不许去，我不同意。我们只是随便说说，是吧，妹夫？是。最好是这样，否则
要你们好看。第二天，叶寒早早起来练拳，李自胜也起来了。妹夫早，二哥早，妹夫咱们找个隐蔽的地方，我有话跟你说啊，走吧，后山。妹夫，你真打算去征兵？没有啊，真的啊。你觉得我很好骗啊？啊，实话吧，就特别想去，但是媳妇不让。我就知道是这样，我也想去，要不咱俩一起？你去的话，岳父岳母不会答应，你还是别去了。别研究武功高我就怕你啊，我可不怕，我更不怕上战场，这次谁也阻拦不了我。你真的打定主意去？当然，这还能有假？只不过不能光明正大的，要偷偷摸摸的，而且还要在登记之前登记上我的名字就行。你还是别吧，这样到时候岳父岳母可要伤心了。难道你想在这村里待一辈子？我可不想，我就想去外面看看。现在敌人犯我边境，我作为一名有血有肉的男子汉，就应该站出来保家卫国。这不是以前七妹教过的吗？别想太多，他只是那么一说。还有《孙子兵法》多研究研究。我要回去了。哎，你别走啊！你还没说你去不去呢。我去战场上，你不怕你七妹伤心啊？这，当然。看来你是真的去不了了。那你还是好好在家待着吧，和我七妹和和美美的生一堆外甥女外甥出来。等我回来了，我就带他们骑马，买好东西给他们玩，还给他们买好吃的。记住你说的。叶寒笑着说完就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了。我教你几招吧。真的？那太好了。好。李小七起床后发现叶寒不在，估摸着就是去练功了，也就没管他，跟李王氏打了一声招呼就出去了。等到了暖棚，李小七看了一下，呀，番茄有一些红的，估计也能摘，就是摘不到多少。李小七立马把空间的3杯篓番茄先弄出来，之后看见暖棚里面还有2个空杯篓，立马收进空间去了，然后又锁了门去查看别的暖棚，只要暖棚里面有空杯篓，立马收进去。之后来到辣椒的暖棚，辣椒能摘的也很少，李小七把空间里面的2杯篓辣椒也移出空间，放在了辣椒的暖棚里面。李小七总共收集到了4个杯篓，立马又进了空间，当然是先关了暖棚的门进的。之后李小七把4个杯篓都装满了，2杯篓的辣椒，2杯篓的番茄。摘好之后，李小七先出来去另一个辣椒的暖棚，把2杯篓辣椒先移出来，之后又去番茄的暖棚，这样一来既不容易发现异常，又增加了9个杯篓的意外收获。李小七顺便还拿个桶进空间摘了不少番茄和辣椒，然后找了一些杂草盖上，做好隐蔽工作之后，锁了暖棚，提着水桶回家了。娘，你炒啥呢？炒香肠呀。那等我一会儿，我来炒，你先帮我煎几个鸡蛋，咱们每人1个就够。李小七快速的洗好，就在切番茄了。很快一大盆的番茄切好之后，又切辣椒，辣椒斜刀切，既好看又好吃。等李小七切好之后，李王氏也煎好鸡蛋了。李王氏刚转过头，正想对李小七说好了没，结果看到李小七正在切辣椒，还有那一盆红彤彤的番茄，李王氏差点又要晕倒了。这闺女实在是败家呀，这些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呀。李王氏心疼的差点要心梗了。娘，我切好了，我来炒吧。啊，娘，你咋了？没事，就是有点头晕。娘，你是不是病了呀？最近怎么老是晕倒呀？要不我带你去药堂看看吧。没事儿，不用去药堂，歇一歇就好了。伙房交给你了啊，娘进去休息一下。这是咋了？娘又差点晕倒了。爹，你回来的正好，你照顾娘，我去炒菜，锅都要烧着了。身体这么弱的吗？看来还是得去看看，不会是贫血或者是低血糖什么的吧？你咋了？怎么经常晕倒？你没瞧见你家闺女儿伙房里面的菜啊？今早上咱们家可是吃了不少银子，太突然了，没心理准备，就给差点晕了。哦，早上的菜这么丰盛吗？我去看看。闺女儿，弄啥好吃的呢？爹，娘没事吧？没事儿，休息一下就好了。哎呦，这是番茄炒蛋吧？嗯，对啊。爹，娘老是晕倒，是不是贫血呀？咱们要不要带娘去药堂看看？没事儿，你娘没大碍，不用看大夫，休息一下就好了。真的？真的，我去叫他们吃早饭了。你啊你，就一点吃的，至于吗？
害得闺女说要送你去看大夫。啊，别啊，我也不是故意的，我可不要去看大夫啊，没病看什么大夫呀，瞎浪费钱。好，被我阻止了。不过以后你可别晕了啊，要不然我也没法子。这哪是我说晕就晕，不晕就不晕的吗？早上好好吃饭，别舍不得。咱们家现在也算苦尽甘来了，好吃的咱们也尝尝。再说这些还是咱们自己亲手种的呢，有啥不能吃的？别人能吃，咱们自己也能吃，放宽心吧。一通说辞下来，李王氏还真想通了不少。我还以为你们还在睡懒觉呢，你们这是去哪儿了？去后山练功了，我俩起来的早，就去后山练功去了。哦，早知道我也早起了。吃饭了，七妹不知道炒的啥菜，一早上就闻着香味了。七妹一大早就去暖棚了吗？摘了一些咱们自家人尝尝。哇，七妹做事就是利索的很啊。哇，挺好吃的，还真没吃过果子这等食物，好吃。这个辣椒倒是没有那个辣椒末那么辣，但是这个辣味可是刚刚好，既不会太辣，也不会没辣，好吃。真好吃，好久没有吃到这个味道了。还真的很好吃呢。大家对这一顿早餐赞不绝口，也终于尝到了番茄的味道。鹿肉带一些回去吧，留下挺多的，估计也吃不完。这两鸭子带上，你陈叔家拿了很多柿饼，你带一些回去吃吧。还有一些山菌和木耳，我们去摘了不少，你带些回去吃。不用了，娘，家里有山菌和木耳的，等吃完家里的没有了我再来拿吧。也行。岳父岳母，那我们走了。好，你们慢走。对了，爹、大哥、二哥，等下你们还要去暖棚呢，车队来了就打趁。知道，放心吧。你们可算回来了。云起和云孙带着他娘来了，说是感谢你们的。他娘的病好了。哦，他娘的病好了呀，那真是太好了。哎呦，这又是从亲家处带回来好吃的呢。可不是，2只鸭，还有鹿肉，还有柿饼，这些东西倒是多，我先搬下来。大恩人回来了。你们来啦？听说你娘的病好了？是啊，这还真是多亏了你的药，不想小娘子还能治病救人，真乃神人也。过奖了，实不敢当，也就是碰巧而已。闺女呀，真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慷慨赠药相救，老婆子可就要一命呜呼了。真是谢谢你了。使不得，跪不得，你赶紧起来，起来！大娘，你可不能跪，真是折煞我了。救你只是举手之劳，你不用在意的。真是谢谢你了，大善人啊！大娘不必客气，我媳妇儿之前也不知道这药水能救人，不用太放在心上。那也要谢谢你们的，感激之情无以为报。若是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就说一声，我俩兄弟在所不辞。对啊，只管吩咐。咱们别站外面了，进厅堂那边坐一会儿吧。这家里也没啥拿得出手的，所以我们兄弟俩早上特意去摘了一些新鲜的果子送来一些，希望不要嫌弃。不用这么客气，冬天的果子可是很值钱的，你们有心了。你们喜欢就好。几人坐在厅堂里许久之后，云起和云孙要告辞了。大娘的病虽然好了，不过还是不要做太多重活的好，好好将养着才是。不过也是要适当的活动活动的。好，我们记住了，谢谢你。刘爷，这些都是云家送来的。是呢，大少夫人送来的可不少。李小琪看着好几筐的柑橘和香蕉，这些水果可值不少钱呢。2种都拿一些出来，给大家分着吃吧，让大家也尝尝这果子的味道。是大少奶奶。哇塞，好好吃啊！酸中带一点甜，虽然没有现在的柑橘好吃，但是这橘子也算是很好的了。之后去了院子里面，掰开橘子喂叶寒吃。好吃吧？真好吃。饭桌上还有，要的话自己去拿，库房也有。云姐他们送了不少呢，有好几筐。明天我就要上棚走一趟，送一些去我娘家吧。是要的，你做主就行。这香蕉特别香，比现代的还好吃呢，香蕉味特别浓郁。真有那么好吃，让你这么惊讶？真的很好吃。媳妇儿，现代是哪里啊？
哎，小心点，我不跟你抢。没事了，没事就好。不过这香蕉是真的很好吃吗？我尝尝。叶寒说完就摘了一根香蕉下来，只不过这香蕉不大，一根3口就吃完了。叶寒只觉得好吃，香香的，还真没吃过瘾，于是又拔了一根，又一根，再来一根，最后一根。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根了。李小七看着叶寒吃香蕉，看得目瞪口呆，竟然一口气吃6根香蕉。李小七要不是亲眼看见，真的不敢相信。晚饭还能吃得下吗？媳妇儿，好像我吃的太多了，不过我还没有吃饱。要是吃香蕉吃到饱，你能吃掉多少啊？2、3把不成问题。叶寒说完，李小七呆滞的点头。果然男子汉都不是盖的，是真的。大嫂、大哥，你们在这儿啊？听说有好吃的，什么啊？你们去哪儿了？大哥，我们去另外一个山头的果园了，爹叫我们去查看的。这是什么吃的？这个长的是香蕉，那个圆的是柑橘，你们尝尝，送来的还挺多的。哇，这个好香啊！还真的哎，软糯香甜，好好吃。这个柑橘也很好吃，酸酸甜甜的。我也觉得好吃。爹，这钱你收着，总共29200两银子。这么多呀，差点就要3万两了。今天摘了这么多的番茄和辣椒啊！可不是，这钱你给你媳妇吧，你们小两口用得着。你们不在家的时候，岳掌柜来结算了之前的番茄和辣椒的钱，家里可是一下子进账了10多万两银子呢。哎呀，这么多啊，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媳妇儿，猜猜我拿了什么？不知道，猜不到。是今天卖番茄和辣椒的钱，我给爹说给咱们2口子用。便宜你了，这钱你收着吧。我身上有钱用，再说我也花不了什么钱，还是给你收着吧。钱就应该媳妇儿管着，这样我放心。你这是什么时候开窍啦？知道我的好啦？肯定是媳妇儿好了。这呆子。转眼12月25了，小年儿。这几天加班加点的生产量应该是够了。那就好，这次的香肠和腊肉倒是不少，运去京城足够了。那就好，我打算过个2、3天就给大家放假了，毕竟大家家里也需要忙活，不知道镇上需要多少的粮。这个我也说不定，要不这样，剩下的这2、3天生产的量，我到时候再看着办。28我再运输最后一批，如何？好的，岳叔。好了，既然都搬运好了，那我们就走了。明天的番茄和辣椒，估计你们要再早一点摘了，车队会早一点来。这是今年送去京城最后一批番茄和辣椒了。好的，知道了，岳叔。媳妇儿，那大家今天还要加班加点的干活吗？不用了，恢复正常的工作时间就行。还有就是放假的时候，咱们也要给大家发今年的最后一次工钱了，还有奖励。啊，你说的对。吃好饭之后，叶亮提议下午去山上采蘑菇。行吧，那咱们下午就去山上捡菌子。明天上午要摘番茄和辣椒，可是没时间上山的。那就这样说定了，咱们上山多捡一些。我可喜欢吃新鲜的野山菌了。山菌炒肉做成汤都很好吃，而且现在若是捡多了，还可以留着过年吃呢。那还等啥啊？赶紧带上背篓走啊！4弟、5弟，你们跟着我，小心点。放心吧，大哥，没事的。之前打猎我们都能行，更何况是捡菌子啦。放心吧。没过一会儿，几人就开始有收获了。我捡到了，我也看到了，有3个呢。你们这么厉害，我咋没看到啊？慢慢找，别急。找到了，而且还不少呢，竟然是一堆呢。啥？一堆？真的假的？骗你干啥？哇塞，还真的是一堆啊！这些竟然全部长一起了，估计得有10多个菌子了。赶紧摘了看看。这还真的是一堆，厉害呀！你若是再来几个这样的一堆，晚上的菜就有了。这还有啊？我看看，我看看，我也去找找。李小七笑着去别的地方捡了，因为李小七开了挂，只要摘就行，不需要怎么找。很快，这一片就被几人全部翻过了。咱们去那边吧。哎，等等我。媳妇儿，
这次你咋在最后呢？发现菌子了，就摘了才赶上你们。哇塞，大嫂捡了好多的菌子啊！真的啊，我看看。哇塞，真的好多，竟然半个背篓了。媳妇儿，你真厉害，要不是亲眼所见，还真的不能相信，这才半个时辰左右，居然能捡这么多。昨天刚下雨，今天天气暖和了一些，有太阳呢，所以长得多一些。我运气好，碰上的多。也是，咱们赶紧去这边的山头看看，这次看谁捡得多。嘿嘿，肯定还是大嫂。那可不一定，说不定你们突然发现一堆一堆的，那不是捡得很快，一下子就赶超我了。还真的是，咱们快去前面捡吧。你这几个小家伙，真的是活泼一点挺好的，小子就是皮实的很。大家捡的都差不多了，打算回去之后，你看吧，我说的就是没错，肯定是大嫂捡的最多。可不是，还真是你大嫂捡的最多。好了，先回去吧，有这么多已经可以吃很久了。可不是，光大嫂的一背篓山菌就能吃好几顿，别说还有我们几个的呢。咱们这里走得太偏僻了，好像这里都没什么人来捡山菌的，咱们还是快回去吧。四弟说的没错，咱们赶紧走吧。巴布，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主人，就在前面不远处。那就 OK 了。这是奇迹吧？难道这果子是假的？这怎么回事啊？3棵果树长这么多的果子，是真的吗？太不可思议了。叶寒看着相隔才几米远的3棵果树，果树上挂着不同的果子，而且这3种果子他都非常熟悉，竟然就是之前媳妇儿在山里摘过的樱桃、水蜜桃和苹果，竟然3棵不一样的果树同时结果。这可能吗？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桃子好像还没开花吧？哇，这苹果好好吃啊，特别脆，特别甜，跟嫂子以前摘回来的苹果是一个味儿的。快摘了吃啊，特别好吃，跟以前嫂子摘回来的一模一样。媳妇儿，尝尝，是不是以前那个味儿？好啊。好吃，你也吃。好，这次咱们运气真不错，可不能放过这么好吃的水果。大家吃完手里的，赶紧上去摘下来，咱们背回家慢慢吃去。这时候已经有时出，几人加快手脚。当2个中等背篓、2个小背篓，还有6个布袋装满后，树上竟然还有不少。这树啊，别看不是特别大，果子倒是不少。咱们摘了这么久，估计也就摘了1半的量。可不是，看来只能明天再来了。现在天色都快暗了，咱们得赶紧回去。你们几个不要摘了，下来吧，咱们先回去。知道了。累死我了。我也手疼，其他倒还好。多少肯定会的，先把东西放好吧。你们回来了，正准备吃晚饭呢。今天做工做得晚了一点儿，没想到你们捡菌子也这么晚回来。不是叫你们早一些回来吗？娘，本来是能早些回来的，这不是又让我们碰上好东西啦，所以就耽误了一点时间。娘，你尝尝。啊，这是樱桃？难道你们碰到的好东西就是这个？当然，树上还有很多，我们估计只摘了1半的量。我们明天还要去。原来是这样，那行，明天摘完番茄你们再去吧。看着挺多的，明天开始给准备年礼吧，趁着这些果子还算新鲜。娘说的不错，明天先把上官掌柜、徐师爷还有县令的给了吧。除了县令的给半背篓的果子，其他的都用篮子来装吧。行啊，这些就你明天准备好。行，那就我来吧。看看咱家的碎银多吗？明天咱们合计一下工钱吧，没几天就要发工钱了。今年大家都比较卖力的干，我看每个人都能得奖励。你这奖金给发多少？管事的奖励肯定要更多的。我想着反正也是村里人，普通做工的就奖励2两银子吧，管事的话就5两，除了工钱之外。有道理。不过我希望给村民的奖金能多一些。咱们家发财了，但是村民们明年却还要面临着征兵的苦恼。我觉得还是每人奖励15两银子吧。管事的话就16两。爹是不希望村里的人去战场上班，对于这些不懂武功的村民来说，去了也只有死路一条。是啊，
所以咱们能帮一把是一把。行，那就按照爹的意思办吧，这样村民也能过一个丰收年了。可不是嘛，猪圈里的猪我算了一下，刚好还剩3头。29那天，咱们家杀3头大猪，给作坊的工人还有村里的孤家寡人、穷困的人送一些吧。行啊。啊，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办。人都到齐了是吧？咱们开始一个个的过来领，领完的可以先回家了。不过呢，大家明天5时出过来这儿集合，给大家分肉，回家过个肥年。哇塞，发了这么多的工钱，明天还发肉啊？对啊，这么多的工钱，有没有发错呀？对啊，我竟然发了15两之多，这么多钱，有点不敢相信啊！大家安静一下，我知道大家很疑惑为什么发这么多工钱。其实呢，这些不全是工钱，其中的15两银子是给大家的奖金。咱们家也考虑到了征兵的情况，所以家里要出征兵人头的就可以过来拿这15两去抵，大家或者家里的汉子就不用离开了。我们叶家也不希望咱们村里的人有谁难过的。这15两是给大家的奖励，是我们一家人决定的。大家领完钱之后就去我爹娘那边领取今年的福利，也可以说是年礼。领完之后就可以回家了。不过记得明天5时出再来这儿集合，明天杀猪给大家分肉回去过年吃，大家也都过一个团团圆圆的年。真的是谢谢你们了，我爹娘还真打算明年送我去征兵，他们不愿意出那15两银子。不过现在有你们发的这15两银子，我就可以不用去战场上等死了。谢谢你们。哎呀，别介，大狗子起来，你可别怪我们，蛇杀了我们了。咱们都是村里人，能帮一把自然要帮。叶涵哥，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这话说起来还真的是，我家的意思也是让我和我哥2人选择去一个，所以叶涵、叶他说，你们的这15两发得太及时了，我们因为有了这15两，大家都可以不用去战场上送死了。咱们都应该谢谢叶涵，他们就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是啊，是啊，谢谢你们。叶家果然是人善之家呀。我知道大家心存感激，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平安，所以你们的感激我们收到了。别的话就不多说了，大家还是排好队伍，咱们把工钱先发给大家。叶涵的话一落，大家又重新排队。已经领取的人去了叶以明那边领取，大家又恢复了原本的模样。但是内心的激动和感激之情，大家都已经铭记在心了。很快，大家拿着钱，提着一个篮子的福利，就准备回去了。每个人的篮子里面都有2包糕点、2个苹果、2个水蜜桃、6颗樱桃、6节香肠和1条腊肉、2两辣椒、2个番茄。媳妇儿，这是之前月叔交给我的账本和钱，这个月作坊和酒坊的收益都在这里。好，刚好要对账，一起吧。之后作坊、酒坊、暖棚、池塘还有果园的账目，2人在核对。除了果园暂时没有收入，其他3项赚的不少。这一算下来，也让2人惊讶不已。他们家今年竟然赚了这么多的钱。媳妇儿，咱爹娘手里估计得有20万两银子了吧？估计得有吧。反正今年赚的不少，光这最后一次月叔给的锦盒里面就有8万两呢。不过你手里应该也不少吧？说，存了多少私房钱？私房钱虽然不能确定，但我理解为我的私库，是不是？就是你私藏的钱。媳妇儿，我没私藏钱，也就几千两而已，这些还是你给我的，我怎么会有私房钱呢？哼，要你也不敢。媳妇儿，你这样问的话，让我怀疑你有私房钱了，是不是？哼，你人都是我的，钱更是我的，我还需要藏私房钱吗？有道理。所以我对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哎，你个登徒浪子，还在算账呢。没事，先把咱们的账算完。大年30，除夕。今天过大年，伙房一直忙碌着，村里面的家家户户都能闻到肉香味儿，哪怕是大杨村最贫穷的一家，家家户户今天都做了肉，炖了汤，弄了满桌子的菜，这才算是过年了。年夜饭准备了一天，为的就是今年最后一年的年夜饭能吃个好的，一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过大年。媳妇儿，看天上，是烟花呀！呆子，你这主意不错呀。这烟花你什么时候买的？我咋不知道？就前面去镇子上的时候买的，偷偷买的，没让你知道。媳妇儿，我是不是对你特别好？还行吧，
不算特别好。啊，不算特别好，那怎样才算好？意思就是你还不够好，要对我再好一点。哦，我知道了。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你别诱惑我。媳妇儿，晚上反正不能睡，别回去了吧？不回去你要去哪儿？随便去哪都行啊，晚上要守夜哦。我呵呵哒，我才不守夜呢，我要回去睡觉。可是每年的除夕都要守夜的，过了子时才能去睡觉。为什么要这样？估计是希望来年风调雨顺，生活越来越好吧。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你往年这样也不见有什么变化呀。听我的，睡好吃好，明年咱们肯定能赚更多的钱，因为身体才是赚钱的资本。行吧，听媳妇的。但是若是爹娘说，怎么办？怎么办？凉拌。有问题你去解决，我只管睡觉。媳妇儿，算你狠。爹娘，你们看，大哥和大嫂回来了。小孩子别乱看，大哥大嫂不守夜啦？他们不守夜也就算了，不是还有咱们的吗？真羡慕大哥大嫂，我也想回去睡觉。不睡觉干别的也行呀，不想坐在这儿看黑夜。所以不想守夜的话，你就娶一个媳妇儿回来吧，那样爹娘就能准许你不用守夜啦。是个好法子。好你个头，要娶你去娶，我才不娶呢。怎么也轮不到我头上啊，你们都比我大，要娶也是三哥先娶。哎，你这话说错了，要娶也是二哥先娶，可不是我。你们说你们的啊，别连累我。再说我才不要娶呢，要是娶一个母夜叉回来，那我的人生就完了。母夜叉？这是大嫂说的词，类似于泼妇的意思。原来是这样。别笑，等你们到了岁数，一个都跑不了，不娶也得娶。娘啊，能不能别说这么丧气的话题？要是我以后的媳妇儿有我大嫂那么好，我就娶；若是没有，那我就不娶了。嘿，能娶上媳妇儿就不错了，你还挑三拣四的，能耐了你。愉快的夜晚就这样在逗笑与追逐中度过了。你们是大杨村的村民吗？是的。你们可知道叶家怎么走？叶家？你们找谁啊？你们别误会，我们找叶家是好事，我们是宣旨来的钦差。啥？钦差？我们就是叶家的，我是叶一鸣，他是叶长青，你找谁啊？原来你就是叶一鸣啊！我们找叶一鸣叶家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叶寒、李小七。我们就是，不知道找我们有什么事情？你们就是啊！哎呦，我算是见到真人了。我们是来宣旨的，你们赶紧派人回去准备香案等物，接受皇上的封赏吧。真的？好。香案已备齐，叶家全家跪下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叶家种植出番茄与辣椒，创造出新的品种、新的菜色、新的水果品种，为丰富我朝农业发展做出贡献，朕甚悦。为鼓励种植和扩大生产规模，造福于民，今敕封叶家为农业世家。以后继续创造出更多的农业产品，进行推广与种植。特此奖励黄金100两，布匹若干，牌匾1副。特别奖励叶寒与李小七夫妇如玉1柄，以资奖励。钦此。都起来吧，你们叶家这下算是出名了。上官公子可是在皇上面前力保你们是创造出来番茄和辣椒的人呐。叶寒和李小七过来接旨吧。是，多谢公公提点。不知公公贵姓？咱家姓丁，你们称呼为丁公公就可以了。啊，是。丁公公和诸位里面请，略备薄酒与淡茶，里面请。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叶一鸣、叶长青和叶寒3人在客堂陪着丁公公几人闲聊。李小七回去准备银票了。
还有1杯篓的果子，1篮子番茄，1篮子辣椒，这是目前家里仅有的了。暖棚的番茄和辣椒今天都摘完了，也没有了。这是给公公和这些差爷的一点心意。当然还有10坛甜米酒、若干香肠和腊肉，就这些估计就能装1马车了。2刻钟之后，咱们茶水也喝得差不多了，就不多打扰了。咱家还要回京城复命呢。丁公公不远千里而来，留下吃顿午饭吧，虽是农家菜肴，也算我们的一份心意。哈哈，你们有信了，午饭就不用了，我们还要去县衙有事，告辞了。有劳丁公公跑一趟了，这个拿去给大家买点酒喝，辛苦各位了。好说好说，告辞。之后一行人驾着马车走了。大哥，这是皇上给你们家册封了，还有牌匾呢，农业世家，这称呼可是咱们老百姓一辈子都想不到的荣誉啊。是啊，没想到这件事情竟然还惊动了皇上，还真是让人措手不及啊。爹，皇上能知道，估计也是秦卫楼的东家上官俊宇的功劳吧，他们家是皇上。原来如此啊。估计京城番茄、辣椒、香肠这些卖得很好吧，达官贵人都喜欢攀比，估计这些东西体现了他们的价值，所以上官俊宇向皇上进言了吧。不管怎么样，反正目前咱们的结局是好的，姑且就这么看着吧。你带我来后山干嘛？不会又有什么惊喜等着我吧？媳妇儿，我主要是有件事情想要跟你说。什么事啊？我想去征兵，准确来说想要去战场上厮杀，把突厥人赶出我朝，以后不敢来犯，还百姓一个安居乐业的景象。我也想去当将军，为你挣得一份荣誉，给你一个体面的身份。你认真的啊？非常认真。这话其实存在我心里很久了，我不想不告而别，所以提前告诉你，更希望得到你的支持。媳妇儿，你同意吗？说你问我的意见，我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军功哪里有那么好挣，将军又哪里有那么容易当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在家不好吗？难道你觉得守着我是耽误了你的前程？不是你想的这样，其实你知道，只不过你不想让我去而已。媳妇儿，我看拿你怎么办？叶寒突然抱紧了李小七，舍不得儿女情长，又想要去远征平天下，挣一份属于他叶寒的军功回来，带给他媳妇儿一份不一样的荣耀。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放心，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真的。不，我还是不能同意。李小七有瞬间的松动，想着他喜欢就让他去吧，但是一想到战场上的危险，李小七又退却了。媳妇儿，我已经决定了，所以对不起。你一定要去？我必须去。若是我们不同意呢？那我就偷偷的去。这事儿你跟小七说了没？说了，我不同意。既然知道小七不同意，你还要走吗？男儿志在四方，再说若是我天天跟在媳妇的身边，那又有什么大出息呢？我总得为以后着想吧，而且我心意已决。唉，随你吧，儿大不由娘了。爹娘，是我对不起你们，抛下你们去战场，我虽然也于心不忍，但是若是不去拼搏一番，我这辈子一定是在遗憾中度过的，是儿子不孝。既然你想去，我们也阻止不了你。不过这事儿你跟你媳妇说好，若是为此带来的后果，你自己也必须全部承受。我知道了，爹。这么说，你们是答应我了？唉，我们能扭得过你吗？你走吧，去看看你媳妇儿，这都造的什么孽呀？他爹，这真的让他去？不让他去，你能锁住他一时，也锁不住一世，何必强求呢？再说，我们想阻止就能阻止得了吗？我只希望他不要落得跟老爷一样的下场。往事已过，别再提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只可惜小七的肚子还不见动静，真是愁死人呐。叶寒找到李小七之后，竟然发现李小七在做护膝，那笨拙的手势和弯弯曲曲的针线，看得叶寒好笑。媳妇儿，你做这个干嘛？要你管。别做了，休息一下吧。说吧，有什么事情？
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吗？哼，事出反常必有妖，爱说不说，我还不乐意听呢。媳妇儿，没空理你。媳妇儿，媳妇儿，我有话跟你说，你不想听，不听我可就走了。媳妇儿，我真走了。哎，哼，没良心的臭男人，就不会多说几句。其实李小七已经猜测到他想说什么，为了不想听到那些话，李小七故意这么做的，但是这么做之后却又后悔了。男儿志在四方，或许他也有他的梦想吧。李小七觉得即使他作为叶寒的媳妇儿，也没有权利干涉他实现梦想的路，只不过这条路注定不平凡，注定曲折坎坷而已。叶寒其实出去了之后并没有走远，而是还停留在门口处，他想等看看李小七会不会出来找他，但是结果并没有。叶寒有点伤心的走了，这次是真的离开了房间门口，独自一人去后山仰望天空去了。虽然快要黑夜了，但是不妨碍他默默的沉思。李小七也在房间里面沉思，一边想一边做着手里的护膝，一不小心就扎了好几下手指，血珠都冒出来了。唉，终于做好了。相公，你在哪儿？在哪儿啊？李小七大喊几句，叶寒依然没有出现。估计是生气了吧。算了，回去吧。媳妇儿，你找我干嘛？你在这儿啊？为什么我刚叫你，你不回答啊？这不是出来了吗？回家吧，你不是要去征兵吗？早点睡吧，明天还能早点起来。媳妇儿，你答应了。媳妇儿，你同意了。媳妇儿，你真的同意了。不过你要保证活着回来，说是不把你的命留给我，我真的会立马改嫁的。媳妇儿，你放心，你没这机会，我肯定会活着回来的，因为我还要回来给你生很多的孩子，属于我们的孩子。叶寒高兴说完就开始动手动脚了，之后两人度过了美好的一夜。第二天两人早早起床，打坐完了之后，叶寒就准备出去了。等一下。怎么了？这是给你的，你带上吧。这护膝不就是昨天做的那个吗？原来是送给我的。吃饭吧，吃完我跟你一起去镇上。大哥大嫂去哪儿啊？你哥要去征兵，今天估计是咱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下次回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啥？大哥你要去征兵？大哥，我有钱，不就是15两吗？我出，你别去了。对啊，我也出钱，我有钱，大哥你别去嘛。大哥，你别去了，咱们家有钱的，出钱不就行了？为什么你还要去征兵？离开我们，你要怎么办？其实征兵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危险，大哥也不是没钱，只不过大哥想去战场上锻炼锻炼。好了，你们几个别哭了，再哭我可要不高兴了。叶寒无奈了，他就知道媳妇儿是故意这样做的，以为这样他就能改变主意吗？其实并不，他这主意已经决定很久了，所以不能再有更改，否则会成为他一辈子不可跨越的悲伤。唉，吃饭吧，有舍终有得，你大哥有自己的抱负，等你们长大就知道了。若是你们不舍得，吃完饭就跟我一起去送送你们大哥吧。之后大家无声默默地吃饭。今天早上的粥食不知味，大家都只是胡乱吃了几口，然后默默等着。叶寒辞别了叶一鸣和彭氏之后，就由叶凯驾着牛车一行人走了。叶一鸣和彭氏看着牛车渐渐走远，心里百味杂谈。我唯一的希望，也就是寒儿能活着回来，其他的功名利禄没有就算了。是啊，只要有命活着就好了。你怎么只带这点东西啊？我打听过了，军营里不许带吃的去，所以我还是轻装简行的好。银票带了吗？带了一些，剩下的我全都放到你首饰盒里了，你保管着。大哥，你为什么选择去征兵啊？我还是不懂。对啊，为什么？你们不懂，大哥的梦想就是去把突厥军打败，赶出我朝边境，让他们不会来侵犯咱们的百姓。
这样咱们甚至更多的人才能平安喜乐的生活。或许我的梦想有点可笑，但是不去努力，怎么知道会不会成呢？我想去试试，而征兵就是最好的试炼机会，我不能放弃这次机会，所以原谅我的自私。大家沉默了。谁的梦想不可笑？没实现之前都是可笑的无稽之谈，实现之后才能说是真正的梦想。他们也有梦想，只不过梦想不一样而已。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了，我不管你去哪儿，只要你保证能有命活着回来就好，否则我追你到天涯海角，至死方休。媳妇儿，我答应你，我一定活着回来，跟你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属于咱们的孩子，所以放心吧。叶寒说完就牵起了李小七的手，不顾及叶亮等人的感受，迅速亲了李小七。很快牛车就到了镇上，叶凯直接赶去了府衙。就停在这边吧，那边怕过不去了。大哥，没有登记名字的先去那边登记，已经登记名字的在这边排队。好，我已经在村长那里登记过了，我直接在这边排队吧。媳妇儿，保重。记得你答应过我的，若是有机会就给我寄信吧，讲讲你在战场上发生的事情，还有不懂的也可以寄信回来和我讲，我想知道你的一切。好，你们几个，我把你大嫂暂时交给你们保护了，能做到吗？放心吧，大哥，我们会照顾好大嫂的。还有，爹娘，就靠你们了。我不在家的日子，你们要好好的孝顺他们两个。我们会的。你们现在在这里等着吧，我跟你们嫂子说点事。媳妇儿，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二哥估计已经在排队征兵了，他心里早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去征兵，只不过瞒着你和岳父岳母而已。什么？我没听错吧？你确定？这事情是真的，二哥亲口跟我说的，所以我估摸着明后2天，你还是回一趟娘家吧。我知道了，你要好好的，你和二哥都要好好的活着回来。媳妇儿，别哭，又不是生离死别，我会回来的，我答应过你，我保证。媳妇儿，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我去排队了，你们回去吧。我们等你登记以后再走。1刻钟之后，叶寒就登记完毕了，进了衙门里面。直到看不见了之后，李小七带着小叔子们回去了。小七，你要回去，我不反对，但是你一个人我们不放心，叫凯子跟你一起回去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不用那么麻烦，我可能会在娘家住几天，作坊开张的事情就等我回来再说吧。哎，好，去散散心也好。闺女，委屈你了。没什么委屈的，相公征兵我也是同意的，娘，我没事。哎，不委屈就好。娘，那我先走了，路过镇上勤卫楼，我会跟岳掌柜打声招呼的。多带个人去，我才能放心啊。那就让秦钟跟我去吧，二弟留在家里还能多宽慰你们一些。酉时初，李小七和秦钟2人来到石头村。爹娘大哥，七丫头来了。七妹，七丫头，你咋来了？爹大哥，我二哥呢？二弟他去征兵了。这是真的，这竟然是真的，相公他没有骗我，可是为什么呀？这臭小子就是皮痒，欠收拾了，就让他去战场上找虐去吧。唉，姐夫怎么没来啊？他也去征兵了，他也走了。啥？他也去征兵了？看到你们这样，突然就觉得没啥好担心的了。对，担心个屁！要是受罪也是他们自找的，好日子不过，非要找罪受。爹，若是二弟或者妹夫真有什么，心疼的还不是你自己啊！少说大话。你也是个臭小子，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哎，爹，我都多大了，你还拿鞋底抽我，这不合适。有啥不合适？我就觉得很合适。李小七被2人逗笑了，一下子就冲淡了悲伤与忧愁。其实去战场上未必就回不来了，只希望他们都好好的。别打了，快住手！你们这是干啥呀？这个臭小子简直是要气死我，我非得揍他一顿不可。好了好了，停下，我有话要说。咋了？瑞儿，我问你，见到圣儿了没有？没，
我去的时候，二弟已经进内衙了。哎呦，这或许就是命吧。菩萨保佑我家圣儿平安归来，我给你烧香供奉。要是佛祖都能显灵，祷告也无所谓。好了，咱们也别担心了，担心也没用的，该干嘛干嘛吧。闺女说的这话我同意，我也算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着急也没啥用。可不是，你们说的都对。既然如此，就当他们出远门去了吧。对啊，就是这样。咱们还是开开心心的吧，反正快乐也是一天，不快乐也是一天，为什么不天天快乐呢？七妹说的这话好有道理啊。特别有道理。初九，李小七吃好早饭之后就准备回去了。这次轻装上阵，没带什么东西。李小七赶着牛车快速的回到家之后，才知道家里竟然遭贼了。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是暖棚出事了，也不知道是谁，昨晚上竟然进了暖棚，摘走了不少番茄。看着脚印，应该是2个男人。雷大和你爹已经跟村长反映了，而且现在也在排查，问问村里人昨晚有没有看见特别的人。我知道了，娘，别担心，还有我呢，我现在就去暖棚看看。来到暖棚后，李小七查看了所有的暖棚，发现靠边上的番茄暖棚少了6垄地的红番茄，看来偷走的不少啊。李小七着重看了一下暖棚地上，竟然发现有几个特别的脚印，这脚印特别大，而且还宽。李小七可没有发现家里人的脚印有这么大的，于是叫秦钟回去拿一张纸和薄木板来。大布，你知道是谁吗？这个不知道，我没在大杨村，感知不到。看来只能靠脚印来找窃贼了。有发现？脚印而已。爹，现在赶紧通知一下秦卫楼的岳掌柜，叫他帮忙留意一下镇上是否有人卖番茄，而且赶紧去县里的必经之路等待着看看，哪怕是守株待兔也要守着，而且要多派2人去。若是有返回人员，也要仔细观察，只要有可疑人物就秘密跟踪着，总能发现蛛丝马迹的。好，我立马安排。李小七则拿一张纸对准那个大脚印，按照大脚印把纸材剪出来，一张和大脚印一样的纸就出现了。之后李小七在地上随便捡一个小石头，就在木板上画了起来。李小七用他特殊的方式把木板做成了那个大脚印的形状，做好之后还拿着与地上的大脚印对比一下，完全吻合。李小七满意的拿上木板和纸张，之后就出了暖棚。主人，你为这事很苦恼？当然，虽然损失的不多，但是这种情况若是不好好处理，有第1次就会有第2次，有第1人就会有第2人，到时候可是防不胜防的。毕竟咱们这东西是又怕贼惦记又怕贼偷，若是能看到当天晚上的情景就好办多了。这个简单啊！啊，很简单？怎么可能，巴布？你在骗我的吧？真没骗你，主人。你忘了空间收获的东西，若是你卖了的话，有奖励吗？你可以要求奖励当晚的情景回放，就当情景重现一下。对啊，我咋忘记了呢？李小七立马锁了房门，进了空间。记得上次收获的东西都还在保鲜房里面，赶紧卖了。于是李小七意识一开，保鲜房间的东西除了水果，其他的都卖给了系统。我的奖励就是昨晚暖棚偷窃事件的展现，我要看窃贼是谁。好的，主人。奖励主人1次想要观看的机会。巴布说完，李小七的面前立刻呈现一个大屏幕，播放着暖棚的场景。李小七竟然看到有2个人从村外进来，撬开锁之后就进了暖棚，2人各自拿着一个背篓。李小七现在还没有看到正脸，很是奇怪。过了一会儿，李小七终于看清楚其中1人的脸，竟然是村里之前跟艾家结仇的老赖头。老赖头，他竟然敢带人来偷窃，胆儿肥了呀！看到另外1个人的正脸之后，李小七更惊讶了。竟然是那个谁，那个赌场的所谓彪哥，他不是在江水镇的赌坊吗？怎么还来了衡山镇的赌坊？难道这2家赌坊有什么关系？没想到竟然是这2个人，他们是怎么凑到一块的？这2人竟然把番茄背去了赌场，他是怎么也想不到竟然是这样的。娘，爹呢？刚回来，还在院子外面呢。时辰不早了，把人都叫回来吧，我要出去一趟。啊，这么晚了，都快吃晚饭了。你去哪儿啊？我找到一些线索了，先去看看。岳叔，小七丫头来了，事情我知道了，目前没什么新发现。
我已经派人去别的地方打听了。不用查了，我知道是谁了。镇上赌坊那个彪哥，还有我村里的一个老赖头，这2人应该是里应外合去暖棚摘的。现在他们把番茄藏在了赌坊，不知道岳叔能不能借我一些人手啊？竟然是这样，别说借人手了，我跟你一起去。等会儿我立马召集人手。好，走。你们干什么的？这么多人？我们是来找彪哥的，你叫他出来。你是谁啊？你想见彪哥就能见的？彪哥是那么容易见的吗？我是秦卫楼岳掌柜，你叫他出来吧。秦卫楼岳掌柜，那您在这等一下啊，我去通报一下。没过一会儿，彪哥就出来了。岳掌柜，不知找在下什么事情？你昨晚做了什么事情，自己心里应该是有点数的吧？我身边这位可是正主，他找你。你就是彪哥，可还记得大杨村暖棚？不知小娘子说的啥？彪哥看着李小七，感觉有点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彪哥，你昨晚去了我家暖棚偷了番茄，这么年轻，不会就得了健忘症吧？小娘子说谁呢？我昨晚可是在赌坊守了一夜，怎么去你的暖棚了？你开什么玩笑？你守没守你自己心里清楚。大少夫人，人带来了。把人带上来。这老赖头不会已经招供了吧？我找了县令，这事儿必须公了，一日防贼没有终日防贼的道理，这是为了以绝后患。多谢岳叔，还是你想的周到。这咋还惊动了衙门呢？岳掌柜，不知这里出了什么事情？陈捕头来的真是时候，这里出现了偷盗之人，这位是苦主，这不还在理论吗？既然陈捕头来了，那就干脆去衙门解决。当然可以。意下如何？岳叔，番茄现在就在赌坊的某一个隐秘房间，先搜到物证才是关键。没错，我知道了。陈捕头，我们这次来也是情不得已，彪哥摘了我们暖棚的番茄，而且还是2背篓，就是和这个老赖头一起去偷摘的，而且物证现在就在赌坊的某一个房间里。哦，竟然还有物证！你就是他们所说的彪哥吧？陈彪，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吧。而且既然苦主都说有物证，那咱们必须进去搜一搜了。这怎么可以说搜就搜呢？我说没有，你信不信？我这也是公事公办，搜一下而已，又不妨碍什么。除非你们这儿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衙门办事，阻挡者一律抓起来。陈彪恶狠狠地看着陈捕头，但是又无奈的很。幸好他藏得比较隐秘，一般人可找不到。没过一会儿，衙役就出来了，都说没看到番茄，没有可疑的地方。李小七心里疑惑，仔细回忆他在空间看到的偷藏地方，所以跟岳掌柜耳语了2句。岳掌柜点点头，来到陈捕头的身旁，也用耳语的方式把李小七说的话再重复一遍，说给陈捕头听。陈捕头听完，招来2人嘀嘀咕咕一阵之后，几人又开始进去搜。陈捕头，这怎么回事啊？难道我这赌坊不用做生意了吗？你们这样随随便便进出搜东西，严重影响我们赌坊的信誉与生意。妈的，当我这赌坊是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方是那么好进的地方吗？这次得罪我了，看我怎么收拾那个小娘皮。当陈彪又看向李小七的时候，突然就记起来了，他就说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小娘皮。原来上次打他一顿的人，害他在床上躺了那么久的人，就是这个小娘皮。这时的衙役出来了，还抬着2大背篓、2个布袋的番茄出来。原来还真的有赃物呢。陈彪，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吧。陈捕头，这些东西即使在我们赌坊搜到了，也不代表就是我偷的。谁能证明这就是我偷的呀？是不是现在也不能一下子就判断。既然苦主说是你，按照我们的办事原则，就要先把你抓起来，明天县太爷自然会亲自审理此案。来人，带走。这2人我先带走了，明天陈世墨升堂，早点来吧。多谢岳叔，否则这次还真拿他没办法了。客气啥？咱们现在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本就应该相互扶持。不用谢，时辰不早了，咱们也回去吧。咱们先去秦卫楼吃顿晚饭。晚饭就不必了，我还要回去报平安呢。那就在此别过吧，明天我会早点去衙门的。好，我也抽空过去一趟。你们终于回来了，事情怎么样？爹，盗贼抓住了，就是村里的老赖头和镇上赌坊的陈彪，2人里应外合去咱家暖棚偷窃番茄的，明天就开审了。好，那就好。老赖头，咱们家对他不薄，他咋能做出这种事情呢？这事明天我就要去告诉村长。你们先去吃饭吧，给你们留着饭菜了。哎，知道了。
在犯人，在犯人，到底怎么回事？还不赶紧速速说来！宁父叶家李氏因为在暖棚种植番茄，现在刚好是采摘的收获季节，不想这两个贼子竟然趁夜去暖棚偷摘番茄，数量还不少，所以宁父状告两人偷窃。番茄？你家就是种植番茄和辣椒，被皇上御赐农业世家的叶家。虽然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他不知道这些竟然都是同一家的人，竟然就是大杨村的叶家。上次丁公公可是来跟他说了，他因为忙就没来得及去道贺，所以这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不想番茄竟然出事了，被偷盗，这是一件大事，他要好好处理才行。若是处理不好，传到皇上的耳朵里，那他这个县令也就当到头了。大胆犯人，叶李氏说的可是实情？大人，我们冤枉啊！我们没有去什么大杨村暖棚偷摘番茄，那晚我一直在赌坊守夜来着，赌坊的人都可以证明。大人，草民也是冤枉的呀！我就是大杨村的村民，我肯定不能做这种事情的。这么说，你们两人都是冤枉的。是啊，是啊，这中间肯定有误会。那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会从你们赌坊处搜到番茄，而且还是2背篓2布袋？你们可知道现在的番茄是什么价格？就这2背篓2布袋又值多少钱？这，大人，草民不知。草民也很奇怪，从没有见过番茄，也不知道番茄长什么样子，只在秦威楼吃过几次，从未见过番茄原本的样子。再说，在赌坊搜到了番茄，也不能说是草民偷的呀，赌坊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叶理事，你可有什么证据？回大人，草民的确有证据，在暖棚被偷窃之后，我去查看过，发现了窃贼的脚印，准确的来说是鞋印。这鞋印很特别，特别大，所以不妨拿鞋印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李小七说完，就把用鞋印做成的木板呈上去了。之后就有人开始拿着鞋印木板对照陈彪和老赖头的鞋。回大人，两人的脚印都对比了，陈彪的脚印吻合。大胆刁民，还敢狡辩？这物证有佐证，你还想狡辩不成？大人，草民冤枉，鞋印对得上，也不能说明就是草民偷的呀。咱们全镇人的脚印也有这样的呢。大人，您父知道陈彪是不可能承认的，但是番茄就是在赌坊搜出来的，这说明就是赌坊的人偷摘的。既然陈彪不服，那就拿着鞋印木板给全赌坊的人都对一下，这样也能一下子就排除了。有道理。来人，现在就去拿鞋印木板去赌坊试一下，符合的全部把人带来。1刻钟之后，陈捕头就带人回来了。回禀大人，有2人的脚印也符合，人已经带来了。哦，竟然还真的有脚印一样的。大人，可否让民妇去对照鞋印？民妇有办法分辨出真正的偷窃贼。准了。大人，我这鞋印不仅长度要对上，宽度上也要丝毫不差。但是这2位明显宽度上略有对不上，而陈彪却是完全吻合的。此话可是当真？回大人，宽度上确实有相差，只不过相差不大，所以我就给带来了。原来如此，那2人排除了，说明鞋印就是陈彪的。陈彪，你还有何话可说？我无话可说，还不快快招来！大人，草民冤枉啊！大人，叶家有证据证明陈彪是偷窃贼，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草民是偷窃贼呀！草民和陈彪压根8竿子打不着的人，草民冤枉啊！这倒也是。叶理事，你可有何证据证明？大人，民妇也有证据证明。大杨村的村民有人刚好起夜，发现老赖头半夜3更偷偷起来，而且还背着一个背篓出去了。当时那位村民还疑惑呢。传人证。草民大狗子就住在老赖头家的斜对面。前天晚上我刚好起夜，听到外面有脚步声，就疑惑的偷偷爬上自家围墙看，就看见老赖头背着一个背篓出门了。当时我还疑惑着呢，这3更半夜的老赖头去哪儿啊？平时老赖头就四肢不勤的，经常被他媳妇儿打，这半夜3更的还勤快了。直到第2天传来消息说叶家的暖棚番茄被偷了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当时老赖头走的方向就是小河边的方向。大胆刁民，你还有何狡辩的？
这草民真的冤枉啊！我那么晚出去是有别的事情，这不能说明我就是去暖棚偷番茄去了呀。看来刁民果然就是刁民。来人，杖打10板。衙役按住老赖头之后，就有人开始行刑了。哎呀，好痛啊！我真的是冤枉的。我找。说。我是去偷了番茄，不过我没想过要主动去偷的。是他，陈彪，他威胁我带他去的。我儿子去赌坊输了钱，借了赌坊的高利贷。陈彪答应我，只要我带他去暖棚摘番茄，我儿子的高利贷他就帮我们免了，我儿子也不用剁手了。所以我才鬼迷心窍带着他去叶家的暖棚偷摘番茄的。大胆陈彪，老赖头，你们俩竟然合起伙来偷盗番茄，此事证据确凿，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老赖头，即便你儿子欠了赌债，你也不能带人去赌坊偷摘番茄。番茄本就是叶家的东西，这是咱们朝廷都鼓励种植的农作物，你们既然偷盗，滋事体大。你教育不好自己的儿子就算了，竟然还……所以，作为县令的我，要重重的罚你们。来人，两人各打30大板，之后押入牢房，关押3年服劳役，即刻执行。退堂。这下好了，恶人终于得逞。咱们回家吧。小七，既然番茄红了，那我就派人来摘了吧。好的，岳叔。行，那你们回去之后就开始采摘吧，我立马安排车队。好嘞。哎呀，等一下，叶小娘子。曲师爷，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吗？这从赌坊搜出来的番茄你们还没搬走呢，这些番茄全部运回去吧。不用了，那些要不就送给县令大人了。哎呦，这可使不得！年里县令大人就收到你们给的番茄了，可开心了。不过一码归一码啊，这个县令大人可不能要，你们运回去吧啊。你觉得呢，叶掌柜？也好，小七，你就先运回去吧。好，那我听岳叔的，真是谢谢曲师爷了。两人都笑着点头，心中暗叹：此女一点就通，孺子可教也。咱们开个会吧。这是……我想着，既然暖棚能出这样的事情，那说明还是要派人守夜的。我的意思就是派人轮流守夜。你这建议很好，我同意。于是大家趁着还没有吃饭的时候召开了会议。跟大家开个会议的目的就是2件事情。第一件，暖棚必须要安排守夜的人，而且是2人一起守夜。这样的目的是2人可以互相照应，一个负责守前半夜，一个负责守后半夜，这样也不至于太劳累。还有就是这人手问题就由雷大安排，只要不是作坊和酒坊有固定做工任务的，家里的汉子都可以安排。第2件事情就是作坊和酒坊开张事宜。正月12是个好日子，咱们就定在这天开张。所以小叔和小苏明天就要去收猪，最好能多收一点。还有就是酒坊和作坊明天统一搞卫生，先把卫生弄干净了。大少夫人，搞卫生是？搞卫生就是打扫的意思。要开张了，必须把作坊和酒坊的用具全部清洗一遍，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才干净卫生啊。知道了。酒坊孙掌柜负责，作坊卢掌柜负责，至于人手就由你们调度吧，我只验收成果。萧齐营，叶寒和一群人来了萧齐营之后就非常兴奋。这里的布置跟他们新兵营那里有点不一样，若要对比，他们新兵营是简陋的破房子，而萧齐营则是大气的青砖瓦房。叶寒跟随着人潮来到教场，这教场差不多就是大型的足球场，只不过这里是圆形。这时候教场内已经打得火热了。叶寒看着看着突然尿急，没办法，只能去找茅厕了。叶寒快速解决之后就准备出去了。你哪个营的？我肚子痛死了，一会儿时间拉了8次了，连教场都到不了了。能求你帮我去李将军那里报备一下吗？我参加比试的名额去除吧，我参加不了了。李将军，你去教场上就能找到了。我尽量吧。你叫什么名字？哪个营的？萧齐营步兵陈庚。李将军，李将军，你叫我？你是李将军吗？我就是要找你。那个步兵陈庚拉肚子，参加不了比试了，叫我给你报备一下。
这陈庚啊，真是爱给我找麻烦。现在报备已经来不及了，哪有时间报备？不行也得行，你去立马找他回来。这他在茅厕，你能自己去找他吗？找他也没用，看我过后不收拾他。你哪个营的？新兵营。算了，管你哪个营的。你叫什么？七叶。7月。好，那就你上了。我？这不行吧？行，到时候我写你的名字上去就行。你骁骑营的士兵比试，竟然叫我一个新兵营的上去，我怕我会揍扁呐！步兵陈庚上擂台比试，人来了没有？怎么还不上来？快点，轮到你了，你就顶替陈庚的名字上去。叶寒无奈，在这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别磨磨蹭蹭的了，快点，就等你了。加油，你能行，快去吧。叶寒无语了，还你能行？估计是挨打能行吧。磨磨唧唧的像个娘们儿，人长得也像个娘们儿。你能不能快点？怕被我打趴下就直接认输好了。现在磨叽的是你，要比试就快点，浪费我时间。哼，看拳！很快两人就开始交战了，但是很不幸，大块头没能坚持3拳就被叶寒给打趴下了。你怎么可能？没有什么不可能，这下是我打趴你了吧？有没有闪瞎你的钛合金狗眼？你厉害啊，小子！那王霸天是以力气出名的大块头，你竟然能3拳打到他起不来，简直太厉害了！疼！哎呦，不好意思啊，你受伤了？小伤。我先走了，李将军，后会有期。走，去哪儿？7月，你都赢了，你还要参加下一场的比试？走啥走啊？啥？这是军令，推脱不得。你们这是最后一轮的出试了，看赢的人都要上场，重新选择对手。快点，你上！我去，还能这样？这不会受到惩罚吧？我好难啊！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比试，只剩下4个人在场。这4个人又分成2-2对决。行。能赢到最后一轮，不是没有一点长处的，最起码这人的方式与武力值，叶寒还是很欣赏的。两人打了不到半刻钟之后，就胜负已分，毫无疑问，叶寒胜。7月厉害了，能到这样的名次已经很棒了。最好你能赢得最后的胜利，把对手打败。尽力。很快就是叶寒与另一组胜利的人对战，这是最后一战了。请。叶寒最先发起攻击，一拳打过去，被孙然手掌给挡住了，借用的是巧力，把叶寒的掌风给卸了。有点意思，当心了。两人边观察对方的缺点，又一边打得不可开交。1刻钟之后，叶寒本来想虚打一拳，然后被对方给撂倒的。不想虚打一拳之后，正好打中孙然的胸口，孙然立马捂着胸口表示受伤，就给认输了。叶寒目瞪口呆，无语中，这明明是他想好的招，为什么被孙然给用走了？叶寒赢得有点莫名其妙，还有点惊悚。这人实力一定跟他差不多，他是假装输的。叶寒觉得他上当了，原来这才是聪明人呀。承让了，你真厉害。他觉得他被讽刺了，他不想赢的，为什么结果会变成这样？你咋傻愣着在擂台上不下来呀？是不是赢了第1名给乐傻了？好小子，没想到新兵营有你这样的好苗子。7月对吧？我记住了，以后你来骁骑营找我，给我当副手吧。那个李将军，我还有事情要先走了。哎，等等，第1名是有奖励的，你赢了奖励，必须把奖励带走。啊，什么奖励？具体的不知道，但是肯定不一般呢。这可是咱们将士的荣誉，这个奖励有点神秘。那就不要了，奖励就让本人去领吧，我要走了。你咋一个人躺在这里看星星月亮，不去吃肉啊？没啥好吃的，饱了就行。你是想家了吧？啊，想家，想我媳妇了。嘿嘿，想媳妇儿，这个理由好，我就没啥可想的。我独身一人已经好几年了，
爹娘死了，妹妹死了，又没媳妇儿，没啥可想的。但我这人就是不甘心啊！现在来到战场上，更是生死攸关，我也就啥都不想了，好好打赢这场胜仗就行。若是能活着回去，说不定就有人愿意嫁给我了，我就能娶着媳妇了。哎，那样我也能有个家了。这么惨啊？不过你这想法很好，谁说男人就不想家了？是啊，像我是无家可想。你家里都有谁啊？很多，爹娘，4个弟弟，为数不多的亲戚小叔一家，还有家里做工的那些兄弟。兄弟可以啊，应该是个富裕的家庭。可是为什么你会来征兵啊？按理说15两银子应该能拿得出来的吧？是我自己要来征兵的，跟钱财无关。哎呀，看来都是有故事的人呐。这位师爷，我是之前来找过你的李方明，不知现在有没有良田可以卖啊？你说要买多少亩来着？之前本来想说买50亩的，不过经过我们的商量，我们打算买200亩。当然，若是有成片的地，再多一些也行的。这样啊，你是石头村的？啊，对。石头村有好多家要卖地的，加起来就有50亩之多。你们隔壁几个村的也有好多人卖地，至于成片的就只有地主家的了。目前离你们家近的就2个地主在卖地，一个挂出来150亩上等和中等良田，要价8两银子1亩，另一家挂出来的是280亩，要价稍微便宜一点，7两银子1亩。不过他们有个要求，就是要连同他们的宅子一起买才肯卖那么多的地，因为他们家孩子在京城，这次是举家搬迁去京城了，以后也不再回来，所以这个就有点麻烦。咱们这方圆几十里，这么有钱的人家，家里都有房子的，没房子的一下子也买不了这么多的田地和宅子。这个去年到现在都只有人问没人买，你看你们要去看看吗？这我家有房子呀。敢问师爷，这宅子在哪儿？宅子离石头村不远，就在隔壁李家村。那宅子是李地主家的房子，而且李家村的田地基本上都是他的。若是你们买了宅子和田地，那可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这个你能容我们商量一下吗？当然，需要多久都可以。我们先去那边商量一下。可以呀。爹大哥，我觉得买，不过咱们要先去看看房子才行。若是太旧，就再考虑考虑。你们觉得呢？我无所谓，住哪里都可以。我怕你二哥到时候回来找不到家。放心，陈叔他们不是在吗？咱们跟他们或者村里人说一声，到时候二哥一问就知道了。而且咱们就算离开了石头村，也还是跟石头村的人亲，不是吗？村长爷爷他们可是好人，即使咱们家不在石头村，之前帮助过咱们家的那些人，咱家都当亲戚走动了。这样既没有脱离石头村，又住得舒心，不是？二哥到时候肯定能找到新家，我赞成买宅子。爹，七妹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不过咱家的暖棚咋办啊？暖棚到时候就找陈叔照看着。再说了，暖棚出了这一茬之后，就要冬天才能够用了，到时候这个材料要不要拆下来还两说呢。而且咱们买了也不是立马就搬过去，总要有些眉目之后才能搬，到时候肯定所有事情都解决了，还顾忌啥？丫头说的对，那就先把其他地买下来，再去看房子。行，那就这么办吧。于是几人走向师爷，跟他说明先买其他地，再去看房子，若是合适就买了。师爷高兴得很，立马就答应了。李方明先把石头村的50多亩地买了，还有另一个地主家的150亩良田也买了，手续很快就办好了。之后李自瑞驾着牛车带着3人，师爷也在，就去了李家村了。让各位久等了，不好意思啊。李老爷，这些就是来看宅子的人，你们说道说道。几位哪里人士啊？家中都有何人呢？李老爷您好，我是石头村的李方明，这就是我一双儿女，当然还有一个儿子远征去了。不知道您这宅子卖什么价钱？这宅子前2年翻新的，所以外面看上去特别新，但是年代已经有点久了。不过你放心啊，这房子结实得很，翻新的时候都大有改动过。咱们同姓李，说不定以前还是同族呢，
我也不能骗你们。这房子最低价钱5万两银子。敢问李老爷，这房子占地多少亩啊？占地50亩，里面有假山、湖水和庭院，还空出些许菜地。我家老伴儿啊，喜欢自己种菜，所以除了花草地，还有菜地。当然，光是房间就有几百间。要不，我现在带你们大概的走一走。不过要全部走完是不可能的，咱们能走多少是多少吧。不知几位意下如何呀？若是不麻烦，那当然好啊。这地方就是我们自己经常生活的地方。这里后院后门这边有一道侧门，这侧门就是通往田地的地方。这房子旁边就有50亩的良田，这房子和良田就是100亩。这田呢，也是我从村民手中慢慢收集起来的。说实话，我呀还真舍不得这地方，只不过为了家里的孩子，不得不去京城了。唉，原来如此。李老爷，这旁边的良田就是挂在府衙卖的其中一部分吗？对，是的。不知道能不能少一些银钱？你这宅子大是大，但是对于我们好像也用不了那么大的空间，还有你那么多的房间，我们主要是想买地。你们要价几何呀？你看这样成不？宅子3万6，田地就按7两1亩算，可以吗？卖不了，那我就不卖了。李老爷消消气，我这闺女不会说话啊。这样，我给一个价，若是合适你就卖，若是不合适咱就算了。你说吧。这整座宅子就算4万6吧，如何？好，成交。我们去京城，家具基本不会带走，只有一些贵重物品才会搬走，所以啊，你们到时候还是可以直接搬进来住的，需要添置的东西也不多。好，那就这样说定了。那咱们就去签订契约吧。好，走。我这价钱还得太低了吗？好吧，宅子贵是贵点，但是特别满意。就这50亩的地就值不少钱，但是4万6千两银子。这契约啊可以先签，不过签好之后再存在事业处。明天咱们直接去衙门结账如何啊？刚好良田这些我一起买了，今天没带那么多的银钱。好说，可以呀。李老弟啊，那就明天，刚好我大后天就要走了。咋了？咋回事啊？不是说买地吗？买了吗？丫头，你来说。哦，娘，我们家要搬家了。什么？搬家？在这住的好好的，搬啥家呀？就是……还是我来说吧。到底什么事情？快说。我们不是去衙门买地了吗？然后有一家卖地的条件是必须还得把他家的房子也买了。然后我们今天去看了看，然后我们看了呀，都觉得挺满意的，就签了契约。但是钱还没付，就是回来啊再跟你们商量商量。若是你也同意，那就明天一起去府衙买回来良田还有大宅子。确定是回来问我的意见？当然。瞧你们这样，丫头，我问你，你看了宅子觉得好不好？喜不喜欢？好，非常好，很喜欢。瑞儿，你呢？我也很喜欢，那大宅子肯定好啊，不仅大，而且还特别豪气，那才是正经地主家的房子呢。哦，你们是去看了地主家的房子啊？是，就是李家村李地主家的那个大宅子。既然你们都觉得好，那肯定就是好的，那就买吧，我同意了。买下之后，你们可以带我去看看。我就知道娘好脾气，绝对不会生我们的气。好，赶紧收拾一下，开饭了。师爷，可否向你打听了一下，今年初6出征的人，石头村的分配在哪里啊？现在可有书信寄回来？之后师爷告诉几人如何找驿站与信使，几人道谢之后就走了。你就是咱们这江水镇的信使吗？对，你是？我是石头村的，请问有李自胜的书信吗？李自胜？李自胜是我儿子，我们在等他的消息。好像有，你等等啊。信使立马找，从其中一个袋子里面精准地找到了来自李自胜的一封信。就这个，给你，刚准备送去了。你是石头村的李方明吧？对，我就是李方明。
敢问，要是我们寄信出去的话，也来这儿找你吗？对，不过军营里头的信，我不能保证他一定能收到，但是可以寄。啊，这是为何呀？军营里面涉及到众多安全方面，有时候是禁止士兵对外或者对内传信的，所以我不保证一定能够收到。爹，快拆开看看二弟写了啥。对啊，爹，快点。啊，好，我也记。老爹、娘、大哥、七妹、妹夫，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我在军营一切都好，每天都是训练。我现在的武功可是在全营都能排上号了，一般人打不过我。你们放心吧，在这里我不会受欺负的。李自睿整整念了半刻钟才念完，等念完之后，李王氏已经流泪了。这臭小子去了外面也这么调皮，不知道能不能吃饱饭，睡得好不好？我觉得挺好。听这信中所写，这小子在那边混的倒是不错。二弟这信写的真妙啊，文字功底有了很大的进步了。爹娘，这下别担心二哥了，他很好。不担心了，咱们回家。不知道李家兄弟能不能答应我一个不情之请啊？好，什么事？家里的门房老人，就是你们来的时候看到过的那个老大爷，他因为年龄大了又没有孩子，所以不想跟我们去京城。这人老了呀，就想落叶归根，守着这方寸土。能不能让他在你们家继续当个门房，有地方住，能吃饱就好。他要求也不多，这是他说的。因着你们都比较陌生，所以我在请求着李兄弟，不知道李兄弟能不能答应这样的要求啊？这当然可以了，不瞒你说，我还正打算买一些人呢。既然那位老人家还愿意当门房，我自然没有意见。李兄弟真是仁爱之心呐，让我着实佩服。在下在这儿谢过你了。说到这里，我还想问问李老爷，不知你之前的地都是租种给村里人的吗？大部分都是租种给村里人的，剩下一些就自己种植。因为家里的家丁多，闲着也是闲着，而且别人租给村民种植的地都是交5成租金，我租的只要求交4成。原来如此，多谢告知。无妨无妨。李兄弟啊，后天一早我们就走了，钥匙我都交给门房金叔，可以吗？可以的，我们后天再来就行。爹，我看着过些天要去买一些家丁吧。反正没那么快春种，等把田地租出去之后，看一下能留下多少，咱们再去买人吧。说的也有道理。那宅子进去之前全部打算一遍，做活的人还是要买一些的，否则那么大的宅子，搞卫生就是一大难题。这个不急，到时候买人就一起买吧。我只是没想到啊，有朝一日我李方明也能有今天，还能买下人回来，想想感觉就是在做梦。爹，你的福气还在后头呢，等我和二弟出去了，你和娘就享福了。你小子倒是会说话，跟你们商量一下，我觉得租田的事情还得按着李地主家的来，咱们也只收4成租子吧。赞成。赞成。可以。那就这么说定了。还有就是买人这事儿，确实要买，不过买多少呀？我觉得种田的庄稼汉要买一些的，然后就是种田的一家人都要买，反正买回来也是帮着一起做活计。还有就是在大户人家做过事情的，若是可以也要买几个，最起码女工、大户人家的规矩这些是要会的。还有就是懂武艺的护院。七妹说的对，最好小厮也能来2个，否则我一个人太无聊了。要不这样，买人的时候咱们全家都去，看看能不能选中意的。好啊。我也想去。行，那咱们全家都去，七丫头在这边多住几天。那肯定的。那里竟然有个山洞，咱们去看看吧。走，我走前面。这山洞很小啊。大哥小心，这里有人的气息，说明有人在这里住过。咱们把东西放这吧。之后2人拿着武器进入黑乎乎的洞口，刚进入黑乎乎的洞口处，就被一根长矛刺过来。来者何人？我无意冒犯，只是觉得这里有个山洞，好奇才进来的。你们先出洞口，在那里等我。行，我们往后退，但是你最好别耍花招啊。不知2位来者何人，有何贵干？
难道不是你先报上名来吗？好吧，我叫温静，暂时住在这山洞内。不知道两位如何找到这里来的，有何贵干？我们无意闯进山洞，只是对这山洞好奇，所以想一探究竟，不想冒犯姑娘，为实抱歉。原来是这样。其实这山洞也没什么好看的，两位不如早些离去。既然如此，我们委实不该打扰，抱歉，我们这就走。慢着，温姑娘，敢问你可受伤？没有。那就是里面的人受伤了，我想伤的应该不轻吧？你是何人？你想干什么？你别误会，我不想干什么，只是若是里面受伤的人太严重，我倒是可以帮忙一二。我略懂医术。不需要。真的？说是信得过的话，不妨让我看看。静儿，快来！温静顾不得其他，立马慌乱地跑进去了。李小七也紧随其后。爹，你怎么样了？静儿，你爹又吐血了，怎么办？怎么办呀？不是还有一颗药丸吗？给爹吃了。别找了，我大限将至，已经无力回天了。我只是担心你们娘俩以后可要怎么办？静儿，记得一定要找到你哥，带着你娘好好活下去，那里再也不要回去。爹，你会没事的，你等着。你不是说你会医术吗？快救救我爹！只要你能救我爹，你要我干什么我都愿意。行吧，我先看看能不能救活，我可不能保证啊。求你了，你一定要救活我爹，求你们了。我先看看。李小七立马蹲下看这个中年大叔，跟他爹差不多年纪，不过有一点胡子，脸色苍白的可怕，而且嘴唇竟然是黑色的。巴布，他这是怎么了？中毒了吗？受伤的地方在哪儿？温静的娘赶忙告诉李小七，而且解开了衣服让其查看。剑伤，而且剑上还有毒。是的，昨天我们被追杀，我爹断后，所以被射中一箭。可没想到那些人太歹毒，剑上竟然涂了毒药。我爹已经硬挺了1个晚上，可又不敢去找大夫。主人，你说的很对，他就是中毒了，不是急性的，是慢性的毒。不过最长也熬不过7天，这种毒叫7日醉。7日醉有解药吗？当然，这世间的毒药只要有空间1颗解毒丹就行了。不过这人是被追杀的，你就不怕惹麻烦？我不说，他们不说，谁知道是我救的？再说了，多做好事多救人，不是你告诉我的吗？我这可都是为了积分啊，真是够拼的了。得，解药在第3排第1个格子上方那里，解毒丹吃1粒就可以了。不过他的外伤除了在肩膀，还有刀伤，刀伤在后背，你最好再给他吃1粒恢复丹，那样效果更好。知道了，我需要出去找草药，你们在这待着，1刻钟之后我就回来。温姑娘，这里能生火吗？还得需要熬药才行。能，我马上准备。大哥，你在这一起帮忙吧，我去就来。李小七出来之后，就走到一旁背风的草丛中隐藏了自己，瞬间进入空间，拿到了解毒丹和恢复丸之后就出来了。再由巴布的扫描助攻拔了2种解毒消炎的草药，就回了山洞。这时候火已经升起来了，李自瑞也把水弄来了，洗干净草药之后就下锅炖了。温度应该差不多了，给他喂下去，必须全部喝完。谢谢。天色不早了，我们要回去了。大哥，你去拿一些猎物进来吧，还有蘑菇。李自瑞回应之后就出去了，拿了1只兔子，2只野鸡，刚好带来的布袋装了1半的菌子留下。这些给你们吧，我们要回去了。哦，对了，明天我们还来，顺带给你们送吃的。现在可以说了吗？七妹，你说吧。爹娘，是这样的，我们在山上救了1个人，这才耽误了时间。之后李小七把事情的经过说给2人听。原来是这样，被追杀吗？他们是好人吗？看着人很和善，不像是作恶多端之人，而且他们被追杀，说明他们本身就处于弱势，不是坏人就行。不过话说回来，这么冷的天，在山洞也怪冷的，
他们3个可要怎么办哦？没事，娘，也就这1个晚上，我想着救人救到底，送佛送上西。明天天一亮，我就送被子去。咱们家的米面，娘你给准备一些吧。还有锅具、碗筷之类的都备上。我也这么想。大哥，明天早上我跟你早点去，然后赶回来吃早饭。好啊。真是谢谢你们了，这么早竟然还送东西来。不客气，这些都是家里匀出来的。你们在这山洞里面条件简陋，暂且先养着伤吧。之后有何打算？这事儿暂时还没考虑，等在这里养好伤之后再出去吧。现在外面毕竟不太安全。你们这山洞一点都不隐蔽，我帮你们做了一些遮挡，出去的时候小心点，记得把遮挡物归位就好。谢谢你。不客气。我们出去看看。这个山洞这样一遮挡，变得暗了好多。你说的很对。我们要回去了，你们在这儿好好的。你们小心点。不过你多大？我15岁，你呢？那我比你大，咱们别姑娘姑娘的称呼了，你叫我静姐吧。那你叫我七妹吧，我哥哥他们就是这样叫的。七妹，之前说好的，只要你救活我爹，你要我做什么都成。你有什么要我做的吗？没有。那就先欠着吧，以后你要做什么只管跟我说。李自睿内心倒是有想法，只是不敢明说，毕竟怕把人吓跑了。那我们先走了，我们还有事儿呢。你们小心点啊，没事别出来。温静笑着点点头，于是李自睿也走了。老爷、夫人、少爷、小姐，你们来了。金叔，这些是买回来的人，你看着给安排。好，之前也有男仆和女仆住的地方，我照原来的地方安排就是了。好，被褥这些有的吧？夫人，有的，不过饭食这些就……晚上有吃的吗？若是没有的话，就去村民家买一些晚上吃。明天我们去镇上买回来，刚好明天还要过来处理租田的事情。是，老爷。掌柜的，来15床厚被子，10床薄被子，还有布匹，各种颜色的各来2匹，成套的被套30套。金叔，菜不够的话，就找村民买，反正有些村民家里的青菜也吃不完，肉类我已经买了。知道了，老爷。这是50两银子，你先暂时管理他们的伙食，采买这些暂时由你负责。若是这些人有什么需要，你可以酌情处理。要用钱的地方先用，到时候跟我报备，或者你会做账的话最好了。是，老爷，我会写一些字，这事交给我办。爹，村民们来了。你们来啦？给你们送点吃的。这是我娘给你们3人准备的衣物，拿着换洗吧。谢谢，让你们破费了。不客气。大哥，咱们把吃的放那边去吧。知道了。真是多谢你们了，不过可以不用拿这么多吃的来的，上次拿的还没吃完呢。没事的，大娘，这些留着吃吧，没有了我们再送来。这次我来也是看看温大叔的伤势如何了。好多了，伤口都结痂了，恢复的挺快的，毒好像全部解了。那就好，这是我自己配置的药，估摸着你这药完全恢复，还是必须再吃几副药的。先喝这个看看吧，这个方便一些，不需要熬煮，直接喝就行。若是你怕冷，倒是可以温热了喝，效果是一样的。这是……大娘放心，不是酒，是我们自己配制的药水，只不过拿了一个酒坛装的而已，每天1碗到2碗的量就可以了。好，真是谢谢你啊。几人闲聊一会儿之后，李小七和李自睿2人就准备回去了。开席啦！恭贺乔迁，大喜大旺，世代兴盛。一桌8个大菜，好看就算了，还特别好吃，大家吃的都很开心。这一顿喜宴吃了半个时辰才算结束。自李小七走后，李自睿就独自去那个山洞里面找温静。养了一段时间，温闯的伤全部愈合了。他们打算做一个农家人，所以他们打算找个村子住上。这时候李自睿就建议去他们村，原来的那个石头村，刚好他家的房子就能住。
李自睿借了温床50两银子，之后就去村长那里把租房等事情办理好了。自此后，温床一家就在石头村李自睿的老家落脚了。今天叶寒照常训练完了之后去吃饭，不想在等叶寒坐下吃饭的时候，有人向他靠近。叶寒边吃饭边警惕地注意着那个人的动静。七月还真是你啊，害我好找。小心点儿，没事吧？没事，你找我干嘛？现在可不光我找你啊，骁骑营的将士们都找你。你小子出名了。出啥名啊？直接说吧，找我啥事？你不知道？好吧，事情是这样的。李将军现在做起了科普时刻，跟叶寒叨叨地说个不停，直到叶寒吃完饭。啊，知道了。你等等我呀，我还没吃饭呢，跑啥？哎呦，这小子还来劲儿了。2个时辰之后，李将军终于在训练场地上找到了正在对战的叶寒。七月，这下你跑不了了，走，跟我去骁骑营。你能不能别来找我？我要对战呢，害我分心。你不走可不行了啊！你看谁来了？叶寒，停下！李将军找你，你自然要去的。骁骑营可不是人人都能去的，你收拾收拾你的包袱，立马去吧。这是上头的命令，不得不从。叶寒，你叫叶寒，不叫七月啊？不过没关系，找到你人就行了。叶寒放弃再对战的机会了，只能去通铺那里收拾东西。对嘛，早这样多好，乖乖跟我回去，晚上给你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这就不是好人。媳妇可不喜欢我喝酒。大将军，你看我把谁给找来了？谁呀？七月。哦不，叶寒，就是第1名那个。这小子看着还算精神。大将军好。好小子，找你这么久，藏得挺深的啊。确定是从新兵营来的？王将军，他就是我从新兵营找到的。没问你，别回答。新兵营，叶寒。好家伙，够硬气啊！从今天开始，你就归我骁骑营步兵了。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吧。你和李将军对战，怎么样？七月。不，叶寒，咱们点到为止。就这里吧，开始。请。2人瞬间就开打了，都是用拳脚对战。叶寒打着打着觉得有点意思，这李将军还是有2下子的，比其他兵可强多了。不过叶寒这时候也在考虑他要不要输了的话也不丢脸，毕竟还是新兵。正当叶寒这么想的时候，也准备这么做了。可是一个擒拿手加一摔，李将军竟然被叶寒给摔在了地上。李将军瞬间想要爬起来，却起不来了，腰扭了。哎呦，好疼！叶寒，你这小子下死手啊！就这我就起不来了。你没事吧？不好意思，不是故意的。好小子，有点本事啊！你没事吧？没事，就是不小心扭伤了。没事就好。那你站一边去，我来会这个小子。大将军是认真的。将军除了上战场，其他时候可很少看见与人对战。这将军对战新兵，说不过去吧？就算赢了也不光彩，若是输了，那可去了。大将军应该不会输的。叶寒这下有点着急了，等下一定要输，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将军，这恐怕不合适吧？没啥不合适的，我觉得很合适。你小子让我有想要试炼的冲动，咱们就随便打几招，来吧，你先动手。是。叶寒装的气势很足，但是出手却很轻，每次都是泄了力道才打出来的。不过就算是这样，王将军也站得够呛。这小子不错呀，力气大不说，这拳打得还特别准。小子，来真格的了，把你的实力放出来。是，将军。叶寒还是很听话的，这不说放出来就放出来。只不过这次叶寒不再泄力了，之前出的5分力，这次出4分力就差不多了。因为出5分力还是泄了力道打出去的，只不过叶寒速度加快了一点，因为王将军为了测试出叶寒的真实实力，也是够拼的了，竟然把拳耍得虎虎生威，带起的拳风都能让人感觉一丝寒冷。
叶寒就趁着这时候控制着力道，慢下了速度，然后被动的挨了一拳。叶寒瞬间泄了力，只留了3分力，然后成功被王将军给打飞了，摔在了地上。你没事吧？没事，将军，我输了。叶寒赶紧认输，为了认输还挨了一拳，他好难呀。你输的光荣，李将军在我手下也就如此，不想你小子更胜一筹。起来，回去好好休息，明天给你放1天的假，好好的熟悉骁骑营，我势必争取把你留在步兵营。你带他去找住的地方，好好休整一下。若是伤得重，拿点药去给他。是，将军。二哥，在这儿。你在骑射营？幸亏你教我剑法，从新兵营过来的时候就选定了的。早知道你在步兵营，我就不选骑射营了。没事，骑射营也很好。你来很久了？没几天。哦，对了，你收到家书没？没，不过我寄回去1封，不知道家里人收到没有。我也是。聊了很久之后，就到了训练的时间了。叶寒要回去了。爹，我的意思就是25亩地种植水稻，另外25亩地就种植糯米，你们觉得呢？你这样分配挺好的，家里9方糯米的需求量本来就大，估计咱们自己这点还不够呢。没事的，爹，我娘家那边我已经叮嘱过了，那边也会种植糯米，而且今年的种植方式我想着换一换，不知爹可答应？怎么换呢？往年都是1季稻谷1季麦子，今年我想利用这些田地做实验，2季稻谷1季冬小麦。还能这样种植的？2季稻谷，这是真的吗？不可能吧？爹，我知道你觉得不可能实现，但你想想，往年你们种植水稻是什么时候？而我现在改成的时间却是初春栽种，不是播种。栽种的时候秧苗都已经这么高了。我这几天教大家去翻地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先育苗，等到时间就可以直接插秧。啊，还能这样种稻子？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先例啊，能行吗？我支持儿媳妇儿。娘，你真好，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不是爹不信你，而是老辈人都是这么种田的。我只怕到时候若是不成，50亩地可是颗粒无收啊。爹，你放心吧，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的，我可以立下军令状。而且实话跟你说吧，按照我这种方法，我有80%把握。真的？嗯。我家嫂子好厉害呀，居然还是种田高手。你是怎么知道的？这是秘密，暂时我不能说，等以后告诉你们。行吧，我同意了。真的啊，谢谢爹，你放心，我立马写军令状。写啥军令状啊，别写了，咱们都是自家人，若是没有收成，咱们家还能用钱买粮食呢。放心吧，爹不会怪你。那行吧，爹你不让写，那我就不写了。不过你放心，我肯定能做到的。不过今年怎么种植，你们都要听我的安排，好吗？好，听你的。听你的。放心吧，嫂子，我们都听你的。好，那我们明天开始。经过几天的翻地，已经把20亩地翻好了。李小七把稻谷提前育芽了，刚好地翻好之后，就把田整理好。每一块田都分成一垄一垄的豆腐一样，表面平整得很，而且还撒了不少的草木灰在上面，既可以做肥料，又能在拔秧苗的时候轻松很多。大家撒好种子之后，把这个盖上。就这点薄膜，李小七可是花了钱从镇上专门定制买的，费了不少功夫。当然定制的是10亩地的薄膜，还有5亩地的等着他运输去李家村呢。好的，大少夫人。直到酉时中，大家才全部弄好。每一小块秧田都用扁竹篾弄成一个弯曲的半圆形，两端插在泥土里，然后把薄膜铺在竹篾上面，底端用泥土盖住。这些稻种都是空间出品，不仅抗旱、抗寒、耐冻，而且还多产。李小七满意的看着弄好的秧田，计划着下一步应该做什么。第2天，李小七赶着牛车来到李家村李宅。小姐来了。金叔，我爹娘大哥呢？把这些稻种先放好，等会儿要用的。是，老爷、夫人和少爷都在内院呢。爹娘大哥，我来了。丫头来了。哎呦，大老远就听到你咋咋呼呼的声音了。闺女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可不许打趣她。
我这是高兴啊！你这么急匆匆的，是有啥事儿啊？我就是来跟爹说遇到殃的事儿的。我口渴得很，有水吗？哦，对，快进屋，有热茶。咱们今年的稻田不要用往年的种植方式了，改成新的种田方式。李小琪把他的想法都说出来了，而且大杨村就是这么做的。真的？你那边稻种都下地了？这么快啊？我这次来就是来跟你们说这事儿的。稻种我已经运来了，金叔现在应该在搬运，我已经交代过了，薄膜明天就能够输运过来。不过竹简需要我们自己制作。爹，晚上通知大家，明天全体去田里面翻地。这个就不用担心了，咱家还剩60亩地没租种出去，只能咱们家自己种植了。今天啊，我就吩咐家里的汉子去田地里翻地去了，大家都有一把子力气，就今天已经翻了3亩了。那太好了，家里的汉子没全部去吧？没，就叫了几个人去。那明天继续，晚上咱们把种子泡水，希望过2天能出芽。咱们现在就去吧，刚好弄好就能吃饭了。行啊，走着。稻种都在这里了。这样，这些稻种用温水全部浸泡上，泡1个晚上之后，明天滤干水分，后面我看情况再说。啊？稻谷泡水全部吗？全部。就这估计也就只够5亩地的，若是到时候秧苗不够，就要临时补救了。反正2边加起来有10亩地的秧田。那就这么做吧，七妹，我相信你。要做啥跟我说，大哥来做。谢谢大哥。终于弄好了，咱们去吃饭吧。1牛车的稻种装了4个桶，看着还蛮多的。不过这个要确保每一个布袋都浸泡在水里面。秦叔记得晚上的时候来加水，到时候若是水位低了，就每个桶都要加。哎，知道了，小姐，这事交给老奴吧。走吧，吃饭去。有鸭子哎！可不是，今年是新的一年，百废待兴。我之前还跟你娘和大哥商量呢，咱们家人多，开销大，光靠田地的收入，虽然也能过上好日子，但是咱家人口多，那就要多多做事，将利益最大化。所以今年我决定，除了咱们宅子旁边的那块良田空出来种植果树之外，咱们还要养殖。你喜欢吃鸭子，咱们就养鸭子。既然养了鸭子，那多养几种也是一样的，鸡、鸭、鹅、猪都养。可不是，之前在石头村养的猪都叫你陈庆叔帮着打理了，这么久了，咱也不好意思再麻烦，尽快弄过来才好。这事儿可行，听你们的安排。咱们把猪移过来之前啊，那几个猪圈就借给陈庆老弟用吧，反正咱家也用不着。小猪崽也送他几个，听说有一头母猪下了10多个小猪崽了。之前忙着搬家，这些事情还真的谢谢人家，算是帮了大忙了，应该的。不过这养殖场是不是要规划一下呀？宅子后面的山咱们就买下来，刚好就作为养殖基地了。可以，这事稳妥。不过到时候做工的人要不少吗？这事儿不成问题，村里人这么多，总能请到人干活的，每天都有工钱拿，我就不相信他们不来。你若是年轻的时候有这股冲劲，咱们家如何能落得那般田地啊？现在开始也不晚。小姐好，小姐好。没事儿，大家干活就行，不用打招呼。李小七点点头，继续看地。这地还算肥沃，不过之前忘记告诉他爹先沤肥了，看来只能明年了。不过今年这肥力若是跟不上，那收成可就得减半。于是李小七立马回家了，现在施肥还来得及。金叔，你现在去找村长，咱们李家收购农家肥，1文钱2担，愿意的挑来我们的地里面，现在就开始。好的，老奴立马去办。大家伙把肥挑去另外的5亩地里面，这边的5亩地不需要，因为是秧田，肥不能太多，怕把秧苗浇死了。挑完那里的5亩，就挑去李宅旁边的那50亩良田那里。知道了。小姐放心，这些我来安排。好，交给你了。挑完之后顺便把钱给结算了，记得做账交给我爹啊。这肥倒是挺足的，要是下一场雨就好了。小姐，为啥要下雨好呢？金叔，下雨了，这肥就会随着水流流向这边的所有田地，那样肥就能够均匀一些。
不过下午还是要找人来把这些肥分散开一些比较好，等到下次下雨过后再翻地，这个倒是不急。啊，原来是这样啊，我记下了。这边离宅子近的田地暂时先不要动，我有其他用处。这边空出5到10亩地的样子来，顺便做一个田坎起来，更好分辨。好的，小姐。咱们也回家吃饭吧，都饿了。听小姐的。七妹，你咋这么能干啊？上午的事情我可是听说了啊，忙到现在才回来吃午饭，哥哥我自愧不如啊。大哥别打岔了，赶紧吃饭吧，真饿了。饭都给你盛好了，谢谢你啊。哦，对了，后山买了吗？买下了，而且不止一座山，后面方圆100里的山都归咱们家了。哇塞，这是真土豪啊！这可都是咱爹的主意。我不是想着反正都要买吗？干脆一次性都买了，省得以后还要再麻烦一趟，这样省事又方便得很。老爹越老胆子越大呀，是个做地主的料。我没被你爹说的吓死，反而被你说的话给呛到了。你这小妮子真是个没把门的啊。嘿嘿，咱们家现在跟地主家也没差了，你要习惯。还是闺女儿懂得多，咱们家还真是跟地主家差不多，村里人可都是叫咱们地主了，都称呼我李老爷。好吧，你们说的对，但是咱们还是老百姓，平时也不要装大老爷大少爷的派头。要知道咱们也是从食不饱腹过来的，百姓的疾苦咱们都懂，要是可以，咱们多为村里人做点事儿，那才是大善呢。娘自从礼佛之后啊，心态变了好多。可不是，你娘还专门设了一个佛堂，每日都要礼佛2刻钟，也算是诚心了。娘之前可说了，只要二弟平安归来，她就能天天拜佛，这是说到做到的。好了，只要圣儿平安归来，咱们家多做一些好事也是应该的。我想着这次咱们要请人做工，不如就提高一些价钱吧，请村里人来种果树，建养殖场。可以，那就从村里面先招10个人吧。而且咱们家有什么事情最好交给总管和副总管去做。啊，咱们只要跟进进度就成，那这事情就交给其中去操办，家里的事情就交给金叔办。赞同。可以。听你的。对，就是这样操作的，大家加油哈！李小七看了之后很满意，大家干活都卖力得很，一个下午竟然就把5亩的秧田弄好了。因为之后去田里面扒肥的汉子也来到这边，把这边的5亩地的肥也扒开了。扒完之后就加入了制作秧田的队伍中，人多自然速度就快，一个下午就完美收工了。晚上刚吃完饭，你下午跑哪儿去了？家里也没见你，山上和田里也没见你，光知道偷懒啊，让你妹妹一个人干活。爹，我有别的事情了。什么事啊？回去了一趟石头村。去干嘛？找人。找谁啊？你知道的，文静他们家。这事儿听你说过，不过你找温姐干嘛？没干嘛呀，就是去慰问慰问，毕竟他们一家目前也挺困难的，我想着帮人帮到底，就去看了看。李王氏则回忆最近这大儿子时常发笑，时常发呆，他一开始还以为这小子出了啥事儿呢，没想到这是心里有姑娘了。臭小子不赖嘛。是吗？改天带我去一趟，我好久都没有回石头村了，怪想念的。娘，你去干嘛呀？不干嘛，就是回去找你陈婶子他们唠唠嗑，难道我不能去？能，肯定能，改天我带你去。七妹，有件事情想问问你。我就知道你会来的，说吧。肯定是2个人有奸情，这么久了我竟然不知道，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呀，看我怎么全部套出来。你们姑娘家过生辰都喜欢收什么样的礼物啊？当然是合心意的了。那什么样才算是合心意啊？你想送温姐生辰礼物啊？你知道温静姐喜欢什么吗？不知道，要是知道就不用来问你了。我觉得你直接送钗、耳坠、手链这些送给她就行。啊？这么简单？当然不是啊，你也可以问问温静姐需要什么。我觉得除了送一样可心的礼物，那天晚上你去找她制作一些浪漫啊，
比如放烟花，给个意外惊喜，或者带他兜兜风什么的。这个你要自己想，我只提供参考。妹夫就是这样对你的吧？走了啊！真是跑什么呀？我还都什么都没问呢。爹，这儿有几座小山，干脆把这小山上的树砍了吧。这些地方建养殖场刚好合适，那些大山就种一些果树就行。我也是这么想的，而且这么多山，我们大部分还是不动的，就弄2座小山先养殖，这样就挺好。不过养殖场还是要圈起来的，否则怕有走失就不好了。老爹说的很对。弄哪2座山啊？我看那连起来的2座山就不错，一大一小，刚好沟壑那里填平一下，弄成一个池塘，这样就不怕没水了。这主意不错。行，大家跟我来，咱们先把那2座山上的大树砍了，小树就先留着啊。2天后，后山的2座小山大树全部砍掉，运输了6辆牛车的砖头与青瓦，大多数的树木都被做成木材，有些还做成了长条木板。到时候鸡舍、鸭舍、鹅舍就用这些木材、木板来做，猪圈就要用砖瓦了，当然还有黄泥土块，还要建一部分的房舍，供养殖人员住。李小七提了很多的建议，而且还把草图画出来了。李方明和李滋睿2人立马就明白了，所以建立养殖场的事情就完全交给2人去指导。李小七负责秧田去了。爹娘大哥，明天我就准备回去了。啊，这么快？也是要回去了。行吧，姑爷不在家，还真是离不开你。你若是走了，很多事情亲家2人就得担着。说的也有道理，等过段时间家里事情全部都弄好了之后，你再抽空来住一阵子吧。放心，我有空肯定会来的。还有果苗的话，我会叫云起送来的，价钱应该也是比较公道的。行，这事儿交给你，我们放心。李小七赶着牛车回到大杨村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秧田看看情况。这几天稍微暖和一点，但是早晚还是有点冷的。昨天我打开看了，好像要开始长苗出来了。好，拿个锄头来，把这边上的弄开我看看。哎呦，长苗了！昨天还没冒青的，现在竟然都是嫩绿嫩绿的，芽长长不少呢。盖起来吧。若是天气热的话，要像这样掀开一些，让其通风晒晒。是，大少夫人。今天李滋睿带着他娘回石头村了。一回到石头村，李王氏就带上东西去了原来的老家。说实话，虽然有点冒昧，但是为了看一眼未来的大儿媳妇儿，李王氏也算是厚着脸皮了。不过找的借口就是帮忙，有需要尽管找他们就行。把一些腊肉、香肠送给温敏氏。闲聊2刻钟之后，就去陈庆家找陈庆媳妇儿了。当然，李滋睿也一起跟着。真是女大不中留啊！娘，你说啥呢？你们小儿女的心思，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李家大公子可没少来往，不过你也是时候找对象了。李家大公子倒是个好的，你嫁过去也不会吃亏。咱们就图人好。再说，他们家与我们家还有救命之恩呢。温静被说得羞红了脸，又无力反驳。经过这么久的相处，他与李滋睿2人也算是私定终身了。你们可有越矩之举？没有，我们不会，最多也就牵牵手，这个不算吧。没有就好，在你与他成婚之前，不可有肌肤之亲，你可懂？女儿明白。这事情就等对方怎么看吧，咱们暂且按捺不动。娘，其实他之前说过提亲之事。什么？他还跟你说过提亲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就是说，他说的意思是，等他家忙完这阵子，就会请媒婆来提亲。你呀你，等着吧，真是拿你没办法。10天后，李小七正热火朝天的在田里面栽秧了。他先示范，之前拔秧他先示范，等大家都会了，就来示范栽秧。这样的种植连续了7天，50亩地终于种植好了。当然，这50亩有25亩是糯米稻，25亩是粳米水稻。老爷、夫人、大少夫人，少爷们榜上有名。真的？孩子们都考上了？真考上了啊！5位少爷都榜上有名的，2少爷还是排第2的名次。
，3少爷排第20，4少爷排第17，5少爷还15名呢。还有叶成堂少爷也安排了第16的名次。太好了，咱家这是全部上榜了呀！叶一鸣笑着就跑出去了，他要找他三弟报喜去。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呀！哎呦，这是高兴疯了吧？突然就往外跑，估计是去告诉小叔他们这样的好事了。这样的好事确实应该庆祝庆祝。先别声张，这只是乡试，之后还要考呢，就让他们沉稳一些吧，咱们别声张。行，都听你的。下午的训练暂缓，我有一个很好但又不好的消息要告诉大家，这次又要选兵去真正的实战了，而且名单就在我手里。这次的人数是1500人，念到名字的人留下，没有念到名字的人撤退。李将军严肃地说完之后，就开始念名字了。这次叶寒、秦昊、孙然还有曹沛都在其中，同样骑射营也在报名单，这次李自胜也在其中。这一次的3000人统一由骑射营王将军带队前往边境要塞，之后王将军把兵交到当地的将军手里就返回。叶寒等人这一次是真的面临生死战斗。李将军念完名字之后就开始说重要事项，之后叶寒等人解散回营帐，拿上东西就走了。而叶寒与李自胜也终于会合了。经过5天的跋山涉水，这一批士兵终于来到边境。叶寒和李自胜一来就发现这里的田地荒芜，街道上更是没什么人。大家列队前行，来到这里，大家必须遵照这里的军规，否则被罚或者是送命是常事。是。报，大将军，骁骑营王将军带了一批精锐士兵前来报道，步兵和骑射兵各1500人。你叫军师去安排一下，他之前办过，知道怎么做。是。这一批士兵看着不错呀。呵呵，军师所言极是，这一批可谓是骁骑营最精锐的一批了。行，你的任务完成了，先下去休息吧，接下来的交给我。大家来到这里，那就是真正的生死较量，要是突厥老二生，那就得你死，所以你们必须强大自己，把敢来迫害我们百姓的突厥人杀个片甲不留。大家今天第1天来。谢志在给大家训话。叶寒最开始听到这声音还没啥反应，直到谢志走到近处的时候，叶寒才发现竟然是师傅。别以为戴了面具他就发现不了，这面具还是他媳妇儿送的，当初有幸见过。这时候看到这张面具脸，立马想起来了。叶寒内心惊喜无比，没想到来到边境的第1天就遇上了师傅，这下好办多了，他要寄信回家，家里人肯定担心极了。好了，废话不多说，大家先去休整，之后换上战服等待号召就行，全体解散。好小子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到边境战场了，到底怎么回事啊？讲给为师听听。师傅，终于能见上你一面了。肉麻兮兮的，快回答。之后叶寒就简单讲述了征兵后的经历。你小子运气倒是不错啊，你媳妇儿她可有反对？媳妇儿最后也是勉强同意的，不过特别伤心。师傅，我正想问你呢，咱们这里能寄信吗？我想写信回去报平安。当然，你写好之后交给我，我来帮你寄出去。若是你们自己寄信，那是不可能的，军营对这方面管理得很严。好，不过可能有2封，因为我二舅哥也在这里，能多捎带1封吗？二舅哥？你媳妇儿的哥哥？啊。哦，他也来了。哪个营啊？他是骑射营的，叫李自胜。知道了，写好了一起给我。我的营帐在威武将军旁边。谢志交代之后，就开始考教叶寒的武功。好小子，进步很大呀！我也觉得进步很大，我丹田的气息也很足。不许骄傲啊！还有咱们这里啊，随时都会有战斗，睡觉你都得睁着一只眼睛。没什么事情就早点回去睡觉吧，晚上说不定随时都会有偷袭。这几天安静得很，据探子来报，敌军那边的粮草不够了，我觉得这正是我们出军的好时候。你们觉得呢？消息可靠吗？当然，这可是最新消息。军师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兵力很充足了，不管他们粮草够不够，咱们都可以先发起攻击，之后再做调整。我也主战，咱们先出击，说不定还能占优势呢。最后的结论就是5时中正式发起攻击，
全军都有，骑射队做先锋，步兵队殿后。咱们这次可是干大的，看见突厥兵就给我杀，其余的人负责守营。有将军在一旁大声的鼓舞士气，这算是简单的出征仪式。之后各自领命出发。这次出战兵分3路，分别从3个方向向敌军的营帐进攻。很快就到了午时初，现在的叶寒进入了先锋偷袭营。这一营人数少，但都是精锐。5人提早来到距离敌营军帐3里路的地方隐藏。咱们先偷摸着前进，尽量缩小距离，能缩小到1000米范围内最好。咱们走。这一支小队这次的任务就是先偷袭烧粮草，当然这个必须配合前方的战士。当双方打起来，敌军里面内部空虚之时，直接就去烧粮草营帐了。当战鼓声响起，声势浩大的军队直逼敌军驻扎范围之时，突厥士兵才发现竟然有敌军来袭。这时候他们都还在吃饭呢，结果饭也没吃成就立马开战了。结局可想而知，士气就严重不足。战斗结束，朝廷的军队大获全胜。叶寒这一支小队这次的表现还受到将军的表扬。哈哈哈，咱们这次可是打得痛快，好久没有这么痛快的打落水狗了。可不是，要说还是咱们的计策好，事半功倍。这次先锋营偷袭功不可没，听说你们有2个是骁骑营刚来的新兵，是一个叫叶寒，一个叫孙然，这2人表现非常好，得了王将军重点推荐的，这次我就把这2人派上了，没想到还不错，果然是不负众望啊！这样的人就应该多多利用，让其发挥无限的能力来战斗，很好。不过，现在他们几人在哪儿？他们现在还没有回来。为什么？大将军别急，听说他们烧了粮草和部分军营之后，本就想走的，结果我们这边战役结束的太快，他们没撤出来，我们已经派人进去打探了，一有消息就来报。胡闹，简直胡闹！报，将军，先锋偷袭营有1人回来报信了。快传！各位将军，在下先锋偷袭营陈耀。别整那些没用的，快说怎么回事。回将军的话，我是出来报信的，剩余的4人在敌军营帐强装成敌军，我们本来是撤出来了，不过听说那个敌军的大将军拓跋成不是被逃跑了吗？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拓跋成的人头带回来给将军，于是又返回敌军营帐，穿上敌军的战服混在其中，就等拓跋成出现了。我回来的时候，敌军内部宛如一盘散沙，正在整合呢，其他4人会有人陆续回来报信。脱皮小子有能耐啊，不听指挥就擅自行动，若是不成被敌军发现，可就没活路了。其实我倒是觉得这计策很好，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是叶寒，他还叫我跟军师说一句，时不时发动进攻，扰乱敌军整合速度，他就能快速的找到拓跋成。呵呵，我猜就是这小子的主意。军师与这新兵认识？何止认识啊，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他是我徒弟亲传的。好你个军师，原来还偷偷收徒弟，我咋不知道啊？你这徒弟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哎，我哪是偷偷收的徒弟啊，我是光明正大的。陈将军，刚才你也听到了，时不时派点兵去骚扰2个时辰，打乱军心也很不错呀。是。好，那咱们就等他们的好消息，全力配合他们4人作战。3天后传来消息，找到拓跋成了，不过还没机会下手。这时候又出来一名先锋偷袭营里面的人，而且还带了重要情报出来，敌军的缓军即将来临，而且还是30万大军。咱们别急，先别自乱阵脚，不过咱们得想想法子。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调整作战计划，咱们这样，然后这样。之后将军们各自行事，而陈将军则时不时带着人突袭去了。拓跋成自回来之后就一直躲在他的营帐，叶寒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这不，今天傍晚竟然发现拓跋成出来了，好像是有什么大喜事，一点不害怕了。真是天助我也！三皇子若是来助阵，那咱们的士气肯定能够重新聚拢，还带来了30万的大军。这次我要杀了他们，让他们嚣张。是啊，听说明天就能到了，咱们是不是要提前做什么准备？当然，你去抓几名漂亮的姑娘来，先关着，等三皇子一到，咱们就送点礼物孝敬孝敬，也让他放松放松，
免得奔波劳累。还是将军有远见，在下这就去办。拓跋成说完就准备躺下眯一会儿。这时候大家都去吃晚饭了，守卫比较松懈，叶寒提前做了准备，提着饭盒，经过守卫的允许之后，就进了拓跋成的营帐。将军，吃饭了。今天的饭菜来得这么快啊？行吧，那就先吃饭再睡觉。怎么没有酒啊？有的，将军稍等，在这。而这时候的拓跋成竟然疏于防范，还来不及喊出声，就被叶寒的匕首刺中心脏。将军，怎么了？啊，没事，不用进来，不小心东西掉了。是。叶寒这时候终于放心了，立马从拓跋成身侧拔出剑，砍下了拓跋成的头颅，之后随便用布一裹，放进了食盒。叶寒检查了一下身上，感觉没什么血迹，于是提着食盒出了将军营帐。之后几人会合，立马逃出敌军的营帐。开城门！我们是先锋突袭营的叶寒，我们完成任务回来了。很快陈将军和军师都来了，确认过后才打开城门。这时候叶寒几人才感觉终于活着回来了。臭小子，不错啊！拓跋成杀了，是叶寒的功劳。他进入了拓跋成的营帐，杀了他，而且还把头颅带回来了。好样的！这是我们大家一起的功劳，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也完成不了任务。好小子，行啊，有你们的啊，都不错，等着大将军给你们奖赏吧。不过头颅在哪儿？啊，在这。你把他头放这里？啊，条件有限，来不及换装备。还有就是我们得到情报，敌军的缓军明天就会到达，而且是三太子领30万大军前来。啊，知道了，你们先去休息吧，我去回禀将军，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你们几个小子不听指令就擅自行动，这是死罪，你们可懂？他们几个新兵蛋子不懂就算了，你可是先锋营的将军，你竟然还参与其中，你说我要怎么惩罚你？臣甘愿受罚。大将军，此事要罚就罚我吧，是我说服了他们这样做的，我觉得不能错失良机，而且我还威胁他们，他们不去我就自己单独去。蔡将军是为了我的安全才答应一起去的，这事情理应罚我。哦，你的主意。是将军，大将军，此事怪我的纵容，不怪叶寒，理应由本将一力承担。大将军，这事情真不能怪蔡将军，本就是我的主意，自然受罚也应当由我来。听说过争军功的，窝里斗的，没见过惩罚还争着抢着的。谢芝这时候也不好开口，毕竟大家都知道叶寒是他的徒弟，若是现在开口，岂不是就有包庇嫌疑？大将军，虽然这次没有下令他们擅自行动，但是他们毕竟是立了功的，而且还是大功，要不功过相抵，就不用惩罚了吧？你们说呢？我倒是同意陈将军的说法。我不同意，虽然立功了，但是错在前，功在后，所以奖罚分明，既要惩罚，也要奖赏。军师啊，你是何看法？我觉得双方说的都有道理，不过我觉得现在是在用人之际。他们昨天还带回来了消息，敌军的30万大军今天就能到达与敌方会合，而我们这里只有10万大军，现在不是应该想想怎么对付敌军的事情吗？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发出第一次的大规模攻击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拓跋成的首级。还是军师妙计。行，那你们几人这次有功过相抵，并且这次他们发起的战斗，我要你们冲在最前面，就当是惩罚了，如何？是，先锋偷袭营全体立命。好，你们先下去吧。之后就是将军们商讨敌军缓兵一道的事情。我建议把拓跋成的首级挂在北门城门上，让敌军看看他们的大将都被我们收拾了，就算来了个什么三皇子，也奈何不了咱们。我觉得行，不过这样的目的更能刺激咱们将士的士气。可以，这个等下你去办。挂上去之前，先召集所有士兵，让他们看敌人的大将军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照样被我们杀了，还把人头挂在城门口。是，大将军，末将领命。
你来了。师傅，你找我啥事儿？给你惊喜来了，你媳妇给你回信了，另一封是你二舅哥的，等一下你交给他吧。叶寒把给李自胜的信胡乱揣进怀里，一边轻轻地撕开李小七写的那封信。谢志本想偷看一两眼的，奈何叶寒总是躲着，还用手捂着，真是气煞人也。谢志干脆就坐在一旁生闷气了，偶尔瞥一眼笑得傻了吧唧的徒弟。师傅，我媳妇说准备给咱们运送草药来呢，数量还不少。不过这要通过什么渠道来，还得问问你。只要有通关文书，就能把东西运到军队来，这事儿我来办。哈哈哈哈！真是太好了，真是缺什么就送什么来啊！这徒弟媳妇儿不错。还有说其他的吗？没了。师傅你就知足吧，你想想，我媳妇儿送药材来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送一些衣服给我们，还有吃的，好吃的哟。想什么想啊！我决定了，明天我就跟大将军请假回你家一趟。呵呵。谢志想到一个好办法，刚好要办通关文书，还得有人出去跑一趟，那干脆就他辛苦一点好了。反正暂时双方都在伤亡惨重，朝廷也在增派援军，所以谢志一点都不担心。若是他走了之后，这里会出现危机。还能这样？师傅，你能不能带我一起回去？就回去一次，我就见见我媳妇儿，然后就跟你一起回来。哼，师傅，你不会这么残忍吧？捎带徒弟一份啊。看心情。别呀，我内心其实也没啥，我媳妇儿就跟我说了几句悄悄话而已。这你也要听？再说看人家两夫妻甜甜蜜蜜的，你一个孤寡老人也不好意思吧？我咋就成孤寡老人了？我是有家不能回，绝对不是孤寡老人好吗？好，我知道了。所以带我一起回去呗，咱们来的时候还能运输一些药材和军需物资回来，你说是吧？让我考虑考虑。行吧，那你尽快告诉我，我先回去了。到底你是师傅还是我是师傅啊？我看呐，开荒还要几天吧？估计还要10天左右，先看看情况吧。不过我想分2批做工，大半的人去开荒，另外安排一些人把之前开荒出来的地先施肥，这样后面的开好后，前面的就能开始整顿，甚至种植了。爹，你怎么看？可以，反正开荒30-40人，咱们这也没开几天吧，就有10亩地了。爹，家里开荒，我们可帮不上什么忙。没你们什么事儿，你们好好读书就行了。今天夫子说再过2天就又要考试了，我们又要去县里了。这么快啊？那你们复习的怎么样了？还好吧，学的都差不多了。可以，没问题，应该可以。好，看着你们这么有信心，我也很开心。下午是小苏接你们回来的。是呢，堂哥接我们的。爹，咱们还是商量一下谁送弟弟们去县城吧。我觉得你去最合适，家里的荒地还有施肥就交给我吧。还真的是儿媳妇去比较合适，你爹他又不懂得怎么弄吃的，还是咱们女子细心一些。而且你之前去过一次，应该熟悉了。那行，我去吧。明天就要去了吗？早一天去比较好，这次你们住客栈方便一点。好，很快考试的日子就到了。你们进去吧，记住别慌。知道了，嫂子。李小七一个人无所事事，就想着去打听点事情，就去逛了县里的种子店，竟然发现有玉米种子、花生种子，只不过这里的花生种子很贵，特别贵，量还很少。李小七了解情况之后，立马下定了主意。他返回了客栈，把门拴上，确定没有人之后，李小七立马进入了空间。巴布，你给我出来！主人有什么指示？我要卖东西了，保鲜房的存货全部卖了。水蜜桃、苹果和樱桃也都卖了？这个就不卖了，除了这3种，其他的都卖了。是，主人。巴布立马开始操作了，没过一会儿，保鲜房的东西基本清空了。恭喜系统主人满5万积分，可以开启第2层别墅啦！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惊喜。请主人前往别墅第2层。奇怪，这2楼才4间房。主人赶紧打开吧。必须打开啊！李小七立马推开第一个，没什么东西，
只是在空中漂浮着3个红色锦带。李小七随便拿过来一个，拆开。恭喜主人获得空间带一个紫色。哇，空间带这个东西好啊！李小七发现是好东西之后，就迅速的拿下了另外2个锦带。恭喜主人获得空间带一个蓝色。恭喜主人获得无限量水杯一只，该水杯可以装下海里所有的生物与水，容积大到你想象不到。哼，这个东西好，太喜欢了。李小七打开这一间房，竟然是一个盒子。这是什么？主人，这是种子盒。为了鼓励你带着更多的人致富，系统奖励你这个种子盒。只要你想要种子，把种子名字、数量说出来，种子就能从这里出来。真的啊，太好了，真是瞌睡就有枕头来啊！我刚好缺种子呢，这个好，我可以拿走吗？暂时不能，你只能在这个房间里面拿出你需要的种子。哦，行吧，那就先放着，我等下再来。很快，第3个房间也被李小七打开门了。哇，这是枪！这个房间好多枪啊，还有匕首、长剑之类的，怎么都是武器啊？这个我也不知道。现代武器怎么也会来到古代？这个是给主人保命用的，武器不在多，好用就行。主人，这下你发达了。不错不错。李小七觉得有备无患还是可以的，于是又去了第4个房间。第4个房间打开后，李小七就看见了一排排的瓶瓶罐罐。难道又是丹药？啊，这个咋是毒药啊？每一种毒药都有相应的解药。这个不错，可以有。李小七仔细的看了一会儿，这里真的是各种毒药都有，还有逗人玩的药，什么屁屁乐，就是吃了之后不断放臭屁的药，还有让人吃了之后全身如蚂蚁啃食般的药，还有让人失明的药。反正这么多的架子，李小七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完，干脆就不看了。有这些东西还真是不错的很，尤其是前面3个房间的，我特别喜欢。啊，都是很有用的东西呢。李小七返回第2间房，按照之前说的，要了100斤空间玉米种子，100斤花生种子，100斤芝麻种子。果然系统是无敌的，他感觉要起飞了，这样就能要到无数的种子，他还愁个啥呀？2天后，李小七早早来到考场门口等候，这次几人一到时间就出来了，速度倒是蛮快的。李小七接上几人就回了客栈，梳洗一番之后，在1楼大厅吃饭。大嫂，这菜好吃，我见都没见过。这应该是这里的招牌菜吧？是的，你们快吃吧。咱们在这里休息1天，明天再回去吧。现在你们先回去睡一觉。大嫂，我们还是现在就启程回去吧。我们吃饱饭了，现在精神得很，一点事儿都没有。在这里就是浪费时间了。对啊，我也想回家了。大嫂，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启程吧。在这里没啥事儿，但是家里的事情却忙不完，咱们还是不要在这里耽误时间了。行，那既然你们都想回去，咱们就立马回去。你们咋这时候回来了？哎呦，还没吃晚饭的吧？爹，我们一直赶路呢，晚饭没吃。干嘛这么急着回来了？这样可真够累的，明天回来也不耽误事情啊。爹，是我们自己说要回来的，反正在那里我们也闲得无聊，中午我们吃饱饭就开始赶路了，我们倒是不累，累的是嫂子呢。啊，原来是这样啊。回来就好，赶紧去饭堂坐着，很快就能吃饭了。娘，咱们家开荒都好几天了，什么时候你才有空去找媒婆呀？现在知道急了，早干嘛去了，也有能让你急的时候啊。哎呀，别逗我了，你就说什么时候去吧。这小子现在知道急了，催什么催啊，没出息。李自睿无语地看着他的一对父母，没出息就没出息吧，反正只要能把媳妇儿娶回家就行。不逗你了，媒婆我早就打听好了，请的是咱们镇上有名的花媒婆，他们家祖孙3代都是给人说媒的，日子也算出来了，就是明天。你明天只要穿戴整齐，去女方家直接提亲就可以了。真的，太好了，谢谢娘，谢谢爹。很快，提亲的日子就到了。今天，李自睿穿戴整齐，和李方明、媒婆等人抬着聘礼就来到石头村温闯家。花媒婆一来就把李自睿夸得天上有地上无的，害得李自睿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温静只在一旁笑，
温闯和温敏氏两人倒是和蔼得很，热情地接待了大家。很快，互换庚帖等需要做到的礼数都周全后，吃过午饭，李方明与媒婆等人才走。两人勒令3天不准见面，李自睿只能按耐不动了。这天夜里，叶寒趁夜偷偷翻墙进了李小七的房间。叶寒摸黑偷偷摸摸来到床边，本想给李小七一个惊喜，却不想给了一个惊吓。那媳妇儿，是我，松手。相公，是我，我回来了。相公，真的是你啊！媳妇儿，我好想你啊！好晕啊！媳妇儿，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洗漱一番，立马回来。这会儿谁敲门啊？小七，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哦，娘，没事，是我被吓坏了一跳发出的声音。寒儿，你回来啦？本来我想着现在挺晚的，就没去打扰你们，反正明天也能看见，不想倒是吓了你们一跳。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没事就好，我还以为出了啥事情呢。你吃完饭没？吃过回来的。行，那你们早点休息，我先回去了。这一晚，两人久别胜新婚，蜜里调油，愁又愁，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第2天，天大亮，李小七才悠悠醒来。昨晚被叶寒折腾得够呛，当然他自己也兴奋得很，这不早上就起晚了。大少夫人怎么跟个陌生男子在一起啊？大少夫人这是怎么了？怎么当着国家的面把男人带回家？这是还在家中过夜了？妈呀，出大事了！大少夫人竟然出轨了！寒儿，你们先去洗漱一番，马上就吃早饭了。啥？这是大少爷啊？大少爷？难道有2个大少爷？可是名字不对呀。大少爷咋长这样了？出去征兵了，不是应该都瘦了？咋我家大少爷还胖了一圈似的？只不过更黑了。大少爷咋比以前胖了，还黑了一个色号？你真是大少爷？如假包换，真是大少爷啊！没想到大家几个月不见我就认不出来了。不是大少爷，是因为你改变有点大，而且刚好又是突然回来的，有点懵。这个还算解释得过去。他这不叫胖，是壮实了，看上去比之前结实不少。爹，哎，几个月不见，倒是长进不少啊！大哥，你回来了。大哥，你终于回来了。大哥，我好想你。大哥，你咋变得又黑又胖，像村里花婶子家的大黄一样？你懂不懂审美啊？什么大黄，能跟我比吗？亏你还是考了府试的人，竟然连个比喻都不会，挨罚。府试？对啊，大哥，我们已经考完府试了。那你们现在是童生了？是啊，我们5个都是童生了，明年接着考院试。明年刚好就是院试考试了，你们还真是赶上好时候，像别人可都等了3年了。你们小子运气不错，好好努力啊。我们肯定会努力的。你这次有几天在家？媳妇儿，突然发现你这么粘人啊。就要粘你，我是502胶水，怎么了？别挠了，别挠了！我告诉你还不吃，我只有两天时间在家。这么短啊？你这是去军营里吃香的喝辣的去了，脸上都长了不少肉了。哪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能长肉，但其实训练强度特别高，除了训练，就是想你了。真的啊？真的不骗你。其实这次能回来已经很不错了。二哥还在军营呢，没法回来。这次我是借着师傅的光才出来的。师傅估计很快也会过来的。我们这次回来是带了任务的。你不是说要运输药材来军营吗？我们回来就是准备这件事的。这一次我们带路一起运输过去。师傅去办通关文牒了，咱们先准备好药材才行。你跟我讲讲军营里面的事儿吧，我想听。两人找了大石头的位置，叶寒坐下，怀里抱着李小七，开始讲起了军营里面的事情。1个时辰之后，两人才从后山回家。你想吃什么？我去做给你吃啊。你做的我都喜欢，
你看着做就行。好。不过啊，媳妇儿，你要多准备一个人的份儿了，师傅回来了。你们两个站着当门神呢，我都快要累死了，还不快准备饭菜？饿了。师傅，门神会给你做饭？少臭美吧你！等着。你们俩这是干啥去了？干啥去了跟你有啥关系？啥都要问。问问而已。你爹娘呢？去山脚下的荒地去了吧？早上说要把剩下的荒地整顿好，种植芝麻了。啊，我的房间钥匙给我。走吧，我给你。你可是好久都没有回来了，这次能住多久啊？咱们俩好好唠唠嗑。估计明天就要走了。啥？这么快啊？爹，没错，明天我也要启程走了。这次回来事情办好了就要走的。我就说你咋能现在这时候回来呢？原来是有任务的呀。一行人边吃边聊，有伤感，有离愁，有感慨，但更多的却是通过大家说的话，彼此了解最近过的都是什么样的日子。这次收的药材因为时间紧，所以数量有限，但是之后我们会慢慢的多收一些。不过还需要什么药材，最好每次能够列出一份详细的清单给我们，我们好有目的的去收，这样才能够补军需药材的不足。你这法子不错，这次就先这样吧。我回去后会跟随军的医师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这里估计能装4车，不过我还想装1车的香肠和腊肉，1车的酒，这样就是6车了，够吗？军用哪有什么够不够的，多有多的用法，少有少的用法，所以你看着安排吧。好，你们明天什么时候启程？越早越好，最迟不要超过4时。好的。李小琪交代下去之后，还安排了随从人员。这次除了谢志和叶寒要走，家里的人也要派几人跟上，到时候回来下一次运输的时候就熟悉路况了。你把这1车的东西卸下来放到那1辆车上去，小提这1辆就懒得卸下来了，让小提跟着你一起去吧。他吃得消吗？放心吧，他很能干的。别看他大块头，又是一头牛，但他不是普通的牛，你带他上战场都可以的，绝对不会拖你的后腿。啊，那好，我带着。好了，一切准备妥当。要想我啊？我肯定想，因为你是我的唯一。记得要好好照顾自己。等我回来。记得答应过我的。放心吧，我懂，我会活着回来的。那你们一路顺风。放心吧，保证还你一个健全的相公。你可别哭鼻子啊，早点回去。你们一路保重，安全抵达，安全回家。他们走了。刚走一会儿了。哎呀，还是来晚一步，本来想送一程的。他们赶时间就没等了。爹，咱们现在回去吧。走吧，他们都去私塾了，咱们也回吧。荒地里面地都整顿好了，你说种植芝麻地，要不回去看看怎么弄？你不在，我估计他们不太会呀。走吧。京城上官府，上官俊宇刚把信送出去，就烦躁地在原地打转。这事情若是解决不好，估计他这皇商的名头没了，还得牢底坐穿，赔上一条命才行。俊宇，阴天府衙来人了，要你去。我看干脆把这件事情推到叶家去吧，毕竟这酒是他们生产的，我们只负责销售。现在出事了，而且太医都检查这酒有问题，你就别一个人死扛着了。爹，这事你别管，我自有分寸。我这就去依天府把话说清楚。小七丫头，小七丫头，快看，东家给你的信，出大事了。李小琪一惊，赶紧拆了信仔细看。李小琪一边看一边吃惊不已，竟然会出现这种事情。于是李小琪立马去酒坊查看，叮嘱孙掌柜昨晚蒸笼里面的暂时别做了，之后就去了酒库，用意识控制看了酒库里面的所有酒，这些酒都没有问题啊，怎么会有毒呢？跟我来，月叔，你等我一会儿，我回一封信给上官公子，希望能找出凶手。李小琪随即就回房间写信了，这封信不短，整整3页纸。但是李小琪相信以上官俊宇的才智，一定能洞悉其中隐藏的凶手。这封信告诉上官俊宇的方法有2个，第一个就是先确认那酒是不是叶家酒，并且李小琪告诉了上官俊宇隐藏标签的事情，如何让隐藏标签现形。
不是的话，那说明有人换了毒酒，这是谋害。若是叶家酒坛，那就查疾病史。还有，李小琪把有可能与酒相克的食物，还有与酒混合之后就会变成毒药的一种药粉，都详细说了。李小琪这才有点放心的放下笔。现在快马加鞭送信，务必尽快送到你东家之手。我现在就去。几天后，岳掌柜又收到信，立马赶来大杨村，把信递给了李小琪。这是人为的吧？是谁想置我于死地？李小琪看完信之后，就察觉出不对劲儿了，这明显就是针锋相对。针对叶家还是上官家就不得而知，但是频频以酒有问题来制造事端，明显就是有问题。李小琪仔细琢磨之后，只能用另一个法子了。除了一封信，还附赠了一颗解毒丸。信里面也跟上官俊宇说得很清楚了，他也希望上官俊宇能好好处理这件事。半个月后，李小琪终于收到上官俊宇的信。原来这事情跟二皇子有关。二皇子探查到叶家跟谢将军家的渊源，竟然开始对一个平头百姓动手。哼，这皇子果然够没品的。这事情不管怎么样，总算是解决了。不过这二皇子竟然要对付你们，我还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而且我还听说二皇子驳回了给边境将军送军需物资的请求。现在边境的战况也不知道如何了。这事情容我考虑几天。岳叔，这朝廷也是风雨飘摇了。嘘，别乱说，小心隔墙有耳。这事咱们心知肚明就成。等过几天，等我有思路了，我再找你。好，那我先回去了。小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爹，你坐下，听我慢慢说。李小琪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大致跟叶一鸣说了一下，包括酒出事，还有军营里面的情况。竟然这样，我们跟二皇子无冤无仇的，他干嘛针对我们？或许就是因为师父吧，因为师父的爹就是威武将军，而威武将军就是阻碍二皇子当太子的人。二皇子想要铲除威武将军一党，咱们这算是陷入了朝廷风波了。叶一鸣觉得这是要出大事了。今天李小琪把池塘小龙虾、果园各种果树、酒坊还有稻田与荒地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细细地写在了几本册子上，而且几月做什么，苗长到多高应该做什么花的特征，花期应该做什么，李小琪都写得很明白。一下子4本书册分别递给了叶一鸣。爹，这是咱们家种植的所有产业的管理手册，应该做什么我都细细的写在这里面了，你可以把它发给相应的管事，我需要离开一段时间。你想去边境，可我不能让你去。小七，你为什么要离开？真的去边境？你一个小娘子去边境能干啥？别是白白送命啊！你别走。娘，边境这时候急需军需物资，我必须一同前往，而且我不放心相公，我要去看看。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李小七这次去可不是白去的，他带着粮草、草药还有酒，加起来30多辆车的物资去军营，目的就是助他们一臂之力。这么多物资他不放心，他一定要跟去。李小七也没有想到，好不容易解决了酒的问题，一下子又是边关告急。不管怎么说，李小七最后都说服了彭氏和叶一鸣。4时初，李小七和镖局的人还有上鹏几人一起出发了。镖局的人只有镖头知道李小七是女扮男装，其他的都不知道。上鹏等人也觉得这样的打扮稳妥一些，因为这样可以少了很多麻烦。车队很长，但是架不住人也多。除了每辆马车的车夫之外，还有10多20人是镖局之人。大少夫人，这一路路程可不短，而且离边境越近，路越坎坷，颠簸都算是好的了。没事，我能受得住。还有，出门在外看我的打扮叫人，现在这个打扮最好别称呼我大少夫人，就叫我公子吧，跟他们2个也说说。是，小的记着了。之后一路无话，全程快速前进。5天后，终于到达边境。城下何人？我是叶家的人，来送草药和粮草的，麻烦守卫军帮忙传个话，我是上鹏。等着。1刻钟之后，军师就随着好几人一同来到城门口。开城门。之后上鹏就带着人进城了，不想刚进城就看见迎面而来的军师，
你们来了，跟我来。这时候谢志还没认出李小七来。很快，30多辆车的物资终于安全抵达北门。这次怎么运输了这么多的东西过来啊？啊，这是大少夫人交代的，小的只是照办而已。好。家里可好？大少爷。啊，家里可好？大少夫人可好？啊，好，都好。不过，可否让我跟大少爷单独说两句？当然。你要说什么？为什么还要来这里说？大少爷，等下我无论说什么，你都不可以回头看，听着就好，否则对大少夫人不利。好，说吧。大少夫人这一次一起来了，而且就混在队伍中。什么？哎，别声张，安全第一。好，我知道了，这个我会安排。你们晚上在这里休息一晚，明天一早出发回去。我会跟他说的。大家安顿好了之后，叶寒才有机会找到李小七。媳妇儿，你怎么来了？担心你啊，我最近老是心慌的厉害，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不放心你，我要跟着你。你放心吧，家里我都安顿好了。那你也不方便留在军营里面，要知道这里都是男子，你一个女子在这里很危险，你知不知道？我知道军中不养闲人，我不参加战斗，我做后勤总可以吧？救死扶伤，帮助军医做一些事情，或者帮军中的将士做饭都可以的。这事情你跟师傅说吧，我相信师傅会让我留下来的。我不相信，女子在军营寸步难行，何况还要吃苦头。相信我，我可以的，说不定还能帮上大忙呢。你现在别管这些了，先跟我说说最近的战役情况。这些都是军事机密，轻易不能外泄。不过我可以简单和你说说。怎么回事？你去哪儿了？师傅，这里可还有别人？你眼瞎呀？这里不就是你和我吗？让你见个人。谁呀？师傅。你咋来了？我要留在这儿，你想办法给我安排个事儿。你挺能耐呀，还能专门来到这里，吃了不少苦头吧？苦头没吃，也不怎么累。别忘了，我是跟你练过的。哦，是吗？要留下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你得跟军营里面的人同吃同住同睡，可没法给你搞特殊，那样的话一下子就穿帮了。那哪成啊？不行。我觉得我行的，保证不会被发现我是女儿身，而且我还能帮忙。哦，说来听听。战场必有伤亡，我可以帮军医一起照顾伤患，我还多少懂一些医术，在这里不会吃闲饭的。而且我也是练武的，不过虽然不上场杀敌吧，但是自保和做后勤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倒是有点用，但是要留在军营，后果可是你承担不起的。要知道，自古就是这样的规矩。师傅，你就帮帮忙吧，我真的很想留在这里，主要是我担心出事，我总觉得我就应该留在这儿，具体原因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一种感觉。我不能因为你一个感觉就让你留在这里冒险。再说，就算我答应了，叶寒也不能答应吧？必须答应，若是你们不答应，我也不会回去的，我就自己一个人在边境。叶寒和谢志对视一眼，眼中既有无奈，又觉得好笑。算了，我同意你留下，不过身份一定不能泄露，否则只能是死，你可知道？真的，谢谢师傅。不过你得小心点，万不可暴露身份。师傅，能把媳妇安排跟我一个营帐吗？可以啊，若是不想你媳妇遭罪，也可以留在我这个营帐，随你们自己商量。还是跟我一个营帐吧，我换个位置，睡媳妇旁边。好，那就这么定了。今天先这样吧，你们早点回去休息。3日后，突厥三皇子领兵深夜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打了个措手不及，战役持续了3天。但即便这样，突厥兵也没占到便宜，双方死伤惨重，李小七一下子忙不过来了，而战场上依然烽火连天，刀光剑影，喊声一片，血随处可见，尸体倒在地上，横七竖八，什么造型都有。李小七看着有点花眼，抹了一把眼睛，又开始检查有没有活口。虽然怕，但是还是壮着胆子，他想要救治更多的人，能活一个是一个，说明他赚了。这帮兔崽子，我们这次干脆杀他个回马枪吧。我觉得行，明天一早咱们就干。普陀，敌军现在肯定是防范得很，现在出击简直就是以卵击石。军师觉得呢？我觉得咱们要选择一个他们意想不到的时机出击，这样才能打个措手不及。
半个时辰之后，终于有人陆续出来了。将军们整合所有能上战场的士兵，开始了新一轮的焦灼。10天之内，大小战役无数，死伤无数，损失惨重。每次商量好的计划都能被对方识破，好像计划被敌军窥视了一般。云师，这可咋办啊？一定要把这个内贼给抓出来。咱们计划这么周密，竟然都能被对方击破，你不觉得奇怪吗？我跟你一样的想法，但是奸细是谁我还不能确定。既然我们都不谋而合，就设计一次揪出这个奸细吧，否则对我们有百害而无一益啊。好，你说应该怎么做？两人商量嘀咕一阵之后，大将军就回他营帐了。晚上，大将军招来所有将军商讨，并且把作战方案都说了，之后才让大家回去休息。这时候叶寒和李小琪两人则负责在暗处观察这些将军。深夜时分，树林处有动静，原来是有人通风报信，用的竟然是一只雏鹰。叶寒看清来人之后，一直隐藏在树上，等此人走后1刻钟，正准备出来时，发现此人又返回来。叶寒立马隐藏，屏住呼吸。此人观察一阵之后没有异样，才放心的离去。师傅，有情况，快说。我刚才看到竟然是方将军在传信，不过我没有看到具体内容。早知道我跟你一块儿了，别忘了我的技能，我能神不知鬼不觉的看完再送出去。哦，对啊，我咋忘了你会兽语，兴许也能跟鹰对上呢。哦，你还有这等本事。既然如此，我们这样。第二天战斗依旧，不过一大早大将军听了军师的建议，改了攻城计划，总算险胜一局。接下来的几天不断商讨作战计划，但同时也不断试探奸细。方将军真是忙得很呢，大晚上不睡觉，竟然跑出来遛鹰了。方将军吓了一跳，还未绑好的纸条竟然掉了下来，而鹰却被吓得飞走了。呵呵，看这鹰多聪明啊，还知道明哲保身。被你发现了，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好你个疯狗，竟然敢做叛徒！我纳闷呢，你们一批援军到了，竟然不主动战斗，却屡屡采用缓兵战术。我还一直以为是你们谨慎，原来竟然是奸细。说，除了你还有谁？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做梦吧！既然被你发现了，我知难逃一死，还不如自己给个痛快的，还不如你们给个痛快的。其实你可以不用死。你们会轻易放过我？当然不会，不过你可以赎罪。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担心在京城的家人。你是被二皇子威胁了吧？你们不许伤害我的家人。既然你们知道了，也应该知道二皇子以我家人的性命相要挟，目的就是只要我给敌军传信就行。我是不得已而为之。你家人已经救出来了，其实我们早就发现是你了，只不过一直没有动手。你以为我们晚上商量好的作战方案，临出战时又改变了作战方案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拖延时间救你的家人出来。现在你的家人都很安全，被我们安排逃出了京城。这是你妻子给你写的信，你看看吧。这信就是为了安方将军的心，若是没有这信，方将军不会相信家人已经安全的。很快方将军就将信看完了。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我就应该去死。想死有什么难的？死都不怕，还怕活着？想想那些死去的战士，那是想活都活不了。若是你想死，那就跟我死在战场上，杀敌而死，死得光荣。人都会犯错，但知错能改，去弥补你犯过的错，那才是英雄所为。就你这样的，简直就是懦夫，人人唾弃。你不会想荣耀一生，到这时候去被千人骂、万人锤的地步吧？还有你的家人，若是你就这么死了，他们以后怎么做人？还能抬起头来做人与生活吗？哼！你说的对，死有何难？我这才是最痛苦的。大将军，求你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让我上战场杀敌。我还不想死，我还没活够本儿。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那就让你将功赎罪，这件事以后再找你算账。你起来吧。你放心吧，知道你做这事情的人也就我们几个。既然你作为奸细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了，那就还是照常这样。
不过透露的信息是我们想给对方的信息。以后要送信的话，我会找你的。走，回去休息了。明天我们商量更重要的事情。于是5人纷纷回去了，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般。经过2天的商讨与计划，这次大将军策划了一场大战斗。这次叶寒作为先锋偷袭队领头，带着4人先去打探。李小七要求上战场杀敌，被军师驳回，无奈他只能偷偷跟着叶寒走了。号角声响起，战鼓响震天。5时初，准备兵临敌军城下。这次分3队人马进攻，分别从敌军的2个城门与城中埋伏3个方向里外接应进行围攻。李自胜被任命副将军，带着骑射一队充当第2先锋，去城北迎战。昨晚军师授意方将军传信出去了，但是里面的内容却是从城北进攻。敌军知道被围攻的时间与作战方案，但这只是大将军和军师想让敌军知道的。先锋偷袭队早就进入了城中，等到信号一响，几人就开始去各个城楼上偷袭。而这时候叶寒才发现李小七竟然跟着来了。你胡闹，这么危险的事情你咋跟来了？我来帮忙的，你现在别把我当你媳妇，当战友就行了。我跟你们一起并肩作战，放心，我能行的。你真是要被你气死了。那你没办法，你跟紧我。三皇子早就接到方将军的信，所以信心满满。这时候尽管外面烽火连天，战斗激烈，但是他却稳坐军中，正在喝酒调戏美人。这时候叶寒却悄悄来到三皇子的营帐附近。擒贼先擒王，这是叶寒一贯的做事风格。叶寒来的目的就是放火烧粮仓，但是却意外发现三皇子竟然在寻乐，真是天助他也。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不过三皇子的人头交给我吧，我保证要了他的命。但是你必须去烧粮草，咱们2个分工合作，完事之后再一起逃出去。你有什么计划对付他？放心吧，别忘了孙子兵法还是我讲给你们听的。咱们分头行动，速度要快。李小七看叶寒朝另一个方向走了，意识控制从空间拿出一把小小的手枪，装满子弹之后放在后腰上，悄悄观察之后，假装自己的前面来报信的将士。禀报三皇子，前方有紧急消息传来。营帐外面有士兵守卫，李小七通过守卫的询问通报了，李小七方进去。这得多亏了系统，巴布果然知道的很多，能让他安全进去。前面的战况如何？快说。回禀三皇子，敌军不止从城北进攻，而是双向进攻。城北和城南都已经开战了，而且我们明显处于弱势。塔格尔将军派我回来问三皇子，接下来该怎么办？岂有此理！难道传信的传错了？不过你倒是面生的很呢。有敌军偷袭！这是消音枪，没有声音的。李小七连续开了3枪之后，只见三皇子死不瞑目地扭过头看向李小七。李小七迅速伪装三皇子还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的样子，然后大摇大摆地出去了。而这边叶寒也经过层层的困难，烧着了粮草，于是叶寒也快速地离开了。2人在约好的地点汇合，然后一起去了城北的城楼。城北和城南也被偷袭队的4名将领暂时控制了。师傅，三皇子被林小七杀死了，粮草已经烧了。真的？厉害呀！好，你们小子不错呀，回去给你们论功行赏。真是天助我朝，三皇子竟然被杀了，大好事儿！我看你们突厥老儿还怎么嚣张。大将军将这消息传下去之后，全军都兴奋了，跑起来的速度更快了，更有劲儿了。没过一会儿，威武将军等人就控制住了突厥营帐，采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原则，杀的杀，归顺的归顺。这一次战役大获全胜，把突厥的老巢都给端了。半个月之后，大将军奉旨要班师回朝了，李小七则被叶寒提前送回来。这里已经是府城了，我知道怎么回去，你赶快去京城吧。等我送你到家我再走，否则我不放心。行吧。这么晚回来还没吃饭吧？你等着，我们去弄点吃的给你们。辛苦娘了。爹，我吃好饭就要走了，我还需要赶路上京。啊，不能在家多待呀。战争结束了，我们百姓终于可以过上太平的日子了。
真的？那太好了。不过我还要上京城去报道，师傅会在城外等我。在家过一夜都不成？爹，让他去吧。这次要不是因为送我回来，相公也不可能离队。再说他这还要追上师傅他们的军队，光赶路还有好几天呢，真的没有时间浪费。等相公回来后再细聊也不迟。啊，这样啊，那好吧，只不过辛苦你了。几人闲聊一会儿之后，粉干就端来了。两人吃好后，家里人目送叶寒启程。忙活这么久，终于可以休息一下子了。可不是，我也要累瘫了。咱家的稻田都插好秧苗了？到今天全部插好了。接下来没这么忙了，但是也没能歇着。果园的果子有些结果了，你们看着能摘了吃的就去摘，明年应该基本就都能挂果了。今年开春就施过一次肥，几个月倒是长大不少。那果子应该没啥吃头，我之前看了，基本没长什么果子，估计还不够咱们自家吃的。本来也没多少果子。对了，大哥怎么还不回来啊？估计快了吧。夫子说后天开始放假了，1个月的假期。这么快就放假了？夫子说的。这下好了，你们又可以好好玩了。第二天，李小七踏好牛车，赶着小提就去了李家村。家里的事情就交给叶一鸣和彭氏了。自战场回来后，李小七还没有抽出空回娘家，刚好这时候插好秧了，理应回去看看。我来的倒是巧了。可不是，之前你捎信说回来了，我们可开心了，本想来看看你的，但是耐不住家里正赶上鸡和鸭出栏，就没时间来大杨村了。没事的，娘，我抽出空了不就回来了。咱们家的鸡舍和鸭舍里面的鸡鸭都卖了？没有全卖，但是剩的也不多了，除了下蛋孵化的鸡鸭，总共也就只剩个100来只可以吃的鸭子了。这次你回来必须好好给你整一顿。好啊，我正等着呢。七妹，给我讲讲战场的事情呗。对啊，还有你二哥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有没有个信啊？对啊，快说说。这个具体时间我也不知道，按理说应该快要回来了，我也在耐心等着呢，应该就是这2天的事儿了。若是没有回来，我就要去打听打听了。哦，这样啊，那你说说战场上的事情呗，我很好奇。李小七就挑一些有趣的，如何打了胜仗等事情讲。三人听了，一会儿跟着笑，一会儿跟着伤心，心情起起伏伏的。尤其是李自睿，感觉就是身临其境。娘，七妹，快出来！你们看是谁回来了？二哥，你终于回来了。啊，七妹也在。娘，我回来了。回来好，回来好啊！娘就盼着你能早点回来呢。瘦了，黑了，倒是看着结实了不少。娘，这次我回来还给你们带了好多好东西呢。什么东西啊？都是皇上的封赏。娘，儿子没有辱没参加，我被封为将军了，只不过是没得上实权的将军。真的？哎呦，我儿子竟然当将军了！娘，只是一个称号而已。再就是赏赐了一些东西，因为想念家里，我就请辞回家了。对了，二哥，相公他可回来了？还没呢，妹夫这次出头了，论功行赏他是头功。这不，我回家的时候，他还被留在京城了，我就先回来。这样啊。不过七妹放心，他应该过个2天就能回来了，很多村里人应该都陆续回家了。爹呢？生儿回来了。爹，我回来了。生儿，全虚全伪的回来就好。哎，爹，全虚全伪是啥呀？瞎呀？跟打去我，看我不收拾你。生儿不光人回来了，还带着皇上的赏赐回来的呢，还是个将军。啥？真的？还是将军？爹，是真的，我不仅得了一些赏赐，还被封将军了。太好了，太好了，咱们李家真是祖上积德。什么祖上积德？明明是我儿有能耐，
这没受伤就谢天谢地了，还能拿着军功回来，真是意外之喜了。二弟，这次大哥真心替你高兴，替你觉得倍儿有面子。二弟厉害啊！谢谢二哥。别站在外面了，刚好吃饭了，咱们去吃饭。盛儿肯定也没吃饭，赶了这么久的路，肯定累了，饿了。走，咱们吃饭去，边吃边聊。对，走。文静姐，没想到隔了一段时间没见，你倒是漂亮了不少。叫啥姐啊？叫大嫂。哎呦，叫顺嘴了，大嫂。叫什么都行，以后改口也可以。大嫂好，咱们是第一次见面，我是你的二叔子。阿哥，哪有你这样自我介绍的？还二叔子，很像说二愣子，笑不活了呀。二弟啊，我觉得你说小叔子还好一点。咱们别说这么深奥的问题了啊，咱们去干别的吧。行，咱们去干别的。哇，大嫂、七妹，快来！太甜了，好好吃，太美味了！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桃子？之前好像没看见这树啊。这山上无奇不有，啥都有可能发生，咱们只要接受就好。说不定啊，是以前就有的呢，咱们没注意而已。就是。几人吃饱之后就开始摘桃子了。巴布还真的是非常机智，把红透了的、半红的移植出来，看一个都不用浪费，全给摘了。这水蜜桃摘了3个布袋，2个背篓，1棵树的就摘完了，简直是高产中的高产。几人摘完后心满意足的打算回去了。等回到温静家，已经是有12刻了。李自睿把东西分一分之后，就赶着牛车回家了。这水蜜桃还真挺好吃的，山上摘的吗？是小七发现的，那些毛桃可以做果脯。小七把方法都告诉我了，我想试试。这些水蜜桃就留着吃，太好吃了。这个还真挺好吃的。爹，我们就发现一棵水蜜桃树，就摘了不少呢。要说未来顾爷还真是个好的，有啥好吃的也不忘带给我们一份儿。静儿有福气了，顾爷是个疼人的。是这个理儿。这段时间啊，我也算看出来了。不过男人嘛，本来也该如此，对自己的媳妇儿就应该这样，我也就放心了。爹娘，你们就爱打趣我。娘啊，要好好给你准备嫁妆才行了。相公，你咋来了？回来之后，爹娘说你来这里了，所以我就赶来了。还以为你没这么快回来呢。快来坐下，喝茶吧，渴不渴啊？妹夫，大哥，二哥。互相打招呼之后，就纷纷坐着。原来叶寒迟了几天回来，就是等谢志呢。都是有功之臣，自然时间就要拖得久一些。只不过谢志被耽误了一些时间，但他有话要交代叶寒，所以叶寒就推迟2天启程。而且叶寒也被封了将军，只不过是挂的先锋偷袭营的将军头衔。本来要在京城任职，叶寒不想跟家人分开，所以请辞将军之位回家。难怪你晚了时间回家。这么说，你这一请辞就不是将军了？倒也不是，我现在只是卸了将军之实权，但还是挂名的将军。若是朝廷需要，有战争的时候还是要回归军营的，毕竟上战场杀敌是我们的责任。原来是这样，那你就还是将军嘛。哎呦，原来我家儿子和女婿都是将军啊，真是可喜可贺。媳妇儿，我很想你。我也想你，本来昨天就想回来的，但是雾太大就没走成。哎呦，咋还带了这么多的东西呀？我爹的养殖场的，不是买的，放心收着吧。哎呦，亲家的养殖场里面的都能下锅了，真是厉害了。所以这鸡鸭才嫩啊，肉不会老。晚上就弄给你们吃，快去歇歇吧。知道了，娘。对了，爹娘，我走之前交代种植辣椒和番茄的，不知道种植了没有啊？都写在手札上了。种了，番茄和辣椒的苗都已经这么高了，而且还开花了呢。不仅咱们种植了，全村都种植了呢。
之前每家每户的种子都存着的，这不一听我们说可以种植了，村民们问了方法就跟着种了。咱们今年种的番茄和辣椒少了点儿，没种植那么多。我们考虑村民们今年都是刚种植，所以我们就少种植点吧。那种植了多少？还是5亩，就种植在暖棚里面，只不过通风口都打开了，所以跟种植在外面一样，但是温度好像更高一点。这不有些已经开花了，长得倒是挺快。你小叔家呀，今年多种植了整整10亩呢。啊，那还好。其实我还担心耽误结果呢，因为一般2月份就要开始育苗了，4到5月定植。估计气温高，辣椒苗长得快吧，没耽误结果就行。不耽误，番茄有些也开花了，过1个月左右应该就可以采摘了。好。1个月后，李家村迎来一个不速之客，准确的说是李宅迎来几个陌生人。不知道几位找谁呀？你好，老人家，我们来找李方明。找我家老爷呀？不知几位是哪里人呢？有何贵干？我们从京城而来，我叫李维，这些都是家里人。路过此处，你看天色快要晚了，就来借宿。但是村民们好像都节制得很，没那么多的房舍，所以我们就厚着脸皮来你这借宿一晚，不知道可否方便？原来如此，那你们等着，我去问问我家老爷。没过一会儿，金叔就跑出来了。我家老爷请你们进去呢，跟我来。老爷，人带来了。有朋自远方来，无以悦乎。几位能来我李宅也是缘分，让金叔带你们去稍作休息，等吃饭的时候咱们再一起喝一杯，不知几位意下如何呀？李方明说完之后就有点奇怪，几人一直激动地看着他，而且还差点要流泪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就算他同意几人留宿，也不要这么的感激涕零吧。瞧着激动又伤心的样子，李方明都有点不忍心让他们站着了。你就是幺儿，你就是幺儿呀！这面貌，你发现没有？就是幺儿。爹，真的是弟弟啊，肯定是啊，这模样跟你年轻的时候十分相似啊。我也觉得是小弟，我们3个人中就小弟的模样跟爹有9分相似。这，你们到底是干嘛的呀？其实我们借宿只是借口，真正的目的是寻亲。我打听到消息，你长得跟我很像，所以我是来认亲的。你就是我失踪30多年的小儿子李耀。寻亲，家人，我爹，怎么可能？老人家，你是不是记错了，或者打听的消息有误？我叫李方明，从小就生活在石头村，虽然不是我养父母的亲生儿子，但是也不可能是您的儿子呀。一看你就是有身份的人，我一个种田的老汉，不敢妄想。寻亲寻亲，肯定要有证据才能认亲。我们这次也是听说前来确认的。不知道你可知道你小时候的事情？婴儿时的你穿着比较豪华一点的婴儿服，靛蓝色包被，身上还有一块玉佩。找了几10年的儿子了，每次的失望与欺骗让他们也麻木了很多。要不是这次说的地点跟他们当初丢失孩子的地点很近，而且听说相貌上也有点像，他们还真的不敢前来认亲。另外几人不断点头附议。李方明一听，这还真的是有点巧合了。当初闹着断亲时，他爹就偷偷给他一块玉佩，说是捡到的时候就在他身上。请问是什么玉佩？说到玉佩，或许我就要先问问你了。养育我的人说，就是捡到我的时候，玉佩就在我身上。若不然，
你还记得就说一下吧，我也好对一下不是？白色的玉佩。爹，稍等片刻，恕我冒昧，既然你有玉佩，可否事先准备好？实不相瞒，这玉佩我也有，当初爹是专门请工艺雕刻师傅定做的，所以玉佩假不了。咱们两个同时拿出玉佩，让大家辨别，可否？我赞同你说的话，你们在这稍等片刻，我去拿玉佩。咱们两个同时拿出来吧。我数3个数，1、2、3，是一样的。你果然是我弟弟。天呀，还真的是一模一样。难道真的是他的爹和哥哥？可是当初为啥要抛弃他呢？害他从小在这就受苦。爹，听说有人来认亲，快过来。这次可能还真的是。玉佩竟然一样，让我再确认一遍。你们3人的玉佩表面看都一样，但是只有我和你们娘知道，这里面内有乾坤。这玉的内壁上刻了很小的一个字，分别是你们的名字：海、碗、药。不信你们看看，这就是药字啊！李泰和李婉儿找到他们的字之后，就看向李方明，这就是失散多年的弟弟啊！爹娘为了找他，倾尽毕生心血，没想到到了老年才算找到，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呀！你就是我的药儿，我终于找到你了。先等等，我还有一事不明。你说，就这样能确认啊？你小儿子身上有没有胎记，或者其他你们记得的印记？你说起这事情，我想起来了。听说你娘说你屁股上有一个青色胎记，不大，不知道长大后还有没有？有没有？有。能否让我看看那胎记？你娘曾经给我形容过胎记的形状，我还记得。走吧。咱们站在门外等候就行。你果然是我的小儿子，耀儿，爹终于找到你了。咱们出去吧。泰儿，婉儿，是你弟弟，是你们的亲弟弟呀！爹，是真的？既然确认了，我有句话问你：为什么我会失散？现在又来找是何意？这事儿你不问，我也要跟你讲明白了。原来李维和他夫人年轻时因为一些原因不得不逃到乡下避难，就在逃难途中，李维夫人崔李氏竟然要生产了。那时候没有产婆和生产条件，好不容易千辛万苦生下后，又遇敌人偷袭，当时情况危机，打斗中敌人发现婴儿啼哭，本来快要逃脱的时候，却又被敌人截胡了，抢走了崔李氏手中的婴儿。当时崔李氏也中了一箭，加上生产处理不当，险些就没命了。之后幸好遇到一位医术高超之人，把崔李氏给救了回来，但从此也落下了病根，身体时好时坏，心中阴郁是最大的隐患。崔李氏因为小儿子被敌人抢走，本以为已经死了，崔李氏也寻死过，但被李维发现给救了。自此后，两人的心结就是小儿子。李维不死心，经过多方打探，花重金找到了一个当初派来杀他们的人，撬开了嘴，得知他的小儿子还活着。只不过他因为不忍心杀害一个婴儿，就放在一个路口，之后远远瞧见有一个汉子抱走了。自此才有李维到处寻亲之举。虽然事情说明白了，不过我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缓缓。等我想明白了，咱们再正式认亲吧。而且这事情不是小事，我还要跟家人一起商量一下。对，大家先在我家住下，有什么需求尽管说，这事情还得通知七妹呢。好说好说，终于找到了，我们也不再急于这一时。
咱们慢慢来。说得对，只不过要叨扰弟弟一些时日了。哪里，咱们现在去吃饭吧，刚好也都见见家里人。爹娘，我们来了。哎呦，闺女回来了。娘，太阳大得很，别出来晒着了。哎，没事，都进来坐。你大哥他们啊，去摘番茄和辣椒了，今年还是第一次采摘呢。啊？怎么这时候了还在摘啊？4时左右才去的，去得晚，自然摘的就晚了。这时候应该也快回来了。来，我带你见一个人。我给你们介绍，这是你们的姑姑，这就是我那个小女儿，这个是女婿。姑姑好。哎，你们好。第一次见侄女儿和侄女婿，这是见面礼，我给你带上。这可使不得啊！姑姑雅量，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要的，心意到了就好。这不一样，这镯子啊，我戴了大半辈子了，喜爱得很。我第一眼看见你也喜爱得很，把这手镯送给你，我乐意。长辈赐不能辞，戴上。这，谢谢姑姑。喜欢就好。至于侄女婿的礼物，容姑姑后面补上。姑姑多虑了，无碍。按理我们也应该孝敬您的。好，以后有的是机会。娘，我们回来了。回来了，走，咱们去看看。爹，今天摘番茄和辣椒卖了多少？第一次摘，数量没那么多，不过也有10多个背篓了。番茄、辣椒种植下去这么久，我还没怎么看过呢。今天采摘，跟着去凑凑热闹。我这次总算是见识到番茄和辣椒是怎么种植的了。去年这2样东西在京城那可是人人追捧的东西，有人啊都不一定能买得到。没想到竟然是你们种植出来的，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你这小子嘴馋了吧？知我者老爹也。放心，中午吃饭桌上少不了这2个菜。第2天，因为李小七和叶寒都来了，所以正式举行认亲仪式。因为条件有限，李方明也不想大肆宣扬，所以只当是寻常认亲，在自家举行简单的认亲仪式之后，吃一顿认亲饭也就是了。来，今儿晚上有鱼吃，这可是自家鱼塘里面捞起来的，肥美得很。还真不错，鱼肉很嫩。弟弟家的饭菜都很好吃，尤其是腊肉炒辣椒，那滋味美味的很啊。还有香肠也很好吃，只不过最好吃的还就是这酒啊。这酒啊，只要喝过就没人说不好喝，10个有10个都说好喝。确实好喝。媳妇儿，我给你夹鱼吃。好啊。鱼夹到碗里，李小七拿起筷子准备夹起来吃了，但是本来还笑着的脸突然就变得难受了。李小七实在没忍住，扭开头吐了。哎呦，这是怎么了？媳妇儿，你咋的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一闻到这鱼腥味就想吐。这咋回事啊？我刚吃了也没事啊。你该不会是怀孕了吧？媳妇儿，你这有了！哎呦，恭喜七妹和妹夫啊！我这是要当上舅舅了。哎呀，我要当外婆了。我要当外公了。我也要当舅舅了。这样的话，那我就是太老爷。大喜事啊！可不就是大喜事，先是认亲，再是有喜，这孩子肯定是个福星。那还等啥呀？找大夫把脉确认啊！这是喜脉呀，恭喜恭喜了！真是喜脉，果然是有了，我终于能当爹了！瞧你那样，果然是大喜事，我要有外孙了，来的可真是时候。七丫头，既然有孕，干脆就在这儿住一段时间再回去吧。现在你这胎相应该还不稳，还需要注意一下才好。咋的？你们要回去？爹，本来我们明天打算启程回大杨村的，家里那边也有事情要做呢。
这可不成，你是刚怀孕，不宜舟车劳顿，就在这儿住下来。李郎中，小女这胎怀孕多久了？1个月左右吧。这脉象虽是喜脉，但是却不太明显，小夫人还是要多注意休息休息啊。你看，郎中都这么说了，齐丫头就留下吧，免得还要遭罪。有什么事情就让女婿回去吧，你就在这儿安心养胎。媳妇儿，听娘的，我回去一趟，交代家里我再来陪你。真的？真的。好吧。看着小两口竟然还腻乎上了。这是喜事，在这里好啊，陪我这老头子聊天，或者陪你姑姑他们唠叨一下，省得我们无聊了。谁说不是呢？等你这胎坐稳了，要回去娘就不拦你了。知道了，娘。那明天你先回去，等家里弄好了你再来。放心，一切有我。爹娘，咋的了？涵儿回来了。哎，咋不见小七呢？爹娘，正要告诉你们好消息呢，媳妇有了。有了？有啥呀？有了，怀孕了。怀了。郎中说1个月左右，月份还小，不容易颠簸，所以媳妇留在娘家养胎，我先回来。这样啊，也好，我终于能当奶奶了。我也终于当上爷爷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啊！这宅子就是大气，果然是地主家的宅子，就是不一样。嘿，娘稀罕的话，咱们也做一个。嘿，说啥呢？小心我揍你呀！这是随便就能做一个的吗？姑爷来了，亲家老爷和夫人都来了快进屋，怪热的。亲家公亲家母来了，真是好久没见你们了，快进屋里来。小七瘦了点儿，是怀孕了，反应大了。可不是，前面还不怎么觉得，这后面是有点吃啥吐啥，就爱吃酸梅，除了酸的能进嘴，就吃不了什么东西了。这么严重？娘，没关系，这不是有小龙虾了吗？吩咐伙房晚上就做了，我想吃。放心，晚上肯定让你吃到嘴。他们都去看玉米了，听说玉米快要成熟了。有些长得快的应该可以摘了，但是大部分的还是要等到下个月才成熟。我知道，有些种植的早的才能摘一些，不过摘的都会特别嫩就是。今天小崽子有没有闹你啊？没闹，乖得很呢。那就好。这个凉亭倒是好啊，有树荫，竟然一点都不热，还有一些风吹进来，别说，还挺凉爽的。两人一起看鲤鱼嬉闹、游水、抢食，直到2刻钟之后，两人才走开。李小琪要去午睡了，叶寒来到李方明等人坐的凉亭。女婿坐这儿。谢谢爹。爷爷、大伯，你们在聊什么呢？是这样，这不是认亲了吗？你爷爷说要我们去京城一趟，认祖归宗，若是可以，干脆直接去京城住。这我肯定不同意了，我在这里生活的好好的，不想挪窝。申女士，是这样的，这认亲了，我要要儿回去认祖归宗，没错吧？这认祖归宗后，我想着一个李家村，一个京城，这也太远了，见一面都难啊。而且他娘还没见过他呢，我就觉得在京城住下也不是不可以。京城的房子我有，直接入住就行了。若是住不惯就回来，偶尔还是可以回来探亲的嘛，对吧？其实我觉得回去认祖归宗倒是可以，不过在京城定居就不用了吧。毕竟我觉得岳父大人不会喜欢，他们更喜欢现在的生活。对嘛，还是女婿上道，我就不愿意离开这里。我觉得在这里自在，全家人都平平安安的，没人打扰，我就不想挪窝。其实啊，我倒是有个折中的法子，就是不知道爷爷愿不愿意。什么法子？说来听听。我觉得可以这样，
爹娘哥哥们跟着爷爷回一趟京城，也就是认祖归宗。认祖归宗再住个10天8天的交流一下感情，顺便把京城逛一遍。之后回来，爷爷若是舍不得，反正您都这岁数了，还要在朝为官吗？您老也该歇一歇了，辞官归隐也不为一桩美事，还能带着奶奶一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啊。好，孙女士果然是有大才的人，读过几年书，还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诗做得妙啊！我女婿不仅文采高，还是武官大将军呢。将军，难怪我看着有点眼熟，但就是想不起来，不知可否解释一下？应该去过京城的原因吧？你肯定是在京城见过的。京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京城，但是我倒觉得你像一个人。像谁啊？还有人跟我长得像，我不就像我爹呢吗？这死去的侯爷张三伯，只不过他家世代忠良，最后落得无人善终的下场，连个子嗣都没留下，也是可悲可叹。这从何说起？哎，说起长孙伯啊，令人唏嘘不已。他呀是含冤而死的。当初皇上为了统一我朝，又加上边境有战事，长孙伯当初可是当时能与如今的威武大将军媲立的将军，一身战功赫赫。不想却被当时的奸人所害，污蔑成了奸细叛国贼。皇上那时候本就是多疑的性子，宁可错杀100也不放过一人。而且当时有人提供证据，人证物证俱在，长孙伯想要辩解也无力回天了。而且那时候皇上还算宽宏大量，念在长孙伯将军之前的功劳上，没有说立即处死，只是关押。但是当时的侯爷气不过呀，他不能容忍奸人当道，于是自刎已是皇上亲信小人，皇上还为此大发雷霆呢。不想3天之后，长孙伯侯府就传来了满门抄斩的消息，但是皇上却说他没有下旨，更没有要斩杀侯府众人。为此皇上还要求彻查，当时就是交给威武将军查的此案。威武将军念在同军之意，冒死彻查才查清楚，原来这一切都是丞相的阴谋诡计。可那时候丞相已经被皇帝杀了，因为丞相才是那个卖国求荣的人。皇上后来知道误会了长孙伯，所以才封长孙将军为侯爷，只要有子嗣尚存，不管老弱病残都能世袭。可是找了这么久也没有找到，后来啊，在这事情一长，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长孙伯后继无人？可不就是如此。那丞相一家呢？说到这里，其实这很奇怪，丞相的爪牙遍布朝堂，当时的朝廷简直风云变色，皇帝有很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但是又不得已而为之。但丞相被杀，丞相府也是一夜之间死尸遍野，这很离谱。而且当时的皇上没有派人彻查，因为威武将军把丞相的罪状都奉上。那时候查出长孙伯一家就是丞相杀害之后，皇上还觉得长孙一家后继有人，只是不想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当时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丞相一家应该就是长孙家杀害的，毕竟这冤有头债有主，不找丞相索命找谁呀？爹，大哥，你们倒是会找地方，竟然躲到这里偷闲来了。爹，你有没有觉得小七的婆婆有点眼熟？当然眼熟了，她就是之前长孙侯府里的下人啊。不过我也是经你们提起才想起来的，那时候我年岁小，也记不大清楚，只是见过几次，也不熟。你们不说，我还记不起来呢。你说什么？这么大的消息，你咋不告诉我们啊？啊？我以前也不知道啊，只不过昨天才见面而已。今天还是你们提起来，我才想起来的，否则我也给忘了。再说，我只是觉得像，是不是还不一定呢？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这样的眼神看着我们呢？叶兄弟啊，我们只是看着你们眼熟，
尤其是小七的婆婆，这不觉得奇怪吗？啊，人都有相似，看着眼熟也很正常。说的也是，你们肯定是看错了。谁看错？我也不会看错的。小七的婆婆就是长孙伯侯府上的人，我敢肯定。娘，你其实会认出来也很正常，我还以为这辈子都没人能认出我来呢。难道这里面当真有什么缘故？不知道亲家夫人能为我们解惑吗？我们对侯府的遭遇也是感叹无奈。唉，这倒是也没什么不能说的，反正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也不在乎大白于天下，只是苦了韩儿天之骄子，让我这样的奴才为娘。这么多年，我内心愧疚不已。娘，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我亲娘。韩儿，其实你就是长孙伯侯爷府上最小的少爷。当初我是在侯爷夫人身边伺候的二等丫鬟，有一次落水，幸得夫人搭救，才得了一条命。所以当侯爷夫人知道大难来时，就托付我认你为儿，偷偷为长孙家留一条血脉。我带着你出来的时候又累又渴，幸得遇上你爹，给了咱们一口粮。后来我就自愿嫁给你爹，带着你跟着他回了大杨村。我就说嘛，我不会记错的。原来是这样，真是多亏你了，否则长孙侯爷这么忠诚的一代良臣，就要落得无后的凄惨下场。说起来，长孙伯跟我差不多年纪，现在知道还有后人，也算是弥补了一丝之前的遗憾。娘，这些都是真的。其实韩儿也不需要太过悲伤，毕竟逝者已逝，活着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再说夫人临走之前就嘱咐过我，若有朝一日你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让你不要去报仇，也不要去恨。毕竟冤冤相报何时了？他希望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不要受朝廷的束缚与责任影响。他要你好好活下去。其实即使要我做什么，我也做不到。反正奸人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又找谁报仇去？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当初的始作俑者也早已面目全非，确实没必要再去纠结太多，好好活在当下才是最明智之举。侄女果然是有天赋的，不仅领悟能力高人一等，武功也不弱。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别想那些了。女婿，好样的！爹娘，谢谢你们的养育之恩，你们永远是我的爹娘。起来起来，咱们知道就好，这事情埋在心里，咱们以后啊还是跟以前一样好好过日子。现在小七也怀孕了，以后你们多多开枝散叶，咱们家也就对得起他们了。你爹说的对，等以后孩子们大了再说其他。放心吧，爹娘，孩儿知道怎么做。吃饭了，大家去饭厅吧。好，那咱们去吃饭吧。没想到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李小七没发现叶寒的异常，只是觉得大家的氛围有点不一样，但也没多问什么。第二天吃完早饭，叶一鸣等人就要告辞了。两位亲家多住些日子吧，难得来一次，怎么说走就走呢？家里的事情都交给管家了，这都几天了，要回去看看的。毕竟家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安排。多住2天没关系的，回去再弄也不迟。
那可不能够。你们放心，下次有时间啊，我们再来叨扰。那可说定了。不过你们回去的话，等一下家里的鸡鸭鹅都太多了，刚好正是好吃的时候，我叫人给你们备上一些。哎，哪里就需要让你们破费了，这怪不好意思的。现在准备好了，我也就不拦着你们了。不过咱们说好，有空就来。一言为定。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9月初10，李自睿成婚的日子。吉时到，新郎接新娘啦！新娘坐定，起轿。新娘新郎到，新娘下轿。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静儿，来，我给你掀盖头。还笑？你喝醉了？静儿，你终于是我媳妇了。不好意思啊，让大家久等了。没事儿，大哥，你们赶紧给爹娘敬茶吧。好，这么高兴啊？有啥好事啊？哎呦，谢老弟啊，你咋来了？不是，你从哪里来的？也不是，你咋突然从京城来了？叶大哥，我打算搬过来跟你们一起住，多有叨扰，还望见谅，见谅啊。不过放心，叨扰只是短暂的，之后我们会自己盖一座房子，这样就方便多了。哎呀，不是，我这人不会说话啊，若是有说错的，你千万海涵。我的意思是，你本应该在京城的，立了那么大的功劳，我觉得你会待在京城，没想到突然来这乡下，太惊讶了。实不相瞒，我呀还是比较喜欢咱们这乡下的生活，不喜欢朝堂的尔虞我诈。再说乡下人人情味十足，所以啊，决定全家来这儿养老了。老弟呀，我支持你，我觉得你这样选择是对的。咱们这把年纪了，就应该坐在桂花树下饮酒，或者下地干点农活，咱就是一个老百姓啊。对，这样的日子才过瘾。我不喜欢种田，但是我喜欢打拳、打猎、吃肉、喝酒。我家眷在后面呢，这不到了，我是先来一步啊。对了，来这么久咋不见我徒儿啊？涵儿去李家村了，就是小七的娘家，我明天啊就捎信儿给他，让他回来一趟。那没事，在那边多住几天没事，以后有的是时间。之后谢志就去把他的妻子蒋欣接下来。星儿啊，到了。好漂亮啊，原来大哥的师娘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啊。我还以为大哥没有师娘呢，没想到。别混不吝乱讲话，闭嘴吧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真是孩子越大，嘴巴越是没个把门的。对了，忘了介绍了，这是徒儿叶寒的爹娘，二弟叶凯，三弟叶亮，四弟叶毅和五弟叶全。谢之一通介绍下来，蒋欣才明白，然后一一打招呼，给见面礼。哎呦，使不得，哪就能让你们这么破费了呢？嫂子真是客气了，咱们初来乍到，多有叨劳，可不就得多麻烦你们了。若是连这小小的一点心意也要推拒，岂不是太外道了？若是这样，那我们岂不是很不好意思住下来？是啊，收下吧，既然老弟和弟妹这么诚心，咱们也就不外道了，在这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甭说啥建房的事儿。走，咱们进屋去。师傅，劳烦你们亲自跑一趟。无妨，我还能来做客游玩，挺好的。这是姑爷的师傅呀，来，进来，这大热的天儿，咱们去吃西瓜解解渴。好，这西瓜不错，沙沙甜甜的，味道真特别啊。我还是第一次吃西瓜呢，之前只吃过甜瓜，不想还有西瓜，而且个头还这么大。吃西瓜了咋不叫我呀？伯父，每次吃西瓜就你吃的最多了，这次我非得抢在你前头。你这速度可以啊。这不是国公爷和国公府上的大公子李泰吗？谢大将军，怎么在这儿？叶寒是我徒弟，小七邀请我们一家来玩的，还包吃包住包玩呢。这么好的待遇，原来如此。你们这是？我忘了介绍了，这是我爹。
那是我大哥。既然咱们都是认识的，那就好说，大家一起做，边吃边聊。啊，原来如此啊！失敬了。啊，不敢当，咱们就别客套了，吃西瓜。咱们边吃边聊，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这事情要是说起来，还得感谢李巡抚，也就是这座宅子之前的主人，在京城为官的李地主。啊，爹，没听你说起过这事情，什么情况？你可知道这座宅子之前的李地主？知道，我就是从他手里买的房子，他人还不错的。那就是了，李地主家的儿子就在京城为官，也就是李巡抚。一次他府上做喜宴，我赠礼去，不想到李地主倒是和我眼缘。讲了几句之后，我知道他在李家村，这地方我知道。当初我们逃难时，就是经过这附近的，只是具体的不知道，所以我就多嘴向他打探小儿的消息。一开始他说没见过，只不过后来他提了一句，买他房子的人和我长得有点像，最起码眉眼很像，而且我俩一对，岁数也差不离儿。然后呢？然后我就冲着这一点，还有李家村就是被追杀的村庄附近，我觉得我小儿子还真有可能就在这边。所以仔细问过之后，我就带着李太等人来寻人了。这不来之前还不确定，但是一看见你，我就确定了，你肯定就是，这好像就是隔不断的血脉亲情一样，有感应啊！啊，原来是这样啊！对了，谢将军准备在这儿待多久？若是可以，咱们还能一起返京呢，也好做个伴儿。我已经不用回去了，实不相瞒，这次我是辞官归隐的，我已经不是什么将军了，只不过还挂着将军的头衔，朝廷之事我也不管了。什么？辞官？你已经辞官了？开玩笑的吧？师父，这是大智慧。俗话说，功高盖主，功成身退，确实是明智之举。你个糙汉子，脑子倒是开窍了吧？懂得很多嘛。现在能明白这等大道理的人已经少了。不瞒你说，我这次回去，一是为了让耀儿认祖归宗，二是辞官。我也想来这养老了，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突然就不想回朝堂了。在这乡下好啊，真是一方净土。爹，真的假的？你若来这儿养老，那我和婉儿妹妹可咋办啊？你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老跟着我干嘛？还没断奶呢，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我是不打算当官了，你爱当你当去。爹，干啥呀？我不就问问你的吗？就你这个耳根子软的毛病，我才懒得跟你瞎嘚嘚。爱干嘛干嘛。不过我们来这里了，国公府总是有人要继承的，你就乖乖留在京城吧。我哪有你说的这么不堪啊？好了好了，其实这事情啊，还是商量过后再决定比较好。对呀，还是耀帝会讲话。其实啊，这事说来倒也没什么好羡慕的。国公爷没必要辞官吧？你们的情况毕竟跟我的不一样啊。不，虽然情况不一样，但是我都活这一大把岁数了，大半辈子都在朝堂，老了也想过过悠闲的日子。之前他们说的那句诗叫啥来着？采菊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啊，对，就是这句。看来国公爷是真的想要辞官归隐了。不过你这可以世袭，不需要辞官，我估计皇上也不会允许的。而且现在朝堂已经变了，你们来这里已经很久了吧？咱们的皇帝要换人了。啊？什么意思？二皇子被囚禁了，不过我来的时候听说已经快不行了，皇上已经下了密旨让三皇子登第，所以啊，以三皇子的性子，他应该不会让你辞官归隐的。
哦，陶景居然发生如此大的事情，我等竟然不知。在京城很多人都不知，何况你已经来了这里，不必担忧太多。要说是三皇子登基，我可是举双手赞同。别说三皇子才智双全，就凭三皇子是你教导的，我就服气。皇上果然是明君呐！哎，这话可不能乱讲，我也只是小时候教过他一段时间的武功，其他的不敢当。这次能来乡下定居，其实也是多亏了三皇子从中帮助。不过这事情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三皇子竟然是师傅的徒弟，那相公岂不是跟他有同门之谊？可以这么说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事情是这样的。谢师讲了很久才讲完，大家也终于明白为何很快就要换皇帝了。原来是因为二皇子被证据确凿地抓到了叛国，与边境突厥可汗勾结，传递信息。所以皇上龙颜大怒，把二皇子打入天牢。不想二皇子在天牢没几天就传出自杀自残快不行的消息。原来是这样，我倒是庆幸谢将军这会儿能安然的来到这里养老了。不用羡慕，你也快了。爹二娘，明天我和相公打算回大杨村了，不多住一些日子啊？以后再来吧，这次回去可是有事情的，家里的作坊要重开，这不很多事情都要回去准备了，否则忙不开的。这样啊，那就回去吧，反正满3个月了，可以坐牛车。既然叶寒和小七都要回去了，我们也一起跟着回大杨村了。这段时间多谢李大哥的照顾了。谢将军多礼了啊，咱们都这么熟悉了。说实话，我巴不得你们多住一些日子，人多才热闹。只要你们想来，随时来都行，我非常欢迎。否则你看，这么大的宅子，就我们几个人，多孤单，多无聊啊！好，一言为定，到时候你可别嫌弃我烦就行。哈哈哈。不会不会，只管来。这你们要走了，我还真舍不得。可不是，我也舍不得。不过世间没有不散的筵席，下次再相聚，可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大家别这样多愁善感嘛，说不定这次的离别只是为了下次更好的相聚呢。爹俺娘，你们别忘了还要去京城呢。你这丫头倒是门清。丫头说的不错，你们什么时候准备去京城？咱们也该回去了。要不过几天吧，先把家里的事情整明白了。养殖场最近刚好有一批猪和鸡鸭鹅要出栏，等卖完咱们就启程去京城。好，明天你们都要走，那我们岂不是很无聊？咱们吃完饭之后去干点啥吧。二哥，上午你还没累够啊？没，那点活不算啥，也就只是出汗的事情而已。还有啥事要干啊？既然你们这么无聊，就去把剩下的玉米收了吧。基本上都长得比较老了，只能留种，嫩的呀还能让你们吃几顿。那等啥？下午有活干了。好，那下午咱们就去玉米地搬玉米去，把玉米收了。年轻人就是好啊，特别有干劲儿。下午你跟着一起去吧，跟着活动活动。哎，爹，你不说我也是要去的，体验一下非常有必要。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要不都去。搬玉米也算我一份，还有我家2个小子一起。说的没错，大家一起去。你们去吧，我们女眷可不去，那玉米叶子一划了，准划出一道血痕来。你们女眷就免了吧，我是说我们男子汉们。哎，你怎么了，静儿？没事儿，好受多了。我也不知道，突然就不太舒服了。嫂子是不是怀孕了？啊，不会吧？我去请大夫。年轻人就是好，咱们家这是又要添丁进口了。哎呀，我终于要当奶奶了！恭喜恭喜，是有喜了。真的，这么说我要当爷爷了。太好了，我果然是要当爹爹了。谢谢你，静儿。
大家一阵高兴之后，李自瑞说好的下午下玉米地也不下了，就守着温静。哪就有你说的这么夸张？下地还是可以的，只要不是干啥重活就行。不行就是不行，你看七妹之前怀孕就是这样，3个月之后你想怎么蹦跶都行，现在不许。我自己会注意一点的，你不用那么紧张。七妹怀孕的时候都去爬了好几次山啦，否则西瓜是怎么摘回来的？还不是七妹火眼金睛发现的。不管，你甭管七妹啥样，反正你不许到处乱跑，干活就别干了，走，我陪你去田里面走走去倒是可以，不过要干活也只能我干啊，你不许干。行吧，听你的，受不了的话我会跟你说的。哎，你们咋来了？不是让你们别来啊？我们就是来看看你嫂子不干活。太阳晒得很，出来干啥？爹，是我想来的，跟相公无关，我就是来看看，不做重活。这真的是你自己想的？那肯定是我孙儿想的，真是太勤奋了。行，那你就在这里玩玩，别干重活，玩一会儿就回去啊。哎，知道了。爹也太双标了，咋我说要来就是我的错，你说要来就是他孙子想来了？哎呀，真是被自己老爹和儿子气着了。相公，爹肯定不是那样的意思。媳妇儿，你好好待着，我去掰玉米了。第二天，李小七和谢志几人就启程回大杨村了。大哥大嫂回来啦！大哥大嫂回来啦！几个月不见，你倒还是这么顽劣。是太想念你们啦，恨不得你们早点回来呢。谢老弟啊，住得可开心？当然开心，有活宝在，你说能不开心吗？你说的很对。师傅，接下来你们有什么计划吗？谢军他们不去私塾，就在家里学。这个正在考虑，我觉得私塾里的先生还不如我请的呢。虽是如此，但是也不能不去私塾吧，毕竟时间久了就会产生陌生感，这影响他们的交际能力。会吗？这么严重啊？不能说绝对吧，但肯定是有影响的。既然如此，那就去私塾吧，反正叶凯叶亮几人也都去，要不就跟着一起。不过先生家里也需要一个，文先生一直跟随我们，所以就在家教授他们吧。这样也可以。那就这么办，明天咱们就带着俩孩子一起去私塾那看看。临时进去应该也不碍事，不过估计束修还是要教1年的，这个倒是无妨。时间荏苒，转眼第2年5月16日，李小七即将分娩。大少夫人，用力，用力呀！已经看到头了，哎，跟着我一起做深呼吸，然后用力。恭喜少夫人是个小公子呢！我肚子还是好痛啊！稳婆惊讶地掀开一看，竟然还有一个小小的人头没有出来，这是还有一个呢。恭喜少夫人还有一个，按照之前的方法，你再用用劲儿，很快就能出来啦。于是李小七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生产，1刻钟之后终于出来了。恭喜大少夫人是个闺女呢！哎呀，这是龙凤胎呀，真是可喜可贺，刚好凑成一个好字。好。之后李小七就累得不想动弹了，眼睛咕噜噜地看着2个孩子。其实他现在特别想闭上眼睛休息，他太累了。2个孩子被稳婆抱出去了。叶寒一看见稳婆来了，立马就跑进了产房看李小七了。别进去，让他去吧，能忍到现在属实是不易了。这就是我孙子还是孙女儿？这个是小公子，另外一个是小小姐。什么？龙凤胎？老夫人是这样的呢。哎呀，真是太好了！媳妇儿，辛苦了，以后咱们不生了，有这2个就够了，免得你再遭罪了。虽然李小七已经睡熟了，但是不妨碍叶寒在这里守着他，守着他家的大功臣。
而这时候，李方明等人刚到达李家村，这次在京城待了几个月，回来后感觉变化就很大了。李方明一身锦衣华服，正宗的大老爷派头。李王氏穿着蓝色对襟华服，端看是颇有气派的老夫人了。月儿，快下来吧。这里感觉挺好玩的。倒是赶上好时候，这会儿正是割麦子的时候，这割了麦子就得种植稻谷了吧？还真够忙的。原来村里是这样的，倒是有趣。更有事的还在后头呢。同月20日，有差役敲锣打鼓的来报，叶家5个儿郎考中了秀才，一门5个秀才，这可把全村都给震惊了。哎呀，叶家这下发达了，不止家里有钱，还有权啦！看叶家儿郎都考中了秀才，都是秀才啦。可不是，若是我家闺女能嫁给叶家哪个儿郎就好了，这样我家也能沾沾光。哎呀，笑死个人了！这个你就别想了，咱们村里的人都不可能。叶家儿郎可不是谁都能嫁的。我听说他们的要求就是要女儿家识字，像他们大嫂那般能文能武，还能种地做生意。没有一技之长的，想都别想了。就算达到这些条件，还要他们本人同意才行。叶家儿郎的婚姻都由他们自己做主。你咋知道的？之前镇上有个员外来替他家女儿提亲，想要嫁给叶家二郎，人家叶家二郎就没同意。之后就听说这些事情了，所以普通人还是省省吧，别费那劲儿了。得，听你这么说，那还真是算了。咱们家的孩子斗大的字不是一个的，还是别丢那人了。叶家老爷，恭喜贺喜了！一家5门秀才，这是咱10里8村，甚至连京城都少见的事情，真是可喜可贺，恭喜恭喜！多谢各位差爷，进来喝杯淡茶，聊表心意。差爷闻言都笑着进屋了。这时候的李小七正在他的房间坐月子，2个小孩由新买的奶娘照顾。大少夫人，2少爷、3少爷、4少爷和5少爷全部都高中秀才啦！真的？竟然全部高中，这概率好高啊！是真的，全部高中了。差役现在还在饭堂喝茶呢。叶成堂少爷也高中了呢。给各位买点吃的，辛苦各位了。好说好说，你忙着，咱们还要去叶长青家报喜，那就告辞了。因为叶家一门5个秀才，所以2家商议合办喜宴，请村里人吃流水席。等这个喜宴办完之后，叶家又有喜宴，龙凤胎的满月宴。这次李方明和李王氏、李维等人都来了。七妹，看我给你带谁来了？这是你二嫂。还没正式成婚呢，咋能这么介绍？没事，早晚的事。真是恭喜二哥了，果然是给我找了二嫂回来。二嫂好。好，以后我就是你二嫂了，我也中意你二哥，那我叫你七妹。好。让我看看，这就是我的乖外孙啊，这是乖外孙女啊。瞧这大眼睛，跟咱闺女一样好看，以后肯定也是个美人坯子。小子也不赖，看到没，浓眉大眼的，可不就跟他将军爹一个样吗？满月宴办得很成功，李方明一家为了跟孩子多待几天，就在叶家住了2天，2天后才启程回李家村。温静没有来，因为她肚子也很大了，还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温静也要生产了，所以李子睿比较紧张，一直陪着温静。2个月之后，谢志家的宅子盖好了，房子比叶家的小一些，但是却更新一些。大杨村又一家富贵堂皇的大宅子起来了。而这时候的李家村李宅却迎来了第一个孙子辈的孩子，没错，温静生了，生的是一个大胖小子。乐得李方明办了3天的流水席，李王氏去周围的寺庙捐了无数香油钱，还给李家村、石头村的村民每家发了10个红鸡蛋。从前年开始，全村都跟着叶家这样种植水稻了。
如今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不仅大杨村这样，整个朝廷的百姓都是这样种植的。叶寒把这种种植方法和李小七的务农手札汇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种植手册，然后他上交了。新皇登基，百废待兴，发展农业是新皇的首要政策。于是叶寒不小心又立功了，加上他是侯府的独苗，皇上感念先辈的付出，让叶寒世袭侯爷，在大杨村发展农业，并且侯爷之位世袭。在大杨村由皇上出资建了一座大宅子，宅子门口挂着侯府将军的牌匾。只不过叶寒并未在意，李小七也不在意，不管是将军还是侯爷，都只是一个称号而已。他们在这山里过得很好，丰衣足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偶尔的美味佳肴也堪称一绝。这样的生活本就快乐悠哉。哥哥，你看我摘的桃花漂亮吗？英儿，你手倒挂着树上，小心掉下来，到时候可别哭鼻子。哼，我可不爱哭鼻子，你别小瞧人了。快点摘吧，等下娘亲就要走了，她可不等我们。知道了。真是。啊，怎么了？怎么了？哥哥，这有个树墩把我绊倒了，回头你给挖走。唉，知道啦，快点起来吧。瞧，衣裳都给弄脏了，你这可是奶奶给新做的裙子。怎么办？别急别急，等下回去换过一套就是了。你们两个小调皮又跑去哪儿了？娘，是妹妹的衣裳弄脏了，她不敢跟你说。上山摘桃枝了，不小心摔倒了。我不是故意的，娘亲。好了，跟娘亲来吧，我帮你换。谢谢娘亲。好了没呀？我们可都在等你们了。师爷爷，我早就准备好了，我们在等妹妹。这么乖呀，很好。师傅，我们准备的差不多了，可以走了。好，人齐了咱们就走吧。还以为你们没准备好呢，没想到这次倒是挺快的啊。哪次说去外公外婆家不快的？走走走，否则有时赶不到李家村了。来了，爹，谢叔叔七妹他们来了，你们可算是来了。走，我在凉亭备了好茶，还有你们爱吃的瓜果零食。今天家里人可是在湖上游船呢，还在捞莲藕的。本以为没莲藕，不想还挺大个的。你们今天可是有口福了。真的啊，爹？那我可要做糯米藕带。做，随便你怎么做，我们能吃上好吃的就行。咱们可是好久没吃过这玩意儿了，今天咱们可是有口福了，多做点哈，我们要吃个痛快。娘亲，看，有船，他们在捞那白白的莲藕。是，中午就做给你们吃。臭美，真臭美！鹰钩鼻子，蛤蟆嘴，老鼠眼睛，猪耳朵，看你臭美不臭美？你这虽然押韵，但是我的更押韵。你听好了，爱跟不跟，板蓝根，爱理不理，狗不理。你这有点意思啊。有了，天马流星拳，厕所最安全，庐山升龙霸，厕所要爆炸。我这个也很押韵吧？风里传来花儿香，歌声婉转悠扬。想哭尽负心中，醉里听雨歌路上，一笔是前方，奈何纸短情长。窗外花灯初上，现实莫测。同年8月，叶凯、叶亮、叶毅、叶全、叶成、谢军和谢正七人参加了3年一次的乡试及秋闱。叶凯和谢正同为榜首，叶亮、叶成名次落在最末尾，而叶毅和叶全、谢军3人则进了前3甲。此后7人的仕途，不管从文还是从武，都如彩祥云，平步青云。晚上，李小七本来睡着了，却听到巴布的喊声：“怎么了？主人，你的第3层别墅的积分终于达到了，
现在就可以开启第3层别墅，你要开吗？这积分之前本以为很快就能打开第3层别墅的，但是没想到就一直卡在积分上。这下巴布说可以打开了，李小七惊喜又惊讶的立马要求打开。不过主人，你应该进入空间才能操作打开。行吧。李小七转头看了一眼叶寒，睡得挺熟的，应该短时间内不会醒。于是李小七大胆地进入了空间，来到别墅第3层。李小七打开了第3层的门，没有房间，感觉就是一个空荡荡的大厅。这是怎么回事？不会系统又要做啥妖了吧？主人，你要滴一滴血在空中。步骤还是一样的繁琐。李小七听完后照做了，但是为了看看第3层里有什么，李小七甩了一滴血在空中，随着一声砰的炸裂声，烟雾四起，朦胧中可看见一个东西。李小七意识取出烟雾，才看清坐落在这个3层别墅里的竟然是一口锅。锅？还是金色的锅？解释。恭喜主人，贺喜主人，这是如意锅。只要你想要什么，只要对着如意锅说一声就行。不管是万年之前还是万年之后的东西，都会通过如意锅给你送到这儿来，而且样品包你满意。真的？这么好？当然，不信你试试。我要10万现代钞票，来一杯正宗的烧仙草奶茶。哇塞，我信了，这属实是够如意的。呐，主人，你还可以要种子和其他东西，这个还可以世袭，也就是说，以后你还可以传给你儿子或者女儿，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你也该变形了吧？哈哈，被您发现啦，我现在是这样的。这样子倒是好看多了。等李小七出来后，发现屋子里点了灯，而且叶寒惊讶地看着突然出现的李小七。李小七的笑意停住了，笑不出来了。老实交代吧，你有事瞒着我，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又突然出现，而且笑得那么开心？完犊子了，这下要瞒不住了。